沈竹溪要出将了。金光闪耀的龙凤盖头在他的左方，诵读嫁妆单子的嬷嬷在他的右方。因念了大半天的缘故，嬷嬷声音比平常更冷。殿内12个宫女，她们听得比沈竹溪更为认真，价值连城的一个个物件名字把殿内空气压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沉。公主出将本就非同一般，更别说沈竹溪是指给大权独揽的丞相独子傅玄邈。唐的公主出将时，1个时辰就能念完的嫁妆单子，到了沈竹溪这里，2个时辰才将念完。6公主的陪降单子奴婢已经念完，公主可有指示？嬷嬷面无表情的老脸扶了下去。都好。沈竹溪勉强挤出一个笑脸。老嬷嬷双手交叠于身前，小心谨慎地行了一礼。那奴婢就去向陛下复命了。老嬷嬷凌厉的目光扫过沈竹溪身边的宫女，你们手脚利索些，小心误了出宫的时辰。宫女齐声应和。老嬷嬷垂下头颅，藏起锐利的目光，像来时一样，迈着无声的脚步退出了殿门。老嬷嬷一走，沈竹溪的贴身宫女玉莎就走了上来。她站在沈竹溪身后，一丝不苟地确认每个头饰都在正确的位置。沈竹溪幼年时，母妃便被降罪，父皇对他不闻不问，亲近的几个士人都没有好下场，不知不觉他便有了丧门星之名。皇宫势大，却找不到一个愿意同他说话的人。这么多年，服侍他的宫人都待不长久，只有玉莎来了便没再离开。玉莎的行为时刻都在提醒着他，大婚的时刻近在眼前。他越是清晰认识到这一点，就越是喘不过气。我想喝水。沈竹溪说。公主，再忍忍吧。玉莎轻声但不容置疑地说，若是路上想要更衣，那就麻烦了。她不提还好，一提，沈竹溪的屁股就在绒面绣墩上不安分地挪了挪。我想现在就去更衣。公主，再忍忍。玉莎的声音变严厉了。张嬷嬷一会就要来了，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出不得岔子。可我忍不了了。想想大婚的事，想想驸马。想起驸马，沈竹溪更如坐针毡了。而玉莎浑然不觉，继续说着，能被陛下只给驸马这样鲜露明珠般的人物，其他公主们都羡慕公主的福气呢。驸马名闻遐迩，才德兼备，最重要的是对公主痴心一片。玉莎低声道，公主一定不知道，天底下有多少羡慕你的女子。沈竹溪欲言又止。玉莎看出他的犹豫，对内侍中的那些宫人说，你们都出去吧。玉莎是沈竹溪身边的头号宫女，她一发话，附近的几个宫人陆续应诺，行礼退出殿门。等旁人都走了后，玉莎弯下腰，在沈竹溪身旁柔声道，大喜之日，公主为什么愁眉不展？玉莎是一个恪守本分的宫女，像这样直接问询她内心的想法，还是多年来的头一次。沈竹溪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迫切地想要向她抒发心中的犹豫和胆怯。扑蝶游园，吟诗作画的往日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而她今日就要离开这座生她养她16年的皇宫，出将给一个她并不了解的男人，为她生儿育女，为妻为母，从一个不知世事的少女变成操持内外的妇人。没有人叫她，中间这道鸿沟如何跨过？我有些害怕。他说，傅公子才学过人，又有龙章凤姿，更何况他对公主好的不能再好。玉莎问，公主为何害怕？他对我好吗？沈竹溪的声音低若蚊蝇。那是自然。玉莎说，自贵妃娘娘6年前被陛下幽禁望舒宫，宫中之人对公主避之不及，唯恐惹祸上身。要不是驸马在皇后娘娘那里周旋，公主怎能自保？又如何能够保住婚约，顺利出降？在世人看来，傅玄邈对他的确无可指摘，就连沈竹溪也挑不出他的错来。他是权倾朝野的丞相的独子，又是皇后的侄子，他出身高贵，满腹经纶，想配哪个公主都行，但他偏偏坚持和他的婚约，坚守一个母妃早已失势的公主。在世人眼中，他该感激涕零，对他痴心不改，他的任何犹豫和抗拒都是大逆不道。沈竹溪刚刚鼓起的勇气，在玉莎责备的目光下退缩了回去。难道真的是他太不知好歹？他和傅玄邈相识10多年了，并非真正的盲婚哑嫁，可他从未看懂过他。他在他面前不谈自己，不谈身边人和物，言之所及皆是他们眼中共同的事物。他对离开了自己视线的傅玄邈一无所知，而他却在他的生活里无处不在。八公主头天在他面前炫耀了天鹅蛋大的夜明珠，转天便有成年男子拳头大的夜明珠送到他面前来。他若是今日读了一记红尘妃子笑，明日便有一盘还沾着晨间露水的荔枝送到眼前。要是接连几日没有抚色，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孤本色谱送进宫。他穿的衣裙，戴的头面，学的古色，读的书本，皆是宫人按傅玄邈的喜好所备。所有人都说傅玄邈对他好，为他遮风挡雨，将所有事都安排妥当，他什么都不必管，什么都不必知道，只需全身心的信赖他，仰仗他，就能成为众女艳羡的人。可是母妃也曾和父皇琴瑟和鸣，父皇也曾说他是自己一生挚爱，
母妃直到今日还对父皇全身心的信赖，仰仗换来的又是什么？前日还对母妃言笑晏晏的父皇，后日就可以用一道圣旨将他幽禁望舒宫中，不闻不问6年。母妃在望舒宫中自言自语，疯疯癫癫，而宫中的新龙子却接二连三诞生。他害怕傅玄淼，是因为知道的太少；害怕成婚，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他害怕海誓山盟，更害怕海誓山盟破碎后的一地狼藉。沈珠熹心里闷得慌，嗓子眼里堵了许多话，可一句都说不出来。他茫然地看着镜中梳妆妥当的新娘，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扯着衣角。玉纱见他不说话，神色温柔下来。公主今日大婚，一时忐忑也是人之常情。公主只管放心，驸马知道公主生活讲究，府里的花木水石都是驸马亲自设计的书画文玩，比起宫中只会只多不少。就连下人也是宫中出去的老人，已提前背熟了公主的习惯，公主成婚以后不会有什么不习惯的。玉纱安慰道：公主今日只管走上几步，坐上燕迪车，之后的事自有驸马引导。我想更衣。沈珠熹不自在地说。就在玉纱要开口说话的时候，又一个老嬷嬷走了进来。玉纱松了口气，说：张嬷嬷。张嬷嬷和先前离开的老嬷嬷不同，脸上的褶子没那么多，笑容却要多上好几倍。张嬷嬷满面笑容地看着沈珠熹，比她更像一个喜悦而期盼的新娘。六公主，前几日老奴交给你的那几册画本，公主可看过了？沈珠熹恐惧大婚，更恐惧那未知的洞房夜，画本早被他扔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此时嬷嬷问起，他心里一慌，下意识道：看过了。那就好。张嬷嬷满意的点了点头。夫妻结合乃阴阳调和，是天经地义之事。公主只需记得洞房时。张嬷嬷话音未落，殿外忽然响起凌乱的奔跑声。出去看看是谁在进宫喧哗。玉纱沉下脸道。玉纱话音未落，被派在殿外守门的内侍跌跌撞撞跑了进来，不等玉纱开口斥责，内侍扑倒在地，抬头望向沈珠熹方向，一张毫无血色的脸涂满惊恐。不好了，叛军打进来了！这不可能！玉纱勃然失色，朝廷5日前才接到军报，叛军仍在晋州，怎么可能今日就出现在京城？是真的，叛军已经打进来了。内侍磕磕绊绊地说，宫里的人都四散逃命去了，奴婢进来11个也没瞧见，公主也快逃吧。玉纱不信，快步走出内殿。沈珠熹从袖墩上起身，看着门外玉纱的脸色忽然血色褪尽，事实如何已无需多言。公主，快跟奴婢走。玉纱冲进殿内，抓起檀木盘上的龙凤头盖，裹住一个巴掌大的玉盒，转身拉起沈珠熹的手臂就往外跑。沈珠熹被他扯得一个踉跄，六神无主地跟着他跑出内殿，奔出大门。内侍说的没错，叛军打进来了。内殿一出，那些原本被隔绝在金镶玉回廊和严厉花圃外的声音霎时清晰起来，叛军的打杀声，箭矢飞射的破空声，工人的哭喊声，还有一种微弱但无法忽视的声音，噼啪噼啪。广袤的苍穹被染成了红色，但那并非红霞，而是烈火所致。沈珠熹还在呆呆看着，就被玉纱用力拉了一把。快跑！沈珠熹刚跑了2步，回过神来，挣脱玉纱的手，转身往另一个方向奔去。公主！玉纱焦急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沈珠熹顾不上回头，母妃还在望舒宫。沈珠熹从没在进宫里跑这么快过，至少他有记忆以来没有过。裹着焦臭味的热风从耳旁掠过，他跑得太快，头上的珠簪凤钗不时掉落，他无暇顾及，胸口里的心脏一阵一阵的抽着疼，他不敢停步。工人们四处逃命，谁还会顾及他那个疯疯癫癫的母妃？父皇早已将母妃忘之脑后，除了他，也只有他才会在这时候不要命的奔去救人。公道尽头已在眼前，沈珠熹正要继续前奔，胳膊忽然受力，身体不自觉向一边歪去。玉纱抓着他的胳膊，带着他跑进淑妃的玉清宫。走这边，从后门出去更近。沈珠熹来不及抉择，跟着玉纱一路奔跑。玉清宫已经受到乱军劫掠，死不瞑目的工人随处可见。在春花烂漫的玉清宫花园中，沈珠熹看到了昨日才见过的淑妃。那时他趾高气扬，话里话外讽刺他即使大婚在即，依然见不到圣上龙颜。而现在淑妃倒在水池边，双眼大瞪，衣衫不整，散开的黑发有一半都泡在了池水中，红白相交的锦里时隐时现，着着飘荡的青丝。沈珠熹双腿发软，强迫自己不去看他，踉跄着往前跑去。脚下的这条雕花卵石小径被鲜血上了色，卵石雕刻的鸟眼和花瓣变得鲜红，一道刺目的拖行痕迹就在前方。淑妃的贴身宫女倒在尽头，一动一动，胸口上好几个血窟窿。沈珠熹浑身冰凉，不敢停，不敢看。玉纱在宫中做事多年，远比她这个公主更熟悉宫中小道。他们在回廊和小径间穿梭不断，跨过无数尸体，躲过许多大喊大叫的叛军。大约半炷香后，终于望见望舒宫那高耸的屋脊。希儿，
你可知这父皇为何要将这里命名为望舒宫？知道知道，因为我是小兔子，母妃是下凡的嫦娥娘娘。希儿说的没错，这望舒宫啊，就是镇藏嫦娥和小兔子的地方。你和你母妃就是父皇的月亮，父皇在紫宸殿里一推开窗，就能看见望舒宫，就能看见朕的2个月亮。沈朱熹鼻尖一酸，赶走忽然出现的回忆，加快步伐冲向望舒宫。曾经严防死守在宫门前的工人都消失不见了。沈朱熹绕过琉璃罩壁，差点和一个抱着满满一兜东西的内侍撞上。他见了穿大红嫁衣的沈朱熹，吓得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绸布包裹里的东西纷纷掉落，绿色的是碧玉镂雕凤凰坠佩，金色的是迦南香木镶金手镯，蓝色的是点翠海棠花纹头花，还有许多沈朱熹见过的没见过的跟着滚落出来。内侍人赃俱获，面白如纸。沈朱熹无心降罪，急忙道：贵妃呢？贵妃。内侍神色古怪，说话吞吞吐吐，10根垂在膝盖旁的手指偷偷摸摸把地上散落的金银首饰往膝下拢。贵妃她在里面。沈朱熹立即往殿内跑去，刚进前殿大门，一双荡在半空的绣鞋冲入他的眼中。沈朱熹如遭雷击，想也不想地扑了上去。母妃，母妃！他泪如泉涌，抱着母妃的双腿拼命往上抬。玉莎这时也进了殿，见到眼前这一幕，她立即奔来抱住贵妃的另一边，两人合力总算将悬在半空的人放了下来。沈朱熹扑到母妃身上，眼泪接二连三掉了下来。母妃，沈朱熹上一次见她是在4年前，他好不容易求来恩典，能来望舒宫见她一面，他却认不出她来，披散着头发向她投掷茶盏花囊，赶她离开。4年后再见却是此般情景，她脸上的血色褪尽了，就连嘴唇也白得发青。然而更触目惊心的是，除去白鳞后，她脖子上的青色勒痕。母妃，母妃，你醒醒！沈朱熹摇着贵妃的肩膀，哭喊道。母妃的身体已经冰冷了，手指也僵硬了。沈朱熹不死心的去探了鼻息，结果不言而愈。大婚的恐惧已经变得不值一提。沈朱熹伏在母妃失去体温的身体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就在昨夜，他还祈冀着成婚之后，父皇能看在傅家的份上解除母妃的幽禁。可是此刻，所有都变成了泡影。在他大婚之日，皇宫破了，母妃死了，父皇不知所踪，婚礼的红色变成血色，一切都天翻地覆。沈朱熹不住哭泣的时候，玉莎在殿外和先前偷东西的内侍争执不休。望舒宫发生了什么事？贵妃为什么会悬梁自尽？贵妃上吊和我没关系。贵妃听说陛下只带着太子走了，什么也没说就回寝殿了。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都凉了。你放手！玉莎叫了一声，似乎是被内侍推开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后，只有玉莎回到了店里。她刚要说话，外边忽然传来内侍的一声惨叫，接着是她怀中一兜金银珠宝再次落地的叮当声。一个凶狠粗暴的声音响了起来：这阉人还偷了不少，都给我进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落下。玉莎第一时间捂住了沈朱熹的嘴，拖着他往后院逃。沈朱熹手里还抓着母妃已经凉透的手，他被拖动，白贵妃也跟着被拖动。玉莎扑了回来，用另一只手使劲掰开他握着白贵妃的五指。沈朱熹泪流满面，死死握着母妃的手不愿离开。可玉莎的力气太大了，她掐破了他的虎口，硬生生地掰开了他的五指，不由分说地拉着他跑向后院。玉莎抓着他的手，一路跌跌撞撞地跑，身后传来叛军入殿翻箱倒柜的声音。沈朱熹强迫着自己不要回头。从望舒宫后门逃出后，两人遇上一支溃不成军的禁军小队。玉莎让他留在石狮子背后，自己跑了过去和禁军交谈。过了一会，玉莎快步走了回来。父皇呢？沈朱熹哑着声音问道。玉莎面露难色，说：皇宫4门被围，陛下将禁军分成2波分别突围，一波护卫陛下，一波护卫太子，2波禁军都已动身，谁能突围全看天意。公主，我们也只能靠天意逃出皇宫了。沈朱熹胸口里的最后一丝温度也溜走了。母妃选择了父皇，父皇选择了太子，而他孤身一人又能逃往何处？玉莎看出了他的恐惧，眼里的慌乱反而沉稳下来。她说：公主放心，我有办法出宫。沈朱熹不愿拖玉莎后退，胡乱擦了眼泪，重重点了点头。我跟你走。玉莎带着他东躲西藏，小心避开烧杀劫掠的叛军，好不容易才来到位于皇宫东南一角的青台。此处为帝王夜观星象所地，没有金银珠宝，也没有绝色美人。同宫中其他被烈焰和鲜血覆盖的地方而言，青台就像乱世中的一片桃花源，清静的难以置信。清澈的曲水在青台下潺潺流淌，夹着湿气的凉风袭来，沈朱熹不由打了个哆嗦。他望向身旁的玉莎，想不通怎么从这里离开皇宫。玉莎一刻不停，拉着他进了青台背后的日月阁。在这里，他和沈朱熹交换了身上的服装。沈朱熹不明所以，在他的催促下，迷迷糊糊地换上了宫女的装束。玉莎穿上大红嫁衣后，在日月阁里转了一圈，最后吃力地搬出一个楠木梳橱来。
沈珠溪此时也顾不上什么礼仪了，连忙上前帮忙。两人将书橱里的书一股脑倒了出来，把空书橱搬出日月阁，放到青台下的渠沟边。玉莎说，青台下的暗河通向城外，公主坐在书橱里，顺着暗河就能飘出京城。你呢？沈珠溪急忙问。别担心，奴婢和公主一起走。玉莎将书橱推下渠沟，抓着书橱的边缘，让他先踩进里面坐好，又将龙凤盖头里的木盒交给他，要他好生抱着。书橱里面的空间很小，只够沈珠溪一人屈膝而坐，可他仍努力缩着手脚，竭力空出另一个人的空间。就在此时，头顶忽然暗了下来。玉莎关了书橱的门，沈珠溪还没回过神来，就听见了外边锁门的声音。玉莎，你在做什么？沈珠溪慌了。公主，你认真听我说。沈珠溪一愣，玉莎的声音剥离了一直以来的恭敬，显得更加冷静，加倍陌生。这样冷静从容的声音，根本不像一个宫女发出的。她在书橱外冷静道：你出了皇宫，想办法投奔驸马，盒子里的东西是留给你证明身份用的，如果叛乱平定，你就拿它去找最近的衙门，如果没有，你收好它，别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六公主，出了这道宫门，你一定要记住，除了傅公子，你谁都不能信。那你呢？书橱承受不了那么多的重量。玉莎说，之后的路只有公主你自己走了。玉莎！沈珠溪拼命去推橱门，门外的金锁咔嗒作响，柜门摇晃，从柜门里漏进的一线光线也跟着摇晃。沈珠溪泪眼模糊，用带着哭腔的声音祈求道：玉莎，你跟我一起走，我们一起走，万一能行呢？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玉莎，玉莎，别留我一个人。头顶那一线光闪了闪，是玉莎在书橱外蹲了下来。沈珠溪看到她的手附在了门缝中间，恰好挡住了沈珠溪眼睛上的那缕光。玉莎说，公主，奴婢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即便到了如今也不能告诉你，也许今日的结局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沈珠溪哭着说，你把门打开，你一定不要辜负驸马，公主，这是为了你好。玉莎，你开门，让我出去。书橱外没了声音，同时沈珠溪感到脚下一个晃悠，书橱完全进了水里。远处响起叛军粗暴的声音，找到越国公主了，她在那里。玉莎！她朝着柜门外哭喊，门缝里漏下的最后一丝光也没有了。书橱钻进了暗河，哗哗的水流声盖过了身后凌乱嘈杂的脚步声和喊叫声。沈珠溪蜷缩在漆黑的书橱里，死死咬住拳头，将呜咽堵回喉咙。眼泪在他脸颊上灼烧，受伤的虎口被泪水打湿，引发的刺痛同心中悲忧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不知过了多久，等眼泪流干之后，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了龙凤盖头包裹的木盒，握紧了沉甸甸的凤牌。暗河湍急，潮湿的空气挤满了书橱，门缝里洒进来的水珠打湿了沈珠溪的绣鞋。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把身体缩得更小，双手交叉抱住肩膀，像母妃从前做的那样，轻轻拍打自己的双肩。别怕。黑暗中他气若游丝。书橱摇摇晃晃，飘向未知的前方。第二章。时间一直在流淌，但书橱始终没有流出暗河。一直身处黑暗，沈珠溪都快没了时间概念，但他的身体始终没忘。他大婚之日一直憋在身体里的那股内急冲动没忘。生理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痛苦两相夹击，再加上水米未进，沈珠溪在黑暗中昏昏沉沉的时间越来越多。每到要失去意识的那一刻，沈珠溪便会在虎口咬上一口。书橱的空间狭窄逼仄，他的双腿一开始还会抽筋，后来连筋也不抽了。为了转移注意力，减轻身体上的痛苦，他醒着的时候总是在思考母妃临死前有没有想起过他，思考这一切是否又是他丧门星体质的一次作用，思考父皇和太子兵分两路，究竟谁会顺应天意活下来？也许活了一个，也许活了两个，也可能一个都没活。沈珠溪靠在湿润的橱壁上，迷迷糊糊地想，太子若是星号，父皇一定会伤心落泪的。沈珠溪十分笃定，自己要是星号，父皇兴许只是叹息一声，但若太子星号，他定会痛哭流涕。如果说父皇喜新厌旧的心里装着什么不可替换的人，那一定是太子。公正的来说，太子并非什么昆山片玉，只是投了个好胎，生他的是父皇的结发妻子，青梅竹马，在最美的年华溘然长逝的元后。母妃未遭幽禁前，对已经逝去的元后和他留下的太子多有微词，他和太子的关系并不融洽。可是母妃失势后，反倒是这个太子对沈珠溪屡次伸出援手。沈珠溪不可否认，太子的才华没有兄弟们出色，也有好大喜功、耽于玩乐的性格缺点，但他从不像其他兄妹们一样刁难他，也不以他取乐。他在水榭凉亭里听歌赏舞时，若见了他，总会邀请他一道坐下观看，顺道吃茶用点心。
沈珠溪一直记得13岁那年的夏日，太子见了穿着锦灰色襦裙的他，用折扇一端挑了挑她的衣袖，皱眉道：“六妹年纪轻轻，怎么总穿这些死气沉沉的颜色？”那日，太子问了她喜欢的颜色，转日就给她送了一套极漂亮的吊钟花红衣裙。沈珠溪兴冲冲地穿了一次，却恰好遇见进宫来看她的傅玄淼。她难以忘记那套后来无声无息消失的吊钟花红衣裙，也难以忘记傅玄淼落在她衣裙上冰冷的目光。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穿过鲜艳的衣物，除了嫁衣。即便是嫁衣，也只穿了半天不到，便染上血污和尘埃混合的乌黑，意识渐渐模糊，耳边的水声逐渐远去了。沈珠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日，御花园里的美人娇鲜艳似火。太子坐在凉亭里，用折扇挑起她的衣袖，问她喜欢什么颜色。太子的脸庞在日光下摇晃，忽然变成了傅玄淼。翩翩公子温润如玉，抬袖放下一枚棋子，含笑看着他，为眼前困局冥思苦想。一时间，眼前的人又变成了母妃，上一刻还将他抱在怀中，下一刻他就指责他不是男儿身，不能帮他稳固帝王的喜爱。母妃之后又是父皇，他分明也将他当做过掌上明珠。他将他抱在膝上，指着天上的圆月说：“那里也有一个小兔子，不过没有朕的小兔子可爱。”可是一个接一个的美人入宫，宠冠六宫的人不断变化，他的掌上明珠也不断更迭。帝王之爱比打个喷嚏还要短暂。曾经坐在他膝头的小兔子，也在帝王一怒中化作灰烬。半梦半醒间，沈珠溪泪流不止。在他即将跌入意识的黑暗时，一缕阳光毫无预兆地照进了书橱。山林幽静，一条湍急的小溪叮当作响。溪边一块像被斧头斜着劈过的巨石上，躺着三个身形不一的男人。躺在右边的男人足有9尺多高，光着一双蒲扇般的大脚，腰粗膀圆，脸生横肉，偏偏睁得大大的眼睛又圆又亮，人又一板一眼的正躺在巨石之上，显出一片天真之态。侧躺在中间的男子最为纤瘦，姿势也最为优雅，他用手臂附着额头合眼，单露出一个俊秀的下巴。最左边的男子身材修长，奈何姿态最为放浪不羁，脸上又盖着一顶打鱼的斗笠，只能瞧见从脑后延伸出的一束长发黑似浓墨。好饿，三弟。那体型最为庞大的汉子说。三弟不饿。中间那个俊秀青年道。都响了，我的肚子。汉子拍了拍肚皮，发出2声闷响。我忽然想吃西瓜。青年说，去年夏天的西瓜那是真甜啊，也不知道老农们浇了什么，个个又红又甜。饿了，大哥。汉子又说，是大哥，我饿了，再来一遍。斗笠底下的人道。汉子乖乖重复了一次，大哥，我饿了。斗笠下的人在布衣上掏了掏，也不知从哪个隐秘的兜里，竟然摸出了一把炒熟的瓜子。汉子从巨石上坐起，小心翼翼的双手并用，从半空中的那只手里接下了一把瓜子。省着点，没了。斗笠下的人说。汉子果然省着点，用门牙磕开瓜子后，先吃瓜子仁，再嚼瓜子皮。他一边吃一边茫然地看着水流汹涌的小溪上游。大哥，怎么没东西了呢？今天宫里都打完了，能捞的都捞得差不多了。那再打是啥时候啊？明年吧。汉子愁眉苦脸，明年啊还要。躺中间那个说，你下去捞捞，说不定就能捞着呢。你骗我。汉子说，我们前2天捡的那阉人，是不是从河里捞出来的？汉子想了想，点头道，是。他身上是不是有金钗和银子？汉子再点头，是。那你还等什么？汉子果然不等了，他把剩下的瓜子一股脑塞进嘴里，以和庞大身躯不符的灵活动作窜下了巨石，几步踩进了溪水里，鼓着一双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弯腰摸索。大哥，昨日我们也没捞到什么，估摸着都被东清县和永田县的那些崽子们拿走了。俊秀青年坐了起来，他的样貌的确俊秀过人，只可惜仅现右半边。他整个左脸颊的肉几乎都不见了，只剩薄薄的一层皮肤在骨头上，让两边脸显得极不对称，光看哪半边脸都好，但若合在一起看，就有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诡异。仗都打完了，捞不到也正常。斗笠下的男子说，明天我们就不来了。我和独眼龙说过了，上次的那些东西他给这个数。斗笠拉开了一点，一双神采奕奕的黑眼眸瞥了眼青年比出的3个指头。300两，300两。青年笑眯眯地说，都是最新的公样，价格高招呢。斗笠又拉了上去，男人在底下说，就是500两他也有的赚，拿去江南随便翻一翻不是问题。银子我已经拿到了，还是藏在老地方，等过2天你和我去通州收账。你和老二的衣服都旧了，去通州购置几套新的。男人说，我出钱。谢谢大哥。青年笑道，大哥上次给我的人。汉子忽然大叫起来，
捞到了！青年扭头看去，汉子正张开双腿蹲在溪里，双手大开，死死长着一个棕红色的书橱，不让他被水冲走。那是柜子，不是人。青年说：“是人，是人，真的是人！”汉子露出急色，大声喊道：“大哥，是人，女人，活的！”斗笠被完全扯下了，一直没有露出真容的男人从巨石上坐了起来，露出一张晒成小麦色的脸。他眉发乌黑，眼眸透亮，紧实的背肌和三头肌在布衣下引露轮廓，神气豪上如朝阳之辉。他和青年对视一眼，率先跳下巨石，如月下枝头的豹子，肌肉连成优美一线。汉子将书橱拖上岸，一脸等待嘉奖的小狗表情望着男人。青年往门缝里望了一眼，回头再看向男人，脸色已然变了。真的有人，他说。汉子高兴道：“看吧，有人，我早说了。”男人蹲下来，在门上屈指敲了敲，里面没有传来回音。星号，星号。青年说：“没死。”汉子急道：“刚刚还和我说话呢。”书橱外的声音都被沈朱熹听在耳中，只是他实在太虚弱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嗓子眼里挤出气若游丝的声音：“救命！”他的声音一出，外边静了片刻。还真是个女人。有人说，他的意志力已经到了极限，不但全身麻痹，小腹绞痛，还一阵一阵的眼前发黑。沈朱熹生怕他们弃他而去，攒起仅剩的力气，冲门缝外喊：“救我！”他已经用了全部力气，可那声音就跟蝴蝶扑扇翅膀一样轻微。好在没过一会，一个此前并未出现过的声音开口了：“你别动。”沈朱熹还没来得及回答，外边一声大响，他听到书橱的金锁咔嗒一声落到地上，接着两扇木门被从外打开，刺目的阳光忽然投射进来，沈朱熹不由闭上了眼。许久都没有声音传来，他试着睁眼，泪眼婆娑的视野中，一个男人蹲在书橱前，一动不动地望着他。沈朱熹看不清他的容貌，但他的目光就像一簇明亮的火焰，让他条件反射地避开了视线。他身旁还有两个男人，一个高的吓人，像个巨人，一边在嘴里咀嚼什么，一边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他；一个长得吓人，左脸像被什么野兽啃了一口，只剩红彤彤的一层皮和凹陷的深坑，正全方面的端向手中的金锁。沈朱熹在书橱里待得久了，脖子以下都麻木了，他好不容易从书橱里挣扎出来，那个男人扶住了他就要倾倒的身体。他的声音太小，不仅面前的男人没听清，旁边的两个男人也没听清。眼见三个男人的视线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沈朱熹脸上越来越烫。他多年经受的教育告诉他闭嘴，生理上的强烈痛苦却逼着他哭着也要开口。我要更衣。第3章。沈朱熹曾以为国破家亡是上天对他的最大磨难，险些被一泡尿憋死则是命运给他的最大考验。当他被人从书橱里救出后，这磨难和考验怎么也该结束了。万万没想到，这竟然只是开始。一开始，沈朱熹对因他拒绝野外方便而带着他回了自己家的男人充满感激，但这感激来得快，去得也快。在他来到所谓变锁的地方后，这感激立即消散了小半。这就是更衣的地方？沈朱熹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颤声发问。一个四面漏风的茅草亭子，一扇摇摇欲坠的腐朽木门，还没靠近就传来的恶臭，这就是他感受到的全部。门还没开，沈朱熹已经停下脚步。你看这像吃饭的地方？男人毫无同理之心，仿佛意识不到门后是个多么可怕的地方。不等沈朱熹拒绝，便一把拉开了摇摇欲坠的木门。茅草屋里的深坑毫无预兆冲入沈朱熹眼里，仅仅一眼，他就魂飞魄散地逃开了视线。那是比地狱更地狱的地方。扑鼻而来的异味，围绕坑洞飞舞的苍蝇，角落蠕动的小虫，横在坑洞上的两块发黑的木板，还有坑边不明来源的水迹，坑底一瞥而过的东西，种种迹象都让他双腿发软，魂不附体。干屎诀在墙上挂着。男人说：“干屎诀。”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充满不祥的名字。沈朱熹觉得下一刻就要晕过去了。男人说：“擦屁股的。”沈朱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进茅草亭子的了，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解开裙带蹲下来的。他只记得走出茅草亭子的时候，他灵魂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草亭子里，他带走的只有无法示人的创痛和满眼泪水。男人就站在离茅草亭有3-4丈远的地方，背靠着小屋简陋的抹泥薄墙，似乎等得无聊了，正踢着脚下的石子。此前他一心都在解决内急上，现在没了小腹上的压迫，他终于有心思看清他长什么样，但这一看却让他大为吃惊。他低着头的侧面竟像在哪儿见过。听到沈朱熹的脚步声，男人抬头看来，一对走势凌厉的眉毛，又黑又浓密，黑压压的睫毛下是一双比普通人更亮的眼眸，笔直有神，盯上谁都一眨不眨，被他瞧上一眼就像被什么野兽盯上了一样。沈朱熹被那野性十足的眼神吓了一跳，
心里那一丝来历不明的熟悉也跟着烟消云散。如果他见过这样野兽般的眼神，是无论如何也忘不掉的。更何况他此前从未出过宫，不可能见过用干屎诀的人。看来他的灵魂还留在茅草亭里。沈朱熹朝他走了过去，尽管早已知道答案，他还是忍不住抱着一丝希望问：有经手的早豆吗？出人意料，男人竟然说有。你在这等着。沈朱熹满心早豆，抬着似乎熏染了茅草亭臭味的两手，看着男人沿着小径大步往前走去，很快就绕进了小屋的前方。篱笆围起来的小院子里，左脸有大片红色凹陷的青年正蹲在粗壮的桂花树下，仔细地观察捞上来的书橱。人高马大的汉子缩着手脚蹲在他身边，直勾勾地盯着他捣弄的书橱。三弟，能卖多少钱？汉子问。青年头也不抬道：三弟不能卖钱。你骗人，大哥说能卖钱，卖很多钱。汉子怒目道：柜子能卖钱，但三弟不能卖钱，是你自己没问清楚，不能怪我骗人。你明明知道我说的啥。汉子又气又委屈，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自己得把话说清楚。青年站了起来，用脚尖轻轻踢了踢书橱的支脚。这柜子至少值500两。他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奢侈的柜子，从里到外用的都是金丝楠木，书橱两边还有栩栩如生的龙首，明显是宫中御用。这样一个书橱，500两已经是保守估计。只可惜大哥把锁头砍坏了，不然价格还要更高。猪肉1斤6文，牛肉1斤4文，500两银子够我吃。汉子满脸喜色，掰着10根手指数来数去，喜色逐渐变成苦脸。够我吃多久啊？500两。青年没理他，向着屋后小径走了过去。大哥，李悟从屋子后走了出来，径直走入了屋内，翻箱倒柜。大哥，你找什么呢？青年跨过门槛。你看见我的早豆了吗？李悟头也不抬地说。早豆？大哥不是不用这些东西吗？不是我用。青年明白了，疑惑道：大哥何必这么麻烦，随便搪塞他2句不就好了？李悟说：放着也没用。大哥是看上这个女人了。李悟找到压箱底的早豆了，那还是他几年前收账收来的零碎玩意，也不知道几年过去了还能不能用。他把纸包的早豆放到鼻子前闻了闻，没闻到异味。大哥，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青年说：听见了。李悟站了起来，越过他往外走去。没影儿的事，别乱想。李悟大步回到小屋背后，那女人还站在原地等他，小心翼翼地抬着双手，好像手上沾了什么脏东西似的。可那手白白嫩嫩，在日头下简直要发出光来，哪里有什么污迹？李悟拿出早豆，他欣喜的目光在触及纸包里的东西后僵了下来。这是什么？他问。早豆。他不再说话，但那失望的目光明晃晃地说着这也叫早豆。在他捏着早豆就了一点木桶里的水搓手时，李悟站着观察他的模样。其实他之前观察的已经够多了，刚出书橱时的仓皇无措，见到茅厕时充分表达抗拒的全身，游魂似的晃出茅厕，脸色白得好像下一刻就要倒下，却还有心思找他要早豆。还有现在这好像有谁逼他把手伸进泥巴水里搓手的痛苦表情，他也太好懂了。李悟好奇的是，他是怎么在宫廷那种星号的地方活到现在的。我叫李悟。他说。你叫什么？沈朱熹正在和那不知什么东西磨成的粉末做斗争，条件反射答道：沈朱熹。还好他的闺名没几个人知道，天下姓沈的也不止皇室一家，眼前的男人并未起疑。你是从皇宫里出来的？沈朱熹胡乱点了点头。你怎么被锁在柜子里？我有一个姐姐。沈朱熹谎话开了头，剩下的谎话就如流水那样自然地涌了出来。我们一起在宫中当差，叛军攻入皇宫后，姐姐为了让我逃出去，把我锁在柜子里，推进了一条通往城外的暗河。沈朱熹洗掉了手上滑腻腻的感觉，不好意思再向他要干净的手巾了。他直起腰，目光从他脸庞擦过，避免直视男子的目光。李公子，你可知道宫里怎么样了？李悟不答反问。你要喝水吗？他不提还好，一提沈朱熹觉得嗓子眼都要冒出火来。多谢李公子，此次救命之恩，我必当铭记。若我……沈朱熹话没说完就被李悟给打断了。别叫公子。他皱起眉头，在手臂上搓了一把，老子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沈朱熹一口气哽在喉咙里，差点把资格送走。世上竟有如此粗俗之人！他不但是头回听人自称老子，还是在他面前自称老子。沈朱熹以前接触的人，谁不是对他恭恭敬敬？即便不看在他公主的身份，也要看在他即是女人，又是未婚少女的身份。试问谁会对一个小姑娘自称老子？只有话本里的地痞流氓才会这样。短短片刻，李悟在沈朱熹心里的印象就跌到了谷底。沈朱熹挤出笑脸，那我如何称呼才好？名字起来就是叫的。他说，
直接叫名字。沈朱熹嘴角的笑在抽筋。好，礼物。沈朱熹心急皇宫里的情况，但他的身体也确实撑到极限了。他跟着礼物回到前面正堂，发现和他一道回来的另2个男子已经不见了。他随礼物走进屋，礼物叫他坐下稍等。沈朱熹等他转过身后，立即用手指抹了把灰扑扑的长凳。说是长凳也抬举了，这分明就是3根木头组成的破架子。还好灰扑扑是木头的颜色，上面并不脏。沈朱熹仍不放心，坐下的时候大半个身体都留在了长凳外，只留一点虚虚坐在凳子上，好有个身体支撑的地方。礼物离开没一会，端着一个盆儿回来了，是真的盆，素瓷盆，乍一看比沈朱熹的脸还大。沈朱熹呆呆地看着盆里晃荡的清水，闭口不言，假装镇定。他不相信世上有人竟然会用盆来倒水待客，这盆一定另有他用，有什么用他不知道，反正不可能是给他喝水用的。这时候一定不能慌，要镇定，否则就会像早斗喂饭里的王敦一样，要沦为大家笑柄。沈朱熹的镇定在礼物将盆推到他面前的时候破裂了。礼物说：“喝呀。”沈朱熹浑身都僵硬了。这时候他也忘了什么不可与外男对视的规矩了。他转动干涩的眼珠子，近乎呆滞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哼，是啊。礼物理直气壮道：“你不渴吗？”渴，当然渴，但不是这种渴法。沈朱熹和面前的瓷盆对峙了许久，终于伸出胆怯的手，试探着扶住了瓷盆的2边，胆战心惊地把嘴凑了过去。礼物丝毫不懂避嫌，在他吃力地稍稍端起瓷盆以便喝水的时候，他就在一旁睁着眼睛看，精神劲十足的目光落在沈朱熹头上，脸上就像一簇生机勃勃的火焰，烧得他即使看不见他，脸上温度也飞快上升。满满一盆水，沈朱熹喝了1/3，就再也喝不下去了。他放下瓷盆，觉得茅草亭里失去的半边灵魂又回到了身体里。他自知这里的手巾估计还没他在宫里的擦脚巾干净，喝水的时候特别小心，现在只需抿一抿嘴唇就可处理干净。他抿嘴唇的时候，礼物还盯着他看，沈朱熹心里又恼又怒，越发觉得他是个无理的人。奈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沈朱熹压下不快，好声好气地问：“公，礼物，你可知道宫里如今的情况？乡下地方消息不通，说什么的都有。”礼物说。沈朱熹一愣：“乡下地方？这里是荆州鱼头县。”礼物逆着他，轻飘飘地说出一个与沈朱熹而言极其重磅的消息：离京城有100里之远，你不知道吗？第4章。沈朱熹一阵追问，总算知道了现在是什么情况。他被关在书橱里流浪1天，不知不觉就到了一个叫鱼头县的地方。这里和京兆隔着100里不止，县里消息闭塞，只知道京城乱了，其他一概不知。沈朱熹呆呆坐在黑得发光的方桌前，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凤牌还在他衣服里藏着，但这又有什么用？如果叛军控制了京畿，他拿出凤牌，那就是自寻死路。玉莎还活着吗？太子还活着吗？父皇还活着吗？母后的尸身如何安排了？院子里的篱笆门吱呀一声开了，大高个汉子和半边脸缺损的青年走了进来。沈朱熹忙把头低了下去，脚步声越来越近，停在对面。有人拉开了对面那条长凳，动静很大的坐了下来。一个声音说：“你咋还在这里？”沈朱熹骚的就差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他也很不想在这里，可他除了这里又能去哪里呢？他假装没听见男人的话，他也没纠结这个问题，转而问道：“你叫啥？”沈朱熹用眼角余光飞快瞥了他一眼，小山般的身量，圆溜溜的眼睛，是一开始拦住书橱的那人。沈朱熹，大个子呵呵笑了起来，脸上的肉挤作一堆，却不显凶狠，反而傻乎乎的。沈朱熹正因为这个傻乎乎的笑容稍微放下戒心时，他说：“乖乖龙地东，你爹真有意思，怎么给你取名叫竹席？是朱熹，不是竹席。”沈朱熹说：“我本来的名是朱熹，你知道延鹤5月中朱熹硕何低吗？我父亲怕我压不住这名，便改了一字，叫做朱熹，珍珠的珠，猪猪的猪。”大个子傻笑道：“沈朱熹在宫廷长大，便是姐妹们对他冷嘲热讽，也没有这般粗俗幼稚的。”他气上了头，大个子却像丝毫看不出他的气愤，笑嘻嘻地说：“你几岁了？”沈朱熹冷冷看着一边，闭口不言。乖乖龙地东。大个子再接再厉道：“你长得真好看，是公主吗？”沈朱熹心里一跳，脱口而出：“不是。”大个子又问：“那你是神仙吗？你从水里出来的，你是水神吗？”沈朱熹重新看向傻大个，瞧他歪七扭八的坐姿，天真顽劣的眼神，在桌上动个不停的手指头，这哪是正常的成年人有的样子？你叫什么名字？沈朱熹说：“二哥。”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二哥呀，二哥，你要叫我二哥。大个子笑道：“
我要叫你四弟。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李悟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东西走了进来，脸上有红坑的青年跟在他身后，提着细绳捆好的荷叶包，并拿起双木柱，另一只手则端着叠起来的4个土碗。食物的味道瞬间充盈整个堂屋。你们在聊什么？李悟把瓷盆放到桌上，坐到了沈朱熹的左手边。沈朱熹看了眼大个子，还在犹豫，他已经欢天喜地的开口了：“我在叫四弟说话。”沈朱熹不是咱们的兄弟。李悟说：“他不是。”大个子一脸不解：“那他为啥和我们一起吃饭？”沈朱熹脸上一红，又急又骚，起身就要离开。李悟仅用一手就把他按了回去。他沉着脸，说着话本上只有地痞流氓才会说的台词：“你现在走，是不给我面子？”沈朱熹都要急哭了。李悟转头看向傻大个，眼刀锋利：“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把你挂到树上倒吊3天。”先前还嘻嘻哈哈的傻大个在李悟面前就像见了猫的耗子一样，立竿见影的蔫了。我错了。沈朱熹，你别生气。大个紫色说道。见他这模样，沈朱熹还能说什么？和一个傻子计较，未免太失风度。我没生你的气。傻大个冲他呵呵一笑，就算就此结果。李悟把木柱塞到他手里的时候，他半推半就的接了下来。俗话说得好，一顿不吃饿得慌，他都5、6顿没吃了，要是再不吃点什么，怕是连走出这院子的力气也没有。但是吃饭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有净手的水吗？他问。桌上3个男人都看向他，好像他提了个多么稀奇的要求。你等着。李悟起身往外走去。青年停下木柱等待，触及沈朱熹的目光后，还友好的向他笑了笑。傻大个则不等李悟回来，高高兴兴地拆开了桌上那袋纸包。荷叶里包的是垒得高高的一叠白面饼，白扑扑的，一看就十分松软。大个子拿起最上面一个，一口下去，脸大的饼便少了半个。沈朱熹看得瞠目结舌。李悟此时带了一瓢清水回来，他没带枣豆，他也不好意思再要，就在门外的院子里就着他倾倒的清水，仔仔细细的把手洗了几遍。最后剩的那点，李悟顺便也洗了个手。洗完后，两人一道回到堂屋。青年满脸笑容：“我听说沈姑娘是从宫里出来的，不知以前在什么地方当差。”沈朱熹已经打有腹稿，不费吹灰之力答道：“翠微宫。”翠微宫是什么地方？越国公主所居的宫殿。沈朱熹说：“我原是公主身边的侍女之一。”原来是公主的侍女。青年惊叹道：“怪不得光是站在这里，屋子里就像点了1万盏油灯那样呢。”沈朱熹脸红了：“别这样说，也只有沈姑娘这样的容貌和气度，才配服侍陛下的掌上明珠。沈姑娘的美貌就像尧舜要治的那场洪水，除非圣人在世，否则无人能够抵挡。”沈朱熹面红耳赤，手脚蜷缩，如芒在背，有口难言。够了。李悟拿了一个白面饼，却是直接递给了沈朱熹。这么久了，你们认识没有？青年说：“我和二哥都知道沈姑娘的名字了，只是沈姑娘大概还不知道我们2人的名字。她叫倩儿。”李悟拿起一饼，用饼指了指青年，然后又指向闷头大吃的大个子：“她叫雕儿。”沈朱熹手里的饼都要掉了，倩儿和雕儿却神色平常。可有姓氏？沈朱熹挤出笑容：“跟我姓。”李悟说：“李倩儿，李雕儿。你们是亲兄弟？”不是。李悟说。他没多说，沈朱熹也不再追问。这2名字怪是怪，但左右没在自己身上，连当事人都不在意，他多管闲事做什么？沈朱熹拿起木柱，谨慎地审视飘在瓷盆里的不明物质，这发白的颜色，微妙的气味，都让他心生警惕。同桌的3个男人就没这顾忌，接二连三地往瓷盆里伸去筷子。没有分食，所有人用过没用过的木柱都往汤里伸。沈朱熹胃里一阵翻腾。吃啊！李悟停住。沈朱熹只好伸出木柱，小心翼翼地夹起最靠近自己的一块灰白色玩意。这绝非猪牛鸡羊的肉，但这质地又分明是肉。沈朱熹夹回碗里，迟迟做不出放入嘴里的决定。然而李悟的木柱搁在碗里没动，显然正盯着他有没有给他面子。沈朱熹不想失礼，硬着头皮把这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放进了嘴里，试探地咬了一口。软软的，绵绵的，有股说不出来的味道，但好像还可以。沈朱熹放下戒心，很快又向瓷盆里伸去了第2次、第3次。这软绵绵的东西有股魔力，乍一看寒酸的紧，但是吃到嘴里又有种说不出的美妙。那种劲道而富有弹性、回味无穷的口感，让他即便感受到了傻大个充满怨念的眼神，也难以停下住来。吃到5分饱后，沈朱熹放慢了速度，一边细嚼慢咽，一边盘算自己今后的路。久住这里肯定不能，他还要尽早和父皇或太子接头才行。投奔傅玄邈，那是最后一条路，
沈竹溪还不想未成亲就被人指指点点。他身上虽然没钱，但有玉簪和一对经典翠珠宝耳环。李屋三人救了他，他便把玉簪留给他们当作谢礼。那一对经典翠珠宝耳环是成婚时代的，点翠和金子都是用的极品，卖的钱想必够他一路吃用。只要节省一些，小心一些，他一人也定能和皇室会合。瓷盆里的肉已不知不觉金光，李雕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热汤，又拿了一个饼，一半撕碎扔进汤里，一半蘸过热汤，一口送进嘴里。沈竹溪看他吃得热火朝天，心里也痒痒。李屋将木勺递给他的时候，他接了下来，有生以来第一次动手盛了汤。这汤热乎乎的，一口下去，沈竹溪整个身体都暖了起来。沈竹溪一边喝着热腾腾的汤，一边吃着蘸过肉汤的白面饼，身心皆暖，舒坦燕足。我以前没吃过这样的汤，这是用什么做的？沈竹溪问。李悟放下汤碗，抬头看他，猪下水。猪下水是什么？李雀儿忽然开口，猪心、猪肺、猪肾、大肠小肠，兴许还有点碎脑花。沈竹溪面色大变，吃下去的肉和汤，还有沾着这两物的白面饼，都猛地翻涌起来。他一个冷战，转头便吐了一地。这下乱套了，一桌两人都跳了起来，还有没跳的那人是个傻子。你怎么？李悟抓住他的手臂，下一刻他就吐在了他身上。假如沈竹溪现在还有理智，他一定会想挖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可他现在早已魂飞天外，只剩身体留在人间吐个不停。如果说还能听见什么声音，那也一定是猪心、猪肺、猪肾、大肠小肠，兴许还有点碎脑花。他完了，这是他看见李悟那张扭曲的脸后仅剩的唯一念头。第5章，有时的日头只剩余灰，像一把火撒在小小的院子里。李雕盘腿坐在桂花树下，布满老茧的大手拿着一片桂叶吹个不停。李雀儿靠在篱笆上，一脸嫌弃地说：“你连个响都吹不出来，光嘴里噗噗，跟放屁一样。”李雕不理他，顾自噗噗个不停。李雀儿走到树下，摘下一片桂叶放到嘴里，不一会就有清脆灵动的声音从叶片上发出。李雕本来一人吹得开心，现在有了对比，高下立判。他扔了桂叶，狠狠踩了2脚，仍不解气，抡圆了拳头就朝桂树打去。树砸坏了，大哥饶不了你。李雀儿说。李雕半道刹住拳头，出也不是，不出也不是，涨红了一脸横肉。你为什么总欺负二哥？他瞪着李雀儿。你要是找不到事做，就去屋里看看，沈姑娘或许醒了。我不去。李雕扭头蹲下，一脸郁闷。大哥偏心他，一来就给他吃下水。我想吃他却总不给我做。李雀儿不以为意，叠起了手中的桂叶。一点下水算什么啊？你知道大哥去哪儿了吗？李雕抬头，一脸好奇，去哪儿了？大哥给他去请大夫了。他吐了，生病了，是该看大夫。大哥生病也只是去山上抓点草药，自己煎水喝，他不过就是有些低烧。大哥竟然亲自去塑心堂请大夫了。李雀儿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说明啥？说明他很值钱。李雀儿肯定道：“我本以为她是未来的嫂子，可大哥说不是。既然不是嫂子，那就只能是货物了。大哥从不做亏本生意。他值钱吗？”李雕两眼放光，值多少？卖到京兆的妓院里去，这般神仙姿色，怎么也值个1,000两银子。1,000两够我吃。李雕又开始掰指头。所以你得好好照顾他，他要是没了，你就没肉吃了。李雀说：“这事儿也不能叫他知道，否则他跑了，你也没肉吃了。”李雕傻笑道：“好，二哥一定照顾好他。”李悟和一长衫老者的身影已经出现在院外，李雀连忙出门迎接。大哥，老哥哥。堂屋内，沈竹溪扶着泥墙，浑身冰凉无力。他只是醒来后口干舌燥，想要一杯水罢了，却不料听到这么可怕的话。他惊慌失措地回到床上，险些摔了一跤，好不容易才在李悟进屋前，把那床有陌生男人气味的棉被盖到了身上。就是他。李悟说，吐了之后就晕倒了。沈竹溪紧紧闭着眼睛，努力平复急促的心跳。有人坐到床前，拉起了他的手，竟然没有放上一块丝绸遮挡，就这么直接摸上了他的手腕。脉搏急促，潮热发汗。那人伸手到他额头探了探，又摸了摸他的眼皮，说：“形体消瘦，眼球略动，脉块无力，我观此症。”说人话。李悟说：“这姑娘有虚热，我开积服药就好了。”行，开药。李悟说：“治不好我再来找你，这方子我回塑心堂再写给你。你来拿方子的时候，一道把药捡走，我和你一起去。”李悟跟着唐大夫走出堂屋后，唐大夫在院子里停下了脚步。这姑娘不是县里的人，她和你什么关系？认识而已。李悟言简意赅道：“你可不能做那强拐民女的生意。”李悟不高兴了，2道浓眉拧作一堆。
老子是那种人吗？是啊，是啊，大哥还给他吃了好多猪下水呢。李雕帮腔道，连我的粪都吃走了。你闭嘴！李悟一个眼刀过去，李雕委委屈屈地蹲下了。现在各处都乱得很，他那模样绝不是普通人家养得出来的。你别怪我多管闲事，老夫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这都是为了你好。知道了，知道了。李悟说，既然你是看着我长大的，这出诊费你还好意思收吗？唐大夫抚着白须说，一码归一码，别说咱们不是亲的，便是亲的也要明算账。李悟气了一声，推开了篱笆上的木门。除了吃药，平日里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他的身体底子是好的，此次是受了惊，又许久未进水米才会这样，并不要紧，多休息便好了。唐大夫说，你这么紧张他，既然不是强拐民女，那是想让人家做媳妇。你这个糟老头子哪来的那么多废话？你急什么？老夫我也是过来人了，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我。李雀儿站在篱笆门前，对二人背影挥手，老哥哥慢走，大哥放心，家中有我。待两人的背影都看不见后，李雀儿打了个哈欠，懒洋洋走回院子。我去上个茅厕，你看好堂屋。晓得了。李雕头也不抬，光顾着看桂花树下两只大黑蚂蚁打架。李雀儿从土屋一侧的小径走去后院没多久，堂屋里响起了几声咳嗽，一道呼喊，李雕儿。李雕儿扭动肩上圆乎乎的脑袋，左右张望了一会，终于发现声音来自昏暗的堂屋。他抛下两只打得热火朝天的蚂蚁，走到堂屋门口，朝里探进一头。沈竹溪半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李雕儿，帮我拿点喝的水好吗？李雕儿说，乖乖龙地东，要求还挺多。行吧，行吧，看在肉的份上。待李雕儿转身离开后，原本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沈竹溪立即跳了起来。他跑到门边，看着李雕儿庞大的身躯进了厨房后，立马跑出堂屋。打开篱笆门后，李雀儿和李雕儿仍未发现他的出逃。沈竹溪拔下头上玉簪，扔在院中充满尘沙的地上，希望李悟三人能就此知足，不再追捕他。沈竹溪选了李悟走的方向，却又害怕碰上李悟，一路走得飞快，顾不得回头。夕阳已经隐去，天空蒙上一层蓝灰色阴影，天色越沉，沈竹溪越是慌张。他从小到大去过的最远地方就是皇庙，就是那地方也在皇宫里，不过是轿子多坐一会罢了。而现在这都是什么地方啊？街上熙熙攘攘，行人往来不绝，挑着担子卖炊饼的大声吆喝，声如铜锣。开着店面卖米油的锁着店门，大肚囊就快顶上门锁。头发高高盘起的大娘正和鱼摊老板就篓子里最后一条草鱼讨价还价。老农赶着皮包骨头的老牛慢悠悠走在街上，一只橘黄色的肥猫懒洋洋地趴在青石台阶上与他对视，毛茸茸的尾巴晃来晃去。空中飘荡着炊饼的香味，青草的草汁味，人群聚集的汗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臭味。沈竹溪六神无主地看着眼前陌生的世界，他不经意地转头，撞上一双浑浊无光、死气沉沉的铜铃大眼。沈竹溪吓得跌坐在地，几只苍蝇从毛刺刺的头颅上受惊飞走。肉铺老板娘发出爽朗的笑声，周围人的视线不约而同都落了过来。沈竹溪呆呆看着木板上的黑猪脑袋，浑身血液都流走了。小姑娘，第一次出门啊？肉铺老板娘绕过摊位，想要上前扶她，沈竹溪先一步站了起来，踉跄着转过身跑走了。咦，这……沈竹溪头也不回，他一口气跑到人少的地方，一边喘气，眼泪一边止不住的流下。前方有一书生走来，他赶忙又走了几步，站在一间已经关门的店铺前，对着紧闭的店门用力擦了擦眼里的泪。那双失去光芒的眼睛让他想起了死不瞑目的淑妃。皇宫中的惨剧忽然复活，连天的大火和惨死的工人接连浮现在眼前，他无法阻拦，无法忘记。那书生总算走了，沈竹溪在店门前蹲了下来，蜷缩着身体，一遍遍深呼吸，默念着不哭。不知念了多少遍，眼泪终于止住了。沈竹溪重新打量自己身处的环境，忽然闻到一股古怪的气味。他循着气味看去，最终锁定自己的绣鞋。他扶着店门，抬起一脚，心胆俱碎，牛屎就粘在他的绣鞋下。沈竹溪再次哭成个泪人儿。第6章。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沈竹溪终于做好心理建设，带着一双谁也知道痛哭过的眼睛和谁也不知道的脚下牛屎，失魂落魄走在街头。正当他寻找当铺所在时，一间茶寮里的谈话吸引了他的注意。京城的事你听说了吗？这么大的事，现在谁不知道？两个穿长衫的中年男子正在说话，其中一人在长长的胡须上摸了一把。这古往今来，有几个皇帝是能善终的？你说这话，小心被人听了，拉去星号星号。你也太小心了，皇帝自己的头都没了，怎么砍我的头？哎，小心为上，宫里头换了皇帝，也不知道
会不会影响我们这种小地方？这不是咱们该想的事，想了也没用。反正近期内新皇帝是没空管我们了，太子还在南逃呢，他光是星号里的宗室也没用。我听说太子已经称帝了，年号元龙。京城那位新皇帝也建了辽国，还辟了新年号真龙，如今叫做真龙帝。这两人不是对着来吗？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我已经和我家那人说了，今后说不定还要打战，家里的银钱还是尽量换成米面的好。你说的有道理，回去我也和那人说说。两人扔了茶钱，从桌前起身，沈竹溪连忙上前一步。你们说太子难逃，可知道太子如今身在何处？两人把他上下看了几眼，神色古怪。太子的行踪我们怎么知道？你问这个做什么？你挺面生的，不是县里人。沈竹溪挤出微笑，故作随意道：我是来这里探亲的，听你们在说宫里的事，就听了个稀奇，打扰二位了。他不待两人再说话，赶紧转身离开了这里。至于身后两人不解的声音，奇怪，别管了，走吧。太子既然称帝，那父皇便是遇害了，如今就是他想投奔太子，也得先知道太子行踪才行。可这天高地远，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要去哪儿探查太子行踪？沈竹溪心里很乱，但还记着找当铺的事。他问了几个路人，总算找到这家小县城里唯一的当铺。然而等他站到门口，当铺大门却已经挂上了铁锁。这下他真的无处可去了。她是流落民间的公主，可即便她重回长大的宫廷，也不过是乱臣贼子的针上鱼肉。也许是之前哭了一场的原因，此时她已流不出泪了，只觉得脚下空荡荡的，找不到地方着落，人也迷迷糊糊，身体里像是破了个大洞，呼呼的灌着冷风。天已经黑了，她在金银楼深广的屋檐下坐了下来，对面是一间还在营业的包子铺，老板站在热气腾腾的蒸笼前，热情的招揽来往行人，都来看看皮薄肉厚的包子脸。每次有人买包子，他就打开木质的蒸笼盖，用2根由普通木柱2倍长的长柱夹出白生生胖嘟嘟的包子，放进宽大的荷叶里，细心包好再递给客人。也有的人买了就直接拿在手里，顾不得吹凉，便大口咬了起来。在这里，人人都穿着稀奇的布衣，宫中最为常见的绫罗绸缎反而变成了稀罕东西。沈竹溪看了半天，也不过是在荷包、腰带等小物上偶尔见过一次。沈竹溪望着蒸笼里又白又胖的包子，咽了口唾沫。来个包子。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站在包子铺前，对着蒸笼里的包子们指指点点。朱老板，你这包子皮儿是不是变厚了？老板抢笑2声，我这配方卖了10几20年了，怎么会突然包子皮儿变厚呢？你要一个是吧？我给你装3个。少糊弄老子！男人随手拿起一根长柱，哐哐敲着竹制的蒸笼。你在哪儿买的白面？我不知道。你每个月能卖多少？我不知道。我琢磨你也没开分店，怎么就白面越买越多？老板慌里慌张地说：1屉，1屉，你看不起谁呢？男子十分不悦，敲击蒸笼的哐哐声也越发粗暴。老子有2个身强力壮的弟弟，难道还买不起1屉包子？2屉，包起来吧。沈竹溪看明白了，这2人，一个是奸商，一个是恶霸，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看着包子铺老板可怜巴巴的表情，沈竹溪心中的天平还是不由倾向了老板。这恶霸看背影也就是20来岁，怎么能这么欺负一个2鬓已有斑白的人呢？恶霸递给老板3文钱，换来鼓鼓囊囊的5个荷叶包。沈竹溪见他要转身了，连忙先一步把头低了下去。他等了一会，估摸着恶霸该走了，谁料一双黑色的布靴走到他身旁不远，竟然和他在一阶坐了下来。沈竹溪悄悄看去，和李悟的视线撞了个正着。是你？沈竹溪大惊失色，险些从石阶上弹了起来。是我。李悟吊儿郎当道。沈竹溪别过头，不想和他说话，也不想和他对视。你对救命之恩的报答方式就是一声不吭，拍拍屁股跑了。恶人先告状。沈竹吸气的回头瞪他。街上的人潮和灯光给了他直面李悟的勇气。他一口气说道：你救了我，可却骗我，还想把我卖到那种地方去。你想害我，我却还是留下了玉簪，算作你救我的谢礼。我已经够宽宏大量了，我把你卖到什么地方去？沈竹溪气红了脸，浑身都要抖起来。你无耻！李悟脸色也不好了。我救了你不说，还给你东西吃，你吐脏了我的衣服我也没计较，还出钱给你看大夫，你说说老子哪里无耻了？李悟忽然朝他伸手，沈竹溪条件反射缩起身体，紧闭双眼，僵着身体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打击。不成想预计的伤害并未到来，他犹犹豫豫地睁开眼，李悟的手停在半空，食指和拇指之间捏着他的玉簪。原来他并不是想打他。老子不打女人。李悟把玉簪插回了他的头上，动作粗鲁，没有一点怜香惜玉之意。也不缺你这点钱。沈竹溪的气势已经没了，他望着阶下的地面，
若生道：“那你为什么要把我卖了？”“谁说要卖你了？”李悟皱起眉头：“老子不是那种人。”沈朱熹刚想把李雀儿的话复述一遍，忽然发现李雀儿的话也只是对李悟的一种猜测，而非真相和事实。沈朱熹原本就疲弱的气势变得更加疲弱，他小声说：“那你为何要骗我？”“我骗你什么了？你说县里消息闭塞，不知京中情况。实际上呢？京城的事都在县里传得无人不知了。”李悟顿了顿：“这事是我骗了你。”沈朱熹的声音立即大了：“你若不想害我，为何要骗我？你已经听说宫里的现状了。”李悟看着他：“这时候告诉你有什么好处？”沈朱熹趁胜追击：“不在这时候告诉我，那你打算在什么时候告诉我？至少不是有些人随时要晕倒的时候。”“我好得很，我从没见谁吐晕过。”李悟呵呵一声：“确实好得很。”沈朱熹哑口无言，气得想上手打他，可又怕自己吃亏，只能咬牙切齿地捏紧了拳头，扭过头不去看他。旁边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沈朱熹忍不住用眼角余光看去，李悟那厮竟然拆了一个荷叶包，坐在他旁边吃起了肉包子。肉包子的热气一丝丝的带着扑鼻而来的香气，一个劲往沈朱熹鼻子里钻。沈朱熹肚子里的馋虫蠢蠢欲动，引得他唾液大盛。他打定主意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努力憋住了鼻子，偷偷把嘴唇分出一条缝来呼吸。奈何理智坚强，身体却没出息。沈朱熹的胃里翻腾了一下，一声拖得长长的咕响车檐下。沈朱熹的全身血液都往头顶涌，脸烫得就和包子铺的蒸笼一样，只差滚出烧开的蒸汽。一个大白包子递到眼前，李悟说：“只要你说再也不一声不吭就跑了，这包子就给你。”沈朱熹气道：“我不要，真不要。”“不要。”“好，有骨气。”李悟看着他，随即把包子送进嘴里，他大口一张，包子就去了1/3，油光光的肉馅在白生生的包子皮里发光，肉和白面的香味勾得沈朱熹不由自主吞咽。老朱的包子就是好吃，一口下去，星号享受。李悟咂着嘴巴，沈朱熹强忍着不去看他，李悟却在一旁故意吃得啧啧有声。这么好吃的包子，你不吃太可惜了。李悟吃完一个包子，从石阶上站了起来，提着重新包好的4大包荷叶。“既然你不吃，我就先走一步了，家里2个弟弟还等着开饭呢。”沈朱熹不回答，也不看他。过了一会，他用余光看去，李悟早已走得没影了。沈朱熹又生气又失落，生气是李悟用包子羞辱他，失落是李悟走了，他在这里真的就见不到一个熟面孔了。上弦月已经挂在了辽阔的天空上，天空这么大，月亮却总能找到回家的路。沈朱熹抱着膝盖，望着皎洁的弯月，任眼泪接连滴落在膝盖上。父皇和母妃的尸首会在哪里？若无人收敛，难道就一直曝尸荒野？太子难逃，是否已安全无恙了？宫中的血亲，京城的宗室，他们可有幸存？玉莎还活着吗？他们对玉莎做了什么？纠结的思绪像一座大山，沉甸甸的压在沈朱熹心头。他恨自己除了流泪，什么也做不了。泪流到一半，他忽然瞧见包子铺老板开始收摊，急得立即站了起来。他用袖子胡乱擦了擦眼睛，冲到包子铺前：“老板，你要收摊了吗？”朱老板一边收着锅炉，一边笑道：“是啊，小姑娘要买包子就明天再来。那你能把灯留下吗？”沈朱熹祈求道：“这可不行。”朱老板尴尬的笑了笑：“这多点一夜就多出多少油钱啊？可我……不行不行，你快走开吧，我要收摊了。”朱老板向沈朱熹肩头推去，沈朱熹心里一紧，却见朱老板忽然缩回了手。他变了表情，不敢看沈朱熹，转而低下头嘟囔道：“行，留一盏灯就留一盏灯，倒霉。”他像被鬼追似的，飞快收拾了锅炉，推着满载炊具的推车跑了，留下一盏挂在原地的孤灯，在风中晃晃荡荡。沈朱熹在灯下蹲了下来，缩紧身体抵御冷风，眼泪再次盈眶。不哭，哭也没有用。他用力擦拭眼泪，眼泪却越擦越多。月季已出，白日不出的虫鼠纷纷现身。沈朱熹看到一只肥头大脑的老鼠从对面的侧巷里钻出，抓起落在地上的一片荷叶啃了起来。那2只漆黑的绿豆小眼定定地看着沈朱熹方向，他把自己抱得更紧，一动不敢动。老鼠忽然丢下荷叶逃之夭夭，几个衣着破烂的乞丐走出侧巷，对视一眼，露着不怀好意的神情走向沈朱熹。沈朱熹紧张地抓住衣裙：“你们要做什么？”几个乞丐对他的质问视若未闻，依然朝他走来。沈朱熹站了起来，虚张声势道：“你们别过来，我要叫人了。”乞丐们还是不停，像见到猎物的豺狼，分散开向他围来。他心如肋骨，背冒冷汗。就在他即将拔腿逃跑的时候，一粒石子落在了他和乞丐之间。夜凉如洗，静谧无声。
石子滚落地面，发出咔嗒咔嗒2声，静止不动了。石子是从天上来的，就像天降神兵，阻碍了豺狼们的靠近。沈朱熹和几名乞丐一同抬头，乞丐们落荒而逃，他则呆站原地。李悟坐在金银楼的2楼栏杆上，身后是一轮皎皎弯月，他一脚悬挂在外，一脚踩着栏杆，左手抛着一颗石子，悠然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耀眼如日。第7章，你怎么还在？沈朱熹怔怔道：“这和你没关系。”李悟说：“你哭了一晚还不停，就因为没吃到包子，和你没关系。”沈朱熹用他的话回敬道。李悟灵敏跳下栏杆，脚踩的地方和阁楼悬空处只有1线之隔。沈朱熹刚要惊呼出声，李悟已经攀着金银楼的红色柱子滑了下来。他拍了拍手上的灰，神色如常朝他走来。你连我都不怕，怎么还怕几个乞丐？沈朱熹咬住嘴唇，半晌后才说：“这是两码事。”是啊，这是两码事，他们是坏人，老子是好人，好人不该跟你一般计较。李悟说：“走吧，跟我回去。”沈朱熹站着不动，李悟却已转身走了。他一边走一边说：“我可提醒你，这里不比皇宫，夜里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惨死的孤魂野鬼啊，欺男霸女的恶霸，饿了10天半月的乞丐啊！”沈朱熹后背一寒，也顾不上这台阶构不够体面了，赶紧跟上了李悟的背影。李悟像是背后有眼睛一样，看也不看便知道他跟了上来。他说：“你刚刚发呆发了那么久，在想什么？你姐姐只是一个宫女，只要暂时躲起来，叛军不会拿她怎样的。”李悟说：“这2日京畿一带出来了许多宫中逃出来的宫女内侍，说不定其中就有你姐姐。”沈朱熹悄悄抬头，正好撞上李悟偏来的视线，他连忙垂下眼眸：“老子有这么吓人吗？你为什么总是不看我？”李悟的声音很不高兴：“我是女子，本就不可直视外男。”李悟鄙夷道：“好大的本事，还管起别人的眼睛珠子往哪儿转了？这是谁定的规矩？让他到老子面前来，我来和他讲讲道理。他早就星号几百年了，那你还听他的，是不是傻？”沈朱熹不服气的抬头，李悟有力的目光将他逮了个正着。他刚要垂眸，他已经说话了：“在鱼头县，你只需听一个人的。”“谁？”“我。”李悟道。沈朱熹眼神古怪的瞧着他，不知道这人究竟哪来的这么强的自信。两人走了一段路，渐渐远离市井，天边山峦叠翠，一声不知名的鸟鸣响彻云间。土路上坑坑洼洼，既有大大小小的鞋印，也有梅花似的动物脚印。沈朱熹借着月色，小心避开脚下的牛屎，一不注意，肩膀撞到了李悟身上。“你还走得动吗？”李悟瞧他一眼，说：“要不要我背你？”“不用，你看着柔柔弱弱的，脾气倒挺大。以前伺候人没为此被打。越国公主心地善良，不会打我。”两人断断续续地说着话，一排隔得稀稀疏疏的农家小院现身小径尽头，篱笆或是半人高，或是干脆没有，露出挂满衣物的晾干和几盆野蛮生长的植物。偶有一行炊烟升起，混入糖丝般的白云中，空中散发着馒头刚出锅的清香。沈朱熹还记得李悟家住何处，撇下李悟，快步走向一间小院门前。“你还记得呢？”李悟有些吃惊。沈朱熹得意地看向篱笆门外的一棵灌木，密密麻麻的小白花开满叶片之间，在月光下闪着洁白的光辉。“我记得他。”李悟洒脱一笑道：“那你记好了，以后迷路别想我去找你。”沈朱熹跟着李悟走进院子，没看见李雀儿和李颠儿的身影。“你弟弟呢？”沈朱熹问。“回去了，这批大点的地方住不了那么多人。”李悟推开堂屋的门窗，搬出长凳，说：“你先坐。”沈朱熹拘谨坐下，看了看四周，说：“你不点灯吗？岳老头不是在吗？还点什么灯？”李悟出了堂屋，沈朱熹在桌下握着双手，视线在堂屋里四处游走。一张方桌，4条长凳，一个杂木小厨，便是堂屋里的所有家具。光秃秃的泥墙上有几个铁钩子，挂着蓑衣和斗笠，除此以外再无器物。里间的寝室沈朱熹是去过的，也不过是一张硌得人骨头疼的硬床而已，同样见不到任何装饰器物。与其说是生活起居的家，倒更像是个临时落脚之地。沈朱熹看着这名副其实的陋居，不由自主就想起了自己的宫殿。父皇虽对他视若不见，但有傅玄邈庇佑，他的生活所需一应不缺，即便是便所也装饰着绫罗绸缎，再加上傅玄邈时常送来奇珍异宝，名家书画，他的宫殿也算金碧辉煌，富丽堂皇。和他的起居之地比起来，说李悟所居之地是陋居，完全是客气之词。这里简直比他宫里婢女住的耳房还不如。那茅草亭就更不必说了，对沈朱熹而言，那是地狱中的地狱，噩梦中的噩梦。李悟回来了，却是端着一盆还在冒热气的大白包子。他把瓷盆放到桌上，在沈朱熹旁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
沈朱熹难以置信地瞪着他，他居然为他留了包子，吃吧。李悟拿起一个包子，刚要送进嘴里，看见沈朱熹的视线，手上一顿，转而将包子递给了他。我不要你的，给你就拿着。李悟把包子塞进他手里，又从盆里拿起一个。宫里的女人都像你一样磨磨唧唧的吗？你才磨磨唧唧的。沈朱熹小声道。你说什么？沈朱熹换了只手拿包子。我说包子好烫。李悟不屑道，娇生惯养。为了掩饰操声逆养，李悟大口咬下白胖胖的包子，然后撞翻了凳子蹦起来。他吐词不清地骂了声娘，暴跳如雷道，怎么给老子拿的是灌汤包？沈朱熹看他冲到院子里，急得用瓢直接舀水喝，好像猴子被烧了屁股的样子，忍不住笑出了声。李悟含着鼓囊囊的一口水朝他瞪来，他连忙低下了头，装作什么也没看到，小心翼翼地咬了口包子皮。李悟在外边涮了好几遍口，才走回了堂屋。他在长凳坐下，不拿包子了，光用眼睛看着沈朱熹吃。沈朱熹知道他是被烫着了，却偏偏忍着笑，故意问道，你怎么不吃了？不吃了。李悟恶狠狠道，明天我就去杀了朱老头。沈朱熹急了，你怎么能随便星号呢？我说星号就真是星号。李悟惊讶道，你怎么什么都信？我杀了朱老头还要替他养一家老小，这种赔本生意老子才不做。沈朱熹气得大口咬了包子，他运气不错，拿的是肉包子。包子很香，但他心有余悸，含在嘴里不敢吞下。这是什么馅的？他问。猪肉，放心吃吧。李悟白他一眼，宫里的贵人们连下水都不吃吗？反正越国公主不吃。矫情。李悟重新拿起咬了一口的灌汤包，趁温热几口下肚。李悟开始拿第二个包子时，沈朱熹那边手里的包子还有大半个。我不会白吃白住你的。沈朱熹忽然说。李悟抬起头来，我会挣钱付房租，你能收留我一段时间吗？沈朱熹自认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脸烧的可以做手炉，他不敢看李悟的眼睛，只好低着头说话。他看不到李悟什么反应，但他的声音倒是一如往常。你要怎么挣钱？我会想办法的。行吧。意料之外的爽快答复让沈朱熹不由抬起了头，兴奋地朝他看去。真的吗？谁叫我是个大善人呢？李悟手里剩下的那点包子扔到嘴里，说，你可以住下，但不能再拍拍屁股就走了。可以。沈朱熹立即答应。李悟说，里边的卧室给你。沈朱熹下意识道，那你呢？我用芦席在外边凑合一下就行了。李悟说的轻松，沈朱熹却感到一丝愧疚。快吃啊，还多呢。李悟拿起第三个肉包子。沈朱熹最后只吃了一个大肉包就吃不下了，李悟却干完了5个大肉包。清空瓷盆后，李悟端着盆子起身，沈朱熹连忙叫住他，李公，李悟。他低若蚊吟道，有清水吗？水缸在后院。李悟走后，沈朱熹也起身走出了堂屋。他走屋子一侧的小径，来到后院，找到了李悟所说的水缸。他两手并用，才好不容易揭开沉重的木盖，大缸里是大半桶清水。沐浴是够用了，可他要在什么地方沐浴？这空荡荡的后院，除了水缸和茅草亭，连一面可以遮挡的墙都没有。沈朱熹转回厨房门口，李悟正把洗好的瓷盆放进竹橱，见他来了，说，你还不睡？你平时都是在哪里沐浴的？沈朱熹不好意思地问。有时是在院子里，有时是在河边。李悟看了他一眼，你要洗澡？沈朱熹红着脸，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李悟甩干手上的水，走出厨房，往堂屋走去。沈朱熹连忙跟上。他四处翻找，从角落里倒腾出一张沾满灰尘的折叠竹屏风，单手拿着往后院走去。沈朱熹像个跟屁虫，屁颠颠跟在他身后，看着他把竹屏风立在水缸前边。洗吧。李悟说。就这样。沈朱熹目瞪口呆，看着空隙无数的竹屏风。是啊，你还想怎样？这不是到处都漏的吗？最多漏个影子，这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沈朱熹气愤不已。而且厨房的窗口还对着水缸，你往外一看，不就什么都看到了吗？李悟不悦道，你怕老子偷看？老子是那种人吗？这谁说的准？沈朱熹心里腹诽，嘴上却不敢老实说。李悟说，乡下只有这种条件，贵人还是将就吧。自宫变之日起，沈朱熹就没洗澡了，一路经过淘沙追捕，水中漂流，市场惊险，他一身的脏污，不将就还能怎样？现在躺上床，他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的。沈朱熹等他离开后，左右张望，确认院外和厨房里没人后，悄悄褪下了衣物。茅草亭子里难闻的气味时不时飘来，沈朱熹可以不看，却不能不呼吸。没有早豆，谁也冷冰冰的，还带着一股怪味，浇在身上像浇在心里。
他蹲下身子，屏住呼吸，擦洗脏掉的鞋底。他在宫里连水都不沾，如今却要自己洗沾了牛屎的绣鞋。沈珠溪越洗越委屈，再次红了眼眶。李雾蹲在堂屋门口，等得屁股都麻了，沈珠溪才从后院走出。李雾吐出嘴里叼的野草，视线在他红肿的眼睛上停了片刻。我还以为你掉进缸里了。沈珠溪避开他的眼神，含糊应了一声，快步走星号内。李雾站了起来，看着他走进了卧室。哪来的这么多眼泪？他说，这声小小的呢喃只有月亮听见。第8章，蓝河奔流不息，一轮红日初升，以这壮阔的蓝河修建的金带阁，满身碧色琉璃瓦在初阳下熠熠生辉。阁中四面开窗，金色光带交叠，琴声袅袅，随浪涛声起伏。一尊青绿古铜麒麟香兽置于香案，炉内沉香隔火炙烤，山水香若隐若现。一人载光带回巨处抚琴，广袖长衫，一身清霜。各方士和京郊都已派人找过，遇害宗室和无名之师也据调查过，属下失职，没有发现越国公主踪迹。琴声停了，窗外浪涛奔腾，阁内鸦雀无声。暗卫四单膝跪地，后背沁出层层冷汗，就连缺了耳垂的左耳，好像也被冷汗沾湿。还有一事，属下在乱葬岗发现了暗卫六的尸体。怎么死的？自刎身亡。他也算不辱使命了，我会善待他的家人。至于你，傅玄淼顿了顿，视线落在暗卫四身上。一名姿态恭敬的侍女在门外现身。公子，老爷和夫人到了。我知道了。傅玄淼缓缓起身，长身玉立，笼着朝阳。他绕过琴桌，亲自扶起了跪地的暗卫四。你也尽力了，下去领赏吧。一阵和风吹来，暗卫四一个冷战，忽觉浑身已被冷汗浸透。傅玄淼走出金带阁一层大厅，提起宽大的下长，快步走下层层叠叠的台阶。一辆古朴文雅的玄色马车停在阁下，穿实青色金织文袍的中年人踩着马蹬下了马车，在他身后，一名脸色苍白的妇人弯腰出了车厢，在侍女服侍下摸索着踩向车下矮凳。侍女不住提醒，妇人还是一脚踩空。马车前的中年人对身后发生的险剧一无所察，还是牵马的马夫反应快，一个箭步冲到车前，扶住了踉跄的妇人。夫人，小心脚下。马夫道。方士面色比先前更白，金红色的朝阳下，他的脸竟像刚从冰窖里出来一样。别碰我！方士飞快缩回手。马夫一愣，跪了下来。夫人恕罪。方士没说话，倒是中年人挥了挥手。起来吧，夫人就这性格，你无需在意。小人谢过老爷。马夫松一口气，退到一边侍礼。单于，你过来。傅汝志朝停在台阶下的傅玄淼伸出手。傅玄淼快步走到傅汝志身前，握住了父亲伸出的手。我儿瘦了，这一路奔波，想来吃了不少苦。傅汝志拍了拍他的手背，说：陛下身在何处？儿子不孝，让父亲担心了。傅玄淼垂头道：陛下已随大军继续南下了，派儿子在西城县接应父亲。傅汝志叹了口气，进去再说吧。傅玄淼行了个礼，让开道路。傅汝志带人先行，留下侍女扶着方士走在后边。傅玄淼走进方士，示意侍女退下。侍女看了看傅玄淼，又看了看方士，两头为难，犹犹豫豫地松开了方士的手。傅玄淼上前一步，扶住方士落空的手臂。母亲，我扶你。方士眉心一皱，从他手中挣扎出手臂，直直地向前走去。眼前就是重重石阶，方士无法视物，眼见就要撞上台阶，侍女小心窥探傅玄淼的眼色。去吧。傅玄淼说。侍女连忙上前一步，扶住方士手臂。方士略一皱眉，察觉出来人是谁后，沉默不语，任他扶上台阶。一行人陆续进了金带阁，各自休整。早膳过后，女眷都在金带阁顶层歇息。傅汝志和傅玄淼回到阁楼一层，一壶新茶，一张青榻，父子二人相对而坐。傅玄淼将近来发生的事情简要说明。找不到人，或也是个好消息。傅汝志神色凝重，至少说明越国公主没落在叛军手里。父亲，如今京城已经搜遍，公主或许已不在京城。我想请父亲同意，调动所有力量，搜寻京畿一带。傅汝志沉默许久，开口说道：搜寻越国公主一事，不必再来请示我，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一定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儿子谢过父亲。傅玄淼在榻上行了半礼，抬起头来，发现傅汝志的两鬓已添了许多斑白，脸色也比平常憔悴。父亲应多爱护自己的身体，想要匡扶家国天下，非一日之功。父亲的身体若是垮了，那大雁才是真正的山穷水尽。傅汝志不置一言，眼神望着窗外奔波的蓝河，微蹙的眉心露出一抹心灰意冷。傅玄淼刚要说话，金带阁外忽然响起嘈杂之声。外边怎么了？傅汝志皱眉。
店内势力的婢女刚要出外探查，一女缓步进阁，长长卓目，五官精而媚，偏偏神态端庄内敛，就像一株沾着清露的芙蓉花。她屈膝行了一礼，彬彬有礼道：“回禀相爷，郭良落河了。”郭良是谁？是驾马的马夫。杨柳说，夫人下车时险些崴脚，就是他帮的忙。是他。傅汝志想起来了，他怎会落河？乡下人没见过世面，倚在栏杆上观景，也不知怎地就翻过去了。现在大家都在找人，但希望不大。躲过了叛军追击，却没躲过老天捉弄，真是世事难料。傅汝志叹息道：“给他的家人送一笔钱吧。”诺。杨柳施施然屈膝。傅玄淼开口道：“我已备好寝室书房，父亲一路车马劳顿，不如上楼歇息一会。”也好。傅汝志起身说：“若有要事，即刻报我。”自当如此。傅玄淼起身行了一礼。傅汝志离开后，傅玄淼对杨柳道：“把玉峰叫来。”诺。没过一会，一名体格精壮、步伐矫健的青年男子便到了傅玄淼面前。留在京畿一带的暗卫如今还剩几人？20人上下。这20人我交给你，由你带队搜查京畿，务必要得到越国公主的消息。属下领命。傅玄淼挥了挥手，杨柳上前一步，轻声道：“请吧。”玉峰跨出阁门，转身向杨柳道：“义妹不用远送，外边日头这么毒辣，你还是快些进去吧。义兄打算何时出发？”“我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回去捡几件替换衣物即可出发。义兄出发之前，可否来小妹处喝一杯茶？”玉峰想也不想就答应了。杨柳笑道：“小妹静待义兄到访。”玉峰离开后，杨柳回到阁内，对着窗边人遥遥行了一礼：“公子，玉峰已离开了，想必傍晚就能出发。”“知道了。”杨柳在原地站了片刻，走到榻前，拿起茶壶道：“这茶已经凉了，我在。”“不必。”傅玄淼说：“你下去吧。”杨柳眼中一暗，诺。阁中只剩自己后，傅玄淼推开2扇长窗，沉默远眺蓝河。他要找的人究竟身在何处？和风萧萧，浪涛滚滚。一只孤鸟掠过孤寂长空，飞向对岸只有绿豆大小的稀疏平房。一只麻雀落在门外桂花树上，抖了抖翅膀，悠然地加入了树上其余几只鸟雀的合唱。不薛从大开的堂屋里飞出，惊飞一众鸟雀。半晌后，虚着眼睛的礼物从屋里单脚跳出，摸到树下，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脚塞进了树下的不薛。“老子总有一天要把你们炖汤喝！”他虚着眼睛往后院晃去，一副还在睡梦的样子，头发乱得像鸡窝，也懒得理一理。漫步到后院水缸后，礼物闭着眼往里一捞，捞空。他手上一顿，接着往更深处捞去，还是捞空。老子的瓢呢？昨日瓢还分明浮在水上，怎么现在瓢不见了，谁也不见了？礼物半个身子都探进土缸了，总算摸到了瓢。睡意猛地飞走了，他瞠目结舌地瞪着空荡荡的水缸，难以想象这缸直到昨晚还是满的。礼物刮了又刮，才从缸底刮出半瓢水。但半瓢水能干什么？洗牙缝吗？沈住西！礼物冲进堂屋，一把撩开卧室的竹帘，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和水缸一样干净的卧室。这疯婆娘吃了他的包子，睡了他的床，天一亮拍拍屁股就又跑了。礼物气得头晕，残余的理智让他停下外出追击的脚步。他回到后院，用仅剩的半瓢水洗了眼睛，漱了口，借着缸壁上残余的一点水珠，把头发抹顺，竖在脑后。做完这一切，他才面沉如水地冲出门去。鱼头镇就屁大点地方，打个喷嚏能从镇头传到镇尾。礼物随便逮了几个人问，就打听出了沈朱熹的动向。见过沈朱熹的人口径一致，都说他向他们打听往当铺怎么走。当铺的路，礼物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独眼龙和他做了多年生意，他对独眼龙的品性门清。沈朱熹那种又傻又肥的小白兔去当铺，只有变成香辣烤兔被嚼着吃的份儿。果不其然，他还没进当铺大门，就听到里面传来沈朱熹的祈求声：“你再看看吧，这对耳饰不可能才值这么点钱。”礼物沉着脸站在门外，如果这疯婆娘是想卖了耳饰远走高飞，他就等她变成香辣烤兔，再和独眼龙一起把它嚼了。姑娘，你是不知道当铺的规矩啊，不管什么东西进了当铺都是要折价的，我们又不是做善事的，要是你多少钱买来，我们多少钱买走，这当铺不早就垮了。独眼龙站在柜台后，两撇胡子随着讥笑在薄薄的嘴唇上移动移动。可这确实太低了，能不能再加点？沈朱熹站在柜台前，背对着他不住哀求。独眼龙摸着胡子沉吟，忽然瞧见了门外的礼物，他对礼物打了个眼色，那是他们熟悉的暗号：有肥兔别打扰。独眼龙咳了一声，装模作样的说道：“这样吧，你给我说说你想要多少？”沈朱熹犹豫半晌，慢吞吞地说：“200两。”
为什么是200两？我想在镇上做替人写信的活计，我已在文具铺看中一套文房四宝，要130两，那就给你130两吧。独眼龙说：“不能再。”李悟大步跨进店门，隔着柜台就把独眼龙的衣领给提了起来。嚼兔子还敢嚼到老子的人身上？李悟黑着脸道。独眼龙和沈朱熹都吓了一跳，沈朱熹愣愣地看着两人：“你们认识？熟的不能再熟，他屁股上有几颗痣，老子都知道。”李悟夺回独眼龙手里的耳饰，说：“不卖了，我们走。”哎，李悟，你回来！独眼龙急得在身后大喊：“我再加钱，300两，350，400，500。”李悟头也不回，沈朱熹也只能连走带小跑的跟在他身后。你要去哪儿？李悟说：“跟我走就是。”不一会，沈朱熹来到了先前来过的河柳堂，这是镇上唯一一家文具铺，卖笔墨纸砚之类。因地处河边，门前又有一棵柳树，故命名为河柳堂。沈朱熹追着李悟脚步步入河柳堂时，正好看见李悟敲着掌柜面前的柜面，冷笑道：“把你130两的宝贝拿出来，让我开开眼。”掌柜面白如纸，陪笑道：“误会，我实在不知那外地姑娘和李兄有关系。李兄来买，价钱自然不同。他看中的是哪套？”李悟问。掌柜忙从身后货架上拿下一套四宝。李悟问：“你看中的是这个吗？”沈朱熹看了看，点头：“我要了，开价吧。”李悟说。掌柜用袖脚擦了擦额头冷汗，讨好道：“李兄既是喜欢，便18两拿去吧，记在账上，老规矩。”掌柜应了一声，一脸如释重负。目睹全程的沈朱熹目瞪口呆，一套130两的文房四宝就被他轻描淡写砍成了18两，小地痞也不是毫无用处吗？这套文房四宝，如果是从前，沈朱熹万万看不上眼，但这已经是镇上唯一一家文具铺里最好的笔墨纸砚了。他又没有金钱概念，只以为宫外的物价都是这样不可思议，劣质文具价格冲天，奢贵耳饰反而见得离谱。要不是礼物，他今日非要吃上大亏不可。两人走出文具铺，一阵清爽的和风吹来，河边柳树枝条摇曳，一个刚刚来到此处的白须老叟正坐在小板凳上整理他的渔具，一根长长的鱼竿已经蓄势待发。沈朱熹心情不错，正琢磨要在哪儿摆上带写书信的摊子，李悟开口道：“这个当在我这儿。”他摊开手掌，露出耳饰，一瞬后便握了起来。“我给你出500两，但不是一次给你，你要用钱就到我这里来取。”“为什么？”李悟没好气道：“你管那么多？”沈朱熹腹诽，定然是这小地痞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银来。李悟暗自道：“这疯婆娘要是拿了钱就拍屁股跑了，那他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两人各怀心思，沈朱熹忽然瞧见远处对岸一栋飞阁流丹、高出云表的碧色阁楼，好奇道：“那是什么地方？”李悟往他指的方向看了一眼，不以为意道：“金代阁，咱们荆州的第1名楼。”不必李悟说，沈朱熹也远远瞧出了阁楼的非同凡响，只可惜隔着河岸，没法看得更细。其中一扇窗户里似乎站着一个颀长的人影，能住在这样豪华的地方，想必也是非同一般的人物。他心中羡慕，不由道：“阁里住的是什么人？以前是简王，现在不知道是哪个倒霉鬼。”“为什么说是倒霉鬼？”“因为谁住进去，谁就没好下场。”李悟说：“简王住进去没2年就病死了，在他之前住进这栋楼的也都不都好死。”沈朱熹再看天水间的阁楼，没了艳羡，只剩抗拒。李悟说：“你还真傻，听什么都信。”沈朱熹反应过来，气得瞪他：“你又骗我！你是只信我说的，还是谁说的你都信？你管我？你住我家里，我不管你管谁去，我不和你一般计较。你走慢点，你知道回去的路吗？”“我知道。”“那你怎么往左边走？”“我正要往右边去，但左边才是回家的路。”“你……”头顶万里晴空，脚下2个影子。沈朱熹暂时从悲痛中抽身，一心只有他的笔墨纸砚和讨人厌的小地痞。两人吵吵闹闹，一路打闹的回家去。第9章，笔墨纸砚准备好了，只差一套营业的桌凳。李悟在屋子里东翻西找好一会，给他找出一套沾满灰尘的木桌木凳。沈朱熹看着那半腐朽的桌凳，心有抗拒，还不等他拒绝，李悟已经手脚利索的把桌凳给打扫出来了。打扫后的桌凳还能看，不像先前那般。沈朱熹犹犹豫豫的接受了，凳子只要1个就够了。李悟瞅了他一眼：“你让客人站着等你？”沈朱熹被他问住，一下哑口无言。在宫里，可不是绝大多数人都只有站着等他的份吗？能站着就不错了，站着总比跪着好。李悟见他不说话了，轻轻松松的扛起木桌就往外走。于是鱼头镇的街上出现奇特一幕：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走在前方，肩上扛着一张颜色难看的木桌，而后边的少女为了不被撇下，连走带跑的追在他身后，两手各拿了一只木凳子。“你怎么想到的给人代写书信？”
李悟侧头说道。沈竹溪忙快走2步，赶到他身边，说：“昨天包子铺旁有个代写摊，我见生意还不错，所以也想试试。”说到这里，沈竹溪露出自豪的神色：“我的字一定比他好。”李悟看了眼他勉强跟上的双脚，放慢了脚步。老猪头是我们镇上唯一的秀才，是从荆州一个有名的举人，你的字能比他更好？沈竹溪对放慢的速度无所察觉，只听出他话里的质疑，不服气道：“肯定是我的更好，你就是比他的字好，也不会有人来找你写东西的。为什么？赌个什么？”李悟说：“如果到B市还是没人找你代写东西，今日的文具钱就10倍还我，10倍便是18两，变成180两。”沈竹溪对自己自信十足，毫不犹豫道：“赌就赌，如果你输了，你就要把我的耳饰还给我，500两照给，你会后悔的，你才会后悔。”两人互不退让，不知不觉到了鱼头镇人流量最大的街道。这时候正是午时，街上人来人往，沿途的吃食铺子不断吆喝，招呼行人入内用饭。离沈竹溪最近的是一个点心铺，老板正在炉前忙活，一只大瓷碗里装着不知名的甜馅，隐约可见桃红的玫瑰花瓣。一碟蒸笼垒得高高的，最上一层敞开，露出里面白雪般的面粉，热气袅袅，盘旋消散，只留下面粉清香。大街两边都有商铺，没有商铺的地方早已有人摆好摊子。沈竹溪来晚了，目光左右扫视，也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李悟一点顾忌也没有，扛着桌子就径直走向一间有顶棚遮阴的馄饨铺，就像收拾自己家东西一样，随随便便地踢开旁边一套无人的桌角桌凳，硬是把自家的桌子放到了阴凉之下。桌椅都挪完了，他才抬头对摊主说道：“方慧，你不介意吧？”摊主油滑笑道：“不介意，不介意。”沈竹溪不忍，上前小声道：“这样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挪个地方就不能吃了？”他朝独具一格歪向一旁的馄饨铺桌椅看了一眼，再看向火炉前的老板：“老猪头，对吧？”“对，对。”简直就是个恶霸。沈竹溪在心中腹诽道。李悟在馄饨铺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手心一翻，对着沈竹溪：“傻站着做什么？你坐呀！”沈竹溪扭扭捏捏的在凳子前坐了下来，摆好他的笔墨纸砚，又找馄饨铺老板要了点清水，磨好黑黝黝的墨，等着生意上门。沈竹溪等了许久，连天上的太阳好像都有一点移动，他的摊位依然无人问津。他期待的目光扫过街上过往行人，他们目光各异，但没一人停留下来，问他代笔一封需要多少钱？便宜点也行呀。沈竹溪有些懊恼，为何昨日代写先生的生意络绎不绝，换了他就门庭罗雀？他的字可是在父皇和傅玄淼那儿学的，岂是一个秀才能比的？平日里想得到一个他的字，无异于异想天开，现在1贯钱就能写上一封，这么划算的生意，为什么会没人上门？沈竹溪眼巴巴地看着行人，对眼前局面全然无策。李悟忽然从长凳上站了起来，一脸皱巴巴的嫌弃：“你就想不起自己缺个招牌吗？”沈竹溪一下醍醐灌顶：“对啊，我还差个招牌。”李悟重重叹了口气，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他一眼，摇头走了。沈竹溪看着他的背影，嘀咕道：“哼，等我开张了，有你哭的。”他拿出一张宣纸，提笔轻轻蘸后，又在砚台边轻轻别去多余的墨汁，一边在心中默默想着：这金字招牌究竟是用行书还是用楷书来写？他从傅玄淼那学的瘦金体也不错，万一有人喜欢这种呢？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落笔，李悟已经脚下生风的回来了。他将一个似曾相识的文字晃放到他的桌旁，沈竹溪从桌上探出头看了看，目瞪口呆道：“这不是昨日那代写先生的招牌吗？木头幌子很多，可是写着代写书信，字迹还如此熟悉的幌子就不多了。这分明便是昨日沈竹溪看见的那个。幌子在这儿，秀才呢？”沈竹溪往李悟来时的路看去，人头攒动，不见秀才。你怎么能抢别人的东西？沈竹溪惊道：“这怎能叫抢？”李悟不耐烦道：“秀才在镇上摆了7、8年的摊，谁还不知道他是代写书信的？这招牌放着也没用，我不过是废物利用罢了。你去问问姓朱的秀才，他是不是该反过来谢谢我？”沈竹溪被他的无耻惊呆了，看着他许久没有回神。李悟迎着他的目光，得意道：“我也就是看你可怜，顺手而为，你就不用谢我了。”果然无耻。大哥，李雀儿挥着手走了过来，身旁跟着小山般的李雕。他走到面前，看了眼沈竹溪桌前的文字晃，惊讶道：“沈妹妹要做代笔生意？”沈竹溪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可是李雀儿话没说完，李悟打断他：“有瓜子吗？我去拿。”李雀儿满口答应，转身离开后前往了就在不远的炒货铺。沈竹溪见他满面笑容的不知说了什么，店主就拿木瓢舀了一把瓜子给他。李雀儿拿着一瓢瓜子快速跑回馄饨铺，面前有了瓜子，李悟的恶霸做派升级了。他翘起右腿，脚腕搭在另一边的膝盖上，在大庭广众下自然至极的抖腿磕起了瓜子。
沈朱熹看着他抖动的右腿以及地上散落的瓜子壳，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他为遮掩自己的鄙夷，赶在礼物朝他看来之前先转过了头。礼物只瞧见了他蹙起的眉心，但抖腿的动作还是不由停了。片刻后，他像不舒服似的放下了腿，改为大开大合的姿势，瓜子壳也扔回了桌上。李雀儿将这一幕收入眼中，若有所思。他清了清嗓子说：“沈妹妹，这文字晃看着有点眼熟啊，你从哪儿拿来的？”啊！沈朱熹回过头来，这是礼物拿来的，怪不得我看着眼熟呢，这是朱哥哥借的吧？李雀儿说：“朱哥哥这人啊，就和大哥一样热心肠，这十里八乡没人不知道我大哥的名字。我大哥为人厚道，人又上进，有房有地不说，做事还特有远见，谁见了都得说一声好。”沈朱熹怀疑地看着礼物，只对最后一句有所赞同。人都在面前了，敢说不好吗？胡说八道什么？礼物将一粒瓜子扔向李雀儿，李雀儿伸手一抓就握住了瓜子，他笑眯眯地把瓜子尖对准牙齿，上下一颗，悠然自得道：“沈妹妹初来乍到，我这不是想着缓解她的生疏吗？大哥你不善言辞，还不得我这个小弟中间调和一下？你管好自己就行。”得咧！李雀儿一双眼睛笑成月牙，脸上的红色凹坑也显得不那么可怕了。弟弟记住了，一定先管好自己，再来照顾大哥。这两人说话期间，李颠儿就在一边努力的嗑瓜子，没一会，他的脚下就多了许多瓜子壳，瓢里也只剩薄薄一层炒瓜子。沈朱熹百无聊赖的转回头，继续眼巴巴的看着来往行人，怎么就没人来光顾他的生意呢？价钱好商量啊！不管他怎么眼巴巴的望，来往行人都不肯停下脚步，他们往往看他一眼，再看他身后的三人一眼，接着带上畏惧的眼神，加快脚步，迅速离开这片区域。沈朱熹忽然转头对李悟道：“是不是你在背后恐吓他们？”李悟刚到嘴边的瓜子停住了，搁在腿上的脚腕也又一次撤了下来。他拧着眉头道：“什么恐吓？一定是你不想输掉赌约，所以作弊了。我好好的坐在这里，怎么作弊了？你给他们打眼色，他们就不敢来了。你在说什么梦话？”李悟眉头越拧越紧，不快道：“老子坐在这里嗑瓜子，往你后脑勺打眼色。”李雀儿看了他一眼，想提醒他这是不打自招，然而这两人都没发现话里的深意。李雀儿叹了口气，继续嗑起瓜子。“你换个地方嗑去。”沈朱熹生气道：“老子还不惜在这个地方待。”李悟忽然扔下手中的瓜子，黑着脸站了起来，把沈朱熹都吓了一跳。他和先前的路人一样，也用畏惧的眼神看着这个生起气来气势凌人的男人。他之前对他的随意和迁就，让他忘了他依然是一个恶霸。李悟看着瑟缩的他，脸色似乎更黑了。他冷冷看了他一眼，大步走出了馄饨铺。沈朱熹松了口气，小声嘀咕：“莫名其妙。”“大哥，等等我啊！”李颠儿抓起仅剩的瓜子，撒开蒲扇般的两双脚丫子，朝李悟跑了过去。李雀儿拿起空空的木瓢，站了起来，对沈朱熹说：“沈妹妹，我大哥这个人心眼不坏，你也别往心里去。”沈朱熹勉强笑了笑：“我不会的。我大哥和你打什么赌？”沈朱熹把两人的赌约说了一遍。李雀儿抿嘴一笑，说：“最迟必是，一定会有人找你写字的。”他说的十分肯定，仿佛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沈朱熹还迷惑着，李雀儿已经拿着瓢走了。他走到炒货铺前，还了木瓢，悠然地走向了礼物离开的方向。沈朱熹看了眼天色，又毫无把握地看着依然对他毫无兴趣的来往行人，不由灰心丧气。闭市之前，他能接到第一笔生意吗？第10章，直到太阳升到最高点，也没人来光顾沈朱熹的代写摊。中午没吃东西的缘故，他的肚子时而传出咕咕叫的声音。他眼馋旁边不时飘出的葱香的馄饨铺，囊中却无上前问询的本钱。一个挎着满满一篮夹馅饼子的妇人从面前走过，沈朱熹闻出那是先前经过的点心铺的味道，他忍不住盯着篮子里的饼子看，心里1000个10000个想吃，但赊账这种事，他是无论如何做不出来的。要是礼物在就好了，他在他那儿还有400多两银子呢。沈朱熹想起礼物，不由有些懊恼，真的不是他在背后做小动作吗？如果不是，为何行人看到他身后的他后会加快离开的脚步？如果是，为何他离开后，他的代写摊依然无人问津？沈朱熹怀疑是旁边文字晃的问题，遂提笔用行书和楷书各写了一遍代书代写，想办法把2张宣纸挂在了文字晃上，半遮住原本的字迹。他嫌弃地看着文字晃上原本的手书，觉得无人问津也是情有可原。小姑娘，你这样挂不牢，风一吹就跑了。看他一路忙活的馄饨铺老板开口道：“那有什么办法能挂牢吗？”沈朱熹虚心请教：“简单。”老板走回炉边，沿着铁锅边缘刮起一点米糊，拿手指蘸了，朝沈朱熹走来。他站在文字晃面前，拿下勉强挂在上面的宣纸，蘸了米糊的手指往宣纸背后的4个角各按了按，把米糊留在了宣纸背面。
这样就好了。老板把沾了米糊的宣纸往文字晃上一贴，宣纸服服帖帖地覆盖了原本的文字。米糊还能这样用吗？沈竹溪惊呆了。老板咧嘴一笑：“你连这都不知道？是我太孤陋寡闻了。”沈竹溪有些羞愧。老板随口道：“也没什么，像这种省事省钱的方法，只有穷人才知道。”沈竹溪不好搭话，尴尬地笑了笑，转移话题道：“我今日来晚了，找不到地方摆摊，所以礼物才会弄乱了老板的桌椅，实在是对不住，还请你别放在心上。”这有什么？老板爽朗大笑：“这镇上做生意的，谁没麻烦过礼物？他麻烦我们，也算有来有往。麻烦礼物？”沈竹溪疑惑道：“这话得礼物亲自告诉你。”老板笑道：“听说你是被礼物从河里救上来的，你怎么知道？镇小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就立马传开了，更何况是你这般外貌。”老板用玩笑的口吻说：“礼物不是没救过女人，但留下来的你是第一个。”沈竹溪不好意思道：“我是无处可去，他才收留我的，而且我会想办法挣钱，不会让他白白花费的。”老板摇摇头，笑着说：“你要是了解他，就不会这么说了。”沈竹溪不想继续谈论礼物，她一个未婚姑娘和一个男人扯在一起，总觉得尴尬。老板，为什么正午了还是没什么人来用午膳午时呢？一看你就是大户人家的姑娘，没吃过什么苦头。老板不以为意，拿起灶上的金子擦了擦炉边的水迹，他把金子扔到一旁，重新抬起头对沈竹溪道：“除了大户人家，谁家一天能吃上3顿？像我们这样的乡下人，都是1天2顿，早上有，晚上也有，这就已经不错了。有些穷的揭不开锅的，一天吃上1碗野菜糊糊就心满意足了。”老板说的东西对沈竹溪而言无疑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他从未想过世上还有人不是1日3餐。可是只吃2餐不会饿吗？沈竹溪忍不住问道。有什么办法？多饿几次还不就习惯了？街边的乞丐才是真的饿呢，我们至少还有东西吃，他们就真的每天都饥肠辘辘了。这事儿礼物罪。老板不知为何说到礼物，沈竹溪刚刚疑惑，他已经停下了话语。反正吧，乡下人打得粗，和你们这种大家闺秀不一样。老板好奇的目光在他身上扫了2眼，说：“礼物没和你说，你是招揽不到生意的吗？”沈竹溪疑惑道：“为什么你也这样说？请人代写的都是不识字的，我们这些啊，除了几个公子和穷书生，谁会认字呢？你要是乱写一通，他们也认不出来。”“可是我真的会写。”沈竹溪急了，看向刚刚更新过的文字晃，声调也急得抬高了：“我会行书、楷书，还会一点瘦金体和草书。”老板打断他：“你还没明白？”沈竹溪不解：“你会写什么字不重要，我听不懂，这县里的其他人也听不懂。”老板的目光带着一丝同情：“你是个女人，谁会相信一个女人能写的比秀才还好？所以你在鱼头县肯定招揽不到生意。”沈竹溪被从未想过的现实击倒了，不是他字写的不好，不是他价钱太高，只因为她是个女人。他呆呆站在原地，低若蚊蝇的辩解道：“我真的会写啊。”老板摇了摇头，转身回了锅炉前。他瞥头前的最后一眼，在沈竹溪眼前回旋不去，那是同情。他被一个市井小民报以同情，被一个从前他根本不屑一顾的人。双重打击让沈竹溪失魂落魄，他硬着头皮坐回摊位，看似继续等待不可能出现的客人，实际却在脑中回想出宫后的众多遭遇。他在宫中也算博学多识，为什么到了民间却什么也不懂，什么也做不好了呢？他不知道干史诀，也不知道真正的物价，更不知道米糊糊还能当作牛皮胶使用。因为民间的女子没有秀才的字写得好，所以她的字也不可能比秀才更好。他就算把招牌写出花来，也没有人找他写字。沈竹溪用力眨了眨眼，把眼眶里的酸涩逼了回去。他不能哭，哭又有什么用呢？他就不信，等第一个客人上门之后，还会有人怀疑他不会写字。他继续等待客人上门，可是直到落日的余晖铺满街道，他也没有等到客人上门。馄饨铺已经开始收摊，老板熟练地收拾着锅炉器具，附近挑着担子的走商也开始撤离，陆陆续续的，街边的店铺关上了店门。街上行人越来越少，就连好奇观望的眼神也渐渐稀少。就在沈竹溪灰心丧气的时候，一个穿着布衣、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他看了看沈竹溪的脸，语气里带着一丝怀疑：“写一封家书要多少钱？”沈竹溪来了精神，忙说：“1贯。”在看到男人变化的表情后，他立即改口：“都不要。”男人又问：“究竟多少？”沈竹溪想了想旁边馄饨铺的售价，稍微往上添了添，说：“20文就够了。你个女人家会写字吗？”男人眼中透出一抹轻视：“5文，我就写一封试试。”沈竹溪有些犹豫，
但这一天无人问津的遭遇大大打击了他的信心。犹豫片刻后，他还是咬牙答应了男人的要求。好，你就这么写。男人说，二弟，娘让我问问你，今年春节你会回家过年吗？如果能，我们都会很开心。如果和往年一样不回来，记得照顾好自己。娘和我都很挂念你。听说京中乱了，你在那里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果科考取消了，就赶紧回来。你嫂子最近生产了，是个男孩。男人絮絮叨叨说着毫无条理的家常。沈竹溪一边为他润色一边书写，第一次有些手忙脚乱。写了整整2页后，男人才停下了口述。他目带怀疑地看着桌上新鲜出炉的2页信纸。我说的你都写下来了吗？都写下来了。你要是不信，可以叫个识字的来核对。就这样吧。男人这么说，脸上依然是浓浓的不信任。沈竹溪有些挫败，他行云流水的行书并没有给他挣到一点信任。落款写什么呢？他问。王二牛。沈竹溪在信尾写下捉凶王二牛几字，又问，你二弟叫什么？王三牛。他又在空白信封上写下吴弟王三牛敬起，装好了递给等待的男人。男人拿在手里看了2眼，没说什么，从袖子里掏出一串铜板，数了数，扔了5个在桌上，转身离开了桌前。虽然过程有些曲折，但好歹他也算开张了。看着桌上来之不易的5个铜板，沈竹溪心里充满难言的喜悦。这是和得到父皇珍贵赏赐截然不同的情绪，前者是云层那样漂浮清透的喜悦，后者却是直接切入心窝里，在胸口最深处开出花来，还伴有兴奋的响鼓声，整个人都晕乎乎的。最迟必是，一定会有人找你写字的。李雀儿的话忽然出现在他耳边。李悟和馄饨铺老板都那么肯定他招揽不到生意，为什么李雀儿却笃定他能顺利开张呢？而且还把握得那么准确。他说最迟闭市之前，果然快闭市的时候，他就遇到了第一笔生意。是他看出了他的才能吗？沈竹溪有些疑惑。第一笔生意已经来了，赌约他赢了，此时也没有必须继续苦等下去的理由。沈竹溪匆匆叮嘱馄饨铺老板帮他看一回摊子，头也不回地追向已经走远的男人。他远远跟在男人身后，刚走出街道尽头的转角，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男人身边。沈竹溪就像被火烫了一样，条件反射地缩回墙后。怎么会是礼物？沈竹溪心跳飞快，一股不好的预感爬上心头。他从转角悄悄探出一双眼睛，竖起耳朵偷听不远处的2人对话。信写来了，按照约定，是不是？礼物从怀里掏出一串铜钱扔给他。沈竹溪看不大清，但显然是5个铜板的许多倍。男人接了铜钱，欢天喜地的道了谢。那这信？男人试探的说。拿着滚。男人响亮的哎了一声，高高兴兴的收起信。一切都已经明朗了，这生意不是他招揽来的，是礼物招揽来的。男人收起信，转身走来，沈竹溪躲闪不及，和他的视线撞在一起。男人吓得刹住脚步。你？男人身后的礼物抬起了眼，沈竹溪确信他就算还没有，但下一刻也会看到他。他的理智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就已先一步逃走了。沈，礼物的声音被他远远甩在身后。第11章，安静的陋室，沈竹溪抱膝坐在床上，默默掉着泪珠子。强烈的慌乱和羞耻将他席卷，汹涌的情感漩涡中，还有让人从里到外都酸涩起来的难过。他为自己难过，也为礼物难过。他失落、自责、懊悔、羞愧，无所适从。离开皇宫后，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离了父皇，离了母妃，离了庇护他的傅玄淼，他什么都不是。他会写字又有什么用？他会好几种书法又能怎么样？世间不接受他，他和这里格格不入。父皇如果看见他现在的模样，会有一丝心软吗？母妃如果知道他如今的遭遇，会后悔悬梁自尽吗？他们为什么不能分出一点点目光，看着他，教教他，不要让他孤身一人走漫漫长路？所有人都有比他更重要的人和事，他想要活下去，想要努力的活下去。他这条命是玉莎换来的，可是他好像什么也做不好。到了宫外，他就变成了一个大傻瓜，不但不清楚事，也看不准人。礼物救了他，他却怀着偏见，从来没有真正的感谢过他。他即便是恶霸，也是一个对他好的恶霸。他迁怒他，赶他走，他却反过来帮助他，在赌约的最后关头改变了赌约的结果。他的确作弊了，不过是为了送他胜利。沈竹溪越想越羞愧，他怎么能把他赶走呢？还是当着众人的面，不留一丝情面的迁怒于他？他原本就是这么可恶的人吗？礼物如果回来了，他要怎么面对他才好？沈竹溪无言继续借住，可是离了这里，他实在不知自己还能去哪里。天大地大，太子渺无音讯，他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还能去哪里？说曹操就到，竹帘外响起轻轻的脚步声，接着竹帘一动。不准进！沈竹溪急忙喊道。那只刚露出一点的大手缩了回去，
沈朱熹用力擦着眼泪，心里生着自己的气，为什么他连自己的眼睛都控制不了呢？过了一会，外边传来礼物的声音：“晚上想吃什么？”“我不吃。”沈朱熹言不由衷，冷声道。他害怕面对礼物，害怕直面自己的羞愧，可是越是如此，他心中的羞愧就越是令人难以忍受。莲下的双脚动了，礼物转身向着门外走了出去。也许他是厌倦了，厌恶了，终于忍不住走开了。他没有错，此刻的沈朱熹也在厌恶自己，他为什么这么没用？沈朱熹在冰冷的床上抱膝垂泪，决定明日一早就离开这里，而是不要了，当做赔礼留在这里。他身上还有一根玉簪，虽然没有耳饰价值高，但多少能卖一些钱。他的文房四宝还留在馄饨铺，如果老板帮他收着就好了。他现在除了玉簪和那套文房四宝，什么都不剩了。不要再哭了，哭什么用都没有。沈朱熹不断在心中默念，眼泪却依然不止。他厌恶眼泪，厌恶自己，连哭都不能停止。他还能做什么呢？在他自怨自艾的时候，堂屋里重新出现脚步声。不等沈朱熹反应，竹帘一动，礼物走进内室。沈朱熹在他走进房间的第一时间就埋下了头，把湿淋淋的脸和红肿的眼一起藏在膝盖间。他慌张道：“我说了不准进。”木床吱呀一声，礼物坐在了床尾，一股混合着葱香的热气飘散在空气中，勾起沈朱熹腹中的馋虫。咕一声拖得长长的鸣叫从空空如也的肚子里传出，沈朱熹羞愤交加，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吃面了。礼物说：“我不吃。”沈朱熹硬着头皮说：“你出去，我想自己待着。”对面沉默了半晌，沈朱熹提心吊胆地注意着外界的一声一响，直到礼物重新开口：“你是生我的气？”沈朱熹咬住嘴唇，本已平静下来的羞愧再次翻涌起来。“你别哭了，哭这么久不累吗？面条都端到了你面前，你不吃，浪费了这把面条就要再赔我一把。”沈朱熹不肯说话，但心里已经软化。好一会后，他蠕动着嘴唇，刚要鼓起勇气说话，听到礼物说：“适可为止啊，老子没这么哄过女人。”突如其来的落差让沈朱熹突然抬头，直视着礼物的眼睛，眼泪唰的又流了下来。礼物刚皱起的眉头倏地松了，一丝慌乱闪过他黑亮的眼睛。“我不是，哎，你别哭了。”先前是沈朱熹不敢直视礼物，现在换成了礼物不敢直视他。他躲避着他的泪眼，视线在屋子里乱转。“我就是个粗人，不会说话。你要实在生气，不如打我几下。”“礼物说：“你直说吧，怎样才能不哭了？”“我哭不哭关你什么事？”沈朱熹抽泣道。礼物说：“我就是可惜这眼泪没流到水缸里。”沈朱熹眼泪还流着，嘴里却不由自主笑出了声。“你胡说八道！”“真的。”礼物说：“你昨晚用完了我一缸的水，搞得我煮面条都是去隔壁要的水，你打算怎么赔我？典当耳饰的钱我不要了。”“这不行，一码归一码。”“那你想怎么样？”“把面吃了。”礼物把一直端在右手的碗筷递给他。沈朱熹的目光触及大碗里的面条，不争气地咽了口唾沫。在等礼物把大碗进一步推进时，他半推半就地接了：“我吃不完这么多。”他残留着一丝哭音说：“你吃不完的是我的。”沈朱熹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他在宫中时吃不完的食物都是作为赏赐分给身边亲近的工人。“在哪儿吃啊？”他说：“出去吃可以，在这儿吃也可以。”礼物说：“在这儿怎么吃？你没在床上吃过东西吗？”沈朱熹愣了，他呆呆反问：“床上怎么吃东西？”礼物换到床头，轻轻推他，让他往里坐。他刚一坐到里侧，礼物就跟着坐上了床。“你……”沈朱熹的脸腾地热了。礼物说：“我最讨厌在凳子上杵得像个菩萨了，人生苦短，难道不是应该怎么舒服怎么来？”沈朱熹两手端着面碗，心里还怀着对礼物的愧疚，赶他下去不是，留他下来也不是，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他已经错过了拒绝的最佳时机。礼物说：“你把腿屈起，碗就放在膝盖上，左手稍微扶着一点，右手就可以拿筷子吃面了。”沈朱熹照他所说做了，可是每个动作都战战兢兢。如果面汤洒出来了？洒出了就洒出来了，老子又不是只有一床被子。明明只是一床被单，礼物却说的自己好像是万贯家财的豪富一样。没洒出来时候占多数，你怕什么？是啊，他怕什么？在床上吃东西，和外男贴着肩膀，这是不守礼法，可是那又怎样？这里没有父皇，没有母妃，没有傅玄淼，只有他和礼物，以及一碗飘着葱花的细面。他不需要看谁的脸色，要不要去做，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想法。他们对他弃之不顾的时候，就该想到他会逐渐远离他们希望他成为的模样。沈朱熹从没想过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叛逆是在床上吃一碗面。他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
为了避免面汤溅出，贴着面碗，慢慢将筷子上的面条吸入嘴里。怎么样？李悟等他吃完一块，问道。好吃。沈竹溪说，比我以前吃过的所有面条都要好吃。李悟得意道，我说的没错吧？沈竹溪抬头朝他笑了笑，眼里还含着泪光。没错。他低下头继续吃面，没有注意到忽然沉默的李悟和他定定的视线。一碗面下去1/3，沈竹溪饱了。他把面碗递给旁边的李悟，他竟然就着他用过的筷子直接吃了起来。沈竹溪这时才觉得有些不对，服侍他的工人虽然也吃他剩下的菜肴，但不是用的他的筷子呀。他看着李悟，欲言又止。也许民间不讲究这个。无论如何，他吃也吃了，这时说破反而尴尬。沈竹溪说服自己移开目光，只听着身旁呼噜呼噜的吃面声，很粗俗和优雅，丝毫沾不上边的声音，却莫名其妙让沈竹溪感到一阵安心。他说：“李悟。”李悟头也不抬，他低着头，竭力装出一副平静的模样。之前误会了你，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过了片刻，李悟的声音重新响起了：“你真是个呆瓜。”他说：“我又没怪过你。”那些沉重的情绪，那些自厌和自弃，在这一刻统统从沈竹溪身体里溜走。他从未如此轻松过。谢谢你，他用文银之声道。吸食面条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不优雅，但比任何优雅都要真实而温暖。第12章，一碗清汤面吃完了，李悟端着面碗下了床，沈竹溪也跟着他往堂屋外走去。你去哪儿？李悟问。我的笔墨纸砚还留在馄饨铺，桌凳也没拿回来。沈竹溪小声道。我早就让雕儿取回来了，等你想起，东西都丢了800年了。沈竹溪面色发红，小声说了句谢谢。行了，你该干嘛干嘛去，那文具我一会就给你去退了。你想在鱼头镇做代写生意是做不开的。李悟说，你要是想自己挣钱，我给你介绍个生意。什么生意？沈竹溪急忙追问。教我认字。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他，我给你包吃包住，还付你学费。这话听着靠谱，至少比他继续在代写生意上继续僵持下去来的靠谱。沈竹溪略一思考，便答应了下来。好，我教你认字。他说，这样的话，文房4宝也不必退了，反正……他话没说完，李悟就说，退还是要退，退了你拿什么写字？沈竹溪问。树枝、沙地都是院子里现成的，为什么非要纸笔才能写字？沈竹溪被问住了，还没反应过来，李悟已经走出了堂屋。他愿意，那他也没什么意见，毕竟刚开始习字的时候确实很费纸墨。他继续追了出去，在李悟身旁说道，那你1个月给我多少学费呢？李悟看了他一眼，你想要多少？沈竹溪不懂物价，不敢随便开口，他犹豫道，你觉得多少合适？县里的教书先生收学生是1年1两银子。李悟说，我给你1年30两。沈竹溪有些不好意思，说，也不用那么多，你就按教书先生的价给我好了，给你就拿着。李悟说，我也是有要求的。李悟走进厨房，沈竹溪继续跟进厨房。有什么要求？分担一下我的家务。他说，洗洗衣服之类的。沈竹溪呆住了，我没洗过衣服。做饭呢？不会。烧水总会吧？沈竹溪不敢回答了。李悟把碗筷放下，回头看了他一眼。你在宫里究竟是怎么伺候人的？公主只让我陪她读书写字，画画辅色。李悟皱起眉头，辅色？什么东西？不等沈竹溪解释，他接着说道，算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别哭就行。他自言自语般道，你一哭老子就头大。沈竹溪很是窘迫，揪着自己的衣角。他也不想哭啊。他在厨房里站了一会，看着李悟用一个小瓷盆里的清水洗涤碗筷，忽然道，水缸里有水了吗？你要干什么？李悟瞥他一眼。沈竹溪扭扭捏捏地说，夜里沐浴。你还要洗？李悟提高音量，你昨晚不是洗了1缸水吗？沈竹溪也急了，昨晚洗了，今晚也要洗啊。你知道河边离这里有多远吗？李悟没好气道，你是每天在泥坑里打滚还是怎么，用得着天天洗澡？我在宫里就是每天洗澡。那这是宫里吗？李悟反问。沈竹溪说不过他，气道，你说打水的地方在哪儿？我自己去打水。李悟也不劝他，告诉了他打水的地方，临别时还甩给他一个你要能打回水来老子不信你的眼神，气得沈竹溪看也不看他，提了后院的木桶就冲出了院子。不就是打1桶水吗？就打他自己洗漱的用量，让李悟一人脏去吧。提着空荡荡的木桶走在乡间小路时，沈竹溪浑然忘了先前对李悟的改观，一路把脚下的小石子当礼物踢走，嘴里还不住嘟囔着，恶吧，地痞，脏去吧。
打水的地方虽然比进城后去蓝河打水近，但距离李物家也有一段不近的距离。好在李物给的指示也简洁，走出院子往左直走就能看到了。沈竹溪走了也不知多久，脚底被凹凸不平的土路硌得生疼，他正想停下来揉揉脚，一条清澈和缓的小河出现在视野尽头。他顾不上休息了，加快脚步，终于赶到了河边。夕阳已经隐去了，只剩月光洒在河面，波光粼粼的水光就像铺了一层盐，每一道水波都在璀璨生辉。他把木桶浸进水里，河水刚往木桶里钻，他就感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力量，再加上水流的冲力，沈竹溪用尽全力才把身体稳在原地。好不容易木桶装满了水，沈竹溪往上一提，提不起来。他用了吃奶的劲儿都提不起来，只能依依不舍地倒掉了一些水，努力把半桶水给提上了岸。提着这半桶水刚走了一会路，他就受不了了，提水的胳膊往下扯得又酸又疼，他不得不停下脚步，放下木桶暂时歇息。他回头看看河边，才走了10几步而已。这么下去，他到天亮都不一定能走回李物家。事到如今，一碗邋遢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沈竹溪不想被李物看清。他憋着一股气，再次提起水桶往回家路走去。沈竹溪没过一会就换一只手，两边手掌很快就被提手压出了通红的痕迹，全身的力气也随着晃荡的水桶越来越少。他不肯认输，逼着自己继续往前走。他光顾着注意水桶里的水有没有洒出来，忘了脚下忽然一个趔趄，小心！李物的声音毫无预兆地出现在身后，他还没来得及惊讶，身子就连带着水桶一起摔倒在地上。冰凉的河水泼了他一身，一小部分河水汇聚在绊倒他的那个小土坑里，转眼就混上了泥土的颜色。沈竹溪的眼泪立即就出来了。你怎么走路不看脚下？李物不知从哪儿冲了出来，两只强有力的手往他手臂上一握，轻而易举就把疲软无力的他从湿淋淋的地上拉了起来。你提不动就别提了，为什么偏要逞呢？李物说，我可以。沈竹溪哭喊着说，他推开李物，不要他的搀扶，弯腰又去捡地上的水桶。老子真是服了你！李物一把抢过他的水桶，抢先往河边大步流星走去。沈竹溪站在原地，泪眼模糊地看着他走回河边，把水桶浸回闪光的河里。不一会，提着满满一桶水走了回来。他走了许久才走完的路，他3步并作2步，转眼就走到了。别哭了，别哭了！他不耐烦道，再哭老子就没收你的水。沈竹溪立马屏住抽泣，看着水桶里满满的水，也没那么伤心了。再看李物气急败坏的模样，想到他出门时他还那么不屑一顾的样子，他忍不住破涕为笑。你笑什么？李物没好气道。你怎么跟出来了？他说，我要不跟出来，你这个呆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你早帮我打水不就好了？你早放弃洗澡不就好了？我才不要，脏死了。沈竹溪嫌弃皱眉，也许是他手中水桶的重量，他能轻松跟上李物的脚步，两人并肩而行，在温柔的月光下，乡间小路两边的田埂也被月光披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李物忽然看向他垂在两边的手，你的手让我看看。沈竹溪把手藏到身后，说，没什么，拿出来我看。李物恶声恶气道。沈竹溪只好拿出身后的2只手，手心明显有2条红色的提手痕迹，在白皙的手心里格外醒目。李物看了好一会都没说话，沈竹溪忍不住要催他了，他终于说，真是个呆瓜，你才是呆瓜，说别人呆瓜的人才是呆瓜，你幼不幼稚啊？说我呆瓜，你幼不幼稚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吵着嘴，原本遥远的路途也变得短暂起来。沈竹溪还没觉得累，李物的小院子就已经出现在了眼前。你用手巾擦洗省水些，用过的水就留在水桶里，明天我还有用。李物说。看在他帮忙提回1桶水的份上，沈竹溪一口答应了他的要求。用过的水能做什么他还是知道的，可以浇花。他看李物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就挺需要浇一浇的，比起御花园里粗壮茂密的桂花树来说，李物的桂花树简直就是桂花苗。李物把水提去后院，沈竹溪跟着他走，本以为他是把水桶放到屏风中，没想到他却提进了厨房。你怎么来这里？沈竹溪好奇道。就你那1桶水都提不动的金贵身体，不把水烧热，你生病了不是还要老子伺候？李物一边蹲在炉边烧火，一边像个瘪嘴老太婆似的一个人在那儿骂骂咧咧。本以为是捡了个伺候人的宫女回家，没想到是捡了个被伺候的公主回家。老子命苦，享不得福。他的语气和模样实在太好笑，沈竹溪听了没觉得一点生气，反而忍不住的想笑。宫女命，公主身，老子真是摊上了。他骂了一通，回头看向沈竹溪，发现他在捂着嘴笑，那张脸更黑了。老子生气，你还笑？不笑了。沈竹溪立马抿住嘴。李物把一根木柴扔进烧得通红的炉底，
鲜红的火苗舔舐着柴火的影子，噼里啪啦的声音络绎不绝。老子上辈子做了什么孽？这辈子遇到你来克我！木柴燃烧的声音盖过了他的嘟哝。沈朱熹没听清，问：你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他瞪了他一眼。怪人。水烧热了，李悟又帮忙把水提到了竹子屏风后。沈朱熹不放心，又叮嘱一句：你不许偷看啊，请老子看都不看。李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后院。沈朱熹在竹子屏风后褪去衣服，用干净的手巾就着清澈河水擦拭身体，虽然比宫里泡澡要差上许多，但好歹也能清洁一二。擦洗完毕后，他把用剩的半桶水留在屏风后，回了卧室休息。李悟早已大喇喇地睡在了堂屋里的地铺上。沈朱熹从他身旁走过的时候，他像个死猪一样一动不动。这一晚，沈朱熹睡得格外安稳，没有再梦见宫里的事情。第二天一早，他精神抖擞地醒来，刚一撩开竹帘走出，一幅极具冲击性的画面就撞入了他的眼里。第13章，清晨阳光正好，和风吹拂院中桂花树的树叶，涛声阵阵。李悟站在桂花树下，这胸膛用他昨夜用过的洗澡水洗头沐浴，下身只穿了一件最常见不过的亵裤。听到他出门的响动，李悟抬起木桶，将仅剩的水从头浇下，水声一时盖过了涛声，无数水珠顺着他湿润后更加黑亮的头发流下，淌过凸起的喉结，流过精壮的胸膛，栩栩如生的油凤花绣飞翔在他的双肩和胸膛，每一只都好像下一刻就要朝凤出鸣。他冲走了头上的早豆水，把滴着水珠的头发抹到头后，抬头看向沈朱熹，连眼睫毛都还在往下滴水。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沈朱熹猛然回神，一股热气涌上他的脑袋，蒸得他满脸发烫。他红着脸不知看哪儿，视线在天地之间来回逃跑，用快哭出来的声音质问道：你怎么在院子里洗澡？李悟一点没察觉他的行为有什么不对，声音一如既往的随意：我在这儿洗过的水还能浇树，我在后院洗，这水不就浪费了？那你也不该用我洗过的水洗。沈朱熹说出这句话，感觉脸都快被蒸熟了。为什么？就因为你昨天在泥坑里打了滚吗？李悟说：你放心吧，我不在意。沈朱熹都快被他油盐不进的态度气死了。我在意。李悟说：水只有这么多，那你说怎么办？提水的是大爷。沈朱熹说不过他，只能眼不见为净，转身冲回了卧室。地痞流氓！沈朱熹在床上捶着枕头，回味过来这是李悟的枕头后，反手就把枕头扔了出去。枕头软绵绵地落在床尾不动了。沈朱熹抱膝坐着，腹诽着李悟的无礼和粗俗，思绪却不知不觉飞到了李悟的那一身油凤花绣身上。他还没见过谁有这么大范围的刺青呢。虽说他也曾听宫人谈起过朝中谁放荡不羁，身有花绣，连父皇都颇有兴致的让对方脱衣观看，但真正看到花绣，沈朱熹这还是第一次。仔细一回想，他就发现李悟身上青色线条勾勒出来的油凤各有各的形态，绝非一般花绣师傅的手艺。若是一幅画，沈朱熹必定要好好鉴赏一番。可惜这画好是好看，偏偏长在一个男人身上，就是再借给他10个胆，他也万万不敢贴近一个男人的胸膛，欣赏这幅赏心悦目的杰作。顺着花绣，他又想到了刚刚惊鸿一瞥的身体。李悟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长得恰到好处，他穿着衣服的时候，他绝没想到衣服下会是这样一副光景。他赏析过许多诗画歌舞，男人没穿衣服的胸膛却是头一回见，他说不出什么客观的评价，只能通俗的评价，那是一幅让人很有安全感的画面。风姿俊爽，长臂长腿，肌肉紧实，线条流畅，一个美男子该有的他都有了。只要他不开口说话，还是挺唬人的。堂屋里响起了李悟的脚步声，他停在竹帘外，隔着帘子问道：你睡着了？你才睡着了。沈朱熹说：没睡就出来吃饭，我还没洗漱呢。沈朱熹忽然放软了语气，柔声道：李悟，你能再陪我去打水吗？水缸里有水。李悟说：今儿一早，雕儿就把水缸给装满了。沈朱熹惊呆了，刚刚假装的温柔娴静被他抛之脑后，脱口而出道：那你为什么要用我的洗澡水？能省一点就省一点，你以为你住在河边上？李悟说：别废话了，快出来收拾，我去厨房煮面了。沈朱熹怕他还穿着星号的亵裤，特意等他的脚步声走出堂屋后，才慢吞吞地走了出来。路过厨房时，他用余光飞快瞥了一眼，还好李悟已经换上了平常的衣物。他来到后院，在没有早豆也没有其他至高的情况下，尽量细致认真地洗漱了。等他回到堂屋，桌上已经多了4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李雕和李雀儿不知何时来了，3人各坐一边，留给沈朱熹的正好是李悟身边的位置。沈朱熹坐下后，李雀儿笑眯眯地冲他打了招呼：沈妹妹，你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好。沈朱熹腼腆笑笑，也不好意思把他心里的无尽抱怨真的给说出来。我大哥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你要是缺什么，直接给我大哥说，
他缺点对女人的心眼，但是不缺银子。不用了，这样就挺好。沈竹溪说着符合礼法的违心话。比起已经发生过几次争执的礼物，他和李雀儿、李雕始终隔着一层疏离，无法像对礼物那样，想生气就生气，想发火就发火，想笑就笑。李雀儿也不为难他，笑了笑，说：“快吃吧，我大哥的面条煮得可好了。”李雕已经呼哧呼哧的开吃了，他一边吃一边把吃不完的面条，看着那面条不断断裂进碗里。沈竹溪长年以来接受的教育让他无法接受这一幕，在皱起眉头之前，连忙转开了视线。李雕含着面条，含糊道：“就是，大哥下面好吃。”礼物忽然在他头上敲了个响力，黑着脸说：“不会说话就闭嘴。”大哥为什么骂我？李雕停下筷子，委委屈屈的看着礼物。沈竹溪也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被打，礼物没有解释的意思，李雀儿也一点没有奇怪的意思，整个桌上只有李雕和沈竹溪在疑惑。李雀儿说：“平日大哥都是给我们吃馒头，今天是沾了沈姑娘的光，才久违的吃了一顿大哥的面，我们哥俩还得谢谢沈姑娘才是。”沈竹溪红着脸摇头：“和我没关系，谢礼物吧，是他做的面。”李雀儿看着他笑，脸上的凹坑看久了也不觉得可怕了。他刚要说话，头上也遭了礼物的一个响力。礼物说：“吃面少废话。”李雀儿被打了也不生气，依然笑眯眯的：“都听大哥的。”李雕很快一碗就吃完了，他吵吵闹闹的要吃第二碗，礼物被他吵得头疼，拿起他连面汤都喝得干干净净的空碗去了厨房。礼物走后，李雀儿又开口了：“沈姑娘，我大哥这人少有和姑娘接触，他真的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吗？如果有，我可以想办法侧面提醒大哥，你有什么难处就和我说，千万别见外。”沈竹溪犹豫了好一会，声音压到最低，小心翼翼地说了：“那你能不能让他别在院子里洗澡？还有，别用我用过的水洗澡。”他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就这样，脸依然红了。沈竹溪真是不明白了，明明是礼物做了该脸红的事，为什么到头来脸红的却是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洗澡？李雀儿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还用的是你用过的水？是啊。沈竹溪找到倾倒苦水的地方，一说话就停不下来了。好在李雕看起来就像个不懂男女大防的，对他们的对话毫无兴趣，一直眼巴巴的看着堂屋门外。沈竹溪为难道他说在院子里洗澡，可以顺便浇桂花树，用我用过的水，也可以省水。我说不过他，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李雀笑了，和先前那种坦然的笑不同，这次他是憋着在笑，他笑得古怪，总让沈竹溪觉得他不仅是在笑他，也是在笑礼物。这我帮不上忙。李雀说：“为什么啊？”沈竹溪急了：“我大哥想做的事，从来没人能拦住。”李雀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接着说：“你以后就知道了。”沈竹溪被他带偏了思路，好奇道：“因为他很有能力吗？”李雀摇了摇头：“因为他从不放弃。”说话间，礼物端着面条回了堂屋，他还没走到桌前，李雕就迫不及待地接过了他的面碗。礼物重新坐下后，目光在李雀身上转了2圈：“你们刚刚在说什么？”“说大哥呢。”李雀笑道：“说我什么？说你是这10里8乡第一美男。”“放屁，少说话多吃饭。”李雕忙里抽空，抬起头说道：“就是像我一样。”李雀朝沈竹溪打了个眼色，他还没明白过来，他已经笑着开口了：“大哥，我也有几日没洗过澡了，不如一会就在你这前院借水擦擦。”礼物头也不抬，眉心倒是反应飞快地蹙了起来：“回你住的地方去洗，让雕儿给你打水。我在这儿洗，不是还可以帮大哥浇桂花树吗？”礼物忽然抬头，一双黑亮的眼睛里射出凌厉的眼刀：“你皮痒了？”李雀立马震惊：“不敢不敢，大哥不愿意那便算了，我和二哥的院子里也有树要浇，左右都是一样的。”这两人互换眼色，每一句话都意味深长，沈竹溪却一句话都没听明白。招食之后，李雀帮着洗碗收拾，然后和李雕一起离开了礼物家。沈竹溪在桂花树下走走停停，看上了一根树枝，踮脚去够，却怎么也碰不着树枝。忽然一只大手从他头顶伸过，轻而易举地折下了那根他看中的树枝。还有那个，沈竹溪忙指着不远处的另一根树枝。礼物抬了抬手，轻松折了下来。你要这个做什么？礼物把2根纤细的树枝递给他。你能把它削成笔尖的样子吗？他问。这有什么难的？礼物在腰间一晃，转眼手中就出现了一把小刀，他往树枝上削去，寒光在他指尖闪动。沈竹溪光在一旁看着，就不由捏紧了心，他却一点不担心似的，小刀动得飞快，木屑纷纷落下。不一会，一只初具轮廓的狼毫笔就出现在了沈竹溪眼前。礼物一样画葫芦，2根狼毫笔成型。沈竹溪拿了一支，在院子里找了一块地面松软的地面，用树枝写下了一篇千字文。他写字的时候，礼物就在一旁观看，专注而沉默，和他平常吊儿郎当的样子差了许多，搞得沈竹溪反而不自在起来。他写完了千字文，满意的审视了一下自己的成果，问道：“
你认识哪些字？礼物的视线从地上抬了起来，气定神闲的表情仿佛在说都认识。沈竹溪期待地看着他，礼物伸出手里的笔，笔尖轻轻点了点李字旁边的空地。认识这个？还有呢？还需要认识什么？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沈竹溪明白了，他这30两不好挣。第14章，学认字这事其实很简单，反正礼物也不去参考科考，把千字文教完，再教一本《三字经》或者《论语》也就差不多了。不简单的是礼物，他和沈竹溪知道的那些安分守己的学生不一样，他会质疑他的教学。他先通读一遍千字文后，礼物开口了：为什么没有物字？千字文里本来就没有，连物字都没有，那还好意思叫千字文吗？礼物说：物字我们下次学，你先把千字文认完再说。我们先学物字，再学千字文。沈竹溪头回遇到给夫子安排教学任务的学生，他懒得和礼物纠结这问题，在沙地上写了一个物字出来。这就是物。礼物拿起笔，学着他的字，在旁边画下一个勉强说得上相似的字。你这样写就错了，应该是先撇后横。沈竹溪说。礼物马上就问：为什么一定先撇后横？沈竹溪一愣，笔画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这么写。大家这么写，难道我也要这么写？礼物说：就没有非这么写不可的理由吗？沈竹溪答不出来，上书房的文师傅没讲过这么做的道理，也没有谁问过这个问题，谁会问这个问题啊？礼物就会，他不仅问了，还语带不屑地说：如果没有，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别人的规矩来？沈竹溪也不知道呀，这也就罢了，关键是他还斜着眼睛看他一眼，说：你也是个半吊子，是你问的太刁钻了。沈竹溪说：我教你就学，谁让你胡思乱想的？我刁钻？行行行。礼物用一种妥协的语气说道：你继续。之后的教学还算顺利，礼物学东西很快，只是喜欢问一些他想都没想过的问题。如果他能闭上那张讨人厌的嘴，说不定也算一个不错的学生。不知不觉，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沈竹溪知道没午时，可还是忍不住心猿意马，眼神不住往礼物身上飘去。昨日那是在外边，今日是在家里，说不定礼物到点儿就会去厨房弄吃的了呢。礼物这人也很奇怪，他分明注意到了他频繁投去的目光，却偏偏一句话都不问，反而在地上越写越起劲。看他腰板挺直，神气十足，时不时弄弄头发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写什么惊世巨作。沈竹溪忍不住了，刚想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下，顺便吃点东西，篱笆门外忽然响起了刻意轻柔的敲门声。礼物的眉头直接皱了起来。李兄弟，你在家吗？门外响起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沈竹溪望着他，他动也不动，一点也没有起身开门的想法。门外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女人继续道：听说你这几日没有去镇上买酒，奴家特意给你提了一壶好酒来，还有些你最爱吃的下酒菜。你在家吗？沈竹溪问。你不开门吗？他埋头鬼画，声音冷淡。不用管。他倒是想开门看看是何方神圣，但礼物作为这家的主人，他说不用管，沈竹溪也没资格去管。过了片刻，门外响起一声似怨非怨的叹息，女人悠悠道：那奴家走了，你若是懒得开火，就来镇上找奴家，热酒好菜永远管够。敲门声许久都没有再响起，来人似乎已经走远了。这时候，沈竹溪就开始不喜礼物家这1人高的篱笆了，旁的农家都是半人高的篱笆，就他把自己家围得跟个军事重地似的，让他想探头看看来者是谁都做不到。沈竹溪内心的好奇心熊熊燃烧，一声响亮的复鸣却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礼物抬起头来和他四目相对，两人半晌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开口道：是你肚子叫了。这声响彻小院的叫声实在让沈竹溪丢尽了脸，他的脸顷刻热了起来，嘴硬道：明明是你肚子叫了，别再脏到我身上。死鸭子嘴硬。礼物扔了笔，起身走向厨房。沈竹溪一看就知道他要弄吃的了，屁颠颠的追了过去。礼物进了厨房，烧火煮水下面条。沈竹溪一看就失望了，脱口出道：又是面啊。他看了他一眼，穷乡僻壤的，你还想吃什么？沈竹溪当然不能说自己想吃砂锅鹿尾、笋鸡脯、锦蝉鹅、荔枝猪肉。他扁起了嘴，兴趣蔫蔫的吃了半碗面条。你不是饿了吗？礼物看着他剩下的另外半碗。吃饱了。沈竹溪说。礼物没说什么，拿过他剩下的半碗全吃下了肚。按理礼物应该像他知道的那些上书房皇子一样，饭后便立即开始练习上午学过的知识，可礼物不是上书房的皇子，他是地痞恶霸，用过午时后，他往堂屋那张地铺上一躺就不起来了。沈竹溪在宫里也是要午休的人，但他从没见过读书时还能午休的学子。沈竹溪还是第一次见到礼物这样矛盾的人，明明是个命如草芥的平民，但真正接触起来，他却一点都不像草芥，或者说一点都没有身为草芥的自觉。沈竹溪身为公主，却时常感到自卑，
他却好像从来没有底气不足的时候。想着想着，沈珠溪在床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他原以为刚经历过母妃自尽、父皇惨死、国破家亡的自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噩梦缠绕，但就和昨晚一样，今日午休他也睡得很安稳。身下的床的确又硬又旧，不但和美观二字相差甚远，就连舒适度也只比睡地上稍好一些，但不知为何就是睡得安稳。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开始下山，沈珠溪叫醒了还在昏睡不醒的李悟，两人回到桂花树下，重新开始学习地上的千字文。比起上午来，李悟更快进入状态，沈珠溪的教学进度突飞猛进，不知不觉就到了第10句。这一句是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意思是……沈珠溪话还没说完，李悟先一步说道：“我知道这句的意思。”沈珠溪奇道：“你知道？”李悟露出自得的神色，眼睛又黑又亮。龙和狮子都恼怒现在的皇帝，只有乱七八糟的鸟儿才愿意当这狗皇帝的官。沈珠溪心里猛地窜出一股火，想也不想就厉声道：“你胡说！”李悟被他弄懵了，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他的脸沉了下去，拧着眉头看他：“我骂狗皇帝，你急什么？这话不是这样的意思。说书先生就是这样说的，你对还是他对？”李悟说：“就算以前不是，现在也是，他自己做的孽，凭什么不让我骂他？”沈珠溪气得满脸通红，瞪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李悟忽然狐疑，打量他两眼：“我骂狗皇帝，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你还想着回去做他的奴婢呢？”这话让他又羞又怒，当即扔了笔，不待李悟反应，头也不回地冲出了院子。他只记得距镇上的方向是往右，于是便一股脑地往记忆中的方向走去，也不管李悟有没有喊他，有没有追出来。浑身被怒火烧灼的沈珠溪超常发挥出了自己的脚速，不一会就来到了喧嚣的大街上。李悟先前在他心中建立的好感再一次被全部推翻，现在他只觉得此人可恶至极，无理至极，嚣张至极，他再也不要回那个地方去了。这念头刚一浮起，沈珠溪心里就咯噔一声。别说他的那对耳饰还在李悟手里，就连他的玉簪也落在了李悟家里，他身无分文，能去哪里？沈珠溪在路上徘徊，心乱如麻。纯粹的怒火退去后，另一股念头涌上他的心头，在他心头游荡不去，让他更加心乱。李悟为什么要这么骂父皇？说书先生又为什么要这么说父皇？难道父皇真的做过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吗？可是他从未听傅玄邈或工人说起过哪怕一点父皇的不是啊。父皇既不在大殿上打大臣板子，也不滥杀工人，对沈珠溪而言，他唯一的不是就是喜怒无常，喜新厌旧。可从古至今的帝王不都如此吗？他想不出所以然，又不知道去哪里找说书先生对峙。六神无主的时候，天已经不知不觉黑下来了。如果不回去，他今晚只有露宿野外的份。沈珠溪知道很危险，可他低不下这个头，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难道连骨气也要丢掉吗？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偶尔路过的行人都朝他投来奇怪和疑惑的眼神。沈珠溪不想沐浴这种眼光，越走越偏。骨气和性命，谁更重要？如果是被叛军威胁，他宁愿跳下殉国也要保存骨气，但如果只是因为和一介小小草民的口头争执，就让自己置身危险之中，是否太不划算了？况且丢了性命是小，若遇上坏人，遭遇不轨。沈珠溪一个冷战，心里还没下定决心，身体却已经转身，诚实的往李悟家的方向走去。他还没走出脚下这条小路，前方忽然冒出一条土黄色的大狗，它皮包骨头，肋骨清晰可见，个头却很大，比沈珠溪的膝盖还高。沈珠溪下意识停住脚步，大黄狗也在这时转过头来，看见了沈珠溪。他的双眼浑浊，丝毫没有狗类那样明亮的眼神。最重要的是，他张开的整个口部都是湿淋淋的，粘稠的咸水从锋利尖锐的牙齿上垂落下来，再跟着下巴半挂在空中。一股寒意从沈珠溪脚底冒出，他一动不敢动，头顶每一根头发丝都好像立起来了。好在沉默的对视持续半晌后，大黄狗对他失去了兴趣，转身朝前方走了。沈珠溪的身体松懈下来，这时才发现后背已经冒出了一层密密的冷汗。他不敢再朝大黄狗走的方向走，只能走了另一个方向，指望能从另一边穿回大路。谁知道天色越走越黑，这条路却始终没有尽头。眼见前方有一个转角，沈珠溪以为终于到了出口，激动地加快脚步走了出去。没想到路口一出，眼前却是一个半塌的草棚。草棚里10几个衣着褴褛的乞丐齐刷刷地抬头朝他看来。第15章，沈珠溪其实并没反应过来，但他的本能已经叫他当即转身。小娘子，你慌什么？一个离得最近，身上破布也最完整的乞丐从地上窜了起来，一个箭步跨到沈珠溪面前，恶臭从他满口焦黄的牙齿里传来。沈珠溪不由自主后退了一大步，这样一来，他就又回到了草棚门口。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响起，乞丐们纷纷起身，不一会，他就被11、12个臭烘烘的乞丐给围住了。
小娘子，这大晚上的，你怎么一个人在外边晃荡？拦住他路的乞丐笑嘻嘻道。恐惧使人生出极致，沈朱熹不敢露出一丝害怕，故作镇定地看着眼前头发乱蓬蓬的老乞丐。我是来替人传话的。传话？来这儿？老乞丐笑得不怀好意，脸上每道皱纹里都夹着灰尘和碎土。我们这里有10几个哥哥呢，不知道你是要给一位哥哥传话，还是给所有哥哥传话？沈朱熹忍着作呕，强装镇定道：是礼物让我来的。礼物二字一出口，沈朱熹就敏锐地察觉到周遭的空气倏然一静。礼物？面前的乞丐面露迟疑。礼物让我来告诉你们一声，明日的这个时候，金银楼下见，他有话告诉你们。什么话？你得见了他才能知道。老乞丐的2只浑浊眼珠在脏兮兮的眼眶里转了转，狐疑道：小娘子，这不是你为脱身随口胡编的吧？沈朱熹即将道：你若是不信，要和我去找礼物当面对质吗？老乞丐沉默了，只剩半信半疑的目光在他身上打转。这时，一个年轻稍轻、上身只剩2块布条遮掩的男人凑了上来，对老乞丐耳语了几句。老乞丐再转回沈朱熹脸上露出冷笑：你以为扯出礼物，老子就会怕了？礼物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就是传话，也不会叫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来。老乞丐往沈朱熹身前走去，阴森森地笑道：老子已受了礼物许多年的鸟气，正愁找不到地方出这口气。你今日进了这里，定然是误打误撞。礼物既然不知情，老子也就没必要送走到嘴的肥肉。沈朱熹忍不住往后退去，他心里怕得要命，但嘴上还是做着最后的努力。你敢动我，礼物不会放过你的。扭曲而古怪的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老乞丐在他面前狞笑道：小娘子，你可太天真了，等我们兄弟伙把你吃干抹净，再一张帕子捂死你，这事儿不就抹得干干净净？沈朱熹真的怕了，此前16年他都活在宫廷里，遭遇的最大伤害也就是父皇的漠视和兄弟姐妹的冷嘲热讽，哪里想得到世上还有这种人呢？沈朱熹害怕是害怕，但他绝不会坐以待毙。他忽然朝着老乞丐身后大叫：礼物，快来救我！老乞丐一愣，在他回头的时候，沈朱熹发挥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快的速度，一阵风似的从他身旁穿过，一刻也不敢回头，背对着一阵气急败坏的怒骂往前奔去。沈朱熹拼命往前逃去，今日要是能逃出升天自然最好，要是不能，他宁愿咬舌自尽也不要受辱，死之前最好还能戳瞎谁的眼珠子，他不能白白受人欺负。小巷外边还是小巷，沈朱熹现在都想不起来自己来时究竟经过了多少小巷了。他穿来穿去，终于看见了来时的大街。街上虽然一片漆黑，但对此时的沈朱熹来说无疑亮如白昼，只要到了街上就安全了。他大声喊叫，一定能喊来巡逻的注意。怀着这种期待，沈朱熹箭一般的冲出了巷口。你给老子站！一只充满污垢的手朝他手臂抓来，沈朱熹的尖叫声都到嗓子眼了。突如其来的飞腿忽然踢飞了追来的老乞丐。叫你爹呢？李无一把将沈朱熹拉向身后，随即大步走向飞出数丈远的老乞丐，穿着布靴的右脚瞧准了老乞丐的腹部，狠命的往下踹去。老子的人你也敢动？不要命了！礼物！老乞丐身后的乞丐们像见了鬼似的，一个二个不约而同的刹住了脚步，想也不想就开始转身回跑。误会，都是误会！老乞丐拿手捂着肚子，面色惨白，额头浸满痛出的冷汗。礼物才不听他辩解，沈朱熹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盯准一个地方，狠踢了10几20脚，只把那老乞丐踢出了血，踢得肚子上的手也软绵绵的掉落下来。沈朱熹被他暴虐的模样吓住了，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礼物，他不敢轻易靠近此时的礼物，声若蚊蝇的呼喊他的名字。出乎他的意料，礼物在他叫第一声的时候就回过了头。两人无言对视，礼物喘着粗气，眼里的狠戾却慢慢消散了。你没事吗？他冷硬地问道。沈朱熹摇了摇头，又怕引起误会，连忙开口说道：没事。礼物最后踢了一脚已经无力反抗的老乞丐，然后在他身前蹲了下来。沈朱熹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在老乞丐的胸口摸摸，腰上拍拍，不一会手里就多了一袋哗哗作响的荷包，一支橙色一般的玉扳指，一把还算锋利的小刀。沈朱熹说：你怎么？礼物站起身来，掂了掂手里的荷包，碎银和铜板的声音一起回响。来都来了，他说。礼物往前走了2步，停下来，回头看着没跟上的沈朱熹。还不跟上？沈朱熹连忙追了上去。老是和他吵架的礼物，这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回到了熟悉的小院子，见到了熟悉的桂花树，沈朱熹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他上前一步，挡在礼物面前，说：你在生我的气吗？礼物停下脚步，冷冷地看着他。片刻后，他说：我是不是和你说过，夜里不要到处乱跑？
沈朱熹这是做的冲动，他也有些理亏。虽然李务在他面前诋毁了父皇，可是他并不知道先皇就是他的父皇啊。他小声道：“你不是也让我生气了吗？我们就算扯平了吧。”谁跟你扯平了？李务冷笑道：“老子在街上找了你一晚，要是我没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可我也逃出来了，你那就叫逃出来了。要不是老子来得及时，你这时候连皮都不剩了。”李务眼里冒着怒火：“你还以为自己在宫里呢？大雁已经亡了，你伺候的越国公主也死了，你要是再不长点心思，早晚也要。”沈朱熹心头一痛，怔怔地看着李务，而李务也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忽然落下的热泪。越国公主死了？沈朱熹喃喃道。李务避开他的视线，说：“我胡说的，都是让你给气得头脑不清醒了。”沈朱熹再一次挡在想要绕过他而行的李务身前，重复了一遍：“越国公主死了。我都说了，是我胡，告诉我。”李务因为他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而沉默了。半晌后，他看着他的眼睛，低声说：“死了。你怎么知道？京城传来的消息。”他顿了顿，确认他还想继续听下去后，缓缓道：“皇室男丁和女眷境遭劫掠屠杀，其中越国公主在观星台自刎殉国，大燕皇室如今只剩前太子一人。”沈朱熹耳朵里嗡嗡作响，脚下几乎无法站立。李务扶住他踉跄了一下的身子，紧接着他就把他的手扶开了。他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回了卧室。沈朱熹没法思考，眼泪倒是不需要思考，一个劲的往下扒下掉落，不知不觉湿透衣襟。冷硬的床榻比平常更冷硬，把他的心冻成一块，再碾得稀巴烂。玉杀生还的可能是不大，他不是没有想过这最坏的可能，可是真正知晓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让人悲痛欲绝。如果不知道，他还能欺骗自己，玉杀或许已经获救，或许他已经投奔傅玄秒或太子，只要他和他们重逢，自然也就能和玉杀重逢。可是如今梦再也做不下去了，玉杀死了，为他而死，他这条命是玉杀用自己的命换来的。就在今晚，他还险些自己把自己的命丢掉。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他对不起的不仅是自己，还有玉杀。李务不知不觉跟了进来，一声不吭地坐在床尾，看着他的眼泪一滴接一滴掉落。拿着，他递来一张手巾。沈朱熹不接他的，谁知道这是擦什么的金子。李务就像他肚里的蛔虫，一眼就看出他在想什么，没好气地说：“新的。”他这才接了过来，把眼睛埋在干燥的手巾里。你就这么喜欢越国公主？李务问。他不就是给你一口饭吃的人吗？这口饭到哪儿不是吃？沈朱熹不理他。李务沉默了许久，低声说道：“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还是不说话。他推了推他的手臂，加重语气道：“沈朱熹，听着呢。”沈朱熹从金子底下没好气地说道：“我这辈子就跟那掉在地里的草籽一样，没人管过，没人叫过，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活过来的。也许我父母就不是好人，所以我也没长成什么好人，不比叔叔里那些穿长衫的说不来好听的话。”沈朱熹不怎么哭了，只剩偶尔的抽泣。李务继续说：“要是我说的实在难听，你就当我放了个屁，别和我一般计较。你每日都在放屁。”沈朱熹开口，声音闷闷的：“要不是你深更半夜乱跑，我会急得放屁吗？”沈朱熹把脸从金子上抬了起来，眨了眨含着泪光的眼睛：“你胡说。”“是，我胡说。”李务说：“你能不哭了吧？”“我才没有哭。”沈朱熹拿金子擦去仅剩的眼泪，嘴硬道：“你答应过我不会不告而别，你今晚又跑了一次，你说怎么办吧？说啊，难道违约不需要付出代价？”李务推了推眼神望着空荡荡的屋顶，一副神识已经飞走模样的沈朱熹：“少给我装傻。”李务说：“你今儿不给我个准话，我就睡这儿不走了。”沈朱熹一听急了，眼神重新回到他脸上：“事不过三，我不会再这样了。你要怎么保证？你想怎么保证？简单。”李务说：“嫁给我。”第16章。你疯了？沈朱熹喃喃道。你才疯了。李务说：“和你说正经的。”这叫正经的？沈朱熹难以置信地瞪着他，这人的脸皮究竟是有多厚，竟妄想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来娶她。你别忙着拒绝，先听我说说这么做的理由。沈朱熹不信他能说出花来，就算他说出花来，他也不可能答应他的异想天开。你说，首先你是从宫里出来的，如果你在宫外还有依仗，早就去投奔他们了，也不至于困守在我这小院子里。所以你现在是无路可去，对不对？沈朱熹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大雁已经亡。没亡？沈朱熹瞪他一眼。行，没亡。大雁皇室还剩一个太子，虽然四处逃窜，也没个固定落脚的地方，但好歹还活着。
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对吧？这话才算能听。沈朱熹点了点头。元龙帝和真龙帝是总要死一个的，没死之前，这世道就总是乱的。两个皇帝争斗，倒霉的是底下的百姓，衙门如今都瘫痪了。你去瞧瞧鱼头县的县衙，县老爷早就不管事了。现在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是当地的豪绅地主，但这些人不管我们平头老百姓的死活，他们主持的也不是我们的公道。李悟说的话比他想象的更有条理，更有深度。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和他抖腿嗑瓜子的地痞模样浑然不同。沈朱熹几乎难以将眼前这个理智沉稳的男人和此前的李悟联系起来。傅玄淼的模样在李悟身上一闪而过，沈朱熹不由嘲笑自己，他怎么会忽然想起傅玄淼呢？这两人简直是云泥之别。你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弱女子，如果一个人出了这个院子，你能靠自己活下来吗？沈朱熹无言以对，答案他十分清楚，不能。在乱世，最可怜的便是女子，特别是有姿色的女子。于沈朱熹而言，外边的世界加倍危险。他一开始以为李悟是宫外的恶人，可是遇到哄骗他的当铺老板和文具铺老板，还有心怀恶意的乞丐，他才发现上天已经给了他很好的运气，让他再一出宫就遇到了李悟。他或许不是好人，但也绝不是坏人。你和我成亲，你是有好处的。李悟说，自此以后，你有一个保护你人身安全的人，至少在鱼头县，我能说没人敢伤你一根指头。你的吃穿用度自然也不必再担心，虽说过不上宫里那种日子，但比过镇上绝大多数人还是没问题的。沈朱熹犹豫着，对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李悟继续道，我不必再面对那些多管闲事的媒婆，也有理由挡住那些莫名其妙的猫猫狗狗。咱们各自省心，有什么不好？还是说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沈朱熹下意识想说没有，话没出口就赶紧止住了。他是没喜欢的人，可他身上带有婚约啊。更何况不管是李悟还是傅玄淼，他都不想和他们成亲，他根本就不想和任何人成亲。母妃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面前，他怎么会甘愿将自己的一生交付到一个多情善变的男人手里呢？李悟见他神色纠结，沉默片刻后说，还有一点对你我都通用的好处。什么？我们是假成亲，不用尽真正的夫妻责任。沈朱熹一愣，脱口出道，那还成什么亲？我说过了。李悟淡然道，成亲了，你有保障，我也能省许多事，我们各取所需，岂不很好？沈朱熹这次真真正正的犹豫了，并非真的成亲，而是名义上的夫妻，他用不着为他生儿育女，也不怕他另寻新欢，同时还能有个落脚之处。在假成亲的日子里，他可以在鱼头县暂住下来，用不着四处流浪，他可以伺机打听太子和傅玄淼的消息，同时积攒银钱，等太子或傅玄淼安定下来，建立新都，他就收拾东西立即投奔他们。如果李悟对他好，那他就在太子或傅玄淼面前为他美言几句，赏他个小官当当。若是他敢欺负他，他就让太子或傅玄淼锤爆此人狗头。甚好，甚好！沈朱熹心里的算盘打得哗哗响，左思右想后，觉得这是一门划算的生意，要他就这么爽快答应也是不可能的。沈朱熹微蹙眉头，故作为难道，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也有几个条件。李悟听他松口，神色一轻，你说。第一，你得挣钱养家，不能让我饿肚子。当然。第二，你不光要认字，还要读闲书，习兵法。第三，你学成之后要报效国家，早日光复大业。可以。第四，沈朱熹说，我有个叫沈焕的哥哥，是元龙帝身边的幕僚，日后若有元龙帝消息，你要护送我去投奔亲人。李悟这回没马上答复他，他眼珠子一转，问，亲哥哥还是结义哥哥？自然是亲哥哥。他爽快说道，那没问题。第五，沈朱熹顿了顿，李悟立即追问道，第五是什么？我们是假夫妻，你不可占我便宜。李悟马上说，你想得美，老子还怕你占我便宜，如此最好。沈朱熹继续说，第六。李悟眉毛一拧，你有完没完？第六，沈朱熹无视他的话，说，我要每日沐浴，你不可搪塞我。第七，我要一个便所和浴室。沈朱熹话音未落，李悟就抢先说，后院不就是茅厕吗？沈朱熹瞪他一眼，我要四面是墙，配备厕桶的便所，不是一不小心就会掉进粪坑的茅厕。真他娘是个公主。李悟说。沈朱熹盯着李悟，眼眶微微红了，你骂我？我骂我自己呢。李悟说，你说，一次说完，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样。既然他盛情鼓励了，沈朱熹也就不客气了，他一口气说道，我还要洗面洗头的澡豆，要2个小香炉，一个熏衣一个熏被，还有。沈朱熹絮絮叨叨说了一大串，停了下来，看着李悟，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你是想把家里搞成皇宫了。李悟说，成亲之后你自己去镇上商铺置办，
老子就不信，你在这鱼头镇还能把老子买破产不成？沈朱熹高高兴兴道：“我们写个契约。”我不认字。我认字。沈朱熹说：“你可以画押。”一直表现配合的李悟此时却一反常态的倔了起来。我不认字，哪里知道你写了什么？万一你给我写张卖身契怎么办？我不是那种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那种人？不等他争辩，李悟又说道：“契约我是不会写的，但你提的这些要求我都会守诺。你认识我这么久，我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吗？”沈朱熹狐疑的看着他，眼里就差写明了这可说不准。今晚为了找你，鞋快跑破了不说，还得罪死了镇上的乞丐头头，结果你还是不信我。李悟叹息一声道：“罢了，终究是我错付了。你在哪儿学的台词？”戏棚子里。李悟抬头看着他：“我们假成亲后，我可以带你去看戏。”他的眼睛比一般人更明亮，即便在没有点灯的昏暗室内，眼中也有光芒闪动。看着这双眼睛，很难去质疑他做出的承诺。沈朱熹退让一步说：“不立契约便算了，但如果你有一点违约的地方，我们这份约定就即刻作废。你说了算。”那……沈朱熹刚想请他出去，李悟却截掉了他的话头：“你的要求说完了，我还没说我的呢。你还有要求？”沈朱熹目瞪口呆，他竟然好意思提要求。李悟灼灼的目光落在他脸上，不论是他的眼神还是语气，都摆明了不容他稍微回避。第一，我们虽是假夫妻，但此事只能你我知道。沈朱熹点头：“好。”第二，关系期内，你不能同其他男性眉来眼去，有任何私情。没问题。第三，解除关系要两人同意，你一人说了不算。沈朱熹刚想反驳，转念一想，等太子或傅玄淼站在他面前，解不解除还是他说了算吗？思及此处，他再次点了点头：“好，我就这3条要求，要是彼此都没意见，明日我就找人算个黄道吉日，把婚事给定下来。”临门一脚了，沈朱熹不由迟疑了片刻，最终他还是咬了咬牙说：“好。”李悟嘴角扬了扬，待沈朱熹去看时，却又恢复了原样，让他怀疑是夜色深深看走了眼。他从床上站起说：“我去厨房烧水，好了再叫你。”李悟撩开竹帘走出后，沈朱熹还有些回不过神来，他这就嫁出去了。又一次。事已至此，再胡思乱想也没益处，不如走一步看一步，乱世当头，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沈朱熹打定主意，将顾虑按下，说服自己在这里安下心来。沐浴洗漱之后，沈朱熹躺上硬床，不免又在心里抱怨床太硬，硌得他四处生疼。但偏偏就是这么奇怪，这张让他极为不满的床，从来没有让他失眠。第二日一早，沈朱熹被鸡鸣声叫醒，揉着眼睛从卧室走出，正好看见李悟站在院子里和李颠李雀说话。见到出门的沈朱熹，李雀满面笑容：“嫂嫂早。”第17章，毫无预料的情况下被人叫做嫂嫂，沈朱熹当即脸烫了起来。还没成亲，别乱喊。李悟说：“知道了。”李雀笑着朝沈朱熹扬了扬手里的荷叶包，说：“沈妹妹起的正是时候，我带来了玉子饼。”沈朱熹还未梳洗，就这么出现在3个大男人面前，总是有些不好意思。他垂下目光，胡乱点了点头，也顾不得看人，匆匆来到后院洗漱。洗漱后，沈朱熹对着水缸里的影子，把一头乌黑的发丝简单束了起来，接着回到堂屋。3兄弟已经落座，桌上的荷叶包已经打开，隔得老远，沈朱熹就闻到了那香浓的芋头味。他在仅剩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后，李悟将荷叶往他前面一推，诺。有李颠和李雀在场，沈朱熹拘束不少，低声道：“多谢。”李悟皱起眉头看了他一眼：“你睡傻了？”沈朱熹很想说他又在放屁，但碍于另2个人在场，强笑道：“礼不可废。”我鸡皮疙瘩起来了。李悟抬头对桌上2兄弟道：“你们回去吧，吃了饼再走。”李颠含糊道。李雀放下手中的玉子饼，说：“屋子不见了吗？原来是给他修便所和浴室的。”沈朱熹一听就忍不住开口了：“要见。”今天不见了。李悟说。沈朱熹问：“那什么时候才能见？鸡皮疙瘩什么时候消下去了，什么时候见？”沈朱熹一口气噎在喉咙里，怒气冲冲地瞪着他。李悟见状，不仅不生气，反而咧嘴笑了，一双黑亮的眼眸神采奕奕，如遇朝日光辉。还是这样好，看着活生生的。他就着他的手，把玉子饼把他嘴边推了推：“快吃吧，你想要的一个都少不了。”沈朱熹气鼓鼓地咬下一口玉子饼，然后就忘记了生气。芋头特有的香味在他嘴中扩散，配合着酥脆掉渣的千层饼皮，一口下去就让人难以忘怀。他惊讶道：“这里面的馅是怎么做的？居然一点儿也不腻。”李雀笑道：“这是丁记点心铺的招牌，具体的配方我也不知道。沈妹妹要是想学，改日我去帮你问问丁三娘的独门秘诀。”沈朱熹一听犹豫了：“
还是算了吧，既然是别人的独门秘诀，那有什么关系？李悟说，你连水都不会烧，难道听了别人的秘诀就会做饼子了？但凡李悟开口，沈竹溪就总忍不住还嘴，只要我肯学，我就一定能学会。李悟瞥他一眼，眼中嘲笑清晰可见，等你学会烧火再来说这话吧。李雀儿居中协调，打断两人的斗嘴。大哥，听说你最近在习千字文，学得怎么样了？简单，难不倒我。李悟说，多看多写也就记住了，镇上那些读书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千字文学完以后，大哥准备学什么？论语吗？不要那个。李悟皱起眉头，转头看向沈竹溪，我们下一个学什么？老子不考科举，不学那些迂腐的东西。呵呵。沈竹溪提起两边嘴角，礼貌一笑，等你默写千字文不再出错了再说吧。李雕几口把手里剩下的半个玉子饼吃进嘴里，鼓鼓囊囊的开口说话了。说什么呀？你们，我怎么听不懂一句？他孩子般的眼神看了看礼物，又看了看沈竹溪，又粗又结实的5根手指拿起荷叶里的最后一个玉子饼，说：相亲相爱，不要吵架。不吵，你吃你的。礼物放缓了声音。沈竹溪觉得玉子饼好吃，但他吃了半个就再也吃不下去了。礼物还像之前一样自然至极的吃了他剩下的半个玉子饼，连他吃过的地方也没扔掉，一口就直接进了肚。沈竹溪本想提醒他，后来想想算了，他如此不在意，反倒显得他极其在意了。饭后不久，沈竹溪正在院子里重写千字文，篱笆外响起一阵从远到近的车轱辘声，离得近了，沈竹溪还能听见男人吃力喘气的声音。车轱辘声在李家的木门外停了下来，有人敲响了房门，在外边说：礼物，东西给你拉来了，你出来看看。沈竹溪离门口最近，他上前打开了木门，外边的男人见了他的模样，略微一愣，接着说：东西给你们拉来了，你们自己商量怎么弄进去。沈竹溪往他身后一看，4个一看就是干苦力的黝黑男子站在一辆牛车前，上面叠着密密麻麻的麻布口袋，在口袋上边还有4块又厚又长的木料，这么多货物全放在一辆牛车上，光看车轮深陷地面的程度就知道这些东西有多重。麻袋还好，那比礼物还高的木料，沈竹溪实在不知要怎么弄进院子。好在堂屋里擦拭清洁的李雀儿出来了，他站在门口看了一眼，一点没觉得伤脑筋，神色随意的回头喊了一声：二哥。睡在里屋那张芦席上的人影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刚刚的呼喊。二哥。李雀儿再次喊道：大哥说搬了这些，中午就给你做下水吃。此前还如死尸一般动也不动的人影，忽然如同鲤鱼打挺那样灵敏地蹦了起来。李雕急急忙忙向着门口走来，嘴里还反复追问道：真的吗？真的没有骗我？大哥真的做下水吃？李雀儿说：你搬了不就知道了。李雕不疑有他，走到牛车前，眼神上下打量车上的货物，似乎在考虑从哪儿下手比较好。沈竹溪看不过去，刚想问他需不需要别人帮助，就见李雕双手环抱住车上的4块厚木料，气沉丹田，一声中气十足的低喝，一口气将7、8块木料整个抱了起来。李雕面色通红，额头胀起一根根蚯蚓似的青筋，手背上也是经脉毕现。他微微蹲下身子，再喝一声，沉重的木料继续上移，被他扛在了肩上的位置。李雕保持着下蹲的姿势，把腰弯了下来，像是预备驮上什么。李雀说：哥哥们帮帮忙，把沙袋放到他背上去。眼前这一幕实在超出沈竹溪的认知，他怕这小山般的重量压垮李雕，也顾不上什么礼不礼节了，说：不行，这样会压断他的骨头。4个刚准备动手的男人停下了，李雀直接看向李雕：二哥，你说呢？快点加。李雕嘟囔道：我要早点吃下水。李雀看向牛车旁的4个男人：搬吧。4个男人很快动手，一袋接一袋的麻袋往李雕背上加去，每加一袋，他穿着黑色布鞋的大脚就会往下陷入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断喊着再加一袋。等到背上除了4块厚木料，还有3袋扑簌簌往下落灰的麻袋后，李雕还在说再加一袋。李雀说：加不了了，再加袋子就放不稳了。李雕这才作罢，驮着沈竹溪已经无法想象有多重的货物，一步一步脚步如雷，稳稳地穿过木门往后院走去。沈竹溪看得呆住了，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蛮力，他怎么能？不知不觉他已经将自己的疑问出口。李雀对他的反应见怪不怪，说：天生的，他以前的愿望是考取武状元。这话让沈竹溪更为吃惊，他露出讶异的神色，还未说话，李雀便已经答道：他不是先天就傻。说完这句，李雀就闭上了口，显然不欲多言。沈竹溪见状，默默吞回疑问，不再追问更多。李悟3兄弟似乎每个都不简单。李雕来回3次才将牛车上的货物搬了个干净。4个男人带着牛车告辞，李雀笑眯眯的相送，口中一口一个哥哥，哄得对方颇为高兴，让其缺什么就再说一声。4人离开后，沈竹溪跟着李雀一起回了院子。李雀说：沈妹妹，这几日白天我和二哥都要在这里叨扰了，
后边契房或许吵闹，要是吵到沈妹妹读书，还请多多包涵。沈朱熹脸红道：我哪有书可读，你们自便即可，不必顾我。不顾不行。李雀儿玩笑道：扰了沈妹妹，大哥可不会放过我。沈朱熹刚要说话，两手沾着泥土的礼物从后院走出，他神色不快地看了眼站在沈朱熹面前的李雀儿，说：二弟都开始抹墙了，你还杵着干什么？这就来了。李雀儿朝沈朱熹笑了笑，走向后院。李雾走到沈朱熹面前，看了眼桂花树下已经写了一半的千字文，说：今天我不习字了，要是抓紧时间，今晚就能把屋子给砌起来。沈朱熹巴不得他尽快建好便所和浴室，体贴道：你忙去吧，左右就是一盏茶的功夫，明日我再写一遍也是一样的。他刚刚说什么了？李雾忽然问。沈朱熹一愣。李雀儿，李雾眼中露出不悦，他和你说什么了？你羞羞答答的做什么？沈朱熹瞪大眼睛，我没有羞羞答答。没有最好。李雾警告的看他一眼，别和其他男人眉来眼去。沈朱熹，他什么时候和别人眉来眼去了？此人一定是得了每日都在放屁的怪病，嘴里一日不放，心里就一刻不舒坦。沈朱熹懒得和他一般计较，转身回了卧室睡回笼觉。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还听到李雾和李雀儿的对话隐隐约约从卧室的窗外传来。老子用不着你帮忙，大哥你踢轻点，我一会儿还要干活呢。迷迷糊糊的，沈朱熹便睡着了。晌午的时候，李雾来叫他用午时，沈朱熹恍惚又回到了宫中一日三餐都有人服侍的时候。他下意识地伸出手，等着玉纱搀扶，面前半晌都没动静。他睁开半梦半醒的眼，看见床前的李雾露着一言难尽的表情。公主，梦醒了。他说：出来吃馒头吧。第18章，馒头这东西偶尔吃一口还行，当主食下肚，沈朱熹多吃2口就咽不下去了。反观李氏三兄弟，人手一个涂了腐乳的馒头，李颠拿了2个，左右手开弓，大口大口吃得正欢。你吃吧。沈朱熹把少了一个缺口的馒头递给李雾，他没接馒头，看他一眼，吃这么少，我的食量本就不大。沈朱熹敷衍道。吃过馒头，三兄弟继续回到后院工作。李雀儿蹲在墙边，一边往泥木混搭的墙体上抹泥，一边问：大哥，沈妹妹吃这么少，不会是吃不惯馒头吧？李雾沉默片刻，说：她一向吃得少，什么都吃不惯。李雀儿说：沈妹妹是从宫里出来的，也算情有可原，大哥要对她好些，才能笼络住沈妹妹的心。我还要怎么对她好？李雾横眉道。李雀儿把一坨烂泥甩在墙上，接着用瓦片给刮平了，叹息道：大哥就是这样，不懂女人心思。麻烦麻烦。一旁干得大汗淋漓的李颠说：女人麻烦。李雀儿白他一眼，说：又不是你娶媳妇，麻烦不到你身上。李雾打开一旁的几个麻布口袋，露出里面一叠一叠整齐的瓦片来。李雀儿见了吃了一惊：大哥，你要用瓦片来做屋顶？乡下人间，穷的人都是用茅草来搭屋顶，不要钱的茅草郊外大把，最面上的一层腐朽了，扔掉再搭就是，不怎么费事，又能省下一笔不小的瓦钱。就连堂屋的屋顶也有大把人用的茅草，更不用说排屋的茅厕。李雾此举确实出人意料，看看镇上就知道了，除了县老爷的府里，鱼头镇谁家是用瓦片来做茅厕屋顶的？一次到位，免得他见了老子又叽叽咕咕。李雾拧着眉头骂骂咧咧，一副不得已而为之的样子。李雀儿抿嘴笑，没有戳穿他蹩脚的掩饰。三人你一言我一语，手里的事情不停，不一会，一间新的毛坯屋就出现端倪。李雾看了眼已经开始毒辣的日头，起身说道：都休息一下，太阳下去了再继续。李雀儿放下了手中的活计，李颠儿却还在蛮干。李雾叫他休息一会，他傻乎乎的笑道：弟弟不累，大哥休息。李雾看了眼李雀儿，你看着他点儿，大哥放心吧。李雀儿笑道。李雾这才往前院走去，刚走了没几步，他就犹豫停了下来。他想了想，转身走到茅坑对面的小水缸里，舀水清洁了脏兮兮的双手，连污泥挤入的指甲缝也没放过，只把2只手洗到看不见一点脏污，他才甩干了手上的水迹，往前院走去。那呆瓜没在院子里，李雾走进堂屋也没看见他的踪影。他站在竹帘前，往里说道：沈朱熹。门帘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撩开门帘一看，里面空荡荡的，哪儿还有人影？李雾的太阳学突突的跳了起来，这疯婆娘又跑了。他无名火起，脸色难看的往堂屋外走，把刚跨进堂屋的人吓了一跳。李雾看着他：你去哪儿了？怎么都不说一声？我就在家门口，还要和谁说一声？沈朱熹惊讶道。家门口3个字极大的抚慰了李雾的不快，他的眉头舒展开来，目光也落到了他手里端的泥碟上。这是什么？家里连个花瓶都没有，以后想插花都没有地方。我找了半天，就这个泥碟还能一用。沈朱熹说着，走到方桌前，把盛满小白花的湿润泥碟放到了中央。
门口的白花落了一地，就这么烂在泥里，也太可惜了，不如捡干净的收集起来做个点缀。没有是因为以前用不着。李乌说：“你想要就买呗。”沈竹溪高兴道：“不知道这镇子上有没有定窑的瓷器，定窑的白瓷最为好看。”李乌不知道什么是定窑，但这不妨碍他听懂他想要的一定又是鱼头县没有的东西。去镇上逛逛不就知道了。他说。沈竹溪眼神先是一亮，接着又暗了下去。可是李乌知道他在担忧什么，说：“我在家我陪你，我不在家里颠陪你。”那就好。这呆瓜的脸色肉眼可见的明亮起来，毫无防备的抬头朝他笑了，一双娇滴滴的杏眼波光潋滟。你在想什么？沈竹溪问。李乌回过神来，他眨巴着一双无辜而明亮的大眼睛望着他，乌黑的睫毛又密又翘，扇得人心里发慌。李乌没话找话道：“你涂了胭脂吗？”沈竹溪一愣：“没有啊。”“那你的脸颊为什么是粉的？”“有吗？”沈竹溪摸上了自己的脸，一脸茫然。李乌见他已经忘了上一刻在问什么，说道：“成亲的日子已经定了，最近的黄道吉日在下月初5，家里差什么我不清楚，你找个时间去街上购置你要的东西，我让李颠陪你，他可以帮你搬东西。”沈竹溪点点头。李乌走到堂屋一角的炉席前，一屁股坐了下来，紧接着就大喇喇地躺下了，长腿长手，那是有多舒服放多舒服，丝毫不在意堂屋里还有一个沈竹溪。我睡会，太阳下去一点就叫我。他把手臂搭在眼睛上，遮挡门外刺目的日光。知道了。3月的太阳已经初露微粒，沈竹溪本想等日头西斜再叫他，没想到他自己先醒了过来。李乌坐在炉席上，梦游似的看着他一会，接着就去后院继续工作了。3兄弟干活果然很快，特别是个有力大无比的李颠儿。不过一天，一间稀泥和木料一起搭的毛坯屋就立在了后院里。除了丑些，沈竹溪也没别的不满，况且这屋子比他想象的更大。他原本以为李务会图省事，给他修一个只够转身的小屋子呢。他站在新修的屋子前，高兴地问：“这是浴室还是便所？”“两个都是。”李务说。沈竹溪的笑容在脸上冻结：“什么？你用马桶的时候就是便所，你用浴盆的时候就是浴室？”李务理直气壮地说：“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了。”沈竹溪说：“你答应我是修浴室和便所的。”“对啊，浴室和便所都在你面前了。”李务说：“还差马桶和浴盆，你自己上街买去。还有一个事情，马桶你要自己去倒，就倒在茅厕里。”沈竹溪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李务说：“倒马桶总不至于也让你摔进粪坑里吧？”“流氓，无赖！”沈竹溪不想和他说话，虽说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但总归他也能在有屋顶的地方沐浴如厕了。当天晚上，沈竹溪和3兄弟一起吃了西食。在宫里，他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吃饭，即便是他邀请玉莎一起吃，玉莎也只会婉拒。李务他们就不一样了，坐在他面前，一个比一个自在。李务长手宽摆，老大爷似的，一人占据整个一边。李雕左手一个大馒头，右手一碗热腾腾的下水汤，扬起脖子喝得稀里呼噜。李雀儿边吃边说话，说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这些都和沈竹溪接受的教育不一样。他们3人是沈竹溪受到的教育里最鄙视的那一种人，但偏偏相处久了，沈竹溪对他们的鄙视却越来越淡。他在宫里接触的人，不是学富五车，就是女德典范，他们都很优秀。可是沈竹溪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没像现在这样自在。傻看什么？快吃！李务夹起一块炒笋尖放进他碗里。沈竹溪嫌弃他拿的不是公筷，但最后还是把这块笋丝放进了嘴里。好鲜！他惊道。那当然。李务神色得意，也不看是谁一大早去山上挖来的。你亲自去挖的？沈竹溪讶然。李务不知为何咳了一下，回避了他的视线，没好气道：“好吃你就给我吃完，你问这么多，还想知道这笋子的家谱不成？”沈竹溪已经习惯了此人嘴里没句好话，每当此时，他都会安慰自己，不要和他一般计较。沈妹妹，我能和你商量件事吗？李雀儿忽然说道。比起他大哥，李雀儿说话真是无比动听。都是李家人，怎么嘴巴一个放屁一个往外蹦花泥？我和二哥原本都是无名之人，后来因为我说话又多又快，二哥比常人更高大，人们叫我麻雀，叫我二哥大雕。这名字不好听，所以大哥就让我们跟着他姓，又叫我们雀儿雕。原来是这样。沈竹溪惊讶道：“我知道沈妹妹是读过书的人，能不能麻烦你为我们取个新名字？”沈竹溪心中同情这2个连名字都是随便叫出来的人，问：“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李雀儿还没说话，李颠儿先一步开口了：“兄弟名字。”沈竹溪没怎么听懂，李雀儿解释道：“我们想要一个听上去就和大哥一家的名字。这要求简单，
沈珠溪开始琢磨礼物的名字。物字其实不算好字，物通常指的鸭子，趋之若鹜，好高骛远也不是好词，硬要掰扯一个褒义词，那便是物行疾驰的意思。礼物的名字是谁给他取的？此字并不常见，为何偏偏选了个物呢？他沉吟半晌，朝李雀说道：“物乃鸟类，你原本又名雀，不如就叫李雀。喜鹊鸟的雀，闻之有喜事发生，鹊起也有崛起之意，寓意前途远大。这个好。”他双眼发光，满脸喜悦。今后我就叫李雀了。李雀在此谢过沈妹妹赐名。还有我呢？我呢？李雕急不可耐道：“雕虽大，但非最大。从今以后，你不妨叫做李鲲。鲲鹏乃世上最大的鸟，鹏团鲲运，生来不凡。都是鸟，都是鸟。”李鲲不懂他说的那些话，依然拍手大笑。好，喜欢。两兄弟极为开心，他们的喜悦也感染了沈珠溪，让他跟着笑了起来。李物端起面前半碗肉汤，朝他举起。怎么？沈珠溪不明所以。把你的碗端起来。李物说。沈珠溪照做了，李物的碗在他碗边轻轻一撞，清脆的响声从两道碗边里发出。他把碗里的肉汤一饮而尽，动容的目光从他脸上转瞬掠过。多谢了。第19章。第二日一早，沈珠溪在李鲲的陪伴下出了李家小院。昨夜李物和李雀一起歇在堂屋里，天不亮就出门了，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沈珠溪试着问了问李鲲：“你知道李物去哪儿了吗？”李鲲搔了搔后脑勺，说：“挣钱去了。”做什么挣钱？李鲲说：“挣银子，挣铜板，挣了钱才能买肉吃。”沈珠溪换了个方式，又问：“你们挣钱的时候通常做些什么？”李鲲嘿嘿笑道：“去了镇上，玉子饼给我买。”问了半天，什么也不知道。沈珠溪反被他搞得一头雾水。李物这是在做什么营生呢？不出门的时候一连几日都不出门，出门的时候顶着夜黑高天就悄悄走了。李鲲走路比李物更快，沈珠溪追得没一会就冒出了毛毛汗。他忍不住埋怨道：“你走慢一点呀！”李鲲停下大甩的脚丫子，这才意识到两人中间空了一大段距离。他傻笑道：“大哥快，你太慢了。”这回沈珠溪听懂了，他说：“李物走的才没你快呢。”才不是。李鲲摇头晃脑，慢吞吞地说：“大哥快，我慢，三弟最慢。”沈珠溪懒得和他争辩，李鲲自言自语道：“现在你最慢。”李鲲就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脚步刚放慢了一些，没一会就又快了起来。沈珠溪只得不断提醒他，要他慢一些走路。两人一走一停，互相都有不满，终于在矛盾爆发之前来到了鱼头镇大街上。李鲲嘟哝道：“慢死了，慢死了，玉子饼给我买。”沈珠溪知道皇宫里那些年纪小的皇子们闹起来是个什么模样，只得好言安抚道：“知道了，看见了一定给你买。”李鲲不买账，说：“先买，不买不走了。三弟总是骗我，万一你也骗我。”沈珠溪没法，只能让他带路，先去卖玉子饼的地方。李鲲闻言立即引路，一步三回头的看他有没有跟在身上，让沈珠溪哭笑不得。到了丁记点心铺，门前已经排着人山人海。沈珠溪刚要加入队伍末尾，李鲲就抓着他的衣袖，把他往队伍龙头挤去。李鲲那个头，谁能扛得住？不到片刻，沈珠溪就已经到了冒着热气的炉前。李鲲，你不能这样！沈珠溪被周围人的各异目光看着，一张脸由白转红，心里骚得慌。李鲲不理他，径直对铺子前的老板娘说：“玉子饼3个、4个、5个。”老板娘倒是没有生气，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到底要几个？5个，5个。李鲲高兴地说。老板娘手脚利落，很快就把5个热乎乎的玉子饼用大荷叶包了起来。沈珠溪用礼物给的钱结了账，转过身来，李鲲已经呼哧呼哧的吃了半个饼子。现在可以陪我去买东西了吧？沈珠溪说。走啊！李鲲大步往前走，仿佛不配合的是沈珠溪一样。购置家用，装扮新房，要买的东西很多，但礼物只给了他一吊铜板，让他用来买吃买喝。他的原话是：进店之后只管告诉他们，记在礼物账上就好了。沈珠溪还是第一次体验这种交易方式，心里发虚。他左看右看，选了一家果蔬铺走近。李鲲对水果没有兴趣，留在外边逗弄一条拴在石柱上的小黄狗。果蔬铺并不大，但胜在整洁明亮，一看就是备受精心打理。铺子最里边，一位穿不裙的大娘正用五指蘸水洒在各个竹篮里的果蔬上。姑娘，选点什么？大娘放下手中水碗，热情道。枇杷怎么卖？沈珠溪问。1斤40文，来点吗？都是今早新摘的，还带露水呢。大娘说。沈珠溪怀疑那究竟是露水还是他碗里的水，但眼下这并不重要。他犹豫片刻后说：“能记在礼物账上吗？”大娘一愣，眼神在他身上来回打量了一会，说：“可以啊，
除了琵琶你还要什么？我给你一起包起来。沈珠溪松了一口气，看了看铺子里的其他水果，说：桑葚也要一点吧。桑葚多少钱？桑葚比枇杷便宜，15文一斤。沈珠溪想了想3个男人的食量，说：各要1斤吧。大娘从柜台下扯出一张宽大的荷叶，迅速把沈珠溪要的2种水果各包了起来，再用麻线绕着4周系得结结实实，递给沈珠溪。沈珠溪提着打了结的2包荷叶出门，转手交给了李坤，叮嘱道：里面是水果，别甩来甩去，碰坏了。猪猪啰嗦。李坤把手里最后一口玉子饼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小黄狗在他脚边摇着尾巴，黝黑的鼻头上也沾着淡紫色的玉子线。沈珠溪叹息一声，弯腰捡起了李坤脚下包玉子饼的空荷叶。李坤不说话也不阻止，好奇地看着他的举动。不要的东西不能乱扔，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那街上会像什么样子？沈珠溪说：像什么样子？李坤反问。脏得无法下脚。沈珠溪说：你想吃玉子饼的时候一脚踩进牛粪里吗？李坤皱起眉头，一脸嫌恶。当然不想。沈珠溪谆谆善诱道：那你想街上走路的时候别人吐的瓜子壳飞进你的鞋子里吗？不想。那你想一不注意就踩着别人扔下的荷叶摔倒吗？李坤再次摇了摇头：不想，不想，讨厌摔倒，屁股疼。别人也不想这样，所以下次你不能再乱扔东西了。更何况若是到了京城，你这样乱扔垃圾是会被捉去砍手的。沈珠溪说：你要扔什么先收集起来，等找到了兜侧再扔。你要是听话，以后我还给你买玉子饼。李坤的眼睛立马明亮起来：真的吗？真的，但你要听我的话才行。沈珠溪说：听你的，都听你的。李坤嘟嘟囔囔道：大哥也叫我听你的，但是兜侧是什么？公厕。沈珠溪说：鱼头线没有吗？哦，大粪缸。李坤说：前边尽头。沈珠溪皱了皱鼻子，仿佛已经闻到了比里屋家茅厕更销魂100倍的味道。我们走吧，要买的东西还多呢。他把荷叶塞到李坤手里，李坤乖乖地接了。试了水之后，一切都简单了。沈珠溪边看边逛，边走边买。没一会，李坤双手就提满了大大小小的荷叶包。乡下地方不像京城里都是用纸来包物，这里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需要包的物品统统都是用荷叶包裹。荷叶大结实，还有一股清香，最重要的是不要钱，是每家商铺都极为青睐的包装物。沈珠溪买的多了，渐渐也就不问价了，喜欢就买，反正记在礼物账上，他也不知道究竟花了多少钱。那些商铺的老板一听礼物的名字，脸上就笑开了花，不管他要什么都极为爽快的答应，好像丝毫不担心他无钱结账。沈珠溪不禁疑惑，礼物又没当官，看上去也不是经商的样子，怎么在鱼头县就这么有信誉？金银楼是沈珠溪此行最期待的地方。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几日没换了，天知道他现在最想的就是能买几套日常更换的新衣。至于此次购置的重中之重嫁衣，沈珠溪反倒没放在心上。整个大街就属金银楼最高大醒目。沈珠溪一进大门，2个清秀小厮就一左一右围了上来。姑娘，里边请，今儿上了不少新货，衣装在楼上，金楼在楼下，你想先看哪样？原本在外边待着的李坤忽然闯了进来，一手一个提着小厮的领子，生生把他们提离了地面。李坤不顾2个小厮的惊叫，恶声恶气道：离他远点。沈珠溪连忙拉住李坤，再三澄清他们并未伤害自己，李坤才把2人给扔回了地面。他两眼圆瞪，怒视着惊魂未定的2个小厮。大哥说过不让人动他一根手指头。年纪稍大一点的小厮苦笑道：误会误会，我们本就没有恶意，现在知道是礼物的人更不敢造次了。李二哥尽管放心。李坤用鼻子重重地喷了口气，杵在沈珠溪旁边不走了。年纪稍小的小厮重新堆起笑脸，为有些尴尬的沈珠溪解围道：姑娘不如上楼看看，选了衣装再来看搭配的头面，岂不正好？也好。沈珠溪笑了笑，跟着他走上了楼。李坤也跟着上了楼，踩得金玉楼的木质楼梯滋滋作响。小厮将他引到2楼便离开了，改由2楼的一名女子接待。女子将金玉楼的各种花样吹得天花乱坠，但沈珠溪一看便知，这些在他口中最时兴的样式都是京中贵女早已淘汰了许久的东西。最终他避开女子的推荐，一点就是10几套成衣，全是不易过时的经典式样。沈珠溪买得多，女子脸上的笑容也就越灿烂。他把沈珠溪要的衣装都从挂衣架上拿了下来，好意提醒了一句：姑娘选的都是稳重颜色，你人既年轻，颜色又好，不如选几件颜色鲜艳的好出门。沈珠溪的眼神早就在另一挂衣架上的几件鲜亮衣裙上徘徊许久了，但他还是摇头拒绝了女子的好意：不必了，这样就好。那姑娘让这位大哥回避一下吧，我给你量量尺寸，改好以后会有人送到你家来。
沈珠溪站着不动，一副犹豫的样子。女子误会了他的意思，说道：“姑娘不必担心，我们金玉楼的绣娘是镇上最好的，保管给你改的一点都不看来。”沈珠溪不开口不行了，她吞吞吐吐道：“我还想选一件嫁衣。”嫁衣？女子惊讶道：“这嫁衣什么时候用？”下月初5。那定做是来不及了，这里有几套成衣，姑娘可以看看。女子引她走到阁楼深处，拉出一面挂满大红嫁衣的挂衣架。沈珠溪心有抗拒，扫了两眼便随便指了一套：“就这个吧。”嫁衣选定了，他指李坤去楼下等待，让女子给他量了尺寸，然后正要报上李家地址，女子扬唇一笑：“不用报了，镇上谁不知道李屋住哪儿？他在这里很有名吗？”沈珠溪试探道：“姑娘既然嫁给他，以后自然就知道了。”女子笑道：“我叫桑娘，金玉楼聘用的绣娘是我母亲。姑娘拿到衣服后有什么不满意，直接来金玉楼找我就好了。”沈珠溪忙道：“我叫沈珠溪。”桑娘笑道：“我正好也没别的客人，就送你下去吧。听说你还要选头面，我知道哪些是真正刚来的新货。”沈珠溪道谢后，两人一前一后走下楼梯，刚走到一半，沈珠溪就听到楼下响起一个气恼的女声：“大傻子，怎么又是你？”第20章。沈珠溪心里一紧，加快脚步走下楼梯。金银楼大堂里，李坤和一名年纪和他相仿的少女正对峙着。少女盘着为出阁女儿才梳的双平髻，头上不见一样饰物，身上穿着青绿色开地锦纱裙，裙上绣着姿态各异的活泼锦鲤，裙底露出一双绣花锦缕的斜肩。少女和衣裙上的锦鲤一样，都大瞪着眼睛对面前的李坤怒目而视，而李坤则背着双手故意视而不见。“大傻子，你别以为装哑巴就行了，你！”少女怒气冲冲，伸手推搡李坤。李坤一脸不高兴，既不说话也不还手，活像个正被母亲指责的倔强孩子。沈珠溪3步并作2步，挡在二人之间，拦下了少女粗暴的动作。“你怎么动手推人？”沈珠溪皱眉道：“你又是谁？”少女柳眉一竖，不悦的眼刀朝他射来。沈珠溪还没说话，他气势凌人的眼光已经在他脸上转了2圈。“你就是礼物带回来的女人？”沈珠溪转头看向李坤：“你没事吧？”李坤摇了摇头，眼神在少女和地面之间来回闪躲。“你好不公正！”少女怒声道：“你没见他偷了我的发簪吗？怎么倒过头来还问他有没有事？他这么大的个子，难道我推他2下还能把他推出内伤吗？”沈珠溪一愣，再次看向李坤：“你拿了人家的发簪，是偷？”“偷！”少女重声道：“不是第一次了，他上次还偷了我的荷包。”“你还偷钱？”沈珠溪的脸色不好看了。“我没偷钱。”李坤小声辩解道：“我没要他的钱。”“是啊，没要我的钱，偷了我的荷包，把钱扔了，把荷包抢走了。”少女气势逼人，两手再次向着李坤伸来：“大傻子，你还我荷包，还我簪子！别以为我和其他人一样怕你。”李坤不等少女的手抓到自己，一个灵活转身，头也不回地向着门外跑了，转眼便不见了身影。这就跑了？沈珠溪目瞪口呆，这下谁来帮他把买的东西给送回家？少女冲到门口，气得在地上跺脚：“大傻子，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门外的行人朝他投来诧异的目光，2个清秀小厮连忙围上，甜言蜜语哄着少女消气。年纪稍大的说：“随姑娘消消气。”那李坤也就是个子像个大人，实际还是个小孩呢。年纪稍小的说：“他偷了你的东西，你和李屋说说，他准会给你送回来。对了，你和这位姑娘说也是一样的，他给你带句话，你的东西不就回来了吗？”少女余怒未消的眼神落到沈珠溪身上：“我又不是心疼那几个物件，我是气他无法无天。这衙门就不管偷东西的傻子吗？”“哎呦，随大小姐。”年纪稍小的小厮说：“这年头，衙门连聪明人都不管了，更别说傻子了。”沈珠溪不知前因后果，犹豫片刻，开口道：“我会把此事告诉李屋的。如果李坤真的偷了你的东西，我一定劝他给你还来。”“你说劝就劝。”少女气哼哼地走了回来，她倚着金银楼的柜台，用稍微消了气的眼神看向沈珠溪：“你和他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帮大傻子收拾烂摊子？还有，大傻子不是叫李雕吗？李坤又是谁？”“李坤原名李雕，但如今已改名叫做李坤了。至于我是李屋的未婚妻。”沈珠溪迟疑片刻，过门之后，李坤自然也是我的弟弟，如果他做了错事，我当然要管。未婚妻？少女忽然站直了身体，比先前友善数倍的眼神向他扫来，有意思，我倒要看看李清曼知道了这个消息还笑不笑得出来。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两位既然已经平息了冲突，就不要再为不愉快的事生气了。桑娘开口打岔：“我看2位姑娘年纪相仿，不如一起在这金玉楼挑挑，互相还能给个参考呢。”“哼！”少女看了看沈珠溪身上的衣着，
意义不明的轻轻哼了一声。阿金、阿银，你们还不为随小姐把近日的新货给拿出来？桑娘说。两个小厮刚哎了一声，这位叫随小姐的人就竖起了眉毛。你打发两个小厮陪我，倒去陪别人，是不是看不起我？这说话风格有点礼物的风格，沈竹溪不由多看他一眼。他是不需要别人的参考意见的，所以主动退了一步，说：“我一人就可以了，桑娘不必费心。”那桑娘看向随小姐，后者得了桑娘，并不开心，拧着眉头说：“又不是生孩子，谁还不能一人选啊？”两个小厮扑哧笑了，桑娘皱起了眉头：“随小姐，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们真没意思。”随小姐一边抱怨着，眼神一边往柜台后的一排多宝架扫去。那个验差，给我看看。年纪稍小的小厮立即道：“随小姐眼光真好，这是前2日刚从京城来的新货。这春天啊，女子都爱戴验差，但我们这验差可是用的最好的珍珠、最好的金子做的，带出门去，保管随小姐一看就和别人不一样。”他说的是不是真的？随小姐问桑娘。桑娘点点头，说：“确实是前几日刚从京城来的式样。那是不是最好的珍珠和金子？”他没说，但随小姐也没察觉他的话术，一脸高兴道：“先放一边吧，我再看看别的。”两个舌灿莲花的小厮，再加上一个看似公正的桑娘，这位随小姐面前不一会就摆满了事物。旁边热火朝天，和沈竹溪这里形成鲜明对比。金玉楼里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他看不上的，偶尔有几样入了他的法眼，他让小厮为他取下后，却又因材质和做工放弃了他们。看来看去，他最后只选了2样东西：一只翠玉莲半簪，算不上华美，但胜在花样独特，玉色也还差强人意；一只花梨木的背中香炉，只有巴掌大小，雕刻着玉兔奔月的花样，清新可爱。他尤为喜欢这杯中香炉，越看越中意，忍不住问道：“这可是光州柳氏所制？”桑娘吃了一惊：“你怎么看出来的？”看风格。沈竹溪抿嘴一笑，右手轻轻摩挲香炉圆润的线条。擅做香炉的大家只有那么10几个，其中擅做背中香炉的又只有其中一半。这6、7人里，有的风格粗犷豪迈，有的精致奢华，有的又出尘脱俗。柳娘子是这些大家中的唯一一名女子，她的作品往往都是外圆内尖，暗藏锋芒。桑娘被他说的呆了，不止桑娘，金玉楼里的其他几人也一同呆了。你怕是在唬人吧？随小姐不服气道。沈姑娘说的没错，柳娘子的作品的确如此，我此前也察觉到了，但是没有沈姑娘观察的那么细致。桑娘说：“既然如此，沈姑娘可否说说，选这莲花半簪子又是为何呢？难道她也是大家所做？”沈竹溪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这是何人所做，她的能力也和大家相差甚远。但这根簪子上有股灵气，莲瓣惟妙惟肖，活泼生动，一看便知制作者下了苦功。此人能费心钻研，便比许多匠人高出一截。假以时日，他的大名也会流传开，也不一定。此人确实是个半路出家的匠人，但他天赋过人，短短2年便赶上了其他匠人10年的功夫。金玉楼的大当家也相信他早晚有一日能出人头地。”桑娘叹服道：“沈姑娘的鉴赏能力着实不凡。”沈竹溪有些不好意思，他在宫中也没有别的事情来打发时间，光顾着赏玩奇珍异宝了，所以才会出了宫后手脚无措，一无所知。桑娘的称赞反倒让他羞愧起来。你既然这么厉害，帮我看看这些，哪些值得买？随小姐半信半疑的把面前一堆首饰推向他。我不选。沈竹溪说。你看不起我？随小姐的眼珠子又瞪了起来。我选的即便成色好，出身名家，但你不喜欢，那又有什么意思？沈竹溪说：“你只管选自己喜欢的就好了，价钱合适，那便值得买。赏玩最忌随大流，在不懂行的情况下，选自己喜欢的是最妥当的。”这话还是傅玄淼告诉他的。那时候他在品鉴这一块还没什么经验，只知道看大家的眼色行事，别人说好，他就跟着夸；别人说不好，他就跟着挑刺。傅玄淼从不轻易评价他人，只是经常给他送各种宝物来。沈竹溪看得久了，摸得久了，慢慢也就知道了什么好，什么不好。随小姐听了他的话若有所思，也不知道把他的话听进去没有。沈竹溪选好了东西，说记在礼物账上。桑娘和其他店家一样，都毫无顾虑地接受了他的赊账。见他没有帮手，桑娘还好心提出派2个小厮闭店后把东西给他送回家。沈竹溪自然求之不得。走出店门后，沈竹溪担心撞上乞丐头，一路上视线就没安定下来过。快出集市的时候，沈竹溪路过一间小小的书坊，他在门前逗留了一会，买了几本新出的诗集，又想起目不识丁的礼物，顺便还买了几本孩童用的启蒙书。店主依然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赊账要求。第21章，沈竹溪在回家的半路上遇到来接他的李雀。沈妹妹没事就好，大哥见只有2哥一人回来，发了不小的火呢。李雀看了看沈竹溪空空的2手，沈妹妹买的东西呢？沈竹溪说：“
我拜托店家，空闲的时候送到家来。他们都答应了。那就好。李雀咧嘴一笑，要是大哥见你手忙脚乱回来，会更生气的。沈竹溪跟他走回李家院子前，李雀先一步推开门，停在门前等他进去。沈竹溪道了声谢，走进篱笆门，紧接着就见到了双手高举跪在桂花树下的李坤。李坤听到开门声响也不看他，委屈巴巴地盯着眼前的一片沙土。堂屋的门大开着，李雾坐在长凳上，双腿大开，桌上放着2个圆滚滚的荷叶包，旁边还有一坛封好的酒。沈竹溪走进堂屋，想为李坤求情，又不知如何开口。李雾看他一眼，先开了口：“路上出什么事没？”“没有。”沈竹溪摇了摇头，趁机说：“你饶了他吧，不止你这事。”李雾皱眉说：“我去随记鸡店，随蕊那个恶婆娘指着我的鼻子骂，连烧鸡也特意挑了一只最小的给我。他说李坤偷了他的发簪，让我100倍赔他。”李雾说着就来了气，他起身走到门口，对着跪在树下的李坤说：“你到底什么毛病犯了？上次偷拿人家荷包，这次偷拿别人簪子，这些女人家的东西，你要实在喜欢，说一声，老子给你买，行不行啊？”李坤被他骂也不开口，只是嘴扁得更厉害了，一副委屈极了的表情。“你别骂了。”沈竹溪小声道，“他还有没有偷别人的东西？就是偷了，我又怎么能知道？这镇头镇尾，只有随蕊那个恶婆娘才敢告他的状。”沈竹溪把他往屋里推：“你别骂他了，我去问问。”李雾不情不愿地在长凳坐下后，沈竹溪回到了院子。原本站在李坤面前的李雀见状，走向了李雾那里。沈竹溪停在李坤面前，说：“你真的拿了随蕊的簪子？”李坤既不否定也不承认，低着头一声不吭。“你大哥买了烧鸡，你要是还不能让他消气，你今晚就没有烧鸡吃了。”这话比什么都管用。李坤惊慌抬头：“烧鸡我要吃，你跟我说实话，我就想办法让你吃烧鸡，好吗？”李坤犹豫半晌，低若闻吟地说了声好。“随蕊的簪子是你拿的吗？”他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沈竹溪皱起眉头：“你为什么要拿别人的簪子？”“我愿意。”他闷声说。沈竹溪在他面前蹲了下来，耐心劝道：“没有经过别人同意，你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你也不想我随便拿你的东西吧？”李坤却忽然发起火来，碗大的拳头捶向地面：“我就是愿意！”李雾在堂屋里叫了起来：“你再捶一下试试！”李坤又蔫了，缩着脖子不说话。沈竹溪原本吓了一跳，李雾的存在给了他继续说下去的勇气。他不再勉强李坤说出原因，转而说道：“既然这样，以前的事我们就不提了。你能答应我，今后不再没有别人允许擅自拿走别人的东西吗？你如果答应，我就告诉你大哥，你已经改正了错误，晚上的烧鸡还是该分你一份。雕儿改了。”李坤嘟哝道。沈竹溪微笑道：“你现在叫李坤了，以前那个雕儿的坏习惯不可再带过来了。”他伸出手试探地拍了拍他的肩。李坤抬起无邪的双眼看了他一眼，并没有抗拒。沈竹溪再接再厉，接着说：“那只簪子，你现在就去给隋姑娘送去，并且向她道歉。我见隋姑娘心直口快，应是爽朗之人，你若诚心道歉，她也不会记恨你的。大哥不准我起来。”他嘀咕道：“大哥知道你是去道歉，自然就会让你起来。”沈竹溪说：“你去吧，我和你大哥在家等你，烧鸡也在桌上等你。”李坤慢吞吞地站了起来，沈竹溪跟着站起。他看了眼堂屋里沉着脸不说话的李雾，转身往门外走去。沈竹溪回到堂屋后，李雾说：“他去哪儿了？”沈竹溪说：“他去向隋姑娘还东西，并且道歉了。”李雾脸色稍霁，扯开酒坛上的封布，单手举起就往嘴里倒去。他一口气喝了许多，脖子上的喉结跟着酒液上上下下。等他再放下酒坛时，坛子已明显轻了不少。他牛饮了许多，脸上却一点醉意也没有。沈竹溪又惊又畏地看着他。李却对他的好饮见怪不怪，开口道：“大哥也别为二哥烦心了，他一向不着调，这些也不过是小麻烦，用不着发火。给我添麻烦倒没什么，我就怕他给惹不起的人添麻烦。”李雾沉着脸说：“这鱼头镇也不知还能待上多久，如果去了外边他还这样，早晚有我保不了他的一天。”李却在桌前坐了下来，对他的话沉默不语。沈竹溪忍不住道：“为什么鱼头镇待不久了？”李雾看他一眼，说：“没影儿的事。”事实上，尽管沈竹溪没有说烧鸡的事，李雾也没有去拆那烧鸡的荷叶，直到李坤气喘吁吁推门而入，他才假模假样的解开了荷叶包上的细绳。“烧鸡，我的，我道歉了，我的烧鸡，等等我！”李坤甩着大脚一路奔来，刚一落座就把荷叶包拥进了怀里。“拿出来！”李雾脸一沉，李坤就不情愿地松开了烧鸡，一脸快哭了的表情。“去洗手。”李雾说。李坤大喜过望，飞快地跑向后院，活脱脱跟个孩子似的。沈竹溪也跟着去洗手，李雾也跟了过来。两人用枣豆净手后，他回到桌前坐下，帮着李却拆开了装馒头的荷叶包。李雾作为一家之主，则担负了拆烧鸡的重任。
荷叶下的烧鸡色泽鲜艳，翅膀和爪子紧收在肚旁，形状就如同一个元宝。鸡肉经过烹饪，早已离骨，李悟轻而易举的就拆下了翅腿和肚腹，浅红色的酥皮在骨关节处断裂，露出底下汁水四溢的鲜嫩鸡肉。李悟越拆，屋子里的香味越是浓郁。李坤早就瞪大了眼睛，不住咽着口水，就连挑食的沈朱熹也被这诱人的香味给勾出了馋虫。烧鸡全部拆完了，翅是翅，腿是腿的躺在瓷盆里。李悟拿起最大的那只鸡腿，李坤的视线跟着移动，从半空跟到沈朱熹碗里。多谢。沈朱熹受惊若惊。第二只鸡腿他放到了李坤碗里，李坤迫不及待的立即拿起开干。两只鸡翅膀则被李悟放到了李雀碗里。李雀说：“我用不了两只，大哥吃一只吧。”李悟头也不抬：“给你吃你就吃。”最后李悟拿进自己碗里的是一段鸡脖子。“大哥，你来吃个鸡翅膀吧。”李雀夹起自己碗里的鸡翅。李悟护住自己的碗，徒手拿起鸡脖子啃了起来。“我就爱吃鸡脖子，香。”沈朱熹夹起碗里鸡腿，就着肉头最后的地方轻轻咬了一口，鸡肉入嘴，酥软而又不失韧劲，牙齿刚陷入紧实的筋肉，五香浓郁的卤汁就顺着腿肉溢了出来。好吃。沈朱熹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农女，吃到玉子饼说好吃，吃到笋丝说好吃，吃到烧鸡还是说好吃，可他真的除了好吃做不出其他评价了。明明是如此平凡的食材，为何就是比御膳房大厨做出的好吃100倍？李雀在一旁赞叹道：“随家做鸡真是一绝。”李悟用眼神示意李雀给他酒碗里倒酒，李雀倒了一碗后，李悟一口气便全喝光了。李雀早有预料，等到给他满上第二碗，才放下了酒坛。李悟大口喝酒，小口吃肉，李雀不时陪他喝上一口。李坤就更简单了，埋头吃肉，大白馒头一个接一个在嘴边消失，渴了就咕嘟咕嘟的往肚子里灌白水，对旁的一概不感兴趣。沈朱熹小口小口的吃着，不知不觉也把一个鸡腿下了肚。李悟用筷子从烧鸡肚子上夹下一大块净肉，放进了沈朱熹碗里。“我吃不下了。”沈朱熹一惊：“你连馒头都没吃呢，什么吃不下了？”李悟不高兴地说：“快吃。”沈朱熹只好继续把筷子伸向碗里的鸡肉。“你今天都买了些什么？”李悟问。“几件平日穿的衣装，一根翠玉簪子，熏被子的香炉，我还买了桑葚和枇杷，落在金银楼那里。桑娘说今晚就找人给我送来。还有几本诗集，对了，我还给你买了启蒙的书本。”李悟打断他说：“嫁衣和红烛买了吗？”沈朱熹心里跳了一下：“我忘买红烛了。还有贴纸呢。”沈朱熹呆呆地看着他：“什么贴纸？你成亲不往门上贴喜字？你……”李悟顿了顿，叹了口气：“算了，我明日带回家来。”沈朱熹有些过意不去，说：“要不我明早再去一趟。”李悟吐出啃得精光的鸡脖子，说：“你也没买什么东西。沈妹妹之前的阵仗不一般，我还对大哥说，这次她要倾家荡产娶媳妇了。”李雀笑道。李悟不屑道：“不就是多个人吃喝拉撒，能花得了多少？”李雀说：“沈妹妹吃的也不多，自然花不了多少。再说了，鱼头县里卖些什么东西，我还不清楚吗？除非她有本事把金玉楼搬回家来，否则……”李悟话没说完，篱笆外忽然响起说说笑笑的一阵声音，这些声音不约而同地停在了李家的篱笆外。一道响亮的声音响了起来：“李兄弟，李兄弟！”李雀跑得快，当即小跑到门边开了门。他开了门，脸色有些微妙，回过头来一言不发地看着李悟。“怎么了？”李悟放下啃光的鸡脖子，随手在荷叶上擦了擦，起身走向门口。沈朱熹也跟着走了出去，只剩李坤一人还专心致志地吃着烧鸡和馒头。“谁啊？”李悟漫不经心地把头探出门，然后沉默了。几十人站在他的门前，身后是7、8辆牛车，他们露着大过年的表情，齐齐对他说道：“李兄弟，我们给你送东西来了。”第22章，堂屋里人山人海，一张方桌前坐了10几个人，还有10几人或蹲或站。李雀满面笑容地送着茶水，一口一个哥哥姐姐，哄得店主们笑口常开。1人高的篱笆门外，被赶出堂屋的李坤一手烧鸡，一手馒头，站在牛车前啧啧有声道：“乖乖龙地洞。”沈朱熹缩着脖子，面前站着面色难看的李悟。“这一车都是什么东西？”李悟问。沈朱熹往他指的牛车看了一眼，依稀辨认出防尘的花布下突出的轮廓，好像是一套桌椅、一个书橱和一张短榻，还有一张新床，几样木头家具而已。老刘头怎么张口就要我580两银子？可能是因为用的是黄花梨木吧。那这一车又是什么东西？李悟指向第2辆牛车。沈朱熹用余光瞥了一眼，不太确定地说：“可能是屏风吧，一扇屏风而已。为什么老陈头要我400两银子？整块大理石制成的，自然贵一点。”李悟沉着脸，接连拉开了几辆牛车上的所有花布。“你买这个做什么？”
他拿起一物，我看家里没有一盏灯，所以白天有日光，晚上有夜光。你要是还觉得不够，老子再给你开10扇窗，就算你实在要买灯，用得着买金底座的灯台。礼物拿着他精挑细选后留下的金座云纹灯，骂骂咧咧道：“这金灿灿亮闪闪的，生怕不遭贼的模样，你打算搁哪儿？你就不觉得他到我们家是委屈了这金灯台？是有点委屈了，所以我还在布庄定做了一个灯罩，用的是霞影纱。”沈竹溪的声音越来越小，贵是贵了点，可是透光效果好，纹样也好看。礼物的脸色已经极限趋近于厨房那不知传承了多久的灰烬堆。这又是什么？礼物从车里扯出一尊金灿灿的东西，一口气没喘上来。你，沈竹溪看了一眼，吓坏了。他明明说不要了，怎么店主还是把这送子观音塞进来了？他见礼物胸口急促起伏，气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样子，担心观音先一波把他送走，忙解释道：“这是店家强送我的赠品，我都说了不要了。我买的是下面那个佛桌，就算不供佛，拿来放盆景花囊也好呀。”好好，礼物走到后一辆牛车前，说：“这车上又是什么？你后半辈子的所有衣服吗？你怎么咒我？”沈竹溪惊恐道：“这只是我这一季的新衣罢了。那底下这些又是怎么回事？”礼物说：“你是要下地干活，还是蜈蚣精在世？这么多鞋子你穿得完吗？”穿得完，穿得完。沈竹溪小声嘀咕：“你总不能叫我一双鞋子搭配所有衣裙吧？”礼物接二连三地问着车上的东西，沈竹溪的眼神慢慢飘走，最后定格在面前的老牛身上。老牛一边用铜铃大眼看着他，一边甩尾驱赶身边的飞虫苍蝇。他是多么幸福啊！不想听苍蝇嗡嗡，尾巴一甩就行了。沈竹溪也多希望自己能有这么一条尾巴，能咻的一声甩走面前烦人的礼物。这又是什么？你要开私塾吗？礼物不可思议地看着最后一车满载的白纸。沈竹溪飞快瞥了牛车一眼，耳朵微微红了。他小声回答了礼物的问题，他却没有听见，皱着眉又问：“你说什么？你真要开私塾？是厕纸？”沈竹溪红着脸提高了音量：“我再也不用干视觉了，拿纸来擦屁股。”礼物瞪大眼睛，像是听见了世上最难以置信的话语：“你疯了？县老爷都还在用干视觉，你竟然要用写字的纸来擦屁股？你说厕纸不行吗？为什么偏要说擦，说那个？”沈竹溪脸色越来越红：“不行，这纸不能要。”礼物咬牙切齿道：“有干视觉为什么不用？你又不是宫里的皇后娘娘。”“不行，必须要。”沈竹溪见他态度坚决，也顾不上颜面了，含着哭腔说道：“我屁股疼，我屁股都破皮了，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用干视觉了。”沈竹溪扑在一车厕纸上，双手大开，保护着他的生命。他含泪道：“我不能没有厕纸，不然你就把我一起送走吧。”礼物站在原地，深沉的眸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想什么？”沈竹溪哽咽道，杏眼中泪光闪烁。“我想在你头上开天窗。”礼物咬牙切齿道。礼物让李雀把屋里的店主们都叫出来，重新商议订货单子。这些家具都给我带回去，不要花梨木的，给老子换点平常人家用的好木头过来。老刘头，你要是敢给老子掺杂木进去，别怪我带人来你家做客。谁他娘放的送子观音？拿着滚！少拿垃圾糊弄老子！去了这送子观音，重新把佛桌报价给我，坐地起价的，小心我送去你见佛祖。随着礼物的重新分配，店家们脸上纷纷愁云笼罩，有那不死心的刚想开口，礼物一个眼刀就甩了过去。我还没计较你们糊弄老子女人的事，怎么着？看见肥羊就挪不动道了，也忘记这肥羊从哪家出来的了？那心有不甘的店家默默低下了头。礼物骂了半晌，终于轮到金银楼的牛车和河柳堂的牛车。这衣服和鞋，你自己去选一半出来，其他的不要。礼物扭头看向眼巴巴望着几辆牛车的沈竹溪。沈竹溪不情不愿地走上前，看着车上的衣物下不了手，只留7、8件衣裳，怎么够他穿啊？沈竹溪委屈极了，哀怨地看了眼一旁的礼物。礼物沉着脸站在那里，铁石心肠，不为所动。李亚，李亚，气死他！他含泪舍去了一半新衣新鞋，接着就是河柳堂的那一车厕纸。沈竹溪站在一车厕纸前，想到自己又要用干屎绝刮自己屁股，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母妃，你为什么独留孩儿在这人间受苦啊？行，先留半车，别的你带回去。礼物一副头大的样子。河柳堂的掌柜脸色一下明亮起来，响亮地哎了一声。旁的惨遭退货的店主则羡慕不已地看着他。一听这话，沈竹溪的眼泪就止住了。只要厕纸还在，希望就还在，之后就是结账的时候了。礼物黑着脸走进堂屋，半晌后黑着脸走了出来。各个店主排队到他面前领钱。李老板恭喜发财，下次再来。河柳堂的店主笑烂了老脸，
伸手捏住礼物手里婴儿拳头大小的一块银子，扯了扯，没扯动，再扯，还是没扯动。李老板，松手啊！河柳堂的老板再次发力，终于从铁青着脸的礼物手里扯走了银疙瘩。许多店主都朝满面红光的河柳堂掌柜投去了羡慕嫉妒的眼神。几辆牛车陆续远去了，沈竹溪和李无一同看着远去的牛车，他们各有所思，但眼神都那么渴望，一个是渴望他消失的银子，一个是渴望他失去的货品。李无背着手转过头来看着沈竹溪，屁股纸我给你留下了，旁的也留了不少。他目光深沉，你要是再给老子一声不吭跑了，不跑了，不跑了！沈竹溪连忙摇头，绝对不跑了。布庄的瞎子布还没退，明天你跟我一起去布庄退掉。李无不等他说话，转身进了院门。他走到厨房里，从角落的柴堆下扒拉出一个小坛子，这里面都是趁京中战乱发死人才得来的银子，原本里面装得满满当当，现在却只剩下几粒碎银。他望着空坛子思考人生的时候，李雀的声音从身后响了起来：大哥真要留那么多东西？算了，钱没了再挣就是。李无说，这冤家就是捡回来克老子的，没那个命却还真把自己当公主了。李雀笑眯眯道，我看大哥被克得挺开心的，你皮痒了？李无一个眼刀横扫过去。李雀安慰道，大哥不妨往好处想，我们三兄弟刚结拜那年，大哥还曾对我说过，日后要做大事娶公主，如今不也算完成遗愿了？你是真的皮痒了？李无捡起烧火棍起身，李雀两腿生风，一溜烟地先跑出了厨房。大哥今日繁忙，弟弟我就先走一步了，哥哥大婚之日，弟弟再来拜贺。李无在厨房里待了一会，踱步来到卧室的竹帘外。沈竹溪，里边没声传来，他习以为常，撩开竹帘就进了卧室。果不其然，那呆瓜又在床上独自垂泪。李无叹了口气，走到床尾坐下。沈竹溪翻了个身，用后背对着他的视线，老子都没哭，你哭什么？李无说，你有什么好哭的？我马上就要娶个睡金床做金椅的公主回家，还不能哭？沈竹溪破涕为笑说，我又没要金床金椅，那我还得多谢你了。李无说，你起来看着我说话。我不起来。沈竹溪赌气道，你起来。李无拉着他的手臂，轻而易举就把他从床上拉了起来。李无瞧着他，他却依然不肯看他。那双清澈乌黑的杏眼被泪水洗涤，长睫上还沾着楚楚可怜的泪珠，每次眨眼，泪光就会闪烁一次，动人心弦，璀璨生辉。就像他第一次见到他那样，他被困在书橱里，眼含热泪，惊慌失措地看着他，好像他是他生命里的唯一依靠，好像离了他，他就没法在世间活下去一样。现在他是彻底明白了，这呆瓜离了他，是真的没法在这残酷的世间活下去。他从前是怎么生活的？为什么一点一滴都没有被生活的墨迹沾染？李无说，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但不是现在。沈竹溪慢慢抬起头来，哽咽道，那是什么时候？其实沈竹溪已经没那么想要那些东西了，那些东西就算再好，又能比得上他宫中之物吗？他伤心，无非是觉得礼物驳了他的面子，出言反耳，说话不算数，那些店主该怎么想他？可是现在想想，他也是光顾着去看材质和式样了，连价都不问就买了太多，为他付账的已经不是傅玄淼了，是一个民间最平凡不过的泥腿子，他怎么能奢望一个泥腿子来满足一个公主的愿望呢？更何况礼物虽然没能给他所有想要的，但他也给了他以前从来没有的。落泪时还能被人安慰，这样的事沈竹溪从前想都没有想过。原来有一个人在自己难过时哄一哄，心里的生气和难过这么容易就会消了。不久以后，李无用毫不怀疑的语气说，别人有的你都会有，你信我吗？沈竹溪看向他的眼睛，李无的眼睛是他见过的最有神采最有力量的，这种眼神怎么会出现在一个泥腿子身上呢？他或许会小有成就，但又能怎么样？他的成就在父兄甚至傅玄淼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无论他如何追赶，他的出身已经局限了他的一生，他想要的他根本给不了。然而沈竹溪却点了点头，忍不住笑了，我信你。还有，李无说到一半便停了下来。还有什么？沈竹溪疑惑地睁大眼。还有，别一个人躲着偷偷哭，有什么事你告诉我，我能解决的给你解决，不能解决的想办法给你解决。沈竹溪一愣，不由自主道，为什么？他把手心蒙在沈竹溪带有泪珠的双眼上，他的视野黑了下来，眼皮上暖暖的。李无无奈的声音在面前响起，真是个呆瓜。第23章。第二日清晨，沈竹溪为了向布庄退货，和李物一起来到了镇上大街。这时候出摊的招式铺子很多，李物问过他意见后，选了一家叫毛记温面的面摊走了过去。面摊小小的铺面下，
6张桌子已经坐满了人，李悟想也不想就向着通风最好的那张桌子走去。原本坐在那张桌上的3人也不等他开口说话，自觉地端起面碗，各自分散到了其他桌上。李悟一屁股坐下，回头朝沈珠溪打了个眼神，沈珠溪慢吞吞地挪了过去。他至今仍不能很好的习惯李悟的恶霸做派。老毛头，来2碗温面。李悟喊。马上就来。锅炉前忙活的老板头也不抬到。锅炉里滚水冒泡，热气浑着面香阵阵扑来。老板说的马上就来，果然是马上就来。他放下先来的一桌客人，把煮好的2碗温面放到了李悟桌上。先来的一桌客人习以为常，对李悟的插队视若未见。2位客官慢用。老板往腰上的手巾上随手擦了擦手，笑呵呵地回了炉前。沈珠溪的注意力光被那张沾着油污的手巾吸引了，桌上色香味俱全的温面反而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趁热吃。李悟把竹子做的驻地给他。沈珠溪犹豫地接过了，望着面前的面条，眼前浮现的却是那条脏兮兮的手巾。李悟用不着问都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一边拿着自己的竹柱挑散面条，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你就闭着眼睛吃吧，吃不死你的。”沈珠溪做了一会自己的思想工作，眼睛一闭，眉头一蹙，一副壮士断腕的表情，夹着细长的面条往嘴里送去。舌头碰到面条，贝齿沾上汤汁，沈珠溪睁大眼。李悟就像他肚子里的蛔虫一样，又说：“我没害你吧？这家温面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沈珠溪难以置信地看着碗中平平无奇的细面，又加了一块。这次他特意在汤汁中涮了涮，然后2手握住竹柱一端，顺着面条卷了起来。“你在干什么？”李悟说。“吃面啊。”沈珠溪说。李悟还是头回见到这样清奇的吃面手法，要是李坤或李雀在他面前这样吃面，他会直接把他的头按进面碗，让他不吃拉倒。但沈珠溪这么做，他就没有这样的想法。这呆瓜呆是呆，但莫名呆得不讨人厌。1块面条都被沈珠溪卷完了，他对着规规矩矩盘在木柱一头的面条吹了又吹，小心翼翼放进嘴里。面条的劲道，汤汁的鲜美，这回他是完完全全的品味到了。1碗素面而已，为什么能这么美味？这可不是普通素面，1碗素面要是卖我10文，他就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了。李悟说，这是拿世杰仙菌炖的鸡汤来煮的面，起锅时还要往面上浇1勺老卤。沈珠溪吃惊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除了瞎子都知道你在想什么。李悟说。沈珠溪摸了摸自己的脸，他的心思难道真的这么好懂？沈珠溪这人有个毛病，吃什么都容易腻，所以他在宫里用膳时，桌上总是琳琅满目的餐食。到了民间，不是吃饼就是喝汤，桌上的餐点单调的可怕，沈珠溪每次都没吃饱，每次都吃不完。这次的温面他虽觉得好吃，但也局限在前半碗，吃到一半他又腻了，不得不放下了竹柱。又吃饱了？李悟说。沈珠溪摇了摇头，吃饱了。吃饱了你摇石头？李悟盯着他说，到底吃没吃饱？昨天那事沈珠溪也知道，他恐怕让这个泥腿子大出了血，现在也不好意思再提出什么要求，又点了点头，说真的吃饱了。真是鹌鹑味。李悟嘟囔着拿过沈珠溪剩的面，3两口就把面吃了个干净，连面汤也一口气喝光了。只剩2个空碗后，李悟起身，沈珠溪也跟着站起，见他连账也不付就往外走，忙说，你忘了付账，月底一起结。李悟说。老板听见了，笑眯眯地说了声没问题。走出面铺后，李悟才说，我在鱼头县，出门不带钱。为什么？沈珠溪疑惑道。钱太沉了。这算什么理由？沈珠溪望向他腰间的荷包，那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李悟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2人来到沈珠溪定霞影布灯罩的布庄，刚一走进来，李悟就喊道，老板呢？我来退瞎子布。一名风韵犹存的妇人从帘后走出，见到李悟和他身后低头的沈珠溪，笑道，这是什么宝风，把你给吹来了？昨天他在你这儿订的瞎子布，我们不要了。李悟说。是霞影布吧？妇人笑说，你亲自来了，我也只好卖你一个面子，这不退便退吧。李悟点点头，说，那块布不要了，但我裁点别的好布，你叫你的绣娘帮我做一床大红的被子，绣点喜庆的东西上去。昨日听到传言我还不信，你果真要成亲了。妇人笑着看了眼沈珠溪，说，郎才女貌，这大喜的被套，我定然给你做得漂漂亮亮，多谢你了。这没什么，布庄平日也受过你的不少照顾。霞影布轻轻松松地退掉了。妇人笑道，听说姑娘昨日退了不少金银楼的衣物，今儿不如看看我们布庄的衣裳，虽然没有金银楼名气大，但我们的布料都是极好的。昨日我2个还从京中带回一个绣娘，此人原在上衣局做事，绣工不凡。姑娘赶得巧，现在定做衣裳还能马上给你安排，
若再隔几日，就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了。沈朱熹被他说的心动，但又想到礼物家境，刚要拒绝，礼物已经开口：“那就看看吧，式样在哪儿？”妇人把两人引到布庄深处，指着一排挂满衣裙的衣架子说道：“都是新出的式样，姑娘选中哪个款式，立马按照你的尺寸定做。如果要得急，也可以叫绣娘在原本衣上的基础上改。不急。”礼物看向沈朱熹：“你选吧。”沈朱熹犹豫了，可是昨天金银楼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普通衣服哪有那么贵？礼物说：“昨天退了你7件衣裳，现在补偿你7件，过期不候，快点选。”一听过期不候，沈朱熹连忙上前挑选。礼物这个讨厌鬼，他说的过期不候就真的是过期不候，既然他都开口了，那他还犹豫什么？布庄的衣裳无论是款式还是布料，比起金玉楼都差了一点，但这一点对衣装研究不深的人根本看不出来。沈朱熹仔细挑选那些不容易过时的基础款式，重点放在布料的选择上，好不容易选出7件勉强能够入目的衣裙。姑娘选的都是深色，怎么不挑选几件亮色的衣裳换着穿？妇人好心道。沈朱熹看了一眼架子上的鲜艳衣服，不敢多看，飞快地收回视线。不用了。你不喜欢亮色的？礼物问。也不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什么叫也不是？礼物走到专挂鲜艳长裙的那一排架子前，拿起上面的一条石榴红裙。你也穿这个试试。妇人笑道：“李兄弟真有眼光，虽说染缸都是一个，但只有这块布进入染缸后染得极好，上面的染色纹路栩栩如生，就像一只缀满石榴的树梢。”沈朱熹想起傅玄淼冰冷的目光，猛地摇头：“我不要。”你不喜欢？礼物问。我……沈朱熹说不出来，叽叽咕咕的磨蹭死了，试了就知道喜不喜欢。礼物把裙子塞到他手里，拿去试了出来。妇人轻轻把他推到帘后，沈朱熹被赶鸭子上架，被迫换上了石榴红裙。裙子换好了，他却不敢出门，铜镜太小，他也没法知道自己现在是何尊容。踌躇许久后，帘子外响起礼物不耐烦的声音：“沈朱熹，你蜕皮吗？”他这才磨磨蹭蹭地走了出去。怎么样？他结结巴巴地说。沈朱熹紧紧盯着礼物的眼神，就怕他和傅玄淼一样，瞬间冰冻3尺。礼物看着眼前的沈朱熹，实在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之前竟挑暗沉的颜色。他有着一张天真的鹅蛋脸，杏眼明媚，肤色雪耀，笑时美目生辉，宛如春月柳。石榴红裙穿在他身上，夺目似火，动人心弦。不好看。沈朱熹越来越没底气，声音像蚊子嗡嗡：“我说了不换，你偏要我。”好看。礼物打断他的话，向他不安的双眼直视而来。很好看。真的。沈朱熹呆住了，比你先前的衣裳好看多了。礼物说：“你再选几件喜欢的，试了好看再买。”得到意料之外的回答，沈朱熹不禁涨红了脸。他走到衣架子前，兴奋地在一众亮色衣裳里面选来选去。每选完一件，他还要扭头问一问礼物：“这件如何？你喜欢就好。”礼物一开始说，后来礼物说：“这是给你买衣裳，又不是给我买衣裳，你自己喜欢最重要，老问我做什么？我喜欢就可以吗？穿着好看是你的事，穿着难看也是你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是你喜欢就可以了。”礼物忽然一顿，动若观火的目光落在他眼上：“谁和你说过什么？”第24章。沈朱熹忙摇头：“没有谁和我说过什么。你穿的衣服关别人屁事。”礼物说：“以后老子照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别管旁人嚼什么舌根。”妇人在一旁帮腔道：“是啊，女子出嫁从夫，你便听你的未婚夫的，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沈朱熹在心里腹诽，他的未婚夫可有2个呢。礼物虽在鱼头镇耀武扬威，但若有朝一日见了傅玄淼，还不是只有忍气吞声跪下行礼的份。在礼物的怂恿下，沈朱熹把7件衣裳都换成了鲜艳的颜色，这些母妃被幽禁后他就再也没有穿过的颜色，让他走出布庄时脸蛋都变得红彤彤的。高兴了吧？礼物说。高兴。沈朱熹扬起笑脸回答他。礼物得意道：“老子总有办法叫你高兴。”沈朱熹突然想起妇人此前的话，忍不住问道：“你照顾过布庄什么？”这问题已经深埋他心中已久。鱼头镇上的众人对礼物予取予求，礼物到底做了什么，才得到了他们的尊重和容忍？有点生意往来。礼物言简意赅道。沈朱熹时的脸色看出他不想说实话，识趣的不再追问。离开布庄后，沈朱熹原以为他会带他回家，不想礼物却往相反方向走去。我们这是去哪儿？沈朱熹问。家里没吃的了，要去买米和果蔬。礼物说。现在过了招食时间，原本繁忙的吃食铺子都变得冷清起来，肩上担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茶的人逐渐变多，时不时还能见到挨家挨户在门口吆喝的卖花童子。
沈珠溪见到一个衣着简朴，大约只有6、7岁的男童，觉得他手里的桃花新鲜可爱，遂拿出3个铜板买了一束拿在手里。他想着新衣，拿着桃花，连脚步都轻飘飘起来。李悟不时回头看他一眼，眼神无奈。沈珠溪觉得自己现在的模样一定很傻，但是没办法，他心里高兴。他怎么也没想到，逃出沦陷的皇宫后，他还能有这么高兴的一天。这是什么？沈珠溪的眼睛被街边一处摊位吸引，不等李悟答话，就先一步走了过去。这间算不上摊子的摊子，就设在一处关门的店铺屋檐下。一位老者坐在歪歪扭扭的藤凳上，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子，桌上许多只小碗，每个碗里都有一种颜色的粘土。老者脚旁立着一个稻草捆做的招牌，上面插着许多个惟妙惟肖的泥人。10几个孩子围在老者身边，对稻草上的泥人指指点点，叽叽喳喳地争论谁是大乔，谁是小乔。泥人你都没见过？李悟走到他的身边。沈珠溪确实没见过，他兴奋地问老者：泥人多少钱一个？20文一个。老者说：你能照着我捏一个吗？沈珠溪问。老者抬头看了他一眼：可以是可以，但你要等我把手头的这些先捏完。沈珠溪还没说话，李悟已经拉着他往前走了。捏什么捏？回去我拿泥巴给你捏一个。这怎么一样？怎么不一样了？你别在路上耽搁了，买米买菜才是正事，一会去的晚了，店就关门了。吃饭是大，玩耍是小，沈珠溪也只能不情不愿地被他拉走。到了米店，李悟让人送米，看店的小二一口答应下来，接着他又来到不远处的果蔬铺，选了一些新鲜的蔬菜让人送到家去。李悟交代王果蔬店老板，对沈珠溪说：你在这儿等我一会，我去就回。你要去哪儿？沈珠溪马上问。我还有点事。李悟避重就轻道：你想吃什么水果就拿，记在账上，月底来结。果蔬铺老板笑着应了，怂恿沈珠溪吃店里新到的枇杷。沈珠溪一个不注意，李悟已经窜出了店门。李悟拐来拐去，来到了镇上唯一一家药铺。他走进素心堂的牌匾下，一屁股坐在了看诊的木椅上。你有什么问？抚着白须的唐大夫抬起头来，看见李悟变了脸色：去，别打扰老夫看诊。我就是来看诊的。李悟说：你有什么毛病？唐大夫上下打量他：你那颗黑心肠终于坏透了。李悟拧起2道浓眉：老子什么时候黑心肠了？上次420两的债款到你手上走了一遭，回来就只剩357两了。你说你是不是黑心肠？要是没有我，你这357两都回不来。我帮你追回欠款，你却骂我黑心肠，以后还是你自己去吧。老夫这老胳膊老腿的，你让我自己去，是想害死老夫？这不就得了？你出钱我出力，大家合力共赢，有什么不好？罢了，你是个不懂敬老的，老夫和你说不清楚。唐大夫吹了吹胡子，说：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快说吧。不是我。李悟顿了顿，说：是我未婚妻子。住在你家那姑娘？唐大夫半眯的眼睛睁大了，身子也朝前倾来，像是第一次认识李悟那样，来来回回地审视着他。好家伙，老夫都以为你要出家当和尚了，没想到一来就直接成亲。你说吧，那姑娘怎么了？她吃的少。李悟说：姑娘家都吃的少，她吃的很少，一碗温面都只能吃半碗。毛温面？那个缺斤少两的家伙连他的一碗面都吃不下，确实吃的很少。唐大夫点了点头：你怎么不带她来看看？太麻烦了。李悟说：他准会叽叽咕咕说自己本来就吃的不多。精神头怎么样？李悟想起昨日他哭着扑在屁股纸上，一副要和屁股纸同生共死的样子，说：非常好。这姑娘气度不凡，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出来的，吃不惯我们这乡村粗食也是情理之中。唐大夫摇了摇头，提笔开始写方子。我给她开一剂开胃的汤剂，这汤的主要成分是酸梅，味道不错，你拿回去煮好，让她1日服2次，一次1碗。拿了方子，李悟到柜前捡药。走出素心堂时，他的手里多了3个药香四溢的荷叶包。李悟一边想着怎么哄沈珠溪把开胃的药喝下去，一边往果书铺方向走去。走着，他就路过了先前的泥人滩。围聚在桌边的小孩们都散去了，此时只剩老者一人摆弄稻草上的泥人。李悟看着插在稻草上的各色泥人，内心不屑，这泥巴捏的东西有什么好的？他看的眼珠子都要落出来了。就是他小时候也没有被这种哄小孩的玩意骗倒过。李悟走过泥人滩，盯着稻草上的泥人，脚步越来越慢。李兄弟回来了。老者看到他，露出一个微笑，可是来给小娘子捏泥人的，什么玩意儿？别想从他手里骗一个铜板，看他如何干脆利落的拒绝。李悟的喉结滚了滚，说：沈珠溪在蔬果店里都快被枇杷撑破肚子了，李悟终于姗姗来迟。他手里多了几个荷叶包，沈珠溪隔着一段距离
就闻到了里面淡淡的药香。谁病了？他好奇道。谁都没病。礼物。那这是什么？下火祛湿的酸梅汤。酸梅汤沈朱熹爱喝，他马上问：晚上喝吗？回去煮好就喝。沈朱熹还在为酸梅汤高兴，礼物忽然从旁递来一只插在木片上的泥人。泥人穿着16色的红裙，美丽的鹅蛋脸上，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望着吃惊的沈朱熹。这是你给我买的？捡的。捡的泥人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样？那要去问丢泥人的人了。礼物停了停，说：说不定是有人想扎你小人。胡说八道。沈朱熹气的往他背上一拍，礼物看上去什么事也没有，反倒是他的手掌传来麻麻的感觉。你管哪儿来的？喜欢就拿着，不喜欢就丢了。礼物漫不经心道。我不丢。沈朱熹气鼓鼓的把泥人藏进袖子。我喜欢。礼物没说话，忽然加快脚步往前走了几步。你走那么急做什么？沈朱熹在身后叫道。你管我？礼物说。沈朱熹追了上去。你笑什么笑？你是不是在笑我？我什么时候笑了？自作多情。我明明就看见你笑了。两人吵吵闹闹的回家后，礼物去了厨房忙活，再出来时手里端着一大碗乌黑的汤汁。把汤喝了。他说。沈朱熹吃惊的看着这比他脸还大的瓷碗。我喝不完这么多。喝多少算多少。沈朱熹喝了4口，不想喝了，刚想离开瓷碗，礼物直接上手推着他的碗底。再喝点，再喝点。你这个骗子，咕噜噜。一转眼，比脸大的瓷碗里只剩半碗酸梅汤，礼物装模作样的喝了2口就想撤走。沈朱熹把他按在长凳上，将剩下半碗酸梅汤强行灌进他嘴里。沈朱熹，疯婆娘，你咕噜噜。一大碗酸梅汤被迫下肚后，沈朱熹气的转身回了卧室睡午觉。刚躺下去的时候，酸梅汤顶着肚子，让他只能平躺着闭眼。一觉睡醒后，沈朱熹的肚子消下去了，与此同时，肚里空荡荡的，传来一丝饥饿。他撩开竹帘走出，礼物还大喇喇的躺在炉席上睡觉。沈朱熹在厨房里找出自己昨日买的枇杷和桑葚，用清水洗净后，拿了一个破瓷碗来装，回到了堂屋。礼物还维持着先前的动作，死尸似的一动不动。他若真去做生意，不饿死才怪。第25章。沈朱熹坐在桌前，把剥掉的枇杷皮扔在装满落花的泥碟里。经过2日风吹，小白花虽然色泽依旧，但已失去了鲜花的光润，枇杷皮肤在碎花上就像雪地裹上了明黄的糊球。他一边吃一边感受着堂屋外吹进的穿堂风。和风温柔，4月将近，太子如今身在何处，收复河山，匡扶大燕的大业又进行得如何了？傅玄邈找不到他，会不会已经放弃了？打入京城的叛军有没有毁坏皇陵，残杀百姓？他是其中的当事人，却不剩多少实感。和平清静的鱼头镇同烽火连天的京城相比，就像2个世界一样。有时候他不禁怀疑，他还能回到那个世界吗？你发什么呆？礼物从炉席上坐了起来，一边往门外走一边回头看他。沈朱熹这时才听到院子里传来的敲门声。大哥，沈妹妹。李雀在门外叫道。沈朱熹忙起身迎接，忽然想起桌上装着垃圾的泥碟，又把泥碟拿到后院倾倒洗净后，重新回到堂屋。李雀和李坤已经进了院子，李坤眼尖，一眼看着了桌上的水果，脚步毫不犹豫地向着枇杷和桑葚走去。李雀则站在屋檐下，对沈朱熹提起手里鼓囊囊的荷叶包，说：沈妹妹，我带了2斤牛肉来，今晚我给你们露一手。沈朱熹吃惊道：官府不是不许杀牛吗？李雀和他一样吃惊，话虽如此，但这天高皇帝远的，除了京畿一带，谁不吃牛肉？沈朱熹心情复杂，原来父皇的政令，百姓和官员就是这样实施的。连杀牛令都如此敷衍，父皇推行的其他政策又会好到哪里去呢？买馒头了吗？礼物接过李雀手里的荷叶包。大哥想吃馒头了。礼物摸了摸肚子，饿了。左右也不远，我去买3斤馒头回来。李雀说。玉子饼记得买。李坤吐出一张枇杷皮在桌上，看得沈朱熹心里打颤。他赶快走到桌前，把泥碟放在李坤面前，说：垃圾扔在这里。为什么？不吐在碟子里，你就没有玉子饼吃。讲究猪猪。李坤呸了一声，枇杷皮落在了泥碟里。李雀走后没多久，沈朱熹定做家具的木匠派他的2个学徒送来了新桌新椅，还有他心心念念的书橱和新床。退掉了黄花梨再打的家具自然没有之前的好，但沈朱熹坐在新的架子床上依然心满意足，至少这新床又宽又稳当，不会再因为翻身而吱呀吱呀了。书橱的木料虽不是顶好，但也算差强人意，还有那新方桌光亮如漆，明可见人，这是木匠和漆工同时实力超群的结果。总的来说，虽然不是非常满意，但也算满意了。他对方桌尤为喜爱，不仅把李坤赶到院子里去吃枇杷桑葚，还从枕头下拿出了他偷藏已久的羊毫笔。
太久没提笔写字，他心里痒痒，就着一碗清水，用笔尖蘸水，在新桌上写下一篇《静夜思》。沈竹溪写完最后一个字，诗篇的第一个字已经开始消失。他看着这首思念故土的绝句，不禁眼眶一酸。你哪来的笔？李悟在他右手边的椅子上坐下。沈竹溪藏起忧愁，故作轻松地把养好笔塞进李悟手里。你退笔墨纸砚时，我偷偷藏了一支笔起来。在李悟横眉绿眼之前，沈竹溪先说道：为了给你练字实用，你不可能一辈子用树枝写字吧？李悟不快的眉毛这才舒展开来。你说一声就是了。那奸商说我少他一支笔，我还以为他哄老子呢。是我想的不周到。沈竹溪从善如流，鼓励地看着他。千字文你会了多少？写写看。会了多少？李悟扯起嘴角，不屑一笑。你随便抽查，错一个字，我给你1两银子。沈竹溪不信他短短几天时间就能从文盲到千字文博士，随口说道：千字文3个字，你写写看。李悟提笔就写。千字文3字虽然歪歪扭扭，但好歹笔画正确，结构正确，不多一笔，也没有少上一笔。沈竹溪不信邪，又说：爱欲离手。李悟蘸了蘸水，继续在桌上书写。写到离字时停了片刻，沈竹溪刚要笑他说大话，他已写完了后面的笔画。沈竹溪瞪大眼睛看了又看，还是没有错误。李悟愈发得意，吊儿郎当的2郎腿一翘，说吧，还有什么？林深履薄，写对了。似兰思心，还是对了。沈竹溪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乐书贵贱后边是什么？从听写变成了对答。李悟毫不犹豫，礼别尊卑，节义廉退，颠沛匪亏。沈竹溪一连问了5句，李悟句句都对答如流。再问下去，李悟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沈竹溪压下心中惊讶，咳了一声：孺子可教也。虽然你没什么天分，但只要努力，还是能勤能补拙的。老子还没天分。李悟不高兴了。看你和谁比了？沈竹溪道：和天下第一公子相比，你的却算不上天资卓越。你把千字文默写一遍我看看。李悟一边写一边问：天下第一公子是哪条狗？世上怎有如此粗俗之人？沈竹溪忍下到了嘴边的讽刺，说：天下第一公子是当朝丞相之子，5岁辨贤音，7岁能诗文，10岁已完读诸子百家，小小年纪就遍察仁爱，名声远扬，那样的人才算得上是经才绝艳。李悟忙里偷闲看了他一眼：你亲眼看到他5岁辨贤音，7岁能诗文，10岁完读诸子百家的？那倒没有。真是个呆瓜，听什么信什么。隔壁牛头村满脸麻子的王寡妇还自称村中第一美人，谁信谁倒大霉。李悟不屑地扯了扯嘴角，扬好笔在桌上勾出一撇：世上不可能有完美无瑕的人，但凡有，不是谣传就是伪装。沈竹溪说：你就是嫉妒人家。我嫉妒他什么？他算哪条狗？老子都不认识他。李悟皱起眉头：你为他说这么多好话，你是不是喜欢他？你胡说什么？沈竹溪回过神，自己说了太多，忙扯出挡箭牌来：傅玄，傅公子是越国公主的驸马，我自然要为他说话。李悟半信半疑地看着他。沈竹溪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抢先发难道：你的字太难看了，要是这么练下去，你永远也写不出上得了台面的字。那要怎么练？李悟看向桌上干了一半的字迹：字要想写得好看，手腕一定要稳。沈竹溪说：要想手腕稳，练字的时候往手上绑沙袋就会事半功倍。你哄老子？李悟一脸怀疑。那些穷书生连鸡都杀不动，还往手上绑沙袋，所以他们才是穷书生，真愿意下苦功夫的早飞黄腾达了。沈竹溪睁眼说着瞎话，越说越流利，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和脸皮比城墙还厚的李悟相处久了，他的面皮也有越来越厚的趋势。你不信就算了，反正我知道的傅公子还有宫中皇子们，他们练字时手上都绑着沙袋，你就瞎编吧，老子不会信的。李悟低下头去继续写字。沈竹溪拿起一枚被李坤视而不见的桑葚放进嘴里：多少斤？李悟说。沈竹溪差点被这枚桑葚呛死。什么？他们绑的沙袋多少斤？李悟抬起头来。沈竹溪：三斤。傍晚那一顿是餐桌最丰盛的时候，李却大展身手，端上一盆香味扑鼻的煨牛肉，佐以松软洁白的馒头，包括沈竹溪在内的所有人都喝了一碗酸梅汤。李坤最后一个下桌时，满满一盆煨牛肉，连汤都不剩，3斤馒头只剩一点馒头渣，也被李坤倒进盛煨牛肉的瓷盆里，裹着酱汁吃了个干干净净。酒足饭饱后，李氏3兄弟跑去了后院，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嘀咕些什么。沈竹溪有心偷听1、2，只可惜不少商家上门送货，他忙得脚不沾地，只能歇了这个想法。宽敞的后院里，李氏3兄弟蹲在新修的洗浴房窗下，3脸凝重。连京中纨绔也如此刻苦，我们不能再骄傲自满了。
李悟说：“大哥说的在理，如果连京中纨绔也比不过，我们谈何出人头地？”李榷点头赞同，连那些饭桶也能在手上绑3斤，老子难道还绑不了10斤20斤的吗？李悟说：“大哥的潜力如天下江河滔滔不绝，九天瀑布源源不断。”李榷拍着马屁，自然是绑得的。我不但在手上绑，还要在腿上绑。李坤陪我一起绑，除了睡觉都别取下来。李悟沉着脸说：“至于你，大哥。”李榷吓白了脸：“小弟我不是那份料啊！以前我也没勉强过你，可是现在不行。你要是连京中混吃等死的纨绔也比不过，以后出去闯荡，丢脸是小，丢命是大。”李悟说：“我也不让你4肢都绑了，你就绑2腿，遇事的时候给老子跑快一点，别落在后边成了敌人的俘虏。”李榷苦着脸说：“那我不如给马绑上沙袋算了，我跑得再快，能有敌人的马跑得快吗？让你绑你就绑，叽叽咕咕什么？”李悟一口驳回李榷的请求：“我会随时抽查你的练习情况的，好好练，别给老子丢脸。”李榷哭丧着脸应下了。第26章，沈朱熹觉得自己最近食欲大开，吃的比平日多了不少，腰上摸着也有些肉了。他琢磨着现在也不是贴秋膘的季节，怎么就睡醒饿、吹风饿、走走也饿呢？唯一让他庆幸的是，不止他一人饭量大增，和李家3兄弟比起来，他大增的饭量根本不值一提。自从李坤一顿吃下12个比拳头还大的馒头后，李悟就不许他喝酸梅汤了。李坤气得只差锤的痛哭，李悟却不为所动。实际上，沈朱熹很想把自己的那份酸梅汤让给他喝，他实在是太腻了。奈何李悟每日是盯着他喝，不把这1天2碗喝下去，他就在他耳边汪汪乱叫，一刻也不让他好过。半旬过去，不单他一人胖了，李家所有人都胖了一大圈。李悟坚称那是绑沙袋练出来的肌肉。沈朱熹不敢辩驳，每此时他都会转移话题。沈朱熹只希望他这辈子都不要遇见京中贵人，得知京城的贵公子们根本不会拿沙袋练字。他晚一点知道真相，他就能晚一点遭殃，但他越晚知道真相，他就会死得越凄惨。沈朱熹进退为难，左右不是，每次看到李悟坐在堂屋椅子上捆沙袋，都只能露出害怕又不失礼貌的假笑。今日一早，沈朱熹撩开竹帘走出，又看见李悟坐在桌前用水练字，5斤重的沙袋沉沉地压在他写字的钱币上。沈朱熹走到他身后观看，桌上的字一笔一画，稳稳地写了下来。怎么样？李悟头也不回，便知道他在身后。光从这雀跃的声音，沈朱熹就想象到了他此刻得意洋洋的样子，不比那些练了几年的差吧。李悟这人总是很有自信，沈朱熹也说不准这是缺点还是优点。他同情地看了眼他的后脑勺，说：“你是我见过进步最快的人。”毕竟他也没见过其他绑沙袋练字的傻子了。那当然。李悟放下笔，神采飞扬地看着他：“你不看他老子是谁？”沈朱熹送上一个礼貌的假笑，转头就自己做自己的事去了。只剩李悟继续兴致勃勃地练习桌上写字。等他洗漱完回来，李悟头也不抬地把他叫住：“你过来，教我写一个字。”“写什么？”沈朱熹走了过去。“喜字。”他说。沈朱熹不由想到了他们的婚事，他握住笔，僵住了。“你不会？”李悟狐疑地看着他。“我会。”沈朱熹拿着羊毫笔轻轻蘸了蘸水，慢吞吞地在桌上写下一个喜字。他盯着逐渐成型的喜字，一想到和李悟的婚事，就心里发怵。写完喜字后，他把笔还给李悟，以用招时为由，快步逃离了堂屋。沈朱熹在厨房里找到了放在藤条簸箕里的几个馒头，雪白的馒头还残留着蒸过的温度。沈朱熹拿了一个，掰成2半，只拿着一个走出。他在厨房门口唉声叹气，慢条斯理地吃完了半个馒头。话都已经放出了，难道此时还有他反悔的余地吗？况且李悟好说话，一次次地容忍他，但外边的人恐怕就没有李悟这么好说话了。“我出门了，你帮我晾下盆里的衣服。”院子里传来李悟的声音，沈朱熹忙应了一声。没一会，院子重新安静了下来。沈朱熹继续叹气，他思来想去，都觉得只有继续婚事一条路可走。他六神无主地回到堂屋，逃跑的心思随着对亲事将近的恐惧忽隐忽现地出现在他脑海里。堂屋里冷冷清清，只剩桌上半碗清水和横搭在碗上的羊毫笔。又不收拾。沈朱熹嘀咕着走到桌前，正要拿起瓷碗和羊毫笔，视线却被桌上几千个同样的字吸引了。密密麻麻的喜字遍布光滑的桌面，写在前边的已经半风干，写在后边的仍带有水光。几千个扭扭捏捏的喜字一齐看着他，各有各的丑法。沈朱熹看着看着不禁笑了。绑沙袋有什么用？该丑的还是丑啊。但这毫无美感，连童声都不如的丑字，偏偏驱散了他心里的不安。他了解他，了解他狂妄自大的一面，
了解他粗鲁暴躁的一面，了解他不服输的一面，了解他讲义气的一面。就像眼前这歪歪捏捏的喜字一样，礼物的形象在他眼前如此清晰，似乎也没什么可害怕的了。左右是个权宜之计，礼物若是敢欺负他，等他和太子会合，定要叫太子锤爆他的狗头。沈竹溪的忧惧来得快去的也快，在看到后院洗衣盆里满满一盆自己的新衣裳，他心底的最后一丝犹豫也飞走了。他哼着歌，从洗衣盆里抓起一件湿衣裳抖开，努力地甩向晾衣绳。快乐如此短暂。哎呦！吸饱了水的袖子啪地一声甩上沈竹溪的脸，他的快乐烟消云散。沈竹溪尖叫：“礼物！这混蛋竟然不拧干衣裳就跑了！”阿七！礼物打了个喷嚏。旁边跑得气喘吁吁的李坤扭头看了他一眼：“大哥，病了。”礼物说：“还不是因为你们跑得太慢，身上的汗都冷了，风一吹，可不要打喷嚏吗？我和三弟都没打，就你打。”李坤嘀咕道：“少叽叽咕咕，还不跑快点！”礼物一脚朝李坤屁股踢去，李坤嗷呜一声，撒开两腿往前跑去，30斤沙袋在他身上若隐若现。礼物放慢脚步，看向后边上气不接下气的李雀：“你自己加速，还是老子帮你加速？”不劳大哥费心。李雀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摇摇晃晃的加速往前跑去，围着蓝河一圈跑了下来。3个人都满身大汗，好不容易到了终点，李雀仰面朝天就躺了下去，一动不动，只剩胸脯飞快起伏。李坤蹲在蓝河边，用手掬水，喝得咕咚咕咚。李物站在河边迎着河风，脱掉了身上的外衣外裤，解下身上沙袋后，一个猛子扎进了河里。浪涛滚滚，水花飞溅，李物一身精壮的肌肉在河水中自由沉浮，汹涌的河水不住拍打在他宽阔的双肩，在浪花面前，青色的油缝潜入深渊，忽隐忽现。李物一边洗一边游，2炷香的时间后，才一脸痛快地上了岸。他一身全湿，就连头顶也在往下滴水。水珠顺着黝黑的睫毛落下，李物眨了眨眼，随手把乌黑的湿发抹到脑后。他一屁股坐上岸边一块生着青苔的大石，坐在晒得温热的苔藓上，漫不经心地感受迎面扑来的河风。瑰丽的朝阳笼罩在他身上，就像给他披上了一件浴血的战袍。李物一言不发，姿态散漫，眼中射出的目光却是锐利的。他凝视着镜头和天一线的地方，就像睥睨着他的手下败将，自有一股不言而喻的威严。大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鱼头县？李雀躺在地上望着天，问的却是隔着10几步远的礼物。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礼物头也不回。什么时候才合适？死上一个皇帝的时候。礼物捡起地上一枚石子，随手往河面上抛去。真龙帝和元龙帝不先死一个，这天下就乱不了。石子弹跳着在河面上远去，打出10几圈水花后，石子淹没在了滚滚的蓝河中。李却说，先帝滥用名利，穷奢极欲，早就失了民心。听闻元龙帝已经发出檄文，但响应的地方官员寥寥无几，反倒是那占据京城的真龙帝，他原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经一只口吐人言的白蛇点拨后，忽而通晓百书。起义成功后，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正好起义的地方又离京畿不远，这才能趁大燕没反应过来就直捣黄龙。他运气这般好，又遇到过异象，世人皆言他才是天命之子。什么天命之子，都是些骗蠢人的名头。李务面露讽刺，我若起事，也能弄出个生而知之天降异象的噱头。大哥即便不弄那些骗人的把戏，也已经很是不凡。李却笑道，朝阳完全升起来了，金灿灿的光辉洒遍大地，不留一丝阴霾。李务跳下巨石，捡起衣裤穿上。李却也从地上爬了起来，踢了踢靠着石头已经打起鼾声的李坤，说，大哥婚事将近，可还有什么需要弟弟做的？你去帮我送请柬。李务重新往身上绑着沙袋，不一会就胖了一圈。这个自然该弟弟效劳。婚宴要请什么人？大哥可想好了？能来的都请吧。李务拧了把发尾的水珠，我和樊三娘都说好了，让他多叫几个人来帮忙准备婚宴。请这么多人？李务拧着湿头发，随口道，女子一辈子就成一回亲，多花点钱也没什么。李却笑道，说的有理，大哥日后飞黄腾达，不出意外的话会和那些地主老爷一样，夜夜做新郎，但沈妹妹就不一样了，她这辈子不出意外的话只能盖一次红盖头。得了。李务眉头一皱，说，沈朱熹一人叽叽咕咕就够我头疼，你还要给我招几个麻烦回来，说不得大哥日后能救下大燕皇室的某位公主，然后就能一圆夙愿了。李却惋惜道，只可惜越国公主红颜薄命，听说先帝的10几个公主里面，就属越国公主姿色最好。李务冷眼朝他看去，娶公主算哪门子夙愿？你上次胡说八道，害得沈朱熹以为老子要卖她去妓院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你现在是枣子多了不痒。弟弟再也不说了。李却用2根手指做了一个捏住嘴唇的动作，但他嘴巴实在痒得慌，忍不住又开口补了一句，
弟弟只是没想到大哥对沈妹妹这么情深意重。李悟一个眼刀甩来，李却立即抿紧了嘴唇，连连摇头，示意真的不说了。一会你陪我去个地方。李悟说。李却松了口气，忙问去做什么？金银楼借喜服。第27章。一转眼时间就来到了4月初5，沈珠溪在几个妇人的帮助下，懵懵懂懂地穿上了金银楼的大红嫁衣，坐在铺着红缎被的新床上，任由他们给她盖上了盖头。嫁衣上身，恐惧也跟着上身。尽管他反复安慰自己，这只是权宜之计，并非真的成亲，他的心情依然愈发慌乱不安。独处加大了他的恐惧，卧室外的欢声笑语显得那么遥远，李悟响亮的嗓门也变得陌生起来。如果李悟骗了他呢？就像父皇骗了母妃一样。如果李悟只是想骗他成亲，所以对他花言巧语，百依百顺，那么是否筵席一散，他就会露出真面目？如果他要对他不轨，他又有什么反抗手段？母妃的悲剧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母妃的结局向他展示了婚姻对自己是多么可怕的事。如果可能，沈珠溪宁愿出家去做姑子，也不想成为谁的妻。他越想越怕，忍不住把手伸向枕头下，摸出一把生锈的剪刀，藏在宽大的袖子里，方才感觉好受一点。沈珠溪往竹帘外看了一眼，人影晃动，笑声不断。他既希望这无声的折磨早一些结束，又希望这筵席能长久下去。小院里摆满酒席，连篱笆外的空地也没放过。李坤抱着桂花树已经呼呼大睡，李却一张通红的脸像是刚在火边烤过。李悟在一张张酒桌上穿梭，酒已不知喝了多少，他的双颊染着酡红，衣襟微敞着散热，连青色油凤也醉倒了，他的双眼却比平常更神采奕奕。在宾客的怂恿起哄声中，李悟走向婚房，他的新娘安静坐在新床上等他。李悟的脸颊比他年少无知时一气喝了6坛烈酒还红。祝大哥和嫂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李却抢过喜婆手里的一碗桂圆，一把把洒了起来。圆溜溜的桂圆和扁扁的百合干接二连三落下，李悟伸手挡在沈珠溪头上，任桂圆接连砸在自己头上，仍然笑得合不拢嘴。快接新娘子的盖头啊！有人起哄道。李悟接过旁人递来的一把玉如意，小心翼翼勾在盖头上，顿了顿，慢慢地挑起了盖头。鲜艳夺目的盖头下是一张哭花了的脸。卧室倏然一静，李悟身后的说笑声不约而同地停了，空气凝滞下来。寂静持续了很久，也可能只是短短一瞬。李悟脸上的笑消失了。盖头都挑了，你们还看什么？看老子入洞房！李悟一发话，呆愣的众人如梦初醒，纷纷顺着台阶而下。就是，剩下的就留给小夫妻了，咱们出去继续喝酒。老朱你别溜，看我今天不喝倒你。宾客一哄而散，非常默契的去了篱笆外的酒桌继续拼酒。素来话多的李却这次却一言不发，默默地关上了堂屋门。屋子里现在只剩下沈珠溪和李悟二人。沈珠溪知道自己的表现让李悟出了大丑，他既恼怒自己在关键时刻掉眼泪，又害怕李悟酒气上头，说不定会动手打他。然而李悟只是转身离开了卧室，走出了堂屋。沈珠溪也不知道自己是庆幸还是失望，他太害怕成亲这件事了，只要想到就四肢僵硬，呼吸困难。他没法在挑起盖头的那一刻忍住眼泪，控制住双腿，不夺门而逃逸是他最大的努力。可是除了他自己，谁能理解他心中痛苦？李悟一定不会理他了，是他的错，让他在所有人面前丢了面子，旁人见了说不得会想些什么强抢民女的戏码。可是李悟从来都没强迫过他。是啊，李悟没有逼他做过自己不想做的事，可是他太害怕了，真的太害怕了。一想到父皇和母妃的前车之鉴，他就害怕成亲，害怕男人。他当初到底是为什么答应嫁给李悟的？他宁愿绞了头发去做姑子，现在还来得及吗？沈珠溪觉得自己搞砸了一切，忍不住捂着脸哭了起来。堂屋的开关门声又一次响起了，一个熟悉的脚步声走了回来。沈珠溪没有抬头，听见脚步声停在了面前，他想开口道歉，可是张开口发出的却只有气声。李悟的叹息在头顶响起，接着一只温热的大手把他的脸从沾满泪水的手掌中拉了起来。李悟蹲在床前，无奈地看着他，手中拿着一张打湿的干净巾子，一下一下笨拙却温柔地擦着他脸上的泪水和花掉的妆容。大喜的日子，你哭什么哭？李悟说。沈珠溪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只是哭，一边哭一边躲着他的擦拭。他心中有愧，不能接受李悟的好意。李悟一把按住他的后脑勺，让他无处可躲，只能被动地接受手巾在脸上擦来擦去。你不生我的气吗？沈珠溪好不容易才从抽泣的嗓子里挤出这句话。李悟擦着他乱糟糟的脸，忙里偷闲地白了他一眼。老子气死了，那你怎么不骂我？沈珠溪啜泣道。你不打我吗？
除了床上，我不打女人。李悟说。可是现在这就是床上啊！你真是个呆瓜。李悟忽然伸手，飞快地在他额头上弹了一下。打了，打了，你满意了吧？沈朱熹茫然地坐在床上，吸了吸鼻子。这也叫打吗？他的拇指和食指不过在他额头轻轻弹了一下，还没他母妃打得重呢。你真的不生气吗？沈朱熹又问。我生气又怎么样？你怎么赔偿我？李悟睨他一眼。沈朱熹沉默了一会，闷声道：等我找到阿兄了，我让他给你很多钱。老子又不缺钱。那你缺什么？以前缺个女人，李悟说，现在不缺了。可是我搞砸了。沈朱熹的眼泪又含上了。我让你丢脸了。李悟眉头一拧，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你不就掉了几滴眼泪吗？老子的面子是这么好丢的。你真的不生气吗？沈朱熹更念道。你怎么老叽叽咕咕同一句话？李悟说，你饿了吗？要不要吃点东西？沈朱熹摇了摇头，刚哭过一场，他现在一点食欲也没有。你喝醉了吗？喝不喝醒酒汤？沈朱熹问。你会做？不会。那你问个屁。沈朱熹抿住嘴，眼眶再次泛红。李悟一脸头疼的表情，拿着手巾就往他眼睛上按。我的祖宗，我的克星，你别哭了。手巾在他脸上乱按，几次堵住他的鼻息。沈朱熹含含糊糊道，谁让你放屁？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去不去？什么地方？沈朱熹没想过这辈子能有2次穿上嫁衣的机会，也没想到洞房之夜她会穿着嫁衣和她的丈夫夜逃。李悟扶着她的手臂，帮她翻出后院的篱笆，两人在夜色中渐行渐远，前院的宾客一无所知。李悟带她去的是一处年久失修的破屋，破屋只有沈朱熹如今所住的寝室大小，泥墙已经到了大半，地面吊着碎瓦和腐朽风干的芦草，冷风从大开的屋顶里呼呼灌了进去。这是一间连乞丐都不屑光顾的破屋。李悟带着他继续往前走，在破屋前半里远的地方，一片东歪西倒的木围栏映入他的眼帘。这些木围栏大多腐朽不堪，或折断了一半，或被掩埋在厚厚的尘土中。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伫立在围栏边，为这片被遗弃的天地遮风挡雨。废弃之地景象荒凉，沈朱熹徒生岁月无情的感慨。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李悟已经攀上了围栏边的大树。他踩着大树粗粝宽阔的树干，2下就登上了树干分叉的地方。他往一旁挪了挪，低头朝沈朱熹伸出手。上来。我怎么上来？沈朱熹目瞪口呆。像我一样爬上来。李悟说，我接着你。我不行。沈朱熹慌得连连摇头。李悟伸出的手一直没有收回去。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他说。他不用试也知道不行啊。哪个闺秀能穿着繁杂的嫁衣爬树？可是李悟一直看着他，眼神平静而又耐心，伸出的手也一直没有收回。他耐心地等着他。沈朱熹已经忘了被人期待的滋味，他没有想过有生之年会被一个泥腿子期待，而他竟然想回应他的期待。沈朱熹藏在大红宽袖里的手动了动，他看着半空中的那只手，无论他怎么看，那只手都没有收回去的意思。他心中的犹豫随着半空中那只大手而逐渐淡去。他伸出手，李悟嘴角一勾，原本稳稳停在半空的手忽然动作。他握住了沈朱熹的手，另一只手握着他的手臂，把他整个人往上一拉。沈朱熹尖叫一声，双脚下意识往树干上踩去。他踩到了树干，在李悟的帮助下，手忙脚乱地站到了树干分叉的地方。李悟让他扶好树干，他每往树上攀爬一步，就回头帮助沈朱熹攀爬一步。李悟的喜服一直在他眼前晃荡，他从没让他落得太远，就像两人并排而行时，他永远跟得上他的脚步。终于，两人都爬上了树顶。沈朱熹坐在粗壮的树枝根部，后背已被毛毛汗浸湿。一阵清爽的夜风袭来，他在爬树过程中落下的几缕发丝在眼前飞舞。沈朱熹看着变了样的天和地，胸口里激荡的动容让他一话不发。李悟也没说话，两人静静看着广阔的夜色。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许久后，他说，在那间屋子里。沈朱熹转头看向身边的人，在这棵树下。李悟说，在这个压栏里。第28章。我是个孤儿，生来便不知父母是谁，也不知自己从何而来。温柔的夜风不仅吹拂着沈朱熹的落发，也吹拂着李悟鬓角的碎发。飞扬的黑发掩映着他乌黑的眸子，他望着夜色，望着天地。沈朱熹不知道有什么映入了他的眼帘，只知道此时此刻，那双一贯神采飞扬的眼睛里露着一抹惘然。我流浪到鱼头县的时候，已经有5、6岁了。我做过乞儿，也做过偷儿，街上做吃食生意的，没有谁不曾被我偷过。偷东西讲究一个眼疾手快，可是在眼疾手快的偷儿，一旦被认熟了面孔，任你手眼再快，也休想
靠近别人的店铺了。他们一旦认出是你，隔得老远就会呵斥你、谩骂你。更有甚者，你只是从他门前路过，他也会提着棍棒出来打你。刚到鱼头镇那年，一开始我偷了许多吃的，可是后来就偷不到了。不仅偷不到，身上还是长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甚至连肋骨也断了。沈朱熹忍不住追问：是那些店家打的？是乞丐们打的？李乌说：无论什么地方，也讲究一个先来后到，做乞丐也是如此。那些年长的乞丐，每日都将我获取或偷回来的银钱食物一扫而空。如果我拿回来的东西不能叫他们满意，他们就会对我拳打脚踢，用我来做取乐的沙包。那一次，我只带回4个铜板，他们就打断了我的肋骨。沈朱熹听得目不转睛，眼里渐渐含上泪珠。我搁着血在街上流浪了2日，最后倒在了素心堂的门口，是唐大夫救了我。后来我宁愿在外边流浪，也不愿回乞丐窝了。李乌顿了顿，目光转向树下残留的围栏。我吃鸭食，睡鸭栏，和鸭说话。刮风下雨的时候，我和鸭子挤在一起取暖，他们从来没有嫌弃我、打骂我，是鸭救了我。他说。沈朱熹的眼泪冲破了眼眶，眼前的男人只是在冷静阐述他的过去，他的脸上并无悲伤，因为于他而言，这些只是已经过去的困苦，可是对沈朱熹而言，却是他贫瘠狭窄的世界里从没想象过的另一番天地。这片天太重，这片的太泥泞，他是如何扛下这天，如何走过这地，最终成长为今日的模样。后来我救了一个晕倒的书生，他急着上京赶考，所以高烧不退，也坚持赶路。他感谢我救了他，问我需要什么。我说我需要一个名字，他起了几个，我都觉得不好。最后他说：你无父无母，长在李子树下，受鸭群庇护，既如此，便叫李物吧。自那以后，我便有了名字。7、8年后，曾经打断我肋骨的那个乞丐，纠结了10几个人来围攻我，最后他死了，我活着。李物说：他们人多，可是个个怕死，我只有1人，可是我不怕死，所以赢到最后的总是老子。李物转过头，被满面泪痕的沈朱熹吓了一跳。你哭什么哭？沈朱熹的哭腔让他的话尾拖得老长，我心里难受。老子的事，你难受什么？我就是难受。沈朱熹说不出个所以然，孩子气得蹬了蹬腿。李悟深深地看着他，星芒在他眼中闪烁。呆瓜，他说：你多少岁了？16。我不知道我多少岁了，不是21就是22。他从怀中掏出一块碧色的东西，在他面前展开手掌。沈朱熹惊讶地眨了眨泪光朦胧的眼睛，这是我一直就有的东西。李悟说：那个书生告诉我，这是诀，只有人们表示恩断义绝的时候才会送这种玉。也许这就是我的亲生父母想告诉我的话，不要回去找他们。李悟手心里的诀是一块成色极好的白玉，玉上云纹缭绕，色泽光润，显然被主人时常摩挲。如果这块玉真是李悟生来携带之物，他的出身必然不凡。然而再不凡又能如何？就像那个书生说的一样，这是一块诀，只有表断绝之意时，诀才会作为赠物送出。沈朱熹不愿看他消沉，安慰道：说不一定，这其实是一对诀呢。诀是什么？李悟朝他看来，就是一对有缺口的半环形玉。沈朱熹说。李悟望着手中的诀，自嘲一笑：可我只有1块，说不定是你小时候弄丢了，说不定是……沈朱熹绞尽脑汁地安慰道：不必安慰我。李悟打断他的话，说：我本来就没有认祖归宗的想法，他们遗弃我，是他们的损失。沈朱熹原本还在为他伤心，此刻不禁破涕为笑。这就是礼物，从来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他也不会同情自己。沈朱熹犹犹豫豫地开口了：我被人叫做天煞孤星，你会害怕吗？谁这么叫你？沈朱熹想起了工人间的流言，还有兄弟姐妹那些明里暗里的嘲讽，很多人，他们在放屁。李悟毫不犹豫道：你要是天煞孤星，怎么还没把他们克死？沈朱熹又开始笑，刚刚升起的悲伤烟消云散。他们为什么这么叫你？和我走得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沈朱熹喃喃道：说说看，我7岁时和一个宫女姐姐交好，你7岁就入宫了？沈朱熹慌忙点了点头，怕他打破砂锅问到底，紧接着说道：没过2年，他就因为偷母贵妃的簪子被活活打死了。但是临死前，他也不承认东西是他偷的。我也相信不是他偷的，他不是那样的人。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李悟说：人是贵妃打死的，你只是个7岁的小宫女，这事怎么能赖在你身上？还有我10岁的时候，贵妃触怒龙颜，被剥夺了封号幽禁，这一禁就是6年。贵妃被幽禁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你不是越国公主的人吗？我越国公主住在贵妃宫里，我自然也住在贵妃宫里，贵妃也算我的半个主子。沈朱熹说：贵妃被幽禁后，
宫里所有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内侍对我多有照顾，但不久以后他也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他被一个好男色的老太监要了去，没过多久就被折磨死了。还有呢？还有13岁时，我交了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郡主。郡主和你这个宫女交朋友？他可能是见我可怜，心血来潮吧。沈竹溪说，有一次他说带我出宫玩，我没忍住诱惑，答应了他。我们出宫后却遭到了匪徒绑架，虽然我们最后被救出来了，但京中却起了流言，说他清白已失。1年后他就远嫁了，去了山高地远的云南，嫁了一个没听说过的人。沈竹溪哽咽道，都是我害的。一个响力敲在他头顶，沈竹溪哎呦一声，逼回了鼻尖的酸涩。说你是呆瓜，你还真呆啊！李无不屑道，这些事跟你有一个铜板的关系吗？你自己老往自己脸上贴金，还天煞孤星呢。你要是天煞孤星，我就是太白金星。你来克我试试看。你不能乱说。沈竹溪吓了一跳，慌里慌张地捂住了他的嘴。天地一下寂静下来，李物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的鼻息撞在他的手心，唤起一阵酥痒。沈竹溪猛地收回手，脸上温度骤然升高。树上静了好一会，只有风声吹拂树冠，涛声阵阵。李物说，我不怕你克。啊！他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让沈竹溪疑惑朝他看去。李物没有看他，而是看着广袤无边的夜色，说，我的命也硬，我不怕你克。简简单单一句话，却让沈竹溪心里掀起浪花。李物说，回去吧。好。两人回到家，宾客已经尽数离去，李却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只余一缕酒香残留在空气中。沈竹溪回了卧室，李物过了一会，抱着一个小小的木匣走了进来。他在他面前打开了木匣，沈竹溪惊讶看到里面装着鸡排垒起来的银锭子，最上面一层放着他的一对耳饰。这是我给你添的嫁妆，你好好收着，不要乱用。李物把木匣放到他手里。沈竹溪呆呆地看着他，他从来没听说过丈夫帮着添嫁妆的道理。你哪来的银子？他脱口而出，做生意挣的。李物顿了顿，说，干净的。你不怕我拿着你的银子跑了吗？你跑啊，老子巴不得你跑。李物说，你要是跑了，老子才有理由捉你回来打断你的腿。见沈竹溪露出害怕神情，李物扯了扯嘴角，你又信？说什么你都信，真是个呆瓜。除了床上，老子不打女人。沈竹溪小声说，你可以让李坤或李雀帮你打。你真了解我。李物忽然伸手揉乱了他的发髻，别自己吓自己了，累了一天，快睡吧。陌生的感受让沈竹溪呆立原地，直到头顶的大手离开了也没反应过来。一开始他觉得李物是个大恶人，后来他觉得他也没那么坏，现在他觉得李物比他想的更好。洗漱完毕后，沈竹溪躺上柔软安稳的新床，心里想着他以后也要对李物好一点。这念头刚升起还没多久，换上了中衣的李物大大咧咧撩开竹帘走进，一屁股挤开了睡在中间的沈竹溪，无视他目瞪口呆的表情，顺势躺了下去。你来做什么？沈竹溪缩在角落，结结巴巴道，睡觉啊，你不睡觉吗？李物理直气壮地看了他一眼，说，你不睡觉就再过去一点，这是我的床，老子付的钱，我们说好了，成亲后你不能占我便宜。沈竹溪气红了脸，谁占你便宜了？李物说，我碰你一根手指头了吗？倒是你，别趁我睡着了，反过来占我便宜。你！沈竹溪气得不行，既不想下床让李物霸占他的床，也不想就这么让他如愿。他夺过他身上的被子，一脚踹在他屁股上。这是我的被子！李物扑通一声从床上滚落，抬起头来，沈竹溪已经把被子裹成一个蚕蛹，背对着他躺下了。李物嘴角带着微笑，重新爬上床，躺在了床畔。等我睡着了，你可别非礼我。你做梦去吧，我宁死都不会非礼你。这可说不准，毕竟我年轻英俊又多金。呸！你不要脸！作者有话要说，推一下我基友的新书，喜欢现言的可以看看，我基友太够意思了，这本全程追更。才不要当替身。作者银巴。沈淑瑜和于志晨在一起1年，渐渐发现一个秘密，他收到的礼物、去的餐厅、看的话剧都是完美复制另外一个女人。有一天，那个照片里女人出现在了沈淑瑜的面前。沈淑瑜先发制人，狗男人送给你，我退出，顺便替身费用结算一下。他本以为对面是个俗套恶女配，不料女人微微一笑，你挺有 attitude， 那我也就 friendly 一点，我们可以做个 friends， 毕竟我们都 love 过同一个 man。 等着被二女争抢的于志晨。星号。分手后，沈淑瑜放飞自我，和小狼狗邓泽元玩飞起，不料
于志晨却纠缠不休，追上门：“叔叔，你才是我的真爱，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所以你能不能以沈氏集团千金的身份帮我引荐一下？”沈书瑜拿起身旁的平底锅，正要给他一锤，身后少年走出，一脚踢在于志晨胸前，凌厉的双眸带着警告：“滚远点！”屁！第29章，身边多了个人。沈朱熹一开始睡不安稳，可是李悟一点没觉得别扭，不一会就响起了他平稳的呼吸声。沈朱熹听着他的呼吸声，比自己想象的更快睡了过去，踏实无梦。第二日，沈朱熹睁开眼，李悟已不在床上。他穿好衣服，趁着李悟不在，踩上椅子，把随身携带已久的凤牌藏在了房梁上。他刚跳下椅子，李悟就从院外走了进来。沈朱熹洗漱好后，坐到桌前，看着李悟解开荷叶包，拿了最鼓囊囊的一个肉包子递给他，一口下去，汁水四溢，羊肉和茴香交织在一起的香气瞬间扩散到整个口腔。这又是哪家的包子？沈朱熹问。不是买的，是老王头昨天杀了羊，今早就带了包子特意送来门口。他为什么送你包子？他之前家里遇贼被偷了东西，是我帮他找回来的。沈朱熹似懂非懂，点了点头，又咬了一口香喷喷的包子。一会我要去永田县一趟，大概晌午才能回来。李悟三下两下解决了第一个包子，接着拿起第二个。午时是我们4个人吃，买菜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家里的盐巴也快没了，记得买些回来。沈朱熹点了点头，他不放心，又说：“我让李坤留下陪你。”不用了，你带他一起去吧，他力气大，能帮你。沈朱熹虽然不知道李坤能帮他什么，但他直觉李悟做的不是正当营生，有李坤在身边应会安全许多。至于他，只要不去僻静地方就好了，大白天的，那些乞丐想来也不敢太过放肆。李悟沉默片刻，说：“你不用担心那些乞丐，他们已不在鱼头镇了。”沈朱熹一愣：“他们去哪儿了？”李悟没回答他的问题，第二个包子也很快消失在他手里。早去早回，别在外边晃悠。他拍了拍手，站起身来。用过招时后，李雀和李坤来到院子外，李悟再三叮嘱他不要乱跑，才不放心的往外走去。沈朱熹送到门口，李雀一大早就活力十足，不断向他挥手，声音响亮十足：“嫂子好，嫂子再见。”李坤看着李雀嘿嘿傻笑，他学着他的样子，也向沈朱熹挥了挥手，喊道：“猪猪，再见。”话音未落，他就被李悟一脚踢了屁股。喊嫂子。李悟臭着脸说。李坤揉着屁股，委屈巴巴地说：“嫂子。”沈朱熹被他们弄了个大红脸，小幅度地挥了挥手。他对上李悟似在等待什么的视线，犹豫片刻，说：“早些回来。”李悟咧嘴一笑：“好。”李悟离开后，沈朱熹回屋收拾了一番。第一次担负任务出门，他满腔热情，再三检查了门锁和门窗，才关上了院子门。从李家到镇上集市的路，他已经越来越熟悉了，偶尔遇到横跨路中的马屎牛屎，也能面不改色的绕行或跨过。不远处的农舍升起炊烟，不知谁家在蒸馒头，一股清香飘散在空气里。田坎两边都有弯腰劳作的农人，他们看见沈朱熹，不管沈朱熹认不认识他们，都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李娘子，去镇上赶集吗？李娘子，昨天的酒菜太好吃了。李娘子。沈朱熹受宠若惊，不断用笑脸回应。在他的印象里，农民就是攻破皇城的那群人，他们蛮横凶狠，大字不识，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忠君爱国，他们就像野兽一样残忍嗜血。可是他现在看见的这些农民，他们勤劳朴实温和，就像地里温顺的老牛，和他想象里的农民截然不同。事到如今，沈朱熹已经不觉得惊讶了。自出宫以来，他已经发现自己存在颇多偏见，他曾经的许多认知都是错的。也许这就是先贤反复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沈朱熹来到集市，街上一如既往的热闹非凡，来往行人都有旺盛蓬勃的生命力，让沈朱熹想起地里的野草，它们不开美丽的花，但是比起生命力却不输任何植物。沈朱熹顺着街道往前走去，怀着和前几次截然不同的心情，好奇的东张西望，记下经过的每一个店铺和景物特征。路过点心铺时，他买了李坤最爱吃的玉子饼，又在点心铺老板的推荐下，捎带了2张花香浓郁的玫瑰饼。付了铜板后，他转过身，差点撞上肉铺送货的牛车，3个瞪着眼睛的猪头和他面面相觑。沈朱熹后退一步，以免牛车擦到自己。坐在车上的大娘见状，朝他笑了起来：“娘子现在不怕猪头了？”他这才认出大娘正是他第一次来集市时遇见的肉铺老板娘。沈朱熹不好意思地笑道：“不怕了，凡事都有第一次，看得多了，自然不怕了。”老板娘笑着说：“我第一次杀猪时也吓得睡不着觉里。”一旁吃茶的中年男子闻言笑道：“潘大娘，你也有吓得睡不着觉的时候啊？”
去你的！潘大娘笑骂道：“敢拿老娘开玩笑，小心老娘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茶肆里一阵笑声，牛车缓缓走了，沈珠溪也向着下一家走去。集市上什么都有，沈珠溪在一个卖枣豆的地摊前停下了脚步，一碗碗的枣豆琳琅满目，每个碗前面都用鲜红的颜色画着沈珠溪看不懂的标志。卖枣豆的妇人见沈珠溪驻足，立即热情道：“娘子要买什么样的枣豆？你有什么枣豆？”沈珠溪说：“这是桃花枣豆，这是碧豆枣豆，这是……”妇人一口气介绍了7、8种枣豆。沈珠溪闻了闻碗里的味道，又用手指捏了捏，最后选了一种脸上用的枣豆，问：“这个多少钱？”妇人眼珠子一转，说：“2两银子一碗。”沈珠溪也算小小了解鱼头县的物价了，闻言眉头一皱：“这么贵？”“不贵。”妇人表情夸张：“小娘子眼光好，选的是最好的枣豆，这东西嘛，自然是越好越贵。我也有便宜的，你看这个造假枣豆，只要15文一碗。可是姑娘，你肯定看不上眼。”“真的吗？我看得上。”沈珠溪说：“给我来3碗这个。”妇人表情一僵：“可这是洗衣服用的，小姑娘你脸这么嫩，要是用造假枣豆上脸，你这嫩乎乎的小脸可就毁了。”“为什么会毁？”“当然是因为造假伤夫。”“伤夫的枣豆你也敢卖？”沈珠溪说：“县令知道你卖这样的枣豆吗？”“县令也不是伤夫，只是……”妇人结结巴巴地说：“只是其他枣豆美容的效果更好，就比如这玫瑰枣豆，我跟你说，1日用2次，保管你的脸白白净净，摸上去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那你怎么不用呢？”沈珠溪问。我在用啊。”妇人说。“那你的脸为什么一点都不像剥了壳的鸡蛋？”沈珠溪狐疑地看着他满脸褐斑的脸。“我这是一种说法，不是说你真的会变成剥了壳的鸡蛋，你明白吗？”“我不明白。你一会说你的枣豆会伤夫，一会又说它们能美容，但你每次说了什么，最后又会自己否定，它既不伤夫，也不能美容。”沈珠溪生气道：“这种什么用也没有的枣豆，你竟然想卖我2两银子，这怎么能说什么用都没有呢？至少它们有清洁作用啊！只有清洁作用的枣豆和这造假枣豆有什么区别？你这小娘子，我真是怕了你了！你要的枣豆，我就算你1两银子好了。”妇人挥手道：“功效都一样，为什么价钱不一样？500文！我要告诉所有人，你的枣豆明明只有一个功效，价钱却完全不一样。30文，不能再少了！你先前骗了我，还要再送我1碗造假枣豆。”“行。”妇人咬了咬牙，蹲下身给他装枣豆。“小姑娘，下次砍价直接砍，别走这么多过场。”“我什么时候砍价了？”沈珠溪一脸茫然。“我只是在和你讲道理，你骗人是不对的。”沈珠溪拿着枣豆往人群密集的地方走去，那里进城卖菜的农民大声吆喝，沈珠溪看得花了眼，那些菜个个都绿油油的，他一个都叫不出名字。沈珠溪停在一个摊位前，说：“大葱多少钱？”老农抬头看了他一眼：“姑娘，这是蒜苗。”“我问的就是蒜苗。”沈珠溪涨红了脸。买了蒜苗，沈珠溪又在邻近的肉铺那里买了一块肉。这些住在镇子上的人都知道她是李悟的媳妇，一边向她笑着问好，一边报出平易近人的价钱。借着买菜的名头，沈珠溪在菜场不断问这是什么，不知不觉2手提的菜肉就多得再也提不下了。他意犹未尽地离开了菜场。回家后，他把买来的蔬菜和肉都放进了厨房里，他怕蔬菜等不及礼物回家就蔫掉，还特意找了个陶土罐子装上水，把蒜苗等蔬菜插了进去，远远看去郁郁葱葱，还别有一番滋味。做完这些，他又绕到后院，把干了的衣服给收了下来。之后他闲着无事，还把院子里的桂花树浇了浇。沈珠溪蹲在树干前，碎碎念道：“你几岁了呀？怎么还这么小？我以前见过一个你的兄弟，他有3个你那么大呢。”浇完桂花树，沈珠溪回到卧室里看了会新买的诗集。诗集里的诗都是他看过的老东西了，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日头不知不觉就升上去了，在沈珠溪感到有些负饿的时候，篱笆外响起了李悟和李雀的交谈声。沈珠溪跳了起来，抓起堂屋里新买的鸡毛掸子迎了出去。第30章，荆州知府在府里大宴特使。看样子，李悟听着李雀的话，面色凝重，手还没碰到篱笆门，门就先一步从里打开了。一根鸡毛掸子拍上了他的头脸，鸡毛刷过鼻眼，又痒又戳人。“你做什么？”李悟跳了起来。沈珠溪一脸无措地看着他：“我帮你拍灰。”“拍灰是这样拍的吗？”李悟夺过他的鸡毛掸子。“那要怎么拍？”这样，李悟在他身上轻轻拍了2下，忽然把鸡毛掸子扔给身后的李雀。“鸡毛掸子就不是拍人的。”“可是杂货铺的老板分明说鸡毛掸子可以拍人从室外带回来的灰，也可以拍家具上积累的灰，我特意买了2把呢。”沈珠溪说。“老子又没出去挖炭，哪来那么多灰拍？”李悟拧着眉说：“让你买的东西都买了吗？”“买了。”
沈朱熹高高兴兴地说。他把礼物引到屋里，向他展示他这半天的成果。我买了蒜苗、猪肉、玉子饼、枣豆、手帕、鸡毛掸子，盐呢？礼物叹了口气。李却立即道：大哥，我正打算去镇上买些下酒的凉菜回来，盐我来带，二哥跟我一起去。李坤头也不回地往厨房冲。我才不去，玉子饼在哪儿啊？我的玉子饼，你陪我去镇上，我给你买双倍馅的玉子饼。李却话音未落，李坤已经转身冲了回来。你要说话算话，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你什么时候都不算话，那你还信我？我是二哥，我必须信你。两兄弟的说话声渐渐远了。沈朱熹正懊恼自己为什么忘了买盐，礼物环视明亮整洁的堂屋，伸手在光可见人的方桌上抹了一把。你打扫了屋子？沈朱熹又高兴起来，还不错吧？礼物从喉咙里嗯了一声。我不会白吃白住你的，在我找到挣钱的法子前，我会负责家里的打扫。沈朱熹脸色微红，小声道：虽然我现在还不太会洗衣做饭，但我学得快。礼物打断他的话：白吃白住也行。什么？沈朱熹下意识反问。既然活在乱世，就别那么刚直。礼物说：更何况我让你白吃白住，你不愿意，是不是看不起我？沈朱熹呆了。我没有看不起你，你就是看不起我。礼物说：我没有。你有。我没有。沈朱熹快哭了。你既然嫁了我，供你吃喝就是我理所应当的事，你反过来要给我钱，就是看不起我。那家里的活谁来做呢？总有人做。礼物说：老子娶你回来不是让你受苦的。沈朱熹一愣，还没反应过来，礼物已经踏出堂屋往厨房走了。他追了过去，看见礼物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他插在陶土罐子里的菜。这是什么？我买的菜啊！沈朱熹理直气壮道：我用装了水的瓶子插上，你看现在还和我刚买时没差呢。你不这么做也没差。不可能。沈朱熹底气十足的一口否定，没有哪种花草离得了水，这菜也是花草的一种，道理都一样。我插花，我帮越国公主插花时，再漂亮的花要是离了水，一会时间也会变得颜色暗淡。暗淡了又怎么样呢？礼物问。暗淡了就不好看啊，再好看的菜下了锅不都一样？沈朱熹震惊了，他说的好有道理。礼物再次叹了口气，把罐子里的蔬菜都拿了出来。他听着他不断的叹气，心里升起浓浓的挫折感。沈朱熹犹豫半晌，闷声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礼物既没安慰他，也没否定他。他蹲在灶台前，往洞里扔着劈好的柴火。你觉得自己笨吗？沈朱熹迟疑了片刻。他自然不觉得自己笨，他学东西很快，他写的一手好字，琴棋书画都略通皮毛，尤善琴瑟。虽然他不喜欢这些，但贵女需要学的东西他都会。他识字早，读书多，往年还未失宠时，藏书阁的大门向他随时敞开，里面的各种孤品珍本他都有所涉猎。他慎重地答道：我觉得不笨。那不就得了？难道你为了证明自己不笨，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做？礼物拿起一旁长长的铁钩子，往炉子里接连捅去，火星飞散，映照着他俊朗的侧脸。他漫不经心道：我最烦为了什么人或事证明自己，我就是我，不需要证明，更不需要向谁证明。你不会洗衣做饭，这不代表你笨。你那双细皮嫩肉的手，能做的不只是洗衣做饭。沈朱熹心里先是一喜，接着立马一沉。他的琴技不错，但他总不能出去卖一把。用文字挣钱也就罢了，用丝竹之声谋利，他作为一名未出阁女子的名声就彻底坏了。李无生好了火，站起来道：在外忙活了半天，这间有点僵。沈朱熹中断思绪，跟着站了起来，关切道：要不要找唐大夫拿点膏药贴贴？不用，捶捶就好了。李无说：哦。沈朱熹又去想他的谋生之道了。你脖子上长的是呆瓜吗？李无不高兴地说：我都这么说了，你就不会来帮我捶捶？这……沈朱熹的脸腾地红了，这怎么行？这怎么不行？这儿除了你我就没有别人，即使有人来了，咱们是夫妻，妻子帮丈夫捶捶肩膀怎么了？李无说：你连给我捶肩这件小事都不愿做，还想出去自食其力。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说什么不想白吃白喝都是假的，骗人的，专骗老子一个。你蹲下来点。沈朱熹话音未落，骂骂咧咧的礼物立即蹲了下来，背也捶捶。他说。沈朱熹回头看了眼篱笆的方向，确定没人看见后，轻轻捶着礼物的肩膀和后背。他第一次给人捶背，生怕力度过重，握成拳头的右手轻轻敲着。你再给我挠痒痒呢，用点劲儿，再重点，再重点，你要捶死我啊！沈朱熹弱弱道：不是你让我重点吗？我是让你往老子后颈重捶了吗？礼物说：我看你是想把老子一拳送走。
沈朱熹天真道：“送去哪儿啊？”“送去阴曹地府。”李悟说。他这才听出他在损他。沈朱熹对着他的后脑勺无声地做着口型：“恶霸、地痞、臭流氓。”李悟一无所知，仍沉浸在自身的感受里。下去一点，左边一点。哎，对。虽说他已经屈膝蹲了不少，但沈朱熹捶他的肩膀还是有些吃力，捶了一会，他手都捶累了。李悟还不叫停。沈朱熹问：“你蹲着累不累啊？”“要不，不累，你捶吧。”李悟说。沈朱熹，他现在真想一拳把他送走了。李悟一边享受他的服务，一边拨拉着他买回来的菜。“你买这么多菜是想吃几天？”“1天3顿，很快就没了。”“就算1天3顿，一顿又能吃几个菜？”沈朱熹试探道。“6、7个菜。”李悟没好气道：“县老爷一顿都吃不了这么多菜。你以前到底是当宫女的还是当公主的？”“当然是宫女。”沈朱熹干笑道。“县老爷一人吃不了这么多，可是我们人多呀，有李坤和李雀一起吃，6、7个菜还不是轻轻松松？你就是上天派来折腾老子的。”李悟嘴上不饶人，手上却开始清洗猪肉。“中午想吃什么？”这个问题沈朱熹已经想好了答案，他兴冲冲地答道：“蒜苗炒肉、水晶块、醋笋、灌蜜藕。”沈朱熹还没把他设想的菜单说完，李悟已经打断了他：“除了第一个，我都不会。”沈朱熹忙说：“很简单的，我知道做法，我告诉你，那水晶块就是。既然简单，你自己来。”李悟说：“你。”沈朱熹气得在他背上捶了一拳。说好的娶她不是让他来受苦的呢？这才过了多久，他就让他自己来了。男人果然都是不可信的大骗子。沈朱熹鼓着腮帮子瞪他，因为吃不到的水晶块满腹委屈。李悟却咧嘴笑了起来：“不错，还知道打人了。”他说：“说吧，水晶块怎么做？”于是两人分工合作，沈朱熹负责动嘴指导，李悟负责动手又动嘴。就例如这水晶块啊，名字复杂，但是做法简单，其实就是猪皮块。你先把猪皮洗进去汁，往锅里加水，再放葱椒陈皮烧开。你去把你的枇杷拿几颗过来。拿枇杷干什么？剥皮下锅呀。陈皮不是枇杷皮。你现在让我去哪儿给你找陈皮？都是果子皮，都有清香。橘皮可以枇杷皮，为什么不行？你是不是看不起枇杷皮？再例如，水开后，猪皮下锅，文火熬煮，待皮软后取出切成细丝，再放回锅里煮稠。宫里还有这种吃法？你这是吃猪皮还是煮胶水？又例如，用细密的棉布过滤猪皮，哪还有猪皮，都是胶水。过滤之后，猪皮冷却就变成块了，再用香醋来浇着吃，肥而不腻，香而不闷，是一道朴实的家常菜。这还叫朴实的家常菜？你在宫里过的日子还真是朴实。李悟骂归骂，手上的动作一直不停。沈朱熹想到自己中午有水晶块吃，也不在乎他骂不骂，骂就骂吧，反正他不会少一块肉，等到了中午还能多吃一块肉呢。你的肩还难过吗？要不我再帮你捶捶，顺便讲讲这醋笋的做法。第31章，水晶块很好吃，比他在宫里吃到的还要好吃。枇杷皮代替陈皮的做法虽离奇但管用，做出的水晶块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枇杷清香。用过午时后，李却主动揽下洗碗打扫的任务，和李坤一起把堂屋和厨房打扫干净了才离开。沈朱熹跟着李却蹿继续语言指导，安排他什么地方用什么枣豆，什么地方用哪张手巾，惹得李坤看着他嘟囔：“乖乖龙地东，讲究猪猪。”沈朱熹送走李却两兄弟后，李悟已经在他的床上呼呼大睡了。沈朱熹看得生气，拿了自己的诗集，搬了一张椅子到桂花树下读诗去了。沐浴着桂花树的阴影，沈朱熹不由期待金秋10月的时候这一束桂花的诗意景象。看了一会书，沈朱熹渐渐打起了瞌睡。想起里屋那个睡得舒坦的人，沈朱熹渐渐不忿，凭什么他霸占了他的床，他还只能忍让不可？他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扔下诗集走向里屋。里屋早已在床上睡成了个大字，长手长腿，要100多宽100多宽，压根没给他留一寸余地。沈朱熹气不打一处来，也不知哪来的勇气，走上前去就把人往里面推。这床有一半是我的，他说：“你进去。”里屋睡得迷迷糊糊，被他推搡着翻了个身，让出半个人的空地。李悟，李悟，沈朱熹试探地叫道。李悟没反应，这就不能怪他了。沈朱熹恶向胆边生，趁他睡着了意识不清，连推带踹的把他赶往墙壁。一开始他只是想让他更过去一点，但是后来就慢慢变了味。李悟让他哭了许多次，还总是叫他呆瓜，他不免公报私仇，手上的动作越发用力。李悟仍闭着眼睛，眉头却蹙了起来。他抓住沈朱熹推向他肩膀的手，
反向一拉，沈珠溪措手不及，摔上了床。他还没来及反抗，大红的被子已经盖了上来。不过几个眨眼的时间，沈珠溪已经被裹成了一个蚕蛹。别折腾了，睡吧。他闭着眼，伸手覆上了他的眼睛。沈珠溪心头一跳，下意识的就想摆脱，可仅被老老实实裹在他身上。他左右摆了摆头，那只大手像狗皮膏药一样稳稳粘在他眼皮上。把手拿开！他气急。李雾不说话，温热的黑暗里传来的只有他平稳的呼吸声。你睡了？李雾，李雾，李雾！沈珠溪气急败坏，李雾稳如泰山。他挣扎了一通，体力耗尽，眼皮上热乎乎的感觉催着他速速入睡，和意志无关。他的眼皮越眨越慢。沈珠溪和困意做斗争的时候，李雾悄悄睁开了眼。他眨也不眨地注视着睡在身旁的沈珠溪，他的手遮住他的眼皮，就像一株饱满的麦穗落在了雪地上。他不愉快的嘴唇慢慢恢复了放松的弧度，不涂脂粉，却天生玫瑰颜色。他的视线描绘着她的唇瓣，猜想一口咬上是否也会如玫瑰甜美。世人皆爱用花来形容女子，不是芙蓉就是牡丹。在李雾看来，她也是花，却不是那样的柔弱之花。她是垂丝海棠，迎风飘摇，袅袅挪挪，狂风暴雨来袭时却又屹立不倒。李雾忽然说，下午我还要去一趟临县，可能要晚些回来。你要是先饿了，厨房里还有玉子饼。玉子饼不是被李坤中午吃完了吗？李雾翻身过来，吐出的气息正好洒在他的鼻尖。我给你藏了一个。他轻声说。沈珠溪感觉有些不自在，也不知道是因为他说的话，还是因为他近在咫尺的呼吸。李雾说完就没再开口了。沈珠溪不一会也陷入了梦乡。再醒来时，李雾已不在屋子里。他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出堂屋，看见院子里的桂花树下有一行树枝画下的字：走了，等我回来。这短短几个字虽然歪歪扭扭，但写是写对了的。沈珠溪透过这行生疏但认真的字，仿佛看到了李雾蹲在桂花树下，一边书写一边陷入苦思的样子。他拿出诗集，在树下看了一会，篱笆门外忽然响起了小心翼翼的声音：李兄弟在家吗？李雾不在，突遭访客。沈珠溪不知来的人是谁，心里多少有些紧张。他放下书后走到门边，没有急着开门，而是先问：你是？我是住在隔壁的周嫂。听到沈珠溪的声音，外边的女人声音反而自然放松了。她话语带笑，温和道：我是来给李兄弟还钱的。沈珠溪这才开了门，门外只有一个40岁上下的女人。她一见沈珠溪，脸上就露出了试探的笑。她虽穿着粗布衣裳，但上下都是整整洁洁的，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博得了沈珠溪的好感。她把只开了一半的门完全敞开了。可是李雾不在家。不在家也不妨事，我把这钱还给你也是一样的。周嫂腼腆的笑了笑，之前家里周转不开，李兄弟借了我10两银子，本来说好2个月就还，但是因为一些事情，还是拖了大半年，真是对不住了。他面露歉意，不由分说的把手里握的几粒碎银，连带着一串铜板塞进了沈珠溪手里。沈珠溪还没拿稳银子，他就把另一只手上提的一篮鸡蛋也送了过来。李兄弟没收我利息，但我这心里实在过不去，你们小两口把这篮鸡蛋拿去补身体吧。这太不好意思了。沈珠溪忙把篮子往回推，李雾不收你利息，我也不能收。周嫂又把篮子推了回来，一脸恳求：你收下吧，这是嫂子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下，嫂子再也不好意思上你家来了。沈珠溪看他态度坚决，这才收下了篮子。他正不知道说些什么，周嫂笑道：我这还了钱，心里也放下了一桩心事。李娘子可能不知道，你大婚的日子，我还来喝过你的喜酒呢。你们李屋啊，可是把镇上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过来了，他对你很是看重呢。沈珠溪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成亲那日我没准备好，让大家看笑话了。这没什么，我嫁人那日哭得比你还惨呢。周嫂摆了摆手。几句话聊下来，沈珠溪觉得周嫂此人很好说话。他本打算请周嫂进来坐坐，没想到周嫂先邀请他去隔壁喝汤。我熬了大麦汤，补中下气的，对脾胃有大好处。李娘子家里没人，我也一样，不如到嫂子家坐坐，我们坐着喝碗热汤，一起打发时间。沈珠溪正嫌一人呆着无聊，礼貌性质的推脱了2次后，在周嫂子第3次相劝的时候，终于半推半就的答应了下来。那我就打扰嫂子了。沈珠溪在桂花树下留下我去周嫂子家完了的字样后，跟着周嫂出了门。周嫂笑眯眯的把他拉到了隔壁，说是隔壁，实际和李家院子隔得不近。沈珠溪数着路上的牛屎，在为第4坨牛屎让路后，周嫂子扬声道：到了。一间比李家小上近乎一半的小院出现在沈珠溪眼前。周嫂快步上前，打开了篱笆门，热情地邀请沈珠溪入内。院子虽小，但可供利用的空间却比里屋家大。院子和周嫂的人一样，其貌不扬，但整整齐齐，
沈朱熹好奇地打量着小小的宅院，一声从后院突然响起的怪叫让他吓了一跳。沈朱熹被从未听过的怪叫声吓了一跳，周嫂被突然跳起的沈朱熹吓了一跳。那是什么声音？沈朱熹缩着肩膀，不由有些害怕。那是母猪在叫，我家的猪要生崽了。周嫂爽朗地说道：“你去堂屋随便坐，我去端大麦汤出来。”周嫂风风火火地走向厨房，沈朱熹走进狭窄的堂屋，小心翼翼坐了下来，竖耳倾听后院不时响起的叫声。原来这就是猪叫啊！哼哼吃吃，哄哄啃啃。沈朱熹琢磨猪叫声的时候，周嫂端着一瓷盆的大麦汤和2只瓷碗回来了。他把大麦汤和瓷碗都放在了桌上，这张桌的4个桌角都磨损厉害，桌角也一高一低，即便矮的那只脚下垫了一把稻草，桌面也并非完全平整。还有他拿来的那2只瓷碗，上面的釉已经脱落了一半，碗口也有犬齿般的锯齿，但好在和他的人一样，不论和是碗还是盆，都是干干净净的。周嫂注意到他在观察瓷碗上的缺口，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家里的碗用了很久，这2只已经算好的了。没关系，有缺口才好呢，里屋家的瓷盆也有缺口。沈朱熹安慰道：“古人言岁岁平安吗？”周嫂笑道：“里屋家不就是你家吗？现在成婚了，出嫁前的习惯该改了。我听说你是被礼物从河里救上来的，你原是哪里人？”“我的祖籍在江南，很小的时候就入了宫当宫女，家乡的事已记不大清了。怪不得你这一身气度，宫里出来的姑娘就是不一般。”周嫂笑道：“你父母还在吗？若是要去江南回门，这路上要花的时间就说不准了。我和家人失散了，我并不清楚他们现在身在何处。”沈朱熹神色黯然：“原来是这样。”周嫂同情地看着他：“你也别灰心，做父母的都希望儿女平安顺遂，只要你照顾好自己，以后总有重逢的一天。你家礼物……”周嫂话音未落，后院一声惨绝人寰的嚎叫打断了他的声音。沈朱熹又被吓得一个哆嗦。周嫂站起身，走到窗户前往外看了一眼，猪可能要生了。他说着转身走了回来：“李娘子，我去猪圈看看，你和我一起去吧。”“啊？”沈朱熹一愣：“你看过女人生产没有？”周嫂问。没有。现下正好，你可以长长见识。这母猪产子和女人生孩子差不多，你见了猪生孩子，以后你生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周嫂拉着沈朱熹就往外走。沈朱熹一想到要进猪的产房，就吓白了脸。他用不着心里有数啊，他和礼物又不会有孩子的。我就不用了吧，我的大麦汤。沈朱熹尝试挣扎，话没说完就被热情的周嫂一把拉出了门。大麦汤回来再喝，等生下小猪你再来看，就没什么好看的了。沈朱熹推脱不得，只得和周嫂来到猪圈。还没靠近，一股古怪而浓烈的臭味就涌进了他的鼻子。这是和茅坑、牛屎截然不同的一种臭味，熏得沈朱熹面白如纸，如丧考妣，只差眼睛一翻，立时昏倒。这是什么味道？他颤声问。猪圈的味道啊。周嫂像是什么都闻不到似的，竟然还笑得出来。猪圈都是这个味道，你多闻闻就习惯了。不，他一辈子都不想习惯这个味道。沈朱熹被身后的周嫂赶鸭子上架，推到了猪圈前。前方的气味越刺鼻，他的抗拒越强烈。沈朱熹屏住呼吸，紧闭双眼，恨不得五感在这一刻统统失灵。别说大麦汤了，他今晚怕是连稀食都吃不下了。看，他正在生孩子，已经出来一头了。周嫂笑道。沈朱熹悄悄睁开一条眼睛缝，光线昏暗而逼仄的猪圈里，一头硕大的母猪躺在铺着干草的角落，一头刚出生的小猪像条粉色的毛毛虫正在他身旁微弱的啼哭，母猪也在哭，受难似的嚎哭，听得旁人揪心。母猪顾不上刚出生的小猪，因为它的肚皮不断收缩着，还有小猪未出产。它用力哭嚎一声，一头粉色小猪从它身下冒出了头。小猪自己也有求生意识，配合着母猪用力的节奏，挣扎着往母亲身体外爬去。沈朱熹不知不觉忘了屏住呼吸。第32章。不一会，第2头、第3头小猪也生出来了。一转眼，母猪下珠子一般就生出了5头小猪。沈朱熹看得啧舌，不由道：“猪竟然能生这么多吗？”周嫂闻言笑道：“这才刚开始呢。猪是最能生的，我这头猪上次产子生了18头。”沈朱熹又敬又畏地看着正在生产的母猪，想不通他的肚子里怎么藏得下那么多头小猪。原来猪这么能生，原来他们不用剪脐带。听说女人生产时就是去鬼门关走上一回，这猪为何能生得这么轻松？沈朱熹正这么想着，母猪久久都没产出下一子，叫声也越发凄厉。一定是个头太大，卡住了。周嫂说，如果这一头出不来，后面的小猪也会窒息而死。沈朱熹一听急了，那要怎么办？周嫂打开猪圈的门，
我给她换个好用力的姿势试试。母猪温顺地躺在地上，任周嫂挪动她的身体，她的眼睛湿润乌黑，就像有灵气一样。沈朱熹对她说：“你别怕，孩子一定能生出来的。”周嫂回头看了她一眼，哭笑不得：“猪奶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沈朱熹说：“她听不懂也无所谓，我虽然是对她说的话，但害怕的是我，得到安慰的也是我。你又怕什么？”“我怕她生不出来。”沈朱熹说：“想做母亲太难了，也没那么凶险，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更何况猪了。”周嫂忍俊不禁：“你们小姑娘是没经历过，所以怕这怕那。”周嫂看护在母猪身旁，母猪好像也从饲养者那里得到了力量，那投生了许久的小猪也终于滚出了她的身下，个头比她的兄弟们大上一半。周嫂直接捉起肉乎乎的小猪放到一旁，为后来的小猪们腾出空间。沈朱熹见母猪生出来了，心里松了一口气，想起周嫂先前说的话，忍不住道：“周嫂子生孩子时凶险吗？”“生第一个时凶险些，生第二个时一点罪都没受，1炷香的时间就出来了。”周嫂笑了笑：“女人都是要过一关的，熬过来就好了。”沈朱熹没说话。那些没熬过来的呢？母猪生下这头壮壮的小猪后，之后的孩子都生得比较轻松。当她生下第20头小猪后，母猪不再嚎叫，而是转过头，用扁平的鼻子嗅闻着自己的宝宝。周嫂眉开眼笑道：“20头比上次还生得多，等他们再大些，就可以去集市卖猪苗了。”沈朱熹见母猪和小猪全都平安，也不禁露出笑容。“你是想看看小猪，还是回堂屋喝大麦汤？”周嫂问。“我想看看小猪。”沈朱熹祈求道：“你能抱一只小猪给我看看吗？”周嫂提起最壮的那只小猪朝他走来，沈朱熹既新奇又怜爱，盯着看个不停。周嫂笑道：“你摸一摸。”他小心翼翼地在小猪背上摸了一把，滑溜溜的，软乎乎的。沈朱熹心里软成一片，猪圈的臭味早被他忘在了九霄云外。他抬头对上周嫂的目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谢谢周嫂子，你把它放回大猪身边吧。”周嫂安顿后母猪和小猪后，沈朱熹向他要水洗了双手，两人一起返回堂屋，坐下喝大麦汤。大麦汤凉了也很好喝，大麦特有的香味淡而不寡，让沈朱熹想起在宫中喝的一种凉茶。周嫂子还从厨房拿了一碗青枣出来，这枣子比起市集上卖的青枣个头大了一圈不说，光泽也鲜亮得多，一看便知是好果子。沈朱熹好奇道：“这青枣不是本地的吧？”“是我大儿子托人带回来的。”周嫂笑道：“我的大儿子是船员，一年鲜少回家，但时不时的都会托人往家里送个地的新鲜东西回来。这枣子是福州枣，可甜了，你尝尝。”沈朱熹吃了一个，果然清甜非常，只比他在宫里吃的贡品青枣稍逊一筹。在宫中生活多年，察言观色的基本能力沈朱熹还是有的。他夸了几句枣子，也夸了周嫂的长子孝心可嘉，只把周嫂夸得笑开了花。临走时，周嫂把他送到门口，又让他等会。沈朱熹看着他走进了厨房，再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包荷叶：“把枣子拿回去吃，让你家礼物也尝尝。”周嫂笑着把荷叶包塞进沈朱熹怀里。沈朱熹推脱不得，再三道谢：“算不上盛情款待，你这丫头嘴甜，怪不得礼物喜欢，嫂子也喜欢，以后没事多来嫂子家串门。”周嫂笑容满面道。沈朱熹笑着和他告别，步上了回家的路。看到夕阳洒遍田坎和小路，他才惊觉在周嫂家待了这么长时间，礼物也不知回来了没有。他加快脚步走向李家。回家后，家里仍是空无一人，他留下的文字还在地上。沈朱熹把青枣洗了出来，用瓷碗装着放在了堂屋里的方桌上，保证礼物他们一回来就能看见。他刚做好这一切，篱笆门就被从外打开了。李雾一边和李雀说话，一边走了进来。李坤落在两人身后，一手抱一个大坛子：“你们回来了。”沈朱熹迎了出去，目光看着李雾：“隔壁周嫂子今天来还钱了，还送来了一篮鸡蛋，我把钱放在了边桌上，你看看数对不对？”李坤和李雀进了厨房，李雾则停在桂花树下，看着树下的文字认了一回。“你去周家了。”他收回视线，迈开2条长腿走向堂屋。“好玩吗？”“好玩。”沈朱熹跟在他身边，迫不及待地和他分享今天的所见所闻。他请我去喝大麦汤，我还看到了生产的母猪，摸到了小猪崽，刚出生的小猪红彤彤的，身上滑溜溜的，还有猪圈很臭，幸好我们家没有养猪。李雾听到最后一句话，含笑看了他一眼：“我们家不是有猪吗？”“哪儿有猪？”沈朱熹呆呆地问。“他从没见过啊。”“你去照照镜子。”李雾说。沈朱熹反应过来，气得跺脚：“你才是猪！”两人走进堂屋后，去了厨房的李雀和李坤也回来了，手里端着一碗清水。李雀把水碗递给李雾，然后拿起方桌上的青枣，咔嚓一声咬了一口：“这枣儿挺好吃的，哪儿来的？”
李却惊讶道：“是周嫂子给我的，她人真好。”沈珠溪说：“正在对着水碗牛饮的礼物不乐意了，他搁下已经空了的碗，说：‘给你把枣儿就是人好，我还给你做浇水吃，你怎么不说我人好？’他又在放屁。”沈珠溪决定无视他，他拿起一颗饱满的青枣递给兴趣缺缺的李坤：“这枣很甜，你怎么不吃？我吃肉，吃饼，不吃枣儿。”李坤挺起圆滚滚的肚子，一脸满足地摸了摸，说：“而且我饱了。”“你吃了什么？”沈珠溪疑惑道。“11个大馒头。”李坤嘿嘿笑了起来：“蘸腐乳、香辣腐乳、玫瑰腐乳、蜜汁腐乳，我带了2坛腐乳回来，你怎么不说我是好人？”李悟说：“我们今天去的腐乳作坊有许多口味，大哥带回了2坛玫瑰腐乳，是猜着嫂子的口味特意选的。”李却笑眯眯道：“老子什么时候特意选了？就是随便拿的。”李悟说：“随便选的，老子就不是好人了吗？”沈珠溪无可奈何道：“你是好人，大好人。”李悟这才闭上了他那张喋喋不休的嘴。腐乳又不能当饭吃，那么2大坛腐乳要吃到何年何月？沈珠溪试探道：“我能拿1坛去送给周嫂子吗？”李悟看他一眼，说：“想送就送，可我搬不动。”沈珠溪眼巴巴地看着他：“我可以。”哎呦！李坤叫了起来，怒瞪着李却：“你踢我，我要打你！我做得好好的，怎么踢你了？你是糊涂了吧？”而且李却笑眯眯道：“你打我，我就让大哥打你。”李坤飞快扫了李悟2眼，扁着嘴巴说：“我是2哥，我让着你。”沈珠溪一头雾水地看着这2兄弟：“我出门时陪你送过去。”李悟开口道。沈珠溪的注意力转回李悟身上，高兴道：“真的吗？路上你要是抱累了，我也可以帮你抱会，你帮我走好自己的路就行了。”李悟说：“你摔倒了，受罪的是老子，你为什么会受罪？”沈珠溪问：“因为会心痛啊。”李却插话道。李悟沉下脸，一个眼刀甩了过去：“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李却做了个闭紧嘴巴的动作，笑得连眼睛缝都快没有了。沈珠溪觉得李却嘴巴甜，但眼力见却差了一点。他和李悟虽然在明面上澄清了，但李悟明显不喜欢他，他怎么老想把他们2人凑堆呢？也许是他年纪小，涉世不深吧。等日后他们解除契约婚姻时，李却不知道会多吃惊呢。李悟坐着休息了一会，去厨房做饭了。沈珠溪跟着在他屁股后边来到厨房，扭扭捏捏地问：“你知道猪喜欢什么吗？”李悟一边摘菜一边看了他一眼：“我怎么知道猪喜欢什么？”沈珠溪说：“去送腐乳的时候，我想带礼物去看新生的小猪。带老子干嘛？我对大猪小猪都没兴趣。我没说带你，我说带礼是送人的礼物，不是你。你去看猪还带礼物，你脑子还好吧？你脑子才不好。”沈珠吸气鼓鼓地说：“那头母猪一口气生了20个呢，我想给它带点好吃的，让它补补身体。”知道了。李悟说：“我给你准备。”你要准备什么？沈珠溪很是好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第33章。第2日用过招时后，沈珠溪出门了。李悟左手抱着一个腐乳坛子，右手提着一个木桶，轻轻松松地走在他身旁。“你给母猪准备了什么礼物？”沈珠溪好奇道。李悟在厨房里捣鼓了一会，也不许他看，他至今不知道木桶里装了什么。他试探道：“是吃剩下的食材吗？”“不是。”李悟想也不想地否认。沈珠溪仍不放心，说：“你别拿我们吃剩的食材做礼物，这样太失礼了。你送给猪的礼物，讲什么礼不礼的？”李悟不以为意道：“虽然是送给猪的，但始终会在周嫂子那里过一次手。如果……你放心吧。”李悟打断他的叽叽咕咕，斩钉截铁地说道：“这是猪最想要的礼物。”“猪最想要的礼物？那是什么？”沈珠溪不禁问出心中的疑问。李悟却说：“到了你就知道了。”2人来到周家院子外，沈珠溪上前敲了敲篱笆门。“你这么敲门，谁听得见？这儿又没门房。”李悟扯着嗓子喊道：“周大娘！”沈珠溪吓了一跳，刚想制止他失礼的行径，屋子里就响起了周嫂爽朗的声音：“哎，来了！”他默默咽下了口中的劝阻。篱笆门很快从里打开了，穿着昨日那身布衣的周嫂见到门外的沈珠溪，饱经风霜的圆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他伸出2手在腰上擦了擦，接着把门开到最大。“你们俩快进来坐。”沈珠溪跟着李悟走进周家院子后，李悟看着周嫂问：“家里还有谁在？”“就我一人。”周嫂说：“那2个昨天就没回来了，没事儿。”沈珠溪正不解他们的对话，李悟竟直向着周家厨房走去。他说：“沈珠溪给你带了1坛腐乳，玫瑰味的兰溪腐乳房的东西。”“兰溪腐乳房？不行不行，那里的腐乳出了名的贵，你们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周嫂一听腐乳房的名字就慌了，她连连摇头，伸手来挡。不要钱，我家里还有一坛，多的都卖了。李悟绕过周嫂，弯腰跨进低矮的厨房，给你放泡菜坛旁边了。这真是多谢李兄弟了，也多谢李娘子了。周嫂不好意思的笑道，我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家里的母猪刚下了子，要不你们拿一头？不，我们不养猪。沈朱熹抢在李悟前面，拨浪鼓似的摇着头。猪就算了，但是我确实有一事要你帮忙。李悟说，李兄弟说吧，周嫂子能做的绝不推辞。不是大事。李悟看了眼沈朱熹，我时常不在家，你帮我照顾着点家里的人。沈朱熹有些脸红，他有手有脚的，可以照顾自己，李悟却还把他当孩子呢。他的独立生活能力是差了些，但他可以学啊。周嫂闻言笑了起来，我当什么呢？都是邻居，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还有这个，李悟提起手里的木桶，沈朱熹送给你家母猪的。周嫂一愣，不解地看了一眼沈朱熹，送给猪？他说你家的猪刚生了小猪，应该送个贺礼。李悟说。沈朱熹附和地点了点头，他能去看小猪了吗？李娘子真是菩萨心肠。周嫂抿嘴笑了起来，她接过李悟手中的木桶，揭开，沈朱熹期待地往桶里看去，一股似曾相识的古怪味道扑鼻而来。桶里装着满满一桶藕白色的粘稠汤水，浮在最上面的不是他的灌蜜藕吗？沈朱熹震惊了，惊慌了，恐惧了。李悟竟然把他们吃剩的汤汤水水混在一起充当礼物，这是在示好还是结仇啊？他慌慌张张的刚要开口解释，周嫂却合上了盖子，高兴道，你这贺礼好，刚好能给母猪补补身子。沈朱熹一头雾水，等周嫂走在前面后，他小声问身旁的李悟，这就是猪最喜欢的礼物？不然呢？李悟睨了他一眼，你还以为猪和你人一样都喜欢穿金戴银？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泔水了。猪喜欢吃这种东西？李悟说，猪一般吃不了这么好，我要是和你说他们平常吃什么，我怕你以后连猪肉都吃不下了。沈朱熹决定放弃追问，有些事情还是不要太过了解的好。来到后院的猪圈后，周嫂当着两人把木桶里的泔水倒进了食槽里。那头母猪已经恢复了元气，见食槽里有食物涌入，立即走了过来，把胖胖的脑袋埋进食槽，呼哧呼哧的吃了进来。他狼吞虎咽的模样，叫沈朱熹想起了李坤吃饭的样子。沈朱熹看他吃得开心，心里的最后一丝犹疑也放了下来。原来猪最喜欢的礼物当真是泔水。沈朱熹打定主意，以后家中有吃不完的食物都送来给周嫂喂猪，毕竟这小猪还是他看着生下来的呢。母猪忙着吃饭，小猪也不得空，他们循着母亲的味道围到母猪身下，用猪鼻子拱着母亲的腹部，争抢着有限的奶头。体格大的挤开小的，小的攀上大的，你方唱罢我又登场，20头小猪你来我往的争夺着吃奶的位置。沈朱熹正看得着迷，李悟说，我要走了，尽量晌午赶回来，如果我没回来，你就自己先吃饭。他回过神来应了一声。沈朱熹本想继续看猪吃饭，见周嫂送礼物出门，想到自己身为礼物妻子也该送他一程，他忙跟了上去，说，我送你。周嫂见状笑道，那我就不送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沈朱熹把礼物送到院子后，李悟说，你回去吧，晚了猪就吃完了。他因为被人看出了心不在焉，有些不好意思，欲盖弥彰地说，不急这一会，我送你到门口。得了吧，你看猪的时候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你看老子的时候怎么恨不得把眼睛缝也给闭上。李悟忽然阴阳怪气起来，沈朱熹不明所以，茫然道，我什么时候恨不得把眼睛缝闭上了？我在院子里洗澡的时候。李悟说，在你眼里猪都比老子好看，那还不是因为你没穿衣服。沈朱熹疼得脸热了，猪也没穿衣服，你怎么看得目不转睛？这能一样吗？那你下次还朝我闭眼睛缝吗？你穿上衣服就不会。说到底，你还是觉得猪比老子好看。李悟凉凉道。沈朱熹受不了他的阴阳怪气，他实在理解不了，一个大男人怎么偏要和猪比较呢？他无可奈何地说，下次我不闭了，行了吧？行不行？下次看你表现再说。李悟打开篱笆门走出，沈朱熹刚要叮嘱他早些回来洗字，他忽然伸手在他头上轻轻拍了一下，我走了，在这儿安心玩，凡事有我撑腰。沈朱熹还没反应过来，李悟的背影已经远去了。他摸了摸自己的头顶，感觉怪怪的，都好多年没人摸过他的头了。沈朱熹回到后院猪圈，周嫂正笑眯眯的用一根树枝逗猪，嘴里一边碎碎念道，多吃些，多吃些，长得肥肥的，咱家下半年的生计就要靠你了。沈朱熹的脚步声惊动了周嫂，她回过头来朝他一笑，李悟走了。走了。沈朱熹走到他身边站定，好奇的目光再次落在母猪和小猪身上。小猪要过多久才能长大呢？
吃得多自然就长得快。周嫂笑道：“我打算留个3头下来，再多了家里也养不起，其他的猪苗苗就带到集市卖掉，赚来的钱买些鸡鸭喂在院子里，等鸡鸭生了苗苗，卖掉后再凑些钱，就可以买头牛回来。牛可以做的事可多了，我也可以抽出手来去做些别的事。”沈珠溪听得入神，周嫂对美好未来的设计让她不由也期待起来。是买小牛吗？买大的。周嫂说：“地里需要人手，等不及小牛长大，等以后有牛了，你再来看，骑在它身上也可以呢。骑牛就算了，牛又不洗澡。”沈珠溪心里敬谢不敏，面上笑道：“牛吃的是草吗？我会带草来看它的。牛吃的杂，草和树叶都吃。今年已经过了，明年我带你上山挖竹笋，到时候好好教教你这民间的东西。”沈珠溪高兴道：“太好了，我一定认真学。”周嫂刚要说话，前院忽然传来年轻男人的声音：“娘，娘，我给你带了一包卤茴香豆，你人呢？”周嫂面色一变，沈珠溪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他推进了猪圈。“娘，你在这儿干什么呢？”男子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沈珠溪隔着一面泥墙，只能听到他吊儿郎当的声音。周嫂背对着他，对外边男人说：“我在喂猪，你回来做什么？”他声音冷硬，带着一丝防备，和先前面对沈珠溪时截然不同。“我给你带了一包卤茴香豆，快出来吃，这里熏得人心慌。”男人说：“赌坊里带回来的吧？”周嫂冷笑道：“你又想找我要什么？瞧你说的这话，做儿子的回来看看娘都不行了。”男子的声音接近，沈珠溪心里一慌，刚要往更深处的猪圈退去，周嫂先一步向着男人走了出去。“茴香豆在哪儿？”“在正屋呢，娘，快出来，我有话和你说。看见你我就知道没有好事。”“这哪能呢？儿子可是回来和娘报喜的。”两人的声音渐渐远去了，不到一会又出现在了堂屋后的窗户里。猪圈的臭味驱使沈珠溪走出猪圈，好奇心又让他不受控制地竖起了耳朵。虽然他离堂屋的窗户还有一段距离，但里面的对话还是清清楚楚地进了他的耳朵。“元哥答应带我一起赚钱，但是我也不能空着手加入他们吧，再怎样的小本生意也要一点本金。娘，你先借我50两银子，等我挣了钱，我双倍还你。”50两？你以为银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周嫂怒不可遏，拔高的声音清晰穿透薄薄的纸窗：“你上次偷了家里最后的钱，我拆东墙补西墙，好不容易才把账还清，你现在居然还有脸来找我要钱？娘，这哪能一样呢？”男人不快道：“我这是去挣钱，是正经生意，你老叫我做正事，可这正事难道就不用花钱吗？你要是能帮着我把家里的几亩地给种了，就是最大的正事。我才不种地。”男人不耐烦地说：“种地才几个钱？你给我50两，我发迹了，你不是也要跟着我一起吃香喝辣吗？”周嫂气的声音都颤抖了：“我不用吃香喝辣，我不被你气的早死就是上天对我的怜悯。你真不给？”男人的声音阴冷了下来：“我没有，你杀了我也没有。”周嫂说：“我爹找你要的时候就有，我哥找你要的时候就有，轮到我的时候就没有。”男人冷笑道：“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想怎么样？你还想杀了你娘不成？我不杀你，我怎么敢杀你？娘，你可真会说笑。”男人说：“我记得你还有对金耳环，你不如把那个拿给我。”“你想都别想，那是我的嫁妆，我最后的嫁妆。你站住，你不准动我的嫁妆！周壮，周壮！”屋子里砰的一声大响，桌椅似乎倾倒了。男人恼怒道：“你放手！我看在你是我亲娘的份上才没动手，你趁我还有耐心的时候赶紧让开！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你动我的嫁妆，你再这样我就告诉你爹了。我爹才顾不上管我呢，听说西城县的青楼来了个京城名妓，要我说他过不了多久也会来找你要钱的。”“周壮，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娘，你这么激动做什么？嫁妆是死的，人是活的，等我发财了，我给你买10个100个。”两人的拉扯声越发激烈，沈珠溪在外急得跺脚，生怕周嫂吃了亏。可对方是个成年男子，看样子还是个品行不端的成年男子。周嫂不让他出现在对方面前，不就是因为怕他被盯上吗？可是周嫂……沈珠溪想起这2日接触的点滴，想起周嫂朴实的笑脸和那把清甜爽脆的青枣，最后一锤定音的是礼物临走前留下的那句话：“凡事有我撑腰。”沈珠溪牙一咬，拔腿往前院冲去。他一头扎进堂屋，刚好接住被推开的周嫂。沈珠溪怒目圆瞪，一句怒喝脱口而出：“放肆！”第34章，沈珠溪掷地有声一句放肆，让堂屋里2个人都愣在原地。周壮人不如名，瘦得跟颗豆芽菜似的，人虽还算俊秀，但狭长的眼睑下透着血气不足的乌黑，一双单眼皮柳叶眼里有股偏离正道的邪气。他看着沈珠溪，眼珠子一转，迈腿朝他走来。
这位小娘子是谁？怎么在我家里？沈竹溪还没答话，周嫂已经把他挡到身后，像护崽的母狮子一样，怒冲冲地说：“她是李雾刚过门的妻子，你放尊重些。”周壮猛地停下脚步，视线重回沈竹溪身上，多了些克制。她就是李雾娶的女人。周嫂没说话，沈竹溪也只是充满防备地看着他。周壮讨了个没趣，自己笑了笑，说：“怪不得他不搭理酒席师，也看不上你。”周壮！周嫂厉声打断了他的话。周壮冲沈竹溪做了个不伦不类的揖，笑道：“李娘子别往心里去，小弟这张嘴没个把门，失礼之处还请勿怪。”沈竹溪知道他这是在装模作样，他刚刚对他亲娘的样子才是他真正的样子，这样的人他不屑与之相交，连稍微靠近都嫌作呕。大约是他脸上的敌意太过明显，周壮也知继续待下去讨不到便宜。他拍了拍衣袖，对两个怒视他的女人视而不见，神态自若地说：“今儿我就先走了，不打扰你们两个妇人拉家常。李娘子，替我向雾兄弟带一句好。”周壮说完，向沈竹溪拱了拱手，施施然地走了。眼见他的身影消失在篱笆外，沈竹溪伸手扶住脸上没有丝毫血色的周嫂，轻声道：“周嫂子，我扶你坐下吧。”周嫂沉默着，任他扶到桌边坐下。沈竹溪刚想说话，周嫂已经开口了：“我没事。”他说：“那是我不务正业的小儿子，我倒是习惯了，只是吓着了你。”周嫂拉过沈竹溪的手，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他的手心干燥而粗粝，布满深深的掌纹。“你也别怕，有礼物在，他不敢对你做什么的。”“我不怕。”沈竹溪摇了摇头，“我在外边听到他对你动手，你没事吗？乡下人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周嫂笑了起来，脸上已看不见一丝先前的阴霾。“他还会回来吗？”“今日应该不会了，他就是来要钱去赌，知道现在要不到钱，他也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可是等我走了，你要怎么办呢？”周嫂笑了笑，避重就轻道：“船到桥头自然直，总会有办法的。”他的自强、坚韧、善良、沉默，让沈竹溪想到了农田里任劳任怨的黄牛。不论外界给予什么附和，他都沉默的消化，沉默的接受，沉默的继续往前走去。“我告诉礼物，让礼物帮忙可以吗？”沈竹溪问。“不用麻烦了。”周嫂摇了摇头，腿长在他身上，他就算不在鱼头镇赌，他也可以去西城县赌，去荆州外面去赌，没用的。照这么说，告诉礼物的确没什么大用。他犹豫片刻，问：“你丈夫他？”“他是个甩手掌柜，不会管的，只会叫我管，还会怪我管得不好。”周嫂叹了口气，说：“你刚刚也听到了，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父子谁也不比谁好。”沈竹溪不好评价，只有眉头显而易见地锁了起来。“你别为我担心了，我也不是头回遇到这种事，这么多年我不也一样过来了吗？”周嫂握了握他的手，反过来安慰忧心忡忡的沈竹溪：“嫂子是过来人，知道怎么治他，你放心吧。”“可是我那个大儿子是个省心的。”周嫂打断他的话，笑道：“也许是他在娘胎里让娘受了苦，所以生下来后一直都体贴照顾娘，日子再苦再难，只要想想他，我就又能笑得出来了。这大富人家依然有苦难言，更别提我们这种穷苦人家，但只要日子还有一点奔头，就能一天天的过下去，熬到最后总有苦尽甘来的一天。”周嫂朴实无华的话在沈竹溪心里激起层层涟漪，他又何尝不是因为一点缥缈无踪的奔头，从9天一头栽进泥泞，仍挣扎着往前走去呢？连周嫂都没有放弃，他又有什么放弃的资格？“你这孩子，我都没哭，你哭什么？”周嫂哭笑不得，掏出一张干净的手帕递给他。沈竹溪接了过来，按掉含在眼眶里的泪珠子，含糊不清地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心里难过。”周嫂拿过他手里的帕子，轻轻擦着他落下的眼泪：“你可别去听曲儿，要是上边演《霸王别姬》，你准在下边发大水。”周嫂可说准了，他在宫里听曲儿，但凡上边的人儿开始离合，他准在下边泪如泉涌。我也没办法，这天生的，我管不住眼睛。”沈竹溪委委屈屈地说。周嫂失笑，怜爱的目光落在他身上：“这眼泪啊，要用在刀尖上，太爱哭也不行。人们都是物以稀为贵，男人也是如此。你哭得多了，他就不珍惜你了。你再哭，就跟天上落雨点一样，不管用了。你长得这么好看，快别哭了，要是把眼睛哭肿了，你们礼物可饶不了我。”“他才不会呢。”沈竹溪抽噎道：“我们女人生来命苦，穷人家的女人更是命苦。你运气好，幼年进了宫，后来遇到大难又能逃出宫，流落在外，第一个遇到的人就是礼物。你的命已经比大多数女人要好了。”周嫂语重心长地说：“我见过很多人，我能毫不犹豫地说，你是个有福气的孩子，这和你心地善良脱不了关系。老人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不是乱说的。”“周嫂子。”沈竹溪忍不住说：“你想过和离吗？”“和离？”周嫂的面色变了。沈竹溪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恨不得把舌头给咬下来。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只是觉得这样你就能过得好一点。沈竹溪吞吞吐吐地补救道：嫁都嫁了，是猪是羊也只能认了。这乡下地方没有合离的女人，只有被休的女人。被休的女人不但自己蒙羞，连家人也会遭人耻笑，还会连累家中未婚配的妹妹嫁不出去。周嫂摇了摇头说：你在宫里见到的女人不是嫔妃就是公主，即便是合离的公主也会沦为世人笑柄，更何况普通女子呢？对他们来说，被相公休弃是比死更残忍的惩罚。沈竹溪陷入沉默。婚姻之事比他管中窥豹见到的还要可怕，这是一条赌上一生的绝路，走上了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未来究竟是相敬如宾，还是相见眼红，全凭天意。可天意谁也说不准，即便是相识已久的人，也会有性格大变的可能，更何况是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他和傅玄淼好歹有过几面相处，虽然他在他面前永远笼着一层纱，但比起天下许多一派无知就蒙上了盖头的女子，已经好了许多。周嫂说的没错，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纵使他今日成了亡国公主，老天也为他留了一份福气。他不能不承认，脱下红嫁衣的那一刻，他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咱们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我给你拿枣子吃吧。周嫂笑着说完，不等他推拒就站了起来。没一会，周嫂带回一碗洗得干干净净的青枣，沈竹溪拿了一颗握在手里，考虑许久后说：周嫂子，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你说嫂子能帮一定帮。周嫂爽快答应。我想找个糊口的生计，可我初来乍到，对这里的事情一概不知。之前我试过在镇上摆带写书信的摊子，但是没人信我会写字。周嫂子，我会读书写字，四书五经还有各种杂书都读过，我还会琴棋书画，会许多曲子。你知道我去什么地方能找到活计吗？周嫂一脸吃惊，是家里周转不开吗？有什么难处就告诉嫂子，我虽然没钱，但家里的小猪卖了能凑些现钱。不是的，周嫂子，礼物应该不缺钱。沈竹溪说：是我想自食其力，不想白吃白住，却一分钱不付。你是他的妻子，怎么能叫白吃白住呢？周嫂笑道。这不一样。沈竹溪有些难堪，他总不能告诉周嫂他们并非真正夫妻。他既然尽不了真正妻子的义务，就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真正妻子享受的一切。他在宫里锦衣玉食，从未心中不安，因为他知道身为一个公主，她生来是带有责任的。她的责任就是只给皇帝选中的人，替皇帝稳住世家大族或封疆大吏，更甚者域外蛮族。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不论父皇将他指给傅玄淼还是域外蛮族，他都会穿上嫁衣，戴上盖头，因为这是他的责任。可是他对礼物没有尽到责任，相对他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吃他的用他的。他不能也不想，这是他的骨气，是他离开皇宫后除了一对耳饰一根玉簪外全身剩下的唯一一样东西。周嫂看出他的为难，没有追问下去。他面露难色说：乡下的女子即便补贴家用，也是用绣品换一点钱，没有出去抛头露面的。镇上也有做生意的女子，比如那酒西施，随即祭奠的大小姐随蕊，可酒西施是个寡妇，随蕊是个嗣女。你要是出去挣钱，会叫人说闲话的，让他们以为礼物养不起女人是小，污了你的名声，说你和这人的人纠缠不清是大。这人啊，见到什么都爱添油加醋，只要你抛头露面，这些就是少不了的事。周嫂的话击碎了沈竹溪的希望，难道在找到太子之前，他只有靠礼物白养的份？如果礼物不愿意养他了呢？第35章，一连几天，沈竹溪都闷闷不乐。一方面他为周嫂的近况揪心，一方面他也陷在自己的那个预想里抽不出身。如果他只能靠礼物白养，那么有朝一日，若是礼物不愿意养他了呢？他因为这个问题茶饭不思，眉心郁结。我吃饱了。沈竹溪蔫蔫地放下只吃了1/4的馒头。他刚要离桌，礼物脸一沉：你又吃饱了？你连着几天都没怎么吃了。他说：坐下。礼物板着脸的时候还是有几分唬人。沈竹溪对他的命令很不服气，屁股却不由自主坐回了椅子。桌前只有他们二人，桌上却摆了4碟小菜。礼物用木柱叮叮当当的敲着这4碟菜式不同的小菜，没好气道：玫瑰腐乳、醋笋、泡萝卜、西瓜酱，这都是按你的要求准备的。早上4个菜，晌午6个菜，晚上7个菜，县老爷的一天都没你吃的丰富。你要是还吃不下，你是不是在玩我？他说的倒是事实。沈竹溪有些不好意思，他重新拿起啃过的馒头小口咬了起来。礼物的脸色好看一些了，他说：你在担心周嫂？沈竹溪一惊，下意识朝他看去。你怎么知道？你那点心思瞒得过谁？礼物神色不屑，他拿起一个圆滚滚的馒头，两手轻轻一掰，沿中心撕开大半，雪白的馒头心往外冒着热气。他一边用木柱往里抹腐乳和西瓜酱，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外人能做的微乎其微。
话虽如此，但沈朱熹始终于心不忍。他忍不住说：“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吗？”李悟扯了扯嘴角，一丝讽刺浮上他的脸。沈朱熹疑心自己看错了，但要细看，他的嘴角已经恢复了原有的样子。他轻描淡写地说：“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一个人要是没有自救的想法，就是老天爷来了也救不了他。”沈朱熹一愣：“自救者天救，自助者天助，自弃者天弃。”对。李悟头也不抬，继续往馒头里加醋笋。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沈朱熹自认自己还是有那么几个优点的，他的字是跟父皇和傅玄邈学的，虽算不上大家，但也算自有风骨。他善色，傅玄邈善情，他来看他的时候，两人时常琴瑟和鸣。但这些优点都是李悟不知道的。李悟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救他？沈朱熹犹犹豫豫道：“因为我长得好看。”李悟白了他一眼：“长得好看的不止你一人，我个个都救了吗？那是因为什么？”李悟合上塞得满满的白馒头，把露头的醋笋给戳回馒头缝里。因为你一直没有放弃。他说，被困在书橱的时候，你宁愿咬伤虎口也要保持清醒；夜宿街头的时候，你放下自尊，恳求老板为你留一盏灯；遇上图谋不轨的乞丐时，你用计转移他们的注意。你虽然爱哭，但也不只是哭。他抬起头，直视沈朱熹的双眼。沈朱熹还愣在他的评价里，而李悟的目光一如既往的明亮清楚，不见一丝阴霾。你哭着的时候，也在努力活下去。他说，这才是我救你的原因。沈朱熹的脸颊烧了起来，他也许脸红了。他还是第一次受到这么高的评价，对他来说，这是比夸他容貌和女德更让他心情激扬的话。李悟的话给了他极大的勇气，他忍不住脱口而出：“那我能去外边做工吗？”“你要去做什么？”李悟神色平静，没有太大反应。他的反应进一步鼓励了沈朱熹：“我还没想好要做什么，但我想自食其力，别被人骗了就行。”李悟说：“有什么想法先问问我。你不怕别人说你养不起妻子吗？”“老子的事要他们管。”李悟皱起眉头：“谁敢叽叽咕咕，老子打得他叽叽咕咕。”他分明说的是沈朱熹最讨厌的粗俗话，他却不可抑制地笑了起来。开心了。李悟把手里塞得满满的馒头塞到他手里，强行换走了他吃过的馒头。开心了就把这个馒头吃完，不吃完，我先前说的旧话就不算数。他怎么这样？沈朱熹的脸颊立马鼓起了，他瞪了李悟一眼，他无动于衷。他也只好努努力力地啃起手里的大馒头来。吃过招式后，李悟很快就出门了。沈朱熹正在家里琢磨能找个什么活计做，篱笆外响起了周嫂的声音：“李娘子，你在家吗？”沈朱熹连忙跑到院子里，打开了篱笆门。周嫂站在门外，笑容满面，精神还算不错，衣服也干干净净。沈朱熹不由松了口气：“周嫂子，你找我吗？”“是这样的，我想到你刚来鱼头县不久，镇上的人你也不怎么认识，我就自作主张叫来了周围的妇人在我家聚会。你要是不介意，我带你和他们认识一下。”周嫂笑道。沈朱熹很是惊喜，忙说：“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介意呢？周嫂子，你说我穿什么才合适？我要不要换一身衣服？”“你这身就可以了，人长得好看，穿什么都好看。”周嫂子笑着拍了拍他的手臂：“你这耳垂空着会叫人小看，你有耳饰吗？没有的话，我那里还有一对金的。”“我有，我这就去戴上。”沈朱熹腾腾跑回内室，翻出了礼物给他的匣子，拿出自己的那对金耳饰戴了上去。再回到门前时，周嫂在日光下对着他的耳朵看来看去，一脸满意：“你这个一看就好，是哪儿买的？宫里带出来的。”“怪不得。”周嫂笑道：“你就戴这个，嫂子保管，没人比得过你。”沈朱熹在桂花树下给礼物留了一行字，跟着周嫂去了他家。眼见周家越来越近，沈朱熹渐渐开始紧张起来。一会见了面，我要聊什么才好？聊金银楼，聊衣裳头面。你要是找不到话说，你就夸别人的衣服选得好，头面好看，夸他年轻，夸他白。等以后熟了，你就夸他相公，夸他儿子。周嫂侃侃而谈。沈朱熹一边认真的听，一边郑重点头。他安心了，原来民间的女子交际起来也是这一套。周嫂推门入后，开朗大笑道：“我回来了，你们谁赢了？”原本搭在院子里的2根晾衣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3张拼在一起的竹席。一群女人围坐在竹席上，中间摆着10几张纸牌和零星几串铜板。一个坐姿粗俗的中年女子把手中的纸牌扔在铜板上，放下了支招的右腿，没好气道：“还能是谁赢？我不玩了，回回都是九娘，你是不是出了千啊？”坐在他对面的女子衣着鲜艳，涂脂抹粉，明显是精心打扮过的。他用眼尾上扬的多情眼睨了对面的女人一眼，说：“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所有人都看着的，奴家能出什么千？再说了，就赢你那副臭牌，奴家用得着出千吗？好啦，
打个牌而已，大家不要伤了和气。周嫂走了上去，打着圆场。被叫做九娘的女人抬眼看着沈朱熹，莫名严苛的审视目光在她身上来来回回几次。那目光算不上友好，可沈朱熹实在回想不出他什么时候得罪了她。你就是礼物曲的沈氏？九娘问。院子里的人都朝沈朱熹看了过来。是，这就是李娘子。周嫂笑道。李娘子运气好，心眼好，一来我家的母猪就下了20头崽，我家那不成器的小儿子找我要钱，李娘子在场，一句放肆就把人给吓走了。周嫂的话太夸张了，什么叫一句话把人吓走？夸得沈朱熹脸直发烫。周嫂子客气了，我哪有那么厉害？可不就是厉害。周嫂笑眯眯地说，你不知道，你那时候的气势就跟公主一样，可吓人了。还有这回事？妇人们纷纷好奇起来。周壮横起来怪吓人的，我们见了都要避着走，你还敢站出来保护周嫂子，怪不得她为你说了那么多好话。周嫂把在座妇人都向沈朱熹介绍了一遍，这些妇人没有自己的身份，大多只有一个姓氏，然后就是某某的妻子。沈朱熹竭力在心中将他们分清。有了周嫂不遗余力的夸赞和担保，坐在竹席上的妇人对沈朱熹热情了许多。他们拉着沈朱熹问东问西的时候，被冷落下来的九娘拉长了声音道，奴家要是有一个那么厉害的相公，奴家也敢为任何人撑腰里。那也不一定，有些人即便发迹了也只会想着自己。周嫂不冷不热地回了他一句。九娘脸色有些不好看，她嘟哝道，你又没见过公主，怎么知道跟公主一样？眼见融洽的气氛要因为九娘陷入僵持，沈朱熹抢在周嫂前面开口道，你就是九娘？九娘给了他一个斜眼，你知道奴家？九西施的大名我自然听过。沈朱熹笑道，我圆环在想此人是何等风采，才会被冠以西施之名，今日见了九娘才知名不虚传。你怎么知道九西施就是九娘？九娘露出不解的表情，轻视的目光也衰退了。九西施是开酒馆的女人，常年和各种酒坛打交道，身上自然带着一股淡淡的酒香，更何况他曾隔着一道篱笆听见他向礼物献酒时，周壮又说过礼物不搭理九西施，把这些线索综合起来，眼前的九娘就是那大名鼎鼎的九西施了。沈朱熹笑道，不是妹妹眼睛厉害，而是姐姐的西施之貌太好认。九娘飘飘然起来，笑道，还不是那些臭男人叫着玩的，传来传去，大家也都叫奴家九西施了。坐在竹席外围的桑娘趁机道，李娘子，你也坐下玩一圈吧。你玩过马吊牌吗？沈朱熹摇了摇头，说，我只听过，没玩过。我坐着看你们玩就好了。桑娘往旁边挪了挪，让出一块空隙，我也不会玩，我们坐一起吧。九娘，再陪我玩一圈，这次我一定要盯着你，看你玩什么把戏。中年女子说，来就来，奴家怕你不成？九娘翻了个白眼。气氛再次融洽起来，一场硝烟消散于无形。周嫂去厨房拿了一把青枣出来，每人都分了些，然后也坐在竹席上加入了打马吊的队伍。沈朱熹此前只听过工人爱打马吊，自己却没打过，像此类难登大雅之堂的牌类游戏，他的宫中是没有的，他看得颇有兴趣。周嫂子，快开门，我提烧鸡来了。篱笆门一声忽然响起的呼喊让周嫂笑逐颜开，这小辣椒来了。第36章，周嫂把门一开，随蕊提着一包鼓鼓囊囊的荷叶就走了进来。这烧鸡还是热的，厨房在哪儿呢？拿个碗装出来，趁热吃最好。我带你去厨房。周嫂笑道，你也太客气了，来就来吧，还带个烧鸡。竹席上一个妇人大声笑道，谁不知道我们随大小姐最讲理，哪有空着手上门拜访的道理。九娘扬声道，烧鸡配酒最好，赶紧把我带来的那坛万年春开上。我带了刚摘的黄瓜，陈娘子，你跟我一起去厨房，你做的凉菜最是好味。我的糖渍番茄干好了，我去看看。妇人们纷纷起身，忙活起自己带来的礼物，其中大多是做零嘴的吃食。没一会，厨房就热闹起来，一个叫着别踩了我的脚，一个说你不做事就快点出去。竹席上只剩寥寥几人，其中就包括沈朱熹和九娘。九娘把他看了又看，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奴家和礼物的事？沈朱熹故作不知，疑惑道，什么事？奴家也不瞒你，左右你早晚也会从别人那里听说。九娘说，奴家虽然年纪大了些，但也算小有薄产，自以为还是配得上礼物，只可惜妾有一郎无情，你家礼物为了躲我，连酒都不来买了。九娘不平道，奴家就是年纪大了点，但姿色仍在，又有资产傍身，她到底对我哪一点不满意？被丈夫曾经的追求者如此追问，沈朱熹一点也没觉得受到冒犯，毕竟她又不是礼物真正的妻子。沈朱熹以前没见过九娘这样的女子，像她这样敢于追求自己所爱的女人，是不配出现在女德列传里的，宫里自然也不会有这样勇敢直率的女子。沈朱熹对九娘不仅没有厌恶，
反而生出了一丝敬佩。坐在一旁的桑娘就惨了，曾经追求过礼物无果的人，向礼物如今的妻子抱怨她丈夫的铁石心肠，这一个敢说，一个敢听，谁也不觉得尴尬。我去厨房看看，需不需要帮忙？桑娘状若寻常的笑着起身，迫不及待地走去了厨房，留下的是嗑瓜子嗑得起劲的隋蕊。他一边嗑一边讽刺道：“你都30好几了，正常男人谁会选你？选奴家也不会选你。你这男人婆，娶你都要担心婚后被打。”九娘挑起柳叶眉，伶牙俐齿回击道：“打人总比被打得好。”隋蕊冷笑道：“凭什么只准男人打女人，不准女人打男人？奴家懒得和你争辩。”九娘翻了个白眼，视线重新落回沈朱熹身上，半晌后叹一口气，一副已然认输的模样：“算了，你嫁给礼物总比有些人嫁给礼物的好。我看你还有些顺眼，要是让那姓李的嫁了礼物，还不知道他的狐狸尾巴要如何翘到天上。”李清曼没来，隋蕊问：“县老爷的公子把他约出去踏青了？”九娘阴阳怪气道：“这都要端午了，还踏青？我看他是心思活络，开始找下家了。”九娘忽然把矛头转向沈朱熹：“你知道李清曼吗？”“不知道。”沈朱熹诚实的摇了摇头。“那你还竖着耳朵听得起劲儿？”九娘说：“是个看着憨厚，实则鬼精的，奴家喜欢。奴家劝你一句，这李清曼不简单，是这荆州远近闻名的美人，看着清高，勾男人的手段却不容小觑。不过嘛，依奴家看，你来以后，她这荆州第一美人的名号就该让一让了。”九娘一边说，一边伸手抓了一把瓜子，细细的嗑了起来。她嗑瓜子的动作也处处透着精心设计过的妩媚。她先是用贝齿轻轻在瓜子尖端一咬，再轻柔掰开，取出瓜子仁，小心避开唇上的口汁，轻轻放入口中。那双妩媚的凤眼，在她吃东西的时候，一刻也不停歇，灵动的流转着。九娘精致的吃香和一旁的隋蕊形成鲜明对比。九娘吃一粒瓜子的时间，隋蕊已经嗑了10几粒，就跟灵活熟练的小松鼠一样。瓜子尖刚放到嘴边，还没见她怎么动嘴，瓜子就只剩瓜子皮，扔在一旁专门扔东西的荷叶上了。周嫂和几个妇人端着吃食走了回来，九娘他们自然中断了关于李清曼的话题，站起来帮忙摆盘。沈朱熹不能一人坐着，也跟着起身帮忙。周嫂笑道：“我看你们说的热火朝天，怎么已经熟悉了？”沈朱熹笑道：“托周嫂子的福，大家都很照顾我。我可不信，九娘这张嘴最不饶人。”周嫂半真半假道：“周嫂子冤枉奴家了。”九娘拖长了声音道：“奴家可是把李娘子当妹妹待的。”“那就最好，你要是欺负她，我可不答应。”周嫂笑道。九娘搂住沈朱熹，一股酒香从他身上传来：“奴家才没有，妹妹，你说是不是？”沈朱熹笑着说：“周嫂子放心吧，九娘待我很好。”周嫂这才放心。不一会，竹席上就多了许多吃食，色泽红艳、香气扑鼻的烧鸡，解腻的糖渍番茄和凉拌黄瓜，还有人带了几个鸡蛋，如今也做成了鸡蛋羹，每人分到小小一碟。鸡蛋羹上撒着7、8朵晒干的桂花，热气一蒸，整个小院里都飘荡起桂花的清香来。九娘揭开了她的万年春，给每个喝酒的妇人都倒上了一碗。沈朱熹想尝个鲜，也要了个半碗。办什么办？女人不会喝酒，出了门是要被欺负的。九娘不由分说，就给她倒了满满一碗。哼，放开了喝，喝醉了姐姐送你回屋。妇人中不知是谁调笑了一句：“你是想趁着人家喝醉了填漏补缺吧？”九娘柳眉倒竖，勃然大怒道：“放屁！奴家虽是个寡妇，但也不会去动有主的男人。”那失言的妇人就是先前被九娘赢了好几把的妇人，见九娘发怒，讪讪的不说话了。周嫂忙让大家喝酒吃菜，再次打了圆场。大家一边喝酒吃菜，一边唠嗑家长里短。沈朱熹听得痴迷，没想到小小的鱼头县也这么藏龙卧虎，有如此多的奇人异事。一碗万年春，他一边听一边喝，不知不觉就喝得只剩个底。沈朱熹在宫中偶尔喝酒，喝的也是贵女之间实行的仕女酒，这种酒香而不醉，为男人不屑一顾。万年春和他此前喝的酒完全不一样，一碗下去，沈朱熹一开始还没觉得有什么，可渐渐的，这眼前的景物就开始摇晃起来。他摸了摸自己的脸，也是烫得吓人。反观九娘，她喝了一碗接一碗，脸上却不见一丝醉色，就连隋蕊都把酒当水喝。沈朱熹太佩服了，看他们的目光就像偷看画本时敬佩里面的女中豪杰一样。沈朱熹喝上了头，渐渐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也忘了太阳正在不断下山。另一边，李务推拒了镇上负伤的流犯邀请，和李坤、李确两兄弟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老板家里好吃。李坤嘀咕道：“肉管饱，为什么不吃？”李确上下抛着一定刚到手的大元宝，说：“大哥记挂着嫂子呢。”猪猪又不是不会自己吃饭，猪猪也是你教的。
李悟回头看了他一眼，哼。李坤把头扭到一边。李悟说：“你嫂子在家自己待一天了，你还要她一个人吃饭，你有没有良心？她还给你吃玉子饼。”哼！李坤的声音弱了下来，他低下头，一脚踢飞前面的石子，小声说：“知道了，雕儿错了。”李雀把银元宝塞进衣服里，加快脚步走到李悟身边，说：“张老板还算厚道，我们帮他追回400两的欠账，他给了我们50两。要是所有老板都像张老板一样大方，那我们每次结账就用不着费口水扯皮了。上次那个陈老板，我没见过他这么抠的，腐乳房欠他的钱，我们帮他把腐乳房都搬空了，他竟然只拿1车腐乳来感谢我们，给就行了，腐乳房让他吃了大亏，拿不出钱就算了。”李悟说：“肥羊是要用养的，还是大哥有远见？”李却笑眯眯地说：“对了，嫂子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没有？”“不知道。”李悟说。李却吃了一惊，说：“大哥还没告诉他，他只知道我在做生意，为什么要瞒着他？”李却不解道。李悟说：“替人追账、收钱消灾，这些都是下九流的行当，让他知道了，他或许又要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倒是好事，就怕他心里藏着想法，嘴上却不说，然后转过头又给老子跑了，那大哥就真的血亏了。”李却笑道：“先瞒着吧。”李悟说：“反正也做不久了，总会换个营生，我相信大哥一定能出人头地。”李却说。李悟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是我们3个一定能出人头地。”回到家后，李悟开门走入，屋子里空无一人，桂花树下又有一行字。他走到树下辨认，李坤一如往常的先冲去厨房找吃的，李却走到他身边：“嫂子出去了，周嫂请他去隔壁了。”李悟说：“我去接他回来。”李却自觉道：“我去摘菜洗菜。”李悟点了点头，走出院子。走在夕阳下山的路上，李悟想起沈朱熹，不免有些愧疚。他这几日都在外边奔波，留他一人在家，家中没有可打发时间的事情，他一人待着也没个说话的人，也不知道他这一天究竟怎么过下来的。他是否孤独？会不会想起家人，躲起来偷偷哭上一场？他要不要去牙婆那里买个婢女回来服侍他，正好也可陪他打发时间。李悟逐渐加快了脚步，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周家院子外。一个妇人刚好从里边出来，看见李悟，朝他笑了笑，把门留给他，自己走了。站在门口的周嫂看见了李悟，不知为何脸上表情有些微妙，想笑又笑不出来。李悟心中奇怪，走到他面前，目光往他身后投去。沈朱熹呢？他话音未落，一阵风就把虚掩的篱笆门轻轻吹开了。与此同时，一声气势十足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遵九所，办文钱。”“我赢了！”沈朱熹一把扔下手中马吊，满脸通红，从竹席上弹了起来。周遭妇人纷纷祝贺。李悟的视线和沈朱熹兴奋的目光忽然撞上，原本又叫又跳的沈朱熹像被人点了穴一样，忽然僵立不动了。李悟看着他也一动不动。孤独？呵呵，是他想多了。第37章，李悟向沈朱熹走去的时候，他瑟缩着往后退了一步，脸上的表情活像个犯了错被逮到现场的小孩子。你怎么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身上带着一股酒气。李悟看着这满地的酒碗，气不打一处来。哎呀，李兄弟来了，这天色也晚了，我该走了。输给九娘又输给沈朱熹的中年女子看他脸色不对，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拍拍屁股准备走了。沈朱熹忍不住追出一步，想起李悟还在身旁，他又停了下来，目光触及旁边一言不发的李悟，声音越来越小：“你输了还没给钱呢。”李悟转过头，沉声道：“朱大娘，输了就想跑？”那姓朱的妇人刹住脚步，讪讪笑着转过身：“哪能呢？这不是一不注意就忘了吗？”他掏出一串铜板走了过来，皮笑肉不笑的交到沈朱熹手里：“李娘子手气好啊，还说没打过马吊，我看你才是个中高手。”朱氏阴阳怪气的夸了沈朱熹一通，再看了眼旁边的礼物，到底不敢说些什么。朱氏摸了摸空空如也的荷包，一脸懊恼的走了。院子里其他妇人也相继出言告别，九娘像没见到礼物一样，施施然的站了起来，勾着旁边随蕊的手臂，亲热的说：“走，去奴家店里继续，再炒几个小菜。你和奴家说说你家那烧鸡怎么做的。”随蕊一边挣脱他的手，一边没好气的说：“我看你是醉得不轻，几个小菜就想骗我家的秘方。哎呀，用不着秘方，你就跟奴家透露一点星号的诀窍，我告诉你文秀才爱吃什么。”随蕊似有异动，挣扎的动作小了下来。九娘轻而易举地拉着他走了。一眨眼，这院子里就剩下几个妇人，他们因为礼物的存在，拘谨地用眼神交流，不见丝毫先前的热闹。“我带他回去了。”李悟对周嫂说。他喝了一碗万年春，有些醉了。“你回去喂他一碗醒酒的豆芽汤。你有豆芽吗？”见李悟摇头后，周嫂去厨房拿了一把豆芽出来，又用之前包过烧鸡的荷叶包好了，这才递给李悟。
喝了醒酒汤，让他早点睡就没事了。周嫂道：他喝的不多，你别骂他。我骂他做什么？李悟皱起眉头。周嫂没说话，视线落到沈珠熹身上。李悟跟着看去，他低眉敛目的模样，不就是一副害怕被骂的样子吗？李悟叹了口气，重新说道：我不会骂他。那我就放心了，不然嫂子也不敢再叫他一起聚会了。周嫂松了口气。李悟拉着沈珠熹的手臂，带着他离开了周家。沈珠熹双颊绯红，眼神迷离，走起路来一摇一晃，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看得人总想扶上一把。李悟好几次都差点伸出手了，他自己摇摇脑袋，又好好的站稳了。这是地震了吗？他低头盯着地面，自语似的嘀嘀咕咕：怎么，地是晃的？你喝醉了，你是晃的。李悟冷声说：我没醉，我好着呢。沈珠熹傻笑着抹撒手中的铜板，好像正拿着天大的宝贝。李悟正想激他几句，他却忽然拿着铜板现到他眼前。你看，我挣的钱。他孩子气地笑了起来，鼻子上挤出几条笑纹，两只弯弯的眼睛里闪着无邪的光芒。他一派天真，毫不设防，也让他防不胜防。李悟沉默好一会，开口道：看到了，我挣的。他宝贝地把铜板放到胸口，又一次重复道：李悟说：你真厉害。沈珠熹的脸色肉眼可见的亮了起来，他往前跳了2步，一脚踩在他的影子脑袋上。我踩了你的头，我厉不厉害？厉害厉害，不止呢。我告诉你，我通读四书五经，常见的杂书我也都看过，我会写隶书、授经体、簪花小楷，我还会琴棋书画，我会的可多了。沈珠熹昂起头，一脸得意。我厉不厉害？沈珠熹喝醉了以后，言行都倒退成了3岁小孩。李悟不回答，他就追他的影子，撅着嘴去踩他的影子脑袋。你说我厉不厉害？厉害厉害，行了吧？懒得听他再叽叽咕咕，李悟敷衍道。谁知他忽然停下脚步，嘴角一撇，眼泪珠子迅速在眼眶里汇聚起来。你说谎。我没说谎。李悟拧起眉头。沈珠熹，你喝醉了还会耍酒疯的，你就是觉得我没用。我没有。你有你有。李悟本不想搭理他，可身边忽然少了个脚步声，他回头一看，他停在原地不走了，正和自己的影子生着闷气。他不耐烦道：你还走不走了？你这么个速度，天黑都走不到家。话一出口，他就察觉不好。沈珠熹不生闷气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坐到了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你就是嫌弃我，觉得我没用，觉得我是个累赘，你早就想把我扔掉了。李悟头都大了，生怕他的哭声引来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一个箭步窜到他面前，抓着他的手臂，试图把他拉起来。沈珠熹，这是外面，你发什么疯？你骂我，你骂我，你还骂我。沈珠熹哭得更厉害了，这哪里是女儿家的哭法？如果说旁的女人是梨花带雨，那沈珠熹就是汪汪嚎叫，她永远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出人意料。李悟额头的青筋都起来了，他一把捂住他的嘴，咬牙切齿道：你哭什么？沈珠熹，你怎么说哭就哭？你这人一点不讲道理，你是想气死老子？沈珠熹哭得一脸狼狈，还不忘对他又踢又打。李悟被他折腾出了几分火气，反剪了他的手臂，也没怎么用力，可沈珠熹就是忽然安静了下来。沈珠熹，他坐在地上，背对着他不说话。呆瓜，风。李悟话没说完，忽然看见一滴接一滴的眼泪从半空中滑落。李悟猛地松了手，那滋味就像屁股蛋子刚从烙铁上坐了一回。他转到沈珠熹面前蹲下，整理了好一会腹稿，最后全部打翻，焦头烂额道：你怎么才能不哭了？他不说话，默默掉泪。李悟先前还恨不得把他的嘴给堵上，现在他真的安静了，他的心里却又不安静了。李悟只能继续先前的话题，干巴巴地说道：你真的很厉害，你又会打马吊，又会读书写字，还通读什么五书四经，你比镇上的老猪头还厉害。他只会写字，不会弹琴，至于那臭奇迹，连我都打不赢。你这么厉害，我怎么会觉得你没用呢？你看，我连字都不会写，你比我厉害多了。沈珠熹终于抬头看他，抿着嘴，直勾勾地看他，泪珠子从水光潋滟的杏眼里接二连三落下。他什么都没说，但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足够让他生出一种自己是千秋恶人的错觉。我的姑奶奶，你到底要我怎样？李悟手段用尽，就差给他跪下了。他现在只想把那个怂恿沈珠熹喝酒的罪人捉出来，茅厕里关上个7天7夜。如果早知道他喝醉了是这样子，他说什么也不会让他沾一滴酒。我这么厉害，他扁着嘴，泪光在发红的眼眶里涌动。你们为什么都不要我？他努力去学自己并不喜欢的琴瑟，努力去看自己并不喜欢的女书，他努力活成他们喜欢的样子，可是最后他还是孤零零一人流落到了宫外。母妃为父皇抛弃他，父皇为太子抛弃他，傅玄淼为大局抛弃他。
所有人都有比他更重要的事去做，他能够接受现实，却始终无法释怀。礼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谁不要你了？你们都不要我了。他说，一直憋在眼眶里的眼泪倾涌而出。礼物忽然明白了，他是在说他的父母。沈朱熹如此伤心，原来是想到了把他卖进宫的父母。原来他是觉得是因为自己没用，父母才遗弃了他。会反省是沈朱熹的优点，太会反省也是他的缺点。如果是礼物，绝不会因为父母不要自己，倒推到是自己没用身上。他生来便没有父母的记忆，没学过仁义礼智信，全凭鸭子的庇佑才能长大成人。亲情的羁绊，礼物想象不出，也理解不了。沈朱熹这么伤心，他做不到感同身受，同样也做不到无动于衷。他的眼泪每次落下，都像烫在他的心口上。礼物伸出手，用指腹认认真真地擦掉了他脸上的泪痕。他神色平静，像一动不动的大山，又像波澜不惊的大海。他的神情让沈朱熹不知不觉也平静下来。他一字一顿道：你看着我。他一眼看着他，眼中泪花闪烁。不要听别人说什么，你比他们好上100倍1000倍，他们不要你是他们的损失。你比他们想的要好，也比你自己想的更好。不要因为他们眼瞎，随随便便质疑自己，因为这也是在质疑老子的眼光。礼物说：你懂了吗？沈朱熹其实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他的脑子整个都晕乎乎的，但他使人信服的神色让他不自觉地脱口而出：懂了。你这呆瓜。礼物转过身，半蹲在他面前：上来。沈朱熹愣头愣脑地爬上礼物的背，他的手臂穿过他的膝盖窝，轻轻松松的就站了起来。视野变换后，沈朱熹才发现礼物的脚步原来这么快，不过2、3步就走出了好长一段。他的背也比看上去的宽广，和他吊儿郎当的外表不同，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稳稳的。沈朱熹在他背上一点也不颠。沈朱熹，他忽然叫他的名字。沈朱熹愣愣的答。礼物踩着橙红的夕阳，大步朝前迈去。在他脚下，两人的影子叠作一处，亲密难分。他们不要你，我要你。第38章。昨日怎么回家的？沈朱熹清醒后一概想不起来，他只知道一觉醒来，天就大亮了，不知何处有一只讨厌的公鸡孜孜不倦的打鸣，吵得他连回笼觉都睡不下去。醉酒的后遗症还留在他身上。沈朱熹醒了以后，呆呆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礼物提着一壶水走了进来，看见床上呆坐的沈朱熹，皱眉道：你坐着干什么？我在静修。沈朱熹有气无力地说：我还以为你圆寂了。礼物说：活着就别杵着不动，赶紧下床洗漱，一身酒气你闻不到。沈朱熹这才发现自己穿的还是昨日外出的衣裳，他抬起袖子闻了闻，皱起了鼻子。一身酒气客气了，这明明是醉鸡的味道。他还依稀记得昨日他打马吊牌大显身手，赢了朱大娘一吊铜板，他的铜板呢？沈朱熹摸着自己身上，四处找他的那串铜板。外边的桌上。礼物没好气地说。沈朱熹这才把视线移到他身上，昨天发生什么了？我不是在周嫂子家打牌吗？我怎么回来的？你不记得了？沈朱熹摇了摇头，都不记得了。沈朱熹茫然地继续摇头，不知为何，礼物的眉心越拧越紧。不记得算了。他砰的一声把水壶放到桌上，黑着脸转身出去了。沈朱熹莫名其妙受了他的脸色，觉得他大清早就嘴巴放屁，实在无理。他安慰自己好女不跟男斗，拖着头痛欲裂的身体下了床。沈朱熹带着换洗衣裳来到浴室，脱下身上的衣服，忽然发现这条刚穿了一次的新裙子上有好几块灰扑扑的地方，前后都有，看上去就像他穿着这条裙子在沙地里滚了几圈似的。沈朱熹不记得自己清醒时有摔倒过，那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礼物趁他醉酒把他按在沙地里打了一顿，这样他一身酸痛也能解释了。沈朱熹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神志不清的他被一脸狞笑的礼物在沙地里拖来拖去的画面在他脑海里越发鲜活。礼物这厮昨日做了亏心事，今日竟然还赶到他面前来放屁。沈朱熹匆匆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后，拿着脏裙子打算去找礼物对峙。他刚一走出后院，就看见桂花树下磨菜刀的礼物。他面无笑意，挽着两袖，手中菜刀在平滑石块上磨得哗哗作响，刀刃上寒光飞射。沈朱熹猛地刹住脚步，愣着干什么？饭在桌上，我已经吃过了。礼物头也不抬地说，换下来的衣服放在木桶里。哦。沈朱熹黏黏地应了一声，走回后院，把脏衣裳放进木桶。木桶里已经有了几件要洗的衣物。沈朱熹依稀记得这是昨日礼物穿出门的衣裳，他不是个讲究人，衣裳穿一日就换，很是稀奇。沈朱熹好奇地蹲下身，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拈起了他的衣裳。奇怪，他的衣裳上也有脏污，而且比他的更明显。沈朱熹还能说是在沙地里打了滚，礼物这残留着完整脚印的衣裳，明显是遭人踢打过。
看着这熟悉的尺寸，沈朱熹不由有些心虚。既然是双方的殴打，那便算了，他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把这事儿忘了吧。他把脏衣服放下，又细致地洗了回手，然后回到堂屋吃了礼物准备的招食。堂屋的木桌上放着一碗清粥，配几碟小菜。沈朱熹今日的胃口格外好，一碗清粥都喝了下去。他把碗碟都放回厨房，再出来时，里屋还在院子里磨刀。沈朱熹刚想走进里屋，他忽然开口：“你有没有金簪？有一只莲花瓣的。”沈朱熹说：“拿来。”沈朱熹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还是听话的拿出了他放在铜镜旁的金簪。“我只有这一只金簪子，你要做什么？”沈朱熹问。李悟接过金簪，把尖端对着磨刀石，一捧水浇下去，重新打磨了起来。尖头磨锋利一点，留给你防身用的。李悟说：“那你不如给我一把小刀好了。”“你还想拿小刀？就你那点力气，别是送上门给人当武器的。”李悟不屑道。沈朱熹心里不服气，小声反驳：“我在宫里也算力气大的。”“什么宫里？是梦里吧？”李悟几下磨尖了簪子，拿到日光底下观看，尖利的簪子在阳光下闪着金光。他研究簪子，沈朱熹研究他右臂上的油凤花绣。栩栩如生的三尾油凤顺着他紧实的肌肉线条飞舞，潜入挽起的袖管中。他端向金簪时的每一次动作，前臂上的油凤都有不同变化。沈朱熹就像看皮影戏一样，渐渐入迷了。“行了，太尖了，容易伤到你，这样正好。”李悟用手心擦干了金簪上面的水迹，随手插到了沈朱熹的发髻上。沈朱熹连忙收回视线，故作随意道：“你身上这花绣是谁绣的？”“一个坑蒙拐骗的老道士。”李悟沉下脸，恶狠狠地说：“再让我遇到他，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沈朱熹一惊，这是为什么？李悟身上这花绣技艺高超，一看便知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他为何怒气冲冲？他欠了老子50两银子酒钱，说要用花绣来抵，自称是什么天下闻名的花绣博士，放他娘的屁！他绣的是什么玩意？李悟越说越气，怒从心里，握住一旁磨好的菜刀，老子再见到他，一定要拧了他的！李悟眼睛一瞥，看到旁边沈朱熹眼中流出的一丝惊恐。浮尘，原来是浮尘。沈朱熹松了口气，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差吧？他犹犹豫豫地说，目光落在他右臂的油凤花绣上。他怎么看，这也是一幅气韵鲜活的佳作，为何李悟要把它贬得一文不值？难道花绣界另有一番鉴赏规则？我要的是油鸭花绣，那老骗子定然是绣不来鸭子，这才图省事，给我换成了油凤。你说他给我绣了我不要的东西上去，骗我消肿之后就是鸭子，然后拍拍屁股跑了，难道我不该找他算账？李悟沉着脸说：“油鸭花绣。”沈朱熹想象了一下，沉默了。凤是只有你们女人喜欢的东西，你看那什么凤冠、凤钗，他给我绣在一个大男人身上，算什么个事？其实凤为雄，凰才是雌，男子和凤也是相配的。沈朱熹还有一句话没说，更何况那一身油凤确实比一身鸭子好看得多啊！他绣一身鸭子在身上，才叫什么个事？李悟却不这么想，他一脸阴沉的看着手上的油凤花绣，说：“要不是想着这是我的50两银子，我早就去把这玩意洗了。”沈朱熹不忍他暴殄天物，忍不住劝道：“你再去找个花绣师傅，别人也不一定绣过油鸭，况且你现在这身油凤花绣确实技艺精湛，就这么洗掉太可惜了。你觉得好看？”李悟抬起眼，沈朱熹不好意思直接称赞一个男子身上的花绣，可他说含蓄了，又怕李悟脑子一热，当真去把油凤花绣洗掉了。他绣鸭子倒无所谓，只是这已经绣好的杰作，他实在舍不得就这么让他消失世间。他移开视线，含糊应了一声。这微弱的一声称赞，还是被李悟捕捉到了。他那条看不见的尾巴立时翘了起来。他用和先前截然不同的目光看着手臂上的花绣，扬着嘴角道：“绣在老子身上，当然好看了。”沈朱熹，谁给他的自信？早上我没事，你再教我写几个字。吃过晌午后，我要出去一趟。你昨天才喝醉了酒，今天就待在家里休息，哪儿也别去。李悟说：“你要去哪儿？”沈朱熹随口问了一句。县里的衙役要去周治所送东西，现在道上不安全，县老爷要我陪着走一趟，要是走得快，傍晚就能赶回来。沈朱熹应了一声，心里因为那句道上不安全有些七上八下，停了片刻，又补了一句：“路上小心。”李悟心满意足的笑了，大手在他头顶轻轻按了按：“老子能有什么事？呆瓜，等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武师府一用过，李坤和李雀就来到了院子外叫他：“都吃过了吗？”李悟走出篱笆门：“在我那儿吃的。”李雀笑道：“二哥一直念叨，我亲自做了下水给他吃，难吃。”李坤小声嘀咕道：“有的吃就不错了，再抱怨，下次你就自己啃生地瓜。”李雀笑眯眯地说：“
李坤委委屈屈地抿紧了嘴巴。李务关好篱笆门，带着2个弟弟往县衙门走去。2炷香的时间后，3人来到鱼头县衙门大门，20几个身穿义服的男人等在门口，一箱接一箱的东西正从府衙里不断抬出。本县知县穿着他的7品官服，挺着7月怀胎般的大肚，挡在大门中央，中气十足地说着：“路上都给我把招子放亮点，这东西要是被劫了，拿你们的项上人头来赔都不够。”为了不妨碍搬运工作，李吴3兄弟推到了衙门外的墙角。李却看得啧舌，说：“这么大阵仗，这回要我们护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李务百无聊赖地蹲在地上，他随手掐断一根草茎，放进了嘴里叼着。几百套制式盔甲和刀枪弓箭，他含糊道：“军备。”李却的神色马上严肃起来，荆州要打起来了。李务四处奔波，和附近的官绅富商都有来往，知道的内幕也比旁人要多上一些。他摇了摇头，说：“是给金代阁里的贵人送的，不止我们县，整个荆州的武备都快被他搬空了。他竟然还住在金代阁。”李却惊讶道：“这么久了，也没听见什么风声传出，这人到底什么来头？”衙役们检查好，箱子都封好后，县老爷点了点头，伴随着几声苦意的低喝，沉重的木箱纷纷离了地面。县老爷故作威严的目光落在李务和他旁边2人身上。“李务，路上警醒些，千万不可松懈大意。”李务吐掉了嘴里的野草，漫不经心地站了起来。去了就知道了。第39章，窗外涛声不停，廊下鸦雀无声。碎金般的日光铺满金代阁3楼的整条甬道，尽头的那扇雕花木门前，一名男子长身玉立，双色大袖掩映青色深衣，和风轻轻吹拂，摇曳的大袖下，男子洁净纤长的手指若隐若现。连廊下势力的婢子也忍不住换了几次身体重心，门前静默的男子却像不知疲倦似的，依旧一动不动。金色的光束在他身上慢慢挪移，始终照不暖那身清冷。2个年轻的婢子情不自禁看了又看，默默为他鸣不平，恨不得自己就是房里那人，这样就能请他坐下喝口热茶，说些闲话，圆了公子一片赤诚孝心。终于，那扇紧闭的门打开了，方氏身边的贴身侍女宁雨走了出来，门依然开着，但是一扇绘着山空秋色的黄花梨宝座屏风挡住了内室的情景。宁雨向着傅玄淼行了一礼，低眉敛目道：“公子请回吧，夫人身体不适，仍在睡着。”傅玄淼垂下眼睫，从袖中掏出遗物递出：“还请宁雨姑娘代我转交母亲。”宁雨讶然地看着傅玄淼手中的手串，那是一串香木做的手串，颗粒饱满，自带一香。手串下方缀着佛头、背云、坠角，是上了年纪的女人最喜欢的样式。这是我偶然得到的一串迦南香木18子手串，有定神安眠之用。母亲眠浅多梦，带着这个或许有所注意。傅玄淼说：“公子有心了。”宁雨恭敬地用双手接过手串：“我就不打扰母亲休息了，劳你代我照顾好母亲。”公子放心，这是奴婢的本分。宁雨低头行礼，待眼前的段靴转向离开后，才拿着手串走回了厢房。他绕过屏风，来到厢房内室，向着榻上的方氏行了一礼：“夫人，公子走了，留下了一串迦南香木做的18子手串。”方氏视若未闻，闭眼默念着佛号，苍白纤瘦的手指轻轻拨动手中佛珠。宁雨想起门外站了2个时辰的公子，心中不忍，笑着说道：“这手串的每颗珠子上都嵌着字，正面是福，反面是寿。奴婢见识不多，只知这字写得很是好看，却不知出自哪位大家。”方氏睁开无光的眼眸，淡淡道：“拿来。”宁雨上前一步，将手串交到方氏手中。方氏轻轻摩挲着珠子上的刻痕，半晌后说：“是荆州袁敬的作品，这是他最擅长的魏碑。还是夫人见多识广，宁雨只知好看，却不知好看在什么地方。”宁雨笑道：“这手串寓意好，还有定神安眠的作用，夫人不如把它带在身上，试试能不能睡得好些。”公子能找来这么精巧的手串，也是有心了。厢房里的一个小丫头忽然说道。宁雨吓了一跳，连忙去瞪那个好心办坏事的小丫头，方氏却已经变了脸色。他冷着脸将手串扔在桌上，重新闭上眼，手中拨弄佛珠：“收走。”他寒声道。宁雨知道此时不能再忤逆方氏，只能拿起桌上的手串。他寻了个木匣装好，转身交给刚刚说错话的小丫头：“收去库房。”小丫头一脸懊悔地接了。小丫头垂头丧气地拿着木匣走出厢房，等她一走，廊下势力的2个婢子就交头接耳起来：“哎，又收去库房了，哪一次又不是这样？夫人究竟为何这么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听说是公子13岁时做错了什么事，惹得夫人大怒。自那以后，母子就没有同桌吃过一顿饭。什么事如此严重？我是不知，就连老爷也不知道这母子在闹什么矛盾。不管公子做错了什么，他始终是夫人的亲儿子啊，夫人怎么如此铁石心肠？”
背后的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听不清，小丫头只好死心往外走去。她也想不明白，公子那么好，怎么夫人就是那么狠心呢？小丫头神色匆匆走出甬道后，一人从立柱身后的阴影里现身。杨柳一身秀雅端庄的月白如裙，脚下轻巧无声，没有惊动任何人，就走下了金带阁宽阔的楼梯。她绣着双手走到2楼一扇大开的房门前，低眉敛目的屈膝行礼。公子，夫人还是把手串送走了。她不敢抬头，保持着屈膝行礼的姿势，只听屋里半晌静默。知道了，你起来吧。杨柳起身，抬眼看向屋中，空荡荡的厢房里没有隔断，一张床，一张榻，一面榻几，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傅玄淼侧身坐在临窗的紫檀长榻上，提起榻几上的紫砂壶往杯中注水。杨柳屈步走入，拿走了傅玄淼手中的茶壶。这等小事怎敢劳烦公子？他专心致志地往茶盏里注水，无论是垂眸时的神情，还是手上轻巧的动作，都无可挑剔，就像一个出身名门、饱读诗书的才女。窗外西斜的阳辉洒在她身上，美人灿灿夺目，可惜无人观赏。傅玄淼低垂眼睫，目光定在手中字迹粗犷的书信上。京畿一带的搜查结果出来了，没有发现越国公主的踪迹，要么是她不在京畿，要么就是已不在人世。但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查漏了一个地方，他落脚的荆州也是京畿的一部分。杨柳注好热茶，视线在傅玄淼手中的信上扫了一眼，后退到他应有的距离，轻声道：“公子可有告知夫人，那串迦南香木手串是公子亲自去元镜门上求来的？”他想知道，总会知道。傅玄淼神色淡淡，看不出表情，出口的声音也如蓝河上飘过的薄雾一般飘渺淡薄。可他不想知道，公子的努力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夫人的心结总有一日会解开的。杨柳宽慰道：“总有一日，又会是哪一日呢？”傅玄淼低声说。杨柳正欲回答，他却已经说道：“叫暗三进来。”原来他只是自言自语，并不在意他的回答。杨柳将失望深藏眼底，屈膝行了一礼，诺。不一会，傅玄淼面前就出现了傅家蓄养的暗卫三。他们没有名字，或者说他们的名字就是他们的代号。人是会死的，代号却永远不亡。死了一个暗卫6，还会有下一个暗卫6出现。暗卫三走到榻前3步外的地方就停了下来，他单膝跪下，对榻上之人拱手道：“公子。”傅玄淼放下玉封从京兆发回的密信，道：“我给你一幅越国公主的画像，你带10人去探查荆州及周边各县各村。”杨柳低头视了一旁，似是两耳闭塞。诺。暗卫三毫不犹豫地接下命令，拿纸笔来。傅玄淼话音未落，杨柳就走向了门外。很快，婢女流水般送来了画几和上好的笔墨纸砚。杨柳占据傅玄淼的左手边，自然而然地接下了为他磨墨的任务。黝黑的墨汁很快磨好了，傅玄淼站在宽阔的画几前，提起一支花纹精巧的主管大双好笔，轻轻蘸了墨汁，稍一踌躇，便向着雪白的宣纸落笔而去。瘦削苍白的大手握着纤巧的好笔，在纸上飞舞，笔走龙蛇，不加思索，仿佛已在心中临摹了100次1000次。寥寥几笔，美人渐现。身穿繁丽宫装的少女倚着水榭兰台，怀里抱着一只胖嘟嘟的长毛猫。少女姿态端庄，抿唇微笑，一双秋水般的杏眼里透着孩童般的天真。画中美人神态生动，若非细心观察，心中揣摩千次，又怎会笔走龙蛇，不加思索？傅玄淼一气呵成，停了笔，将好笔轻轻放于一旁的铜山笔架上。杨柳的双手纠结于袖中，神色却一如寻常平静。他柔声道：“公子的画技又精进了。”傅玄淼一动不动地审视墨迹未干的画作，眸光沉静。半晌后，他说：“这猫或许死了。”杨柳的目光投向画中的波斯猫，这只猫原是他向傅玄淼提起的。他说，京中忽然流行起了波斯来的一种长毛猫，贵女们争相饲养。他在大理寺少卿府上曾见过一只黑白相交的波斯猫，模样十分可爱。后来府中便出现了一只纯白的波斯猫，他的惊喜还没持续1日，这只猫便送进了宫。杨柳剥离自身情绪，平声道：“人各有命，猫也如此。”墨迹快干了，傅玄淼从画作上收回视线，神色厌倦地坐回长榻。拿去吧。诺。暗卫三小心翼翼地拿起画机上的画像，向着傅玄淼双手抱拳行了个礼，默默退出了厢房。公子家派人手，可是义兄那里有了越国公主的消息？杨柳开口。算是有了消息。傅玄淼拿起茶盏，在大秀的掩映下轻抿了一口杯中茶水。公子家派了多少人手？若是搜寻京畿，数人恐怕不够。杨柳。傅玄淼轻声说。杨柳身子一颤，立即把头埋了下去。属下在。不该你管的事。他淡淡道，问都不要问。是。公子。一名侍卫打扮的人快步走进厢房，行礼后，
说东清县、永田县、鱼头县的武备都已抵达，下面的人正在清点入库。知道了。侍卫起身退下。傅玄淼放下茶盏，居高临下的视线投向两扇宫室和河窗之下，蓝河奔腾，晴空如洗。气势恢宏的金带阁下，无数衣装繁杂的人正辛辛苦苦地将沉重的木箱搬上金带阁宽敞的平台。他们神色麻木，身影忙碌而渺小，从傅玄淼的高度来看，一如每日都会无意中踩踏的蝼蚁。无论是他们的性命，还是他们的喜乐，都如此渺小，微不足道。金带阁2层楼梯的平台上已经堆满大小箱子，在面无表情、腰佩宝剑的锦衣侍卫的监督下，来往的每个人都神色匆匆，不断往来2楼平台和楼下的车辆聚集处。在这些忙得脚不沾地的人当中，有一名年轻男子吸引了傅玄淼的注意。他肩背宽阔，挺拔修长，穿的是最寻常的粗布衣长，却是人群中最打眼的那一个。男子身边还站着2个年纪不大却风格迥异的青年，一人面容丑陋，缺了半边脸颊，一人身高9尺，满脸凶相。这3人聚在平台偏僻的一角，正和楼中管事说着什么。那面容丑陋的青年不知说了什么，逗得管事乐不可支。或许是察觉到了什么，最先被他看到的男人忽然抬起了头，清楚锐利的双眸和他对上了视线。去查查他们说了什么。傅玄淼淡然道。杨柳往窗下望了一眼，旋即明白他的所指。诺。半个时辰后，搬运武备的各县队伍都渐渐离开了金带阁。出去探查消息的杨柳也回来了。他站在傅玄淼所在的长榻前，恭恭敬敬道：这3人来自鱼头县，都是孤儿出身，平日不务正业，以收账放贷为生。公子在意的那人叫李务，是这3兄弟里的大哥。此次他除了来护送鱼头镇运输武备，还为了打听一个叫沈焕的人。沈焕？傅玄淼轻轻抹挲茶盏边缘。是，此人前不久刚娶了妻，其妻因京中战乱和兄长分散，李务寻找的正是其兄。据说此人为元龙帝做事，所以他才想到来金带阁试试运气。杨柳说。傅玄淼说，陛下身边并无叫沈焕的人。杨柳语带不屑，以他这般出身，七兄又怎么可能是陛下身边的近臣？想必是一个误会，即便效忠陛下，也不可能是直接效力于陛下。傅玄淼垂眸凝视茶盏中的茶饮。公子可要留意此人？杨柳试探道。傅玄淼平静道：无名之辈，不必费心。诺。第40章。等到大街小巷开始兜售鞭长命女的彩线和入夏用的扇子，端午也就渐渐近了。不知不觉，沈朱熹已在宫外生活了2月。端午那日，3兄弟一大早就外出置办过节的用品了。沈朱熹也没闲着，天不亮他就被李务给拉起了床。他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全靠李务在一旁碎碎念跑了他的睡意。4人整整齐齐地去了镇上采办，2人一组，回来时每个人都提了不少。到了晌午用饭的时候，李家餐桌上摆了个满满当当，占据方桌中央位置的是李务用挑席般的严苛标准挑回的随鸡鸡店最大最肥的烧鸡，元宝型的烧鸡把肥壮的2只鸡大腿收得紧紧的，脆皮油亮，色泽红艳，卤汁就藏在那红红的脆皮下，一口下去鲜香四溢，齿颊留香。摆在李雀面前的是一条用长盘子装的家常煎鱼，一条有李坤前臂那么粗的青鱼，在文火下煎得金黄，鱼皮酥而不破。一碟清脆的炒台菜放在一旁。李坤面前的是炒猪肝和八宝肉。炒猪肝嫩而不生，入口脆爽。八宝肉的材料是现宰杀的上好肉猪，去筋肥各半，煨到入口即化后，加入笋片和火腿、海蜇等八宝，盛盘时几色交杂，相映成趣。沈朱熹面前的是一碗萝卜圆子汤，热气腾腾，清香袭人。一旁是桌上仅有的一个瓷碟，精致的摆放着4个李务前2日去荆州治所带回来的青团点心。李务面前的就简单了，2碟下酒菜而已，酒坛子比桌上的汤碗还高。李坤、李雀吃得停不下住，李务抱着酒坛撒不开手。沈朱熹是桌上唯独一个不怎么动弹的人。天气渐渐热了，他的食欲越来越差。他正愁眉苦脸地戳着碗中米粒，祈祷他们自己消失在空气里。李务没好气的声音从一旁响起：你这是吃饭还是漱米饭？沈朱熹说：我吃不下了。李坤立马插话道：我能吃，我帮你。李务抬头看了他一眼，李坤马上缩回了伸出的手，继续和面前的八宝肉埋头做斗争了。沈朱熹，你过分了呀！李务拧着眉说：你要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你还吃不下饭，你什么意思？我是真的吃不下了。沈朱熹苦着脸说，他也很想吃，可就是吃2口就腻，再吃2口就想吐，他能有什么办法？沈朱熹知道自己有点挑食，可是离了宫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自己这么挑食。他也知道民间没有他挑食的余地，他也很想改进自己的小毛病，
可他身体不听理智使唤，就是吃不下呀。今天又是什么理由吃不下？李乌说：“这8个菜还不够你吃的，是不是要给你做满汉全席你才开得了尊口？”够是够了。沈竹溪顿了顿，小声说：“可我没胃口。”李乌眉毛一挑，看样子又要白日放屁。沈竹溪已经准备好迎接他的冷嘲热讽了，心思活络，人又好，比李乌好了不知多少倍的李却开口了：“嫂子是不是犯了苦夏？”“苦夏是什么？”李乌问。“就是到了夏天，食欲不振。”“对，就是苦夏。”沈竹溪连忙点头：“我在宫里时，太医院里的药童也是这么说的。”“你是在唬老子？”李乌说：“那我兜里没钱就吃不下饭，是不是应该叫苦钱？我得了苦钱，有人给我送钱吗？”“大哥，苦夏是金贵人得的毛病，咱们5大3粗的老爷们想的也得不了。至于你那毛病，不是没钱造成的，纯粹是嘴巴发痒，嘬上一口就好。哎呦！”李却桌下挨了一脚，龇牙咧嘴的拍着小腿上的灰。“那要吃什么药才好？”李乌说：“不用吃药，夏天过去就好了。”李却说：“难道一个夏天你都不吃饭？”李乌看向沈竹溪，沈竹溪讪讪的笑了笑：“也不是一个夏天都不吃，多少还是要吃的。你不用管我，等夏天过去，自然就好了。”“不用管他，他不想他管，想等着谁管？这么大的人了，竟然还像个小孩子，不，比小孩子都挑食，还伺候越国公主。他看被他伺候的越国公主才是倒了8辈子大霉，也不知道宫里这2人究竟是谁伺候谁。”李乌冷眼看着他，这呆瓜还知道不好意思，眼神闪躲着不敢看他。一顿饭下来，虽然沈竹溪没吃什么，但有着李坤这个大胃食客的存在，一桌菜连残汤都被他蘸馒头吃了个干干净净。用过午时之后，李坤把竹席铺在堂屋的地下，倒下不过几个眨眼的时间，屋子里就响起了震天的鼾声。沈竹溪在里屋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耳朵里全是李坤打雷一样的鼾声。他辗转反侧许久后，放弃了午休的想法，从床上爬了起来，走到院子里。李乌一直没进屋，他原先以为他和厨房洗碗的李却在一起，没想到走出内室，却见到他蹲在桂花树下，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时而在沙地上写写画画，时而停下来冥思苦想。沈竹溪蹑手蹑脚走到他身后，探头一看，地上已有半篇文字，他竟是在默写千字文。李乌忽然转头看到身后的沈竹溪，猛地弹了起来。他一脸做贼被人逮住现场的心虚，色厉内荏地喝道：“你想吓死老子改嫁吗？”沈竹溪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见他飞快地用脚擦去了地上的半篇千字文。他连忙拦住他的动作，说：“你擦什么呀？还差半篇就写完了。”“什么写完了？我什么都没写。”李务里不知气却壮地说：“我都看见了。”沈竹溪急道：“那是你没睡醒，我睡都没睡呢。你睁着眼睛睡也挺厉害的。”沈竹溪说不过他，气得干瞪眼：“这人好会放屁！你复习千字文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沈竹溪百思不得其解：“老子才没复习。”李务挺直腰杆说：“我这是生来奇才，过目不忘。”沈竹溪，世上怎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厚颜无耻之人忽然看了看沈竹溪的肚子，沈竹溪警觉地后退一步，以袖挡在身前：“你看什么？我看你饿了没有？”李务说：“饿了又怎样？没饿又怎样？饿了我就带你爬山摘果子，没饿我就带你爬山消化一下。”沈竹溪惊呆了，这有什么区别？区别很大。李务自然之极地拉住他的手臂，不待他反应，就拉着他往院外走去。呆瓜，去了你就知道了。被他拉着的地方，隔着衣袖传来他手心的热度。沈竹溪觉得怪怪的，可他悄悄看李务，他毫无所觉的样子，让他反而觉得是自己大惊小怪。若是捏捏扭扭，一定会被这批人嘲笑。沈竹溪在他身后默默鼓起腮帮子，决心不让他看出自己的不自在。从李家出门往右是去镇上市集，李务这次拉着他直接去了左边。沈竹溪还记得左边是去打水的方向，李务却带他走上了一条从未走过的山路。说是山路，实际上只是一条被上山之人走秃的路径，小路藏在密林之中，地面崎岖不平，到处都散落着杂草丛生的石块。出人意料的是，山路上竟然有不少人，大多数是结伴型的年轻女子，他们挎着篮子说说笑笑，好不开心。也有扛着锄头的单个男人，上山的人不是提着空篮子，就是背着空背兜，下山的人还是那几样装备，不过篮子和背兜里都或多或少的装着各色山货，其中以草药居多，菌菇次之。这里平时就这么多人吗？沈竹溪疑惑道。只有端午才这样。李务说，端午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各种草药到了这一天，药性最强，这一天的药价也最高。这天不仅有采药人上山，
得空的普通人也会上山摘些草药回去。你上山摘过草药吗？沈朱熹摇了摇头。挖过山货吗？他再次摇了摇头。李乌说，呆瓜，一会我教你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有些果子长得难看，可是汁多果甜，还有一种红色的花，花茎里的汁水比蜜还甜。沈朱熹对这新鲜事起了兴趣，自动忽略了他前面那2个字，高兴道：好。他答应的轻快，畅想着上山后认识山货，亲手挖掘竹笋的样子。可是没一会，残酷的现实就将他击倒了。爬到半山腰后，沈朱熹越爬越慢，越走越喘，脸上的汗珠擦了又擦，什么甜果子，什么比蜜还甜的花枝，早被他忘到了九霄云外。他现在只想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一头栽下去，再也不要动弹。我不行了，我爬不动了。沈朱熹气喘吁吁道。李雾走在他前头，时不时就回头朝他看上一眼。人比人，气死人。他已经累得个要死，李雾还是刚上山时那副模样，腰部酸气不喘，一步跨老远，神采奕奕。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李雾说，你要相信自己是个伺候人的，不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哪有伺候人的走2步就喘这么厉害？你才是伺候人的。沈朱熹说，我可不就是伺候人的。李雾说，老子倒了大霉，捡了个比公主还娇贵的宫女回来伺候。沈朱熹很想像他欺压2个弟弟一样，朝他的屁股就飞起一脚。可是看他毫不吃力的一边爬山一边说话的模样，沈朱熹很怀疑他这一脚飞出去，人没踢到，自己先摔倒了。李雾到底是什么怪物？他就不会累吗？我不走了，我走不动了。沈朱熹摆着手停了下来喘气。李雾掉头走回，一把拉着他的手臂继续往上走去。终点都到眼前了，你再走2步就到了。一炷香后，沈朱熹说：2步，2步，还有多少个2步？快了，快了，你别说话就更快了。2炷香后，沈朱熹说：我走不动了，究竟还要走多远？你没看见吗？那山顶就在眼前了。3炷香后，沈朱熹的眼泪已经跑到了眼眶里。李雾忽然停下脚步，说：到了。沈朱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也顾不上地上的泥土和石块了。我不走了，我走不动了，我要死了。沈朱熹哭着说，脚底传来一阵阵的疼痛，山上的石子一路都在硌他的脚，他早就到了极限，若不是想到转头下山也要走上许久，他毫不犹豫就会打起退堂鼓。这可恶的路为何那么长？这可恶的山为何那么高？这可恶的礼物为何一直骗他？沈朱熹脚底疼，心里也伤心，委屈的视线无声地质问着礼物，泪珠子不停落下。礼物走回他面前蹲下，脸上露出一丝无奈。你都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怎么就要死了？这时候死，不觉得可惜吗？不可惜。沈朱熹赌气回答。山腰上人多，没什么东西可采，内围危险，可能遇到熊瞎子。山顶风景好，人也少。你口渴了吗？我知道一处地方的野果子很甜，我带你去。我不去，我脚疼，我一步都走不了了。沈朱熹更艳道：你做什么？李雾握住他的右脚，在他没反应过来时就脱下了他的绣鞋。沈朱熹大惊失色，吓得用力往回缩，可是右脚被李雾握得动弹不得，他急得又用左脚去蹬李雾的手臂，这下连左脚都在他手里了。你不是脚疼吗？我给你看看。李雾说，自然至极地脱下了他的足衣。你臭流氓，登徒子，大骗子！沈朱熹羞红了脸，气得丢开了面子大骂。骂响亮些，你这几个词汇在鱼头镇连6岁小孩也骂不过，以后有机会让樊三娘教教你。李雾不以为意地说。沈朱熹把他知道的骂人词汇都说了一遍，可李雾还是头也不抬地看着他的脚，眼神像是饿了1日的大尾巴狼乍然见了鲜嫩嫩的一块肉。他的目光也不由落到自己脚上，他哪里走过这么多的山路？拇指和小指旁都生出了大块红色，在凝白的脚上格外醒目，看着可怜兮兮的。还好。李雾说。哪里好了？沈朱熹气得顺脚又是一下，他的脚丫子还在李雾手里受着禁锢，使出的力道只能软绵绵的在他胸上踏了一下，不像发怒，倒像撒娇。还好没磨出水泡。李雾一边说，一边用手轻轻按着他的脚掌，揉揉就好了。这批人还算有点良心。沈朱熹一面抽抽噎噎，一面不情愿地想，李雾的大手比他的脚掌还大，一手就能轻松包住他的脚，有人帮着做脚底按摩，确实舒服了很多。沈朱熹在宫里享受惯了宫女的按摩，一开始也没觉得有什么，后来他的注意力不知怎么就放到李雾的肤色上去了。太阳下养出的小麦色和他足不出户养出的白腻底色贴在一起，一个男人在给他按脚的意识也强烈起来。李雾抬起头，对上他发烫的脸颊。是他的错觉吗？
李悟的眸光比平常温柔。还疼吗？忽然旖旎起来的气氛让沈朱熹如坐针毡，他不自在地避开他的视线，小声说：“不。”话没说完，他忽然惨叫起来：“李悟，李悟，大片子里臭狗，你啊！”沈朱熹又痒又疼，惨叫连连，恨不得在地上打滚。李悟牢牢抓着他的脚掌，成拳的右手贴在他的脚掌上，不停用手背的指骨按压他脚底的经络。李悟对他的惨叫不为所动，冷酷道：“把堵塞的经脉按通就好了，你现在痛，一会就舒服了。你小声点，别人听了还以为我偷了猪上山来杀。”沈朱熹还在流眼泪，这回是痛的。生不如死的一盏茶时间后，李悟终于放开了他的脚。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舒服多了？李悟问。沈朱熹无语凝噎，泪流不止。父皇母妃，你们为什么要丢下孩儿一人在人间受罪？李悟替一动不动的他套上足衣，穿上绣鞋，然后蹲到了他面前，朝他脸上的泪珠伸手而来。把你摸了脚的臭手拿开！沈朱熹吓得一个机灵，躲开他的手。臭手摸的也是你的臭脚。李悟没好气地说，两手在腰上擦了擦，接着扯起衣袖，用衣袖往他脸上粗鲁按去。你怎么连自己的脚都嫌弃？沈朱熹的脸都快他揉碎了，他终于放开了他的脸。起来走走，看看是不是好多了。李悟朝他伸出手，沈朱熹心里还记恨他先前的按脚之仇，一巴掌拍开他的手，自己撑着地面站了起来。脚掌落在地上，的确比先前好了太多。沈朱熹心里觉得神奇，嘴上偏偏什么也不说，他一言不发地拍着衣裳上的灰土。还生气呢？李悟说。沈朱熹不回他的话，也不去看他，仔细地找着衣裳上还未发现的污渍。我承认，我是不该骗你就到了，可你看，你不还是爬上来了吗？李悟说，我不骗你，你怎么能爬上来，又怎么能吃到甜果子和比蜜还甜的花水？我还没吃到呢。沈朱熹气鼓鼓地回了一句，行行，老子这就去给你找，你别青着脸了。沈朱熹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李悟抬脚往茂密的林子里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说，跟上，走丢了就要喂熊瞎子了。我才不怕。沈朱熹嘴上强硬，脚步却不禁加快了。你怎么会怕呢？你要是遇到熊瞎子，就像刚刚那样嚎上两声，熊瞎子也会被你吓跑。李悟说。他在放屁，他在放屁。沈朱熹默默催眠自己，不同他一般计较。林子里野草遍布，就连石头上也长着厚厚的青苔。沈朱熹走在上面，比先前走光秃秃的山路轻松了许多。他对于初次见到的景象豹已十分的好奇，上山时的辛劳被他忘到了脑后，只顾着东张西望看个不停。李悟时不时地给他介绍长在附近的草药和树干上攀附的野菌，叮嘱他哪些可食用，哪些又有剧毒。他没有介绍的，沈朱熹遇上没见过的，也会问上一句：“这是什么？”李悟走向沈朱熹指的地方，从丛生的野草里折断了一根长干的植物，那东西像笋子，生得一节一节的，长干上有红色斑纹。这是花斑竹，能生吃，酸甜口的，你尝尝。李悟向他举起花斑竹断口的那一面。沈朱熹谨慎地摇了摇头，不敢下口。李悟也不在意，随手就放进自己嘴里，咔嚓一声，清脆地咬了一口。花斑竹能做菜，也能入药。采回去后，上面的嫩茎炒菜，下面的根茎就拿来做清热解暑的凉茶。李悟三下两口啃完了嫩茎，随手把剩的花斑竹扔到一边，蹲下来掰起了新的花斑竹来。周嫂做凉茶的手艺不错，带回去让她做坛凉茶出来。沈朱熹也蹲了下来，学着他的样子，试着掰断了一根花斑竹。我们没有带篮子，带不了多少下去。有人知道给我们送被斗。谁给我们送被斗？沈朱熹一愣，一阵脚步声从上山的小路上传来。李悟头也不抬地说，这不就来了吗？李坤、李雀两兄弟沿着小路走了上来，见沈朱熹抬头望来，李雀满面笑容的挥起了手。嫂嫂，大哥。竹条边的大背兜就在李坤背上，他一步当沈朱熹三步，很快就到了两人面前。李坤放下背兜，两眼发光的看着地上的花斑竹。竹子烧肉，多摘点，多摘点。李雀也走到了李悟面前，蹲下帮着一起掰花斑竹。沈朱熹掰了一会，失去兴趣，起身查看四周。李悟察觉他的离去，抬头说了一句，别走远了，我就在附近看看。沈朱熹话音未落，忽然看见了一丛开着紫色毛茸茸小花的植物。他新奇地观望了一会，回头朝李悟喊去，李悟，这又是什么草？李悟放下手里的花斑竹，起身朝他走来。还没走到面前，他就认出了沈朱熹面前的植物佩兰。他说，你可以摘些回家，晒干了装进枕头里，或者做成香囊挂在身上。听说可以做成香枕，沈朱熹眼睛一亮。怎么摘？
从什么地方开始摘？李悟干脆蹲了下来，亲手摘了一只做示范。沈珠溪心里有数了，跟着摘起佩兰草。佩兰比花斑竹好摘，不一会，两人身旁就堆了许多佩兰草。李悟停下动作，看着架势上是要把这丛佩兰撸秃撸皮的沈珠溪，说：“这些够你做一个枕头，几个香囊了，我还要送给别人呢。”沈珠溪摘得起劲，头也不抬。送谁？沈珠溪放下佩兰，掰着指头算起来。我想做一个佩兰枕送给周嫂子，再做几个香囊，下次聚会的时候送给桑娘、随蕊、九娘子。李悟阴阳怪气道：“你是不是还算少了？有吗？”沈珠溪惊讶道：“难道你觉得朱大娘也该算上？可是我的女工实在拿不出手，只能拜托周嫂子。如果要做的太多，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老子是死人吗？你当然不是啊。”沈珠溪吃惊道。两人对视了半晌，李悟默默无言，眼神幽怨。沈珠溪脑中一道灵光闪过，终于领悟了李悟的意思。你要是想要，沈珠溪为难道，到时候我就匀一个给你。匀什么？周嫂子做的香囊？李悟扯下一只佩兰，不要了。他突然发什么脾气？沈珠溪一头雾水，不解地看着他。李悟却一脸不高兴地起身，走向了不远处的李雀二人。莫名其妙。沈珠溪决心不理这批人，重新摘起佩兰。不一会，面前这一丛佩兰渐渐空了。沈珠溪四下张望，在一处小山坡下，眼尖的又发现了一丛佩兰。他提起裙子，小心翼翼地踩下山坡。哎呀！脚下不知踩了软趴趴的什么，沈珠溪一个重心不稳，踉跄着摔了下去。沈珠溪！李悟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沈珠溪龇牙咧嘴地揉着屁股，还好这山坡不高，摔也摔不伤他，只是可怜了屁股，磕在了一块不平整的石头上。我没……沈珠溪话没说完，忽然尖叫起来。在他眼前，山坡之下，一具血迹斑斑的男尸面朝下躺着，露出袖口的一只手已被不知什么动物啃出了森森白骨。李悟顺着小山坡飞快滑了下来，他应该看到山坡下的男尸，但是他停也没停，径直奔向了沈珠溪。沈珠溪惨白着脸瘫坐在地，惶恐无助的目光投向一个箭步走到他面前的李悟脸上，下一刻他就像轻飘飘的纸片一样被李悟一把从地上拉了起来。李悟站在他身前，将男尸挡了个完完全全。沈珠溪惊魂未定，双脚发软，全靠李悟握在他手臂上的手才没有重新跌坐下去。没事，别怕。李悟轻声重复着，右手在他背上轻轻拍抚，直到沈珠溪慢慢安定下来，他才侧过身，依然挡着他的视线，扭头对此时滑下山坡的李雀说道：“去看看什么人。”李雀从地上捡了根树枝，走到男尸面前蹲下，用较粗的那头树枝翻动男尸的面孔。他面无异色，看了男尸的面孔，又去翻他衣服里的随身之物。片刻后，李雀扔了树枝，说是镇上的陈铁拐，被人捅了7把刀，失血过多而亡，手腕有淤青，死前被人捆住了双手带来这里，身上干干净净，一个铜板都没有。周围还掉了其他东西吗？李悟说。李雀用脚尖划了划周围的野草，摇头道：“没有，下山再说吧。”李悟说：“雕儿，把背兜拿上。”晓得。李坤嘟囔道。李悟蒙住沈珠溪的眼睛，把他调转了个方向，然后在他面前蹲了下来，说：“上来。”李雀见状，拉着茫然的李坤先一步走上了下山的小路。沈珠溪如今双腿发软，心神不宁，也顾不上什么男女大防了，死事就在身后，他只想尽快离开这里。他爬上李悟的背，李悟两手一颠，轻松把他背了起来，大步往前走去。沈珠溪伏在李悟的背上，忽然升起一股熟悉感，这样的事似乎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可他什么时候被李悟背过？沈珠溪努力回想，脑子里却只有断断续续的几个片段：如火的夕阳，重叠的影子，田坎间的乡间小路。是他做过的梦吗？你还在害怕吗？李悟问。沈珠溪回过神来，嘴硬道：“我才不怕，不怕就好。”李悟说：“以前见没见过死人？”当然见过。沈珠溪想起了被母妃活活打死的那名宫女，还有城破那日进宫中四散的尸体，见过就更没什么好怕的了。李悟不以为意：“你不怕鬼？鬼是怎么来的？”沈珠溪顿了顿，说：“人死后便来的，那不就得了？”李悟说：“他能死一次，老子就能让他死2次。要是真有鬼，也该他怕老子。”沈珠溪忍不住笑了，心里的惊惧因他狂妄的自信消散了不少。“我们现在去报官吗？”沈珠溪问。“衙门都不开了，你去什么地方报官？”李悟说。沈珠溪吃惊道：“有人被杀了，难道就这么算了吗？”“那得看是谁被杀了。陈铁拐是镇上有名的无赖，家贫如洗，嗜赌如命。县老爷会为这样的人费神查案？那尸体
要怎么办呢？查不到身份的尸体每天都有，不差这一个。这陈铁拐也是运气不好，如果他死在城里，还能拉去乱葬岗埋了。可他死在这荒山野岭，衙役根本不会管。难道就让他暴尸野外？沈朱熹神色不忍，他家里还有人吗？或许可以让他家人来把尸首领回去安葬。他死了，他家就没人了。李悟说他爹娘就是给他活活气死的。沈朱熹沉默了。李悟迈着长腿，即便背上还多了一个他，依然步履生风。在沈朱熹看来，分明漫长的上山路，在他2条长腿一开一合间，不知不觉就走完了。下到山脚后，沈朱熹有些不好意思，拉了拉李悟的衣领，小声说：“我可以自己走了。”李悟视若未闻，自顾自地往前走。沈朱熹见前方的人烟明显，生怕被人撞见，又催促了2遍。李悟终于在路边把他放了下来。爬山你也叽叽咕咕，背你也叽叽咕咕，你他娘真是个公主。李丕仁在一旁骂骂咧咧，沈朱熹左耳进右耳出。他这一路都在想一个问题，现在脱口出杀他的凶手就不管了吗？李悟看了他一眼，皇宫里要是有个小奴婢失踪，会有人来管吗？沈朱熹清楚答案，所以他缄默了。蝼蚁的命没人在乎，不管生前如何，既然沦落成一具惨死的尸体，那就是蝼蚁。这天下最不缺的就是蝼蚁。李悟说。沈朱熹神色黯然，想起了自己不可告人的身份，若他现在死了，没有人知道死的会是越国公主，大家只会说李悟新娶的媳妇死了。他自嘲道：“我要是死了，也只是蝼蚁的尸体。”放你娘的屁！李悟冷声说：“你当老子是死人？你是老子掏空了家底娶回来的媳妇，你要是死了，老天上天入地也要把凶手找出来摁死。你说话怎么老是这么粗俗？”沈朱熹皱眉。李悟恶狠狠地说：“谁让你不想点好的？老子的家底都在你身上，我死了你都不准死。我说的是假设，假设也不行。”2人一路吵闹的回到家，正好瞧见先一步抵达的李雀和李坤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李雀说：“大哥，背兜里的花斑竹我都拿出来了，你看怎么吃？”李坤着急的扬声道：“烧肉，烧肉！”李悟点点头说：“正好家里还有一块肉，那就烧肉吧。李坤，过来帮我切肉。”李坤喜形于色，响亮的应了一声。2人走进厨房弄稀食去了。沈朱熹就在院子里捣鼓他的佩兰。李雀在他身旁蹲下说：“嫂子，你知道怎么晒佩兰吗？”“怎么晒？”沈朱熹面露疑惑。“不就是拿到太阳底下晒吗？”李雀咧嘴一笑说：“你照着我做。”他起身去了后院，没一会拿出2个圆形的大烧鸡。他拿起新摘的佩兰，把植株上老化的叶子摘掉，剩下的则放进烧鸡里。沈朱熹学着他的样子，2人一同合作，烧鸡里的佩兰越来越多。他摘着摘着，忽然心虚，问一旁帮忙的李雀：“这些佩兰会不会吸着那尸体的养分长出来的？”李雀哑然失笑：“不会的，嫂子，你摘佩兰的地方和尸体隔了10万8千里呢。”“哪有10万8千里？”沈朱熹心有余悸，就在几步远的山坡下。“那也是在山坡下，隔好远呢。”李雀说。沈朱熹虽然被他说服，但处理佩兰时，眼前总是回想起南市那露出白骨的尸首。“你觉得杀害他的人会是谁？”他问。“不知道。”李雀摇了摇头说：“半个鱼头镇都是陈铁拐的债主，他借钱不还，一有机会还会偷东西，和他有仇的人太多了。李氏3兄弟谁都没将陈铁拐的事放在心上，可沈朱熹始终忘不掉山上见到的那一幕。昔时他吃的比平常还少，当晚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内室的黑暗比往日更陌生，他既想赶紧睡着，又怕睡梦中出现陈铁拐的脸。在他第5次翻身时，睡在一旁的李悟开口了：“睡不着。”沈朱熹睡在里侧，2根鸡毛掸子把各盖一床被子的他们完美隔开。他侧过头，隔着蓬松的鸡毛，在昏暗的视野里看到了李悟如星的眼眸，在黑暗中安定而沉稳地闪烁着。这时候，沈朱熹就开始庆幸身旁有人了。李悟那双天不怕地不怕的眼睛，奇妙地安抚了他的不安。“睡不着。”他低声说。“为什么？”“想到杀害陈铁拐的凶手还在镇上，我就睡不着。也不一定在镇上，说不定杀了人就走了。”沈朱熹没说话，心里却不认同。人的想象力总在不该发挥作用的时候超常发挥。他一闭上眼，总觉得凶手就藏在这卧室的黑暗里，或者正躲在桂花树后偷窥内室情景，还说不定此刻正从他的院子前走过。明明没有寒风经过，沈朱熹却觉得被子里凉飕飕的。李悟看着他的神色变化，了然道：“自己吓自己。”沈朱熹咬着嘴唇不说话。“这样吧。”李悟的眼珠子一转，说：“我能让杀害陈铁拐的凶手落网，但我不做亏本的生意。你得拿出一样东西来感谢我。”“什么东西？”
沈竹溪话音未落，李雾突然朝他逼近。你干什么？沈竹溪吓得提起被子，紧紧抱在胸前。李雾把他逼到床角，2根炸毛的鸡毛掸子被他压成鸡毛薄饼。我要！李雾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他目光里的侵略性太强，沈竹溪就像被什么猛兽盯上了一样，动也不敢动，只有喉咙里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你要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我要你。沈竹溪变了脸色。亲手做的佩兰香囊。李雾说。这大喘气，用李雾的话来说，就是差点把沈竹溪送走。李雾退回他的位置，仰面朝天，双手压在脑后。他漫不经心地说，不许找人代劳，一根线头也不行，必须是你亲手绣的。怎么样，成交吗？这条件很是划算，沈竹溪却没马上答应。他犹豫半晌，你会有危险吗？李雾忽然翻过身来，正面看着他，那双黑亮的眼眸眨也不眨。沈竹溪被他看得脸上一热，下意识避开了他的视线。室内光线昏暗，李雾没有察觉他的目光躲闪。他说，你担心我？这本是人之常情，李雾却问得格外暧昧，好像他担心他的安危不是出于合作人的立场，而是真正出自关爱丈夫的妻子似的。沈竹溪被他问得不好意思起来，嘴硬道，我担心你死了我就没地方住了。李雾答得飞快，我死了你就是我的遗孀，我的都是你的，你怎么会没地方住？好好的，说什么死不死的？沈竹溪对他怒目而视，你还好意思说我？你才是整日不想好的。我的命贱得很，不会那么容易没的。李雾神色散漫，朝他伸出手来，隔着被子拍在他的肩上。快睡吧，明早起来想想我的佩兰香囊上该绣点什么。绣什么？沈竹溪傻傻地问。你说该绣什么？李雾不答反问。那只手轻而缓地拍在他肩上，始终不停。可他什么都不会啊。沈竹溪回忆着自己贫乏的女工知识，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李雾看着他纯真无邪的睡颜，半晌都没有移眼。自然该绣鸳鸯啊，呆瓜。他低声道。端午过去3日后，鱼头镇一如既往平静。镇上唯一的一家赌坊里，1楼大厅里人声鼎沸，鱼龙混杂。穿锦衣的商户少爷和穿布衣的农民挤在一张赌桌前，声嘶力竭地喊着自己压的大小，一双双亢奋的眼睛布满血丝。角落一张赌桌上发出男人似哭似笑的叫声，不知是谁又一夜家贫如洗。周遭桌上的赌徒闻若未闻，红着眼睛只顾自己桌上摇出的骰子。1枚1两银子的筹码从楼上咕噜滚落，2名楼下的束鹤男子一同扑了过去，不惜为此大打出手。站在2楼楼梯口前的2名穿锦衣的年轻男子发出看猴戏的笑声，其中一人模样俊秀，腰上还别了一把折扇。在他们身后，宽阔的空间里只有8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堆筹码，围坐之人都是富家打扮，或气定神闲，或愁眉紧锁。身旁作陪的不是貌美婢女，就是清秀小厮，和楼下杂乱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那以人取乐的俊秀男子又拿出1枚筹码，正欲向楼下人群最密集处扔下，一股大力忽然从腰侧传来，他惨叫一声，带着另一人摔作一团。谁敢踢老？他怒气冲冲地回过头，哑了。2楼在短短片刻内寂静下来。李坤收回踹出的右脚，佝偻着9尺高的个头开道走出。他一把揪起醉里一桌背对他的其中一人，像拎轻飘飘的纸片一样，随手就给扔到了一边。李雾从他身后走出，一屁股坐到了那龇牙咧嘴之人腾出的位置上。李却推着一个双手反剪、手腕捆着麻绳的男人，笑眯眯地走了出来。男子嘴里堵了一块麻布，正呜呜叫着，一脸哀求地看着李雾对面的男子。李却冲着他的膝盖窝一踢，他就在李雾身旁跪了下来。男子扑通下跪的声音在寂静的2楼清晰如雷。同桌的几名赌徒见势不对，自觉地起身走开了。李雾对面穿铜钱纹绸衣的方脸男人面色铁青，脸上的刀疤格外可怖。他看了一眼地上跪着的人，又把视线转回李雾脸上，沉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李雾拿起桌上1枚筹码，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胡老板，你说这鱼头镇究竟是谁握有生杀大权？胡一手变了脸色。这2人终于干上了吗？2楼栏杆前，先前倒坐一堆的2个年轻人已经爬了起来，一边暗中观望，一边窃窃私语。其中一人不解道：胡一手脾气这么火爆，怎么见了李雾耐性这么好？你傻呀！李雾是县太爷身边的红人，打狗还要看主人，胡一手可不想得罪县太爷。那模样俊秀的年轻人说：我又不像你，你都差点当李雾的小舅子了，我怎么知道李雾还在县太爷那儿挂着名号？李红勃然大怒：胡说八道什么？你污我的名声可以，你污我姐的名声不行，我姐还是待嫁闺中的好女郎，你说的什么屁话？行，咱们不说这个。李雾和胡一手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今儿怎么就对上了？
礼物旁边跪着那人是谁？男子又道歉又作揖，李红这才消了火。他拿出腰间折扇，装模作样的在脸颊旁扇着风，用余光从扇子里定定的瞧了好一会，说：“那不是胡一手身边的陈二吗？是干什么的？有什么脏事就干什么。”李红说：“听说手上沾了不少人命，怎么再到礼物手里了？礼物这是上门算账来了。要是胡一手让步了，今后手下怎么看他？”李红把手揣在袖子里，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这下有意思了，少爷我倒要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鱼头镇霸主。一炷香的时间后，也不知道礼物和胡一手说了什么，胡一手的脸色越来越差。他对身旁的手下吩咐了什么，接着赌坊就开始赶人，提前关门了，都别玩了，别玩了。腰粗绑圆的打手在楼上赶人，穿长衫的掌柜在2楼好声好气的请贵客离开，又是许诺优惠，又是低声下气的赔罪。李红也在被驱赶的人里，他和坐着玩的那些客人不同，他来赌坊只是看个热闹，并不是赌坊的大客户，因此掌柜对他并不十分客气。李红心里不服气，可也只有不情不愿走出门的份。他要是不走，那些手膀子比他大腿还粗的壮汉们就来帮他走了。赌坊彻底安静下来后，胡一手阴沉着脸开口了：“你既然捉到了人，为什么不直接禀告县令大人？死账的抵销方法你我都懂，我也不想为难你。”李武扔下手中筹码，懒懒散散地靠在椅背上，说：“来都来了，我也不能空手而归，不如我们做个交易。”李红在紧闭大门的赌坊外等了许久，终于看到大门重新打开。李武打头走出，身后跟着小山般的李坤和胸口鼓鼓囊囊，笑得跟过年似的李雀。李坤手里握着一根麻绳，麻绳另一端牵着陈二，人还是那个人，只是变得涕泪横流，凄惨不已，堵住嘴巴的破布也染着好大一块鲜红。李红见人出来，赶紧打开扇子遮面，一个箭步走到前面的小杂货摊，拿起一把木簪，假意看了起来。少爷看看吧，这只簪子只要20文钱。摊主热情道。李红特意等了片刻，估摸着礼物他们都走了之后，才扔下簪子，恶声恶气道：“少爷，我是买这种破烂货的人吗？不要！”你！李红转过身，把腿追向礼物离开的方向。他远远跟在礼物身后，直到看着他们3人，再加上一个翻着白眼、半死不活的第4人，一起走进了县老爷的府邸。他这是做什么呢？李红百思不得其解。到了第2日，李红终于知道了答案。鱼头镇的县令是个贪财好色但又胆小怕事的人，托着胆子小的福，他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自今工龙以上做的人换了以后，天下乱了多久，鱼头镇县衙就关了多久。时隔2个多月，县老爷罕见升堂，许多无事可做的百姓都涌到县衙门口看起了热闹。李红当然也在看热闹的人群里。退堂之后，李红立马跑回家，向唯一的观众唾沫飞扬地转述着他的所见所闻。他把装模作样的县太爷模仿的眉飞色舞，惟妙惟肖，可惜他唯一的观众连看都不看他。这礼物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贼的人，他这手玩的妙啊，既给县太爷搞了正解，又卖了胡一手一个面子。李红拍着大腿说。李清慢坐在光线明亮的屋檐下，绣着一面团扇，对李红说的不为所动。红色的丝线灵巧地穿梭在蚕丝扇面上，鲜艳夺目的梅花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只惨了那陈二，明明是为胡一手做事，现在东窗事发，胡一手为了保命，转手就把他的舌头给剪了。也不知道那胡一手威胁了他什么，堂上他支支吾吾地认了罪，供词也写了，只字不提胡一手的事。李红说完，在李清曼身下的长凳上挤着坐了下来。姐，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听到了。李清曼拿着团扇站了起来，走到阳光底下，端向他成型的梅花。阳光从头顶浇下，美人如玉自耀，眉眼温婉柔弱，宛如沾着春雨的一枝梨花。长凳一翘，李红措手不及地摔了下来。他惨叫一声，揉着屁股跳了起来。我今天已经摔了2次屁股蹲了，你还是不是我亲姐啊？李红叫道。李清曼说，我要不是你亲姐，你早就被人打死许多次了。我刚刚和你说话，你怎么不理我？李红说，你是不是还记挂着礼物呢？他已成亲了，我自然不会记挂着他。李清曼说完，顿了顿，若有所思地望着团扇上的红梅，只是想再找一个相差无几的可造之材，却是难了。天下哪儿那么多，我才不信只有他一人能出人头地。李红不服气地说，这鱼头镇屁大点地方，你想找个能入眼的男人当然难了，我们不如去京城，听说京城换皇帝了，以你的聪明才智和美貌，说不定捞个贵。李红话未说完，李清曼朝他冷眼扫去。去京城？就你这张没个把门的嘴，去了京城，你活不到年底。怕什么？反正有我姐替我撑腰。李红说，你要是不想入宫，我们去其他地方也行，反正家里只有我们了，我们一起走，去哪儿不是家？
现在不是好时机。李清曼低下头，继续绣着她的红眉。等外边乱起来的时候，你不想走也得走了。李红不再劝了，她这个姐姐自小就有想法，决定了的事8头牛也拉不动。那你真打算嫁献太爷的公子？李红问。李清曼没有立即回答，她绣完最后一针，从一旁拿起绣剪，仔细剪断了团扇上的线条，然后重新拿到太阳底下观看。看了一会，她的唇角勾了起来。听说荆州知府的公子和她私交不错，她柔声说，不交个朋友，怎么能认识朋友的朋友？我就知道姐姐不会真的看上那个绣花枕头。只是李清曼放下团扇，脸上露出一丝疑惑。只是什么？李务粗中有细，从不无的放矢。以往这么多年，他都和胡一手相安无事，这次为何要冒着开罪胡一手的风险，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已死之人出头？李红也茫然了。是啊，为什么？他们不知道李务此举何意，更不知道此时此刻就在同一片阳光下，李务正拿着一个绣了小人的香囊骂骂咧咧。我让你亲手绣个香囊给我，谁让你扎个小人送我？你是想咒死我好当寡妇吗？我没扎小人，我是照着你的模样绣的。沈朱熹说。这还不叫扎小人？李务眯着眼睛，迎着光线把香囊上的小人看了又看，眉头越发紧锁。你说照着我的样子绣的？我的腿这么短，我的头这么大，我的眼睛怎么跟芝麻粒一样？我怎么左右手还长短不一呢？李务说的都是实话，即便是原作者沈朱熹再看一眼他的绣作，也要脸红。我没怎么学过女工。沈朱熹小声说，双手绞着衣裳，反正我绣了，你不要扔了就是。李务却没扔。为了这东西，老子在山上喂了2天蚊子。李务把香囊塞进怀里，嘴上不忘骂骂咧咧。你就是绣个屎壳郎给我，老子也不能扔。沈朱熹见他收下香囊，松了一口气。虽说他绣的不好，但总归是他的第一个女红绣品，要是真被李务嫌弃到扔掉，他嘴上不说，心里还是会难过。他走回寝室，重新做回堆满了针线，临时作为绣桌的短榻，拿起了榻几上的针线。李务撩开竹帘，跟着走了进来。就你那独角猫的功夫，你还绣什么？我不绣，我画绣样。沈朱熹说着，把针线收进了木头的小匣子，裁好的绣布放到一边。清理出了榻几上的空间后，他拿出一张裁成巴掌大小的宣纸，提笔轻轻落了下去。寥寥几笔，一串挂在枝头的饱满葡萄就出现雏形了。李务站着观看，越看脸色越差。他拿出怀里的香囊做对比，一眼看香囊，一眼看绣样，没好气地说，你画都能画成这样，怎么绣出来就不行了？沈朱熹，你是不是故意的？他气任他气，放屁就放屁。沈朱熹专心致志地画着自己的绣样。这个葡萄的绣样是给周嫂子的，多子多福的寓意她应该喜欢。画完葡萄，他拿起第2张宣纸，画了朵婀娜多姿的桃红芙蓉。这个绣样自然是准备给九娘的了。沈朱熹，你听见我说话没？画绣样比做女工容易多了。沈朱熹几笔就画完一幅，可礼物的香囊他却绣了好久，绣了好久不说，成品还不堪入目。能送给礼物也算一种幸运，不然他还不知怎么处理这辛辛苦苦绣出来却又留着碍眼扔了心疼的成品呢。沈朱熹，你……礼物一顿，忽然抓住了他的手腕。你的手指怎么了？沈朱熹看了一眼手指上针尖大小的红点，说，绣香囊的时候不小心刺到了。涂药没？礼物锁起眉头，不用涂药，过2日就好了。沈朱熹觉得他有些大惊小怪，笑着说，我最开始学女工的时候手上都是这样的针伤呢。还好驸马替我美颜，让我用不着再学女工。驸马和你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为你美颜？驸马是越国公主未来的夫婿，我自然也沾了越国公主的光。李务扬了扬眉，不置可否。他松开沈朱熹的手腕，转身走出了寝室。没过一会，拿着一个还没掌心大的土陶盒子走了进来。他在榻几对面坐下，用手指从小罐子里挖了一勺绿油油的东西出来，涂抹在了沈朱熹被针刺红的地方。这是什么？沈朱熹好奇道。他把涂过药的指尖放到鼻尖轻嗅，闻到了一股微凉的青草气味。青草磨成的药膏，对付小的皮外伤还行。李务合上罐子，目光落在榻几上的绣样上面。你打算让谁帮你绣你的绣样？我先去问问周嫂子，你看她穿的衣服上有绣样吗？李务问。沈朱熹回忆了一下，没有。李务接着说，他只会做衣服，不会绣花样，就算会，周嫂绣的花样也不是你想要的花样。他拿起葡萄绣样看了看，说，更何况周嫂忙着下田喂猪，得闲了还要去山上劈柴，河边打水，他哪有空闲给你绣这么复杂的香囊？沈朱熹构想的那些绣样全都没了用武之地，他不禁露出一脸失望。那就只能买现成的香囊，再把佩兰装进去了。谁说的？礼物伸出手，
花崩子拿来。你还知道花崩子？沈珠溪瞪大眼。快点！礼物挑眉。沈珠溪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连忙把一旁的花崩子递上。花崩子用来固定袖部，是刺绣的必备工具。虽说是必备，但对不通女工的男子来说，理应是个常识外的词汇。礼物怎么说的这么顺口？礼物拿到花崩子，又伸出手，袖部。沈珠溪递上一块提前裁好的袖布，说：“你要做什么？”礼物用行动回答了他的问题。他将袖部轻车熟路地固定到了花崩子上，姿势之流畅，动作之熟悉，简直比练过2年女工的沈珠溪还要内行。你还会女工？沈珠溪结结巴巴地说，感觉世界都倾覆了。那又怎么样？礼物说。常言道，君子远庖厨，礼物却下得一手好厨。女工，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就像考科举是只有男人才能做的事一样，在世人认知中，女工也是只有女人才会做的事。可礼物不但下得一手好厨，她竟然还会女工。沈珠溪不相信她真能绣出什么花样，顶多就是和她一样的鬼戳针。可是礼物拿起袖针，行云流水的动作毫不留情地戳破了她的自我安慰。那只大手打人的时候，吓得沈珠溪不敢说话，可是做起细致的针线活来也丝毫不差。只见礼物瘦削的2根手指稳稳拿着针头，针线就像自己有想法似的，在袖部上灵活地穿梭起来，和沈珠溪自己拿着针的时候截然不同。沈珠溪看呆了，世上竟然还有会女工的男子。半个时辰过去，袖部上已经有了葡萄的雏形，虽说比不了宫里那些绣娘的水平，但已是沈珠溪拍马难及的程度。你怎么还会女工？沈珠溪忍不住问。无家可归的孤儿会得越多越容易活下去。礼物说。可你是男子，穷的没饭吃的时候，连人都可以杀，拿根绣花针又怎么了？礼物头也不抬，轻描淡写地说，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场大雪，我没有吃的，没有棉衣，又冷又饿，好像下一刻就要永远昏睡过去。那时候要是有人给我一碗热粥，我连他的鞋都会去舔。他说的轻巧冷淡，仿佛讲述的是不相干人身上的事。可沈珠溪听在耳里，心里却无端生出一股心酸。他看着眼前高高大大的礼物，脑海里浮现的却是雪地里一个衣衫褴褛的孤儿。有时候我觉得你不像一个宫女。礼物忽然说。为什么？话题忽然变化到自己身上，沈珠溪心里一跳，竭力伪装着若无其事。你有骨气，而大多数普通人没有这个东西。礼物抬起头，洞若观火的目光径直望着沈珠溪的双眼，他像被烫着了一样，带着一丝慌张移开了眼。怎么样，我的绣工还行吧？礼物忽然说。沈珠溪朝花崩子看去，绣布上的葡萄已经完成了大半，不说赶超金银楼的绣娘，至少比街头货郎兜售的绣品要好上几倍不止。你绣得真好！沈珠溪双眼发亮，眼巴巴地看着他手里的绣布，上辈子说不定是个绣娘呢。呸，老子才不当绣娘。礼物说，我帮你绣可以，但我不做亏本生意。你说吧，这次你想要什么？沈珠溪期待地看着他，就算他开口再要一个香囊，他也二话不说就绣给他。不过他自己绣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他绣的香囊？沈珠溪突然的疑惑没有在脑子里停留太久，因为礼物忽然逼近，他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好像要透过他慌张的瞳孔径直看进他的内心。我只要你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要以你爹娘的名义发誓，不会骗我。我连你的问题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用爹娘的名义来发誓呢？沈珠溪急了。我只有这么一个要求。礼物扔了手中的花崩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你不答应，那你就自己绣吧。你……沈珠溪看着绣了一半的葡萄刺绣，又急又气，眼圈渐渐红了。礼物见势不对，不自在地咳了一声，重新捡起扔在踏几上的花崩子，说：这样吧，你听了我的问题，再决定要不要发誓回答。这总降了吧？这还算是人话。沈珠溪点了点头，不知他究竟想问什么，还用得着拿出父母的名义来发誓？我问你。礼物把手压在踏几上，身子朝他靠来，神色一反常态的严肃认真。他的态度感染了沈珠溪，让他也不由咽了口唾沫，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问我什么？我问你。礼物缓缓道，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的眼睛。你是皇帝的女人吗？什么？沈珠溪呆住了。礼物退回身体，只剩目光还眨也不眨地停留在他身上。我问完了，你要回答我的问题吗？沈珠溪说，我当然不。发誓。礼物打断他。沈珠溪吞了口口水，很不想回答这种蠢问题。皇帝的女人，公主似乎也包括在内。若她还是尊贵的公主身份，就凭礼物这句话，她的项上人头就掉了100次了。可她实在舍不得礼物的绣工，她绣的葡萄那么精致，若是绣起芙蓉，定然也是不差。还有天气渐渐热了，她的香囊也该换了。她想要一个海石榴纹的香囊。我以我爹娘的名义发誓。沈珠溪多了个心眼，一字一顿道：我是翠微宫的人，
同越国公主朝夕相处，绝不是后宫嫔妃。她的确住在翠微宫，就在翠微公主殿。她也真的和越国公主朝夕相处，铜镜和水里都是她的身影。她也不是后宫嫔妃，她一个字都没撒谎，所以能毫不心虚地回应李雾的直视。他直勾勾地看着她，他也心安理得地和她对峙。片刻后，李雾神色一松：“皇帝没看上你，那是你运气好，就你那丁点心计，要是真成了皇帝的女人，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也没那么笨。”沈竹溪嘀咕道：“这不是笨不笨的问题，你就不适合那种整日勾心斗角的地方。”李雾埋下头，继续绣起未完的绣品。“那你觉得我适合哪里？”沈竹溪好奇追问。李雾头也不抬，毫不犹豫道：“有老子的地方。”一个下午，李雾把沈竹溪要的香囊都绣好了，包括他自己用的海石榴香囊。沈竹溪正收拾踏几上的香囊，盘算着什么时候去周嫂家送礼，却见李雾忽然伸手把其中的一个卷草团花纹的香囊拿了起来，十分自然地放入怀中。“这个给我。”李雾说。沈竹溪无所谓，这个卷草团花纹原本就不是他要的，是李雾让他画个朴素一点的绣样，他比照着绣出来的。他说：“你不装佩兰？”李雾又从怀里掏出香囊递给他。沈竹溪收好踏几上的所有香囊，带着他们来到前院。他蹲在烧鸡前，把晒好的干佩兰仔细挑选着放进香囊。装完佩兰后，他又拿出去素心堂要来的一小包干茉莉，每个香囊里都放了2朵。系上香囊后，沈竹溪拿到面前闻了闻，露出满意的表情。他掂了掂烧鸡，琢磨着把剩下的佩兰用来做佩兰枕。沈竹溪还没来得及请求礼物再帮他绣个枕套，礼物开口了：“我要出去一趟，下个月的家用给你放在厨房坛子里了，你自己看着花。”他把沈竹溪绣的香囊小心翼翼地挂在腰上，另一个卷草团花纹的香囊则重新放进了怀里。沈竹溪狐疑地看着他的动作：“你要用2个香囊？”“不行。”李雾挑了挑眉。沈竹溪在心里嘀咕：“当然行，就是腰上挂满也行，左右又不在他身上。”李雾伸手朝他脑袋按来，沈竹溪侧头想躲，不料那只大手先一步按住他的头。他按了按，又拍了拍：“别老按我的头。”沈竹溪气得抬高声音：“只有小孩子才不喜欢别人摸他的头。”李雾在他躲闪的同时收回了手，说：“走了，等我回来。”“我不等。”李雾视若未闻，径直走向篱笆门。那只摸过他脑袋的右手在头顶挥了挥：“走了。”这批人听不懂人话。沈竹溪气呼呼地走向厨房，对着水缸里的投影理了理辛辛苦苦盘好的发髻。李雾这批人以为长发很好盘吗？他现在可没有宫女代劳了。他再三确认头发没有散掉后，转身走到角落，打开了李雾藏银子的陶土坛。一直装到坛口的银子闪到了他的眼睛。他粗略数了数，这一坛银子怎么也有500两。沈竹溪也买过几次菜，对民间的物价已经不是一开始全然不知的状态了。市集上的1斤羊肉15文，1只肉鸭也才30文，稻米1斗也不过2两银子，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20-30两就足够1年的吃用了。李雾1个月就能拿回500两银子，他究竟在做什么营生？沈竹溪的眼前浮现出一幕鲜活的画面：密不透风的小黑屋里，一名鼻青脸肿的富商被绑在柱子上，李坤在大口吃肉，李雾在大口喝酒，李却从外奔进，抱着一箱白花花的银子。“大哥，钱收到了。”李雾眼皮一抬，挥了挥手：“撕票。”“大哥！”李却惊道。李雾起身走到李却面前，拿起了箱子里的一锭银元宝，眼神1分邪魅2分狂倦3分冷酷4分端的不是个人，不能留活口。他说。沈竹溪打了个寒战，从自己的想象中惊醒过来。“不会吧？”他猛地盖上坛盖，遮住了那仿佛富商光溜溜人头的银子。逼仄的厨房里似乎吹着凉风，沈竹溪心慌慌地走出厨房，在宽敞的前院里打转。李雾应该不至于做人命生意吧？可若不是人命生意，他哪来的银子？他说自己在做生意，可什么生意才会3天不开张，开张吃3年？沈竹溪越想心里越没谱，他咬了咬牙，趁着李雾还没走远，赶紧追了出去。他不能心安理得用染着血的钱，如果李雾真是在做偷鸡摸狗的事情，他就是吃糠咽菜也要劝李雾改行不可。沈竹溪冲出篱笆门的时候，李雾已经迈着长腿不见了踪影。他看了看左右2条路，选了去集市的右边追了出去。也许是他运气好，也许是上天垂怜，沈竹溪沿着田坎中间的小路追了半晌，就在他以为自己走错了路的时候，李雾颀长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小路尽头。沈竹溪还没想好要不要开口叫他，李雾已经拐入一间冒着炊烟的小院。他去这里做什么？这条小路沈竹溪已经和李雾走过许多次了，可他从没向他介绍过这间院子里住的是什么人。沈竹溪停在李雾进去的院子门口，心乱如麻，拿不定主意接下来该怎么办。追进去，万一里面捆着一个鼻青脸肿的富商，他要说什么？打道回府？
那他出来做什么？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该怪李屁人，没事放那么多银子在坛子里做什么，让他心里七上八下。沈朱熹心里的好奇最终还是战胜了惧怕，他四下张望，见左右无人，悄悄攀上篱笆，鬼鬼祟祟地往里望去。还好李雾没有进屋，他就站在院子里。在他对面的不是李雀或李坤，也不是鼻青脸肿的富商，而是一个丰腴的妇人。这不是婚宴那日来帮忙准备酒席的樊三娘吗？樊三娘是个双居已久的妇人，李雾独自来她家里做什么？沈朱熹的疑惑在看到李雾从怀中掏出香囊之后更甚，震惊和不解简直要在头脑中炸开。那不是李雾亲手绣的卷草团花纹香囊吗？里面的佩兰和茉莉还是他亲手放进去的呢。李雾拿出香囊后说了什么，偷听的沈朱熹听不大清，反而是他对面的樊三娘接了香囊后爽朗大笑，声音如雷，还在李雾的屁股上拍了一下。沈朱熹捂住了嘴，差点惊叫出声。李雾忽然扭头朝篱笆门看来，凌厉的目光让沈朱熹吓得一屁股跌坐地上。幸好李雾没发现他的偷看，篱笆遮挡了他的视线，只剩樊三娘爽朗的声音继续响起：又不是第一次拍你屁股，有什么关系？惊，震惊。沈朱熹此刻的心情无异于看到父皇母妃从地底钻出来一般震惊，他不敢再偷听，不敢再待下去。李雾要是发现他在这里，一定会把他杀了灭口。沈朱熹惊慌失措地逃离了现场，因为太过慌张的缘故，还险些踩着自己裙角摔了一跤。他逃离樊家小院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李雾在做面首。更进一步的说，李雾在做面首养他。那樊三娘都50来岁了，李雾不图他钱，难道图他腰粗膀圆褶子多吗？女娲娘娘啊，玉皇大帝啊，如来佛祖啊，谁来给他指条明路？李雾没有在做人命生意，可他还不如做人命生意呢。沈朱熹脑子乱哄哄的冲回家，坐又坐不住，站也站不住，只能在桂花树下像无头苍蝇那样打转。大哥，李雀开朗的声音从篱笆门响起：嫂子，我和李坤带烧鸡来看你们了。李雀的声音在平常如同天籁，此时此刻对沈朱熹而言却像一座大山，沉甸甸的朝他压了下来。他还没想清楚要怎么办，李雀已经在门外又喊了2声。沈朱熹六神无主的打开了门，李雀提着烧鸡走了进来，李坤尾随其后，眼神跟着李雀手中晃动的荷叶包而晃动。今天怎么是嫂子来开门？大哥呢？李雀笑道：你大哥。沈朱熹结结巴巴地说：大哥怎么了？李雀注意到他的异常，神色严肃起来：出去了。去哪儿了？李雀神色疑惑：大哥没和我们说今日要出去啊？我不知道。沈朱熹慌慌张张地转身走向堂屋，生怕被眼尖的李雀看出什么端倪。李屁人啊李屁人，他倒是一声不吭做面首去了，却害得他在这里苦苦遮掩。李雀跟着进了堂屋，看见方桌上的一堆香囊，眼睛一亮，香囊已经做好了。他拿起最边上的一个芙蓉香囊看了看，说：大哥的手艺一如既往。沈朱熹心里还是很慌，但是被李雀的话勾起了一丝好奇心，不由问道：你也知道李雾还会做女工？李雀咧嘴一笑，说：我13岁时就跟着大哥了，二哥是11岁。大哥想要填饱3个人的肚子很不容易。他在桌上放下烧鸡，抬眸看向沈朱熹，目光一反常态，不见丝毫嬉笑之意。早些年的时候，大哥为我们吃了不少苦。他顿了顿，说：我希望他过得好，也希望嫂子能看见他的好。大哥不会花言巧语，但他对嫂子是实打实的好。沈朱熹嘟囔道：我知道他对我好，能不好吗？都去做面首养他了，世上还有哪个男子能做到这一步？李雀又恢复了平日不正经的表情，笑道：嫂子既然看得清楚，那我就不废话了。沈朱熹说：我去给你们泡茶。话一出口，沈朱熹才开始后悔，他又不会烧水，泡哪门子的茶？还好李雀马上说：大哥不在，我们就不多待了，烧鸡留在这儿，晌午用饭的时候我们再来。嫂子也不必担心，大哥既没和我们交代去了哪里，自然也就不远，用不着多久就会回来了。沈朱熹心不在焉的2声。李雀笑了笑，叫上李坤一起离开了李家。这下家里又只剩沈朱熹一人，他没法不胡思乱想。如果李雾是一直靠此为生也罢了，但他若是在他来了之后才开始接这种生意，那岂不是他成了面首，都是他导致的吗？沈朱熹深刻的反思自己前段时间用钱太多，要不是如此，李雾说不定也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李雾也是的，要是没钱，直说即可，为什么宁愿去做面首，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呢？难道他就是那般不可理喻的人吗？没了金银首饰，没了漂亮衣裳，没了便没了，厕纸大不了他1张裁成4张用。李雾怎么不和他商量，一声不吭就去做面首了呢？这银子没了可以再挣，清白丢了可就捡不回来了。
穷的没饭吃的时候，连人都可以杀，拿根绣花针又怎么了？李悟的话重新回响在他耳边，沈朱熹痛心疾首，这就是你去做面首的理由吗？他知道李悟这人讲义气，但万万没想到他这么讲义气，竟然会对一个名义上的妻子如此情深意重，甚至不惜为他沦为面首。他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左思右想后，沈朱熹来到厨房，翻了翻菜篮子，拿出一枚最大最圆的鸡蛋，想要亲手给李悟煮一个鸡蛋。如果他能和太子重逢，恢复越国公主的身份，就算不要这张脸了，也定要为李悟讨一个三品大官当当，才算勉强报答他的情谊。可如今他能做的只是亲手给他煮一个鸡蛋，让他补补亏空的身子。沈朱熹蹲在烧火的炉子前，用长长的火柱捡起陶盆里点燃的草叶火引，扔进灶里，喃喃自语道：李屁，李悟啊李悟，这是现在的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另一边，李悟走出樊三娘的家，在篱笆门前对送他出门的樊三娘说：我走了，地里的事让李坤去干，或者招个短工，别一个人包圆了。闲着也是闲着，况且我力气大，你又不是不知道。樊三娘大笑道：你现在可真不一样了，成亲了，知道疼人了。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个头没我腰杆高，人却厉害得很咧。我喂鸭的鸭食有一半都是你小子偷吃的，被发现之后还气势汹汹的要咬人，老娘手上现在都有你小子留的疤呢。几百年前的旧事了，能不能别提了？李悟拧起眉头：哟，成亲了，知道害臊了。你屁股上生冻疮的时候，还是老娘给你敷的药脸。眼见樊三娘说起了劲儿，陈年就是越说越多，李悟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行了行了，我走了，你再叽叽咕咕，老子再也不来了。你敢不来？樊三娘气势汹汹地叉着腰说：以前我给你馒头的时候咱们就说好了，现在我养你，以后我老了你养我。你不来我就找你媳妇去。我和你媳妇说以前长在你屁股蛋上的那个冻疮多吗？你……李悟刚一转身，一个就住在附近的庄稼汉急急忙忙地从田坎对面奔了过来。李兄弟，出事了！他甩着两只没穿鞋的光脚丫子，不待跑到李悟面前，就扯着嗓子叫道：你快回去看看吧，你家烧起来了。鱼头镇上唯一的一家客栈里，一名面容冷厉的瘦高男子用完午时换来小二结账。客官，这桌酒菜一共是3两银子。小二笑道。瘦高男子不言不语，直接从怀中掏出一锭至少10两的银子，放到吃剩的酒盏旁。小二看直了眼：我问你，这镇上最近有没有外乡来的姑娘？男子冷声道：16、17岁，容貌姣好。小二的脸上笑开了花，原本就没有打直的背脊更是弓成了一只虾米。客官问我就对了，这镇上人来人往，没谁能逃过我的眼睛，到底有没有？男子问。有。小二说，客官应该知道京城前不久出了大事，咱们鱼头镇离京城不远，因此来鱼头镇避难的外乡人还不算少。这16、17岁容貌姣好的姑娘，我知道5个，就是不知哪个是客官你要找的姑娘。客官可有这名姑娘的画像？你说就是，我自会核实。男子皱眉道。那我就说了，这5个姑娘分别是……小二侃侃而谈，男子默默将这5名女子的住所都记在心中。我问你的事，不可透露分毫。男子面无表情将银子扔出，小二一把抓住，点头哈腰道：客官放心吧，小的是个猪记性，说完就忘了。暗卫14拿起桌上的长剑，起身出了客栈。他辨认了一下方向，向着5名女子中最近的那处走去。此次他的任务是寻找越国公主，若是事成，他就能成为新的暗卫6。这是来之不易的机会，可他一路走来已失望了太多次。鱼头镇是一个从各方面来说都平平无奇的小镇，他没有抱多大希望能在这里找到越国公主。若是公主真的在荆州，那也是治所西城县的可能性更大。只可惜他技不如人，探查西城县的机会被暗卫11抢了去。幸运的是，5个可能是越国公主的女子住所相隔不远。不幸的是，男子走了5处，也失望了5处。为了越国公主的安全，他不能拿着她的画像大张旗鼓地找人，只能暗中打探查实，以免越国公主并未身死的消息被叛军知晓，生出其他风波来。只是这样一来，效率自然差了许多。男子空走一天，随便找了一处临街的茶肆坐了下来。3文钱1壶的浊茶放在桌上，他看也不看，锐利的目光观察着街上每一个从眼前路过的行人。也不知道去了西城县的暗卫11成果如何，是否已经找到越国公主的痕迹。他的心思有片刻分散，若是让旁人找到，还不如谁都别找到。一阵喧闹让他条件反射地摸上了腰间的剑，他眯着眼看着一名瘦削的青年被2个壮汉横着扔出赌坊。其中一个壮汉拍了拍手，冷笑着对地上的青年说：周壮，记住胡爷给你的最后期限，
3日后再还不清借款，你就拿一只手臂来还吧。青年一身狼狈，双手撑着地面，先跪地一条腿，再立起另一只腿，像是行动不便似的，慢腾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然而等2个壮汉背对着他走进赌坊了，他的动作一下灵活起来，他蹭地跳了起来，对着赌坊门口愤愤不平叫骂：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还了？就是晚一点晚一点还又不是不还。胡爷还没说什么，你们算哪根葱，敢跟我吹胡子瞪眼的？你们狗眼看人低，等爷爷发迹了有你们受的。他的叫骂在一个壮汉的身影出现在赌坊门口时戛然而止，他像见了猫的老鼠一样灰溜溜地夹起尾巴，转身走向了对接茶肆。茶肆里的所有人都避开了青年的视线，除了他。于是这名叫周壮的青年毫不犹豫地坐到了他的对面来。没见过你啊，外边来的。周壮毫不客气，问也不问就端起他面前的茶水一饮而尽。是，他言简意赅道。来干什么？周壮抬起细长的眼帘，从杯沿后审视着他。找人。找谁？周壮拿起桌上的茶壶，给空了的茶盏又倒满了。找一个16、17岁的外乡姑娘。你这范围挺大啊。周壮说。找到了吗？没找到。男子说，我要找的这名女子有国色天香之貌，又善琴棋书画，别说这个鱼头县了，就算放在整个大雁，范围也不大。长得好看的外乡姑娘，16、17岁。周壮的眼珠子鬼鬼祟祟地转了一圈。你确定都找了吗？什么意思啊？这鱼头镇外也住着不少人家呢。周壮说，我倒是知道一个有国色天香之貌的女子。男子冷笑道，之前我找的那些人也是这么告诉我的。别拿我和那些不识字的白丁相提并论。周壮不快道，他们知道国色天香的意思吗？你知道？自然，我也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要不是我嫌当官累，说不定今日也是个芝麻官了。周壮面露得意。男子眼露讥诮，可他并未发现。周壮身体前倾，压低声音道，如果我给你找到了这个女子，你给我什么好处？100两够吗？男子冷笑，500两。周壮比出5个指头，找到了再给我，要是没找到，我分文不取。成交。暗卫14的拇指轻轻摩挲腰间长剑，若是找到越国公主，知情人自然不能留下。500两也得有命花才行。你说的此人身在何处？男子问。我带你去。周壮站起身来，两人结伴往镇外走去。一路上，周壮有意和他攀谈，男子视而不见。这种有手有脚却好吃懒做的恶汉为他所不齿。要不是现在有求于他，他连一句话都不屑和他说。一炷香的时间后，周壮指着一处远远的小院说，就是那儿了，我带你去见的人就是李氏，我们镇上地痞头子刚娶的老婆。他成亲了。刚成亲不久，也没个证婚人，好像也是因为京城战乱流落到这里的。男子问，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嘿，人家的闺名，我一个外男怎么知道？平日要是遇见，叫一声李嫂子也就过去了。周壮嘿嘿笑道，他叫什么我确实不知道，我也只是偶然见过一面罢了。我娘防我防得紧，什么都不肯告诉我，我呢也没特意去打听过。我这人对女人没什么兴趣，更喜欢头子哗啦的声音。但我保证，这女子绝对是你说的国色天香。你说的是那间院子吗？男子不知为何神情有些凝重。是啊，就是。周壮吞下了后边的话，他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熬了2宿出现了错觉。屋顶上怎么这么大的烟？暗卫的身体素质经过训练远超常人，男子一下就看出了端倪。他变了脸色，沉声说，是屋子烧起来了。什么？周壮吓了一跳，急急忙忙地往前跑去。他娘的，可别烧到我家去了。两人加快脚步赶向浓烟冲天的小院。乡下人除了早上务农外，其余时候大约无所事事。这火一烧，引来了许多无所事事的人。男子和周壮赶到院子的时候，篱笆外已经被看热闹的人群里3层外3层的围了起来。衣着不一的男女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道，这可怎么办？李娘子还在屋里没出来，礼物去哪儿了？有人去通知了吗？老张去叫人了。哎，来了来了。人群一阵骚动，暗卫14忽然被人从身后撞开，对方冲力太大，他措手不及下倒退了好几步。只见一名肩宽背阔的高大男子推开人群，毫不犹豫地冲进了篱笆门。那是谁？暗卫14皱眉道，那就是李悟，我们镇上的恶霸头子，平日没人敢在他面前吱声。周壮平日没少在李悟那里吃亏，一有机会便不遗余力地抹黑他的名声。他期望眼前这名身份神秘的剑客为民除害，可惜的是，对方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周壮再次看向火势蔓延的屋子，暗暗期望李悟能被一把火烧死在里面，免得他今后再来多管他家的闲事。李悟冲进里屋，没见着人，冲到火势最严重的厨房，
正好看见沈珠溪拿着装有半盆水的铜盆往火焰熊熊的灶台上浇。她早上盘得好好的发髻散了，衣裳上到处都是灶灰留下的痕迹。少女满脸黑灰，神色惊惶不安，黑白分明的杏眼里蓄着泪珠，却还不肯放弃浇灭火焰的努力。她狼狈的模样比屋子里莫名其妙烧起来的大火更让李悟怒意翻腾。他一把夺走沈珠溪手里的铜盆扔在地上，拉着她往外走。我不能走，火会把房子烧光的。沈珠溪甩开他的手，惊慌失措地去捡地上的铜盆。你傻呀，你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李悟再次去拉他的手。我不能走。沈珠溪后退一步，强忍多时的眼泪唰地涌了出来。他怎么能走呢？他怎么有脸走呢？这家里的值钱东西都是因着他的要求留下的，为了买这些东西，李悟甚至做面手养他，而他只是烧个火就能把家烧着，他怎么有脸就这么离开？他拼命去灭火，他用吃奶的力气带着一盆盆水往来于厨房和后院水缸。他摔倒了，头发散了，脸磕着了，可他连哭都来不及，便又匆匆地跑回水缸前重新打水。他真的很努力，他努力地去挽回自己的错误，可是什么都用都没有。他的力气太小，跑得太慢，手脚太笨，火焰在他眼前越燃越高。沈珠溪既害怕又羞愧，他对不起礼物，他根本没脸逃跑。如果不能把火灭掉，他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礼物？噼啪燃烧的火焰让他想起了城破那日进宫里的火光。那一日，他也是这样束手无策地面对一切。他憎恨自己的弱小，恨自己为何不能像画本里以一敌百的战士那样，以一己之力扭转残酷的败局。他哭着说，都是我的错，这些都是你辛辛苦苦挣钱买来的，他们要是被烧光，烧光就烧光，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沈珠溪的哭声忽然变成一声尖叫，只要最值钱的还在，别的烧光了又能怎么样？李悟一把将他抱起，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浓烟滚滚的厨房。院子外围观的人们见他俩安全离开火海，响起了真心实意的欢呼声。李雀带着李坤还有4、5个年轻力壮的青年抱着水桶也赶来了，他们冲进院子，一桶接一桶地往火焰上浇去，火焰熄灭的滋啦声不绝于耳。暗卫14站在闹腾腾的人群里，冷眼看着被男子放到地面的少女。少主亲手所画的那幅画像里，越国公主知书达理，气质高贵典雅，而眼前人瑟缩惊惶，一脸狼狈，眼泪和灶灰在他脸上留有一条一条的黑印。穿着京城丫鬟也不屑穿的劣质衣料，过时式样，头上一根簪子也没有，耳朵上也干干净净。那双略微紧张的牵着男子衣角的双手染着灶灰，脏兮兮的，指甲缝隐约还有黑色污垢。这怎么可能是那个传言中以金银为床，珍珠为枕，宫殿奢华如仙宫的越国公主？分明是个粗俗的乡野村姑。每个出来探查公主下落的暗卫身上都带着大笔银票，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最快的满足越国公主的高标准生活要求。越国公主生活讲究，爱好奢侈，那是出了名的，要不然少主也不会满天下地为她寻各种奇珍异宝。旁的不说，若是越国公主，定然不会做大庭广众下牵着男子衣角这般放荡无礼的行为。暗卫14转身就走。哎，你怎么就走了？我的500两银。周壮刚追出来，一把冰冷的长剑就横上了他的脖子。他动也不敢动，像被扼住了脖子的鹌鹑那般，瞪大眼睛无声地看着眼前眼神冷酷的男人。你戏耍于我，我不取你性命以示仁慈。你再追来，我不会手下留情。男人收回剑，头也不回地走了。周壮瞠目结舌地站在原地，脖子上仍残留着剑刃的寒意。这场火看着厉害，但很快就被几个青壮年合力扑灭了。归根究底，还多亏了李家前不久换了次家具，年老失修，便宜易燃的木料都被换成了虽然贵但却难以烧着的好木头。除了厨房损失严重，主屋几乎没烧到什么。帮忙灭火的邻人散去后，李却拉着李坤去了篱笆门外转悠。整个堂屋里只剩沈珠溪和李悟2人。沈珠溪缩着肩膀坐在桌前，盯着被熏得发黑的桌面，眼泪滴答滴答的落了下来。说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李悟坐在他的对面，声音不可避免地带上一丝质问。沈珠溪抬起头不说话，身体因为无声的抽噎而一颤一颤。他咬着嘴唇，右手慢腾腾地伸向腰间。李悟看着他掏出一物，慢慢放到了桌上。他握着拳头，泪光闪烁的眼睛小心翼翼地盯着他，好像在观察他会不会突然发怒的胆怯的孩子。李悟压着怒气，等他逐渐摊开了手掌。他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了家中的大火，险些把他烧成个家徒四壁的穷光蛋。沈珠溪紧紧握在手里的是一枚鸡蛋，他一直保护在腰间的是一枚鸡蛋。李悟看了又看，确定那只是一枚普通的熟鸡蛋，而不是什么金鸡蛋。他从鸡蛋身上抬眼看向沈珠溪，迎上他泪光荡漾的眼眸，他
他像是忍了许久的委屈，一开口就变了音调。我想给你煮个鸡蛋，可是，他的哭腔变成伤心的哭泣。礼物，对不起。微小的失败成了压垮沈珠溪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烧火这样的一件小事也能被他搞砸。他不善女工，双手被袖针刺得又红又肿。为了获得女工师傅的认可，他战战兢兢地苦练了一宿。第二日，傅玄淼便进了宫。他收走了他绣到一半的绣布，留下了一名女工功夫炉火纯青的宫女。他说不必勉强，凡事有他。越国公主德容兼备，通读四书五经，精通琴棋书画，女工也不输于人，被各个高门生户作为闺秀典范。她是沈珠溪，时而是越国公主，时而她又觉得自己不是。她女工拙劣，四书五经也仅限于看过，里面的大道理丝毫没有在她心里激起滴点涟漪。她不喜欢琴棋书画，可是宫中只有琴棋书画可供打发时间。如果哪一日她疏于练习，不日傅玄淼定然会入宫。她不会责备她，但她什么也不说，命人拿出琴瑟和她合奏的行为更让她倍感压力。那个完美无瑕的越国公主离她太远，远到偶尔听到外面的传言，她都会心生滑稽。那真的是她吗？沈珠溪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越国公主即便是虚假的，也比现在这个笨拙、爱哭、什么事都做不好的她要好过千百倍。她还不如一个谎言。大滴大滴的眼泪从眼眶里掉落，她不愿在礼物面前显现狼狈，拼命用手背去擦，眼泪却越擦越多。好了，礼物从桌子对面拉住了她的手，神色无奈。手还脏着就往脸上擦，你知道自己现在长什么样吗？沈珠溪抽噎着没说话。他才不关心自己长什么样了，他现在只想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才能补偿火烧礼物一间屋子的损失。礼物松开他的手，起身出去了一会，再回来时手上拿着许多东西。他把一个木盒放在桌上，然后搬过他的脸，用打湿的手巾细心擦着他脏兮兮的脸颊。礼物还是那个礼物，手上轻柔的动作却不像平时的礼物。他擦了他的脸，又把他脸上的乱发拨到一边，接着拾起他的手，仔仔细细的给他擦拭手上的脏污，连手指缝也没有落下。沈珠溪看着看着，眼泪又掉了下来，温热的泪珠砸在礼物手上。他抬起头，眼底沉着，无可奈何。你怎么又哭了？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沈珠溪说。值不值得，我说了才算。礼物抬起手，用手指擦去了他眼眶下的泪珠，说：火都灭了，你还哭什么哭？烧掉的东西怎么办？沈珠溪扁着嘴，闪着泪光的眼眸大有二次泄洪的架势。你轻点个数，以后我会赔你。赔什么赔？我的不还是你的？礼物说：烧就烧了，没几个值钱东西，厨房太小了，我想改建还正愁找不到理由。烧得好！他抑扬顿挫的最后一句话让沈珠溪破涕而笑。你别安慰我。他嘴上这么说，眼泪却已经停了。我安慰自己呢。礼物说：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还在，什么坎儿过不去？你就是把整个屋子烧了，只要老子还在，依然能卷土重来，有什么大不了的？别哭哭啼啼了，除了老子死的时候，其他时候都不值得你哭。沈珠溪心里一跳，急忙道：你又放屁！什么死不死的？别说这样的话。好，我不说，你也别哭了。礼物在他身前蹲下，抬起他的腿，面对自己，轻轻提起了他的襦裙。你做什么？沈珠溪一慌，连忙按住了自己的裙子。看看你的伤。礼物拨开他的手，把提起的襦裙放在他的腿上，襦裙下的衬裤在膝盖部位有巴掌大的一片血迹。礼物看着那片血迹，沉默了片刻，慢慢的卷起了他的衬裤，沾着几条皂灰的足衣露了出来，然后是比足衣更加白腻无瑕的小腿肚。小腿的主人因害羞向后缩去，礼物隔着足衣一把握住了他的脚腕。别动，他沉着脸说。胆怯不安的小腿一动不动了。礼物继续往上卷去，越是靠近膝盖那片血迹的位置，他的动作越是小心。衬裤终于卷到了膝盖上，露出摔破了好大一块的红肿膝盖。你怎么不说？礼物脸色难看。沈珠溪说不出话来。屋子都差点被烧了，他只是破个膝盖而已，有什么颜面去提？礼物用湿手巾干净的一面放到他的膝盖上，隔着咫尺的距离，板着脸说：忍着点。沈珠溪不由握紧了椅子上的扶手，随之而来的擦拭比他想象的更轻。礼物紧皱眉头，一点一点在他伤口上试探的轻轻战视。他每一次不由自主的瑟缩，都会换来他更轻的触碰。你是怎么发现的？他喃喃道。礼物没好气道：膝盖上那么一大块灰，想不发现都难。他擦干净了他膝盖上的血渍，拿起木盒里的沙袋，紧紧地给他绑了起来。礼物动作熟练，一看就是包扎的老手。沈珠溪问：你经常受伤吗？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礼物避重就轻道：
人还活着就行。他绑好了沙袋，抬头看着沈竹溪的眼睛，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还活着，就能从头再来。下次再遇到危险，想都不要想，给老子拔腿就跑。听明白没？”沈竹溪如今对他心里有愧，自然他说什么都行。他点了点头，小声道：“明白了。”李悟把用完的沙袋放回木盒，他刚拿着木盒站了起来，沈竹溪忽然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李悟想也不想地说：“因为老子是大善人。”沈竹溪面露疑惑：“如果和你假成亲的是其他人，你也会对他这么好吗？”李悟已经走到堂屋门口，闻言回头看了他一眼，神色古怪：“老子又不是如来佛祖。”他跨出堂屋走开了，剩下沈竹溪一人不解地蹙着眉头：“不是如来佛祖，什么意思啊？”沈竹溪看着自己的膝盖，诧异一个男子如此细心，包扎完后还不忘把他的襦裙恢复原样。沈竹溪心情有些复杂，以前还没人对他这么好过呢，他却把这人的家给差点烧了。他的视线无意扫回桌上，忽然一愣：他的煮鸡蛋呢？烧得焦黑的厨房里，李悟坐在一条小板凳上监工，翘着二郎腿，美滋滋地把玩着手里一枚鸡蛋。蹲着翘灶边焦炭的李却忍不住道：“大哥，这鸡蛋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了半天了。”“你不懂。”李悟故作深沉。“那谁才懂？”“我才懂。”李却不忍告诉他脸上的表情已出卖了一切，转而道：“大哥，这厨房你打算怎么办？翻修吗？推了重建？”李悟说：“老子有钱。”养果然是养养财肥，大哥说的果然没错。陈老板这次出手大方，一口气就是300两。李却确认了坛子里的银两完好无损后，把边上的焦炭扣下来扔进了陶土盆里。“大哥，听说大燕朝廷不久前发布了秦王令，号召地方军合围京城，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到？都在等着浑水摸鱼，能有什么动静？”李悟敛了神色，把煮鸡蛋小心放进胸口。出头船儿先朽烂，这些士大夫比他们看起来精明多了。李却讽刺一笑，谁也不想当第一个裂土自治的叛贼，但这烂到根子的大燕江山也确实没人想服了。李悟说：“这才刚刚开始，要真正乱起来，还有一段时日。我不想时日，我想食肉。”李坤有一下没一下的戳着地上的焦炭，嘟哝道：“没了，都没了，烧鸡焦了，貂儿要让猪猪赔。”李悟踹了他一屁股：“你敢！”李却说：“傻哥哥，你把嫂子哄开心了，别说一个烧鸡了，就是烧猪，大哥也让你天天管饱。”“真的吗？”李坤双眼发亮：“我送花给猪猪，他会开心吗？”“你敢！”李悟横眉怒视，又一脚飞出，李坤屁股上挨了轻轻一脚，愁眉苦脸的往旁边挪了挪。他逆着李却委委屈屈地说：“骗子。”李却摇了摇头：“这次真不能怪我。”他抬起头看着李悟身后，忽然说：“嫂子，你连老子也玩？”李悟说：“我怎么敢玩大哥？嫂子真来了。”李却站起身对李悟身后说：“嫂子怎么来这儿了？这里留给我和二哥打扫就好了。”沈竹溪一脸忐忑地站在门口，小声说：“我想帮忙，我什么都能做。”这……李却看向李悟：“行。”李悟从小板凳上站了起来，把沈竹溪按在了上面：“帮我监工，我要吃东西去了。”不待沈竹溪说话，他已经摸出胸口里的鸡蛋，走到院子里的桂花树下去了。沈竹溪看着他把鸡蛋在桂花树上磕了磕，然后就这么包了起来，包下来的鸡蛋壳全扔在了树下。他剥完了鸡蛋，还在树下踩了几脚，把那些鸡蛋壳老老实实的踩进了泥土里。“那鸡蛋是嫂子煮给大哥的？”李却的问题让沈竹溪收回了视线。李却虽然提出了问题，但他的目光里却没有疑惑，而是带着一抹了然的笑意。“是。”沈竹溪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想烧水煮鸡蛋，不想去烧了屋子。”他顿了顿，神色懊悔：“李悟一定很生我的气。”“嫂子错了。”李却笑道。“错了。”李却看向院子里蹲着吃鸡蛋的李悟，吃的是白水煮鸡蛋，脸上却是吃宫宴的表情。这是第一次有人给大哥煮鸡蛋，他心里高兴着呢。李却收回视线，笑眯眯地看着沈竹溪：“对大哥而言，起火不重要，起火的原因才重要。李悟的妻子还真让人羡慕。”沈竹溪不由生出感慨。李却奇怪地看着他：“大哥的妻子不就是嫂子吗？”沈竹溪干笑2声，说：“连我都羡慕自己。”李却不疑有他，理所当然地笑了：“嫂子能这样想，比什么都好。”烧焦的厨房很快就被推倒了，一间更结实高大的厨房在原有的旧址上重新立了起来。新厨房建好那日，李却又买了烧鸡来庆贺新厨房建成。谁也没再提之前的火灾，只有沈竹溪还时不时地在心中责备自己。每当李悟早出晚归的时候，沈竹溪都会忧虑地望着他的背影，他又去做面首了，这可怎么办啊？他也想过直接向李悟开口，劝他放弃这个营生，可是每迎上他的目光，
他准备好的说辞就卡在喉咙里了。他涨红了脸，怎么也说不出那句：“你别做面手养我了。”这一日，李无又天不亮就出门了。沈珠溪洗漱后，连朝食都没吃，就坐在桂花树下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当初同意贾成亲的时候，就不该提什么赚钱养家。瞧瞧他把李物都逼成什么样了。他若是想李物重回正道，光劝他换个营生恐怕不起作用。家里这么多口人要吃饭，当务之急还是要开源才行。说来说去，还是钱的问题。代写书信的钱他是挣不到了，那么他身上还有没有能换钱的技能？沈珠溪想了又想，想起他曾和傅玄淼一起合力制作的简谱。即便是大字不识的农人，一生也总有一次通信的机会。写信就必须要有信笺，一个人的风骨如何，品味如何，家境如何，通过信纸的选择都能可见一斑。沈珠溪曾制作过简谱，许多精妙绝伦的笺画都印在他的脑子里，他有信心复刻出来。虽说比不上书画大家的原作，但作为商品附上一定价值，足矣。沈珠溪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他兴冲冲地出了门，径直来到镇上唯一一家文具铺里。河柳堂的掌柜见了他，一张老脸笑开了花。李娘子来了，今儿想补些什么？可是那半车宣纸用完了，我想看看店里有些什么信件。沈珠溪说。沈珠溪靠着半车厕纸已经成了河柳堂的大客户，掌柜二话不说就搬出了店内所有的信笺，热情洋溢地为他介绍每种信笺的特色。沈珠溪的文玩底蕴甩掌柜10条街不止，他不等掌柜为他介绍完所有信笺，一眼就相中了其中一款翡翠色的信笺。这回他长了个心眼，没有按着掌柜的报价一口应下。讨价还价之后，沈珠溪把要价从5两银子一扎硬生生压到了1两一扎。河柳堂掌柜瞪着眼睛看他，仿佛头回认识他。沈珠溪说：“这里有水烟墨吗？”“有，但是水烟墨它价格便宜，颜色浅，不好用。我给你看看这。”“我就要水烟墨。”沈珠溪说：“拿2块给我。”河柳堂的掌柜不情不愿地给他包了2块墨饼。沈珠溪提着纸包离开了河柳堂，回到家后，礼物还没回来。他在堂屋的方桌上拆开纸包，摆好笔墨纸砚，小心翼翼地研起墨饼。水烟墨价格便宜，墨色寡淡，要论价格，长石墨比它价格更低；要论墨色，松脂墨比它鲜明。水烟墨比起长石墨来，唯一的优势就是墨气清淡，字迹风干后几乎不留气味。沈珠溪要的就是它墨色寡淡，风干后不留气味的特点。若要从头造花笺，堆光染色磨边必不可少。他只知过程，却不知详细窍门。但有了水烟墨，他可走一种省时但费力的捷径，那就是一张一张的亲手画笺。沈珠溪清理干净桌面，在记忆里挑出一张简单素雅的笺画，趴在桌上认认真真画了起来。因为是第一张花笺，他画得格外认真，生怕一个不小心，信笺就报废一张。这每一张可都是礼物的脉，算了，不提也罢。沈珠溪好不容易一笔没错的画完一张，不等它风干，迫不及待地接起它的两角，带着刚出炉的花笺来到了院子里的阳光下。碎金般的阳光透过翡翠色的信纸，映照着如山重叠的脉络，水烟墨寡淡的墨色勾勒出青山轮廓，有深有浅，如云如烟，晃眼看去，好一幅活泼生动的云山美景。沈珠溪觉得很满意，可他担心这只是自己的看法。他想了想，决定带着这张花笺去找周嫂。周嫂住的院子离李家不远，沈珠溪手里的花笺干透的时候，周嫂的小院就出现在了眼前。他加快脚步，隔着一道篱笆门，轻轻地喊起周嫂的名字。沈珠溪刚喊了第一声，周嫂爽朗有精神的声音就在院子里响了起来。他几乎没等，篱笆门就跟着打开了。周嫂手里拿着一件半干衣裳，一见他就笑了起来。小小的院子里晒着一排深色衣裳，最里侧的一根晾衣杆上搭着长长的被单，院子中央是一张小板凳，一个洗衣盆，搓衣板上堆着好几件男子的衣裳，一股早豆的清香飘散在院子里。周嫂子，你在忙吗？不然我……沈珠溪话没说完，周嫂就笑着把他拉进了院子。都是些家务活罢了，忙什么忙？你来是怎么了？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我想请你看看这个。沈珠溪拿出他的花笺，腼腆道：“你觉得它值多少钱？”周嫂闻言看向花笺，等我先把衣裳放下，免得弄脏了你的纸。周嫂子匆匆将手里的衣裳搭在一处空竹竿上，然后走了回来，两手在身侧擦了又擦，这才接过花笺，仔仔细细地对着阳光看了起来。这信纸怪好看的，你在河柳堂买的？周嫂目露惊叹，这么一张，怕是比一扎白纸要贵吧？河柳堂最便宜的絮纸，也就是礼物口中说的屁股纸，一扎也要600文。如果这样一张花笺能卖600文，沈珠溪就十分满意了。他一天能画这样的花笺最少10张，一张600文，10张就是5两银子，比代人书信要赚钱多了。只可惜他不能暴露身份，否则这样一张越国公主亲自制作的花笺，一张1000两也会供不应求。我也不知道他
他能不能值一咂白纸的钱？沈竹溪羞涩道：“这是我自己画的花笺。”这是你画的？周嫂惊呼一声，看着花笺的目光更加惊叹。你不仅女工出色，画画的手艺竟然也这样好。在他送出端午香囊之前，礼物再三强调，要是谁知道了是他绣的香囊，他就杀人灭口。沈竹溪也只好尴尬笑笑，对此避而不谈。我想把这个卖给河柳堂，如果可行的话，我就能用这个补贴家用了。你要出去做生意？周嫂欲言又止，李兄弟可知晓？他知道。沈竹溪点了点头。他没阻止你。沈竹溪如实转述了礼物的态度。周嫂神色复杂，摇头道：“既然你家相公都没意见，我也不说什么了。这花笺做得好看，河柳堂会收的，只是你要多个心眼，小心被他压价。”沈竹溪开心的笑了：“我会的，多谢周嫂子为我参谋。若我卖出了花笺，一定请嫂子吃饭。”你亲手做的？周嫂笑道：“可别像上次那样，又把厨房给烧了。”沈竹溪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嫂子别取笑我，闹出这么大笑话，我现在想起来还会脸红呢。你呀，要学着下厨才行。你家里屋出去忙了一天，回来要是能吃上热菜，他不是更念你的好？”周嫂笑着说：“等你有空的时候，到嫂子这儿来，我教你几个拿手菜。你……”周嫂话没说完，篱笆门砰砰响了起来。“娘，快给我开门！”周壮的声音响起。沈竹溪和周嫂对视一眼，周嫂皱起眉头说：“这冤家又回来打秋风了。你要是没其他事，就先走吧。”沈竹溪也不想和周壮接触，顺势应了。周嫂开门后，沈竹溪低下头，略低了低头，便避开门外的周壮走了出去。周壮看着他的背影，嘀咕道：“分明就是他要找的天香国色，为什么？”周氏面色一冷：“你再看，小心礼物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周壮心中不快，恨极了他老是用礼物来压自己，面上却分毫不显。他一反常态的挽住娘亲手臂，亲亲热热的拉着她往里走去。“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不愿意我和李娘子接触，我连话都没和她说过。娘，我这么听你的话，你难道就不奖赏我？家里没钱。”周氏猛地抽出手臂：“你别处要吧。”“娘，你是我娘，我除了你还能去哪个别处要？”周壮说：“你看看这家，干净的连老鼠都不屑住，哪里还能抠出钱给你去赌？”周氏怒声道：“我不赌了。”周壮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拉着他的手臂，赌咒发誓道：“娘，我真的不赌了，你就相信我这一回吧。我再赌，我就不是人，我就下18层地狱，我不得好死。我……够了！”周氏发怒打断他：“你是咒你还是咒我呢？你要是真的悔改了，就好好活出个人样给我看，别让我到处听见你偷鸡摸狗的传言。”“娘，我都听你的，以前是我太混账，从今以后我都听你的。”周壮说：“我如今是真的知道错了，你要是不相信我，我把心窝子掏出来给你看都行。你别光说不做，你到底有没有悔改，还得看你今后的表现才行。”周氏话虽如此，神色却已缓和了下来。周壮再去拉他的手，他也不挣扎了。“娘，我也想有以后，可是儿子可能没有以后了。”周壮握着他的手，眼泪忽然流了下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周氏皱眉：“儿子欠了赌方一大笔钱，要是还不上，他们会杀了儿子的。”周壮气声道：“娘，儿子想重新做人，你再帮儿子一回。”周氏变了脸色，一把甩开他的手，怒目而视道：“你果然又是回来骗钱的。”“我不是。”“娘，我真的不是，这次是真的，你不帮儿子，儿子真的会没命的。娘，娘！”周壮抱住周氏的右腿，凄厉喊道。周氏怒不可遏，一个响亮的巴掌落在周壮脸上，打得他外强中干的身体往一旁倾倒，摔倒在地。“我不会再被你骗了。你想重新做人，娘会支持你，因为你始终是我儿子。骨头打断了连着肉，这是你我改变不了的事实。但你要是再想从我身上骗钱，这不可能，因为娘不但要考虑你，还要考虑你爹，你大哥。”周氏说完，大步走进了里屋。周壮从地上爬起，踉跄追去，却发现周氏在里面锁了门。他拼命推门，可周氏压在木门上，他根本别想强行进入。周壮在门外哭喊了好几声，直到确认真的不可能从周氏这里拿到钱后，他才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家。从娘那里拿钱的希望破灭了，周壮再哭也没用了。他拿起袖子擦了擦眼睛里的泪，茫然地走向前方，一会失神落魄，一会咒骂不断。等到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走的是去赌方的方向。不能去赌方，不能去！他吓得一个机灵，连忙转身，可是已经迟了。几个又高又壮的男人将他团团围住，都是赌方里的熟面孔，胡一手身边的人。“几位大哥，这是怎么？不在赌方里待着，是来这边办事的吗？累了的话，去我家喝口茶吧，我家里还有刚下的猪仔，可以孝敬大哥们。”周壮心中害怕，脸上笑得越发讨好，
恨不得跪下去给几人舔鞋，只要他们愿意当没看见他。事与愿违，其中一名壮汉不客气地扯住了他的衣襟，冷笑道：“周壮，3天时间到了，跟我们去个地方吧。”周壮面白如纸，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一声野兽般的哀嚎响彻山林，惊飞一众鸟雀。周嫂用力抖动手中湿衣服，沉重的哗啦声和凄厉的哀嚎声同时响起。她狐疑地看向远处的天空，一行不知名的鸟雀腾空而起，掠过蓝天。周嫂凝神在听，山中却再无声响传出。快入夏了，连狼崽子也不安分了。她喃喃自语。她挂好衣裳，细心地拉好每处褶皱，马不停蹄地又进了厨房，为一家准备吃食。不成器的丈夫和儿子或许不会回来用饭，但准备1日2餐却是她身为妻子和母亲的本分。她利索地准备好一荤一素，正准备把蒸好的馒头才灶上取出，篱笆外响起周壮沙哑的声音：“娘！”她放下陶盘，走到院子里，给他开了门。门外的周壮红着眼睛，血丝密布，脸上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那身先前还好好的衣裳，现在也变得皱皱巴巴，还沾着泥土和2片枯叶。你这是怎么了？到底是娘说不心疼是假的。见他如此憔悴，周氏不由忘了先前的不愉快，忍不住关心的话语：“娘，他们切了我的手指。”周壮颤声道：“什么？”周壮抬起右手，那只手上只剩4个血淋淋的手指，食指不知所踪。这是谁做？周氏又惊又怒的神色忽然定格。周壮染血的右手握住了他的肩头，把他朝自己拉得更近。他完好的左手抽出捅在自己娘亲身体里的匕首，又一次狠狠捅了进去。他哭着说：“娘，是你害了儿子啊！你！”周氏的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周壮一把将他推进院子，反手关上了门。娘，胡爷说，今晚我再凑不到钱，就要把我的手脚都给剁了。娘，儿子还年轻，儿子还不想当个废人。周壮跪在摔倒在地的周氏身旁，泣不成声道：“娘，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你！周壮捅下第3刀。周氏的眼珠慢慢上移，望着湛蓝如洗的天空，不动了。原本拉着周壮的手也垂了下去，露出一张如同黄土大地般布满苦难沟壑的手掌。他的嘴还张着，似乎还有未尽的话语，可是再也没机会说了。沈竹溪平日最讨厌不行，他在宫里都是用凤轿代步，可是今日想着能自食其力了，他竟然连休息都没顾上。从周嫂家离开后，径直就又走上了去镇上的路。相隔3个时辰，又一次见到沈竹溪，河柳堂的掌柜露出惊讶表情：“李娘子，可是落了什么东西？”沈竹溪不好意思直接提出要求，小心翼翼地拿出墨杆折叠，一直拿在手上的花笺。掌柜，你看这个如何？掌柜眯了眯眼，在柜台一旁的手巾上擦了擦手，然后慎重地接过了他的花笺。这是用水烟墨画的。掌柜面露惊异，这作画者是谁？我们镇上还藏有此等人物？是我画的。沈竹溪从他脸上看出惊叹，腼腆地笑了笑。你画的？掌柜抬起眼，难以置信地扫了他2眼。李娘子，你可别诓我，这真是你画的？自然是我画的，这里若有纸笔，我再画给你看也可以。沈竹溪如此说了，掌柜这才半信半疑地重新看向花笺，这可真是。掌柜，你觉得这花笺若是拿去卖钱，能值多少？沈竹溪问。说不好。掌柜谨慎道，如果是京城或江南那般富庶的地方，自然不愁销量。要是在鱼头镇售卖，恐怕买的人会寥寥无几。要是在鱼头镇售卖，你觉得多少卖价合适？他追问道。掌柜盯着花笺，沉吟片刻，一张400文，若是能花鸟虫鱼、山水10天成套，价格会更好些。一套10张，10张5两，掌柜觉得如何？还算合理。掌柜点了点头。那我卖给你吧。什么？掌柜惊呆了，回过神后，立马把花笺放到了柜台上。李娘子，你开什么玩笑？我这里是卖文具的，不是收文具的。掌柜的拒绝是沈竹溪已经有所预料的，他没有放弃，继续游说道：卖货之前先要进货，掌柜都说不愁销量了，想来也是认可这花笺的。你在我这里进货，转头再加价卖出去，岂不很好？好什么好？掌柜一个劲的摇头，我这小店又不是开在富庶之地，什么人才会花5两银子来买10张信纸？我不就买了吗？沈竹溪说，我刚来鱼头镇的时候，你可是卖了我一套130两的文房四宝。河柳堂掌柜的老脸红了，他摇着手，眼神躲闪。后来我不是18两卖给你了吗？往事勿提，勿提。沈竹溪费尽口舌，掌柜也不肯买下他的花笺。你别说了，我是不会买的。我要做生意了，李娘子，你快回去吧。你家礼物难道不回家吃饭吗？掌柜不由分说，连劝带赶的把沈竹溪驱出了店门。沈竹溪挫败地站在门口，看着掌柜头也不回地走回了店里。
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他看着手中精致的花间，这是他一笔一画认真画出来的。他有信心，比河柳堂里售卖的所有花间都要出色100倍。难道他就这么无功而返，把这张花间和剩下的翡翠色信笺藏进柜子深处？沈朱熹魂不守舍地走出2步，停了下来，然后转身再一次冲进了河柳堂。掌柜！他再次扑到柜台前，掌柜一见他就皱成一张苦瓜脸。李娘子，你还有什么事？我理解你对滞销的担忧，所以我想过了。沈朱熹怕他打断自己，飞快地说道：我可以做好成套的花间后放在你的店里销售，卖出去了你再给我钱，没卖出去过段时间我就来自己拿走。他哀求道：这样可以吗？掌柜没立即回绝，这给了沈朱熹希望。他趁热打铁道：售价你定，卖出了你2我8，没卖出去我自己承担成本，如何？你的花间再给我看看。掌柜说。沈朱熹立即把花间递给他。掌柜仔细端详了许久后，终于说：一套里面每一张的质量都不能低于这个。没问题。沈朱熹兴奋的差点跳了起来。像我刚才说的，花鸟虫鱼1套，山水10天1套，姑娘家喜欢的花卉植物再1套。掌柜抬眼看着他，一共3套，你什么时候能送来？沈朱熹默了默时间，肯定道：4天后我给你送来。行。掌柜放下花间，说：李娘子，咱们可要提前说好，若是没卖出去，你可要自己领回去，且日后不能再提这事，也不能跟你相公告状。没问题。沈朱熹一口答应。商量好了分账的问题后，沈朱熹迈着雀跃的脚步走出了河柳堂。虽然花间现在还没卖出去，但他已经是卖出去的心情了。路过一家名叫陈记酒坊的酒肆时，他忽然拐进了店门，心血来潮的想买一些好酒好菜回去，好让礼物分享他的快乐。酒肆里坐着2桌客人，摆着算盘的柜台前空无一人。沈朱熹站在柜台前，正在寻思店家在什么地方，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酒肆后院钻了出来。哎呀，稀客，稀客！酒娘扭着腰肢走了过来，唇边噙着一抹笑意。买酒的还是找奴家唠嗑的？酒娘，你这里有些什么酒菜？沈朱熹说：奴家拿手的酒菜可多了去，带你家礼物，最爱的还是卤猪蹄和烧刀子。他是个糙人，吃的也糙，你带这2样回去，他保管开心。酒娘倚在柜台上，撑在腮下的手臂挤压胸口，火红如裙里的雪白里露出一道酥沟，看得沈朱熹面红耳赤，不由移开视线。咱们都是女子，有什么害羞的？酒娘看出他的窘迫源头，发出清脆的娇笑，引得大堂里的食客频频回首。那就卤猪蹄和烧刀子吧。沈朱熹说完，又补充道：3个男子的分量，李坤和李雀或许也要来用饭。你等着。酒娘说完，撩开布帘走回后院，不一会带着一盘摆得整整齐齐的卤猪蹄走了回来。你自己选吧，要哪几根？沈朱熹看得眼花缭乱，说：我选不好，还是酒娘帮我选吧。罢了罢了。酒娘拿起一旁的长柱，眼神尖利，手也利索，连加了3根猪蹄，都是最肥美的品相。多谢酒娘。沈朱熹高兴道：钱就不能记在账上。酒娘打断他的话：你家礼物可不走这里来，到了月底奴家找谁结账去？沈朱熹脸一红，连忙拿出身上的荷包结账。好在荷包里还有2粒碎银，几个铜板，结酒钱倒是够得。他结清账后，酒娘一边用荷叶包起猪蹄，一边问：今儿怎么吃起酒了？是什么好日子？沈朱熹觉得这是没必要说谎，便把请河柳堂掌柜代售花间的事给他说了。酒娘还没说话，一旁吃酒的客官先笑了起来：李娘子，人家酒席失事死了相公，没有办法才出来自己做生意的，你相公还在，怎么就出来挣钱了？坐他身旁的男人笑着附和：难道是大婚时花费太多，现在才要你一个妇人出来补贴家用？沈朱熹听得不舒服，故作平常道：礼物平日挣的钱便够过日子了，是我自己想找点事来做。2个男子还想再说什么，酒娘说：你们酒吃多了话也多，要是真有精神的话，不如再来一坛烧酒，咱们不能不给酒席失面子，再来一坛。男子大笑道。话题总算从沈朱熹身上结束了。沈朱熹提了2斤重的烧酒，又把包着卤猪蹄的荷叶包提在手里，对酒娘感激地道了声谢。没什么，臭男人就是话多。酒娘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你家礼物奴家就不指望了，以后你多来照顾奴家生意。你上次送奴家的香囊实在好看，花样也新奇，日后你还做了什么小东西，送奴家一个，奴家用好酒来跟你换。沈朱熹一口答应下来。他提着烧酒和卤猪蹄，快步往家中赶去。他出来的急，忘了留信，要是礼物回家发现他不在，说不得又会乱发脾气。一炷香的时间后，沈朱熹推开了李家的院门，刚好和向门口走来的礼物正对上。礼物果然臭着脸：你去哪儿了？
连个信也不留。这批人一副他一不注意就会卷走他的金银珠宝逃跑似的，也不想想他哪里来的金银珠宝。沈珠熹刚心生不满，想起他忍辱负重、卖身养妻的壮举，那丝不满立即就烟消云散了。是我想的不周到，下次我一定记住留信。沈珠熹好声好气地说，语气甚至可称温柔。他罕见的柔情让李悟眼神古怪。你又惹什么麻烦了？什么麻烦也没有。沈珠熹走进院子，提起手中的酒坛和荷叶包，笑道：我给你带了烧酒和卤猪蹄回来。李坤和李雀呢？他们还没回来，我先赶回来陪你吃饭。李悟接过酒坛和荷叶包，说：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2样？是九娘告诉我的，她人真好。沈珠熹笑道：你这猪眼睛看谁都好，就看老子不好。李悟提着东西往堂屋走，嘴里不忘骂骂咧咧，我看你就是被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的呆瓜。沈珠熹习惯饭前洗手，他不仅自己洗，还要求和他同桌吃饭的李氏兄弟也洗。久而久之，李悟也有了饭前洗手的习惯。两人洗过手后，在方桌前坐了下来。李悟扒开酒坛，提着坛子直接就喝了一大口。沈珠熹慢条斯理地拆开荷叶包上的细麻绳，把荷叶平平整整地摊开来。李悟拿起一根猪蹄递到他嘴边来，张嘴。我自己来就好了。沈珠熹脸红道：快张嘴，别让我说第3次。李悟不耐烦地说。沈珠熹为难地看着眼前的大猪蹄，他倒是想张嘴，可这猪蹄这么大，哪有他下嘴的地方？他瞧了许久，才找到一块稍微容易下嘴的地方，轻轻咬了一口后，卤汁流入他的嘴里。卤猪蹄肥而不腻，猪皮劲道，猪肉软糯的惊喜口感让沈珠熹睁大眼睛。他刚要接下眼前的大猪蹄，李悟忽然把手伸了回去，他借着他咬过的地方大口咬了一下，一口大猪蹄上就出现了一个大天坑。那是我吃过的。沈珠熹瞠目结舌地看着他，老子吃你吃剩的东西还少了。李悟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可沈珠熹说不出话来，第一次觉得自己笨口拙舌。他总觉得李悟的行为和他平日捡他剩饭吃的行为虽然很像，但本质上又有点不一样。沈珠熹犹豫半晌，攒足勇气开口：今日我去镇上买了杏尖，做成了花尖。河柳堂掌柜答应我留花尖在他店里售卖，卖的钱我扒他2，没卖出去，我就自己把花尖带回来。李悟头也不抬，一个铜板的成本都没出，就有2成的利润，他当然要答应了。之后我在九娘那里买酒的时候，有人听说了这事。沈珠熹顿了顿，声音逐渐变小：他们取笑你，说我是因为家里周转不开才出来做事的。知道了。李悟一口咬下猪蹄肉最多的地方，漫不经心道：你知道什么了？沈珠熹问。谁说的这话，谁就要担起责任，以后不会有人在你面前这么说的，放心吧。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去找他们麻烦。沈珠熹急忙道。那你是什么意思？李悟抬眼朝他看来。如果你觉得丢脸，如果你不愿意，沈珠熹垂下目光，强迫自己说完后边的话，我就不出去了，我想别的办法来挣钱。沈珠熹。李悟忽然叫他的名字，他条件反射地抬起眼睛来，他的眼神清清楚楚，乌黑透亮，世人眼中最常见的麻木和迷惑，在他眼中看不到丝毫踪迹。如果这是你真正想做的事，你就别管我会不会丢脸。如果我为自己的女人有本事丢脸，那才是真的丢脸。半旬过后，沈珠熹怀着期待的心情，在约定的时间内来到了河柳堂门口。他在门外踌躇了许久，才鼓起勇气走进店里。掌柜，我的花尖，他说一半就停了下来，等着掌柜宣布结果。你来的正好。掌柜一脸高兴道：1个时辰前，最后1套花尖刚刚被县太爷的公子买走，你什么时候再送10套过来？卖出去了。沈珠熹忍不住变了音调，要不是还记得自己身在外边，沈珠熹都快忍不住跳起来。他的花尖卖出去了。他一直忐忑，一直为此唉声叹气，没想到李悟说的果然对，他就是爱自己吓自己。等过几日，我画好马上送来。沈珠熹压着激动的心情说。别过几日，你先画好2、3套就先送过来，其他的再慢慢画。掌柜说。沈珠熹答应下来，说卖的银子呢？掌柜拿出算盘，半个身子懒散地靠在柜台上，2根手指轻轻拨动上面的珠子。你8我2，一套的价格是6。沈珠熹说，卖价多少？我家相公很快就会知道了。掌柜你算好账，银子直接给我就行。掌柜动作一僵，尴尬地咳了一声，慢慢从柜台上站直身体。一套8两，你6就是6两银子加半吊铜板。掌柜问，你是现在之前还是1月1结？1月1结吧。沈珠熹说，月底的时候我相公来结。掌柜视线看向算盘，薄薄的2片一开一合，低若闻吟道：李八皮一来，
我是一枚铜板也藏不下。沈竹溪当没听见他的自言自语，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就该礼物这种恶霸治治。他高高兴兴地走出河柳堂，走过九娘的酒肆时，又一次拐了进去。这时候还没到晌午，大堂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无所事事的九娘就倚着柜台站在门口。沈竹溪刚一进门，九娘就道：“瞧瞧这红光满面的模样，一看就是被银子滋润过的。既然是你开张大喜的日子，奴家今日就送你1斤酒，再要4-6根猪蹄。”沈竹溪按捺不住脸上的笑意，酒也再打3斤。你等着。莫一会，九娘就准备好了沈竹溪要的酒食。沈竹溪特意叮嘱他，猪蹄分2根出来单独包。九娘站在柜台前，一边用荷叶包裹猪蹄，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今日店里没人，你和奴家说说，你一个有男人的女人，为什么自己出来做生意了？我在礼物家里白吃白喝，总觉得心里不安稳。”沈竹溪不好意思地说：“奴家知道你为什么觉得不安稳。”九娘笑道：“男人啊，要是能靠得住，世上就没那么多命苦的女人了。”他把包好的猪蹄和酒坛一齐推给沈竹溪：“能靠自己的时候，还是要靠自己才行。”九娘说。沈竹溪虽然听得懵懵懂懂，但是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这不就是有备无患的意思吗？沈竹溪满载而归，因为找到了营生的手段而脚步雀跃，连见惯的景色都觉得比平日可爱了许多。他回家后，礼物还没回来，他放好酒菜，拿着那2个单独包起来的卤猪蹄去了隔壁周嫂的家。他站在熟悉的篱笆门前，隔着门往里面喊：“周嫂子，你在家吗？”平日开门总是很快的周嫂，这次却不知为何迟迟都没应声。沈竹溪正疑惑，篱笆门忽然从里打开了，周壮那张近乎清白的脸出现在门后。沈竹溪无意识后退了一步。干什么？他满怀敌意的目光看着沈竹溪，又移向他的身后，似乎在确认他是不是独自一人。我来看望周嫂子，我带了卤猪蹄。周壮一把抢过他手里的荷叶包，不客气道：“他回娘家去了，卤猪蹄我收下了，你回去吧。”周嫂子回娘家了？沈竹溪惊讶道：“回娘家去了？”周壮像在备课文似的，生硬地说：“和我爹吵了架，前几日就上路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他回来了，自然会来找你的，别来烦我了。”沈竹溪还没来得及说话，篱笆门就在他面前关上了。他一头雾水，不得不提前走上了回家的路。周嫂回娘家了，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有和他说过？上次分别的时候，他还说要教他下厨呢。沈竹溪想不明白，越想越觉得奇怪。他回到家门口的时候，正好和小路上走来的李悟3人撞上。李却隔着老远就开始喊嫂子，李坤东看西看，一副静不下来的样子。李悟呢，直勾勾地看着他，像在等着什么，却又不说话。这批人的习性，沈竹溪如今已经是掌握了七七八八。他主动开口道：“你们回来了，我买了卤猪蹄和烧酒回来，歇会吃吧。”李坤已经猪猪长猪猪短的欢呼起来。李却笑道：“嫂子待我们真好，我们这就洗手去。”李却拉着李坤走在了前边，先进了院子，剩下沈竹溪和李悟2人走在后边。李悟说：“花间卖出去了？”“卖出去了，一套卖了8两银子呢。”沈竹溪的声音带上一抹骄傲：“每卖一套，我就能得6两银子，再加半吊铜板，有点本事。”李悟伸手在他头上按了按。沈竹溪心情好，不跟他计较，放任他在头上肆意。“我和掌柜说好了，1月一结，我怕他磕我，月底的时候你帮我去结。”沈竹溪说：“拿到的银子就放在厨房的小坛子里，算是。小坛子是家里的，你自己的银子放你自己的嫁妆盒子里去。”李悟说：“再说什么不想白吃白喝的话，我就连做1月猪下水，你爱吃不吃。”连吃1月猪下水的威力过于巨大，沈竹溪不想望着食物却饿死在李家，食物的闭上了嘴。这可怎么办？他最重要的话还没说呢。我赚到银子了，以后你就不要做面手养我了。又一次错失把李悟拉回正道的机会，沈竹溪愁眉苦脸。直到晌午用饭时，他仍在想着怎么委婉而不失礼貌地提出改行建议，让李悟重回正道。嫂子怎么拧着眉头，心里有什么烦心事？方桌上，李却说：“啊，我就是在想花间上要画什么花样。”沈竹溪敷衍道：“他怎么能说是在思考如何让一个面手金盆洗手吗？嫂子今日挣到了第一笔钱，值得庆祝，不如喝上一碗，也尽尽兴。”“不行！”李悟忽然一口否决。沈竹溪看着从他手里抖出来的酒液，疑惑地看着他。李却也惊讶道：“大哥，他不能喝酒。”李悟毫不犹豫道：“这么开心的日子，你不如问问嫂子的意见。”李却看向沈竹溪：“嫂子，你想喝吗？”沈竹溪的目光移到李却面前的酒碗上，说真的，他还不知道烧刀子的味道呢。“我想，你不想？”李悟想也不想地打断了他的话。沈竹溪本来不是非喝不可，
可李悟的态度激起了他的战意，他不服气地瞪着他：“为什么？这是我买来的酒，我说不行就不行。”李悟把酒坛子抱在怀中，从桌前站了起来。李悟的蛮横气的沈竹溪说不出来话，他已经向着厨房方向走出去了，他还在瞪他的背影，恨不得下一刻李悟就办到什么，摔他个狗吃屎！李呀，李屁人，地痞，流氓，恶霸！他在心里把他知道的骂人词汇都念了个遍。一个带着酒香的酒碗忽然出现在他面前，李却压低声音道：“大哥的酒碗，嫂子，你尝一口试试吧，酒烈，你少。”李却未完的话语卡在喉咙里，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沈竹溪拿着酒碗，一仰头，把碗里的酒咕嘟咕嘟几口喝光了底。嫂子，李却吓得声音都变形了，这可是烧刀子，我才不给他留！沈竹溪砰的一声把酒碗放回李悟的位置上，拿手抹了把嘴巴上的酒液。一碗烧刀子，喝下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顶多就是比普通的水辣上一点。比起茶来，酒实在难喝。沈竹溪不知道李悟为何钟情这种让喉咙辣得发烫的东西。等一碗都喝完了，好好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沈竹溪知道了，辣的不止一点。李悟回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沈竹溪满脸泪光，李却正在一旁手忙脚乱地说着什么。一见他来了，李却立即坐正了身体，一副我什么也不知道的无辜姿态。大哥，你看你把嫂子气的。李却说。李悟见沈竹溪哭得直嘶嘶喘气，一张脸比傍晚的火烧云还红，两道浓眉之间的眉心立即紧紧皱了起来。沈竹溪，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当寡妇？李悟说。我不是。沈竹溪一说话就是断断续续的抽噎，别说李悟了，就是他自己听起来也是极为伤心的模样。不就是一口酒吗？这有什么好哭的？你知不知道你喝醉了是什么样？沈竹溪，你早晚要气死我当寡妇，老子这就把酒坛子给你抱来，你边哭边喝。李悟说到做到，果然奔去厨房，又把小小的酒坛子提了出来，咚一声放到了桌上。他光顾着哭得喘不上气的沈竹溪了，没注意到自己还没来得及喝的酒碗却突然空了。他往自己的空碗里注了一碗酒液，端到沈竹溪面前，说：“喝，老子看你能不能喝光这坛。”沈竹溪的喉咙里火辣辣的，烧刀子不仅灼烧他的喉咙，还在他的肚子里翻滚，辣得他情不自禁地往外涌泪。再看见罪魁祸首，他胃里翻涌得更厉害了。我不喝了，不喝了，你拿开！他哭着推开李悟的碗，哭着说这句话没什么说服力。李悟还以为他再生气，又一次把酒碗端到了他嘴边。我没跟你开玩笑，你想喝就喝，别哭了。李悟没好气地说。我也没跟你开玩笑。沈竹溪哭着说，我真的不喝了。行，那你别哭了。李悟把酒碗稍微拿开了一些，眼神定定地盯着他的眼睛。沈竹溪努力憋泪，眨也不眨。李悟的眼神从怀疑转到半信半疑，眼见他就要拿着酒碗走开了，沈竹溪发酸的眼睛一眨，前功尽弃，眼泪夺眶而出。沈竹溪，李悟气急败坏地说，你到底想怎么样？烧刀子灼热的感觉逐渐从喉咙上窜到头顶，沈竹溪觉得视野有些晃动，李悟的叫喊声更让他心烦意乱。他推开面前盛着猪蹄的瓷碗，抬起头，闭上眼，嘴角往下用力一撇。不好！李悟脸色一变，这疯婆娘汪的一声嚎啕起来，汪的一声惊飞桂花树上栖息的几只鸟雀。沈竹溪，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不喝酒，我不喝酒！沈竹溪在桌子底下揣着双腿，仰头痛哭，眼泪大滴流下。不是你要喝酒的吗？李悟一脸崩溃。我没有要喝酒，是你逼我喝酒。沈竹溪越说越伤心，气沉丹田，又是一声痛哭。放你娘的屁！李悟气急败坏地看着眼前颠倒黑白的人。你还骂我！你还骂我！你不但逼我喝酒，你还骂我！沈竹溪悲痛欲绝，扑在桌上，嗷嗷。李悟双膝一软，只差跪在这嚎啕大哭没完没了的疯婆娘面前。别哭了，再哭隔壁要来看我杀猪了。李坤猪蹄也不吃了，手足无措地看着两人。犹豫半晌后，将手里啃了一半的猪蹄递给伏在桌上痛哭的沈竹溪。猪猪不哭，吃猪猪。李却轻轻咳了一声，拉回李坤的手，带着他一起站了起来。大哥，嫂子，我想起还有点事，我们就先走了，你们慢慢吃，慢慢喝。伏在桌上的沈竹溪后背一颤，中气十足地哭喊道：我不喝了！喝你娘！快滚！李悟横眉立眼朝他瞪来，只差一脚飞出。李却拉着李坤飞快地逃离了这是非之地。猪猪还哭呢！李坤不住回头，大哥会让他不哭的。李却说，再待下去，大哥就该让我们哭了。李坤一哆嗦，握紧手里吃剩的猪蹄，快步跟着李却离开了杀猪现场，只留下束手无策的李悟面对熬个不停的沈竹溪。沈竹溪，沈公主，沈祖宗。李悟蹲在他身侧，
焦头烂额道：“你给个准话吧！啊，你到底怎样才不哭了？我不喝酒了。”沈朱熹把头埋在桌上，桌下气得跺脚。行行行，不喝了，再也不喝了。李乌说：“你发誓再也不逼我喝酒了？”李乌一口气没喘上来：“老子什么时候逼？啊！我错了，是我错了，我错的离谱，我再也不逼你喝酒了。”李乌听到自己太阳穴跳动的声音，他忍气吞声道：“老子再逼你喝酒，老子就不是人！你本来就不是人，你是李呀，你是李屁人！你逼我喝酒，没人敢逼我喝酒！”沈朱熹伤心的嗷嗷大哭，双腿踢来踢去，银粉色的裙袂在月白色绣鞋上翻飞。我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李乌捏着拳头说：“下次就是有刀架在脖子上，老子也不让你喝酒了。”得到了再三保证，沈朱熹的眼泪这才有了收尸的迹象。他终于从桌上抬起头，一副受了极大委屈的可怜模样，抽泣着说：“我好难过。”李乌的拳头捏得更紧了，他说：“老子也很难过。”你有什么难过的？沈朱熹哽咽道：“你还有李坤、李确，我一个家人也没有了。你不是还有个叫沈焕的兄长吗？”李务反应飞快：“沈焕，沈焕。”沈朱熹喃喃了2遍，神色茫然：“你真是喝糊涂了。我清醒着呢，我什么都记得。”沈朱熹摇了摇昏昏沉沉的脑袋，不服气地反驳：“我是个流落民间的公主，总有一天我会和太子阿兄重逢。”李务一脸同情地看着他：“我也幻想过我会不会是流落民间的皇子，总有一天我的皇帝老爹会坐着七彩龙鱼来接我，那是我5、6岁时的事了。你脑子还好吧？”偏头晃一晃，沈朱熹照做了。他迷迷糊糊地看着李务：“我晃了，然后呢？没有水流出来，还有救。”李务站起身来，想要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你先去睡一觉，等脑子清醒了再来和我说话。”“我不睡，我不困，我精神着呢。”沈朱熹猛地挣脱开他的手：“我要出去散步。”“你发什么疯？”李务扶住他离开椅子后立即踉跄的身体：“你醉成这样，还想出去散步？我要出去赚钱，我要干活养你，我不能再颓废下去了。”这疯婆娘忽然反手抓住自己的衣襟，眼泪就像马尿那样咻地涌了出来：“你太苦了，太苦了啊！”李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是气恼又是好笑：“我苦什么了？我都懂，我都懂，你不用说了。”沈朱熹哭着说：“从前是我不对，竟不知道你这样苦，今后我会对你好一些的。你有什么想吃的就告诉我，我努力去学，等我早日赚到足够生活的钱，你就精。”沈朱熹停了下来：“我就精什么？”李务皱眉：“沈朱熹突然弓起背，李务面色大变，一把抄起他的腰，几乎是用飞的速度跨出了堂屋。下一刻，沈朱熹的背猛地一颤。哦！桂花树遭殃，李务松一口气的同时又有些小得意，他才不会在同一个坑跌倒2次。沈朱熹吐完，舒服了许多，随手拿起最近的手巾擦了擦嘴：“我要漱口，李屁人，我要漱口，我要漱口！”“嗷嗷！水！漱口！”李务满脸铁青的看着袖子上的污渍，他忍着想把这疯婆娘摁进泥巴地里的冲动，转身去厨房给她取了一杯水来。这疯婆娘醉得神志不清，却还记得讨要漱口的枣豆粉。在他弯腰漱口的时候，他回了里屋换下脏衣。等他调整好心态，重新出来时，沈朱熹正抱着桂花树哭得叽叽咕咕：“都是我的错，你嚷嚷什么呢？”李务皱着眉头，把他从树干上拉开，带他走回了里屋。他一坐到床上，紧接着就抱住了床柱子：“我不该买那么多东西，花光了你的钱。我不该买边桌，不该买新床，不该强留厕纸，我就应该让干屎绝刮破屁股。”沈朱熹一脸悔恨，眼泪不要钱的落下：“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啊！”沈朱熹的话虽然听起来怪怪的，但大概意思他懂了。这疯婆娘似乎一直在为那次买空家底的事自责呢。李务心软了下来，宽慰道：“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你怎么还放在心上？”沈朱熹哭得伤心，虽然没有嗷嗷乱叫，但叽叽咕咕忍着眼泪的他，更叫李务没法无动于衷。他拿手指轻轻擦去他眼角的泪，说：“钱花光了再挣就是。你看厨房里的坛子不是又满了吗？”李务的话一出，沈朱熹哭得更伤心了：“我宁愿它空着，你太苦了。”虽然是刚换的衣裳，但李务还是想也不想的就拿起衣袖给他擦泪：“苦什么苦？你知道心疼我，我就一点都不苦了。”沈朱熹看着他就快翘到天上的嘴角，心中十分感动。李务不但宁愿沦为面首，也要履行赚钱养家的诺言。到了此时此刻，他还强颜欢笑着安慰他。他虽然身子不那么干净了，但是灵魂却比任何人都要高尚。等他和太子重逢了，一定要给他要个大官来当。3品不够，他就是拼着不做这公主了，也一定要为他捞个公爵之身。沈朱熹被礼物感动得稀里哗啦，惹得他给他擦了又擦，连袖口都被他的泪水沾湿了。
李悟见他不嗷嗷也不叽咕了，趁机哄道：“你睡会吧，我给你煮豆芽汤，醒来喝一碗就好了。”“我不睡，我不困，我好得很。”沈朱熹嘀咕道，软绵绵的身体倒向面前的礼物，他找到舒服的地方，把泪痕斑驳的脸在上面擦了几下。胸口上传来的触感让礼物僵立不动，身上贴个热源的感觉如此陌生，让人心跳失控，五感失常，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方身上。他呆了片刻，右手试探地搭上沈朱熹的肩头。你有没有在别人面前喝醉过？沈朱熹没说话，只有埋在他胸口上的脑袋左右摇了摇。礼物压不住飞扬的嘴角，做贼心虚的把眼神往窗外瞥去。院子里的桂花树上，一只歪脖子的麻雀和他四目相对。看什么看？滚！他恶声恶气道。麻雀一动不动，反倒是埋在他胸口上的沈朱熹抬起了水蒙蒙的一双眼。你骂我？我骂麻雀呢？礼物把他的头又按了回去。沈朱熹乖乖靠在他怀里不动，嘴里说着不困，眼皮却越眨越慢。礼物一边轻轻拍着他的肩，一边叹了口气，说：“你要是一直都这么听话，我天天受苦也愿意。我一直听话，你就一直陪着我吗？”沈朱熹说。礼物的手一顿，转到了他的头上，他摸了摸他柔顺的头顶，说：“不听话，我也陪着你。”“好，我也陪着你。”“为什么？我没有家了，你对我好，我也要对你好。”他低声喃喃，“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好，我哭的时候没有人在乎过。要是以后还有一个人也在乎了，难道你就要去陪着他了吗？”礼物问。“我不知道。”“不行，凡事讲究一个先来后到。”礼物按着他的后脑勺说：“我先来的，谁敢跟老子抢，我摁死他。遇到事情要讲道理，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行，我跟你讲道理。”礼物说：“你答应我，只陪着我，以后我就做个讲道理的人。”沈朱熹迷迷糊糊的点了点头，光说不靠谱。你要是睡醒了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办？你得抵押件东西在我这里。礼物说。抵押什么？沈朱熹抬起头来看他，伸出自己的右手，要不然我们拉钩吧。不要拉钩。礼物把他的手拉到胸前，目光灼灼的看着他。你抵押一个吻在我这里，等你践行约定了，我再还你。吻？吻要怎么抵押？沈朱熹一脸茫然。这样抵押。礼物低下头，慢慢靠近他嫣红的容颜。咫尺之距，他却用了半晌时间。沙沙的风声不知何时停了，只剩一只灰扑扑的小小麻雀歪着脑袋看着窗内相依相靠的两人。礼物停在他的唇边，已经嗅到了玫瑰枣豆的幽香，最后那一寸距离他却始终没有拉近。沈朱熹睁着湿漉漉的杏眼，毫无心机地看着他。礼物忽然心烦意乱，一丝羞愧爬上心头，他正要后退，眼前双颊酡红，眸光湿润的少女忽然笑了。我知道了。沈朱熹说。他狡黠地眨了眨眼睛，忽然轻身抬头撞上他的嘴唇。天地无声，今日是古怪的一天。沈朱熹分明记得自己刚起床不久，可是一睁眼他又在床上了。他坐在床上猛了好一会，才想起之前的事。他的花间卖出去了，他高兴地买了猪蹄和烧酒。周嫂回娘家去了，遇上周壮，回家时正好碰上李氏三兄弟，他们一起吃了晌午。然后呢？然后发生什么了？沈朱熹眯眼往窗外看去，桂花树上的小鸟叽喳叫，伴着院子里不时响起的劈柴声。他皱眉下了床，骨头缝里又是一阵酸痛，好像被人抡起来砸过一样。这李屁人是不是趁他睡着又打他了？沈朱熹揉着眼睛出了门。下一刻他就吓得跳了起来，残留的倦意烟消云散。礼物，你怎么又不穿衣服？他捂着眼睛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穿着下床吗？礼物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你把上衣也穿好。沈朱熹红着脸叫道。我干着活呢，穿那么多做什么？衣服脏了你给我洗。礼物说。你昨天弄脏我的衣服，我还没跟你算账。我什么时候弄脏你的衣服了？沈朱熹气得睁眼，礼物精壮的上身和醒目的油凤花袖立时撞入眼帘，他急忙紧紧闭上眼，脸颊却已先烫了起来。昨天。礼物抬起斧头猛地挥下，地上的木柴应声而碎。你偷酒喝，发酒疯，逮着就乱抱乱亲。你放屁！这话不得了，激得沈朱熹连眼睛也顾不上闭了，第一时间瞪眼反驳，以维护自己的清白。我是李屁人，怎么不放屁？礼物冷笑着抬眼看他。你……沈朱熹吓得结巴了，他怎么知道自己叫李屁人？李丫，李屁人！礼物又一次挥下斧头，粗壮的木柴在他面前碎成两半。沈朱熹，看不出来，你行啊！礼物阴阳怪气的话让沈朱熹指责他不穿上衣的勇气尽失，他揪着衣角，不愿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我真的发酒疯了，还乱亲乱抱，我骗你做什么啊？沈朱熹脸色苍白，摇摇欲坠。
我亲谁了？诺。礼物朝旁边的桂花树扬了扬下巴，昨天你就抱着他亲，抠都抠不下来。从地狱回到天堂，这番话说的就是沈朱熹如今的心情了。得知自己清白还在，他心也不慌，脚也不软了。再看打赤膊的礼物，也不那么难以接受了。左右他的清白已经不在了，爱赤膊就赤膊，只要他的清白还在，希望就还在。傻站着干什么？醒了就来帮我做事。礼物没好气道：“我怎么帮你？”沈朱熹问。要他帮忙劈柴的话，他可没那力气。好在礼物也没想过要他劈柴，他只是叫他过去，帮他在每次劈柴后捡走劈好的木柴，再把待劈的木头竖着放好。这活儿简单，沈朱熹一口应了下来。他端来一个小凳子坐在礼物身旁，他每劈好一根木头，他就把木柴剪开，放上新的木头，礼物再劈，他再剪，周而复始。他说了几句话，礼物答得言简意赅，聊天的意愿不高，沈朱熹自然也就不说话了。礼物好歹还有事做，他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事做的。人一闲，眼睛就容易乱瞟，眼睛乱瞟，脑子就容易乱想。一旁的木柴已经堆了4、5层，礼物时不时停下来，抬起手背擦拭额头的热汗。他的汗水顺着胸膛流下，青色油缝沾着水光，似在水中遨游。沈朱熹不敢多看，可眼神却不由自主，老是往上面偷瞄。看得久了，他的思绪渐渐发散起来。礼物劈柴就劈柴，他怎么老是扭来扭去？难道这样比较省力？可他时不时抹下头发，又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自从他偷看礼物后，礼物似乎干得更卖力起来了。礼物穿着衣服的时候高高瘦瘦，怎么脱了衣服却大变样起来？他每次挥舞斧头，绣着青色油缝的右臂就像是河边硬邦邦的石头，在阳光下泛着耀目的水光。沈朱熹盯着他手臂上的肌肉看，神智越飞越远。也许这就是他能做面手养家的原因吧。人各有所长，面手也不是想当就当的。礼物能在这一行吃开，必然也有他。你想什么呢？礼物忽然开口。自己的道理。什么道理？你傻了？礼物皱起眉。你看不见我流这么多汗？我看见了。沈朱熹一脸茫然。我当然看见了。礼物白了他一眼。你看见了还不帮我擦擦？哦。沈朱熹懵懵懂懂地站了起来，去屋子里给他找手巾。我口渴了，厨房里有黄瓜，你去拿一根给我。你有扇子吗？要是能在旁边给我扇风就最好了，要是没有扇子，你就给我捶捶肩吧。要不是为了给你烧洗澡水，老子也不用每天劈这么多柴，挑这么多水。沈朱熹停下脚步，忍不住回头提醒，水不是李坤挑的吗？还有柴也是。话说回来，他今日怎么想起自己劈柴了呢？家里的柴火不是一直都由李坤每半月来劈一次吗？沈朱熹，你叽叽咕咕这么多，是不是不想给老子擦汗？礼物挂上臭脸。沈朱熹转身就走，丝毫不与他争辩。数月相处，他已经有了不少对付礼物的经验。面对李劈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当一阵屁，让他一人噼啪作响。他拿了手巾和黄瓜回来，将黄瓜递给礼物，手巾留在手里，先擦他眼睛附近，再擦脸颊。擦额头的时候，他刚踮起脚尖，礼物的额头就在一霎后降低了。礼物叉着两腿，屈膝微蹲，手里的黄瓜咬得咔嚓作响。地上的柴火多了许多，天边的日头也倾斜了许多，沉寂了一个早上的夏蝉忽然聒噪起来。整齐划一，时断时续，充满夏日的气息。古人言时不言寝不语，礼物却一边嚼得擦擦作响，一边漫不经心道：你今天怎么不说男女授受不亲了？今时不同往日。沈朱熹神色复杂，你对我好，我自然也对你好，不就是擦汗吗？擦就是了。他都能做面手养他，他给他擦擦汗又怎么了？礼物丝毫不知沈朱熹心中所想，他享受着他难得的照顾，嘴角不听使唤的翘了起来。算你有良心。他停了停，说：呆瓜，我问你件事。什么？你亲过别人吗？沈朱熹吓得山峰的手也停了。我当然没有。他眼圈红了。你怎么能这样羞辱我？问问而已，问一句少不了一块肉。礼物抬高声音，我不也是好奇吗？失礼的好奇。沈朱熹咬住嘴唇，不情不愿地继续在他脸庞继续扇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沈朱熹怕他又问什么吓人一跳的话，急声道：你别问了。李劈人视他如无物，继续说道：要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其实你亲过别人了，你会怎么样？这是什么怪问题？沈朱熹刚想反问，心里忽然一凛，他不会是怕自己发现他做面手的事情看不起他吧？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了，我不会怎么样的。他说：你放心吧。礼物看起来确实是放心了的样子，但他马上就横起了眉毛，没好气道：我放什么心？关老子什么事？我问你呢。他一定已经察觉了什么，这可怜的泥腿子为了担起养家的重担，
付出了太多。沈朱熹怀着同情，任他骂骂咧咧。沈朱熹给他擦了汗，又拿手做扇，在他脸庞努力扇风。没一会，他就累了下来，手上的动作也变慢了。行了，我不热。李悟别开他的手，重新站直了身体。他把斧头扔在地上，拿过沈朱熹手里的手巾，自己擦起了身上的汗珠。沈朱熹不好意思看，移开目光，没话找话道：“你知道周嫂子回娘家去了吗？”回娘家？没听说过。卖花间的事，周嫂子也有帮我出主意。昨日我买了猪蹄，给周嫂子带去一份，开门的却是他儿子周壮。周壮说他和家里吵了架，气得回娘家了。沈朱熹面露疑惑，可是前几日我见到周嫂子的时候，他还说要教我下厨，怎么会一声不吭就回娘家了呢？李悟用手巾把上身擦了个遍，神色散漫，也不知把他的话听进去没有。你知道周嫂子的娘家在哪里吗？沈朱熹问。青牛县的。沈朱熹又追问青牛县在什么地方，得知青牛县虽然同在荆州，但是位置偏僻，坐牛车过去也要坐上5、6天才能抵达。周嫂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也不知几时才能回来，怎么不提前跟他说上一声呢？沈朱熹说不清什么感情，只觉得心里很是不安。他抬头看向篱笆外，寻找着蝉声大噪的地方，喃喃道：“天气越来越热了，能不热吗？”李悟随手把手巾搭在肩上，说：“今天是6月初6，正式迈入3伏天了，接下来还会更热，这还不算什么。”这还不算什么。沈朱熹听得心中害怕，这几日他已经开始热得难以入眠了，要是再热下去，会热成什么样子？没有装满冰块的冰桶，没有可口的冰镇凉汤，没有不歇的凉扇，这是沈朱熹16年来第一次直面酷暑。你在宫里的时候，夏天一般会做什么？李悟忽然问。看看书，吃冰品，要不就是在水榭乘凉。到了夏季，我很少出门。你没事可做，主子不要你伺候。李悟挑眉。越国公主还有其他人伺候呢。沈朱熹敷衍道：“我就陪着公主吃喝玩乐就好了。”怪不得你是宫女生公主心。李悟说：“跟什么人学什么人，你跟了个懒公主，你也像个懒公主。”沈朱熹全当他在放屁，耳边噗噗2声就过去了。对了，差点忘了。沈朱熹忽然想起一事，撇下礼物，匆匆奔回屋子里。过了一会，他拿着一沓书籍，快步走了出来。礼物看着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会看看天，一会看看地，眉头紧皱，仿佛正在思考什么极重要的大事。你转来转去，到底要做什么？礼物问。我找地方晒书呢。沈朱熹忙着找地放书，随口应道。他挑了半天，最后选了一块光线充足又能避风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把一沓书本都给分散着摊开摆放。他认认真真地调整书本位置时，礼物在一旁蹲了下来，静静地看着他的手指翻动泛黄的书页。沈朱熹虽然被逼着看了许多并不喜欢的书，但扪心自问，他还是喜欢看书的。书这个东西，陪他打发了深宫中的漫漫时光，是良师，也是益友。书本脆弱，一有不当上面的字迹就会褪色，纸张也可能遭到损坏，所以看似简单的晒书，其实也大有讲究。以前在宫中的时候，太子组织过晒书活动，沈朱熹曾被邀请参加。太子相邀，没有谁推拒不来，所有皇子公主都齐聚在太子东宫里，大家一边晒书，一边作诗接龙，其乐融融。往事仍历历在目，如今还活在世上的，却只有他和太子一人了。思及过去，他不由叹了口气。晒书就晒书，你叹什么气？礼物说。我想起了上一次晒书时的事。沈朱熹神色惘然，将太子举办的晒书集会同他简单说了2句。提到皇子们作诗接龙的时候，礼物的眉头不快地拧在了一起。作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已经学完千字文了，我也可以学作诗了。你离作诗还远着呢。沈朱熹说，你要先学论语，学完论语再学。老子不学孔子，老子也不学老子。沈朱熹惊讶地朝他看去，这批人除了知道有个孔子，还知道有个老子呢。那你要学什么？就学作诗。礼物说，明天开始你就教我作诗。哪有走路都没学会，就想先跑的道理。无论礼物如何辩解，在这一点上，沈朱熹十分坚持。世上哪有刚学完千字文就学作诗的道理？他若不通百书，自然就无法领会诗人的心境。他若不能和诗人感同身受，又怎能鉴赏诗作，更谈何写出出色的诗作呢？不教就不教，作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是想做，一夜就能做他个10手8手。礼物骂骂咧咧，沈朱熹视若未闻，专心致志地摆弄着他仅有的藏书。礼物站起身来，吊儿郎当地往院子外走去。我去看看李坤他们。沈朱熹头也不抬，应了一声。礼物关上篱笆门，步速突变。他甩开步子，脚下生风的大步走着，只用了平时1半的时间，就到了李确住的地方。李确正躺在床上睡觉，一听这风风火火的声音，就知道谁来了。他面色突变，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
慌慌张张的就去拿被他扔在地上的沙袋。李悟已经冲了进来，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把本应捆在腿上的沙袋藏进了被子里。大哥，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李雀干笑道。李悟一屁股坐到床上，神色凝重。大哥，你怎么了？你这表情，弟弟心里有些害怕。李雀在被子底下悄悄地把沙袋往里推了推。你去给我买一本书。李悟压低声音说。李雀露出一色。书？大哥，你要买什么书？一本看了就能学会写诗的书。李雀，这是什么奇书？他也想要。李雀斟酌片刻，试探着说，大哥为什么想要作诗了？你别管，去买就好了。记住。李悟忽然沉下脸，这件事不能告诉别人，特别是你嫂子。弟弟知道了。李悟不再多言，像来时那样站了起来，风风火火的又往外走了。等他走出屋子里，李雀才反应过来，他要去哪儿给大哥弄看了就能学会写诗的书啊？就像沈朱熹担心的那样，随着进入6月，天气越发炎热，白日即便坐着不动，不一会后背也会浸出一层薄汗。到了夜间，太阳虽然没了，但夜风依然是热烘烘的。沈朱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铺竹垫吧，睡着热；铺上竹垫吧，硌得疼。偶尔翻个身，娇嫩的肉还会夹到竹垫缝隙里，疼得他眼泪水直流。更别提还有无处不在的蚊子，盖上被子，热死他；不盖被子，痒死他。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可恶的礼物却丝毫不受炎夏影响。每次躺上床不过一盏茶时间，身旁就响起了云静的呼吸声。而那些讨人厌的蚊子也看人下嘴，对睡在他身旁的礼物视而不见，光盯着他咬，一咬就是7、8个红肿的大包。种种折磨下，沈朱熹已经10几天没睡过一次好觉了，原本白皙光洁的眼睑下也浮上了一层青色。他每夜难眠，身旁的礼物却睡得安稳，这对比实在让人心态失衡。沈朱熹恨不得拿起床上的鸡毛掸子把李屁人打醒，他睡不着，他也别想睡着。可是每每转念想到他要去各处卖力气，也不知受了多少搓磨和刁难，他就心软下来，不忍将他叫醒了。他都做面手养他了，他苦下失眠又算什么？沈朱熹干脆从床上坐了起来，以免翻来覆去的把床上床下劳累了一天的人吵醒。他抱着膝盖，呆呆地看着窗外昏暗的夜色，想念他从前在宫里用的象牙垫。没过一会，身后忽然传来李悟起身的声音：“你做噩梦了？”沈朱熹回过头，李悟也从床上坐了起来，眉心微蹙地看着他。他摇了摇头：“那你怎么不睡？”沈朱熹嘟嘟囔囔，不好意思说他是热得睡不着。李悟却十分了解他，起身出了卧室，再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把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的蒲扇。“你睡吧，我给你扇风。”他说。“这怎么可以？”沈朱熹连忙摇头，伸手欲接蒲扇。“我自己来吧。”“让你睡你就睡，叽叽咕咕什么？”李悟不耐烦地把他按倒，自己也坐上了床。他摇起蒲扇，凉风立即向沈朱熹袭来。沈朱熹得了甜头，再索要蒲扇的话就吞进了喉咙里。他自己来扇，可扇不到这么大的风。有了李悟在一旁扇风，沈朱熹渐渐没那么热了，倦意朝他涌来，他的眼皮越眨越慢，逐渐的完全合上了。沈朱熹上半夜睡得十分安稳，下半夜的时候，他却被拂过脸上的奇怪触感惊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可不一会，那细细长长的东西又一次碰到他的下巴。沈朱熹以为是李悟在恶作剧，恨不得把这个不好好睡觉又生出奇思妙想的屁人一脚踹下床。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想把面前的东西赶走，却措手不及地摸到一根滑溜溜的东西。叽叽叽！沈朱熹一个机灵清醒过来，他猛地睁眼，一只灰扑扑的小耗子正在他眼前挣扎，而他手里握的正是又细又长的耗子尾巴。凄惨尖利的惨叫声骤然响起，不仅吓灭了蝉鸣，也吓起了睡得正熟，手里还抓着蒲扇的礼物。他一咕噜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凶神恶煞的表情却先摆了出来。谁不要命了？李悟刚吼完一嗓子，腿上就遭受一记重击。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婆娘鬼哭狼嚎着从他身上爬过，手肘正好碾在他的大腿嫩肉上。沈朱熹，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疯？李悟忍着疼说道。那疯婆娘理也不理他，跌跌撞撞的冲出了屋子。李悟顾不上腿根的疼痛，赶紧穿上鞋追了出去。他生怕这疯婆娘大半夜又冲去街上，还好他只是蹲在厨房里，一遍又一遍的从水缸里舀水冲在脸上手上，水珠哗啦啦的落下，打湿了他的面颊和里衣衣襟，他的眼泪和清水混在一起，不分你我。李悟一把将他从水缸拉开，怒声道：“你疯了！我脏了，我脏了！”他哆哆嗦嗦的哭着，举起右手给他看，可他看来看去没发现这只白白嫩嫩的手哪儿脏了。脏什么脏？你在做梦？李悟说。我没做梦，屋子里有老鼠，它爬到我床上了，我摸到它的尾巴了。
沈竹溪想起耗子尾巴滑溜溜的触感，眼泪更是决堤而出。他恶心极了，想吐却又吐不出，只剩肚子里翻江倒海般的难受。我脏了，他泣不成声。你脏个屁！李悟想了半天也没想到是这么个理由，他又气又好笑，拿起袖子用力擦他的脸，故意把他那张圆润小巧的鹅蛋脸擦得东倒西歪。你污，干污吗？让你清醒清醒！李悟恶声恶气道，大半夜发疯，原来就是为了一只耗子。不就是一只耗子吗？用得着你这样？这可是老鼠，老鼠，我刚刚摸了老鼠，我脏了。沈竹溪气声道，通红的眼眶里又蓄起闪闪泪光。你再哭，老子把你按进茅坑里，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的脏。李悟说。沈竹溪扁起嘴，波光粼粼的杏眼瞪得圆圆的，身子一抽一抽，一副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李悟拉起他的手腕，带他走回卧室，他没挣扎，顺从又委屈。李悟在屋里找了一圈，连床底也看过了，没有发现那只小老鼠的身影。睡了，别胡思乱想。他一屁股坐回床上，骂骂咧咧道，老子昨晚熬夜读。他忽然卡住，不说了。沈竹溪抽噎道，读什么？赌头子。李悟的目光飘向屋顶横梁，你别去赌博，这是坏毛病。沈竹溪眼泪都没擦干，就急着劝道，周嫂子的小儿子就是。行了行了，我知道。李悟打断他的话，再次催促道，你快点上床，再不睡天都要亮了。沈竹溪却不敢再靠近那张出现过老鼠的床了，无论李悟说什么，他也不愿再躺回床上。沈竹溪不睡，李悟也睡不下，他坐在床上，无奈地看着站在屋子中央不肯坐下更不肯躺下的沈竹溪。难道你以后都不打算上床睡觉了？不上床睡觉是不可能的，但不管怎样，今晚他确实是没有勇气再睡下了。他惊魂未定，警惕的目光不断看着墙角，生怕下一刻就有灰扑扑的小东西窜出。你比我辛苦，你睡吧，不用管我。沈竹溪说。你不睡，老子睡得着吗？李悟说。他停顿片刻，忽然道，要不我们去镇上租个大点的房子。张员外最近有处宅院在出售，环境还不错，屋子宽敞，还带花园。算了，用不着。沈竹溪连忙摇头。他在心里想，你太苦了，那也不能看着你不睡觉啊。李悟姿势散漫地躺了下来，双手枕在脑后，没好气地说，你这是折腾自己还是折腾老子呢？沈竹溪弱弱道，你不用管我。李悟马上说，你不要老子管，想让谁来管？李屁人又在说莫名其妙的话，沈竹溪自觉理亏，不敢回嘴。还有一种办法。李悟忽然坐了起来。什么办法？我在河边还有一间院子，往年我都是7、8月间过去小住，那里紧挨河边，凉快不说，蚊子也少。李悟问，就是住的条件比这里差些，你去不去？这不就是别宫避暑吗？没想到李悟这个泥腿子竟然也有避暑的别院。沈竹溪听到凉快和蚊子少就忍不住了，哪里还会注意他后面说的住的条件比这里差些呢？他忙不迭点头，去。李悟说走就走，也不睡了，直接起来收拾东西。沈竹溪没什么可带的，也就是10几套换洗衣裳罢了，还有他的被褥香炉、宝贝澡豆、必备厕纸，基本闲暇时看的闲书。沈竹溪，你是去小住还是搬家啊？李悟额头青筋跳动，看着他收拾出的一大堆行李，给我丢一半出去。沈竹溪挑来挑去，最后舍弃了他的被褥香炉。可这离李悟的要求还远得很，他的目光在书本和澡豆、厕纸之间徘徊，眼里渐渐含起泪光。行了行了，你出去等着，别在这里堵着。李悟不耐烦地说。沈竹溪看他不打算再削减他的行李了，眼睛里的泪光一下没了，他欢天喜地地走出了屋子，乖乖站在院子里等他。半个时辰后，李悟把所有行李都搬到了院子里。沈竹溪问，家里没有牛车，我们怎么把东西搬过去？用得着牛车吗？貂儿力气比蛮牛还大，让他走上一趟就行了。沈竹溪还是有些不放心，会不会太累了？李悟白他一眼，说，人活着就没有不累的时候，没有其他可劳心费力的事情时，就连呼吸也会成为一种负担。沈竹溪听得懵懵懂懂。走吧，现在出发，天亮时就能到了。李悟走向篱笆门，沈竹溪忙跟了上去。出了院子后，李悟拐上了左边的小路。天刚蒙蒙亮，月亮引入厚重的云层，不知是月光还是日光的东西，薄薄的倾倒在狭窄的小路上，两人的影子若隐若现。一声拖得长长的鸡鸣响在日月交替的苍穹下。两人走了大约2炷香的时间，河水哗哗的声音渐渐清晰起来。沈竹溪看见了上次来打水的地方。李悟在小路尽头拐弯，沿着小河上流走了去。还要走多久？脚底传来酸疼，沈竹溪忍不住问道。快了。有了爬山那次的前车之鉴，沈竹溪对他的话半信半疑。没想到的是，没走一会，一间比周嫂所住的院子都要小上一半的竹屋真的出现在两人眼前。到了。李悟说。
这就是你说的院子？沈珠溪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漏风的破竹屋。李悟应了一声，一脚踢在摇摇欲坠的竹屋上，率先走了进去。飞扬的灰尘扑鼻而来，刚想跟着走进去的沈珠溪立即吓得后退一步。1年没住了，脏了点，收拾收拾就好了。李悟站在屋子里东走走西看看，自言自语道：李坤搬东西，李却收东西，今天就能在这里住下来。沈珠溪害怕地看着挂在门上的蜘蛛网，退缩的话语已经到了嘴边，却没有说出的勇气。大费周章地收拾好了行李，又走了这么久的路过来，要是他现在说打道回府，李屁人一定会把他按进茅坑里。怎么样，这里还行吧？李悟走到门口，得意洋洋地看着他。沈珠溪不忍扫他的兴致，干笑道：还行。李悟走到他身边，指着河对面一片树林说道：那里有片芭蕉林，等貂雀儿他们来了，我就去采芭蕉回来给你做宴席。芭蕉也凉快，而且不会加肉。等太阳落山，我们还能在门口钓鱼，这里是个钓鱼的好地方，钓上来的鱼晚上就给你做鱼肚羹。沈珠溪不知不觉被他吸引了注意力，也忘了竹屋的简陋。鱼肚羹是什么东西？就是只用腐鱼2片子来做的菜。李悟似乎回忆起了鱼肚羹的美味，咂了咂嘴，说：吃这个还得配一口酒才行，等貂儿搬完行李，我让他陪你去一趟镇上，你去多买点酒回来，还有卤猪蹄，没有猪蹄下酒可不行。李悟唠唠叨叨说个不停，沈珠溪一一应了，对即将到来的别院避暑生活也生出一丝期待。天色通明后不久，李坤和李雀结伴来到河边竹屋。李坤一人背着小山般的行李，呼哧呼哧地走到门口后，急匆匆地放下行李，就开始找吃的。沈珠溪刚搬来不久，屋子里除了灰就是灰，哪有什么吃的？李坤找了一圈，一张脸无精打采地拉了下来。无人搭理失望的李坤，沈珠溪看不过去，主动对他说：一会你陪我去镇上买酒菜，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李坤的脸色肉眼可见地亮了起来，他用力点了点头，嘟囔道：还是猪猪好，貂儿要吃烧鸡，大烧鸡。沈珠溪一口应了下来，李坤得到承诺，高高兴兴地到河边玩沙去了。屋子里又脏又乱，李却在竹屋里做大扫除，沈珠溪做不到袖手旁观，主动担起了整理行李的任务。他正蹲在门口将行李分门别类，李悟走出竹屋，在他身边停了下来，颀长的影子刚好遮住晒得他头上发烫的阳光。你早些去镇上买东西。李悟碎碎念道：一会天气热了，你又要叽叽咕咕。我知道了，你都说了3遍了。沈珠溪忍不住说：我说3遍了，你还不动？李悟说：你是不是等着我用8台大轿送你去？去，现在就去。沈珠溪从地上站了起来，天天说别人叽叽咕咕，分明是他天天叽叽咕咕碎碎念个不停。李悟满意了，从喉咙里嗯了一声：我也去对岸摘芭蕉叶了，你自己小心点。他叮嘱完沈珠溪，又朝蹲在河边挖沙坑的李坤喊了一嗓子：貂儿，开工了。李坤把2只裹着泥浆的大手在河水里荡干净后，起身朝沈珠溪走来。他胡乱甩着手上的水珠，高高兴兴地说：开工了，开工了，护送猪猪，能吃猪猪。沈珠溪不禁笑了，李坤看见他的笑容，也朝他露出一个羞涩而孩子气的笑。走吧。沈珠溪柔声道。李坤开心地跟上他的脚步。2人上次这样单独出行还是3个月以前，相比那时，沈珠溪此刻的感受截然不同。李坤不再是外表吓人、脑子有问题的男人，而是一个单纯忠厚的大孩子。和他说起话来，沈珠溪不再畏畏缩缩，离他3尺远，而是就在身边，放松惬意的并肩而行。李坤时笑时怒，他的情绪像孩童般好懂。沈珠溪一时好奇，问起了他如何和李悟相识的往事。李坤摸了摸和他那双眼睛一样圆滚滚的脑袋，神色茫然道：不记得了，貂儿很早以前就和大哥在一起了。大哥对你好吗？好，大哥对我最好。李坤用力点头。貂儿第一喜欢大哥，那你第2喜欢谁？沈珠溪问。二哥。不告诉你。李坤一反常态，扭扭捏捏地说。沈珠溪惊讶道：不是二哥吗？不告诉你。李坤甩着手，加快了脚步。你等等我。沈珠溪连忙追了上去，哄孩子那般哄道：好貂儿，我不问第2个了，你告诉我，你第3个喜欢谁？让我猜猜，这回总是二哥吧。李坤睨了他一眼，慢吞吞地说：你。这个答案出人意料，沈珠溪先是惊讶，再是惊喜。为什么？你对我好。李坤想也不想地说：你没有看不起我，你给我买吃的，你不骗我，你对我笑，貂儿知道，他们都看不起我，你没有看不起我。沈珠溪愣住了。李坤认真地看着他：猪猪喜欢我，所以我也喜欢猪猪。沈珠溪听得又高兴又难过，其中还有一丝羞愧。高兴是因为李坤感受到他的好意，并且同样将好意反馈给他；难过是因为李坤大大咧咧的外表下还有敏感的一面；羞愧则是因为他不配接受他的赞誉。他说错了，
他并非没有看不起他，他一直以为他坏了脑子，心思如幼童单纯，分辨不出旁人的同情和厌恶。可是他忘了，幼童最会察言观色。李坤什么都知道，可是他把一切都埋在心里。我说错话了吗？李坤看他许久没说话，小心翼翼地拉了拉他的衣角。你没错，我只是有些吃惊。沈竹溪连忙笑着抚慰他，雕儿，你真聪明。得到称赞，李坤昂起了下巴。雕儿一直都很聪明。说话的时候，两人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镇上。不论什么时候来，鱼头镇的集市都那么热闹。贩卖蔬果肉类的小贩排满街道两边，只留出窄窄一条通道供人进入两边商铺。人声最鼎沸的地方是丁记点心铺，吆喝声最大的却是好客客栈。许多地方都冒着炊烟，炒瓜子的、蒸点心的、煮面条的，各式各样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沈竹溪喜欢这样的地方，这里的每个人都是生机勃勃的，混在他们其中，沈竹溪好像也获得了额外的能量，连脚步都不由轻松起来。玉子饼，玉子饼，猪猪买玉子饼。路过丁记点心铺的时候，李坤心急地扯着他的衣袖。知道啦，马上就给你买。沈竹溪耐心道。他刚加入排队的长龙，李坤就想拉着他插队到最前方。还好沈竹溪早有预料，才没有被他一把抓走。不行，你要排队，我才给你买玉子饼。沈竹溪说。为什么要排队？李坤皱起眉头，一脸不高兴地说，要等，雕儿不想等。别人也在等，别人也等了很久。要是你排着队，有人忽然插队买了你想买的东西，你怎么想？我揍死他！李坤握紧拳头，咬牙切齿道。这就对了，你插队，别人也想揍你，没人敢揍我。李坤马上说，他得意洋洋道，大哥说了，鱼头镇，我螃蟹走，是横着走，不是螃蟹走。沈竹溪道，别人不敢打你，但心里还是想打你的，就连你第二喜欢的那个人知道了也一定想打你。你想被他讨厌吗？李坤愣住了，半晌后摇了摇头，不想。那就跟我一起排队。哦。李坤蔫头耸脑的站到了沈竹溪身后。一盏茶时间后，沈竹溪排到了丁三娘面前，他拿出荷包里的铜板，买了4个玉子饼。李坤不等回家，迫不及待的在路上就吃了起来。接下来要买的只剩烧酒和猪蹄，有李坤在，沈竹溪买了一坛足有20斤的烧刀子。买好东西后，他提着猪蹄正打算回家，李坤一手抱着酒坛，一手咬着玉子饼，含糊不清的提醒道，烧鸡，大烧鸡。沈竹溪想起答应他的烧鸡，又往随记鸡店走去。走到随记鸡店门口了，李坤的脚步不知为何慢了下来。沈竹溪关心道，是不是累了？要不要放下休息一会？不累，不累。李坤连连摇头，飘忽不定的眼神不断往鸡店里飘去，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想吃烧鸡了。沈竹溪走到随记鸡店的门口，对躺在门后摇椅上闭目养神的随蕊说，随姑娘，帮我挑一只好些的烧。铺子深处烧着红亮的炭火，铁架上插着许多金灿灿的烧鸡，热风袭来，油脂滴落，热炭散发的香味也袭来。沈竹溪站了不过片刻，额头就开始冒出细汗，手拿一把蒲扇坐在门前，正有一搭没一搭地扇风的随蕊睁开眼，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摇椅。你吃还是礼物吃？他走到架子前，懒洋洋地瞧了沈竹溪一眼。沈竹溪不明所以，答道，大家一起吃的。哼，礼物吃，我就给他挑个最瘦的。随蕊说着，拿起一旁的长柱在架子上翻了翻，夹起一只最肥最大的烧鸡放到了菜板上。一起吃就算了，宰不宰？沈竹溪想起出现在家里的每只烧鸡都是完整的，忙道，不宰。随蕊从柜台下拉出一张荷叶，正要打包烧鸡，一个李子大小的碎布头忽然扔到了他身上。碎布头不大，可确确实实的激怒了随蕊。他想都不想的叫出了罪魁祸首的名字，傻大个，你又来捣乱。李坤放下装着20斤酒的酒坛，转身就跑。随蕊拔腿就追，把一脸懵的沈竹溪扔在身后。沈竹溪左右为难，既担心李坤被口无遮拦的随蕊伤了自尊心，也怕不知轻重的李坤伤了随蕊。他没有时间细想，随手把卤猪蹄放在铺子上，也赶忙追了上去。李坤，随蕊，你们等等我！沈竹溪追得气喘吁吁，终于在下一个路口处追上了两人。李坤蹲在一面塌了一半的矮墙上，也不知他是怎么爬上去的，低头看着气得眼底冒火的随蕊。随蕊指着他破口大骂，傻大个，你下来，你下来，我们单挑，今天我不收拾你老娘就不姓随。李坤不为所动，不说话也不下来。随蕊神色恼怒，视线在四周扫了扫，忽然向墙角一堆碎瓦走去。沈竹溪连忙上前拦住他，随姑娘，你冷静一些，我替他向你道歉。你别，你是他的谁啊？你就能替他道歉？随蕊火冒三丈道，
老娘是上辈子得罪了他，还是怎么的？每次遇见他都没好事。沈朱熹也很疑惑，怎么李坤每次见到隋蕊都会恶作剧呢？他虽然长得吓人，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啊。可每次见到隋蕊，他就像脱缰的野马那样不听招呼起来。他扔石头倒是容易，只苦了沈朱熹，好话说尽，口干舌燥。隋蕊总算冷静了一些。今天无论怎样，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一道清亮的男声从身后传来，隋蕊倒竖的2条柳眉一僵，慢慢垂了下来。他的神情怪怪的，转身的动作也略有僵硬，不如先前自然。文公子，这要巧。沈朱熹没顾上回头，因为他看到矮墙上的李坤沉下脸，拿起了落在墙上的一片锋利碎瓦。沈朱熹怕他扔出瓦片真的伤到什么人，厉声道：雕儿，放下！李坤一顿，不服气地看着他。沈朱熹努力用最严肃威严的目光瞪他，终于，李坤握着瓦片的手慢慢放了下去。这位就是李娘子。脚步声从身后响起，沈朱熹不敢完全背过身，只能侧过身，用余光看向站在身前的男子。你是？身穿赭石色长衫的文弱男子朝他拱了拱手，面带微笑道：小生文有志，这厢有礼了。沈朱熹条件反射回了一礼：公子客气。文有志看着他行礼的样子，眼睛一亮。沈朱熹没注意到他的变化，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他身上。他转身面对矮墙，苦口婆心地劝李坤下来。上面多危险呀！你要是一不小心摔落下来，你大哥生气，你有好几天吃不到下水了。百试百灵的猪下水似乎对李坤不起作用了，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墙下的隋蕊。沈朱熹跟着他的视线看去，他看隋蕊，可隋蕊看的却是袖手而立的文有志。文有志呢？他正笑眯眯地看着他。沈朱熹本能地感觉这场合令他不舒服，他正发愁怎么把李坤从墙上弄下来。文有志开口了：隋姑娘，我看李娘子烦心得很，不如你帮帮忙，叫李雕乖乖下来。我改名了，我不叫李雕。李坤气冲冲地说：小生失礼了。文有志笑道：敢问兄台现在姓甚名谁？沈朱熹看不惯他笑容里的那抹讽刺，在李坤回答之前先蹙眉开口：他叫李坤，鲲鹏的鲲。文有志似乎很吃惊他会帮李坤说话，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原来如此。隋蕊看了看沈朱熹和文有志，神色里多了一丝焦躁。他抢着说道：可他不听我的话，他要是听我的话，我还会这么生气吗？文有志却笑道：你试试不就知道了。隋蕊不情不愿地看向矮墙上的李坤：喂，傻大个，你下来。隋姑娘，你这样可不行。文有志说：你要温柔一点。温。隋蕊的表情一言难尽。你要是想象不出，你就学李姑娘平日的样子也可以。文有志说：或者你让李娘子教教你。隋蕊脸色难看，嘴微微张开，似要争辩，但又很快合上了。沈朱熹见状，忙打圆场：算了吧，要不然……隋蕊忽然转过身，磕磕巴巴地冲李坤说：你能不能过来一下？我有话想跟你说。这怎么能行呢？沈朱熹不抱丝毫希望，然而他想象中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这么在他眼前发生了。李坤毫不犹豫地跳下了矮墙。李坤跳下矮墙后，并不靠近，站在原地眉心纠结地看着隋蕊。你过来。隋蕊挤出古怪的笑容。沈朱熹猜他一定尽力表现出了他想象中的温柔。我不过来。李坤嘟囔道：李兄弟既然已经下来了，别的事也就好说了。文有志拱手笑道：小生不便久留，李娘子若遇到难题，可在镇上书坊找到小生。沈朱熹心不在焉的还礼。文有志微微一笑，转身走了。隋蕊盯着他的背影，开口道：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沈朱熹含糊道：也许是因为我是外乡人，又是李屋的妻子吧。隋蕊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眼神恢复了平静。也是。沈朱熹此时心中已有想法，他犹豫片刻后恳请道：隋姑娘，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要我饶过傻大个，想都别想。和李屋相关的事，就更别和我开口。隋蕊不耐烦道：不是的，我是想请隋姑娘静下心来，好好和李坤谈一谈。沈朱熹说。隋蕊一愣，紧皱的眉心微微松开了。你要我和他谈什么？隋姑娘，你会看不起李坤吗？我看不起他什么？隋蕊的音调扬了起来，不可思议地看着他。我才没那么多闲工夫呢。隋姑娘不会因为李坤智力不同常人而对他另眼相待吗？我没那么闲。隋蕊马上反驳：要像你这么说，我看不起的人多了，我天天不用烧鸡了，光看不起人就行了。沈朱熹笑了：隋姑娘别气，我知道你一直都把李坤当常人看待。你又怎么知道了？李坤告诉我的。沈朱熹说。他告诉你的？
隋蕊怀疑地看了一眼李坤，李坤动了动耳朵，脚尖踢走地上一粒碎石。他骗人，有些话不用言语说明也可以。沈朱熹说：“隋姑娘，如果李坤今后不再捣乱，你能不能像对旁人那样和他聊天说笑？他要是不来捣乱，我还用得着骂他吗？”隋蕊说：“我又没病，我忙着做烧鸡还来不及呢。隋姑娘，你能亲口对李坤说吗？我说了难道就有用？有用的话早就有用了。”隋蕊神色颇不信服，但他顿了顿，还是在沈朱熹恳切的目光下看向不远处的李坤。喂，傻大个！李坤一动不动。你别偷拿我的东西，也别朝我扔东西了。你要是能做到，以后我也不骂你打你了。隋蕊说着谈判的话，气势却咄咄逼人。你能做到吗？李坤装聋作哑，停不下来的脚尖又开始搓磨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一株可怜野草。隋姑娘，你还没说，他要是听话，以后你就和他一起玩。沈朱熹小声提醒。你们的事儿怎么这么多？隋蕊抱怨归抱怨，还是按沈朱熹说的，加大音量朝李坤道：“傻大个，你要是不捣乱了，我有时间的时候可以陪你一起玩。”李坤终于抬眼斜睨了隋蕊一眼。真的？我尽量。隋蕊神色愈发不耐。我店里那么多活儿，你以为我像你一样闲得折腾人啊？我帮你。李坤转过身来，正面看着隋蕊：“我帮你烧鸡，你别是礼物派来偷我秘方的吧？”隋蕊立即警惕起来。不是的。沈朱熹怕李坤笨嘴拙舌反而坏了事，忙在他之前开口解释道：“李坤本质上是个淳朴善良的孩子。”淳朴善良？隋蕊怀疑地看着眼前的大个子孩子，也没那么善良。李坤摸了摸后脑勺：“你和他相处久了，一定能发现的。”沈朱熹肯定道：“他要是来帮忙，你可以叫他搬搬东西，翻翻烤叉，这样的话，隋姑娘也不必担心秘方泄露。”那可说不准，礼物没什么事做不出来，利用一个傻子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心理压力。沈朱熹好奇了许久，此时终于忍不住问道：“隋姑娘，我能知道你和礼物以前有过什么过节吗？我是看你人挺好的，才好心劝你两句。”隋蕊冷笑道：“礼物那人心眼比我炉子里的炭眼还多，想要我隋家做鸡秘方的人不止他一个，但只有他为了偷我家的秘方，不惜办了1年的瞎子。”沈朱熹目瞪口呆：“装了1年的瞎子？可不是。”隋蕊气愤道：“那时候只有11、12岁，他年纪和我差不多。我爹在街上被人撞倒，摔到了腰，是他被去速新堂医治的。我爹连他小年纪就在街上流浪，眼睛又看不到，就把他领了回来做长工。他眼睛瞎，自然没人防备他。我爹时常让他出入后厨种地。这狗东西连吃饭都要故意碰掉柱子。他在我家足足装了1年瞎子，谁都没怀疑他。要不是我偶然撞见他挑了只最肥的烧鸡偷吃，我还不知道他骗了我这么久。”隋蕊怒目切齿道：“这狗东西吃人不吐骨头，谁信他谁就要吃大亏。”隋蕊说完，忽然将矛头对准沈朱熹：“你不会怀疑我说的话吧？”“我信你。”他讪讪道。“连面首都做了，还有什么是礼物做不出来的？”沈朱熹替李坤道完歉，现在又开始替礼物道歉。“隋姑娘，以前的事我替礼物向你道歉了，实在对不住。”隋蕊看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你也是倒霉，怎么就摊上这3兄弟了？”沈朱熹认真地说：“我不倒霉，如果没有礼物收留我，我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流浪。隋姑娘，礼物从前做了许多错事，我代他向你赔不是了。我会监督他，尽力督促他回到正道上来的。但礼物，他其实是个好人。算了算了，你看谁都是好人。”隋蕊打断他，抬脚往来时的路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嘟囔：“我看你比傻大个还傻。”沈朱熹跟着他走了几步，想起什么，回头看向站在原地的李坤：“快过来！你不骂我，不骂你。”沈朱熹朝他招了招手：“快过来。”李坤慢腾腾地走了过来。沈朱熹轻轻拍了拍他身上爬墙时沾染的污渍，说：“下次想做什么，先来告诉我，我教你，切不可像对隋姑娘这样莽撞了。”李坤盯着他的手一动不动，任他拍打，神情既温顺又委屈。沈朱熹拍完污渍，放下手来，耐心道：“你看，现在他答应和你做朋友了，这不是挺好吗？对不对？”“对。”李坤闷声道。他笑道：“走吧，别让隋姑娘等急了。”三人一前一后的回到随记鸡店，隋蕊将包着烧鸡的荷叶递给他后，急急忙忙的去翻动炭火炉子上的烤叉了。沈朱熹正要离开随记鸡店，忽然看到脚下的碎布头，他弯腰捡了起来。半晌后，隋蕊把炉子上险些烤过火的烧鸡都翻了一遍，重新回到铺子门口的躺椅处。沈朱熹和李坤二人已经不见踪影。他一屁股坐回躺椅，哎呦一声，皱着眉头在屁股下掏了掏，摸出一块碎布头。这不是傻大个刚刚扔他的东西吗？他正要扔掉，
握着碎布头的手举到半空，却又犹豫地放了下来。傻大个不是第一次向他投掷这样的东西，他从没打开过，因为他早就在心里认定里面包的是碎石子之类的东西，心里预先有了答案，自然也就不会去追寻真相。今日他却不知为何生出一丝好奇，也许是因为沈珠溪先前的话，也许是因为在沈珠溪引导下没那么不可理喻的傻大个，隋蕊第一次有了验证答案的想法。他伸出手揭开了碎布里的秘密，里面不是石子，不是野果，不是他想象的任何东西，只有一块黑豆大小的饴糖静静躺在碎布里。沈珠溪回到河边时，竹屋已经在李雀的打扫下大变了模样。他放下烧鸡，左右张望一番，问礼物呢？大哥去河边编电席了。李雀道：我买了20斤的酒，酒坛不知放哪儿，你去和李坤说一声吧。沈珠溪说：我去河边看看礼物。李雀笑道：没问题，嫂子放心去吧。你往上流走，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看见大哥。他走出竹屋，沿着河水河流走去，果不其然，礼物就在不远的地方。李雀说他在编电席，可他却不像在编电席。他躺在一块平整的大石头上，仰面朝天，手里举着一本不知什么的书，一边看一边念念有词。礼物。沈珠溪快走近的时候，先喊出他的名字。礼物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翻身跳了起来。他跳起来后，手里没有沈珠溪先前看见的那本书了。他走到大青石前，好奇地看了看四周。你刚刚看的那本书呢？什么书？我哪来的书？我好好睡着，却被你吵醒。你是被太阳晃着了吧？礼物在耀眼的阳光下微眯着眼，语速比平常更快，像是故意不给沈珠溪反应时间似的，一句话马上接着又一句话。你爱叫我，是不是要吃饭了？沈珠溪不疑有他，只当自己刚才真的被太阳晃了眼睛，再加上心里确实有事，他轻松就被转开了话题。还没吃饭，我来找你，是有事要告诉你。什么事？礼物在青石上坐了下来，支起一条腿，又把手臂搭了上去，一副散漫不羁的样子。李坤好像喜欢隋姑娘。沈珠溪迟疑道：我不知道算不算喜欢，但他对隋姑娘确实不太一样。今日我们去买烧鸡，他用碎布裹着东西投掷隋姑娘，我好不容易才劝隋姑娘息怒。后来我打开了那块碎布，裹的花还是糖。礼物说。沈珠溪神色惊讶：你竟然知道？你真当我把他奴隶使唤呢？礼物没好气道：我自个的弟弟，他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我也没这么说。沈珠溪小声辩解。然后呢？礼物问。什么然后？沈珠溪一脸茫然，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才来问你，毕竟你才是他的大哥。放着不管就行了。不管。隋蕊不可能做个耐心的老妈子，雕儿也不可能像姓文的那小子一样装腔作势。不放着还能怎么样？礼物不乐意地说：你就是操心太多。你有那么多闲心，怎么不操心操心我？我还不够操心你吗？我都……沈珠溪咽下了后面的话，为了让他脱离苦海，他都想尽办法去挣钱了，他还要怎么样？你都怎么了？反正我够操心你了。沈珠溪说，只是没有表露出来罢了。礼物怀疑地挑起眉头：真的？自然是真的，我才不像你，天天骗人。我骗人又没骗你，又没怎么骗你。礼物说：行吧，我信你一回，以后你要多表露出来，不然别人看了还以为我们是假夫妻。我们一开始可就说好了的，这事儿只有你我才能知道。沈珠溪不想听他唠叨，敷衍道：我尽量。这不是尽量的事，你要努力，明白吗？不能生气，不能生气。沈珠溪在心里默默说服自己，他都做面首养家了，他有什么不能退让的？知道了。不错，孺子可教也。礼物满意道。沈珠溪吃惊地看着他，李屁人神色更加得意，下巴都快翘到天上。士别半日，应当刮目相看了。这是谁教你的东西？沈珠溪问。没谁教我。礼物说，老子天生奇才。屁人放屁，顺理成章。沈珠溪不再深究他又是从哪个戏院里听来的半句台词，说：时间不早了，回去吧。礼物从青石上起身。两人回到竹屋后，礼物指挥李坤将桌椅搬到河边一块平坦的沙地上，沈珠溪帮着李雀摆碗住上桌。等到开饭的时候，四人甫一落座，礼物就望着桌上的酒菜紧紧皱起了眉头。我的猪蹄呢？沈珠溪呀一声叫了出来。猪蹄落在了随即鸡店。他和礼物四目相对，说不出话来。礼物的脸色黑了，我这么提醒你，你都忘了买。我买了。沈珠溪心里委屈，小声反驳：买了，但是忘在了随即鸡店里。礼物抽了口气，脸色更黑。你吃烧鸡吧，烧鸡不是也可以下酒吗？沈珠溪努力补救自己的失误，用木柱扯下一只油光可见的大鸡腿，顶着李坤渴望的目光放进礼物碗里。他讨好的冲礼物笑着。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在他的殷切补救下，
李悟终于拿起木柱，夹起碗里的大鸡腿。沈竹溪松了一口气，这才有心思拿起自己的木柱夹菜。他看上了烧鸡翅膀，刚伸出木柱，身旁的李悟忽然叹了口气。他抬起头，凝望着天空，神色沉郁。沈竹溪和李雀都停下了柱子看他，唯有李坤仍埋头吃个不停。你怎么了？沈竹溪问。李悟看也不看他，颇有节奏的缓缓说道：一排白云伤别离，连着好似卤猪蹄。沈竹溪，地面河水悄悄淌，我早跟你反复讲。李悟，你怎么了？沈竹溪惊得都结巴了，李悟却还闻若未闻，无动于衷。他悠悠叹了口气，神色更加哀愁。有酒没提那不行，你还买了忘记提，此恨绵绵你知否？吾与凝噎一杯酒，喝起酒来没猪蹄，若有下次跟你急。他转过头，终于看向沈竹溪，这首诗就叫伤猪蹄吧，你觉得如何？好诗。沈竹溪还愣着，李却已经啪一声放下柱子，用力拍起手来。不愧是大哥，才思敏捷，脱口出诗。李却大声说：有个耳发而已，上不了台面。李悟摇头谦虚，上扬的嘴角却以8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架势飞了出去。大哥不仅才华过人，就连品性也令小弟甘拜下风。李却一脸认真道：大哥这随性而做的诗对仗工整，感情真挚，令人闻之悲怆，见者伤心。如果这还上不了台面，大哥要让那些被誉为诗仙诗鬼的人怎么想？李却踢了一脚埋头猛吃的李坤，说：二哥，你说大哥刚刚做的诗好不好？好。李坤呼哧呼哧的啃着烧鸡，好吃。看，就连二哥也被大哥的雄诗打动。李却说：大哥初次作诗就有此等造诣，那些寒窗苦读数十年依然毫无所成的穷书生听了不知该有多羞愧。沈竹溪，李却情真意切，脸上9分惊叹1分严肃，那严肃的神色仿佛说出的每一句赞叹都是经过了灵魂的审视，德性的拷问，每一个字都发自内心深处。他诚恳而叹服不已的表情，仿佛是听到了叩响人心的惊世巨作一般，让沈竹溪不禁怀疑自己的耳朵，也怀疑自己的审美。他刚刚听到的伤猪蹄，或许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妖魔之音，悄悄替换了李悟口中有感而发的巨作。怎么样？李悟忽然睨了他一眼。什么怎么样？这是怎么样？李悟立马挂上了臭脸。难道你刚刚没听我说话？沈竹溪干笑道：听了。怎么样？李悟穷追不舍，那双锐利黑亮的眼眸直直盯着沈竹溪。沈竹溪被他看得心慌，下意识说道：挺好，我也觉得挺好。李悟马上说，嘴角又往上飞了飞。沈竹溪低头不敢说话，内心还沉浸在伤猪蹄的恐慌中。伤猪蹄，伤猪蹄，伤猪蹄。沈竹溪脑子里不断循环闪现这3个字。他是在哪个说书先生那儿听了伤仲永吗？我早就说过，作诗算不得什么。李悟还在自吹自擂，他话音未落，李却的鼓掌声就又适时响起。对大哥而言，根本算不得什么。李悟说：作诗和说话有什么不同？还不都是靠嘴巴来叭叭？李却醍醐灌顶一般，猛地拍桌附和：真是至理名言，发人深省。果然还是大哥看得清楚。李悟说：书上他们讲的事都太复杂了，这些文人就是小心眼，不想让别人也学会作诗。其实作诗不难，比干别的容易多了。李却点头认可，仿佛深有同感。读书人大多小肚鸡肠，若是人人都像大哥一样高风俊杰、光明磊落，毫不吝啬地分享自己的所知所得，世间早就变成一片乐土了。二哥，你说对不对？对。李坤不住点头，柱子伸向沈竹溪先前看中的鸡翅，再吃一对鸡翅膀。沈竹溪，他是谁？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这些人说的话，他怎么一句都听不懂？伤猪蹄还在他心中环绕，他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处理这些神奇的话语。不信你听，我现在就可以再做一首。李悟清了清嗓子，天上一朵云，地上一根蹄。沈竹溪上气不接下气地咳了起来。你怎么了？李悟停下起了一半的事。我没事，可嗨嗨。沈竹溪捂着嘴，背向一边没人的方向咳嗽，说你是呆瓜你不信，自己的口水都能被呛着。李悟说，背上多了一只熟悉的手，一下一下的轻拍。沈竹溪咳得面色通红，总算把气给理顺了。而经过这一回打岔，李悟也失去了吟诗的兴致。他从李坤的柱子下抢出一只烧鸡翅膀，转过头就放进了沈竹溪碗里。沈竹溪埋头吃菜，不敢说话，生怕谁又惹得李悟诗性大发。用过晌午一餐后，李却收拾碗住去了。李坤也不讲究，在河边有太阳的地儿，随处找了一块便躺下来。不一会，竹屋外就传来了他如雷的鼾声。沈竹溪吃的不多，但肚子始终不舒服，也许是伤猪蹄残留的威力。他顺着上流而去，散步消食。河边竹屋虽然简陋，但周遭环境没得说，小河清澈见底，
河畔两边都生着零碎可爱的小花。沈珠溪踩着鹅卵石，在一簇粉白色的小花前蹲了下来。他数了数上面的花瓣，怀着愉快轻松的心情，端详着宫中不曾见过的小花。花茎纤弱，他突发奇想，摘下了开得最好的一朵。沈珠溪望了望四周，确认无人后才走到河边，对着水中的倒影，试着带到了自己空白的耳垂上。花茎纤细，轻而易举地穿过了他的耳洞。粉白色小花生机勃勃地开在他的耳朵上，比起金银珠宝来，别有一番意趣。沈珠溪对着河水顾影自怜时，身后忽然传来礼物的声音：“你的耳饰怎么不戴？”沈珠溪像是被人发现干坏事一样，条件反射地扯下了耳垂上的花朵。变了形的小花轻飘飘地从半空落下，无力地落在河面上，转瞬便被冲远了。沈珠溪手足无措：“你这么害怕做什么？我又不骂你。”礼物皱眉：“我只是随便戴戴，不出门。”他低若蚊吟道：“不随便戴戴也行，带着出门也行。”礼物说：“好看。”沈珠溪一愣，上扬的视线对上礼物平静的目光：“真的，真的。”礼物在他身旁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两只长腿大大咧咧地开着，右手随手扯了一根野草拿在手里，捏着草根滚了起来。“你之前买的那些鲜艳衣裳，怎么不见你穿？”沈珠溪垂下头，目光在米色的衣裳上扫了一眼。他不能为父母收尸送葬，但却不能忘记他还在热笑之中。即便他们生前谁也没有真正在乎过他，对他而言，他们依然是他唯一的父母，唯一生来就有的依靠。他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不能不爱着他们。沈珠溪正在寻找搪塞的理由，礼物却先一步帮他找到了借口。他说：“你想为越国公主守孝就守吧，你穿什么都行，只要是你自己愿意穿的。”沈珠溪心中动容：“礼物，多谢你。我不喜欢你谢我，好像我是个外人。”礼物扔了手中野草。沈珠溪有些为难，不知如何回答他。好在礼物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究，转而说道：“下午我要去临镇买些东西，晚一些回来。这里位置偏僻，我留个人陪你。你要貂儿还是雀儿留下？随便谁都行。”沈珠溪忙说：“你既然要出门办事，便以你为先，你来选吧。”礼物想了想，说：“那就留雀儿，我带貂儿走。”沈珠溪应了下来。礼物从地上起身，眼神牢牢定在他身上：“我要回去交代雀儿几句话，你和我一起回去，还是留在这里？我想再随便走走。”“别往前面走了，顺着往回走。”礼物把遗物放进他手里，小心呆瓜被水冲走，早点回来。礼物转身离开后，沈珠溪张开了手掌，一朵颜色正好的粉白小花开在他的掌心，花朵接触掌心的地方微微发热，仿佛是礼物的温度在悄悄灼烫。沈珠溪把小花重新戴上耳垂，他低头看着水中的倒影，水中人望着他笑，神色不复先前的拘谨，仿佛去掉了某种枷锁，神情轻松而略有一丝羞涩。沈珠溪没怎么被人称赞过好看，他记忆里的每一声好看，好像都来自礼物。一个相识不过3个月的泥腿子，就在3个月之前，他们还一个是天，一个是地，终其一生都不会有相交的一天。真奇怪。沈珠溪望着水中人情不自禁带笑的面容，想这奇怪的缘分还不坏。他回到竹屋的时候，带着一束各异的野花和捡来的一节竹筒，竹筒里装满清澈的河水，水里开着烂见却充满生命力的野花，大小不一的野花周围点缀着毛茸茸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和野花都一文不值，如果是从前的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不屑一顾。今日的沈珠溪却如侍弄宫中最名贵的牡丹花一样，小心翼翼地调整着每一朵花和每一根草的位置。它们不惧任何人的目光，在任何地方都以一种近乎野蛮的姿态向上生长着，就像礼物，就像世间普普通通的每一个人。曾经的他以为皇帝是天，天塌了，底下的生灵自然会生灵涂炭。现在他却明白，皇帝才是这世间最能被轻易替代的那一个。没有了皇帝，百姓日子依旧；没有了百姓，皇帝寸步难行。那么，皇帝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连皇帝都可有可无，宫中嫔妃、皇子公主岂不更是微不足道？他和这天下所有女子原来并无不同。沈珠溪望着自制插花发呆的时候，礼物出现在竹屋内。我走了，雀儿在家陪你。沈珠溪起身相送，礼物走到门口，按了按他的头，还是那句话，等我带礼物回来，你别老按我的头。沈珠溪说归说，脚却站着没动。礼物说：“这得看你了。”“看我什么？看你今后准我按什么地方。”礼物背过身向外走去，头也不回地挥手道：“走了。”沈珠溪在原地想了一会，才明白他意味深长的话。他涨红了脸，干瞪着已经走远的屁人身影。说好的不占他便宜呢？李屁人，你腿子，地痞，流氓，说话不算话，果然不是好人。李物和李坤走后，李却拿着草帽和钓竿走出门。沈珠溪看着他挂在隔壁上的水桶，问：“你要去钓鱼吗？”
大哥安排的任务不仅要保护好嫂子，也要钓一桶鱼起来，留着晚上烤。李雀笑眯眯道：“嫂子钓过鱼吗？”沈珠溪诚实的摇了摇头。若说谁能在御花园里钓鱼，那只有父皇和诸位皇子才有资格了。公主钓鱼只会沦为笑柄。嫂子要是有兴趣，不妨来试试。李雀真诚相邀，沈珠溪左右没事，顺势答应了下来。多他一人，就多一个小板凳。他有心帮李雀拿东西，李雀却说什么都不让他帮。他两手各提一张凳子，手臂上挂着木桶，腋下又夹着钓竿，一身满满当当的沿着下流走到水势稍缓的地方，找了一处硬壁坐了下来。沈珠溪坐在另一张凳子上，看着他熟练装填鱼钩。李雀从木桶里拿出竹筒，捏起一只扭来扭去的蚯蚓，鱼钩轻松一勾，穿透蚯蚓柔软的身体。原本还扭来扭去的蚯蚓似乎感到疼痛，立即在鱼钩上盘成了一团。沈珠溪不由皱眉。李雀将鱼钩上挂着蚯蚓的鱼竿用力甩出，钩子顺利沉入河中央，连带着钩子上的蚯蚓也消失不见。李雀在小凳上坐了下来，说：“钓鱼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为了不把鱼吓跑，我就不和嫂子说话了。嫂子若是无聊，可拿一本书来打发时间，也可自行离去。”“好，你不必管我。”沈珠溪忙说。两人在板凳上静坐了许久，鱼钩沉入水面之后便了无音讯，偶尔也有鱼影从清澈的河水里闪现，但他们似乎知道鱼钩处潜伏着危险，并不上钩。一炷香的时间后，沈珠溪不由在小凳上挪了挪屁股。正午的太阳最是毒辣，虽有树荫遮阳，但气温还是快速的攀升了。再加上无事可做，沈珠溪渐渐有了离去的想法。李雀分明一直看着河面，仿佛对他毫不在意，但却在他心生倦意的时候，第一时间察觉了他的躁动。“嫂子，你知道钓鱼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他轻声开口。“技巧。”沈珠溪说。李雀摇了摇头，目光注视着平静的鱼线。“是耐心。”他像是在说钓鱼，又像是在说更严肃的什么东西，长久蛰伏，一击得手的耐心。他话音未落，鱼线忽然颤动起来，水波层层晃动，有什么东西正从水面下用力拉扯鱼钩。李雀立即开始收线，沈珠溪屏住呼吸，看着波澜阵阵的水面，也忘了李雀先前的异样。不一会，一条青鱼出现在李雀的水桶里。沈珠溪好奇地看着桶里安静吸动的青鱼。李雀把鱼竿重新甩出去后，忽然问：“嫂子喜欢小动物？你怎么知道？”“我听大哥说了。”李雀笑道，“去探望刚生产的母猪，还要带礼物。”沈珠溪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确喜欢各式各样的小动物，除了虫鼠蛇一类外观上给人冲击太大的东西。多年的深宫生活让他深深明白，和动物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容易了许多。动物就是动物，从他们的眼睛里，他能看出他们的心意，不像人，即便就坐在你的对面，依然猜不透他是喜是怒，下一刻究竟是对你微笑示意，还是拂袖而去。他望着鳞片清透明亮的青鱼，略有惆怅地说：“我还在宫里的时候，有一只白色的波斯猫，是越国公主养的，我替她照顾。皇宫沦陷后，也不知道她今日是否安好。”李雀宽慰道：“猫比人更容易生活，嫂子不必担心，说不准她如今还是宫里的宠猫呢。”希望如此。沈珠溪叹了口气，他抬起头，正好迎上李雀脸上的红坑。细看之下，他才发现这坑不是天生残缺，更像是后天被人生生弯曲一般。吓到嫂子了？李雀就像他肚子里的蛔虫，他还什么都没说，他却已经贴心开口：“我拿着钓竿行动不便，劳烦嫂子换到另一边来做吧。”“没关系，我不怕。”沈珠溪连忙解释，李雀也不再劝说。沈珠溪的视线又不由自主落到他脸颊的红坑上。若是没有这面坑，李雀定然也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一名。如果这伤真是人为，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使他失去脸颊这一片肉的呢？观察入微的李雀此时一定能猜到他在想什么，可是他没有开口解答他的疑惑，沈珠溪也就没有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他也不例外。第一条鱼上钩后，第二条鱼很快也上钩了。正当李雀从活蹦乱跳的鲤鱼嘴里取鱼钩时，一个活力十足的声音接近了他们身后：“兴致不错呀，还在这里钓鱼？一会送我2条呗。”“随姑娘。”沈珠溪惊讶起身，看着手提一个荷叶包走向两人的隋蕊。隋蕊穿着上午见过的衣裳，也许是为了方便在炉子前干活，几日见面她都穿的是偏深偏暗的颜色，和总是鲜红衣裙的九娘相比，是两个极端，倒和总是穿寡淡颜色的沈珠溪有些相像。“我带了烧鸡来换你们几条鱼，不过分吧？”隋蕊说。“不过分。”李雀笑道，“只是我们大哥的卤猪蹄呢？”“这里。”隋蕊摸着肚子咂了咂嘴，“不错，九娘的手艺一如既往。”他放下肚子上的手，白了李雀一眼，一副明知故问的表情。“凡是礼物的东西落在我手里，就别想要回去。”
李却失笑道：“吃了也好，算是大哥对随姑娘赔礼道歉了。往日的事，还请随姑娘大人有大量，饶他一回吧。”想都别想。随蕊马上说：“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撞倒了我爹，害得我爹在床上躺了2月。你和礼物，我见一次骂一次。随姑娘开心即可。”李却无奈笑道：“你就安心在这儿给我钓鱼吧，这都是你该做的。我有话和沈珠溪说。”随蕊忽然看向沈珠溪，说：“你跟我过来，去远了可不行。大哥交代我要照顾好嫂子。”李却道：“就在屋里。”随蕊没好气地说：“我还不吃人。”沈珠溪跟着随蕊走进竹屋后，随蕊一边环视四周环境，一边在桌前坐了下来。外面看着破破烂烂，里面还行。他说：“李却打扫了一早上，都是他的功劳。”沈珠溪笑道：“我给你泡杯茶吧。”随蕊摆了摆手：“不用茶，清水就行。”李物离开前烧了一壶清水留在家里。沈珠溪倒好水回来时，随蕊已经拆开了荷叶包。鼓鼓囊囊的荷叶包里有2只烧鸡，一只完整，一只只有一半。随蕊朝他招了招手，说：“坐下，陪我吃鸡。”他大大咧咧的直接上手撕下一只鸡腿吃了起来。沈珠溪想告诉他何处洗手的话，自然没机会说出。沈珠溪自己洗了手回来，用柱子拉扯下一只鸡翅膀，夹着吃了起来。随蕊看着他的吃相，好像见到了什么稀奇东西一样，眼也不眨。宫里的女人都这么吃东西？随蕊问。也不是所有女子都如此。沈珠溪含糊道。无事不登三宝殿，随蕊此次忽然上门拜访，肯定有他的用意，但他不说，沈珠溪也不好开口，只好陪他吃那半边烧鸡。他刚吃了晌午不久，连一只鸡翅膀都没吃完，就胀得放下了柱子。你就吃饱了？随蕊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我刚用过50不久。沈珠溪解释道。50，随蕊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接着说道：“这半只烧鸡是今日刚烤好的，我们2个把它吃完，别便宜了3个臭男人。”他用鸡腿骨骼空指了纸荷叶上的另一只完整烧鸡，这是隔了3夜卖剩下的，虽然没坏，但也快坏了。一会礼物回来，你就拿这个给他吃。沈珠溪迟疑着没说话，随蕊没在意他的犹豫，用没有拿鸡腿的干净左手掏出了一样东西放到桌上，是李坤上午扔他的碎布头。沈珠溪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所以他看着碎布头，身体没动。李坤去哪儿了？随蕊问。他和礼物出去了，说是去临镇买东西。沈珠溪说。李坤以前也扔过我不少东西，我从没打开看过。随蕊说。现在看来，我应该错过了不少一趟。沈珠溪虽然知道这2人应该没什么可能，但他还是老妈子，心态发作，忍不住为李坤说起好话。李坤本质不坏，他就是孩子心性，不善表达。我知道。随蕊顿了顿，说：“我现在知道了。”随蕊脸上露出一抹懊恼，他似乎不太习惯说这样的话，眼神避开沈珠溪，盯着手里啃了一半的鸡腿。我以前不怎么关心他，也没拿他特殊对待，是我太粗枝大叶了，他是个傻子，我不该和他一般计较。随姑娘，沈珠溪打断他的话，我希望你还像以前那样对待李坤，就像他一点也不傻，就像你对其他人一样，该骂就骂，该说就说。我觉得李坤也一定是这样想的。他先前还疑惑李坤喜欢随蕊的原因，现在他逐渐明白了。若说镇上还有人不当李坤是个傻子，那一定就是李悟和随蕊这2人。他对李坤的好多少带了同情，而李却他多少能察觉他私下里对李坤的敷衍。李坤脑子虽不灵光，但心是敞亮的，他看得比谁都清。真的吗？随蕊半信半疑的皱起眉头。我一直以为我这样的性格一点也不招人喜欢，别人我不知道，但我能肯定李坤喜欢，我也喜欢。沈珠溪认真的说。随姑娘爽朗大气，和你说话的时候总是特别放松。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不改了，我这年纪再想改性子也难了，更何况我是家中承4女，若是真成了你这般好说话的性格，我老爹又该愁眉苦脸了。随蕊忽然看向沈珠溪，其实我挺欣赏你的，在这镇上成了亲，丈夫没死却出来务工的女子太少见了。你要是在外面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我在镇上也有几分人脉，说不得能帮上什么忙。沈珠溪感动于他的好意，连忙起身道谢。你说话就说话，站起来行什么脸？哎呀，坐下。随蕊用左手把他重新按回凳子上。你既然出来自食其力，那就跟我和九娘是一类人。九娘嘴巴碎，但心眼是好的，有什么难处你都可以和我们说。这就和男人爱打堆建什么商会一样的，我们自己出来打拼的女子本来就难，自然该互相帮助。我这人呢，看着不好相处，但只要你对我好，我也不会亏待你的。随蕊的话让沈珠溪开心极了，她倒不是眼馋随蕊许下的帮助承诺。宫中的时候，无论是嫔妃还是同为公主的姐妹，对她大多都没有好脸色，
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个惹得龙颜大怒的犯错母妃，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有个挑不出丝毫过错的完美未婚夫。可是出宫后，他接二连三感受到同为女子的好意，他们不嫌他笨拙，不嫌他无知，主动对他伸出援手。沈朱熹想和他们做朋友，可是又怕自己唐突，只能忍着满心激动，沉默坐在那里。为了用行动弥补他未能出口的话语，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鸡翅膀。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怀着一腔感激，他竟然和隋蕊合力分完了那半只烧鸡，这直接导致了晚上的一场乌龙。李雾说的临阵也不知是哪个临阵，直到月上梢头，他和无精打采的李坤才姗姗来迟。李却钓了满满一桶河鱼，虽然被隋蕊分走了大半，但剩下的依然不少。他提前把食材打理了出来，插着铁签子的青鱼整齐划一地摆在一张大荷叶上，一盘盘的陶盘盛着择喜切好的蔬菜。李雾一回来就指使着李坤从地里挖出了一张只有2寸厚的石板，提到了河边冲洗干净后，架到了竹屋不远处的露天烤炉上。烤炉是用形状不一的大石头堆起来的，李坤把薄石板放平稳后，李雾很快点火，红色的火苗在和风的吹拂下很快就飘出了火口。4个人围着石板而坐，李雾舀起一勺自熬的猪油淋了上去，李却将插好的青鱼每人面前都摆了一条。在李雾之后，第二个就轮到沈朱熹，他肚子里的烤鸡都快堵到喉咙眼了，见状连忙摆手，中午吃的太多，我吃点烤菜就好了。李却没勉强，李雾却又看不顺眼了，你每天吃的跟小鸡啄米似的，还说自己吃的多，就该让隋大娘来教你吃饭，她连白饭都能吃上一桶。沈朱熹不乐意道，隋姑娘每日辛苦劳作，吃得多也是情有可原，你为她说什么话？我的猪蹄是不是也是你故意给她的？这批人思维发散起来，一下子飞到了晌午的猪蹄上。沈朱熹不想搭理他，李却见他没说话，笑着插话道，隋姑娘下午来了，虽然没带来猪蹄，但是带了个烧鸡和我们交换。她有这么好？李雾满脸怀疑。李却从铺满荷叶的地上拿起一盘烧鸡放上石桌，隋姑娘吃了大哥的猪蹄，可能也心有不安吧。李却说，我不信，隋大娘恨不得弄死我，她还会心有不安？李雾用木柱戳了戳烧鸡屁股，脸上的表情很是欠揍，他是不是在这里面下毒了？沈朱熹本想闭嘴不言，奈何李雾偏要问他，隋大娘有没有和你说这烧鸡是从什么地上捡起来的？说了，他说这烧鸡是卖剩下的。沈朱熹避重就轻道。他刚说完，李雾就掰下了烧鸡上的大鸡腿放进他碗里，熟悉的烧鸡味一熏，沈朱熹胃里的烧鸡应和着翻涌，他紧抿嘴唇，努力压下快到喉咙口的烧鸡。你什么表情？李雾因他古怪的神色挑起眉。沈朱熹夹起鸡腿又放进李雾的碗里，我不吃，你吃。李却笑道，嫂子这是感动的不行呢，大哥再逗嫂子就要红眼圈了。沈朱熹确实快红眼圈了，但那是憋的。李雾嘴角一勾，见好不收，哼，早该感动了。他把面前的空碗也拿了起来，拒绝的意志很强烈。李雾见此，把手里的大鸡腿拿给了眼巴巴盯着的李坤，另一只腿他给了李却。轮到自己，他再次扯下了长长一段鸡脖子。李雾的鸡脖子啃了一半后，石板上炙烤的蔬菜也好了，李雾一把碾碎的香料碎撒了上去，石板上立马滋滋作响，香气满溢在烤玉米棒子和南瓜片之间，石板上的每样烤菜都在月光下闪着油光。虽然肚子已经鼓胀，这香味还是勾得沈朱熹停不下柱子。虽然他家的都是蔬菜，但鲜香的鱼油被烤进了蔬菜里，就连最普通的玉米棒子也变得很不普通起来，每一粒金灿灿的玉米粒上都有扑鼻的香味。李雾几人吃的更是不亦乐乎，6条烤鱼没一会就不见了，烤鸡也只剩半边。李雾把剩下的烤鸡放上石板，底下垫一层山上采的野菌，金色的鸡油滴在野菌上，没一会，格外浓烈的菌香就跟着飘了起来。李雾徒手拿起酒坛灌了一口，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这样的神仙日子也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沈朱熹正在和一根玉米棒子较劲，闻言马上道，为什么？李雾看了他一眼，伸手抹去他嘴边的玉米粒。节度使相继抗旨，百官各为其主，现在是2位皇帝说的话都没什么重量，长此以往，总有人按捺不住做这割土自立的出头鸟。李却掰开松软的白吉馍，一边夹起石板上的烤鸡肉塞进馍里，一边若有所思道，住在金代阁的那位贵人也走了，想必是觉得荆州也不再安全了吧。李雾没有搭话，这个话题很快自然溜走了。今晚的用膳时间格外的久，李坤和李却为了赶回镇外的住所，提前离开了竹屋。李雾收拾残局的时候，沈朱熹也主动帮忙收拾东西。等他洗漱完躺上床，月亮已经高高挂在夜空，远处的城镇方向也传来了模模糊糊听不清楚的鸡鸣。沈朱熹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腹胀，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安稳，肚子里的食物顶得他没有丝毫睡意，认床睡不着。李雾侧身看着睡在里侧的他，
沈朱熹摇了摇头，虽然这也是原因之一，这床也太小了，礼物一人睡还能随意施展，可是加上他，再加上一根鸡毛掸子，床上的空间立即就拥挤起来。你吃太少，所以才睡不着。礼物肯定道。我是吃胀了才睡不着。沈朱熹不服气反驳。就你吃的那点东西，还能胀到？礼物挑起眉头，摆明了不信。沈朱熹懒得和他争辩，继续辗转反侧。过了许久，礼物忽然说：“你是不是怕我吃不饱，才忍着不吃烧鸡的？”沈朱熹太过惊讶，以至于下意识回头盯着礼物，却忘了说话。其实你用不着这样。礼物说：“猪蹄忘了就忘了，用不着拿烧鸡补偿我。”沈朱熹这人在胡说八道什么呢？虽然他不知道礼物是从什么地方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好在有他打岔，他也从鼓胀的肚皮上移开了注意力。没过一会，他就开始有了困意。身旁的礼物翻了个身，木床发出吱呀一声。沈朱熹因着困意没有睁眼。礼物侧躺着，以手支头，静静看着睡得毫无戒心的女子。他是在谁身边都这么安稳，还是独独在他身边才能睡得没有防备？礼物希望是后者。爱哭的呆瓜没心没肺，看得出李坤的心意，却看不出和他有关的心意。他把这个呆瓜捂在手心，总算捂出了些温度。我不急。他凝视着他的睡颜，在心中默默说道：你慢慢来。夏季的夜晚永远是热闹的。周壮踩着清亮的月色，在一众蝉鸣和蛙鸣声中推门回到了家中。他心情不错，荷包里装着今日赢回来的几枚银锭。从里屋里走出的一个身影，让他的好心情消失无踪。你还知道回来？周东文面色难看地站在门口。爹，我回来的可比您勤啊。周壮依了依手，阴阳怪气地说：你娘怎么不在家啊？周东文问。周壮看也不看他，迈着吊儿郎当的步伐摇进自己屋里，一屁股摔在床上，舒舒服服地摆了个大字。周东文跟了进来，看他这般模样，脸色愈发难看。我问你话，你没听见？回娘家了，说是不想再守活寡，也不想再看见我这个糟心的儿子。你胡说！周东文厉声呵斥。你娘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是没说。周壮嬉皮笑脸道，他一声不吭，收拾东西走了。这些话是我猜的。你看看你自己这不成器的样子。周东文铁青着脸走上来，一把将人从床上拉了起来。你娘定然是受了你的气才离家出走的。周壮忽然翻了脸，一把甩开周东文的手，少冤枉我！我不成器还不是跟你学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你这样的爹，我能长成什么？周壮话没说完，脸上先挨了一巴掌。周东文气得不行，周壮却反而笑了起来。爹，看来你最近没少在青楼的娘们身上使力啊。你这巴掌怎么软绵绵的，没以前厉害了呢？周壮噙着阴鸷的冷笑起身。周东文看着比他还高一头的周壮，气势骤弱，忍不住后退了一步。爹，你要是心里有气，你去青牛县把他捉回来，想怎么骂怎么骂，想怎么打怎么打。周壮摊开手，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你冲我发什么火？周壮嬉笑道：我可不会像娘那样白白挨打。你这逆子，摊上你真是家门不幸。周东文用呵斥来掩饰自己的心虚，背着手转身走了出去。周壮脸上的笑意消失无踪，屋门也不关，冷着脸躺回床上摊开。院子不大，周东文在主卧里翻箱倒柜的声音通过敞开的房门传了进来。周壮闭目养神，仿佛对外界的一切都无动于衷。过了许久，周东文又一次跨进了他的屋里。你把你娘的嫁妆藏哪儿了？周东文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怒气。你这话问的奇怪，我娘的嫁妆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周壮闭着眼道。你起来说话！周东文怒声道。周壮坐起了身，脸色如赴寒冰。爹，你有时间和我发脾气，不如自己去青牛县问问我娘，说不定嫁妆是被娘带走了呢。你娘怎么可能带嫁妆出走？肯定是你这个败家子趁她回娘家，偷偷把她的嫁妆藏起来了。周东文怒不可遏，指着他的鼻子说道：你是不是又拿去赌了？也比你拿去献给那些青楼娘们好吧？周壮说。你……周东文气得浑身颤抖。周壮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闭上眼。屋子里静悄悄的，既没说话声，也没离去的脚步声。大概是意识到严父架子在他这儿不管用，周东文在开口时语气好了很多，甚至带着一丝哀求。我要这钱是有正事要做。哦。周壮睁开眼，似笑非笑的看着周东文。稀奇啊，爹是要做什么正事？你说出来，儿子给你参谋参谋。周东文犹豫片刻，说：你可能要有弟弟了，我要把春娘赎出来，这是耽搁不得。周壮坐起身。可不是嘛。周东文马上说：春娘肚子大了，眼看着就要瞒不下去了，我若是不把春娘赎出来，你弟弟也就保不住了。可我一文钱也没有，实在是有心无力。周壮摊手道：爹，家里添丁进口是好事，
不如你去找娘吧，让她给你银子。周东文不信，坐到他身旁，低声下气道：壮儿，算爹求你了，你把你娘的嫁妆拿出来，我们平分，这总可以吧？不然等你娘回来，肯定饶不了你。我若说你给了我救急，这事才能过去。咱们是亲父子呢，春娘肚里的也是你的亲弟弟，你不会见死不救吧？我不是说了吗？我这里没钱，娘有钱，儿子说过了。周壮忽然变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过床边的拉绳，紧紧地套在了周东文的脖子上。你下去找娘要钱吧。连一声闷哼都来不及发出，周东文就涨红了脸，双眼暴突，四肢胡乱舞着。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周壮一人粗重的呼吸声和双脚乱蹬的挣扎声。皎洁的月光在地面上悄悄延伸，屋外的蛙鸣声静了，唯有蝉鸣依旧。搬到河边别院后，蚊子少了，风变凉了，沈竹溪也睡得好了。只可惜凡事没有十全十美，住进竹屋后，去镇上变成了一件不方便的事。沈竹溪原本每5、6日就要去一趟河柳塘送货，现在变成了15、6日一次。李吴三兄弟谁要去镇上办事的时候，他就会拜托他们带他一程，一路同行。气温已经完全从初夏过渡到了盛夏，沈竹溪在竹屋里还不觉得，今日他进镇送货时，明显感受到了镇上炎夏的威力。嫂子，你办完事就到镇门来，我在这里等你。若是我来迟了，就劳烦嫂子就近找个茶水铺等等我。李雀的额头浮着一片汗珠，他以袖擦汗，细心叮嘱道：知道了，你放心去忙吧。沈竹溪忙道。李雀朝他咧嘴一笑，站在原地等他离去。两人分开后，沈竹溪带着一沓新画的花笺来到河柳塘，掌柜正无精打采地瘫坐在一把藤椅上，右手拿着一把蒲扇，呼呼扇风。掌柜，我送了3套花笺来，之前的卖的怎么样？沈竹溪踏进门槛，站到了柜台前。掌柜抬起懒洋洋的眼皮瞅他一眼，一动不动，唯有手中的蒲扇用力摇动。都卖完了，县太爷的公子帮他西城县的朋友也带了2套走。掌柜道：他想在你这儿定做2套花笺，一套牡丹的，一套名山的，价格你开，你觉得怎么样？沈竹溪略一沉吟道：我不如掌柜见多识广，掌柜觉得我能开什么价钱？掌柜被他吹捧的翘起了嘴角，他手中的蒲扇顿了顿，说：既然是定做，价钱自然不一样，一套30两吧。那就劳烦掌柜费心了。沈竹溪笑道：月底之前我会把定做的2套花笺送来。掌柜点了点头，不再说话。沈竹溪见他一副热得不想说话的样子，便留下花笺告辞了。他走出河柳塘，沿着河边慢慢往前走去。碧波奔腾的河水尽头，金灿灿的金带阁矗立在蔚蓝苍穹下。金带阁里住的贵人离开了，金带阁难以计数的窗户也关上了。沈竹溪看着那无数紧闭的花窗，忽然升起一股人走茶凉的失落感。在鱼头县的这段日子，他就像与世隔绝了一样。这里虽好，可他也想知道乱世漩涡中正在发生什么。太子在做什么？也有复国计划了吗？下一步打算做什么？他们还有可能重返那座红墙绿瓦的皇城吗？在鱼头镇，他活得像个山野村姑，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可是他不能忘记，不该忘记，她还是这大燕的公主。那边路过的美人儿，买猪蹄喝好酒吗？九娘的声音让他回过神来，原来他已不知不觉经过了九娘的酒肆门前。九娘穿着火红的16色襦裙，酥胸半露，腰身束得紧紧的，大大方方展露出来的性感让沈竹溪一个女子看了也不禁脸热。她倚在柜台前嗑着瓜子，似笑非笑地看着沈竹溪。沈竹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今日不买酒菜。九娘娇嗔道：不买也进来陪奴家说说话，这天一热，白天就没人出来了，奴家想找个人说几句梯姐也不行。沈竹溪心想也不急着一时半会，便迈进了酒肆。九娘热情地拿出一碟卤毛豆来请他吃，又拉着他说个不停。话题从东家到西家，从赵员外爬灰到马家闺女被人发现在田野里和男人滚到一起，包罗万象，骇人听闻，令人不禁称奇。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沈竹溪惊讶道。你别忘了奴家是做什么营生的。九娘狡黠地笑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喝醉后不乱说的人。从九娘处出来后，沈竹溪肚子里不仅多了一碟毛豆，还多了许多开阔了他眼界的秘密。大千世界无所不有，原来还有比太监和宫女结对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沈竹溪拜访了九娘，觉得不能厚此薄彼，决定顺道去拜访随蕊。到了随记机店，看店的却是一个穿布衣束褐的年轻伙计。他上下打量了他2眼，说：我们小姐不在。他什么时候来？沈竹溪问。小的不清楚。伙计摇了摇头，抬起袖子擦了擦满头大汗的脸。小姐出去有1个时辰了吧，说不定快回来了。机店太热，生着火的炉子简直就像地上的另一个太阳。沈竹溪站在门口等了一会，便等不下去了。
他礼貌告辞，让伙计替他向隋蕊问好。伙计心不在焉的应了。他走出随即机店，往约定的正门走去。主街上人来人往，在这个天气里出门的都不是无所事事的人，众人脚步匆匆，没有谁慢条斯理的在街上闲逛。沈竹溪多年的习惯叫他无法步履生风，他也觉得热，可他悠然斯文的脚速却让他成了街上好像最舒适的人。也因为这脚速，沈竹溪在途经一条逼仄的小巷时，在巷子尽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找了却没找到的隋蕊，一个人站在巷子里，背对着街上的人潮，时而抬头望天，时而抬手擦脸。沈竹溪心中疑惑，不禁走进了小巷。隋姑娘。隋蕊惊吓之际，条件反射朝他看来，沈竹溪这才看清他一脸泪光。他慌张的扭头去擦，身子也完全背了过去。沈竹溪也慌张了，虽然他不知道隋蕊为何哭泣，但能让大大咧咧的隋蕊也流出眼泪，这是肯定不一般。他想也不想，快步走到隋蕊身后。隋姑娘，你还好吗？隋蕊背着他不说话，一个劲擦着眼泪。沈竹溪连忙从身上掏出袖帕递出。隋蕊犹豫片刻，接过了他的袖帕。隋姑娘。沈竹溪顿了顿，斟词酌句道：前几日你不是还让我遇到什么麻烦，就找你帮忙吗？我不见外，你怎么反而见起外了呢？隋蕊拿着袖帕，默默擦着红肿的眼眶。沈竹溪也不勉强他告知原委，他陪他站在狭窄的小巷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没事儿，别哭了。隋蕊咬了咬唇，忽然说：我身上真的有那么大的烧鸡味吗？沈竹溪吃了一惊，谁说的？我没有闻到呀。你别安慰我。隋蕊闷声说：我真的没有安慰你。沈竹溪进一步解释道：我在周嫂子家见你那次，你身上是枣豆的清香，那是因为我换了衣服才来的。隋蕊哽咽道：换了衣服就没有味道，不正好说明味道来自衣服，而不是你自带的吗？沈竹溪肯定道：整日和烧鸡打交道，就是嫦娥来了也会带上烧鸡味，只要换了衣裳不就好了？还有几句心里话沈竹溪没有说出。他整日和鸦雀雕打交道，觉得自己都变成了什么野鸟，整日屁来屁去，放到以前他是万万不会说起如此粗俗的话的。这便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自然而然的事。隋蕊每天烧鸡，身上带点烧鸡味也情有可原，他为何因此事伤心？沈竹溪犹豫道：是谁说了什么吗？文有志说我不仅一身烧鸡味，就连用过的信笺上也是一股烧鸡味。隋蕊刚刚才擦好的面颊又被眼泪冲过。他放屁！沈竹溪怒不可遏，脱口而出。隋蕊吃惊地抬头看他。沈竹溪此时才感到破口大骂之后的尴尬，他轻咳一声，柔声道：即便是衣裳上有几分烧鸡味，换了衣裳后便清清爽爽了，信笺又没沾过机油，怎么可能会有烧鸡味呢？他说的分明不是人话，隋姑娘不该当真。文有志看着像个读过书的，没想到他竟如此无礼。沈竹溪顿了顿，保险起见，又问：是他亲口说的吗？我偷听到的，他在路边向两个朋友取笑我，还把我给他写信的事也一并说了。隋蕊擦了擦眼泪，抽泣着说：你从宫里出来的，知不知道什么妃子用的香体秘方？香体秘方沈竹溪确实知道，宫里嫔妃整日无事，除了宫斗就是研究美容香体的事情，他恰巧耳闻过几位宠妃的秘方。这好办，你把眼泪擦干，我陪你回店里去，找张纸写下来给你。沈竹溪道。在他的安慰下，隋蕊渐渐止了眼泪。等隋蕊平静后，沈竹溪陪他回到了随即机店。伙计看着自家小姐红肿的眼眶，自觉地跑进了后厨做事。给你写吧。隋蕊从柜台下找出一张裁成巴掌大的纸张，递给沈竹溪。沈竹溪接过纸笔，把记忆里金美人和冯贵嫔的香体秘方写了下来。这配方里的东西，我也不知道镇上买不买得到，如果凑不到方子，我再给你想想办法吧。沈竹溪说：没关系，我认识一对走商，一定能凑够方子的。隋蕊惊喜地拿着配方看了半晌，抬头感激地望着沈竹溪，这人情我记下了，以后你若有什么事，我一定帮忙，只是举手之劳罢了。沈竹溪试探道：不知隋姑娘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原谅礼物当年的错事。隋蕊一愣，重新看向沈竹溪，似乎此时才想起眼前人是他最讨厌的人的妻子。他想了想，说：既然你这么说了，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吧。沈竹溪高兴起来，笑逐颜开：隋姑娘，多谢你的宽宏大量，礼物是走了什么狗屎运，能娶到你这样的女子？隋蕊嘀咕道。礼物其实挺好的。沈竹溪想到礼物从前偷鸡摸狗的那些破事，还有如今不能往外言说的挣钱方式，小声补了一句：对我挺好的。算了，你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觉得礼物什么都好。隋蕊摇摇头。隋蕊急着去素心堂收集香体配方上的药材，沈竹溪跟他告别后走上了相反方向。没想到他刚走出2步，一道娉娉婷婷的身影挡到了他面前。李娘子，久闻大名。女子轻声道。
沈竹溪惊讶而不解地看着眼前的丽人，巴掌大的瓜子脸，似蹙非蹙的远山眉，一双水波潋滟的美目含着忧愁，上眼皮微微遮盖了一小部分瞳仁，像凤眼半睁，古典又别致。你是？沈竹溪疑惑道。我叫李清曼，是这镇上的人。早就听说李娘子清新脱俗，德容兼备，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李清曼微笑道。李清曼的大名对沈竹溪来说也是如雷贯耳，这不是九娘最看不惯的女子吗？听说她还曾对礼物有意，只是礼物没有回应罢了。李清曼说的话放到她身上来也是同样合适。沈竹溪早听说她是个美人，可今日真正见了才知道，原来李清曼是这般大美人。便是放到美人层出不穷的后宫，李清曼的颜色也绝对能够独树一帜。礼物竟然拒绝了这样的美人，沈竹溪目瞪口呆，他在想什么呢？我刚刚路过此处，见到巷中哭泣的隋小姐，正想入内细问，李娘子却先我一步走了进去。李清曼笑道，实不相瞒，我担心隋小姐遇上什么麻烦，所以没有马上离去，听见了你们的谈话。沈竹溪不知道他想说什么，谨慎的没有立即搭话。李清曼也不在意，神色如常的继续说道，我见李娘子刚刚义愤填膺，清曼同为女子，深有同感。明日的这个时候，我会想办法给文公子一个小小的教训，也算为我们女子出一口恶气。你要去教训文有之？沈竹溪吃惊道，他品行不端，自有人去教训他，我们只要坐着看好戏就行了。李清曼笑道，若是这出戏叫李娘子看得高兴，清曼有一事相求。什么？李娘子先前给隋姑娘的香体秘方，可否抄一份给我？不等沈竹溪回答，李清曼先出口打断了他的话。李娘子不必现在回答我，等好戏登场后再做决定不迟。他笑着盈盈一俯身，低下的后颈如雪洁白，宛如一枝雨后梨花。李清曼施施然的走了，沈竹溪心情复杂的看着他的背影，这么漂亮的美人礼物也不要，难不成他是想娶天仙吗？沈竹溪回到镇门时，李确已经在凉茶摊上喝了3文的凉茶。沈竹溪也坐了下来，喝了一碗凉茶，歇歇好后，两人一道往河边竹屋归去。沈竹溪原本走几步路就累，几个月下来，他已经能轻轻松松地走完从李家到镇上的这一炷香距离。他高兴地和李确说起，李确笑眯眯道，人的能力都是逼出来的，以前没人逼你，你也就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沈竹溪深有体会，出宫这几个月来，他感觉自己成长了不少。回了河边，沈竹溪在河边的树荫下找到了垂钓的礼物，他迫不及待地想向他打听李清曼这个人。李清曼？礼物靠在树干上，脸上盖着一顶草帽，挑高的音调从草帽下传出。下一刻，他取了脸上的草帽，锐利的目光直射沈竹溪。你问他做什么？他对李清曼的态度和对九娘等人截然不同。沈竹溪惊讶于他眼中的戒备和警惕，说，今日我送了花间回来的路上遇到李清曼了，少和他打交道。礼物露出不喜神色，这不喜并非针对面前的沈竹溪，而是不在场的李清曼。他问，见过蜂窝吗？沈竹溪被他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搞懵了，愣愣道，见过。李清曼的心眼比蜂窝还多。礼物说，你和他打交道，被卖了还要替人数钱。沈竹溪不服气道，我哪有那么笨？他不会无事献殷勤的。礼物分明不在现场，却用洞若观火的眼神看着他，他让你做什么了？沈竹溪无法掩饰，只能把上午发生过的事简要的说了一遍，自然掩去了随蕊哭泣的具体原因，只说文有志言语冒犯了他，看来他是奔着你的香体秘方来的。礼物说，如此还好，一个配方罢了。你要是想看这出好戏，明日我陪你去镇上看。沈竹溪激动起来，真的吗？礼物陪着，自然比李确或李坤陪着要安心许多。沈竹溪有股奇妙的信任，总觉得天塌下来，这个不同凡响的泥腿子也有办法。真的。礼物揉了揉他的脑袋，沈竹溪已经忘了闪躲。坐下，我教你钓鱼。礼物往凳子一边挪了挪，空出一片地方招呼他坐下。沈竹溪看着狭窄的凳面空间，犹豫了。他说，李确教过我钓鱼了。李确？礼物凶神恶煞地叫了起来，就连沈竹溪这个门外汉都担心他会不会吓跑河里的鱼，他却毫不在意似的，直直瞪着刚出竹屋的李确。你嫂子说你教他钓鱼了？李确哎呦一声，立马叫了起来。嫂子，我教你的可不是钓鱼，我都刚刚入门，懂个皮毛，哪有教你的鱼欲呢？钓鱼这件事，没有人比我大哥更懂。礼物点点头，听见了吗？坐下吧。沈竹溪一头雾水，他也没说想学钓鱼啊。礼物如此热情，他也不好拒绝，只好说，那我去屋里再拿张凳子出来。嘘。礼物扫了他一眼，神情严肃，别叽叽咕咕，你把我的鱼都要吓跑了，让你坐下就坐下。沈竹溪不是早就被吓跑了吗？他不情不愿地在礼物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凳子本来就不大，两人各坐半个屁股，
也不知道李悟为什么非急着一时半会，搞得两个人都坐不舒坦。而且，沈竹溪抬头看着树荫外耀目的日光，头顶有热源，身旁也有热源。他不热吗？李悟显然不热。沈竹溪侧头看着他，这人扬着嘴角，表情可美了。沈竹溪钦佩他对钓鱼的热爱，竟然在这种情况下也能无视环境，快乐垂钓。好一会，李悟都一句话没说，沈竹溪时不时侧头去看他，只能看见那嘴角越翘越高。不是说好要教他钓鱼吗？一句话不说，是要他自己醍醐灌顶吗？沈竹溪心中疑惑，可是又怕开口会吓跑他的鱼，只好也跟着闭口不言。做了半天，李悟一条鱼也没钓上来。沈竹溪虽然不说话，但心里却想，钓鱼这件事李悟不是最懂吗？怎么还没李雀钓得多？因为无事可做，他渐渐打起了瞌睡。正当他在小凳子上摇摇欲坠时，李悟一声冷喝忽然让他惊醒过来。谁准你们在老子地盘上钓鱼的？李悟一屁股站了起来，沈竹溪坐着的半边板凳立即翘了起来，他刚要摔倒，李悟接着一把将他捞起。沈竹溪刚站稳，李悟就把鱼竿塞进他手里，大步朝河的下流走去。两个身强体壮的壮年男子提着水桶转身就逃，奈何依然被腿长步子也大的李悟逮了个正着。沈竹溪还担心李悟一对二不利，不曾想两个壮汉想也不想就向他赔礼道歉，低声下气地解释着什么，反而是李悟态度十分坚决。转眼两个男子手中的水桶就到了李悟手里，李悟转身大步走回，接连把桶里的鱼倒进自己空荡荡的木桶。两个男子眼睁睁地看着，一脸懊恼。李悟清空了他们的木桶，把空桶还给二人，来都来了，不如再钓一回再走。不，我们这就走了。两个壮汉连连摇头，接过木桶，逃也似的走了。李悟重新坐下后，拍了拍另外半边空板凳，沈竹溪被他带歪了思绪，没多想就坐了下来。你为什么赶他们走？沈竹溪问。他在老子的地盘钓鱼是要给钱的，不给钱就给鱼。李悟说。你有这里的地契？沈竹溪吃了一惊。没有。沈竹溪脱口出，那你不是拦河抢劫吗？怎么说话的？李悟不满地皱起眉头，老子这叫河道管理，你懂吗？河道管理他还是懂一些的，但李悟这样的河道管理更通俗的叫法是山贼土匪。沈竹溪懒得为了2桶鱼和他争辩，继续无所事事地望着一动不动的鱼线。钓鱼这回事，李悟确实挺懂。一只蚯蚓都没用上，桶里的鱼就满了。过了许久，沈竹溪忽然眼尖地瞥到一个8、9岁大的小男孩畏畏缩缩出现在对岸的河边。他穿着洗得泛白的布衣，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补丁，袖口和裤脚都比自己的身体要短上许多，腋下夹着一个用几根枝条组装起来的简陋鱼竿，手里提着缺了一道口的小木桶，一双乌黑的眼珠子对上沈竹溪的视线后，心虚的飞快闪开了。沈竹溪不禁为他提心吊胆起来，生怕李悟看见这孩子又拿出河道管理的谬论。然而李悟动也不动，依然固自垂钓。我睡一会。李悟忽然说，他把草帽重新盖回脸上，手里依然握着鱼竿，漫不经心道，有鱼上钩了再叫我。沈竹溪连忙答应了，庆幸他的睡意来得如此及时。那小孩见李悟搁上草帽，胆子更大，提着水桶接近了李悟所在的位置。他见沈竹溪并不驱赶他，试探着慢慢放下了水桶。沈竹溪看着小孩艰难地往那竹片做成的鱼钩上串上了一只黑色小虫，然后用力将鱼钩扔进了水里。他那干瘦的胳膊让沈竹溪心疼，他甚至担负起了为他放风的责任，时不时就偏头看看睡觉的李悟有没有睁眼。好在小孩皆陆陆续续钓起了4条鱼，李悟一直动也不动。提着水桶离开前，小孩犹豫地看着河对岸的沈竹溪，向他弯了弯腰，然后一溜烟的赤脚跑进了树林。沈竹溪不禁笑了，你傻笑什么？李悟扯下草帽，重新坐正了身体。我笑今天的天气好。李悟低声道，呆瓜，你怎么又骂人？晚上想吃什么？鱼汤、鱼羹、蒸鱼、炸鱼、烧鱼。李悟一口气报了许多种吃法，吸引走了沈竹溪的注意力。他纠结了好一会，终于下定决心，炸鱼。好，就吃炸鱼。李悟收了钓竿，拉着沈竹溪一同站了起来。他一手拿着鱼钩上还有蚯蚓的钓竿，一手提着装得满满的水桶，哼着小曲满载而归。第二日，李悟果然带着沈竹溪来到了镇上。两人在集市里的凉茶摊坐了下来，李悟叫了一壶茶，又叫了2盘小吃，神色放松。沈竹溪则左看右看，一刻也静不下来。他担心道，我们不四处找找吗？万一错过怎么办？李悟拿起盘子里的炸云吞，向上一扔，金色炸云吞准确落进了他的嘴里。他嚼得咔嚓咔嚓，不以为意道，他既然叫你来看，就不会让你有错过戏台的机会。没过一会，被沈竹溪以吃招食为由邀请来的隋蕊也到了。他拉开沈竹溪对面的凳子坐了下去，
一脸不快地看着李悟：“你怎么也在？付钱的人怎能不在？”李悟说：“我来付，你滚吧。”隋蕊说：“俗话说夫妻一体，难道你要让他陪我一起滚？”隋蕊噎住了，半晌后，他臭着脸说：“李悟，你该感谢上天，让你娶了个好娘子。”李悟毫不犹豫道：“我一直都在感谢。”隋蕊不说话了，一口一个的吃起了炸云吞。看着两人之间的硝烟消失无踪，沈朱熹也松了口气，他差点以为两人又要不欢而散了。沈朱熹正想开月下气氛，闹市中突如其来的喧闹打断了他没说完的话。一名身穿锦衣、头戴金冠的富贵公子带着5、6个小厮，怒气冲冲地追打着一个狼狈逃窜的长衫公子。那鼻青脸肿之人，不就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对隋蕊大放厥词的文有志吗？隋蕊瞪大眼睛，下意识站了起来。隋大娘，你想要给人出头，还是先搞清楚他为什么被打吧？李悟端起茶杯，适时说道：“这是你叫的人？”隋蕊面露怒意：“你看看打他那人是谁？老子能指使得动几个地痞流氓，还能指使动县太爷的公子不成？”隋蕊再朝锦衣公子看去，理屈的沉默了。“喂，你过来！”李悟随手拉住一个津津有味看着热闹的人：“你知道文有志为什么被打吗？”“知道啊，都传开了。”路人幸灾乐祸道：“这文有志想追求青曼姑娘，私下里写的情信还没送出，就落到了县太爷的公子手里。青曼姑娘是什么人？人家也是官宦之家出身的，只是家道中落罢了。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县太爷的公子看上的天鹅肉，能不被打吗？”隋蕊咬着嘴唇，慢慢坐了回去。“吃啊，怎么不吃了？”李悟拿起一枚云吞扔进嘴里，吊儿郎当道：“隋大娘，占我便宜的机会不多，你确定不吃了？”隋蕊的神色逐渐恢复成了往常的模样，大大咧咧，无拘无束。他猛地一拍桌，大声道：“老板，再来10份炸云吞！”凉爽的竹屋让炎夏的威力减半，不知不觉，热夏已进入了尾声。沈朱熹和李悟搬回镇外的小院，继续过起和从前无二的日子。隋蕊现在一身香喷喷的，每次见到沈朱熹从门前经过都热情招呼。李清曼也拿到了他想要的香体秘方，镇上流传起李家大姑娘天生有一香的传言。李悟还是时常外出，有时傍晚，有时清晨。沈朱熹那句别做面首养我了依然没到嘴边就说不出来。李悟在他面前装得一如平常，他又怎么忍心戳破他虚弱的骄傲和得意？李悟还是时不时的在院中洗澡，沈朱熹不再避而不见，他悄悄寻找他身上的可疑之处，还真让他找到了几次擦伤和淤青。每每此时，沈朱熹都痛心不已。那些恩客真不是个人，难为李悟肩负了如此多的重担，还不忘向他讨教学问。他不喜四书五经，却对史书颇有兴趣，已经央着沈朱熹讲了大半本《史记》。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明日再讲项羽本纪。沈朱熹从桂花树下起身，将手里作笔的树枝卡在了枝丫上。为什么？时间还早，再讲一篇吧。李悟蹲在地上，留恋不动。沙地上写着许多《史记》上的人名，占地篇幅最广的自然是千古一帝秦始皇。我有事找隋蕊，要进镇一趟。沈朱熹说：“不然晌午之后太阳出来了，赶路会很热的。你问他不如问我，你要问什么？”李悟扬眉：“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沈朱熹神秘兮兮，他还没停止开源计划。到了镇上，他先把花间交货，然后登上了随即鸡店的大门。隋蕊早在店里等他，见他上门，放下2郎腿起身：“跟我来吧。”沈朱熹跟着隋蕊来到鸡店后院，见到一只被关在竹笼子里的小母鸡。“喏，我亲自给你挑的，绝对活泼健康，下蛋多。”隋蕊说：“你真只要一只？养都养了，不如养个一群。”沈朱熹连忙摇头婉拒：“我第一次养鸡，一只就够了，万一我养得不好，一群鸡跟了我，不是受罪吗？”隋蕊嘀咕道：“也就只有你喂鸡想这么多，我看这只就很好，就要这只吧。”沈朱熹解下荷包：“多少钱？你我还谈钱？”隋蕊竖起眉毛：“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我不能让你吃亏。”沈朱熹故意板起脸：“你要是不让我付钱，以后我都不敢上你的门来了。”隋蕊无奈地报了个数，沈朱熹再三确认这就是鸡的成本价，没有叫他吃亏后，才掏了铜板付钱。沈朱熹看着干干净净、羽毛蓬松的小母鸡，怎么看怎么喜欢，正想提着鸡告辞，隋蕊忽然露出为难的神色：“我有话告诉你。”“什么？”沈朱熹没有多想，随即鸡店在襄阳的分店要开了，我爹说襄州的商机更多，市场更开阔，再过不久，我就要跟我爹一起去襄阳了。你以后若是来了襄州，一定要到襄阳找我。”隋蕊说。沈朱熹突然听说隋蕊要离开鱼头县，愣了好一会，心中失落不已。隋蕊还在等他的回答，他不想叫他难过，强装出笑颜道：“好呀，襄阳也不远，
若有机会到襄州，我一定来看你。真的会有这个机会吗？沈朱熹不敢想。鱼头县的随记鸡店还会继续开着，我已经和新招的掌柜交代过了，你来店里买鸡都是半价。隋蕊说。沈朱熹交朋友不是为了占便宜，连忙婉拒，奈何隋蕊盛情难却，最后两人商量好，半价不必，8折即可。我不认字，可能不会给你写信，你别忘了我。隋蕊的声音也低落下来，要是路过鱼头县的话，我也会回来看你和九娘的。沈朱熹握住他的手，安慰道：你放心吧，我和九娘都不会忘了你的，我们是好朋友呢。隋蕊闻言咧嘴一笑，满足又快乐。那就说好了，我虽然离开了鱼头县，但我们还是好朋友。沈朱熹用力点头。蕊儿，一名中年男子忽然从后院一间屋子中掀帘走出，看见站在院子里的沈朱熹，神色微微变化，不再言语。爹，你睡醒了？隋蕊大大方方地介绍身旁的沈朱熹，这是我的朋友沈朱熹，知道礼物新娶的娘子。随父板着脸点了点头，然后就站在原地沉默不动了。沈朱熹识得眼色，笑着告辞。隋蕊依然没看出随父对他的不喜，热情地抢在他前面提起鸡笼，硬是把他送出了店门。多谢了，你快回去吧。沈朱熹接过鸡笼，我去襄阳的那天，你一定要来送我。隋蕊拉着他的手说。当然，你不要我来，我也要来呢。沈朱熹笑道。隋蕊送走沈朱熹，高高兴兴地转身回了鸡店。随父站在鸡店大堂里，脸色不愉道：你怎么和他交上朋友了？我又不是和礼物交朋友，有什么关系？隋蕊不以为意，随口答道：礼物也只是个不务正业的下九流罢了，他娶的女人来路不明，你和他交朋友能有什么出息？爹！隋蕊生气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做鸡的也高贵不到什么地方，你多和李清曼那种大家闺秀来往。别说我不稀罕和李清曼来往，就说我稀罕，可人家李清曼稀罕吗？他还看不起我们这种做鸡的商贾呢。可你老和九溪师啊、李娘子这类人来往，你的名声，我作为程四女，名声本就不好了，再不好又有什么关系？隋蕊打断他的话，怒声道：左右我是要招赘的，名声与我何用？你招赘也要招个人品过得去，模样也还可以的吧？你要是名声差了，谁还敢上门来做夫婿？那有什么关系？要是上门夫婿惹我不喜，我也像这世间男儿一样，休掉再招便是了。隋蕊一番话在随父看来完全是大逆不道，可他又拿唯一的孩子有什么办法？他做生意有几个闲钱，也纳了几个姨娘，可盼了一辈子，还是只有隋蕊一个女儿。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这才只生女儿，还是你这种女儿？随父摇头叹气。我怎么了？我是女儿身，我高兴着呢。隋蕊一句话也不肯相让，针锋相对道：你要是生的儿子，那孙子流没流我隋家的血也说不一定，可我生的孩子，无论男女，那都肯定是我隋家的血脉。你算了，不说了，随你去好了，你这逆女，早晚有一日要气死我。随父拂袖而去。隋蕊见怪不怪，任他独自生气，自己坐到门口的摇椅前小气了。小鸡啊小鸡，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你一定要争气，每日给我下一个蛋。沈朱熹蹲在小母鸡前，一边念叨一边撒下一把小米。小母鸡也不怕人，专注地啄着地上的米粒。你和他说话，他听得懂吗？李悟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满脸质疑。他听不懂我的话，但他听得懂我的语气啊。沈朱熹深信不疑，他感受到了我的好意，才会认真给我下蛋，感情都是相互的。感情都是相互的。李悟扯了扯嘴角，嘲讽道：原来人和鸡的感情也是相互的。那当然了，万物有灵，他们也是有感情的。小母鸡左右看了看，不吃小米了，一蹦一跳的往一旁走开了。他为什么这么走路？沈朱熹惊讶地看着跳脚的小母鸡。地上烫啊。李悟说：你光脚走在地上试试。沈朱熹用手指摸了摸地面，果然夹杂着碎石的沙地被头上的太阳晒得滚烫。沈朱熹看着不住跳脚的小母鸡，心疼道：李悟，你帮我在院子里搭个鸡窝吧。李悟皱起眉头：你自己讲究，你养的鸡也跟着讲究，它总要有个睡觉的地方啊。而且你看，它现在都烫得没地落脚，你以为它是傻的？你看它不是自己跑到屋檐下去了吗？况且这院子这么宽，它爱睡哪儿睡哪儿，怎么会没有睡觉的地方？不行，你至少得做个鸡窝出来。沈朱熹扁着嘴说：我又没叫你搭鸡棚，就养一只鸡，我还搭鸡棚？李悟怪声怪气道：你想得到美呢，你怎么不找个公主来伺候他？沈朱熹暗自腹诽，现在不就是公主在伺候他吗？李悟话虽说的坚决，但还是没挨过他的再三央求，骂骂咧咧的出门给小母鸡找材料做窝去了。沈朱熹心愿达成，伸手抚摸小母鸡光滑柔顺的后背。小鸡啊小鸡，你别和他一般计较，
他压力大，脾气不好，该下的蛋你还是要下的。沈朱熹一个人絮絮叨叨，说得高兴，总是叫你小鸡也不好，我给你取一个名字吧。这个家里已经有了鸭、鲲。沈朱熹冥思苦想，灵光一现，不如你就叫李娟吧。李娟似乎听懂了他的新名字，昂头看着他咯咯咯的叫了起来。沈朱熹不由笑了起来。过了一炷香时间，李悟带着一把晒得焦黄的枯草回来了。他一边碎碎骂，一边认命的编织鸡窝。沈朱熹在一旁看，悄悄对附近溜达的李娟低语：“你别生他的气，他压力大。”鸡窝很快就编好了。沈朱熹把小母鸡抱进鸡窝里，对他柔声道：“这是你的新窝，你可要认准了。”李娟一点不给面子，他刚松手，他就从鸡窝里迈了出来。暴毙站在一旁的李悟没说话，但比说话更能表达情绪，从鼻子里响亮的哼了一声。沈朱熹干笑道：“他是没困呢，等到了晚上，他就知道自己回窝睡觉了。”家里多了一个李娟，李悟出门时再也不是他一个人了。沈朱熹想着以后有李娟在院子里溜达巡逻，整个人都高兴不少。怀着期待的心情睡下后，第二天一早，沈朱熹兴冲冲地走出堂屋，寻找李娟有没有在鸡窝里下蛋。鸡窝里空空如也，李娟和鸡蛋都没有。沈朱熹找遍了院子也没找到李娟，他六神无主，疑心李娟跳出篱笆寻找自由去了。他慌里慌张地把睡懒觉的李悟拖了起来，陪他一起找小母鸡。李悟揉着眼睛，刚出堂屋就站住了。找个屁啊，那不是吗？李悟没好气道。哪儿呢？沈朱熹急忙追问。李悟伸手一指，沈朱熹朝他所指方向看去。郁郁葱葱的桂花树上，一只肥硕的小母鸡蹲坐在树枝上，平静而无辜地迎着他的目光。他是怎么上树的？沈朱熹惊呆了。鸡不都会上树吗？我早跟你说了，别管他，别管他，你硬要老子做窝。李悟一边骂一边走向桂花树，到了树下，他抬腿就是一脚。老子给你做的窝你不睡，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李娟受到惊吓，咯咯咯地扑扇着翅膀飞了下来。滚去下蛋，下不出来老子炖了你！李悟恶声恶气道。李娟似乎察觉到了危险，一溜烟跑去了后院。沈朱熹愧疚，早早把人拖起来，却闹了个乌龙，不与他正面争辩，转身跑进了里屋，从窗口对后院的李娟小声道：“他压力大。”沈朱熹，干什么呢？出来洗漱吃饭了。门外响起李悟的嘎嘎乱叫。沈朱熹应了一声，安抚完后院的鸡，又急着去安抚前院的鸭。谁压力又不大呢？李娟在来了李家第3天的时候，终于下了他的第一颗蛋。沈朱熹如今会烧火了，他小心翼翼地煮了鸡蛋，没有引起任何火势。这颗很有纪念意义的鸡蛋也进了李悟的肚子。李悟想让给他吃，他用了好大力气才说服他吃下这仅有的一颗鸡蛋。论需要进补，那还是李悟更需要些。现在虽然立秋，但秋老虎的威力也不容小觑。沈朱熹趁着太阳还没出来，带上花间去给河柳堂送货。花间在河柳堂的销路已经稳定下来，李悟每到月底都能拿回7、80两的银子，有定制单子的时候，获利还能冲上100两。这些银子都被他放在了李悟给的木匣子里，每个月他都往厨房的小坛子里添银子进去，可是没过2天，银子就会重新出现在他的木匣子里。李悟不要他的钱，他自尊心如此强烈，让他更加有口难言。你别做面手了。短短6个字，却耗尽了他的全部勇气。李悟背负了太多，而他能做的仅仅是为他煮个鸡蛋。每每想到这一点，沈朱熹就会在床上辗转反侧，而他身旁的人根本不懂他内心的纠结，一胳膊甩来，沉甸甸的压在他被子上，说不准动就不准动。你动来动去的，怎么可能睡得着？不动自然就睡着了。闭眼睡觉。他不懂他的为难，他却懂他的疲惫。一想到他第2日可能要去面对那些难缠的恩客，沈朱熹也不敢翻来覆去了。说来也怪，他不动之后，还真就慢慢睡着了。就这，李悟还抱怨他不关心他，他还不够关心他吗？他每日都在为他从良而操碎了心。李悟做面手的事，他又不能告诉别人，向其他人寻求主意，只能自己憋在心里，他容易吗？就像今日，他去镇上送花间，在集市上遇到了樊三娘，望着他笑开了花的磨盘大脸和比2个他还粗的腰身，沈朱熹笑得很古怪，很僵硬。他好不容易才憋住想要脱口而出的请求：“你别打李悟了。”和热情过度的樊三娘分开后，沈朱熹脸上的笑都要凝固在脸上了。到底他还是没能说出那句话。如果骄傲如李悟，知道他已经知道他在做着什么，该是多大的打击啊！沈朱熹每日都陷在此类的纠结中，他所能做的只有给他煮个鸡蛋，加块好菜，默默忍受他的屁言屁语。李悟不容易，他也很不容易啊。沈朱熹满腹愁肠地走在回家的乡间小路上，忽然被一阵疑似呜咽的声音吸引。他狐疑地停下脚步，四下张望。
田坎两边都是绿油油的农田，此时正是晌午，一个农人的影子都见不到。微风拂过，长得比沈竹溪还高的稻子沙沙响了起来。难道是他听错了？就在他想要继续前行的那一刻，同样的呜呜声又一次响了起来。这次沈竹溪清楚捕捉到了声音源头，这变了样但又透着一丝熟悉的声音，让他当即想起一个人的名字：隋蕊。沈竹溪面色一变，来不及做太多考虑，先一步跳下了高高的田坎，顺着下面的泥巴小路往声音源头跑去。转过一片高耸的稻田，沈竹溪面色大变。隋蕊被周壮捂着嘴按在地上，一脸狼狈。周壮缺了根指头的右手上都是他的泪水。周壮衣衫不整，似是正要行不轨的时候被打断了。沈竹溪急忙去看隋蕊的衣物，见他衣裙虽乱，但还未被解开，心里一松。他深吸一口气。周壮正要发狠，眼前这看着弱不禁风的女子忽然扯开喉咙喊了起来：“礼物，快来啊！”周壮一个哆嗦，蒙在隋蕊嘴上的手不由松了。隋蕊趁此机会一口咬在他的断指上，紧接着在他吃痛的同时，一脚踢向他的命根子。周壮猛地从隋蕊身上翻开了，他捂着下身在地上翻滚，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沈竹溪立即抓住隋蕊的手，拉着他头也不回地往田坎上跑。“你们站住！”身后传来周壮又痛又怒的声音：“别回头，快跑！”沈竹溪握紧隋蕊的手，两人踉踉跄跄地跑回田坎上的大路。周壮仍没追出，大概被隋蕊那一脚踢得不轻。沈竹溪不敢停留，拉着隋蕊一路奔回自己家，颤抖的手别上了门上的门栓。“你没事吧？”沈竹溪锁了门，马上回头看着隋蕊。隋蕊抓着衣襟，脸色苍白的点了点头。“礼物他们呢？”隋蕊问。“出去了。”沈竹溪一边整理他凌乱的衣服，一边说：“别怕，你就待在这里，等礼物回来了，我叫他送你回去。”隋蕊平日里虽然风风火火，但到底是个没嫁人的女儿家，乍然遇到此事，六神无主的点了点头，僵立着任他整理衣物。李娟从后院踱步出来，悠然地看着门前伫立的两人。过了半晌，隋蕊颤声道：“我是来告诉你，我再过3日就要去襄阳了。”沈竹溪手上动作一顿，若不是来告知他这个消息，隋蕊也不会遇到这种事。沈竹溪头回遇到这种事，不知道该安慰什么，张开怀抱抱了抱他。隋蕊一言不发地站着，神色渐渐镇定下来。“这事你不要告诉别人，礼物也不行。”沈竹溪犹豫片刻，答应了下来。直到礼物三兄弟回家，周壮也没有出现在李家门外。“咦，怎么上锁了？”李雀的声音从门外响起，礼物的声音接着响起：“沈竹溪。”沈竹溪和隋蕊对视一眼，调整了脸上的表情，快步走到院子里，给3人开了门。礼物率先走了进来：“怎么锁门了？”“我一人在家，锁门安全些。”沈竹溪强装镇定道。礼物多看了他一眼，目光转到从堂屋里走出的隋蕊身上：“隋大娘，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来做什么？”隋蕊面色仍然苍白，神色已经和平常无二。“我来看沈竹溪的，又不是来看你。”礼物在他身上也多扫了2眼，沈竹溪不由屏息，生怕他看出什么。好在他似乎没有察觉异状。“我听说你再过3日就要去襄阳了。”礼物问。隋蕊讽刺道：“耳朵挺灵，又是从哪儿装聋作哑偷听来的呀？你太记仇了。”礼物摇头道：“做人就要心胸宽广，像我一样。你既然要走了，一会就让李坤送你回去吧，也算是我略尽地主之谊。”“这算什么地主之谊？”隋蕊半推半就的应了下来。李坤看看礼物，又看看隋蕊，疑惑道：“谁要走了？”“傻大个，是我要走了。”隋蕊说。“你去哪儿？”李坤一个劲的往外蹦着问题。“你要去多久？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回来的时候要带好吃的。你问题太多了。”隋蕊转身拉起沈竹溪的手，说：“我走了，记得我们先前说好的事。”沈竹溪迟疑的点了点头。隋蕊和李坤离开后，李却提着许多新鲜蔬果进了厨房。礼物仍站在院子里，丝毫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屋歇息的意图。“别傻站着了，进屋啊！”沈竹溪强笑道。“你们发生什么事了？”礼物不受糊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沈竹溪结结巴巴说不出个1、2。隋蕊被人非礼了？礼物问。“我不知道，别问我了。”沈竹溪慌张地转身进了里屋。这是关乎隋蕊名节，隋蕊特意叮嘱他不能告诉别人，他怎么能擅自把这么重要的事头露给礼物？坐在床上，沈竹溪心神难安。周壮怎么会对隋蕊心生歹意？他不是怀疑隋蕊的魅力，只是周壮看上的不是李清曼吗？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沈竹溪拔下头上的金簪，握在手里。礼物特意把尖端磨到一个既能伤人又不会轻易自伤的程度，他握着锐利的金簪，总算安心了一些。竹帘忽然被人撩开了，
李悟站在门下，高大瘦削，一双沉黑眼眸平静了然。想说的时候随时来找我。沈朱熹的喉咙动了动，半晌后，他努力说出了回答：好，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再宽限我一段几日吧，我一定能凑到钱的。胡爷，胡爷，你信我一回。周壮跪在溪水里，痛哭流涕的不断叩首。溪水和泪水溅了他一脸，坚硬的鹅卵石也把他的额头磕出了血痕。他惊慌失措，魂飞魄散，死命磕着，一刻也不敢停下来。这话你说了许多遍了。水岸上站着10几个高矮不一、身材粗壮的壮汉，身穿锦衣的胡一手坐在一把藤椅上，大拇指轻轻摩挲着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他头也不抬道：周壮，我念在咱们过往的情分上也宽限了不少日子，可你每次带给我的都是失望啊。胡爷，胡爷，这次不会了，真的不会了。周壮颤声道：我马上就能凑到钱了。胡一手抬起眼来，冷笑道：据我所知，你娘的嫁妆和你家的房契都已经典当出去了，你还能拿什么凑钱？我要娶随蕊了。胡爷，你知道随即机店的程四女吗？就是她，我娶了她，随即机店也是我的，你还怕我拿不出钱来还账吗？随大小姐愿意嫁你，她愿意，她肯定会愿意的。周壮西行2步，被胡一手身旁的护卫眼神吓退。他战战兢兢地跪在水里，拼命解释道：随蕊有把柄握在我手里，即便她不愿意嫁给我，也一定会用一大笔钱来收买我，只要拿到钱，我就能还上赌坊的债了。胡爷，求你再宽限我几日，我一定还钱。胡一手沉吟片刻，缓缓道：你知道骗我要付出什么代价吧？鄙人就是再有10个胆子也不敢欺骗胡爷你啊。周壮惨白着脸道：既然如此，我就再给你5日时间。周壮劫后余生，再一次拼命磕起头来：多谢胡爷，多谢胡爷。你也别谢得太早了，我再给你5日时间是有代价的。周壮刚刚升起的血色退了个干净。什么代价？胡一手把手中的匕首递给身旁一名壮汉，对方接过后，和2个青壮年一同向周壮走来。别过来，胡爷，饶了我，饶了我，饶啊！清澈的溪水依旧潺潺，鲜红的血液在溪水中洇开，一根断指顺流而下。3天悄然而逝。随蕊出发那日，沈朱熹和李悟3兄弟前去送行，队伍很大，做主的却只有随蕊一人。李悟和李确在马车旁交谈，李坤仍不知道随蕊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专注地啃着沈朱熹买给他的玉子饼。沈朱熹在马车里拉着随蕊的双手，强忍多时的眼泪在眼眶里不停闪烁。好啦，你再这样，我也要哭了。随蕊装作生气的样子，拿出手帕按掉了他眼里的泪珠。你安顿下来后，托人写封信带给我，我也会给你写信的。沈朱熹更念道：好。随蕊一口答应下来。我走之后，你要照顾好自己，有什么事就去找九娘，九娘是个面冷心热的，这次也是说什么店里走不开，我看她就是怕自己来了哭成泪人，才胡说八道推脱不来的。沈朱熹红着眼睛应了，他紧紧握着随蕊的手，不敢有一丝松懈，好似稍一松开，眼前来之不易的朋友就会启程出发向远方。别哭了，再哭李悟那狗东西就不会放过我了。随蕊拍着他的手背安慰道。沈朱熹止了泪，小声道：他之后来找过你吗？他是谁，他们心知肚明。随蕊立即露出冷笑：怎么没来？第2日一早就来过了。他说什么？沈朱熹急忙追问：要我嫁给他，否则就把这事告诉所有人。随蕊虽强装镇定，眼里还是窜出难以掩饰的怒火，想做我随家的上门夫婿。他想得美。我把他搪塞过去后，立即就说服了我爹先走。随蕊道：我爹早在昨日晌午过后，带着1半家当和人手先行出发了，只要我爹不在，我看这狗杂种能威胁谁？狗杂种，沈朱熹还没听过这词，赶忙在心中默记了一下，充实了自己来到民间后就显得十分匮乏的词库。你不打算和他谈判吗？沈朱熹问。这种人渣，退让一次就会有第2次，更何况我咽不下这口气。怒火涌上沈朱熹的脸色，他捏着拳头，怒目厉声道：反正我是程四女，名声对我来说根本就无关紧要，便是单看我随家的钱，也不缺想做上门女婿的男子，他算什么，也想来做我随家的女婿。沈朱熹握住他的手，默默安抚他的情绪。半晌后，随蕊平静下来，认真看着沈朱熹：我马上就要去襄阳了，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可我担心你。周壮这人为了有钱可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千万要小心他。沈朱熹不想让他走时都在为自己担心，故作轻松道：有礼物呢，你别担心了。他拿出自己精心画了几日的花笺，放到随蕊手里：这是为你践行准备的礼物，你等出发了再打开来看。什么东西这么神秘，
该不会你写了长篇大论给我吧？我可看不懂字。隋蕊哭笑不得。放心吧，你看得懂。沈竹溪含糊道，给你路上解闷用的。两人又说了一会话，直到护送隋蕊出发的镖局头子来提醒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不耽搁你了，你早些上路，免得天黑危险。沈竹溪擦着眼泪下了马车。李悟看见他的眼泪，什么也没说，走到他身边来，无言地拍了拍他的头。隋蕊含着泪光趴在窗边，笑着大声道：我走了，到了地方给你写信。车队渐渐动了起来。隋蕊朝着马车背后用力挥手，直到沈竹溪等人的身影再也看不清楚。他擦干眼泪，坐回车里，待了半晌后打开了沈竹溪送给他的花笺。小小一本花笺里画的不是花鸟山水，不是名山怪石，是神态各异的他，神采飞扬，勃勃怒放的他。温热的泪珠滴落在花笺上，隋蕊却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晌午的太阳高高挂在碧蓝的苍穹里，车轱辘转动的声音伴随着踏踏踏的马蹄声逐渐远去。时间在三人不约而同的缄默和一人大嚼玉子饼的热闹里悄悄逝去。看着隋蕊的车队消失在镇门外的黄土大道，沈竹溪心中怅然。下一次见面又是何年何月呢？沈竹溪从只剩飞扬尘埃的大路尽头收回眼，不想却扫到一间民居后一闪即逝的身影。你怎么了？李悟马上注意到他突变的表情。周壮咬牙切齿的表情还深深印在沈竹溪脑海里，他惊惧不安，下意识摇了摇头，没什么。沈竹溪很快转开了眼，李悟朝着他先前注视的方向看去，街道两边，房屋两侧并无异样。周壮竟然会出现在这里，既让沈竹溪意想不到，又在情理之中。他心烦意乱，回去的一路都心不在焉。隋蕊已经走了，周壮接下来会怎么做？是追去襄阳，还是另寻猎物？如果他另寻猎物，岂不是还会有其他女子受害？这个可能性让沈竹溪再也无法沉默下去。李悟，他斟酌着言语。李悟一言不发地看着他，没有催促，也没有不耐。李却眼力好，知道两人有话要谈，拉着刚啃完玉子饼正在舔指头的李坤往一旁走开了些。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沈竹溪一顿，急忙加重语气强调，不是隋蕊。不是隋蕊。李悟从善如流地点点头。也不是九娘，反正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沈竹溪把隋蕊的事加工到一个莫须有的朋友身上，遮遮掩掩地告诉了李悟。他说的磕磕巴巴，李悟却始终很有耐心地听他说完了。一行人逐渐回到了人潮涌动的主街上，人多起来后，沈竹溪也安心了不少，但他的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四处搜寻周壮那张阴鸷可怕的脸，生怕一个不察他就出现在身后。所以你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李悟问。不是我，是我那个朋友的朋友。沈竹溪说，他担心这赌徒没有要到钱，还会想办法加害其他女子。你这朋友的朋友担心的也不是毫无道理。李悟说，你告诉你那朋友的朋友，让他不必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李悟知道这事了。哎呦！周壮重重摔落地上，原本嘈杂的赌坊二楼转瞬落针可闻。有胆子小的第一时间放下筹码，悄悄撤退。片刻后，穿金戴银的胡一手从一面珠帘后走出，他脸色阴沉，手里拿着一只金烟斗，身边还簇拥着10几个健壮的青年。李悟，你这是什么意思？这里说话不方便。胡老板，不如我们换个地方。李悟对他身边数量众多、体格也不容小觑的侍卫视若无睹，吊儿郎当地问道。胡一手的视线从李悟身后的李坤、李却身上扫过，最后落到地上惊慌失措的周壮身上。片刻后开口道：进来。李悟毫不犹豫地跟着胡一手走进帘后，李却紧随其后。李坤抓着周壮的头发，也把惨叫着的人拖进了帘后。胡一手吩咐属下给李悟三人看座上茶，他自己则坐在一把紫檀木的镂空嵌罗垫扶手椅上，嘴里含着烟斗，眯眼吸了一口，缓缓地吐了出来。说吧，你这次来又是为了什么？胡爷，救我啊！周壮刚喊了一声，李却就朝着他的头飞出一脚。李却动手的时候脸上依然笑眯眯的，他的力道和表情无关。周壮砰的一声摔到地上，脸色惨白，好一会都缓不过气来。胡爷恐怕要失望了，周壮欠你的钱要变成烂账一笔了。胡一手喜怒难辨，半睁的眼皮下冷酷的瞳仁像一只伺机的冷血毒蛇。李悟啊，胡一手慢吞吞地说，不要弄出人命，这镇上的每一条人命都是县太爷的东西。这话可是你告诉我的？这话没错。李悟道。那你这是？胡一手的视线移到周壮身上，他是不可能还钱了。李悟说，隋家的大小姐不受他的威胁，他从隋家拿不到一个铜板。为了咱们鱼头县的治安，在胡老板给的期限到期之前，我会派人看着他，让他没法到外面继续害人，但这又何必呢？李悟话锋一转，身体后倾靠上椅背，
右腿悠然往左腿膝盖上一搭，仿佛在自家吃茶一般自在。不但我要出人出力，胡老板也要在他身上多浪费2日时间。李悟道：所以啊，我把人带来了，看咱们能不能节省下这中间的人力物力。胡一手提起嘴角，缓缓笑了。你的话我明白了。胡老板爽快。有朝一日我有求于你的时候，希望李兄弟还像今日的我一般爽快。自该这样。李悟起身对身后2个弟弟道：走了。李悟毫不留恋地走了，李坤和李雀跟在他身后，只剩下一脸恐慌的周壮。胡爷就这么让他走了？胡一手身旁的人低声道：他怎么每次都把这种脏活推给胡爷？胡一手摆了摆手，从烟斗里缓缓吸了一口。随他去吧。李悟志不在鱼头县，此时结个善缘有何不可？那他手下看向周壮，周壮一个机灵，猛地磕起头来，砰砰砰的磕头声不绝于耳。周壮颤如斗筛，缺了2根手指的右手按在地上，留下一个汗水尽出的手印。胡爷，救我，救我呀！我会还钱的，我一定会还钱的。别听他的，李悟都是在胡说八道啊！他在害我呀，胡爷。胡一手没有看他，漫不经心道：拖到后面，把手脚筋挑了。李悟承诺不必为此担心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随蕊出发后的第10日，义夫从襄阳带来了问候的信笺，随即机电已在襄阳安家落户。随蕊一切都好，一再邀请他来襄州时到他家做客。这段时间里，李悟带着李坤去了商州，李悟没说去做什么，沈珠溪也没问。李悟一如既往，留下了一个弟弟照顾他的安全。白天他要出门，李雀随时陪同；夜里他要睡觉，李雀就从附近的人家里借一个4、5岁的小女孩和他睡在一屋，他则在院子里敞敞亮亮的打地铺，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看见孤男寡女没在一个屋檐下。他害怕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周壮就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得干干净净。这一日，沈珠溪去给何柳堂送花笺，顺便也去镇上采买一些蔬果生鲜。到了镇上，李雀提议和他分头行动。嫂子送了花笺出来，就到老地方来。我买了蔬果，就来这里等你。李雀道：除了蔬果，嫂子可有什么想买的？枣豆用完了，买点枣豆回来。沈珠溪道：记住了，嫂子放心去吧。李雀笑道。沈珠溪答应后，2人分开而行，各自去办各自的事了。沈珠溪到了何柳堂，掌柜正在整理他新进的文房4宝。沈珠溪粗略看了一眼，都是他看不上的粗糙货色。别放在我这儿。掌柜见他把花笺放在柜台上，忙叫道：你手里有几套？4套。正好，春风院那里一口气订了4套，你去给人送去，我这里忙着验货，实在是走不开。沈珠溪茫然道：春风院在哪儿？主街娃子里红艳艳的那栋楼就是春风院，你去了直接敲门，告诉里面的人你是来给崔娘送货的就行了。哦。沈珠溪一脸茫然地走出何柳堂。春风院，他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地方？沈珠溪来到镇上最热闹的主街，走进汇聚吃喝玩乐店铺的娃子，他一边被2旁店铺展示出来的摩诃乐、九连环等物吸引去注意，一边用余光寻找着何柳堂掌柜口中那栋红艳艳的楼。红艳艳的楼暂时没发现，红彤彤的糖葫芦架子倒发现了一个。沈珠溪停下脚步，在小摊贩处买了一根山楂糖葫芦，一边吃一边继续寻找目标。糖葫芦吃了一半，他总算在娃子深处找到了一栋红艳艳的楼。春风院3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就醒目地挂在大门上，屋檐和栏杆上都系着赤红的飘带和银色的铃铛，风一吹过，檐下就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沈珠溪还未曾走进红楼，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脂粉香气。他多了个心眼，叫住旁边一个拿着陀螺想从他身旁跑过的男童：小朋友，你能不能帮姐姐一件事？沈珠溪半蹲下来，柔声道：你帮我去那里送个信，我就把这个给你，好不好？沈珠溪从荷包里掏出几枚铜板来，男童一见铜板眼就亮了，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沈珠溪和他交代清楚以后，他快速跑向了春风院紧闭的大门。男童踮着脚尖在门上敲了许久，才有人出来开门。一个睡眼惺忪的干瘦男子听了男童的话，转身进了里面。又过了一会，一个轻纱薄衣、风韵犹存的女子步履摇曳地走出了春风院。她向男童问了几句，然后朝着沈珠溪的方向看了过来。片刻后，女子走到了沈珠溪面前，却没在他面前停留，而是走进了他身后的馄饨铺子，坐了下来。站着吃多累啊，不如坐下吧。女子没看沈珠溪，话却明显是对着拿糖葫芦的沈珠溪说的。沈珠溪刚要婉拒，女子抬眼看来，她媚眼如丝，眼尾的鱼尾纹反而为她添了不少风情。你就是让我验货，也得坐下吧。沈珠溪只好在她对面坐了下来。店家送上女子叫的鲜肉馄饨，女子接过面前的碗箸，慢条斯理道：吃过饭了吗？听到沈珠溪说没有，她又说：我从昨儿入夜就什么都没吃过了，现在饿得肚疼，
你得先让我吃上2口再验货。沈竹溪能说什么？他只好看着他慢吞吞地舀起馄饨，再慢吞吞地吹凉，最后又慢吞吞地送进嘴里，一口嚼上个5、6、10次。沈竹溪现在明白李悟看着他用饭时那股焦灼的感受了。李雀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女子忽然道。沈竹溪一愣，你怎么？女子闻言好笑地睨了他一眼。李娘子，我认识李雀的时间可比你久得多。这话可以发散的余地很大。正当沈竹溪狐疑这两人是什么关系时，女子咽下口中那嚼了不知多少口的馄饨，漫不经心道：你别想歪了，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在我的店里当过龟公。女子抬头朝他看来，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你知不知道龟公的意思？沈竹溪涨红了脸，他也是看过几本戏本的，怎么会不知道龟公是什么意思？女子见他脸色了然地笑了。你知道也好，省得我向你解释。沈竹溪连李悟的过去都不怎么了解，又怎么会知道李悟2个弟弟的过去呢？但女子说李雀从前是龟公，他立马就想起了做面首的李悟来。原来这还是一脉相承的家族生意。沈竹溪急着知道女子之后会说什么，可女子只是不慌不忙地吃起馄饨来。沈竹溪等了好久，他终于又咽下一个馄饨，再次开口道：我姓崔，大家都叫我崔娘，这春风院我开了快20年了。女子道。沈竹溪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那你？崔娘似是被许多人问过，一见他这模样就知道他在吃惊什么。我今年50有2了。崔娘略带骄傲地摸了摸自己鬓边的簪花。你看起来只有40来岁。沈竹溪难以置信道。吃这口饭的老得太快可不行。崔娘放下只吃了1小半的馄饨，拿起怀里的绣帕轻轻擦了擦嘴。你刚刚说李雀在春风院做过事，沈竹溪还是没法说出龟公那个词。那是什么时候的事？6、7年前的时候他还在我这儿，后来啊他杀了我们这里的一个。嫂子，你在这里做什么？一道阴冷的声音打断了崔娘的话。李雀带着冷冰冰的微笑站在馄饨铺的雨棚外。崔娘一个机灵，不自然地端正了身体。我替河柳堂送货来了。沈竹溪连忙拿着花笺站了起来。河柳堂让你到这种地方来送货，该让大哥私下和掌柜聊聊了。李雀笑道，这里3教9流都有，嫂子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少到这里来。知道了，嫂子出去等我吧，我马上就来。可这……沈竹溪手里的花笺被李雀拿了过去，他笑着说，我来吧。沈竹溪看出他有话要和崔娘私下说，识趣地走向瓦子外的主街。留下来的李雀冷笑着看向眼神飘忽，心不在焉往嘴里送着馄饨的崔娘。崔娘，好久不见。哎呀，这不是雀儿弟弟吗？崔娘像才看见李雀一样，表情浮夸地站了起来。好久不见，你走了怎么也不回来看看姐姐？我倒是赶来看望姐姐你，可你敢来见我吗？崔娘刚要说话，李雀上前一步，他立即条件反射地往后退了一大步。如此一来，他的客套话也说不下去了，只好尴尬地笑着。李雀再上前一步，距离崔娘只剩咫尺距离。崔娘被身后的条凳挡了退路，害怕又退不开，笑得僵硬又恐惧。雀儿弟弟，有话好好说，这对你名声不好。我是从春风院出来的，能有什么名声？李雀在他耳旁笑道，崔姐姐，你还记得茵茵的死状吗？崔娘脸色更差，恐惧盖过了她脸上的假笑。崔姐姐，好久不见，你这张嘴还是闲不下来。李雀轻声道，你要是这么喜欢和人谈茵茵，我就让你变成茵茵那样，好不好？不，我再也不说了。崔娘苍白着脸推开李雀，逃也似的冲进了春风院。馄饨铺的老板在他身后大叫道，崔娘，你还没付钱。旁边的摊贩笑道，你有福了，崔娘是让你晚上去收账脸。周遭一群男人笑得含糊又意味深长。李雀站在一堆不怀好意的笑声里，面色如冰。他走到春风院门口，对如临大敌的龟公说，把这个给他。他把花笺拍进龟公怀里，转身走出了瓦子。沈竹溪就在瓦子的大门下等他，见他这么快走出，不由松了一口气。他在外边一人独等的时候，生怕他在里面和人发生冲突。花笺收获了吗？他问。收了。李雀道。两人一时无言，默默往回家的方向走去。路过飘着糕点香气的丁家点心铺时，沈竹溪忽然道，你等等我，我去买几个玉。李坤和大哥去商州了。李雀道。沈竹溪一愣，随即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又忘了。大哥说了此去大概半旬时间，这已经过去了5、6日，他们应该快回来了。李雀道。商州那么远，李悟去商州做什么？沈竹溪本是自言自语，没想过得到回答，不料李雀却接上了他的话，大哥是到上洛县给你买茶叶去了。什么？沈竹溪愣住了，下意识反问道，去那么远的地方买茶？大哥说只有京城才有最好的茶，可京城远不说，还乱。商州的上洛离京城也近，各种好东西也多。他顺便接了个活儿，
去商州的同时还能挣上一笔钱。沈竹溪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没想到礼物忽然跑去商州，竟然是为了给他买茶叶。他不由想起了礼物出发去商州不久前的事，他攒够了自己赚的银子，兴冲冲的跑到镇上最大的茶叶坊买下了最贵的茶叶。可是回家泡上后，他只喝了一口就忍不住吐了出来。劣质茶叶充斥着灰尘的苦涩，就连茶香也徒有其表，毫无回味可言。那时礼物看见了，但什么也没说。他以为他并未放在心上，因为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把买来的茶叶束之高阁，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他分得很清楚，即便没有好茶，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从未说过。礼物打断他，你不用说出口，大哥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他一直在看你，只是嫂子你不知道罢了。他看我做什么？沈竹溪惊得合不拢嘴，李却哑然失笑，看了他半晌，看得他一头雾水。他再开口，说的却不是礼物了。嫂子，你看看这两边，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已经出了镇上，田坎两边都是农田，长得又高又壮的麦子挡住了两人的视线，即使有农人在劳作，从他们这里也什么也看不见。沈竹溪还在听他的话，看着两边。李却说，我要是在这里杀了你，你说谁会知道？似真似假的话落在田坎上，没有引起丝毫恐慌。沈竹溪抬眼看了他一眼，半是奇怪半是责备地说，你才不会。为什么？李却问。礼物相信你，大哥相信我，所以你也无条件的相信我。不太一样。沈竹溪顿了顿，认真说道，礼物相信你，而我相信礼物的判断。这其中的区别或许换个人来听就一头雾水，但李却马上就懂了他的意思。那是从前，可现在不一样了。李却说，你知道了我的秘密。沈竹溪吃惊地看着他，我知道了什么秘密？李却。过了片刻，沈竹溪回过神来，想起了娃子里听到的话，他皱起眉，不解道，这件事很少人知道。许多人都知道，那你有什么理由杀我？沈竹溪问。李却一时没说话，他在心里想，大哥，你不是总说嫂子是呆瓜吗？她可一点都不呆啊。崔娘说的话是真的，我当过龟公。李却说，你不觉得和我走在一起都难以忍受吗？沈竹溪摇了摇头，说，如果有别的选择，没有人想去那种地方。我杀过人，也是真的。李却看着他的眼睛，你不怕吗？他犹豫片刻，说，有一点怕。我怎么没看出来？因为我相信沈竹溪迎向他的眼眸，杏眼清澈，目光真诚。你不会滥杀无辜，如果你杀了人，那也一定有对你而言非杀不可的理由。李却喉结滚了一下，等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张开嘴唇的时候，已经忘了自己想要说什么。他抿紧嘴唇，忽而转身，大步往前走去。你等等我。沈竹溪提着襦裙追了上去。嫂子，李却突然说，你一点都不呆。沈竹溪嘀咕道，我本来就不呆，都是那李丕人在两个弟弟面前老是败坏他的名声。你看见我脸上这疤了吗？李却没有提东西的左手轻轻抚上了他那缺掉整个脸颊的侧脸。你觉得这是怎么来的？沈竹溪看着他脸颊上的红坑，迟疑片刻，道，被人剜掉的。是被剪掉的。李却说，是人用铁剪刀生生剪掉的。他直视前方，脸上毫无波动，只是一双清秀的眸子冷得似冰。被我杀掉的那个妓女。李却脸上的缺陷在沈竹溪眼里变了味，这块在他眼里曾经可怖，后来变得寻常，甚至偶尔也觉得可爱起来的胎记一般的东西，仿佛变成了血淋淋的样子，就像刚刚才被剪刀凌虐过的一样。我出生在勾栏之地，我娘是沦落风尘的罪臣之女，在我娘死后，老鸨将我赶出了青楼。我四处流浪，在10岁那年的时候来到了鱼头县。李却缓缓说道，语调平静而冷漠。我无处可去，又入了青楼。崔娘安排我做龟公，做的都是我从前熟悉的事，无非就是给劳累了一天的妓女端茶送水，送洗澡水罢了。青楼里的女子性格各不相同，但大多数时候日子还是过得去。直到我渐渐长大，容貌长开，开始被出入青楼的客人注意。李却停了片刻，复又开口，楼里有个当红的妓女叫英英，她撞见她相好的公子在酒后对我动手动脚，待那人走后，她把我叫到屋子里，羞辱我，打我，拿针刺我。沈竹溪听得整个心都提了起来，他不由自主地蹙着眉头，一脸焦急担忧，而李却作为当事人的表情却一如既往的平静。我怎么求他，他都不肯放过我。最后我倒在地上，他拿起袖架上的剪刀。沈竹溪不忍再听下去，李却仍然说完了最后的话语，声调没有丝毫变化。剪掉了我的肉。他说，那时我12岁。他这么对你，难道没人阻止吗？沈竹溪气的声音颤抖。嫂子，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公道，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愿意站出去主持公道。李雀说，他是楼里赚钱的招牌，他折磨我的时候，我的惨叫声整个春风院都能听到，可是没有人站出来过。1年后，他死在了床上，身上中了整整100刀，鲜血浸透床单。他说是我杀的，他剪掉我1块肉，我还他100刀，100倍奉还，就此两清。后来呢？沈竹溪忍不住追问。崔娘要捉我报官，是大哥把我救了下来，他给了崔娘300两银子，买下了我的命。我问他为什么要救我，他说李却望着前方，迷离的眼神似是投向了遥远的过去。他说我眼里有不要命的狠劲，像他以前的样子。他对我说，既然不要命，就把这条命卖给他吧。沈竹溪看着比他大不了几岁的李却，想安慰几句，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相比起李却沉重的过去，他轻飘飘的几句安慰实在微不足道。李却扭过头，看见他沉重的表情，哑然失笑道，嫂子，我都没难过，你怎么眼圈都红了？沈竹溪连忙侧过头去，我是被风迷住了眼睛。嫂子，李却放缓了声音，多谢你。谢我什么？谢你做了大哥的妻子，谢我的嫂子是你，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李却直白的话语让沈竹溪红了脸庞，羞愧从他心里涌出。李却要是知道他和李悟是假成亲，心里该怎么想？走吧，嫂子。李却一扫先前的阴霾，露出和此前无二的笑容，说不定我们赶回家的时候，大哥也回来了呢。沈竹溪配合他转移话题的话语，正想顺势说些其他不相关的话，一辆牛车恰好从一旁驶过。牛车上身穿旧布衣的老汉轻轻拉了拉缰绳，神色拘谨地向李却打听一处宅院。沈竹溪刚来此地不久，本也只是旁听一下，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老汉说了半天，打听的竟然是周家的小院。老人家，你到那里去做什么？你是来投奔亲人的吗？沈竹溪忍不住问道。老汉嘿嘿笑道，一脸满足，我买下了那里的院子，今日起要搬进去了。你买下了那里？沈竹溪惊道，可是周家院子卖了，是谁卖的？周嫂知情吗？周壮的父亲也同意吗？可是什么？老汉露出疑色。可是太巧了。沈竹溪还未开口，李却带笑的声音先响了起来。他朝老汉拱了拱手，笑道，这位是我嫂子，她和我大哥就住在老丈隔壁的院子呢，大家邻里邻外的，以后要互相帮助才好。这确实太巧了。老汉惊喜道，我和老婆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还要多仰仗你们。等我安顿下来后，就带着家里人来拜访你们，希望你们不要见外呢。他身后坐在牛车里的妇孺闻言，纷纷朝着车下的沈竹溪和李却投来好奇或怯生的目光。老丈客气了，相亲相亲，自然该亲。李却笑道，你们买那套院子是买对了，他原来的主人一直爱惜它，家具一应齐全，到处都干干净净的。你们买下它，花了不少钱吧？不多，不多。老丈连连摆手，粗糙皲裂的脸庞上露着朴实的笑容。这家人急着出手，价格不高，还带了18头猪仔，算上猪仔，这价格就很便宜了。李却笑道，如此说来，老丈你还是撞了大运了，一般人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啊，劳苦了一辈子，总算有自己的地儿了。老汉唏嘘道。李却又寒暄了几句，牛车才重新出发了。换个邻居也好，省得嫂子一人在家时，大哥总不放心。李却说。沈竹溪忧心忡忡，可是如果周嫂子回来了？周嫂子有丈夫有儿子，还是2个，嫂子不必替她操心，人的日子始终是要自己过的。李却说，更何况这都这么久了，周嫂子还没回来，说不定是想开了，决定留在娘家不回来了呢。希望如此吧。两人回到李家院子，沈竹溪刚推开院子，里屋中气十足的声音就从里屋里响了起来。你走开！沈竹溪回来了！沈竹溪！沈竹溪！你赶紧过来！沈竹溪心里的惊喜油然而生，他忘了抱怨李悟不客气的召唤，快步走入了里屋。李悟！话音未落，他就被趴在床上的李悟吓了一跳。李悟赤裸着上身，右侧肩胛骨的位置有着一条4、5寸长的刀伤。李坤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条白色纱布，脚边还有一条刚换下来的旧纱布，上面除了膏药染色，还有斑驳的红色血迹。沈竹溪，他笨手笨脚的，你来给我换药。李悟没好气地说。你这是怎么了？沈竹溪回过神来，强行指挥着发软的双腿靠近李悟。他走到李悟身旁，看着他背后可怖的伤痕，连声音也颤抖起来。你这是怎么了？你别哭，别哭，老子叫你别哭。李悟一副头大的样子，咬牙切齿道，你再哭，老子立马就死了。沈竹溪用力抽了抽鼻子，咬着嘴唇逼回了眼眶里的泪水。你把药和纱布给他，让他来。你出去吧。李悟命令道。李坤听话的把纱布交到沈竹溪手里，又把放在床头的一个打开的罐头指给他看，药擦。
李坤离开后，沈珠溪支撑不住发软的双腿，在床边坐了下来。他看着李悟受伤的肩胛骨，努力把不受控制涌出的泪珠憋在眼眶里。你这是怎么搞的？他问。办事的时候疏忽了一下，没事儿，小伤罢了。李悟趴着说，我给你带了虾滑茶，就是你说你在宫里常喝的那种，我放在堂屋的桌上了，你看见没有？他不说还好，这话一出，沈珠溪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你怎么这么傻？他忍不住在他腰上轻轻打了一下。他心里生气，可是用上的力气连平日的1/10都没有。沈珠溪用力擦了擦眼眶里涌出的泪，含着哭腔道：我又没让你去买雨花茶，你跑那么远去做什么？还害得自己受了伤，为了一包茶叶，值得吗？谁说我是去商州专门买茶叶的？沈珠溪，你自不自恋啊？李悟扬声道：我那是去商州办事，路过茶坊，顺便给你带了一包。你也不看看你说起虾滑茶时那红光满面的脸，你用得着说吗？可我也不是非喝不可，老子大老远给你买来，你敢不喝？李悟转过头来，凶神恶煞地看着他，你必须把每根茶叶都嚼干净了才行。他态度十分不好，恶声恶气的样子像个无恶不作的恶霸。可是沈珠溪一点都害怕不起来，他对李坤很好，对李却很好，和他假成亲后，对他也很好，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好到他不知道该怎样报答，好到他开始不知所措。沈珠溪，你别哭了，你的眼泪掉到老子的伤口上去了，你想疼死老子改嫁呀？李悟的嘎嘎乱叫打断了沈珠溪的多愁善感。知道了，你再折腾，伤口都要裂开了。沈珠溪在他背上装作生气的拍了一下，他吸了吸鼻子，认认真真的给他涂起药来。不知为何，李却的话重新在他耳畔响了起来。李悟，沈珠溪忍不住道：多谢你。谢我什么？李悟扭过头，挑着眉，一副玩世不恭的欠揍表情。多谢。沈珠溪说：救我出书橱的人是你。第二天一早，沈珠溪强行拉着骂骂咧咧的李悟来到素心堂看伤。我都说了不用，不用，真的过几天就好了，看什么大夫，凭什么把家里的银子吹给这糟老头子？到了素心堂门口，李悟还在垂死挣扎，被沈珠溪硬是拉进了大堂。臭小子，老夫可是坐着堂都听见你在骂我。唐大夫吹胡子瞪眼道。沈珠溪把不情不愿的李悟按在看诊的桌前，对唐大夫歉意道：大夫，你别听他瞎说，劳你看看他背上的伤吧。大堂里除了沈珠溪两人，只有唐大夫和一个捡药的小学徒，用一根麻绳悬在半空的药包在门外微风的吹拂下缓缓转动。唐大夫起身走到李悟身后，没好气道：还不脱，等着老夫给你脱呢。我说了真的不用。李悟眉心皱得老高。沈珠溪扁起嘴，渲然欲泣。行行行，老子脱行了吧？李悟火烧屁股似的飞快脱了上衣。唐大夫凑近，眯眼打量着他后背的伤口，手指轻轻按了按周围。疼吗？你按老子伤口，你说疼不疼？李悟龇牙咧嘴，还这么有活力，死不了。唐大夫转身回了看诊桌前坐下。不诊脉吗？沈珠溪担心道。你看他这生龙活虎的样子，用得着诊脉吗？唐大夫说：你家相公是要活1000年的面相。李悟黑着脸：老匹夫，你骂我是祸害？不得了，你还知道是骂你了。唐大夫惊讶道：我听说你最近开始读书习字了，看来还真学了点东西。你他娘！李悟刚一起身就被沈珠溪按住肩膀，重新摁回座位。大夫，沈珠溪担忧道：他这伤多久才能好？短则几日，长则半旬一旬。唐大夫从桌上一沓裁好的芭蕉叶，沉吟片刻后落笔写出药方。他一边写一边抚须说道：李悟啊，你年纪也大了，怎么还像年轻时那样整日和人干架呢？李悟飞快瞥了一旁的沈珠溪一眼，语带威胁道：老子什么时候整日干架了？什么时候？唐大夫低头写药方，错过了他的眼神，抬头好笑地看了他一眼：你16、17岁的时候，老夫店里每月1半的外伤药膏都被你和李雕包圆了。他现在叫李坤，不叫李雕了。李坤，哪个坤字？鲲鹏的鲲。沈珠溪忙说。唐大夫点点头，继续书写药方。这名字好，一看就不是李悟这种粗人取得出来的。你说谁是粗人呢？李悟再次起身。沈珠溪又一次把人按了回去。大夫，他伤在肩胛骨，这段时间是不是不要做重活比较好？他能有什么重活？最多就是动手打。唐大夫抬起头，和李悟凶神恶煞的目光终于相遇。高。唐大夫咳了一声，抚须道：冬至的时候，你还是把打高的活让给李坤吧。沈珠溪越听越迷惑，唐大夫先前还说短则几日，长则半旬一旬就好了，现在怎么又说到冬至了？离冬至还有3个多月呢，那时候李悟的伤也早好了呀。唐大夫开了药方，
让学徒拿去检药后，亲自为礼物更换了身上的纱布，在他的伤口上涂了厚厚一层膏药。行了，都是娶了娘子的人了，少折腾点，小心哪天命都被你折腾没了。唐大夫在礼物背上不重不轻地拍了一下。你少咒老子，老子活得比你孙子都久。礼物说。唐大夫哼了一声，吹了吹胡子。行啊，你要能活到那时候，记得来照顾我曾孙的生意。大夫，多谢你了。一共多少钱？沈朱熹问。唐大夫报了个数，礼物立即叫了起来。你他娘杀熟啊！一卷纱布，一罐臭烘烘的药膏。你不等他嘎嘎说完，沈朱熹把他推出了素心堂大门。大夫，他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沈朱熹不好意思地笑着，掏出荷包里的银子结了要钱。刀子嘴豆腐心？唐大夫狐疑地看着沈朱熹，谁？你做梦遇见的人吗？沈朱熹心里不服，嘴上却没有反驳。他又不能将礼物日日叫他呆瓜，转过身却做面首养他的感人事迹告诉一个外人，只能将礼物对他的深厚情谊默默藏在心里铭记。他转而问道：唐大夫，礼物受了外伤，平日要吃些什么进补才好？他还进补？再进补就要上天摘星星掏月亮了。唐大夫大惊失色。沈朱熹不听他的，再三追问。唐大夫终于说，他用不着人参，你要是想给他补一补，炖个鸡汤就好了。小母鸡最为进补。沈朱熹一愣，怎么了？唐大夫面露不解。没什么。沈朱熹从素心堂出来时，礼物站在门口，嘀嘀咕咕的摸着右边肩膀，这死老头是不是故意的，勒死老子了？走吧。沈朱熹说，我们去集市买只小母鸡回去。你想吃鸡了？礼物不疑有他，跟着他往热闹的集市走去。你前几日吃的什么？我怎么瞧你瘦了？是不是老子不在，你又不认真吃饭了？礼物阔别了几日的碎碎念让沈朱熹生出一股惬意。我有认真吃饭，我没有瘦，我最近还胖呢。沈朱熹说道。这个就无语，她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国破家亡之后反而吃胖了的公主。要是被人知晓，一定会说她没良心。她倒是想有良心，礼物不让她有良心。每次吃饭的时候，她那双火眼金睛就牢牢盯在她的柱子上，她少吃一口，她就恨不得让她补上一碗。礼物问了她很多问题，大多都是在关心她这几日吃了什么，做了什么，看了什么。她也说了自己，洋洋得意道，弄伤我的那家伙也不知道现在醒过来没有。沈朱熹也曾旁敲侧击过他受伤的原因，可他言简意赅，仅用一句做生意起了冲突就带过去了。沈朱熹也不便再问。他做的生意，一个卖命，一个卖身，两个都让沈朱熹忧心忡忡。两人到了集市上，早市已经散了，仅有的几个卖鸡鸭的摊贩都没有小母鸡，就连镇上唯一一家酒楼，沈朱熹也问过了，只有老母鸡，没有小母鸡。沈朱熹不禁皱起眉头。礼物虽然不明白他为何只说小母鸡，但还是说，你要是想吃小母鸡，明日我早些来买就是了。算了，沈朱熹难掩失望。回到家后，沈朱熹还在想他的小母鸡。李娟在院子里踱步，她的目光不由自主落在了肥嘟嘟的鸡屁股上。不行！沈朱熹猛地摇头，他怎么能打李娟的主意呢？可是，你要是想给他补一补，炖个鸡汤就好了。沈朱熹呆呆看着李娟的肥屁股，这屁股又肥又圆，炖起来一定很是滋补。不，他怎么能这样做呢？小母鸡最为进补。沈朱熹快哭了。李屁人啊李屁人，他怎么老是给他出难题呢？有两个声音在他脑海中不断拉锯，一个在说，李娟陪你也有1个来月了，你怎么忍心让他下锅变鸡汤？另一个声音则说，礼物陪你也有4个多月了，他都做面手养你了，你怎么连只鸡也舍不得用在他身上？两个声音一同说，铁石心肠。沈朱熹左思右想，心中的天平渐渐倾向了礼物。小母鸡当然可以明天再去集市去买，可这样一来，不就证明礼物在他心中还赶不上一只小母鸡吗？一个愿意为了他做面手的男人，他怎么忍心让他排在一只小母鸡之后？养李娟本来就是为了下蛋给礼物补身体，现在不正是他发挥作用的时候吗？沈朱熹，你还在犹豫什么？他在心里狠狠骂醒自己，礼物可是在做面手养你。沈朱熹咬了咬牙，忽然冲向李娟，双手一抄，抱起还未回过神的李娟就跑进了厨房。因为礼物受伤不便的缘故，厨房里只有忙活的李雀。李雀见他火急火燎的模样，脸上一愣，嫂子，你这是怎么了？好好送走他，别让他太痛苦。嫂，沈朱熹哭着把李娟塞进李雀手里，伤心欲绝地跑出了厨房。真香！礼物喝完一碗鸡汤，咂着嘴发出了情不自禁的感叹，自己家养的就是不一样，这鸡肉紧实，味道也香浓许多。李雀跟着称赞道，好吃好吃。李坤呼哧呼哧地刨着鸡汤泡饭，嫂子今天没吃什么就下桌了。
李却说：“没关系吗？你嫂子心疼我，什么好东西都给我留着。”李悟摆摆头，上次吃烧鸡也是舍不得吃，全留给我们。你没见他刚刚看我拿勺舀鸡汤的模样，眼圈都红了。李悟一脸感慨道：“他这是还担心着我的伤呢，看我动动手臂都心疼坏了。恭喜大哥，守得云开见月明，嫂子这是完全心系于你了。”李却笑眯眯道：“少胡说八道。”李悟嘴上如此说，上扬的嘴角却是怎么都压不下来。用过午时，李悟把收拾的任务交给了李却，自己走进了里屋，看望早早下桌的沈竹溪。这呆瓜伏在床上一动不动，一看就知道又在偷偷哭鼻子。李悟又心疼又无奈，想到他这是因心疼自己而哭，平日的冷嘲热讽也说不出来了。他坐到床边，看着沈竹溪的后脑勺说：“你平日喂鸡喂得不错，不仅鸡汤鲜美，那鸡肉也比外边不三不四的鸡要好吃许多。”两道热泪从沈竹溪无神的双眼里涌出，瞧他感动的，不就几句夸赞吗？李悟不由反省自己，平日里是否给的肯定太少，不然他怎么一听他称赞两句就忍不住感动落泪呢？李悟又安慰了几句，沈竹溪还是不言不语，呆呆看着空无一物的床板。他觉得他一定是被他身上的伤吓坏了。他一个姑娘家，以前一直在宫里伺候贵人，哪有机会看见这么血腥的画面？一时回不过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归根究底，不还是因为他担心自己才会有此反应吗？李悟再三安慰，因为感动许下了许多诸如金银楼新衣新头面、整车屁股纸之类的承诺后，终于把沈竹溪哄停了眼泪。他走出了里屋，李却刚把桌子擦完，见状问道：“嫂子如何了？”“你嫂子的。”李悟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老太爷似的背手往院子里走去。他头也不回，只有声音悠悠传来：“爱惨了我呀！”趁李悟午休的时候，沈竹溪把李娟的鸡毛和尸骨收集起来，埋在了后院的角落，又把他一次都没睡过的鸡窝给放了上去。正好旁边落着一块木片，他顺便给他竖上了无名墓碑。李娟在他面前跳脚的模样还历历在目，现在却是他对不起李娟，他天天给他下蛋，还被变成了一锅鸡汤，连个全尸都没留下。沈竹溪默默抹着眼泪，时不时叹一口气，为这无常的世事，他消沉了大半天，直到傍晚才终于有心思拿起礼物从商州带回来的茶包。隔着一层油纸，他已经闻到了正宗与花茶发出的清香。沈竹溪原本的轻视不禁收了起来，他洗净双手，端坐在方桌前，小心翼翼地解开了油纸。4块巴掌大小的小团茶叠在一起，茶色淡绿，似是蒙着一层白雾，悠悠的茶香扑鼻而来。睡醒的李悟从里屋走了出来，睡眼惺忪道：“让我泡一杯尝尝。”“等等！”沈竹溪紧张的大喝，让李悟猛地缩回手。“怎么了？”还没有点茶器具，也没有配他的茶盏。沈竹溪一脸凝重道：“现在还不能喝？”一惊一乍：“你想吓死老子改嫁呀？”李悟骂道：“泡茶不就是一个杯子一壶开水的事吗？还要什么点茶器具？对普通的茶，当然开水和普通茶盏就行，但是这茶这么好，你就忍心暴殄天物？”沈竹溪皱眉道。李悟坦坦荡荡地说：“我忍心。”对牛弹琴。沈竹溪重新包好油纸，说：“不行，得等我凑够器具才能喝。”“你去哪儿凑？”“我去镇上看看。”“我陪你。”李悟说。两人去了镇上集市，沈竹溪精挑细选，逛了许多商铺，才从一个掌柜的箱底发现了一件12套的出自建窑的黑釉点茶器具。他兴冲冲地买下了这套茶具，不惜掏空荷包里的所有家底。回去的路上，李悟说：“茶具我送你，钱不行。”沈竹溪一口回绝：“你要是敢把钱不给我，我就再也不和你一起上街了。”这话听起来有些幼稚，沈竹溪话一出口才意识到，好在李悟并未注意到这孩童式的威胁。这几样破东西居然也要100两银子，卖这个和买这个的都疯了。他一脸难以理喻的表情。“是你不懂。”沈竹溪爱不释手的隔着纸包摸了摸他新得手的建窑茶具，若没有好茶具相配，好茶也会黯然失色。李悟毫不犹豫道：“放屁，茶叶还是那个茶叶，怎么可能因为茶具就不一样？”沈竹溪懒得和他计较，白了他一眼，说了你也不懂，只有你懂。李悟反唇相讥：“你鼻子比我们多了一个孔，所以只有你才闻得到那不一样的茶香。”你……沈竹溪气的忍不住捶了他一下。“你嘴怎么这么讨厌？”他用的劲儿根本不大，可李悟立时把腰弓了起来。“我的伤，你别想骗我！”沈竹溪气愤道。“我没骗你，真的打到伤口了，刚好就打在伤口上。”李悟一脸痛苦。“我才不会信你！真的，你看看伤口有没有裂开？”李悟弯下腰。“我要怎么看？”沈竹溪狐疑道。“你看纱布有没有染红？可纱布在你衣服里面。呆瓜，你要学会变通。纱布在衣服里面，你不会解开。”
沈珠溪一巴掌打在他身上，涨红了脸，流氓！他转身就往家的方向走去。李悟看着眼前怒气冲冲的身影和他绯红的耳垂，唇边不由噙上一缕微笑。他迈开双腿，吊儿郎当的跟上了他的脚步。呆瓜，等等我！你不要你的贱人茶具了，是剑瑶茶具。他转过头来，气急败坏地说：“知道了，剑瑶，剑瑶。”李悟3步并作2步走到他身边，继续和他并肩而行。我倒要看看，你拿着剑瑶茶具到底能泡出什么虾花茶来？是雨花茶？行，雨花茶就雨花茶。回到家后，沈珠溪迫不及待地清洗了茶具，他怕别人做不好，或者弄碎了他的剑瑶茶具，甚至没有假手于人，而是亲自把这套茶具洗得干干净净，又细心地擦干了上面的每一颗水珠。在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拜托细心的李雀用茶碾将一枚雨花团茶碾碎成末。如果是陈茶，那么还要经过一道烘茶炉炙烤的过程，但这是今年的新茶，无需去除陈味，所以炙烤这一步就可免了。沈珠溪兴致勃勃地说道。院子里3人，李雀低头碾茶，李悟像个大老爷似的瘫在椅子里，李坤乐此不疲地玩弄着桂花树上的一只蜗牛，不断用树枝触碰它探出的触须。沈珠溪说了半天点茶的关键，除了李雀偶尔礼貌性的附和2声外，另外2个人毫无关心，就连李雀看得出来也对点茶并无兴趣。沈珠溪说了半天，说个寂寞，只好闭上了嘴。李雀把茶末准备好后，沈珠溪洗净双手，点起香炉，端坐在方桌前，表情变得浑然不同。3兄弟被他不同寻常的架势唬到，许久都没人开口打破缄默，就连李坤也一反常态，安静非常。半晌后，李雀压低声音道：“嫂子这样像个公主。”李坤嘿嘿笑道：“不像，还像猪猪。”李悟不以为意道：“公主哪会泡茶，都是别人给她泡茶。公主就是天天躺在床上等着别人来伺候的主，就像猪。”李坤说：“不错，雕儿现在还会发散联想了。”李悟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背，李坤傻笑起来。旁边人在说什么，沈珠溪一概左耳进右耳出。有好茶的机会不多，他怎么会因为几个屁就浪费这么好的机会呢？他拿起茶箩，专注而仔细地将茶末筛了数次，等茶末筛细致了，旁边的茶盏也温好了，茶炉上的水也开了。沈珠溪将筛好的茶末轻轻筛进温热的黑釉茶盏，注入刚好2沸的热水，手执一把茶筅，不断击服茶汤，打起细密的墨波。他低垂头颅，后颈洁白如玉，密如鸦羽的睫毛半遮清波荡漾的杏眼，头下一片浅浅的3角阴影。手上的动作沉稳安定，不见丝毫颤抖。前院的夕阳爬过堂屋的门槛，浓墨重彩的披上少女双肩，她毛茸茸的发丝，她柔软的长睫，她带着茶香的指尖，她的所有都在这柔美瑰丽的夕阳里发着光。李悟坐在椅上，姿态散漫，眼神却锐利清楚，始终紧锁在沈珠溪身上。雪花一般乳白色的泡沫逐渐在茶面上形成，非同一般的茶香溢满漏居，闻之沁人心脾，身心皆愉。沈珠溪将3碗茶盏推出，李悟3人各自接过，李坤拿起来就往嘴里倒去，下一刻他跳了起来：“烫死我了！”沈珠溪忍不住笑道：“你慢些喝。”他这一笑，身上因高贵带来的疏离气质烟消云散。李悟和李雀相继端起茶盏，沈珠溪也拿起了面前的茶盏。他缓缓品了一口，久味的好茶下喉，舒服的他每个毛孔都张开了，恨不得长长的呻吟一声。此情此景，唯有好诗才堪相配。沈珠溪情之所至，张口吟道：“昔日河源4个长，睡香味苦怯茶腔。春风解恼诗人鼻，飞叶飞花只是香。飞叶飞花只是香，真是好诗。”李雀开口道：“这是何人所作？”“是程斋先生所作。”沈珠溪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可是他写的？”“正是。”沈珠溪惊喜道。李雀笑道：“我娘以前教过我这一手。”李悟看着2人有说有笑，一来一往，眉头慢慢压了下去。他咂了咂嘴，没尝出手里这杯虾滑茶喝到嘴里有什么不同？这味儿不和镇门茶肆上3文钱1碗的茶叶差不太多吗？嗨，他清了清嗓子。桌上3人都朝他看了过来。李悟沉吟片刻，双目看向盏中茶汤：“你这茶白花花，就像一个小烧饼。”沈珠溪变了脸色：“李悟，你冷静一下。”李悟充耳不闻，接着吟道：“说好喝，放狗屁，一碗烫嘴的垃圾。”沈珠溪。李悟旁若无人，深情吟诵：“老子翻山又越岭，带回这个蠢东西。这茶要我300两，不如来个9、3斤。”一首茶诗做完，李悟沉默半晌，堂屋里也跟着他沉默了半晌。终于，他抬头看向面容僵硬的沈珠溪：“你刚刚叫我冷静什么？”“没什么，我得找张纸记下来。”李悟说着离开了方桌，不一会拿着他的纸笔走了回来。他刚一提笔，
想起什么，把笔墨纸砚都推给了沈朱熹。你的字好看，你来写。写什么？沈朱熹惶恐道。他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被李悟残忍打破。李悟想也不想地说，就写我刚刚念的那首诗啊。你忘了？我在。忘不了，忘不了。沈朱熹忙说，那你写吧。李悟点点头道，我这首诗就叫《李悟品虾滑茶》，你说如何？呵呵，你傻笑什么？好还是不好？李悟皱眉。沈朱熹干笑，挺好。他怀着一丝怜悯，提笔写下“李悟品与花茶”几个字。你还记得我的商诸题吗？一并写下。李悟兴致勃勃道，我看那些诗人都出了自己的诗集，以后我多写几首，也出他一本诗集。大哥才华横溢，惊为天人，只出一本诗集，岂不是天下所有文人的损失？李却拍桌叫好，大哥有这等实力，就该出他个10本8本的，要青史留名才好。别把话说得这么满，让人听见了，我不是成了笑话吗？李悟说，大哥的意思是，离青史留名还是有点差距，等我再精进一些，那是必定青史留名。李却用力鼓起掌来。李悟满意的哼了一声。李悟的大作刚誊写到纸上，篱笆外就响起了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声。李悟，县太爷让你速去衙门一趟。李悟起身走到前院，朝着篱笆外喊道，说了什么事没？门外的人回道，没，是师爷传的话，快走吧，让县太爷等急了没好果子吃。李悟回头朝屋子里看来，李却立即起身道，大哥，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你们留在家里。李悟目光移向沈朱熹，把我的2首诗抄下来，你要是忘了，我现在再念。说了忘不了就是忘不了。沈朱熹忙道，他倒是想忘呢，可无论是商诸题还是李悟品与花茶，谁听了能忘的了？李悟跟着门外的那人走了，沈朱熹松了口气，望着桌上2幅辣眼睛的大作，不知道该拿这东西怎么办。收到李悟的房里，可他的房就是他的房，收他的房里，不是辣他的眼睛吗？沈朱熹左思右想，把这2张诗作藏进了厨房装银子的坛子里。读物就应该待在一起。李悟傍晚时分才走，直到夜幕深深，才踏着星光回到屋里。还在堂屋里坐等的李却立时起身相应。李坤一无所察，还趴在桌上呼呼大睡，鼾声震天。大哥，你回来了。李却道。待在里屋看书的沈朱熹听到声音，也撩开竹帘走了出来。李悟回来了。李悟一屁股坐到堂屋的方桌前，把一包油纸包着的东西放到了桌上。这是县太爷家厨娘最拿手的麻油酥，我带了一些回来，还是热的，你们尝尝。麻油酥！李坤怪叫一声，立即伸手抓来。李悟啪一声打在他手背上，李坤委屈巴巴地收回手。我去洗手。沈朱熹说。李坤看着他的背影，嘀咕道，讲究猪猪。李悟再次朝他横眉看去，说了多少次了，猪猪也是你教的。莫一会，沈朱熹洗完手回来了。李悟解开纸包，示意沈朱熹拿着第一块。6块巴掌大小的麻油酥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焦黄的酥皮上点缀了星星点点的黑芝麻，麦香和芝麻香混合在一起，刺激着沈朱熹腹中馋虫的苏醒。他轻轻拿了最上面那一块麻油酥，金灿灿的酥皮随着他的动作掉落在油纸上，夹杂着零星几粒芝麻，像在下一阵有香气的金色小雨。沈朱熹拿过之后，李坤迫不及待拿了第2块，李却稳着不动，直到李悟眼神示意，才拿起了第3块。李悟最后拿起了第4块油酥饼。沈朱熹小心翼翼地用手掌隔空接着酥饼，轻轻在饼边咬了一口，牙齿刚碰到油酥饼，酥皮就沙沙掉落在他手掌上。猪油的焦香和麦香，还有芝麻浓烈的香气一齐冲入口腔，恰到好处的咸香中和了油酥饼的腻。沈朱熹吃完一口又是一口，不知不觉半个油酥饼就消失在了他的嘴边。沈朱熹因为这咸香宜人、酥脆掉渣的油酥饼欲罢不能，对面的李坤更是停不下来。他吃着手里的，望着油纸里的，一副恨不得一口吃光所有油酥饼的样子。大哥，县太爷这么晚了，找你去做什么？李却问。让我明日陪他去西城县一趟。李悟说完又补充道，师爷和其他人也去，你们就留在镇上。去西城县做什么？李却追问。最近这段日子，荆州知府门上出入过几个不同节度使的人。李悟说。他说的隐晦，桌上的沈朱熹和李却马上懂了。荆州知府像背弃大燕政权和伪帝的大辽，投靠有粮有兵，掌控一方的某个节度使，召集管辖范围内的知县，或许就是为了商议此事。沈朱熹听懂了，却装作没听懂。作为一个宫女，她不该懂得太多。她掩饰住复杂的情绪，低头将剩下的半个油酥饼慢慢送进嘴里。李却道，这么说来，几个节度使也开始收买人心了。李悟再次打掉李坤伸向最后一个油酥饼的手，他拿起油纸里的酥饼，
转手递给刚刚吃完手里酥饼的沈竹溪。武英节度使、郎温节度使，他们都坐不住了。礼物说。沈竹溪看了看李坤可怜兮兮的表情，摇头道：“我吃不下了，你给李坤吧。他平日在县老爷府上吃的够多了，你别管他。”礼物不由分说，把最后一个油酥饼放进他手里。沈竹溪想了想，将酥饼掰成2半，其中大的那一半递给了李坤。李坤双眼发亮的接过，刚要塞进嘴里，忽然想起什么，停了下来，看着沈竹溪，扭扭捏捏地道：“谢谢猪猪。”沈竹溪不禁露出笑颜。李却看了看李坤，又看了看沈竹溪，说：“嫂子叫人真有一套，嫁过来才4个月，就教会了2个我们4年都没教会的事。”李坤很聪明，沈竹溪看着李坤笑道：“只要耐心和他讲道理，他会明白的。”“我聪明着呢。”李坤骄傲道。“你去了西城县，要多久才能回来？”沈竹溪转头问坐在一旁的礼物。“快则2日，慢则10天半月。”礼物说：“县太爷决定的事，我也给不了准话。西城县离青牛县远吗？”沈竹溪的问题甫一出口，礼物就明白了他的用意。来回1日就行，等西城县的事情办完，我就去一趟青牛县，看看周嫂的近况。沈竹溪没想到他这么好说话，一脸惊喜，高兴的恨不得现在就给他捶捶背揉揉肩。礼物多谢2字还没完全出口，沈竹溪想起上次他对他说的话，他不喜欢他对他说谢谢。多什么？礼物说：“你多吃一点。”沈竹溪笑逐颜开，把手里的半块油酥饼递到礼物面前。礼物看着他鼻子上皱起的笑纹和杏眼里波光粼粼的笑意，心想要是另一块油酥饼不在一个比猪能吃的糙汉子手里，就完美了。分饼儿时他怎么就没想到呢？结果叫李坤占去了便宜，果然是傻人有傻福。他接过半块油酥饼，再次掰开，退回一半给眼睛睁得圆溜溜的沈竹溪。1人1半。1包油酥饼吃光后，李坤连落在油纸里的酥饼渣也没放过，全部倒进了嘴里。月明星疏时分，李却和李坤2人挥手离开了李家。沈竹溪从后院沐浴洗漱回来，看见礼物坐在床边，正拿着他那本诗集观看。他如今已经认识许多字了，看诗集基本不成问题，只是史记一类的书还需要时不时的请教沈竹溪字义和读音。这本书借给我路上看。礼物说。沈竹溪不以为意道：“好啊，我的那2首诗呢？”他调整情绪，故作平常道：“给你好好收藏起来了，放在室外纸张易受腐蚀。”礼物自言自语道：“改日带去叫人装裱起来算了。”别！沈竹溪差点咬住自己舌头。怎么了？礼物抬眼看来，眼里露出一抹疑色。沈竹溪急中生智，飞快道：“你不是要写8本10本诗集的吗？每一首都装裱起来，这装裱费都是多少啊？”礼物闻言，面色凝重：“你说的有道理，那还是算了，反正我都记在脑子里了，用不着装裱。”沈竹溪心想，他也记在脑海里了，不过是被迫的，他想忘也忘不掉。礼物打消了装裱诗作的念头后，出去洗澡了。沈竹溪躺在床上，听着外边院子里传来的哗哗水声，眼皮越眨越慢。在他即将睡着的时候，带着一身水气的礼物上床，惊醒了他的瞌睡。“你这鸡毛掸子，天天的老子！”礼物骂骂咧咧的在床上调整睡姿。“你就不能把他们扔下床吗？”“不行！”沈竹溪连忙伸手护住他的2根鸡毛掸子，为他不能开口说话的胆子申诉道：“只有你先越界，他们才会硌到你，不然他们怎么没硌到我？”礼物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你皮糙肉厚。”沈竹溪震惊地看着他，最后一丝睡意也飞走了。礼物在床上挪了挪，总算找到了舒服的姿势。他舒服的姿势就是正面朝天，4仰8叉，挨着沈竹溪的那只手伸的老长，搁在沈竹溪的头上，晃眼一看，好像他枕着他的胳膊似的。沈竹溪有些脸热，不自在地翻过身，背对着毫不顾忌男女之别的屁人。他现在已经能赚钱了，要不他明日就去再订一张床。可床来了，又要放哪儿呢？当初假成亲的时候，他答应礼物此事只能他们2人知道，可新床一来，不是所有知道他们家有2张床的人都能知道他们分床睡了吗？再说礼物还在辛辛苦苦做面手养家，他大手大脚定做新床，总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他躺了一会，睡意却不见复返。礼物，他说。身后传来一声鼻腔发出的他也没睡。沈竹溪松了口气，继续说：“你去西城县，不会又受伤吧？”“不会。”礼物想也不想就说：“你之前也说不会，可你还是受伤了。”沈竹溪自己都没发觉，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委屈。他也不会知道，此刻的礼物以手支头，侧身半躺，带着笑意的目光正落在他的后脑勺上。“皮外伤算什么伤？”礼物轻描淡写道：“我不会有事的，即便为了你，我也不会有事。”这话怪怪的，他们只是假成亲，
可李悟时常说的话都会让他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夫妻。沈竹溪不想显得自作多情，总是下意识忽略他偶尔说出的亲密话语。李悟原本就仗义洒脱，再加上又没有读过书，言语上偶有不当也是情理之中，他不能在细节上斤斤计较。沈竹溪小声道：“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再受伤了。”“不行。”“为什么？”沈竹溪没想到这么简单的要求也会被拒绝，下意识地转过头。四目相对，中间隔着两只气势汹汹的鸡毛掸子，屋子里似乎连空气的流动都缓慢了下来。“因为我要照顾你，所以照顾不过来了。”李悟说。“你不能照顾我吗？”“我要怎么照顾你？”沈竹溪不由结巴了。迎着眼前这双近在咫尺的乌黑眼眸，沈竹溪不知为何心跳加速起来。李悟的目光沉着依旧，灼灼依旧。“呆瓜，这个问题得问你自己。”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沈竹溪，缓缓道：“问你，你愿意怎么照顾我？愿意照顾到哪种程度？愿意照顾我多久？”沈竹溪露出茫然的表情。李悟伸手遮住了那双纯真无邪的眸子，他低声道：“慢慢想，我有很多时间等你想清答案。”“打呀！徐少爷，难道你输了银子，就连打人的力气都使不出了吗？”人群之中一阵哄笑，被围在中央的锦衣公子红了脸，攒足吃奶的力气往面前的人又踢又打。鼻青脸肿的周壮呕出一口鲜血，单薄的身体在一记飞踢之后摔倒在地。锦衣公子走了上来，又是十几记飞踢，周壮浑浑噩噩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不会死了吧？”围观一人说道。锦衣公子面露心虚，色厉内荏道：“死了也不关我事，是他自愿的。”他从腰间荷包里掏出一锭指甲盖大小的银子，扔到地上后转身大摇大摆离去。周壮眯着肿胀出血的眼睛慢慢爬起，对周围的嘲笑讽刺声充耳不闻，爬行至碎银掉落的地方，用颤抖的双手将其拾在手心。他吹了吹上面的灰，脸上不自觉露出笑意，并非是对得到银子的喜悦，而是对能够赌钱的喜悦。周壮摇摇晃晃爬了起来，立即加入了就近的赌桌。等那锭小小的银子输了个精光后，又四处张望，大声喊道：“包开心！一点小钱让你包开心！老爷们，输了钱不开心吗？10枚铜板任你打一拳，1两银子包你开心！老爷们，不想寻开心吗？”赌坊2楼，两人站在围栏前观看楼下闹剧。一人是手拿烟斗的胡一手，另一人则是穿绸衣的中年男子，虎背熊腰，身材肥胖，偏生了一对细长的三角眼在那扁平的大饼脸上。“胡爷，你赌坊里的人才不少啊！”这男子似笑非笑：“黄爷抬举了，鱼头县就这么大，哪里比得上黄爷所在的襄阳人杰地灵呢？”胡一手笑道：“在人杰地灵，黄某也没见过想出这种办法挣钱的人。”黄金广说：“此人勉强算是我的人，黄爷既然对他好奇，我就叫他上来说话。”一盏茶后，周壮跪到了黄金广面前。胡一手把手中的烟斗在桌边磕了磕，缓缓道：“这位是襄阳来的黄老爷，他问你什么话，你就答什么话，明白吗？”周壮脸上血迹未干，先露出讨好的笑容，忙不迭回道：“小的明白，明白。”胡爷说你勉强算是他的人，这个勉强是什么意思？黄金广问。周壮搓着手上干涸的血迹，笑道：“因为我欠了胡爷一大笔钱，只好把下半辈子都卖给赌坊了。你平日就这么靠被打赚钱？”“也不全靠这个。”周壮还在笑，但是笑容变得古怪。“你还有其他的赚钱法子？”“每个人发泄的方法都不一样，动手打人只是其中一种。黄爷，春风院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呢。”周壮半遮半掩道。春风院这名字一听就能知道是做什么的，整句话的意思自然不言而喻。黄金广在看周壮的眼神带着一抹轻蔑。胡一手适时挥手道：“带他下去吧。”两个青壮年走了上来，一左一右架起周壮。周壮试图挣扎，但他被挑了手脚筋的四肢绵软无力，只好扭头朝黄金广的方向大叫道：“黄爷，黄爷，我还有一个绝技。”“什么绝技？”黄金广眯了眯眼。胡一手见状，再次挥了挥手，两个青壮年松开周壮，退到一边。周壮狼狈跪好，挤出满脸讨好笑容，殷切道：“黄爷，我这人还有一个绝技，就是无论是谁，我都能从他身上赚到银子，黄爷你也不例外。”黄金广的脸色冷了下来，他冷笑道：“你是说黄某也会买你的屁股？”“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周壮急忙摇头：“黄爷什么人啊？怎么可能看上我这种人？一看黄爷就是襄阳县的大人物，恐怕只有肤白唇红、细腰的家人才入得了黄爷的青眼。”黄金广嘴角扬了起来，一直在观察他反应的周壮趁热打铁道：“黄爷，你信不信我也赚过胡爷的银子？”“怎么说？”“我欠了胡爷一大笔钱，可胡爷菩萨心肠，还是饶了我一命，只是挑了我的手脚筋，把我留在赌场做事罢了。对胡爷来说，我就是贱命一条，
不足挂齿。可对我来说，我的性命却是无价之宝。我从胡爷手里捡回无价之宝，可不就是我赚了吗？周壮恬不知耻的话语让黄金广嘲笑出声，周壮反而就像见到肉骨头的恶狗一样，神色更加飞扬。他西行2步，讨好的看着黄金广。黄爷正值壮年，事业有成，家里恐怕也有几位家人了吧？黄金广露出得意笑容，并不说话。而他身后一名竹竿身材的男子说道：“何止几位，我们黄爷今儿就是陪他新娶的第17房小妾回门的。”失敬失敬！周壮夸张叫道：“黄爷饱享艳福，让人十分艳羡。这17房妻妾怕都各有千秋，美色过人吧？”黄金广垂下嘴角，他身后那瘦长竹竿又说：“黄爷的家事，你问这么清楚做什么？闲活得太久。我哪能呢？我就是想起了我们镇上的第一美人。”黄金广抬起眼皮，被他所言触动。行了，带他下去吧。黄爷，我们继续商量先前的事。胡一手忽然开口，打断了周壮的话，让他把话说完。黄金广道：“你们鱼头镇的第一美人黄某可是闻名已久。我这次来鱼头县，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见这位李姑娘芳容一面，看看她究竟有什么魔力，引得荆州知府之子为她茶饭不思。”黄爷！周壮大叫一声：“李清曼是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现在我们鱼头镇的第一美人早就不是她了。不是她，还能有比李姑娘更美的美人？”胡一手垂下眼，不再言语。他默默吸了一口烟斗，吐出的烟雾遮住了他的神情。我们镇上有个外地姑娘，哎呦，那容貌，那气度，甩镇上的乡野村姑10万8千里。黄爷，我可听说这姑娘是从宫里逃出来的，知书达理，通身气派，只可惜啊。可惜什么？黄金广立即追问。只可惜她嫁了人。她从宫里逃出来，恰好被我们镇上一个地痞流氓给救了。这姑娘知恩图报，嫁给了他做妻子。可惜啊，可惜。周壮摇头道：“好好的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我周壮这辈子就没见过那么国色天香的姑娘，说是公主也会有人信。这姑娘当真有你说的这么美吗？”黄金广心有所动，但仍有狐疑。黄爷，我骗谁也不敢骗您啊！周壮毫不犹豫，连磕数个响头，把她带下去。胡一手开口，2个青壮年立即动手。周壮神色慌张。等等，黄金广说。胡一手的2名手下迟疑停下。胡爷，他说的可是真的？黄金广转头看向坐在手边的胡一手，胡一手左手伸出，一旁的属下立即低头接过他手中的烟斗。他端起桌上的茶盏，缓缓抿了一口，开口道：“确实有这么一位姑娘，但她的丈夫不是简单的地痞流氓。”黄金广扯了扯嘴角，似是不屑：“这话怎么说？此人名叫李悟，有勇有谋，从一介乞儿成为鱼头镇一霸，又赢得了县太爷青眼，比我也高上一头，绝非一句地痞流氓可以概括而过。”胡爷啊，黄金广笑了笑，若有深意道：“你和这李悟关系很好。”算不上好，同处一镇，相安无事而已。那你怎么话里话外都向着这姓李的呢？只因为你们是同乡？黄金广不屑道：“李悟再得你们鱼头县县太爷的青眼，也只是县太爷的一条狗罢了。咱们都是做下人的，道理比谁都懂，同样是狗，也因主人，要分高低的。”是，黄爷说的有理。胡一手喜怒不变，轻轻合上茶盏。我们知府大人治理整个襄州，手底下不知几个像你们鱼头县县太爷这样的人，黄某连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更别提他们手底下的狗。黄金广眯眼笑道：“姓李的是何人？黄某不在意。我要是在鱼头县待高兴了，回去和我们知府大人说几句好话，胡爷的赌坊开遍襄州又有何难？这人黄某暂且借走，问几句话之后再把他还来。胡爷没意见吧？”黄金广道。周壮闻言，欢天喜地的开始磕头：“多谢黄爷，多谢黄爷，小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胡一手沉默不语。黄金广从扶手椅上起身，拍了拍绸面的长袖，皮笑肉不笑道：“带走。”周壮跌跌撞撞起身，迫不及待跟上黄金广的脚步。一行人离开后，胡一手的心腹上前，担忧道：“胡爷，我们要派人通知李悟吗？去哪儿通知？”胡一手伸手接过烟斗，慢慢吸上2口后，缓缓说道：“李悟前日一早就跟着县太爷去西城县了。黄金广要是想做什么，等李悟回来，黄花菜都凉了。那我们什么都别做。”胡一手道：“记住，此事和我们无关。”心腹神色凝重，低声应诺。胡一手看着手中袅袅升起的白烟，喃喃道：“我已仁至义尽，剩下的就看李悟的运气了。”秋日暖阳迎头浇下，李家院子桂香满溢。身穿博士色襦裙的清丽女子若有所感，忽然回首，背后空荡荡的，并无异状，她却感觉背后一股寒意悄悄爬起。是秋天的缘故吗？鱼头镇能买到受惊炭吗？
他嘀咕道。沈珠溪抱着藤烧鸡里刚摘下的金色桂花，一无所知地走进了屋檐。篱笆的缝隙之中，一只浑浊的三角眼闪动着贪婪。我走啦，下次再来看你。提着2包卤味小菜，沈珠溪踏出了陈记酒坊。花枝招展的酒娘施然跟到门口，倚在门边，懒洋洋道：“不要隔得太久，太久奴家就忘记你了。奴家可不缺聊天的人。”沈珠溪听出酒娘还在埋怨这次隔了半旬才来看看她，笑道：“最多3日，我还要来镇上送花间，到时一定来看你。”酒娘抱着自己的手臂，鲜红檀岭如裙上堆出一片雪山美景。她轻轻哼了一声：“反正你家相公也不在家，你回去做什么？不如留在这里陪奴家，互相做个说话的伴。”酒娘悠悠道：“随蕊走了，奴家越发寂寞。你若再不来看我，我便真要寂寞死了。”沈珠溪每次登门拜访，酒娘都会拿出好酒好菜招待。虽然她不喝酒，但卤毛豆、卤猪蹄之类的东西吃了不少，各家惊世骇俗的八卦也津津有味的听过了。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沈珠溪笑着再三承诺过几日就来看她，酒娘这才作罢，转身回了店里。沈珠溪提着买的2个小菜，又在丁记点心铺买了1包玉子饼、1包豆沙馒头，把2手安排得满满当当，才踏上了回家的道路。原本一切都和往常并无两样。沈珠溪在经过一条行人稀疏的街道时，身后忽然响起脚步声，他还没反应过来，5个来势汹汹的大汉就把他给包围了起来。他茫然地看着这些陌生的面孔，心里升起一丝慌张。一个长得十分粗犷、身穿绸衣的男子走了出来，他背着右手，左手放在胸前，大拇指上一个纯金的扳指，一看便知是附庸风雅不成反变笑话的粗人。他用一双不怀好意的三角眼上下打量沈珠溪，嘴角勾着一抹淫邪的笑意。小娘子别慌，黄某这就自我介绍。我不想听。沈珠溪避开他让人不适的视线，想要绕过他们离开。2个身强力壮的大汉站了出来，把他离开的路挡了个严严实实。自称黄某的人对此视若不见，微笑道：“我叫黄金广，襄阳人士，便是你们鱼头县县令见了我，也要尊称一句黄爷。”沈珠溪急道：“我根本不认识你。”“无碍，黄某认识你就够了。”黄金广自顾自地继续说道：“黄某在襄阳知府手下做事，家中有薄田100亩，宅院10几。小娘子要是跟了我，黄某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他的目光落在沈珠溪手里的豆沙包和玉子饼上，若有所指道：“再不吃这种吓人的东西，我已经嫁人了，那又何妨？”黄金广笑道：“黄某家中也有妻妾，我已娶，你已嫁，这不是正好吗？”你……沈珠溪涨红了脸，气得双手颤抖，麻绳悬挂的玉子饼和豆沙包都在半空旋转。我……黄金广刚得意洋洋地说完一个我字，背后忽遭袭击，他面色突变，一个踉跄扑向前方，摔了个标准的狗吃屎。包围圈转瞬就被撕开了口子，李坤大吼一声，抓住其中一名壮汉腰上的衣物，生生把他给举到半空，再用力扔了出去。惨叫声在空中响起，身高7尺的壮汉转眼就飞了出去，再轰的一声砸进了稻田里。李却站到沈珠溪身前，将他挡在身后。他笑眯眯地道：“这位也有点面生，不是镇上的人吧？你是什么东西，敢搅和老子的事情？”黄金广眯起眼，危险的打量突然冒出的2人。“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的4个手下都聚集在了身边，被扔出去的那个一跛一跛地赶了回来，摔破的额头留下一道鲜血。“知道，刚刚才知道的。”李却笑道：“找死的外乡人！”黄金广身旁一人被激怒，刚刚上前就被黄金广伸手拦了下来。黄金广看着沈珠溪身前2人，忽然道：“你们就是里屋的那2个义弟？”他的目光主要落在对他怒目而视的李坤身上。“你就是那个力大无比的傻子。”“你才是傻子！”沈珠溪和李坤带着同样的怒火，异口同声道：“礼物给了你什么？我给你双倍，不3倍的好处。”黄金广看着李坤道：“你来替我做事吧。”“不来。”李坤气冲冲道：“呵，有点脾气。”黄某喜欢有脾气的人。黄金广冷笑2声，阴冷的视线从沈珠溪脸上划过。这样的人跪着来求黄某的时候，黄某最是喜欢。“黄爷！”他身旁的人低声道。黄金广抬手制止了他之后的话：“我们走。”黄金广转身就走，毫不留恋。他身边的5个手下面面相觑，片刻后赶紧追上了黄金广的脚步。这一群人来势汹汹，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撤走了。沈珠溪还愣在原地，李却已经接过他手里的玉子饼和豆沙包。“嫂子，回去吧。”沈珠溪这才想起他们神兵天将的事，他刚露出疑惑神色，李却就主动解释道：“其实嫂子每次出门，我和2哥都跟在后面。”“为什么？”沈珠溪惊讶道。“大哥担心你一人出门遇上危险，又怕你觉得不自在，所以只让我们暗中保护。我原以为大哥杞人忧天，没想到真有人在鱼头镇找死。”李坤浓眉倒竖，生气道：“不是鱼头镇的。”
自然不是鱼头镇的，否则怎会敢抢大哥的女人？他最后说的那句话似乎不会善罢甘休。沈珠溪担忧道：“嫂子不必担心，我和二哥这几日会寸步不离的保护嫂子。”李雀安慰道。李坤也拍着胸脯说：“保护，我可以。”他拍了2下胸脯，停了下来，目光移到李雀手里提的玉子饼上。如果你拿玉子饼给我吃，大哥回来了，我会把这句话转告给他听的。李雀说：“你只有吃了玉子饼，才肯保护嫂子。”你，李坤急得竖起眉毛，告状惊。3人回了李家，沈珠溪忧心忡忡，李雀和李坤却丝毫不受影响。李坤就不说了，就连李雀好像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沈珠溪时不时就从里屋出来，站在屋檐下往篱笆外望上一眼，听上一听。李雀见状笑道：“嫂子，你去睡吧，我和二哥在外边守着呢。”姐姐睡不着。一个6、7岁的女童揉着眼睛走了出来，她是隔壁新搬来的那户人家里最小的女孩，名叫四丫，被李雀用2斤卤牛肉借了过来。她和李坤在院子里打地铺的时候，四丫就在里屋陪沈珠溪睡。我一会就去睡，你先去睡吧，别等我了。沈珠溪拍着四丫的肩膀安慰几句，重新把她推进里屋。她走到院子里，对李雀说：“我心里慌得很，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李坤已经在地铺上呼呼大睡了，鼾声大得像是打鼓。李雀踢了他一脚，他嘟哝一声，鼾声没那么大了。李雀接着道：“算算时间，大哥已到西城县了，若是快的话，明日就会回来。等大哥回来，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也只能如此了。”沈珠溪低声道。他心中的忧虑依然还在，但他也明白，此时此刻除了静等礼物回来，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报官？别说县令已经关了公堂，就是县令本人此刻也在西城县，这是真正的报官无门。找别人帮忙？隔壁最近的住户就是新搬来的邻居，除了老汉一个男人，其他都是妇孺，不但帮不了他们，反倒会连累他们陷入危险。沈珠溪回到里屋，躺回床上却无睡意，四丫已经坠入梦乡，连外边天雷般的鼾声都没有把他吵醒。他拔下头上的金簪握在手里，仿佛回到了礼物把金簪交到他手里的那日。想起礼物，他心中没那么慌了。就像李雀所说那样，他也怀着莫名的信任，觉得只要礼物回来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迷迷糊糊间，沈珠溪被一声大响吵醒。他睡得并不安稳，猛地惊醒过来，下意识就握着金簪往外冲。他跑到堂屋，震惊地看见整个篱笆门都燃着熊熊火光，刺鼻的菜油气味盖过了院子里的桂花清香，燃烧着的木块不断飞过篱笆，落到院子里，屋顶上，落到沈珠溪脚前。怎么回事？沈珠溪慌张道：“他们烧屋子！”李坤在他的地铺边捏着拳头气愤道：“我要揍他们！”李却踩灭了落到屋檐下的星火，面色凝重道：“他们想逼我们出去，就不出去！”李坤气得跺脚：“等篱笆门烧光，你不想出去也要出去了。”李却说。红色的火光不断闪动，李却脸上凹陷的阴影更甚，就连眼眸也似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烧着的碎木不断被人从篱笆外扔进，有的落在地上，有的则落到了屋顶上。沈珠溪焦虑地看向头顶，好在里屋前不久给他修缮洗饰时，把主屋的屋顶也给一起换成了瓦片，外边的人暂时奈何不了他们。但就像李却说的那样，等篱笆烧光，他们就失去了最后一道防线，不想出去也出去了。姐姐，外边怎么了？里屋传来四丫半梦半醒的声音。一个比他更需要照顾的存在让沈珠溪振作起来。他快步走回里屋，对坐在床沿边的四丫故作镇定道：“有坏人在外边闹事，一会你就待在屋里别出来，要是找到机会，你就自己逃回家，明白吗？”四丫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姐姐你呢？沈珠溪把惶恐和慌乱藏在心底，柔声安抚道：“四丫不用担心，姐姐不会有事的。都醒了吧？”院子外响起一个阴冷悠然的声音。黄金广背手站在院外，身旁除了那5个白天随行的男子，还有下午吃瘪后从第17房小妾那里调回来的4个护卫，再加上临时收买来的20几个临县地痞和一个满脸恶毒兴奋不断在篱笆外走来走去巡视的周壮，30几人将李家院子围了个水泄不通。黄金广站在熊熊燃烧的篱笆前，冷笑道：“我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考虑，交出沈珠溪，饶你们不死。”嫂子，李雀从堂屋外走了进来。沈珠溪站起身，六神无主地看着他。一会李坤开路，我带你突围，情况紧急，要是弟弟有什么不当之处，还请嫂子海涵。四丫怎么办呢？沈珠溪问。李雀略一沉吟道：“厨房里的米缸正好可以藏一个孩童，让他藏在缸里。黄金广的目标是我们，不会搜查家中其他活口的。”沈珠溪也觉得此法可行，亲自带四丫到了厨房，看着他躲进了足以容纳他的米缸里。四丫小年纪便很懂事，遇到这种事也不哭不闹，十分听话地蹲在米缸里不出声。沈珠溪安顿好了四丫，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他把金簪紧紧握在手里，
李悟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好像也被他握在了手心。他逐渐冷静下来，他冲回里屋，抓起床上的被单裹了起来。嫂子这是做什么？李雀跟了进来。黄金广把人手主要集中在门外，后院肯定是防备薄弱之处，我们可以声东击西，让李坤背着这个从后院突围，他们一定会以为我们想从后方突围而紧急支援，等前门的防守一疏忽，我们就可从前门离开，直奔镇上。沈朱熹一顿，看着李雀惊讶的神色，底气慢慢弱了下来。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可不可行？可行，太可行了。嫂子，你真是智多星。李雀说，也没那么厉害。沈朱熹脸红了，声东击西，这个法子好。李雀说，让他们以为我们要从后院突围，但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却是前门。等突围后，我们不去镇上，我们还有一个选择。什么选择？逃跑变数太多，与其后背应敌，不如背水一战。既然选择从前门突围，我们何不顺势挟持黄金广来做人质？两人一拍即合，李雀帮着沈朱熹把被子裹出人形，沈朱熹找来细绳捆出腰肢和脖颈，让这个被子人乍看上去更加逼真。李雀叫来李坤，交代清楚后，把人形被子捆上了他的背。武器，李坤说。李雀转身往外走，厨房里有刀具。沈朱熹话没说完，就见李雀去而复返，将一把锄头扔了过来。李坤熟练接住，跨出堂屋。沈朱熹不明白这两兄弟要做什么，一头雾水的追出。李坤和李雀各拿一把锄头，在桂花树下挖了起来。你们这是？沈朱熹惊讶道。没一会，他的疑惑就得到了解答。沈朱熹目瞪口呆地看着两兄弟拖出一个矩形木箱，敲掉上面的铁锁后，两人从众多刀枪剑戟里轻车熟路地选出各自的武器。一时间，他竟不知该吃惊这藏在家里的小武器库，还是吃惊提前做下如此准备的礼物。他把住的地方当成什么龙潭虎穴了？竟然准备如此充分。李雀挑出一把锋利的匕首藏在身上，李坤则从箱子最底抽出一把足有7、8寸长的大铁斧，虎虎生风地挥了2下，满意地拿在手里。沈朱熹缩着肩膀后退了2步，别说那斧头的重量，就是斧头舞出的可怕风声，也够把他刮个趔趄。都准备好了吗？李雀说，目光看着沈朱熹。沈朱熹紧张地点了点头。嫂子，你先闭上眼。沈朱熹不明所以，听话闭眼。片刻后，李雀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可以了。他睁开眼，看见李雀手里拿着2条长长的沙袋，一旁的李坤手里则拿着3条规格更大的沙袋。他一边嘀嘀咕咕，一边从上衣里扯出裹在腰上的最后一条沙袋。李雀松手，2条沙袋和李坤手里的4条沙袋一齐落地，响声沉闷如雷。走吧。燃烧的篱笆外，几名身形各异、临时拼凑起来的灵县地痞拿着木棍戳了戳摇摇欲坠的竹篱笆，回头道：黄爷，篱笆都烧透了，可以直接推倒了。黄金广带来的心腹都护卫在他身边，那些穿布衣、有补丁、挽着裤脚或是干脆光脚，甚至头上戴了一顶破草帽的乌合之众，则被他安排在了外围。他抬眸望向篱笆门里，扬声道：一炷香时间已经到了，你们想好没有？我再说一遍，交出沈朱熹，饶你们不死。你们要是识趣，我也可以收留你们，在我麾下做事，礼物给你们的，我加倍给你们。黄金广说完后，夜幕下只有篱笆燃烧的火焰声。他沉下脸道：推墙。众手下齐声应诺，正要合力推墙，后院方向忽然传来惊呼：黄爷，他们从后面跑了！围住，不能让他们跑了！黄金广吼道。原本围在前门的人手立即往后门跑去。黄金广正想跟着移动，一道人影从燃烧的篱笆门后冲了出来。黄金广心中警铃大作，大吼：中计了！所有人都回来！这话说的迟了，李雀已经近了他的身。黄金广也是常年在刀尖舔血的人，可他力气虽更胜一筹，但李雀的速度太快，黄金广还来不及反应，李雀就已闪身到了身后，一把冰凉的匕首紧接着贴上了他的脖子。让你的人撤走！李雀冷声道。黄金广脸色难看：你这么做想过后果吗？襄州知府不会放过你的，你背后便是皇帝老儿又如何？李雀道：更何况你只是一个小小知府养的狗，我连你的主子都不怕，还会怕你？你！李雀手里的匕首推进1寸，一道血线出现在黄金广的脖子上。让他们撤，或者我们鱼死网破。李雀说。黄金广咬紧牙关，片刻后刚刚开口，一道急切的声音从后院方向响起：黄爷不可！周壮拿着一把弩弓跑了出来，一脸立了功的讨好和狂喜，大声道：你们快放了黄爷，不然你那好哥哥可就没命了。躲在篱笆后的沈朱熹一惊，不敢相信最被寄以希望的李坤反而是最快被攻破的那一个。李坤力大无穷，怎会轻易被俘？他靠近篱笆上烧焦的孔洞，屏息凝神往外看去。众人的目光集中在周壮身上，
他似是享受着注目，更加耀武扬威道：“还是皇爷有远见，先拿了弩弓给我防身，那箭上涂着毒药，你要是敢不放人，你的义兄可就在劫难逃了。把人带上来！”周壮一声吆喝，两个壮汉拖着李坤走了出来。他衰弱的任人拉扯，手臂上还插着一只，嘴唇和脸色都泛着可怕的青紫色。见到挟持黄金广的李雀，他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童，心虚的喃喃道：“我以为猪猪真在我背上。”躲了一下，失望和厌烦在李雀脸上一闪而过。他手里的匕首更加贴近皮肤下的动脉，神色阴沉道：“别耍花样，拿出解药，否则你就没命了。你先松开我，我自然给你解药。”黄金广道：“你没有和我商量的余地。”黄金广笑道：“你那哥哥，难道你就不管了？”沈朱熹本以为答案昭然若揭，李雀的回答却和他的想象背道而驰。李雀的刀刃继续下压，一股刺目的鲜血染红了泛着寒光的匕首。黄金广面色大变，李雀面无表情，缓缓道：“那我们就来试试，究竟谁能威胁到谁？你不要命了？”周壮大叫之后，连忙改口：“你不要你这傻哥哥的命了。”李坤已经站不稳了，两个打手一左一右拉着他的手臂，强行让他站在地上。他还死死握着那把铁斧，目光虽已涣散，听到周壮的话，仍下意识的无力挥了两下。即便他没命了，也是他的疏忽害了他，和我有什么关系？李雀说：“倒是你，你死后觉得是谁害了自己？是我，还是你这胆大包天的色心？”好，黄金广冷笑道：“那就让我们看看，到底谁先死在前头。”两方都不肯退让，陷入僵持。也许事情会有转机，可是沈朱熹等不下去了，李坤也等不下去了。他平时健壮有力的双腿弯曲着，膝盖只差一点就磕上了地面，一双半睁半合的眼睛不复黑亮，神光涣散。沈朱熹不了解黄金广，不知道他脸上的冷笑是否只是强装镇定，可他了解李雀，知道李雀脸上的神色是认真的，他是真的可以牺牲李坤来换取最后的胜利。李坤前三个最喜欢的人都没有李雀，他现在知道原因了。他真傻，还没一个傻子看得透彻。李雀，沈朱熹走出摇摇欲坠的焦黑门扉，换解药。嫂子，先换解药。沈朱熹厉色道。月影星光之下，他背脊笔直，目光凛然，正颜厉色的模样，就像一个天皇贵胄，一个高贵不可亵渎的公主。嫂子，就是我放了他，他也不一定会给我解药。李雀仍不甘心，争辩道：“那我也不能看着李坤死，即便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李坤中毒死在他面前。”李雀看着他的眼睛，神色激变。在半晌无声的对峙之后，他沉着脸看向周壮：“我可以放人，但你要先让我看看解药。”周壮看向黄金广，得到后者点头后，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纸包，扔过来。李雀说。周壮缩回手，紧紧捏住纸包：“那不行，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怎么办？我把解药放在这傻子身上，拿傻子和你换皇爷。”李雀眯起眼，冷冷地看着他。沈朱熹屏息凝神，生怕他再次拒绝。好在他很快松了口：“可以。”李雀看着周壮将纸包塞进李坤衣襟里，然后推着黄金广上前。周壮一个眼色，两个壮汉拖来李坤，两人步步试探，一触即发，终于在紧张的气氛中完成了人质的交换。李雀单手抓着李坤肩上的衣服，一边警惕对面的动静，一边拖着他小心后退。沈朱熹连忙上前接应，扶住了李坤瘫倒的身体，又将他衣襟里的解药丸子拿出，用颤抖的双手将药丸倒入半昏迷的李坤嘴里，不断捏着他的嘴、他的喉咙，帮助他咽下这几颗黑色药丸。重获自由的黄金广已经回到了保护圈中央，两只手也数不清的打手将他密不透风的护了起来，其余的打手则凶神恶煞地向沈朱熹三人逼近。李雀挣扎的视线在沈朱熹和李坤身上徘徊。沈朱熹面色惨白，无意识地抓紧了李坤的手臂，似是察觉到他的不安。神志不清的李坤挣扎着想要起身，鲜血从他中箭的地方涌出，沾湿了沈朱熹的五指。他忍着哭腔，轻轻按住李坤的身体，喃喃道：“没事了，没事了，这下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样。”黄金广摸了摸脖子上的鲜血，露出一个冰冷的狞笑：“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拿下！”锐利的寒光在夜色中一闪而过，薄如蝉翼的刀尖压上了黄金广脖颈上最粗壮的经脉。人拿下了，李雾摘下头上的草帽，说：“皇爷准备怎么赏我？”大哥，李雀叫道。沈朱熹看见李雾出现，强撑的力气骤然溜走。他低下头，看见李坤的耳朵动了动，将青涩的脸往李雾方向艰难转去。“是你大哥来了，没事了，没事了。”他颤声道。李雾站在黄金广身后，手中的刀稳稳压在黄金广的脖子上，连转头的一丝余裕都没有给他留下。原本胜券在握的现状忽然逆转，黄金广的脸色在火光里也泛着一丝青涩。“皇爷，让你的人后退一些呗，
我这人胆子小，吓着我没事，要是我手一抖，伤着您可怎么办？”李悟笑道：“知府大人不是还要仰仗您吗？”黄金广的眼神往后看：“你就是李悟？”“是啊，巧得很。”李悟放慢声音，脸上再无一丝笑意：“你看上的就是老子的女人，你伤的是老子的弟弟。黄爷，这笔账你怎么结？你是怎么混进来的？”黄金广话音未落，锋利的刀尖忽然刺进他的脖子1寸，刺目的鲜血飞溅，黄金广惨叫起来：“黄爷！”数声惊呼，黄金广带来的心腹打手们惊慌失措起来，数不清的刀剑尖端指向李悟，一声声怒喝和威胁随之而来。李悟视若无物，脸上带着闲庭散步的神情。黄金广还在惨叫，右手死命捂着脖子上的出血点。叫什么叫？吵死了！染上赤色的长刀在黄金广面无人色的脸上轻轻拍了拍。李悟用空着的那只手掏了掏耳朵，用闲庭散步般的表情道：“凡事讲究一个公平，既然是人质，当然要状态对等，才有交涉余地。老子的弟弟已经叫不出来了，黄爷，我觉得你还有些活蹦乱跳，是不是还缺一刀？”黄金广倒抽一口冷气，生生憋回到了嘴边的叫声：“李悟，你杀了我，你也活不过今晚。”黄金广强装镇定，但眼中还是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恐惧。“那又怎样？”李悟吊儿郎当道：“能让黄爷你陪着下黄泉，我又不亏。”黄金广的脸色彻底白了：“你想怎么样？你可以走，但他必须留下。”李悟说。被李悟目光所指的周壮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黄爷，就这样？”黄金广半信半疑：“你不会骗我？我说话算数。”黄金广神色挣扎片刻，脖子上的鲜血像流不尽似的涌出他的五指，染红他的衣襟，像无声的倒计时，催促着他做出决定。“黄爷，你不能留下我！你要是不带我走，我就没命了呀！黄爷！”周壮一脸魂飞魄散，见黄金广面无波动，拼命磕起响头，凄厉道：“我这可都是在为你办事啊！黄爷，你不能过河拆桥，置我于死地啊！”他声声凄厉，几个响头后就头破血流了。他的祈求在需要黄金广做出抉择的时候毫无用处，黄金广很快就下了决定。他一个眼神，就有健壮的手下站出，轻而易举反剪了周壮的手臂，推着他走出了安全的区域。李悟推着黄金广向前，用血流不止的黄金广交换了手软脚软的周壮。黄金广回到安全地方后，眼神骤变，他接过手下递来的手巾，紧紧按住脖子上的伤口，阴鸷的视线一动不动地盯着李悟。“好得很。黄某已经很久没流过血了，这笔账我们以后再慢慢算，我们走。”周壮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黄爷，你不能抛下我呀！黄爷！”黄金广带着他的手下头也不回地走了。李雀转身蹲下，试图扶起人事不省的李坤，奈何李坤体格太大，他一脸吃力，李坤却只是被扶起了上半身。李悟将周壮五花大绑后走了过来，道：“我来，你去镇上请老唐头来一趟，要快，绑也给我绑来。”李悟接住李坤，李雀立即往镇上的方向奔去。劫后余生的眼泪涌出眼眶，沈朱熹也顾不上擦，连忙上前扶住李坤一边，帮着把人扶进了里屋，又看着李悟将周壮扔进柴房关了起来。一炷香的时间后，李雀背着唐大夫飞快跑进屋，原本藏在米缸里的四鸭也跟了进来。唐大夫哎呦一声：“可算到了，老夫这把老骨头都要被你颠散了。别废话了，你赶紧过来看看。”李悟打断他的话，此时才露出一丝急色。唐大夫知道情况紧急，也不废话，提着药箱坐到了床边。他先探了李坤的鼻息，又摸了他的脉搏，最后打开药箱拿出了针毡。他中的是七星散，一个不入流的速效毒药，那些拦路打劫的山匪最爱用这种便宜又见效快的东西。我只关心他的身体能不能好。李悟不耐烦道：“你急什么急？老夫正要说呢。”唐大夫吹了吹胡子，他吃了解药已经没有大碍了，我现在给他扎上3针，早些逼出余毒，他就能早些醒来。唐大夫拿出一根又细又长的银针，往李坤太阳穴扎去。沈朱熹看得自己的太阳穴跟着一疼，情不自禁地避开了眼。这一移眼，他就撞上了李悟的视线。“你受伤了吗？”李悟问。沈朱熹摇头道：“有李坤和李雀护着我，我没事。”李悟安抚一般拍了拍他的头：“害不害怕？”说来也怪，他分明讨厌李悟拍他脑袋弄乱他的发髻，但此时拍在他头上的大手却带给他无限的勇气和安心。现在不怕了。沈朱熹想起他忽然出现的事情，着急追问：“你不是在西城县吗？怎么会出现在黄金广身边？”“我不放心你，连夜去了青牛县后，借了匹马赶回来，恰好遇见林县在收买打手，一打听才知道发生了这事。幸好我回来的及时，要不然……”李悟抬眸，视线落在李雀身上。李雀回避了他的目光，垂在腿边的两手慢慢握了起来。
周嫂子如何了？沈珠熙问。一会再告诉你。一旁的唐大夫扎完3针，开始收拾针毡。好了，我估摸再过1炷香他就能醒过来。你这儿有面条没有？深更半夜把老夫叫起来，我现在还有点饿了。你回去素心堂，有人会请你吃好的。李乌说，去儿，你送老唐头回去，四丫也送回他家，这就送老夫走。老夫颠3的骨头还没长回去呢。唐大夫变色道，你回去后，有人在外边等着你。他伤了脖子，出血多，但不是致命伤。李乌说，你手脚慢一些，尽量帮我拖延一点时间。你又和人打打杀杀了。唐大夫皱眉，时间紧迫，李乌没答话，下巴一扬，李雀就把唐大夫请到了背上。得罪了，唐大夫，你再跟我走一趟吧。哎呦，慢点，慢点，你想折腾死我啊？四丫看看沈珠熙，懂事的追了出去。李雀3人离开后，屋子里只剩沈珠熙、李悟以及一个还没苏醒的李坤。沈珠熙迟疑片刻，小声道，那个叫黄金广的人说他在襄阳知府手下做事，连鱼头县县令都让他3分，是不是给你们惹麻烦了？这是麻烦找上门，不是你惹麻烦。李悟平静道。可是沈珠熙难以说下去了，他想起傅玄淼曾对他说的话，希儿，你太天真了，你总是相信不该相信的人。春日水榭中，他第一次见到雪白的波斯猫，不禁露出久违的笑颜。他说他要把这只猫带给母妃和青阳郡主看，傅玄淼并未直接反对，只是温和但怜悯地看着自己，轻声道，波斯猫在宫外并不常见，你带给青阳郡主看，他只会心生嫉妒，认为你是有意炫耀。你若带去望舒宫，每日以泪洗面的贵妃娘娘见了无忧无虑的你，心中又会作何感想？他得到礼物的满腔喜悦顿时烟消云散，只剩险些行差踏错的后怕。傅玄淼将他耳边的一缕发丝别到耳后，沈珠熙不敢动弹，他冰冷的指尖触到他的耳廓，带起一股刺骨的寒意。他看着他，唇边似有一抹淡笑，像飘落水面的一枚莲瓣。希儿，你离了我，如何活得下去？傅玄淼总是对他说，人心险恶，防不胜防。他说的似乎总是对的，每一个对他展示出好意的人，最后都被证明别有所图。他们不是会给他带来不幸，就是在那之前先遭遇了不幸。我不喜欢你现在的眼神。李悟的声音唤回了他的思绪。沈珠熙下意识抬头望进李悟乌黑的瞳孔，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像落水之人一样无助的面孔。他清楚无畏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他的皮囊，直接落在他迷茫的灵魂上，看起来像个假人，像年轻时的周嫂子，像街边随处可见的女人。李悟转过身走向堂屋外，像我绝不会多看一眼的人。李悟的话深深扎进沈珠熙的心里，在理智反应过来之前，他的情感先感受一阵刺痛。还不过来？停在门口的李悟回过头来，沈珠熙的脚步下意识走了过去。夜色还和往常一样，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烧焦的气味。原本1人高的篱笆烧成了焦炭，黑漆漆的一片立在空旷的夜幕下，天地间像是坟墓，连蛙鸣声也销声匿迹了。李悟走到烧焦的篱笆前，抬脚轻轻一踢，一圈篱笆应声而倒。篱笆倒了。李悟说。沈珠熙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你觉得篱笆有错吗？篱笆有什么错？沈珠熙愣住了。是啊，篱笆有什么错？李悟转过身，直视他的双眼，火是姓黄的东西放的，最后这一脚是我踢的。要说有错，那也是我们有错，篱笆有什么错？老子的围栏被烧成这样，李悟用脚尖踢了踢焦黑的篱笆，该被追责的是点火的狗东西，而不是火星，不是引火的石油，更不是被烧成灰烬的篱笆。他抬头看着沈珠熙，一字一顿道，篱笆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沈珠熙的脑海中轰的一声，李悟的话就像醍醐灌顶，冲开了他身上看不见的那道枷锁。他眨也不眨地看着李悟。沈珠熙不明白心中这股让他热泪盈眶的感动来自何处，但他依然被泪水模糊了视线。李悟一言不发，握着他的双肩将他拉向自己。他轻拍着他的背，他的肩，他的头。他没有闪躲。床上的2根鸡毛掸子始终没有移位，就像他们此时此刻看似暧昧的姿势，中间依然还能放进一根鸡毛掸子。他们唯一真正接触的是李悟落在他背上的手，一下又一下，沉稳而温柔，带着炙热的温度，隔着衣裳温暖他的心房，让他的脆弱无法抑制。他还不明白心中的这股感动和自由是什么，可他已经能够肯定，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傅玄淼也有错了的时候。希儿，你离了我，如何活得下去？他似宠溺似怜悯的神情再次浮现。这一次，沈珠熙心中已有了确切的答案。他不需要他也活得下去。放我出去啊！来人啊！有没有人？救命啊！柴房里传出阵阵凄厉的呼救声。
沈珠熙擦干眼泪，收拾好情绪，担忧道：“你把她留下来做什么？你不是想知道周嫂子如何了吗？问她就知道了。”李悟说。沈珠熙怀着疑惑，跟着李悟走到柴房门口。李悟踢开柴房木门后，贴在门上朝外呼救的周壮跟着摔倒在只够一人躺下的狭窄空间里。垒好的木柴滚落一地，周壮被粗糙沉重的木柴砸了一身一脸，哎呦乱叫。李悟上前一步，提小鸡那样单手将人从木柴堆里揪了出来。周壮的衣襟被李悟揪着，后背砰的一声撞上坚硬的泥墙，一时吃痛，龇牙咧嘴起来，说：“周嫂子怎么样了？”李悟道：“我娘回娘家了呀。”周壮干笑道：“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既然她回娘家了，那为什么我在青牛县，她的娘家人却告诉我她根本没回来过？她是这么和我说过，我怎么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去了青牛县？万一她是跟着谁跑？啊啊！”周壮惨叫起来。李悟松开周壮的右臂，那只手臂像棉花一样软软垂了下去。李悟面无表情道：“你还有一只左臂，2条腿，总共可以说3次谎。第4次的时候，我就拧断你的脖子，明白吗？”周壮满脸恐惧地看着他。“我再问你一次，你娘去哪儿了？”周壮眼神闪躲：“我不知道。”啊啊！李悟熟练利索地卸了他第2条手臂，现在他肩膀两边挂着2条棉花了。沈珠熙看得都关节一痛：“是不是你杀了你娘？”李悟再次问出的问题让沈珠熙神色大变。然而最出人意料的不是李悟耸人听闻的问题，而是周壮听到这个问题后夹杂着害怕的心虚表情。“不说话，我就直接废了你的腿。”李悟拔出腰间匕首：“我说。”匕首的刀尖刚对准周壮，他就魂飞魄散的大叫起来：“是我杀的！”沈珠熙如遭雷击，脑子里轰轰作响。“什么时候杀的？”李悟问。就在1个多月前。周壮战战兢兢地看了沈珠熙一眼，说：“他来我家串门的最后一次，就是那天。”沈珠熙身子一晃，全靠撑住门框才没有倒下。李悟转过头来，平静地看着他：“你还要听吗？让他说。”沈珠熙的眼泪涌了出来：“让他说完。你爹也很久没有出现了，他也是被你杀的。”李悟问。周壮刚一缄默，李悟手里的匕首就戳进了他的大腿，刀尖猛地一转，一股鲜血涌了出来。周壮发出杀猪的惨叫：“是我，都是我杀的！”周壮痛哭流涕道：“你把他们埋在哪儿了？”“埋？我。”周壮迟疑了，换来李悟毫不犹豫地拔出匕首，刀子还没靠近他的另一腿，周壮先声嘶力竭道：“我都说。”说染血的刀子贴上他的脖子。周壮哭着说道：“我没埋，我哪有力气埋2个大人啊？那你把他们扔到哪儿了？”“我随便砍了几下。”周壮的声音越来越小，眼神越来越躲闪：“家里有猪，外边有狗。”一股强大的力量从胃里翻涌而起，直冲喉咙。沈珠熙捂住嘴，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柴房。他蹲在桂花树下，胃里翻山倒海，想吐却又吐不出来，恶寒席卷他的全身，鸡皮疙瘩从胳膊一直蔓延到后背。他扶着树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鼻涕狼狈一脸。周嫂和他的日常相处一一浮现出来，他爽朗的笑容，干净的着装，勤快的手脚，身上淡淡的皂粉气味。“等你有空的时候到嫂子这儿来，我教你几个拿手菜。”往事历历在目，故人却已不在。周壮怎么忍心？她是他的亲娘啊！周嫂一生热心友善，勤勤恳恳，最后却连一个全尸都没能保留。杀他的人还是他一直放心不下的小儿子。她一生为丈夫、儿子，甚至娘家未出嫁的姐妹考虑，处处忍耐，事事退让。她恪守出嫁女子的本分，期待着丈夫和儿子能回心转意。可她最后盼来的是什么？强烈的反胃涌上沈珠熙头顶，她干呕不停，却什么都吐不出来。那些恶心的东西塞满她的身体，咽不下去，吞不出来，看不见的恶意像阴冷的毒蛇紧贴在她的背脊上。嫁都嫁了，是猪是羊也只能认了。周嫂的话再次响在耳边。从前的她和周嫂何其相似，难道她不是抱着同样的想法，穿上凤冠霞帔，准备嫁给一个捉摸不透的人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公主的命，这是每个女子的命。从前的她难道不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浑浑噩噩接受父母之命的安排吗？一手熟悉的大手拍上了她的背，李悟一言不发地站在她身后，轻轻拍抚她的后背。我知道你很伤心，李悟说，可是现在没有多余时间给你难过了。黄金广一定会卷土重来，我们要在那之前做好准备。沈珠熙默默擦掉眼泪，等呼吸平稳后说，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要你去樊三娘家住上1晚，哪里也不要去，等我解决这事之后再来接你。沈珠熙点头道，好。他没有问周壮要怎么办，他相信李悟能做最妥当的处理。他这辈子再也不想听见周壮这2个字，
只要想起和他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沈竹溪就恶心的想吐。李乌说：“周嫂子的事你也不用再管了，我会想办法，尽量让她入土为安。”沈竹溪知道自己帮不上忙，干脆任他安排。正巧堂屋里的李坤醒了，两人跟着回到里屋。李乌扒开他的眼皮看了看，问：“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李坤嘀咕道：“好，想吃大哥下面。”李乌捏起拳头就朝他身上打去，吓得沈竹溪一把拉住他。刚醒，你打他做什么？李乌气不打一处来，没好气道：“也忍着，等天亮了，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李坤委屈巴巴地闭上了嘴。李乌让李坤继续养精蓄锐，他则亲自把沈竹溪送到了樊三娘家门口。樊三娘得知两人来意，一口就把收留沈竹溪的事答应了下来。沈竹溪悄悄观察熟忍的两人，不由感叹，果然是一日夫妻百日恩，遇到这样的棘手事，樊三娘也丝毫没有推脱。我走了，你就在这里等我来接你，别乱跑，千万别乱跑，你敢乱跑，我不跑。沈竹溪生气打断他的话：“我早就不乱跑了。”李乌这才作罢，他看向沈竹溪身后的樊三娘，道：“照顾好我媳妇，你还不放心我？你我都照顾过了，还照顾不了你媳妇？”樊三娘中气十足道。沈竹溪一口气卡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目瞪口呆地看着两人。他们说话怎么一点都不顾及旁人，怎么一点都不知廉？李乌转头朝他看来，沈竹溪倒抽一口冷气，连忙看向空荡荡的夜空，星星似乎也因为脸红躲进了深深的云层。我走了。李乌说：“你要小心一点。”沈竹溪脱口而出，也顾不上避嫌了，当着樊三娘就说出了关心的话语。李乌咧嘴笑道：“好。”李乌走出樊三娘家后，笑在脸上消失。他看了一眼浓重夜色中寂静无人的小路尽头，转身回了烧成焦炭的自家院子。李却已经回来，站在院子里，一见他就迎了上来：“大哥。”李乌看也不看他，面无表情地往里屋走去。“你进来。”李却沉默片刻，跟着李乌走进里屋。没有点灯的屋里光线昏暗，全靠屋外皎洁的月光才能辨物。李乌站在窗外月光投下的狭长光带里，李却进屋后冲着他的背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大哥，我错了。”坐在床上的李坤看看他，又看看李乌，一脸不知所措。李乌转过身来，眼神冰冷：“你哪里错了？我不该罔顾二哥的性命。”李乌沉默片刻后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只要人还在，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有。”“那你为什么要用李坤的性命来做赌注？”“大哥，我错了。”“不，你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如果你知道，你此时此刻道歉的对象就不是我了。”李乌冰冷的声音落在里屋后，好一会的时间，屋子里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连处在矛盾中央却毫无所察的李坤都不禁屏住了呼吸。我只是觉得他不会舍得拿自己的命来赌。如果李坤因此死了呢？万一我放了人，他却反悔不肯交出解药。李却，我再问你。李乌冷声道：“如果你的二哥因为你的固执死了呢？”李却垂眸望着地面，许久没有说话。“死了就死了，对吗？”李乌说：“你从来都没有真正把他当做你的二哥。”“大哥。”李却抬起头来，眼中露出一抹哀求。李乌无视他的恳求，继续说了下去：“你嫌弃他是个傻子，他虽力气大，可他总是笨手笨脚，惹出各种各样的麻烦让你收尾。你面上对他恭敬，心里其实不屑。这些我都知道。”李乌说：“以前我装作不知，因为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对待貂。可是这一次……”李乌面无表情，眸中神色比潭水般空明清凉的月光更冷。“雀儿，你越界了。”“大哥。”李却的声音颤抖了：“貂儿是为了让我活命，才烧坏了脑子。他变成这样，都是我的原因。我早就发过毒誓，我李物有一口酒，他就有一口肉。我李物能活一天，他就绝不会只活半天。”李物看着跪在地上的李却，一字一顿道：“你既然不能把他真正当作兄弟，也就不用把我当作兄弟。”“大哥！”李却大惊失色，慌张道：“我知道错了，大哥不要赶我走。现在是非常时刻，危急关头，还请大哥原谅弟弟一次，让弟弟将功赎罪。我这里不需要貌合神离的兄弟。”李物沉着脸说：“你走吧。”“大哥！”李却叫道：“我虽对不起二哥，但我对大哥一直忠心耿耿，从无二心啊。如果今日中毒的是大哥，我就是豁出自己的性命，也会为大哥抢来解药。”李却情绪激动，双眼发红，半是祈求半是哀求的看着无动于衷的李物。“用不着。”李物打断他的话，冷冷道：“如果做不到一视同仁，当年喝的结义酒也只是一个笑话。这个兄弟不如拆伙。”李却呆在原地，眼中闪着水光。李物却看也不看，转头对床上的李坤道：“开工了，想吃肉就跟我来。”李坤一个机灵，赶紧下床跟来。路过李却身边时，他停了下来，
讶异的看着跪在地上不动的李确。三弟，你不走？李确抹掉眼泪，不顾李坤呼喊，翻窗从后院离开了。鱼头镇唯一一家客栈的天字号房里，气氛凝重。黄金广铁青着脸坐在床上，地上扔着几条被血浸湿的纱布。黄金广的心腹使得老大越来越难看的脸色，出言斥责道：“你这老头到底会不会啊？你一会上这个药，一会上那个药，这都多久了？你是不是糊弄我们啊？”就好了，就好了。唐大夫拿起纱布，把黄金广脖子上糊着厚厚一层药膏的伤口给缠了起来。他一边慢腾腾的缠，一边慢腾腾的说：“你们年轻人呀，就是沉不住气。这伤口这么深，差一点就割断了气管，我不多上点药，你这好得起来吗？”唐大夫不慌不忙的动作气得人够呛，可鱼头镇上只有他一个大夫，再是生气，此刻也只能咽了这口气。终于，最后一点纱布也缠好了。唐大夫刚打好活结，黄金广就推开他站了起来：“我们走。”“哎，老夫的枕巾！”一名手下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扔来，银子掉了下去，咕咚一声滚去了桌下。唐大夫叹了口气，弯腰去捡。那扔银子的人对着他苍老狼狈的背影发出一声冷笑，跟着黄金广的脚步迈出了客房。“黄爷，我们现在怎么办？”黄金广身旁的心腹弓腰道：“回襄阳重整人手。”黄金广面沉如水：“老子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要是还取不了礼物的命，我这黄爷不做也罢。”心腹小心附和道：“黄爷这次是着了那礼物的道，我们连夜赶回襄阳，明日傍晚不到就能重新杀回鱼头镇。等杀了李氏兄弟，那美貌妇人自然也是黄爷的囊中之物。李氏已经不重要了。”黄金广冷笑着，眼中露着狠厉的凶光：“老子从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从我身上流出的血，老子一定要在礼物身上加倍找回来。要派人去请新姨娘吗？”“不必，最迟明日傍晚，老子就会回这里取礼物的项上人头。”黄金广走出客栈，手下已经将马匹牵出，个人翻身上马，向着夜色中的镇门疾驰而去。马蹄飞扬，明月高照，与敲屋檐般的蹄声响彻在寂静的夜幕下。黄金广一行出了鱼头镇，疾驰上一条铺满落叶的山坡小路，原本平行的队伍自然转换成两人并驾齐驱，数排同行。拐角近在眼前，坡下水声潺潺，只要拐过眼前这个弯，他们就彻底出了鱼头镇的边界。都跟上，天亮之前一定要赶到襄阳。黄金广的心腹回头打气，大声道：“我们早日赶回襄阳，就能早日为黄爷报仇雪。”一边突声，高扬的马匹嘶鸣打破了夜色下的平静，队伍最前端的两匹快马轰然倒地，他们身上的骑手被猛地甩出，扑通一声落进湍急的河水里。一条绊马绳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道路中央，绊到了来不及反应的两匹人马。黄金广冲过绊马绳，后背起了一身冷汗，还不等他停下思考，密林两边突然飞出数不清的箭矢。那些粗制滥造的箭矢虽然没有准头，力道也差上一些，但胜在数量多，让人防不胜防。黄金广一边举起手中刀鞘护住面部，一边怒目圆瞪道：“直接冲，别停下来！”幸存的六人加紧马肚，拼命往前冲去。刚刚冲过拐角，又是一阵人仰马翻。落满叶片的道路上藏着一个个巴掌大的土坑，坑里立着一根根削尖了的竹刺。不出20丈的距离里，黄金广一行全都从马上跌落下来。有人运气好，落下的地方没有竹刺，有的则恰好落在竹刺附近，不是被起身的时候被刺穿手掌，就是走动的时候被刺穿脚掌。惨叫声在黄金广身旁此起彼伏，他面色惨白，慌张寻找着脚下的竹刺，扔下负伤的同伴，狼狈逃跑。“黄爷，来都来了，不如留下喝一口茶。”李悟从密林之中走出，站到了黄金广逃走的必经之路上。黄金广见势不妙，马上回身，然而他的退路也被挡住了。李悟那身高9尺、壮若门板的兄弟，一手一支战斧，瞪着牛眼，等他回去割他脑袋。“李悟，你真的要把事情做绝？”黄金广面露冷笑，豆大的冷汗却从额头上滑落下来。“黄某要是死了，襄州知府不会善罢甘休，到时不但你和你兄弟要遭殃，就连你的妻子也难逃一劫。但你要是放我一马，黄某一定记你恩情，等回到襄阳，就向知府老爷引荐你们兄弟3人。正巧我也认识一位爷，我这就把你介绍给他。”李悟朝他走来，黄金广心中警铃大响，前有狼后有虎，他在短暂的迟疑后选择转身逃跑。那身高9尺的怪物虽然力大无比，但他刚刚解毒，身体还未恢复，只要他应对得当，说不定就有逃生的机会。李坤大吼一声，舞着战斧走了过来。黄金广埋头直冲，却在接近李坤的时候，扬手露出一物袖剑。他看着李坤惊慌的表情，露出胜券在握的嘲笑，在同一个坑里跌上第2次。傻子果然就是傻子。袖剑上涂了见血封喉的毒药，这次再也没有解药了。颠儿！李悟大叫出声，
袖剑带着箭头漆黑的冷光射出，李坤呆呆站在原地不知躲闪，眼见毒箭就要射入他的身体，山林里凭空一支箭矢射出，叮的一声，袖剑击穿箭矢，偏离了轨迹，在半道上就无力地跌落下来。李雀手拿长弓从林中现身，黄金广勃然大怒，怪不得你们只有2人，原来你一直藏在暗。话音未落，他就被人踢中膝窝，条件反射跪了下去。别！黄金广睁大眼睛看着从自己脖子里喷涌出的鲜血，别让阎王爷等急了，黄爷，你先去吧。李悟松开抓在他头顶的手，黄金广将直摔了下去，只剩一双目眦欲裂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李悟。短短片刻，血泊便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他浑浊的眼里也失去了最后的光彩。李却扔了长弓，沉默不语地跳下山坡走来。他从身上掏出一把匕首，对黄金广负伤的手下接连抹脖收尾。李坤见状，生怕落后，也拿着战斧劈了劈去。李却割断最后一个敌人的喉咙后，松开了血迹斑斑的匕首，转身看着一言不发的李悟，屈膝跪了下去。他看着李悟，几个眨眼的时间后，忽然挪动膝盖，向着李坤叩下了头。二哥，我错了，你打我骂我罚我，原谅我吧。李坤一脸不知所措，把右手的战斧换到左边，走上前去，试图把李却从地上拉起。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二哥，我之前敷衍你，糊弄你，遇到危险的时候还没有把你的性命放在心上，我不是人，你打我吧。你要是不打我，我自己。李却抬手往脸上扇去，吓得李坤扔了另一只手的战斧就去拦他。大哥，大哥！三弟疯了，疯了！李悟站在原地没动。你真的知错了？我知错了，我李却今日发下毒誓，定将二哥当大哥一般对待，有违此事，天！行了。李悟打断他的毒咒，忽然脸色一沉，雕跪下。李坤满头雾水，膝盖却条件反射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李却旁边。三弟已经知错，你又知错没有？我有什么错？制定计划的时候，三弟有没有叮嘱做事小心，谨防敌人暗算？李坤小声道：有。那你怎么还中了敌人的暗算？我背上背着假猪猪，我一着急把他当真猪猪了，这是不是你的粗心大意？是。李坤一脸懊悔。你知不知错？雕儿错了。李坤可怜巴巴地说。你该对谁道歉？李悟道。李坤调转膝盖方向，看着李却说：三弟，对不起，我脑子笨，又做错事惹你生气了。你别生我的气，我们是兄弟，兄弟不生隔夜仇。李却含着眼泪摇了摇头。二哥，是弟弟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李悟一手扶着一个，把人从地上拉了起来。雕儿说的对，兄弟没有隔夜仇，这件事不用再提了。但要是下次你们再犯同样的错误，李悟眼睛一瞪，凶神恶煞道：老子亲自收拾你们。李却抹掉眼泪，大声答道：是。李坤害怕落后一头，也扯着嗓子大吼道：是。李悟一个响力朝他脑门敲去，鬼吼鬼叫什么？你想把衙役叫来？李坤委委屈屈地揉着脑袋，三弟也叫了，你怎么光打我？李却又笑眯眯起来，还不是因为大哥更喜欢我？你说谎，你骗人，大哥最喜欢我。李坤气鼓鼓道：别浪费时间了，现在该做什么你们不清楚吗？李悟不耐烦道：知道。李坤抢在李却前面说道：该扒尸了。扒你的头。李悟一脚朝他飞去，会不会说话？这是拾荒，拾荒。三人说干就干，立即开展拾荒工作。不到一会，3个熟练工身上就揣满了拾荒的成果。大哥，这些尸体怎么处理？要埋了吗？李却道：没收安葬费，不做亏本生意。李悟撩开束盒，从腰间取下一串叮叮当当的玩意，就着月光查点起来。这是青头寨的，这是黑风山的。他的手指拨开青色头巾和其他杂物，最后停在了一只血迹干涸的断剑上。天王帮就他了。李悟从络子上扯下断剑，随手扔在黄金广断了气的尸体身旁。黄金广新娶的那房小妾还在镇上，是封口还是打点？李却问。李悟从怀中掏出一只金扳指扔给李却：你去和他聊聊，见机行事。沈朱熹在樊三娘家坐立不安，等到天明。篱笆外每一次走过脚步声，他都迫不及待奔到门边等待。失望了无数次，一个让他眼睛一亮的脚步声终于出现在篱笆外。只有这一个脚步声不会让他疑问是不是李悟，在听到的那一刹那，他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奔了出去。李悟！刚走到门边的李悟吓了一跳，瞪着眼睛道：咋咋呼呼的干什么？你想吓死老子改？架子还没出口，李悟的话头就在沈朱熹夺眶而出的泪水里拐了个弯。老子还没死呢，你哭什么哭？沈朱熹也不想流泪，可这眼泪和咳嗽真不是他想克制就能克制的。他抬起双手，用手背拼命擦着流出的眼泪。
你一直不回来，我以为……沈竹溪脸上多了一只温暖的大手，礼物也帮他擦眼泪。他神色无奈，语气比以往都要轻柔。沈竹溪甚至听出了一抹温柔。呆姑啊，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沈竹溪忽然想起一事，他顾不上还没擦干的眼泪，从身上拿出圆滚滚一物，抽噎着说：“给你。”那是一枚光洁干净的熟鸡蛋。礼物顿了顿，伸手接了过来。你给我煮的？我……沈竹溪嗝了一声，眨着波光粼粼的杏眼对他说：“我担心你嗝受伤，煮了鸡蛋嗝给你补补。”礼物恨不得把眼前这呆瓜揉进怀里，可他只是咳了咳，装模作样的说：“算你有点良心，你总算回来了。”樊三娘打着哈欠从屋里走出，沈竹溪连忙悄悄拉开了和礼物的距离。樊三娘半梦半醒道：“赶紧把人领回去吧，你这娘子可是一晚都在等你，一刻都没休息过。这次多谢了。”礼物说：“你我还谈什么谢？”樊三娘摆了摆手，转身走回屋中。沈竹溪还看着樊三娘的背影，礼物已经握住了他的手腕。走吧。他懵懂应了一声，跟着他往家中走去。礼物的手握在他手腕的衣料上，一寸都没有越过雷池。沈竹溪的目光不由落在眼前宽阔的后背上。礼物真是一个奇怪的人，他看着大大咧咧，实际却细心又包容，并且为人也很有担当。每到关键时刻，总是能做出领导众人的正确抉择。他为什么宁愿拉他来做挡箭牌，也不愿娶亲呢？如果他愿意娶妻，被他选中的那个女子不说是全大燕最幸福的妇人，至少也是全荆州最幸福的妇人了。真奇怪，他没庆幸过自己能嫁给天下第一公子，却羡慕起一个乡下泥腿子未来的妻子。黄金广怎么样了？沈竹溪问。送他去该去的地方了。他还会再来吗？不会了。礼物的话像一剂定心药，安抚了沈竹溪的不安。他小心翼翼煮好的那枚鸡蛋也被礼物小心翼翼完整剥开。沈竹溪正等着他放进嘴里，谁曾想他一个转手就塞进了沈竹溪嘴里。他含着一半鸡蛋，吃惊地看着礼物。咬！礼物说。他下意识照办。礼物拿着剩下的半个鸡蛋一口吃进嘴里。你……沈竹溪惊得不知该说什么好。我们也算共患难过了，现在是有福共享。礼物说。这话乍一听很有道理，可是分食同一个鸡蛋，还是他刚咬过的鸡蛋，这好像不怎么对。沈竹溪疑心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可礼物这厮嘴角是不是翘得有点高？怀着满腹狐疑，沈竹溪回到了狼藉一片的自家院子。礼物叫李坤重新把武器箱子埋进土里，他则踢倒了烧得焦黑一片的篱笆，把废木料和碎渣都扫到了一堆。沈竹溪也拿了个扫帚在一旁帮忙。柴房里的周壮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滩血迹。沈竹溪没有问他去了哪里，他只希望自己的后半辈子再也不要听见这个名字。日出时分，金红的朝阳便洒大地，一切都焕发着勃勃生机。沈竹溪劫后余生，看到日出更是感慨。感慨的还有一人。礼物放下扫帚，一脸深沉地望着正冉冉升起的初阳。半晌后，他忽然抑扬顿挫道：“一颗鸭蛋挂空中，玉帝老肚皮空。如果玉帝肚不空，鸭蛋为何挂空中？这首诗就叫永日吧。你觉得如何？”沈竹溪脸颊发烫，耳朵发烧，他装聋作哑，拼命低头扫地，恨不得钻进哪条地缝里。你觉得如何？李丕仁不依不饶追问道。太糟了，太可怕了，地狱那端吹来的妖魔之音。挺好。沈竹溪干笑道。李丕仁很满意他的回答，嘴角飞扬，面上却装模作样的摇头道：“还是伤猪蹄更胜一筹。”沈竹溪低头扫地，生怕再被问上一句你觉得怎么样。随着日出，陆陆续续有农人经过礼物家门，见到焦黑的院子，纷纷出言关心。礼物面部红心不跳，吹牛不打草稿，昨夜在院子里烤鱼吃，一不小心喝多了，醒来就变这样了。这话倒是和礼物吊儿郎当的形象很符合，问话的人丝毫没有起疑。李雀回来后和礼物不知嘀嘀咕咕了什么，两人出去了一趟，回来时赶着一群大猪小猪。这时沈竹溪有了一个猜想。礼物说搭着房子卖给隔壁的猪，我把能找到的都收回来了。礼物没说找到的是什么，但沈竹溪已经从他手里提的麻袋猜了出来。这回他没再想吐，只是感到悲伤，无尽的悲伤。他们没起疑吗？能看出人骨的部位没在猪圈，应该是扔出去了。下午我和雀儿出去找找，尽量让它完整入土。我和你们一起去。沈竹溪马上说。你留在家里。礼物一口回绝，沉默片刻后又补充道：我们去的是乱葬岗，那里阴气重，你别去了。沈竹溪神色黯然，不再坚持。下午的时候，礼物和李雀果然出去了，那一群哼哧哼哧的猪也带上了。他们入夜才回来，麻袋没有了，猪也没有了。沈竹溪没有问他们去了哪里，
他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现在月上梢头了，依然不饿，不饿也睡不着。沈朱熹躺在床上，无论是睁眼还是闭眼，周嫂的音容笑貌都总是浮现在他眼前。周嫂子毫无疑问是个好人，但她的结局太过惨烈，让沈朱熹不由怀疑好人有好报这句话是不是千百年间的一句自我安慰。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杀害周嫂的人的确得到了报应，可那又如何呢？惨死的周嫂能够起死回生吗？周嫂子和樊三娘曾经是一类人。身旁忽然传来礼物的声音，沈朱熹侧过头，看见睁眼望着床梁的礼物，他把双手枕在脑后，神色清醒，也没入睡。樊三娘，礼物从鼻子里嗯了一声。她以前的丈夫每日游手好闲，全靠樊三娘在外边做厨娘来维持家用。樊三娘不管把钱藏在哪里，都会被她的丈夫找出，只要找到她偷藏的钱财，她丈夫就会对她大打出手，然后扬长而去，拿着樊三娘的钱去赌坊和酒肆挥霍。沈朱熹难以想象，现在这个火爆豪爽的妇人还有这样的过去。她没有反抗吗？周嫂子反抗了吗？礼物反问。她反抗了，只是她的反抗太微不足道。一声呵斥，一句拒绝，就是周嫂做出的反抗。那根本不算反抗，他们只是在自欺欺人。礼物平静道，他们幻想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突然洗心革面，幻想一个自私自利的浪子被他们廉价的容忍和退让感动，他们改变不了对方，所以只能欺骗自己，骗自己这样的日子只要忍耐下去就有尽头。礼物的话对沈朱熹来说太过深奥，好一会时间他都在思考礼物话中的深意。礼物说樊三娘和周嫂曾经是一类人，为什么是曾经？一道灵光忽然从沈朱熹脑海中劈过，在脊背留下一股深深的寒意。樊三娘的丈夫是怎么死的？喝醉了失足落进冬天的河里，冻死之前就先溺死了。沈朱熹松了一口气，驱走脑子里可怕的想象。我还以为……礼物转过身，用手遮住了他的眼睛。别为难你这呆瓜脑袋了，赶紧睡，越晚睡越呆瓜。你才呆瓜！沈朱熹嘟囔道。说来真怪，礼物的手心像是有魔力一样，原本不困的沈朱熹在舒适的热意烘烤下，不知不觉就坠入了梦乡。梦里，刚刚春回大地，旧的日常崩塌了，新的日常正在构建。周家院子里，周嫂笑着端出一盘盘果子待客，满脸热情的笑容。随蕊和九娘一会针锋相对，一会又和好如初，打马吊的妇人围在一起，不时发出叫好或抱怨。正是春光好。礼物拿开付在沈朱熹眼上的手，轻轻擦去了从他眼角流出的泪珠。他把手指放到眼前，用嘴唇轻轻碰了碰泪水沾湿的地方。呆瓜，怕什么？有我呢。秋夜萧瑟，月光冷寂，破败的鸦圈外响起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樊三娘提着一个食盒出现在夜色中，她走过鸦圈，扔下礼数，一直走到了小路的尽头。她动作灵活地踩着碎瓦片下了土斜坡，走到潺潺而行的河边，盘腿坐了下来。食盒里是一壶热酒，一只小小的酒盏。她拿出酒，倒上一杯后，叹了口气，悠悠道：“10多年了，没想到我还会有回到这里的一天。”樊三娘粗壮的身材在夜幕下凝成一个黑影，周围空无一人，只有河边风声萧萧，杯中热气袅袅。周嫂子死了，你要是在底下见着她，也该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是周壮，他那不成器的小儿子杀了他。河水喧嚣，在月光下闪动着层层银色灵光。樊三娘平静又感慨的声音流淌在寂静的夜色里。他不信呐，他就和以前的我一样，觉得除了逆来顺受，女人这一辈子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可是现在我明白了，彻底明白了，我们是有选择的。现在我每次想到你都很后悔。他轻声说，后悔在你来娘家求我跟你回家的时候没有提出和离，后悔在你喝醉了打掉我的孩子时没有拿刀让你偿命。我以前担心害怕的事，现在回想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没有你，我活得更好更自在。你知道吗？我后悔的事太多了，我最后悔的是没有亲手杀了你这个畜生。他拿起酒盏，一仰而尽，将剩下的酒劲数倒进了奔腾的河水里。这是你生前最爱的东西，喝吧。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看你。今夜之后，你依然是失足落水，我依然没有看见是谁把你推进了河里。你即便当了鬼，也是孤魂野鬼，你罪当如此。樊三娘朝河中啐了一口，提着食盒爬上了土坡，转瞬消失于茫茫夜色。不到2日，新的篱笆就在废墟上重建起来了。新的篱笆比旧的更高更结实，沈朱熹怀疑礼物是比照着城墙的样子来的，竟然还在篱笆上设置了箭垛。能这么快修建起新篱笆，还要多亏了鱼头县热情的县人。礼物请了附近的壮丁在农闲时过来帮忙，银子不用给，只需准备好酒好菜就够了。2天的时间里，礼物家里
都热闹不已。沈朱熹不相信还有人愿意做白工，在3项礼物确认都得到肯定的回答，他们不要钱，只要做顿好吃的感谢他们就行。这种几乎倒贴的歧视沈朱熹此前在宫里从未见过。虽然礼物让他不必多想，他还是觉得很过不去，所以在饭菜上下了心思，尽量让所有人都能吃饱吃好。除了掏饭钱不小气以外，沈朱熹在别的事上也努力献出自己的一份力。他做不了体力活，帮不上修篱笆的忙，干脆帮着樊三娘在厨房忙活。新篱笆修建好的当天，正好是中元节。早早吃过西食后，乡亲们提早散席，回家的回家，祭祖的祭祖，只剩樊三娘还不慌不忙的留在厨房里洗着碗碟。樊三娘，这些留给我来吧，你要是家里有事就早些回去。沈朱熹陪着礼物送走帮忙的人后，走进了厨房。我家里没事，不碍事。樊三娘道。沈朱熹看他悠然的样子，确实不急，这才没有坚持。樊三娘动作利索，一炷香的时间洗完了整整一盆碗碟。沈朱熹这回说什么也不让他做最后的工序了。他说：“樊三娘，剩下的我来吧，你快回家去。今日是中元节，你要在太阳下山前赶回去才行。我让礼物送你。”樊三娘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上的水迹：“别，我可受不起他的送。这家伙不做亏本生意，谁知道他要在我家刮些什么才走？你说的也有道理。今日中元节，我家那死鬼说不定会回来看我，我先回去了，有什么事再来找我。”沈朱熹亲自送到门口，再三感谢后才让樊三娘离开。他回到厨房，将洗干净的碗碟小心整理进橱柜时，后院审查新篱笆的礼物走了进来。樊三娘呢？刚走。礼物在他旁边蹲了下来，帮着他把碗碟整理进橱柜。这么早就走了？我让他走的。沈朱熹提醒道：“今日是中元节，夜里鬼门大开，我们活人不该太阳下山后还在外边。”礼物不屑地扯了扯嘴角，摆明了不信什么鬼门大开。你藏在后院的香烛纸钱也是为今夜准备的？礼物问。沈朱熹沉默片刻，点了点头。越国公主是怎么你了？你这么死心塌地的对她好，老子要是死了，你给我烧纸吗？沈朱熹听不得这种话，生气道：“你胡说什么呢？”礼物见他生了真气，反而笑了起来：“我不死，他吊儿郎当道，我还要挣钱给你买屁股纸呢。”沈朱熹气得不说话，任他一人独自噗噗。入夜后，沈朱熹拿出了香烛纸钱，在后院的李娟之墓旁烧了起来。礼物不知发什么神经，非要陪着他一起烧，弄得他只好在心里默默和母妃父皇汇报近况。父皇、母妃，我在宫外学会了砍价、赶集、烧火、煮鸡蛋。鬼门大开，母妃和父皇会听见他说的话吗？父皇若是去了太子那边，至少母妃会来看他吧。我在鱼头县还算安稳，这里的人都对我很好。刚刚那个在我家做饭的叫樊三娘，她和其他人一样是来帮忙的乡亲，不是家里的厨娘，你们别误会了。你们在下边要是见到周嫂，对她好点，她以前帮过我不少。沈朱熹事无巨细的在心里向父母禀告他的生活。除开樊三娘和礼物的关系让他时常别扭外，总的来说他和樊三娘相处愉快。樊三娘性子爽利，快人快语，让他时不时想起远在襄阳的隋蕊，有时也会让他想起已经不在的周嫂。每到这时，他总忍不住叹气出神。樊三娘就像知道他在想什么似的，也不出言安慰，只是轻轻拍拍他的肩膀，交代他洗个小菜，拿勺盐巴，用行动来转移他的注意力。沈朱熹以前和樊三娘接触不多，现在他发现樊三娘人也很好，除了几个别人，鱼头县上的人似乎都很好。沈朱熹刚来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河柳堂和当铺敲他竹杠，可他现在早已将过去的不愉快忘到脑后。对他来说，爱占便宜的河柳堂掌柜很好，卖玉子饼的丁三娘很好，每次上门买酒菜都搭着送东西的九娘很好，离开了鱼头镇的隋蕊也很好。他在鱼头县得到的几乎都是好的回忆，最好的是礼物。虽然我常常在心里骂他是李屁人，但他是镇上对我最好的人。如果不是他，我如今还不知在哪里流浪。你们保佑我的同时，也保佑他吧。礼物是个好人，这毋庸置疑。如果他不生气，不骂人，不一言不合诗性大发就更好了。你一会愁眉苦脸，一会古里古怪的变脸做什么？礼物随手撒下一叠纸钱，厚厚的纸钱不仅压掉了火焰，还让飞灰扬了起来。你干什么？沈朱熹一边咳着，一边拿起旁边的火柱，飞快夹起那叠还未撕开的纸钱。罪魁祸首一脸无辜道：“烧钱还能干什么？你这样会把火扑灭的。你不也是这样烧的？”礼物皱眉：“我是撕开了2、3张放上去的。”你，行。礼物打断他的话，嘀嘀咕咕不服气地撕起了手里的纸钱。烧个纸也这么讲究，烧起来不就得了？这里面讲究的东西多了。沈朱熹正想顺势给他开展一堂符合礼仪规范的丧葬课，就见他身子一歪，一屁股坐到了李娟的坟包上。他随手将沈朱熹立在坟包前做无名木牌的木片扯了出来，
不但一把扔开，还舒舒服服地挪了挪屁股，说：“这个土包做起来还挺舒服，我记得以前没这个的。”沈竹溪给火堆多加了一叠纸钱，默默道：“李娟啊，李娟，你别往心里去，他就是一个屁人。”1年1度的中元节过去后，满城都残留着烛火纸钱的气味。襄阳一处闹中取静的豪阔宅院里，一名身着6品官服的瘦弱男子站在隐蔽外，等着主人召见。他眉头紧锁，似有烦思。一名清秀丫鬟屈步走出，低头禀告：“方同知，老爷有请。”方庭之跟着丫鬟走入宽敞奢华的花厅。一名满脸和气的中年男子正坐在八仙桌前用膳，各色佳肴摆满一桌，令人目不暇接。男子听到方庭之入内，头也不抬道：“方同知一大早就把官服穿上了，这是有要事禀报。”方庭之长揖行礼，眉间透着一缕凝重。“知府大人，昨日鱼头县传回黄金广遇匪身亡的消息，因正值中原休沐，所以下官没有打扰。”襄州知府范卫咕噜咕噜喝光了手里的虾粥，从身后的婢女手里接过手巾擦了擦嘴，意犹未尽道：“做虾粥的是谁？今日做的不错，有赏。”他复又看向方庭之：“你刚刚说谁死了？”“禀大人，黄金广死了。”“哦，黄金广啊。”范卫不以为意道：“他不是刚娶了第17房小妾吗？不会是死在新床上了吧？”他陪新嫁娘回乡走访亲友，却在归来时遇上匪患，身上财物被洗劫一空。哼，扒皮遇上扒皮，土匪遇上土匪。范伟冷笑道：“黄金广对我阳奉阴违已久，他现在死了，倒是省了我自己动手。你就是为这个过来的？用过早膳没有？这虾粥不错，坐下尝尝吧。”范伟扬声道：“来人，给方同知。”下官谢过知府大人美意，下官此次前来，并非只是为了禀告黄金广的死讯。下官以为黄金广死的蹊跷。怎么个蹊跷法？范伟夹起一只灌汤包放到瓷勺里。黄金广为人狡诈凶悍，自己平日就在和匪徒打交道，怎么会反而死在匪徒手里？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啊？范伟不知想起什么，悠悠道：“我们在黄金广的尸体旁发现了一支断剑，上面残留着官府的印记。经查明，这是1年前被天王帮劫盗抢去的其中一批武备，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怀疑什么？天王帮常年在永田县和东清县活动，这次怎么和鱼头县的黄金广撞上了？永田县、东清县离鱼头县也不远，可此前他们从未出现过鱼头县周边，说不得是他们匪寨又壮大了呢。”范卫放下空瓷勺，碗中叮的一声，他皱眉不悦道：“本官现在是腾不出手，等本官忙完这阵，定然要将这天王帮斩草除根。黄金广身亡的那条路直通襄阳，他似乎是想要最快速度赶回襄阳，才会连夜赶路。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才会让他急着赶回襄阳？黄金广生前已经受伤，伤处被人妥当包扎过，可是镇上却无一人承认曾为黄金广治伤。他这种人受伤比吃饭还容易，说不定是他自己上药包扎的。”范卫摆了摆手，说：“你说的这些都算不得什么疑点，还有一处蹊跷，黄金广新娶的那房小妾，刚过门夫君就死了。黄金广的正妻嫌她克死了丈夫，将她净身赶出家门。一个女子遇此噩耗，理应伤心欲绝。可我今日见到她收拾东西回乡，却并未如此，非但没有伤心之色，反倒眉飞色舞，像是遇到什么喜事一般。”范围不屑道：“世间女子多薄情，又有几个能真正做到生伴死随的？”范大人，方庭之忍不住道：“黄金广的确微不足道，但幕后之人明知黄金广和襄州的关系，依然痛下杀手，甚至胆大包天，伪装出匪患避人视听，实在是过于嚣张。若我们不将此事调查个水落石出，恐怕还会有宵小敢于挑战我襄州的威严。行了，你要是实在疑心，便放手去查。一个黄金广罢了，还不值得我为此费心。”范围顿了顿，说：“虾粥你真的不吃？”方庭之带着肚皮里盛情难却的一碗虾粥离开范府后，方庭之立即叫来手下：“诸事出城没有？”手下一脸茫然：“方同知，你问的哪个诸事？”“黄金广新娶的那个。”“啊，他呀。同知去见知府大人的时候，他就通关了，现下应该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方庭之脸色一沉，掷地有声道：“牵马来。”“娘子，这襄阳就是不一样，连路都比我们鱼头县的好上不少。这车走在上面，竟然一点都不陡，不像我们出现的那条路，坑坑洼洼不说，路还窄，坐车从上面经过，难受死了。”朱氏倚在软榻上，手里懒懒地摇着一柄团扇，颇有同感道：“可不是吗？鱼头县哪有这么好的东西？你看看这扇面，绣工竟比金银楼的还好。娘子，我们真要离开襄阳吗？”小丫鬟怯生生道：“你当我想离开吗？我们要是留在襄阳，迟早会被那恶婆娘生吞。反正我们现在有银子了，先回去避避风头。等啊！”朱氏和小丫鬟一齐发出惊呼，
马车毫无征兆的强烈一晃，接着完全停了下来。你怎么驾车的呢？没长眼啊！小丫鬟推开车门，泼辣大骂。不是小的，是……车夫一脸为难。是我拦了你们的车。踏踏踏的马蹄声从车后传来，朱氏推开了车窗，愕然发现竟有4、5匹骏马载着男子停在车旁。一名身穿官服的男子夹着马肚走了出来，向着车里的朱氏拱了拱手，息怒不便道：朱氏，你相公死的蹊跷，本官心里有几个疑问，只能劳烦你跟本官走一趟了。朱氏面色一白，大人，奴家什么也不知道啊。方婷之面无表情，挥手道：带走。中元节过后的第2日，李务从集市上提回了一块红艳艳的牛肉。回到家，他马不停蹄的就进了厨房，切肉过水，他一气呵成；大葱、蒜头，他手拿菜刀噔噔切好。沈竹溪除了一开始帮忙摘菜外，其余时候光顾着看他熟练的动作了。牛肉下锅烧了1个时辰后，李坤和李雀来了。李雀一进院子就笑了起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大哥这是又在做什么好东西了？李坤循着味直接冲到厨房门口，他往里探头一看，兴奋叫道：牛肉面，牛肉面！今天吃大哥下面。李务拿起灶台上烧鸡里的一个馒头就朝他砸去，李坤一把抓住馒头放在嘴里咬着，高高兴兴的跑了。老子早晚有一天有扯了他的舌头。李务骂骂咧咧道：大哥。李雀停在厨房门口，冲他摇了摇头。沈竹溪不知道这2人在打什么哑谜，李雀这一早上已经来了2趟了，每回都是一次摇头。李务也没什么反应，仿佛对李雀所说之事并不关心。他这样的反应让沈竹溪也不便开口询问，与其听他胡说八道遮掩，不如等他自己开口。李雀报告之后就走开了。堂屋里很快传来2兄弟玩笑的说话声。沈竹溪虽然不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但他敏锐地察觉到李雀和李坤之间那层隔阂消失了。即便是李务不在的时候，李雀也开始搭理李坤的一些奇言妙语。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锅里煮的烧面水开锅了。李务抓起一旁的鲜手擀面，随意扔进烧开的水里，原本沸腾的水面立即安静下来。他又拿起一双长着，将白白的面条拨散，等到水面再次翻腾时，丢下一大把青菜。青菜浸到水里，更加清脆欲滴。李务把菜叶按进水里，等水又一次烧开时，他用长着在锅边敲了敲，另一只手朝沈竹溪伸来。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沈竹溪向着打下手的学徒，师傅一发话，连忙诚惶诚恐递出豆碗，生怕晚了一瞬耽搁师傅的好事。李务接过豆碗，利落地挑起锅中面条。4个豆碗都装上熟面条后，他又用一个大勺走到旁边烧牛肉的灶台前，勾起2勺鲜红香辣的牛肉汤浇在面条上，红油顺着面条冲了下来，烧得软烂的牛肉堆在面条上，每一块都肉筋透明，脉络分明。热油一烫，葱叶的香气扑鼻而来。沈竹溪上一刻还不饿，这一刻就开始偷偷咽起口水。端出去，小心烫。沈竹溪连连点头，伸手准备端碗。你接碗底，别碰碗边。知道了。沈竹溪把双手又靠近了一些，他眨巴眼睛，满脸期待，10根纤瘦无瑕的手只嫩得跟葱板一样。算了算了，你去坐着。明明交代的好好的，李务忽然把手里的豆碗收了回去。沈竹溪茫然地看着他转过头，扬声怒喝道：不过来端碗，都等着老子送到你们面前来。一声狮吼，李雀和李坤立马飞奔来了。李坤摸着后脑勺，一脸委屈：你又没叫我。李雀则笑嘻嘻地率先端起2个豆碗，一边往外走，一边对沈竹溪说：嫂子，这种粗活就交给我们来做就好了，你快去先坐下吧。沈竹溪不好意思光吃不干活，跑去拿了4双柱子出来摆好。4人坐下用饭后，嘴唇没碰到牛肉面之前，李雀还有心思说几句玩笑话。等大家陆续将第1柱面条送进嘴里，桌上安静下来，只剩此起彼伏的吸面条声。刚来的时候，沈竹溪听到这种声音就坐立不安，现在他已经能做到面不改色，专注于自己碗中的食物了。虽然他吃面条没有声音，可他吃的和其他人一样起劲。这碗牛肉面比起镇上大热的毛记温面还要好吃许多。按照李务的说法，牛肉越新鲜越好吃。从宰杀到下锅，李务带回来的这块牛肉没超过1个时辰。这种鲜牛肉下了锅，肉绵软精劲道，再加上李务选的部位好，每一块都肥瘦适宜，在铁锅中慢火烧了1个时辰后，每一块牛肉都带着满满的汤汁。牛肉好吃，面条好吃，就连面汤也好喝。连沈竹溪这种对面汤不屑一顾的人都忍不住喝了2口，李坤就更不必说了。他不但扫光了自己的面汤，还想帮忙解决沈竹溪的面汤。李务用柱子另一头打掉了李坤的手，把自己面前的豆碗推给他，然后拿过了沈竹溪面前的豆碗。李坤看看面前只剩1半的牛肉面汤，又看看李务面前几乎还满着的牛肉面汤，嘀咕道：小妾。
吃完午时后，李坤被知识去了厨房洗碗，沈竹溪有意帮忙，却被李屋撵回了里屋午休。你不睡？沈竹溪扒着门边问道。不睡，我也不想睡，我给你继续讲史记吧。沈竹溪话音未落，就被推进了里屋。里屋在竹帘外没好气道：我们大老爷们要赌头子，你别来捣乱，睡你的觉。沈竹溪在心里骂了一句李屁人，气哼哼的抱着过于充实的肚皮回床上烙饼去了。李悟走到院子里的桂花树下，做贼心虚般反复确认里屋的窗户里无人偷窥后，从树干上一个小洞里飞快掏出一本皱皱巴巴的书。他走到里屋里看不到的地方，背靠着桂花树坐了下去。作诗讲究的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若无诗性，强作诗词只会是东施效什么玩意？怎么把三个字都印到一起了？李悟拿起书本，对着头顶穿过树叶的阳光，努力辨认这三个挤在一起的字。不叶碑平碑，垃圾东西，骗老子钱！李悟一把撕下这页书，揉成一团后，随便找了个树洞塞了进去。大哥，李雀的声音从门前响起，李悟手里的书转眼就到了他的屁股底下。他状若寻常的看着从篱笆门外走进的李雀，有消息了？李雀摇了摇头，还是没有。大哥，他欲言又止，神色担忧。李悟知道他在担忧什么，他站了起来，不忘同时拿起屁股下的失血启蒙揣进袖里，也该出去看看了。他说：收拾东西吧。朱氏，你还不从实招来？一声怒喝，吓得朱氏肩膀一缩，花颜失色。大人，奴家当真不知你想让我招什么呀？奴家知道的都说了，你想听什么？不如你告诉奴家，奴家一定按你说的来交代。放肆！方廷之板着脸道：本官难道是为了屈打成招吗？本官只要你说实话，可你从头到尾遮遮掩掩，顾左言他。朱氏，你若执迷不悟，本官只能派人给你用刑了。别啊，大人！朱氏一听用刑就叫了起来，奴家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就连奴家那早死的相公出门时比平日多吃了一碗干饭都说了，大人究竟想听什么呀？你家相公到底是怎么死的？奴家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死鬼什么都没告诉我就回了襄阳，结果死在路上。官府来人告诉奴家，他是遇上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奴家命苦啊，刚嫁了人就没了相公。奴家的爹娘是个偏心弟弟的，弟弟又是个好吃懒做的，奴家没了依靠，日后可怎么办啊？朱氏的那字拖得又长又哀怨，跟戏台上唱曲儿似的，听得方廷之眉头一皱，不耐烦地打断他的叫冤。给他上刑。两个衙役拿着一串穿以绳索的5根圆木上前，朱氏一见上面干涸的血迹，就面白如纸了。等两个衙役把杆子往他食指上一夹，还没开始用刑，他已经惨叫起来：大人，我说。两个衙役停了下来。你说，若是再有隐瞒，直接用刑再来说话。我说，但是在我说之前，朱氏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他眼神躲闪，风马牛不相及地问了一句：现在是什么时辰了？牢狱里不见天日，他问这个不算毫无道理，但是此时问却显得格外可疑。虚证了。话一出口，两个狱卒都朝他看来。方廷之面无波澜。虚证了。朱氏脸上一松，停顿片刻后，终于开口道：奴家不敢说那些我拿不准的，奴家只知道奴家相公死后，镇上的地头蛇李悟曾派人来找过奴家。他找你做什么？方廷之问。大人，这东西可以取了吗？套在奴家手上，奴家心慌的想不起来了。朱氏怯怯道。方廷之一个眼色，衙役撤走攒子，站到了一旁随时候命。朱氏心有余悸，揉了揉双手。奴家那死鬼相公在赌坊被人灌了迷汤，不知怎的，偏偏看上了李悟新娶的娘子。朱氏白眼一翻，脸上露出一抹鄙夷。大白天的跑去抢人，人没抢着，反被李悟两个结义兄的给打了脸。他咽不下这口气，把原本安排在我身边的侍卫都调走了，说是要去找回场子。朱氏凉凉道：谁知道呀，这场子没找回来，反把命给丢了。方廷之脸色难看，这么大的事，为什么鱼头县没一人说实话？这事拢共只有那么些人知道，大人你问不到也是正常的。朱氏反过来安慰道：更何况您惹天边龙，不惹地头蛇，大家今后都要在李悟眼皮子底下过日子的，谁会和自己过不去呢？既然如此，你现在为什么又肯说了？朱氏讪讪的笑道：当然是因为杂，因为我告诉你已经虚证了，对吗？朱氏愣住。方廷之冷声道：我猜申时就是你和李悟的约定。时？什么约定？我约定什么了？大人，你说的话奴家听不懂。朱氏蹩脚的干笑着。你和李悟约定，如果某个时辰你还未回家，那就是事情暴露了。朱氏，我说的可对？牢狱外传来报时的更生。朱氏在心中一数，面色惨白。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方廷之把双手背在身后，冷笑道：
现在刚刚午正，要是快马加鞭，傍晚时分就能赶到鱼头县。你的包庇之罪，等我捉到礼物后再一并追究。大人！朱氏惨叫起来。方婷之拂袖打出响声，面色铁青，跨出潮湿的牢房。备马，我亲自走一趟。沈朱熹睡到一半被人叫醒，迷迷糊糊走出堂屋，就看见大开的篱笆门外停着一辆马车。谁来了？他问。没谁来，是我们要走了。李武说，你把值钱东西带上，其他乱七八糟的，特别是你的屁股纸不能带。走？去哪儿？沈朱熹懵了，感觉还在梦里没醒来。不然李武怎么会突然说要走？去哪儿都行，只要我们4个在一起。李武说，抓紧时间收拾东西，2炷香后出发。李武把时间说得这么明确，按沈朱熹对他的了解，离开鱼头镇一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他不敢耽搁，带着一头雾水从衣柜里拉出几件换洗衣裳。打包好衣裳后，他踮着脚从衣柜顶部拿下了礼物给他准备的妆帘。沈朱熹打开帘盖，清点了里面的簪子、耳饰，还有他的私房钱都在后，把妆帘也放进了布包里。他还有很多东西想带走，他那一柜子还未穿过的亮色衣裳，他挑了半天时间才买下的香薰球，还有他只用了1半不到的屁股啊呸厕纸。他想带走的东西太多了，不知不觉他在鱼头镇已经有了这么多独属于他的东西。原本没有实感的事情忽然真实起来，沈朱熹心里一酸，险些当场掉下泪来。他舍不得这里。沈朱熹刚升起问问礼物是不是非走不可的念头，脚刚一迈出，就游移地停下了。连他这个在鱼头镇生活不过几个月的人都感到难过，那么在这里生活了10几年的李悟3人呢？如果不是非走不可，李悟怎会愿意背井离乡，还是这样的仓促离开？这时候他不能再给李悟拖后腿。沈朱熹重新振作起来，环顾四周，寻找落下的东西。对了，他一个机灵，想起真正重要的值钱东西，要是把这东西给忘了，那就完了。沈朱熹搬来椅子，努力从房梁上拿下凤印。他吹了吹上面的灰，心有余悸地把凤印贴身藏好。正好李悟撩开竹帘进来，第一眼见到的就是站在椅子上的沈朱熹。他站在原地，神色复杂。你想上吊？沈朱熹生气道。你才想上吊，亏他先前还为他心疼了一下。收拾好没有？李悟说，东西带齐，我们没有时间再回来取。李悟的话吓得沈朱熹不敢一口回答，他又四处看了看，绞尽脑汁想着还落了什么东西。再三确认东西都带齐后，沈朱熹带着他小小的布包狼狈爬上了马车。李丕人这厮都不知道扶他一把，还是李却看不过去，搭了把手让他踩上了马车。马车内部自然和他去别宫避暑时所乘的马车不能比，3根光秃秃的木板就是条凳，唯一一张铺了棉被的应该是他的专属软榻。沈朱熹在棉被上坐下，等了一会，李悟和李坤陆续上车，李却最后上车，坐在了驾车的位置上。东西都带上了吧？李却扬声道。车里没人说话，李坤和李悟都望着沈朱熹。沈朱熹睁大眼睛，看我干什么？这车里除了你丢三落四，还有谁？李悟说，这是我的偏见。李坤翻着马车上的东西，嘀嘀咕咕道，有没有吃的？李悟轻轻一脚把他踹回条凳，刚上路就吃，一会路上吃什么？坐好。镇压了嘴巴闲不住的李坤后，马车也缓缓上路了。沈朱熹推开车窗，好奇道，马车是借的吗？捡的。捡的？还有马车可捡？沈朱熹震惊回头，独眼龙家里捡的。李悟说，你去打家劫舍了？怎么说话的？李悟眼睛一瞪，反过来没好气道，他在老子身上搓了那么多油，老子还不能在他家里捡点什么走？这不就是打家劫舍吗？沈朱熹不想继续深究，李丕人肯定不是第一次捡东西了，这事深究下去是个泥潭。他转移话题道，我们离开的事你和镇上人说过了吗？有什么好说的？留一个惊喜给他们。沈朱熹，原来李悟离开鱼头镇，对镇上其他人来说是一个惊喜吗？你想和谁说？李悟朝他睨来一眼。我没告诉九娘就走了，等他知道了要生我的气了。沈朱熹黯然道，九娘重要还是我重要？这什么跟什么啊？有李丕人插科打诨，沈朱熹心里离开的悲伤也淡了。不知不觉马车驶出了鱼头镇，清澈的蓝河分支奔腾在马车左侧，右侧则是高耸的山壁，时不时有长在山壁上的花枝探入车内。沈朱熹图新奇，折下一只开着黄色小花的，随手别在窗户上，车里也飘起了淡淡的花香。李坤一路呼呼大睡，沈朱熹在颠簸的马车上睡不着，还好有李悟陪着说话，倒也不觉得时间难熬。马车拐过峭壁，走上大道后，原本昏睡的李坤忽然一咕噜爬了起来。忘了！李坤神色焦急，大喊道。沈朱熹还没回过神，
李悟第一时间明白了他想表达什么。你把什么忘了？剑子，剑子！等我们落脚之后，我给你买新的。李坤大叫道：“不要，不要！我要我的剑子！”李坤一脸急色，爬下条凳就想往门外钻。李悟一把将他扯回，重声道：“李坤！”一向最听李悟话的李坤却一反常态的大吵大闹起来，他又哭又闹，不管李悟是威胁还是利诱，都执意要打道回府拿他的剑子。沈朱熹也试图哄劝，可是李坤油盐不进，铁了心就要他的剑子。3岁的孩子哭闹起来还能用武力强行镇压，可一个有着成年身体却保留着孩童心智的强壮男子哭闹起来，旁人真是无计可施。更别提这个大孩子还不断试图越狱潜逃，李悟挡着门不让他下，他就开始扒窗，说什么也要回去。我要我的剑子，我的剑子！好了，我回去拿。李悟铁青着脸吼了一声：“大哥，你真要回去？”驾车的李雀在外边问道：“不回去有什么办法？”李悟看着对面抽抽噎噎的李坤，没好气道：“你的那宝贝剑子放在哪儿了？你的枕头里？为什么会在我的枕头里？安全！”李坤一脸委屈：“谁闲着没事干偷你的剑子？算了，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李悟脸色难看。马车缓缓停了下来，李雀打开车门，又问了一遍：“大哥，你真要回去？”正好一名穿青衫的书生慢悠悠的骑着一匹老马走来，李悟跳下马车，一把将人扯了下来。“哎，你干什么呢？”书生大叫。“借用一会。”李悟翻身上马，对李雀道：“你们先走，我们在和平县会合。”“大哥！”李悟头也不回的拍马跑了。“我的马！”书生对着李悟的背影直拍腿大叫：“来人啊！强盗！强盗！买马钱！”李雀从怀中掏出1粒碎银子扔给他：“再吵，我就让你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强盗。”书生怒色道：“你这是？真正的强盗是不留活口的。”李雀冷冷一个眼神扫来，书生一哆嗦，缩着肩膀不吭声了。驾！李雀沉着脸继续驱马前行。沈朱熹心里担忧李悟，忍不住问：“我们真要先走？”过了许久，前面才传来李雀的答话：“听大哥的。”李悟死命夹着老马，累得这老东西一在篱笆门前停下就呼哧呼哧的连喷粗气。他翻身下马，快步走进堂屋。屋里的摆设和他们离开时一样，没有被人造访过的痕迹。李悟径直进了里屋，拿起床上2个枕头一摸，果不其然，在他的枕头里摸到一个异物。李悟往里一摸，掏出一个用5颜6色鸡毛做的鸡毛毽子，看上去和街边5文钱一个的鸡毛毽子没有任何区别。李悟咬了咬牙，压下锤爆李坤鸟头的愤怒。他把毽子往怀里一揣，转身走出堂屋。李悟走到篱笆门外，正要锁门，身后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他脸一沉，看也不看，一脚踹开篱笆门，冲了进去。“堵住他！”襄州口音的陌生声音在身后响起。李悟刚要逃进屋子一侧通向后院的小路，6个穿着衙役服的男子从后院走了出来，每个人都拔出了腰间的长刀，全神戒备地看着他。李悟眼神瞥向立在厨房门口的柴刀。“李悟，我劝你别白费功夫了。”一个沉稳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李悟转过身，看着从门外走近的男人。李悟的眼神从他胸口的脖子上一扫而过，讽刺道：“我一介乡野村夫，这是何德何能，劳动一个从6品官员上门拜访？李悟，不得对我们大人无礼！”衙役之一喝道。李悟说：“你的主子都没发话，你汪个屁！你！”衙役满脸通红，握着长刀往前走了一步：“都不许动手！”方廷之沉声道。原本蠢蠢欲动的衙役们纷纷停下脚步。李悟笑道：“这位大人看起来像个文官，你们文官不都喜欢把事情吩咐给别人吗？何必自己跑这一趟？”李悟，别拖延时间了，我不是来和你闲聊的。方廷之道：“这位大人，我都不认识你，你不是来找我串门唠嗑的，那是来找我做什么的？我问你。”方廷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你可愿来襄州知府麾下效力？”什么？除开方廷之和李悟以外的所有人都被他意料之外的话语给镇住了。李悟神色愈发吊儿郎当，他踱步走到桂花树下，后背靠上树干，似笑非笑的目光落在方廷之脸上：“我这人好吃懒做，种田种的不好。李悟，你我都不必打马虎眼了。”方廷之说：“黄金广为襄州知府做事，你杀了他，就是打襄州知府的脸。念在黄金广先作恶，也算自食其果的份上，你若是肯将功赎罪，投靠襄州知府，我定会为你在知府面前美言。你们襄州的官府这么好进，杀一个知府的人就能顶替他？”李悟笑道：“这么好的事，你怎么不到处宣扬？那你们官府肯定不差人手。”方廷之不答反问：“
你知道我进了鱼头县后，问了多少个人才找到你的住所吗？他顿了顿，看着李悟的双眼道：12个人，整整12个人。他们不是顾左言他，就是指给我错的方向。李悟漫不经心地听着方婷之的话，背在身后的手轻轻摩挲着粗粝的树干。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定，如果你愿意弃暗投明，不论花什么代价，我也会说服知府大人将你招安。方婷之说：这位大人，你就这么有信心能左右襄州知府的心意？李悟笑道：要是我跟你回去，他却要砍我脑袋怎么办？我叫方婷之，乃襄州同知。方婷之道：虽不能左右知府的心意，但想保下一人却是不难。更何况知府大人也清楚，他需要一名有能力的人接手黄金广的位置。我有一件事不明白。李悟说：你说，黄金广做的怕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事吧？李悟勾了勾嘴角，缓缓道：这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让我落草为寇？一名衙役压不住怒气道：李悟，你不要太过分了。方大人招安你，那是给你面子，除了老子自己，没人能给我面子。李悟冷笑。方婷之两手背在身后道：李悟，你没有其他选择。李悟终于从身后抠出卡在树皮里的一条细绳，他猛地拉下，现在有了。数声惊叫不约而同从李悟身边的包围圈发出，几张大网从厚厚的黄沙下忽然冒出，将原本包围李悟的衙役们一网打尽。方婷之因恰好站在2张大网中间，好运躲过一劫。你……方婷之面色大变。李悟挨个踹着网兜里的瓮中之鳖，不由分说收走他们手里的长刀，再向着篱笆甩出。叮叮当当一阵后，篱笆上插了一片长刀。李悟拍了拍手，转身看着不负从容的方婷之。方婷之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我不喜欢受人危险，但我恰好又对你说的很感兴趣。方大人，来都来了，不如进屋喝杯茶吧。沈朱熹傍晚就到了和平县，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李悟赶来和他们会合。嫂子，你饿了吗？要不要先叫点东西来吃？李雀从客栈2楼走下。沈朱熹坐在方桌前，摇了摇头：我不饿。和他一起坐在客栈大堂里等李悟的李坤马上说：三弟，饿了，饿了。李雀无视他的话，在沈朱熹对面坐了下来。嫂子，多少吃点吧，你要是饿着肚子，大哥来了会把我倒吊起来的。旁边的李坤投来期盼的目光。那就吃一点吧。沈朱熹道。他担心李悟实在没什么胃口，只叫了1碗菜粥。李坤倒是报了许多菜名，但李却一样都没重复。他转头就对小二道：3碗菜粥。李坤的脸立马垮了下去。李却冷冷道：大哥若是不能平安归来，你下半辈子都没有肉吃了。李坤也自知理亏，诺诺不敢反驳。菜粥端上后，沈朱熹一看就没了胃口。暗淡的菜叶搅和在惨白的白粥里，不但没有丝毫粥香味，反而夹着一丝生水气味。他硬着头皮吃了几口，胃里实在反胃，才不得不放下了勺子。和李悟做的饭菜比起来，说句不客气的，这完全是猪食。沈朱熹原本就担心着李悟，现在看到菜粥，联想起李悟日常做的那些美食佳肴，更是担忧不安。他觉得自己掩饰的挺好，坐在对面的李却笑了出来。嫂子，大哥要是看见你现在的模样，一定觉得什么都值了。什么样子？沈朱熹呆呆道。你担心他的样子？李却道。其实我一直觉得你和大哥不像夫妻，你们平日的相处更像朋友，更像大哥的单相思。可是现在我信了。你信什么？你对大哥也并非全无情意。我不是。沈朱熹的脸腾的红了起来，否认也不是，承认也不是。嫂子要是能早日认识自己的内心就好了。李却笑眯眯道：你们当事人不急，看得外人都替你们急。沈朱熹正要说话，李坤忽然冲了起来：来了，来了！沈朱熹立即忘了李却先前说的话，跟着从条凳上起身，急迫地回头望去。那神色散漫、挺胸阔步的男子，不是李悟又是谁？大哥！李却最后站起，如释重负。李坤扭扭捏捏不敢说话。李悟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掏出一个鸡毛毽子扔给他：拿着，以后这鸡毛毽子才是你大哥。你才是大哥！李坤小声道。大哥，他们是谁？李却压低声音，看着在李悟之后走进客栈的2名穿官服的衙役：帮我们搬行李的不用在意。李悟大大咧咧的在方桌一坐，拿起沈朱熹的茶盏一饮而尽。我们改道去襄州，留在鱼头县的东西也先一步叫人送过去了。襄州？李却面色凝重，可黄金广不是。襄州同志说黄金广作恶多端，我这次也算为民除害。他请我去补黄金广的缺，给吃给喝给银子，还提供大院子给我们住。李悟转头对沈朱熹道：你不是一直念着随大娘吗？你去了襄州，我们住在襄阳，你就能每日见到随大娘了。
这沈珠西面露一色，能每日见到随蕊自然好，可他总觉得这件事透着古怪。俗话说得好，打狗也要看主人。李悟动了黄金广，襄州知府竟然一点也不恼怒吗？你不想见到随大娘？李悟问。自然想，可那就这么说定了。李悟一口拍定。沈珠西看他已有决意，咽下了心里的疑问。李坤和李雀二人更不会有什么异议。李坤看着两个兄弟的脸色，小心翼翼道：“能吃肉了吗？我。”李悟嫌弃的看了眼桌上3碗没吃完的菜粥，说：“还吃什么吃？我们趁早赶到襄阳去吃大餐。”3人一拍即合，再加上一个随波逐流的沈珠西，4人回了马车，马不停蹄往襄阳赶去。跃上枝头时，襄阳城门出现在大道尽头。沈珠西正在担心进不了城，就见那2个骑马跟随的衙役和守门的说了什么，城门没一会就大开了。李悟一行大摇大摆的进了城。进了城后，2个衙役直接在前边带路，将他们领到一个2进的4合院前。李悟先跳下车，这回倒是记得还在车上的沈珠西，转身把他扶下马车。李坤则在另一边直接跳下马车，猛地一晃。沈珠西住惯了鱼头镇郊外的小院，乍一眼看到眼前的2进4合院，还颇回不过神了。李悟已经摆出主人的派头，率先往里走去，闲庭信步的样子，仿佛在这里已生活了10年。李却体贴道：“嫂子，你跟着大哥先进去吧，我看着他们把东西搬下来。”沈珠西到了声谢，赶紧追上李悟的脚步。李悟背着双手，像一个出庄子视察的地主，得意地看着他新入手的产业，左看看右看看，还不忘说一句：“窄了点，破了点，也就将就吧。”沈珠西，他还记得他昨夜住在什么地方吗？2人走进后院后，沈珠西惊喜地发现院子里有一片荒废的花园，虽然花圃长满杂草，可假山不景都是有些品味的，只要把花圃恢复起来，也不失为一个风雅庭院。李悟发现了沈珠西脸上的惊喜表情，他看了看他的表情，又看了看他关注的花圃，想要和他感同身受。他轻咳一声，待沈珠西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后，望着花圃道：“这地方好，又大又敞亮。你是想在这里砌个鸡圈还是猪圈？”沈珠西惊恐地看着他。要我说，砌个鸭圈的好。李悟说：“鸭子浑身都是宝，鸭肉可以吃，鸭绒可以睡，鸭屎还能……我什么都不想砌。”沈珠西急忙打断他的话：“家里有他一只鸭叽叽咕咕就已经足够了，鸭圈挺好的。”李悟一脸失望。沈珠西一点都不好。4人在4合院落脚后，不到一会，就有人送来了新鲜蔬果和鲜肉。沈珠西看着这些穿官服的衙役接二连三往院子里搬东西，不禁啧舌：李辟人这待遇未免太好，怪不得他铁了心要来襄阳呢。李悟亲自下厨，6菜1汤很快上桌。经历过菜粥摧残的沈珠西在品尝这一顿美食，觉得李悟的手艺简直不亚于御膳房大厨。用过算是宵夜的稀食后，沈珠西本想帮着把碗箸收进厨房，李却笑着抢走了他的任务，让他回屋收拾东西，好早点睡下。沈珠西被他说服，转身回了主屋。李却端着碗箸来到厨房，李悟正在洗锅。大哥，我来吧。李却道：没事，明日他们就派人手过来，婢女、厨娘、杂役什么都有。眼线？李却马上道：随他们去吧。李悟道。李却顿了顿，问：大哥，我们真要投靠襄州知府，在哪儿吃饭不是吃饭？有个临时靠山，好过单打独斗。李悟扯着嘴角一笑，反正最后吃亏的不是我。现在局势未明，出去也不知做什么，暂且上了襄州这条船，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李却道：我在和平县的时候，听说今年秋季各地都雨水稀少，现在粮价已经大幅上涨了，大哥，这不是个好兆头。我在商州也听说此事了。李悟说。2人缄默下来，空气也跟着凝重了。半晌后，李悟重新开口道：明日一早，你回鱼头镇招揽10几20个靠得住的帮手过来帮我再带着李坤去把黄金广之前的手下收拢。大哥，知府到底要你做什么？黄金广做什么，我就接着做什么。黄金广之前在做什么？靠山吃饭。房子不一样了，横在床榻中间的还是2根鸡毛掸子。也许是白天赶路太过疲惫的缘故，沈珠西甚至来不及多翻几次身，就坠入了沉沉的睡眠。第二天一早，他起得最晚，李悟已经准备好招食。他洗漱完后，4个人坐上了一张方桌。沈珠西看着周围面无表情的婢女，欲言又止。襄州知府看中我，亲自送来的人手。李悟夹起一柱泡白菜帮子放进米粥里，他神色淡淡，说得轻描淡写，沈珠西却立即领会了其中深意。他在翠微宫每日接触的又何尝不是宫里宫外的眼线？我明白了，他谨慎答道。李悟赞赏地看了他一眼。府里有厨娘，我要是在家，还是我来煮熟。
我不在的时候，你也不必去外边找吃的了。他说，我要是来找你，要去哪个衙门？沈朱熹随口道，我这种大忙人，你怎么可能在衙门找到我？李悟道，我阴卯的时候，你只能等着我的召见。沈朱熹一声呸已到了嘴边，意识过来自己正在李辟人话后，连忙咽下了这粗俗之语。他好意思召见他？普天之下，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召见他。沈朱熹只当自己没听见他在放屁，埋头喝粥。李悟这厮眉头一皱，你听见我说话没有？粥重要还是我重要？沈朱熹一口米粥差点呛死自己。同桌的李雀发出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窃笑，李坤习以为常的埋头呼吃喝粥。势力两旁的婢女头回听到如此清奇之语，原本木然的脸上接连露出讶然表情。沈朱熹涨红了脸，不愿搭理他，奈何李悟不依不饶，嘎嘎乱叫，非要喝一碗米粥分出个高下。你重要，你重要！沈朱熹无奈叫道。余光瞥到婢女嘴边的笑意，沈朱熹本就红透的耳垂更添一抹绯红。早上我要去知府那点个卯，白天你要做什么？李悟问。我去找隋蕊。沈朱熹道。我。李坤急得咳了几声，好不容易咽下卡在喉咙里的白菜帮子后，大声道，我送猪猪，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反正件子比我重要。李悟怪声怪气道。李坤不好意思的嘿嘿一笑，讨好的拉住李悟手臂，大哥重要。用过招式后，沈朱熹好不容易送走胡言乱语的李辟人，确认自己仪容齐整后，高高兴兴的出门去找隋蕊了。随即机电开到襄阳后，俘获了大量襄阳老少的芳心。沈朱熹找府里的婢女问了问，对方很快就给出了具体位置。可沈朱熹是外乡人，听得不免糊涂。到了主街上，他又挑了好几个面容和善的路人问路，这才找到了随即机店所在的长平路。还未走到鸡店门口，熟悉的烧鸡味就扑鼻而来。店门口排着一列买鸡的长龙，沈朱熹正想排队等候，李坤已经迫不及待地喊了起来，小蕊！他这一嗓子不仅吓了正在卖鸡的隋蕊和随父，也吓着了一旁的沈朱熹。在大庭广众下这么亲密的叫女子归名，是极其无礼的行为。果不其然，随父的脸色立即黑了下来。你这傻子，乱喊什么？他呵斥完李坤，还不忘对排队的客人解释道，那是个傻子，脑子不清醒，不懂事。你别说了。隋蕊摔下手中荷叶，生气地瞪了一眼随父，我日后是要成嗣的，我没有什么闺名，我早就出闺了，这名字谁都叫的。随父气的胡子翘了起来。隋蕊在一旁的手巾上擦了擦手，不顾随父难看的脸色和周围客人异样的目光，快步走向沈朱熹和李坤。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来襄阳了？隋蕊惊喜道。李悟被襄州知府看中，现在在衙门做事。沈朱熹道，我们自然就跟着搬来了。太好了，我们以后又能在一起了。隋蕊高兴地拉住他的手。还有我，李坤着急插话。对，还有你。隋蕊转头看向李坤，我送你的毽子你踢了吗？踢了。李坤不住点头。沈朱熹吃惊道，那个鸡毛毽子是你送的？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那回，本来就给他准备了礼物。之前不是有些误会吗？我也挺不好意思的。隋蕊笑了笑，那个鸡毛毽子是我亲自挑的鸡毛，亲自扎的，也算一个心意了。他拉着沈朱熹，压低声音道，他真还留着？不但留着，还很宝贝。沈朱熹说，可不宝贝吗？差点把他大哥气死。隋蕊这才满意道，东西不值钱，但是我亲手做的，你要是敢扔，我就再也不给你东西了。不扔。李坤又是一叠声保证。这里人多，我们换个地方走走吧。隋蕊说，你不在店里帮忙了？沈朱熹问。店里有我爹，出不了岔子。三人向着人潮没那么密集的方向走去。隋蕊久别重逢，兴奋地拉着沈朱熹问东问西。路上，沈朱熹看见一家卖玉子饼的点心铺，拗不过嘴馋的李坤，正想多买几个带回家，一问价格，他惊呆了。一个玉子饼多少？20文一个。点心铺的大婶冷冷道。沈朱熹打消了原本的念头，道，来一个吧。一副爱买不买样子的大婶直接用手递了一张玉子饼过来，沈朱熹犹豫没接，李坤倒是毫不在意，一把拿了过来，张口就咬。三人离开点心铺后，沈朱熹道，让我撕一点尝尝。他从玉子饼上揪下一小块放进嘴里，面饼粗糙，不知混了多少粗粮，里面的玉子泥也一言难尽，断然不是纯粹的芋泥。沈朱熹皱眉道，襄阳的物价未免太贵了。他在鱼头县那么好吃的玉子饼才卖7文一个，若是买得多，丁三娘还会主动打折。不是襄阳的物价贵，是所有地方的粮价都涨了。隋蕊叹了口气。沈朱熹惊讶道，为什么？今年入秋后没下几场雨，庄稼长得不好，再加上头顶2个皇帝，个个都要粮要钱，那些两方都不想得罪的官员只能在百姓身上刮钱了。
隋蕊神色忧虑，现在至少还买得到粮，但这粮价一天一个样的趋势，还不知道入冬后会怎样呢。地方官竟然给韦地交税吗？他们可是大燕的官吏。沈朱熹大惊失色，大燕又不能给他们庇护，自然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隋蕊冷笑道：大燕有这一天，完全是咎由自取。若非说这话的是隋蕊，沈朱熹当即就要拂袖而去了。他忍着怒气追问道：为何这么说？大燕皇帝10几年前为白贵妃修那什么蓬莱宫，家家户户抢争男丁，我家要不是没有适龄男丁，估计也难逃一劫。隋蕊冷笑道：还好白贵妃后来失宠了，那蓬莱宫修了一半就停下了。谁知道盼走一个白贵妃，又来什么江美人？宁嫔，大燕皇帝根本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今儿登高楼，明日游江南。沈朱熹听得脸红，心中怒气早已烟消云散。说句心里话，大燕皇帝倒了之后，我反倒觉得日子没那么难过了。隋蕊说：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吗？隋蕊道：大燕要是改朝换代，哭的人恐怕只有那些锦衣玉食的皇族吧。沈朱熹沉默不语，心里堵得慌。原来他在宫里听见的那些关于太平盛世的话都是假象，百姓并不爱戴大燕，他的父皇也并非什么人皇文帝。原来他在宫里习以为常的铺张奢华，都建立在百姓的骨血之上。隋蕊有一句话说得很对，自出宫以后，沈朱熹亲眼见到为大燕倾颓悲伤的的确只他一个皇室中人。统治他们的皇帝他们依然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皇帝的悲伤不是他们的悲伤，皇帝的喜悦却成了压在他们双肩的重担。等到皇帝倒台时，他们纷纷如释重负，或许还会鼓掌叫好。这是皇帝的错，还是百姓的错？沈朱熹一直以来接受的思想都是皇帝是没有错的，可他现在却对此产生了疑问。大燕走到如今这一步，皇帝真的没有错吗？咱们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了，你快看，那花农挑的牡丹真好看。隋蕊的声音让他回过神来，沈朱熹顺着他手指方向一看，一名挽着裤脚、脚穿草鞋的花农正挑着担子从闹市经过。他所挑牡丹，沈朱熹一眼就能叫出所有花名，其中雪莲和粉中观等常见牡丹不值一提，被寻常花色簇拥着的其中一盆，却是连沈朱熹都不禁驻足的极品豆绿。你这花挺好看的，怎么卖？隋蕊叫住花农，问的也是担子里的豆绿。娘子好眼光，这可是极品豆绿，现在只需50两银子就能带回家。你抢劫呀！隋蕊吓得大叫：一朵花而已，你要我50两？花农面露不悦道：娘子，这可不是普通的花，这是极品豆绿，若是卖到京城，100两也绰绰有余。那你怎么不卖去京城？隋蕊骂道：还100两？我看你是瞧我外地口音，想敲我竹杠。你和你这乡下女说不清。花农气得挑起担子就走。我怎么是乡下女了？你给我站住！你今天非要给我说清楚。隋蕊气得叉起腰，对花农的背影大骂起来。沈朱熹连忙拉着他的手，赶紧把他带离了众人异样的目光。你拉我干什么？我今日非要教训教训这个奸商！隋蕊气冲冲地说。隋蕊，沈朱熹无奈道：豆绿就是这个价格，他没有骗人。若是他的豆绿更绿一些，便是1000两也有京城人士来买。隋蕊啧舌，难以置信道：京中真有人会花1000两来买朵花？他们钱多的没地花吗？可不就是钱多的没地花。沈朱熹道：刚刚那盆豆绿虽卖不到天价，但50两还是绰绰有余了。他恋恋不舍的口吻引起了隋蕊的注意。你想买？沈朱熹犹豫片刻后摇了摇头，算了，礼物挣钱那么辛苦，他怎么好意思再乱花钱？礼物挣了那么多黑心钱，你叫他给你买就是了。隋蕊不以为意道：隋姑娘，你答应过我的。沈朱熹叫道：好好好，说不得，真是说不得。你也被礼物灌了迷魂药了。隋蕊一脸受够了的表情。我刚刚听李坤叫你小蕊，这是你的小名吗？沈朱熹道：我也能这么叫你吗？我爹总叫我小蕊，一定是被他偷听去了。隋蕊看了一眼旁边默默吃饼的李坤，后者傻乎乎冲他一笑：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好，小蕊。沈朱熹立即道：小蕊，小蕊。隋蕊扭头看了眼一脸高兴的沈朱熹，哭笑不得道：你是小狗吗？沈朱熹和隋蕊在街上逛了半天后，隋蕊因要顾店儿先回去了。别回头看了，再看头都要掉了。沈朱熹对不断回头的李坤道。李坤摸着后脑勺笑了，被取笑也一点也不恼。好久好久没见到了，今后你就能每天见到了。沈朱熹笑道。李坤大声应完，忽然变了脸色。他一步跨到沈朱熹身前，用力挺起胸膛。哎呦！一个从小巷药铺跌出的男子撞上了李坤的胸膛，像撞上什么石壁似的，不但撞出咚的一声，还把自己给撞来弹开了。药铺里走出一名年轻学徒，喝道：
别来打扰我们做生意了，说了不要就是不要。大夫，你再看看啊，骨龄不重要，养养不就够了？你养得起，我们可养不起。学徒斩钉截铁道，再来我们就报官了。学徒毫不犹豫转身进了药铺，只剩男子一脸懊恼地站在原地。他转过身后，沈朱熹这才发现他怀中抱着一只花斑小猫。这人也不知为什么把小猫的四足都给绑了起来，小猫蔫蔫地蜷缩在他怀里，一双乌黑透亮的眼珠可怜巴巴望着沈朱熹，头上一对半圆的耳朵，毛茸茸的，可爱极了。沈朱熹忍不住开口道：“你怎么把他的四肢绑起来了？不绑怎么行？他要是跑了，我找谁说去？”男子刚说完，目光落到他质地上好的布衣上，眼睛一亮，抱着小猫走了过来。娘子要是喜欢，不妨把它买回去看家护院吧。李坤面色不善，往沈朱熹前面一站，鼻子里重重哼了一声。男子抬头看着这铁塔般的人物，悻悻地往后退了一步。你要是想卖猫，就去集市上去，药店怎么会收猫呢？沈朱熹好心提点道。猫？药店怎么不收猫了？男子眼珠一转，理直气壮道：猫肾、猫鞭、猫心、猫骨都能入药，是这家药铺没见识罢了。你想害死他？沈朱熹急声道。这不是没人买，我没办法吗？男子趁机怂恿道：娘子你这般美貌，养只猫也好看家护院，不如你花点小钱把它带回去吧。养猫看家护院的说法，沈朱熹还是头回听。他当然不需要一只猫来看家护院，只是男子怀中小猫咪的眼神太过可怜，让他不由想起他在宫中饲养的那只叫白团的波斯猫。他都放过窦律了，买一只小猫给自己作伴，应该算不上大手大脚吧。沈朱熹在心里说服了自己，犹豫问道：你卖多少？不多，不多。男子道：5两银子就卖。你这只是一只最普通的花斑橘猫，也卖这么贵？沈朱熹皱眉道：怪不得你卖不出去，这可不是普通的花斑橘猫，这是长不大的小猫，最新品种，京中正流行呢。沈朱熹一脸狐疑，他在京中时可没听过这新品种。娘子，你体谅体谅，我为了搞到这只小猫，也是费了不少功夫里，差点连命都没了。我要是贱卖了，那怎么对得起我的花费？你卖给别人去吧，我看谁会花5两银子买你的橘猫。沈朱熹抬脚往前走，男人见他离开，急了，扬声道：娘子真不买？你不买我就去找那些游医了，他们说不定会把这小猫剥皮放血抽骨头。你威胁我？沈朱熹转过身，李坤一把提起男子衣襟，将人砸向墙壁。他恶声恶气重复了一遍沈朱熹的话：你威胁我？我哪敢？误会，误会。男子双脚离地，只能慌张摇头。沈朱熹本来没希望李坤配合，没想到他在并未通气的情况下就能配合得行云流水，熟练非常，仿佛这套流程早已深埋进他的骨血。他平时跟着礼物到底在做什么？沈朱熹轻咳一声，故意板着脸道：你威胁我也没用，我的确想救下这只小猫，但5两银子我是万万没有的。万万没有？李坤恶狠狠道：那你能给多少？男子战战兢兢扫着李坤和沈朱熹二人。1两银子，做个善事，回去后我相公也不会过于生气。1两？男子哀求道：娘子，为了捉这只猫，我真花了很多钱，这是山猫，有野性的，比狗厉害多了，你养它看家护院准没错。沈朱熹垂眸悲伤道：我相公是个极恶之人，我若花5两银子买猫，他会把猫和我一起埋了的。一起埋了？李坤中气十足，吓得男子一个哆嗦。娘子再添点，3两银子我卖给你，算我倒霉。2两，不能再多了。沈朱熹一看有门路，立即做出转身欲走的架势。不行就算了，我卖，2两就2两。男子在他身后叫道。沈朱熹强压心中喜悦，板着脸掏出2两银子递给男子，交换了他怀中的小猫。他刚要解开橘猫身上的绳索，男子放下嘴里咬了一口的碎银，小声道：娘子还是晚些松开的好，万一什么？没什么。男子欲言又止，转过身一溜烟跑了。真是个怪人，沈朱熹自言自语道。他解开捆在小猫四肢上的麻绳，轻轻揉着上面的勒痕，小猫一动不动地窝在他怀里，黑亮的眼睛再配合上傻乎乎肉嘟嘟的方脸，让人看了就心生温柔。你这耳朵生的好奇特，别的猫都是尖的，怎地你是圆的？沈朱熹揉了揉他的耳朵，小猫一动不动，眼神跟着他的手指移动。沈朱熹越看越喜欢，抱着小猫就往4合院走。回去的路上，他又发现了一把被人遗弃的花，这把花像是刚被人从土里拔出，随意扔在路边，每根长长的花杆上都开着一朵青色的圆形花球。沈朱熹从未见过这样的花，大为奇特，左看右看都无人认领后，兴致勃勃地让李坤捡起了这把带土的奇花。没有豆绿，有着豆绿色的奇花代替也是可以的。沈朱熹想着回去后要把它种在什么地方，脚步更加轻松雀跃。
他今日收获很多，心情十分愉快。只是不知为何，他把小猫带回四合院时，路过的婢女小厮却纷纷露出惊恐表情。也许是襄阳人不喜欢猫吧。沈朱熹在心里很快为他们的过度反应找到了理由，而且这么解释，男子在集市上卖不出橘猫也很好理解了。襄阳人不喜欢猫吗？沈朱熹兴冲冲地叫来一名面色苍白的婢女，吩咐她去煮一块熟肉来，又让她找一块厚些的垫子，作为日后小猫睡觉的地方。婢女逃似的离开了。一只猫罢了，有这么可怕吗？沈朱熹疑惑地看着在院子里舒展四肢的小猫，他蹲下身，朝他招了招手，小猫迈着肥厚的梅花脚掌，慢慢走了过来。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你得有个名字才行。沈朱熹把他抱到怀里，他毫不反抗。这副任他蹂躏的样子太可爱了，沈朱熹忍不住将脸颊在他方方的脑袋上蹭了蹭。小猫被他蹭得不时闭上单眼。根据我们家取名的传统，你就叫沈朱熹。冥思苦想半晌，灵光一闪道：你就叫李娟二世吧。小猫眨巴着眼睛，又呆又可爱。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把你养得胖胖的。沈朱熹高高兴兴道：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有一只猫，它叫白团，是你的哥哥，要是有朝一日你们能见上一面就好了。沈朱熹正在努力培养李娟对他的感情，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打破了他和李娟的友好会面。沈朱熹，你他娘的是不是不想活了？李悟站在廊下，脸色铁青地看着他，他神色古怪，除了生气外，表情里似乎还有一丝恐惧。恐惧？沈朱熹觉得自己看错了，李悟这批人，天塌下来了恐怕也不会怕。你莫名其妙骂什么人？沈朱熹不高兴道。李娟从他怀里跳下，龇牙咧嘴地对着李悟嗷嗷嗷嗷。沈朱熹一把将他重新捞进怀里，担忧道：李悟，他这叫声怎么和别的猫不太一样？他是不是嗓子哑了？他抬起头，对上李悟更加铁青的脸。如果目光能杀人，沈朱熹毫不怀疑自己此刻已经被他杀人的目光贯穿。你他娘的，沈朱熹，你这个疯婆娘！李悟从牙缝里挤出声音：你今天怎么回事？你再这样，我也要骂人了。沈朱熹生气道：你先放下他，慢慢过来，别激怒他。什么激怒？沈朱熹在李娟头上大力抚摸了两下，像个骄傲的老母亲一样，自得道：他很乖的。李悟清白交加的脸色让他有理由怀疑他下一秒就要晕厥过去。你到底怎么了？沈朱熹终于意识到有些不对，你今日怎么奇奇怪怪的？李悟咬着牙根，一字一顿道：这是老虎，沈朱熹，你他娘带了只虎崽子回来，你不知道吗？什么老虎？这是长不大的小猫。李悟恨不得把他那漂亮的脑袋瓜摘下来，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要不是担心虎崽子受惊伤人，他也不会站在这里一动不动。可沈朱熹那个疯婆娘，丝毫不知自己处境危险，竟然敢在虎崽子头顶揉来揉去。他是生怕自己活太久，落在后头给他守寡吗？李悟捏着拳头，也不知是想捶沈朱熹多一些，还是捶他怀里的虎崽子多一些。沈朱熹，你再抱着他，小心他让你做个长不大的小人。李悟费尽口舌，也没能沈朱熹相信他带回来的是只老虎崽子。什么老虎啊？你少唬我，我在书上见过老虎的。沈朱熹道：书上的老虎额头都有一个王字，我们李娟才没有。他抱着李娟坐在方桌前，用银柱从碗中夹起一块熟鸡肉喂给李娟。李娟袒露肚皮，舒舒服服靠在他身上，银柱一伸来，他就嗷呜一口咬掉了上面的鸡肉。你看他这么可爱，牙都没长全，怎么会是老虎呢？沈朱熹用银柱扒拉着李娟嘴巴里的几颗乳白色牙齿。李悟脸都青了，恨不得带这疯婆娘去山里找个老虎洞看看，老虎崽子究竟是不是和他怀里抱的一样。那该死的虎崽子大约是注意到他充满敌意的目光，张开未来的虎盆大口，冲他似蛙似嗷似嘎了一声。那疯婆娘立时把下巴放到虎崽子的方脑袋上蹭了蹭，一脸怜爱道：他一定是受了很多虐待，连声音都哑了。李悟，沈朱熹，你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吗？奇怪什么？疯婆娘抬起头来，茫然地看着他，片刻后忽然眼睛一亮，确实有一点挺奇怪的。你说说什么地方奇怪？李悟用鼓励的目光看着他，他的叫声怎么跟鸭子似的，一会嗷一会嘎。他说不定是鸭子转世呢。沈朱熹兴奋地挠了挠虎崽子的下巴，这么说来，李娟注定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李娟？谁？她呀。沈朱熹举起怀里虎崽子，高高兴兴道：我给她取名叫李娟，不错吧？李悟、李坤、李雀、李娟，一听就是一家人。李悟，她是不是鸭子转世我不知道，你大概是猪精转世。你怎么又骂人呢？沈朱熹气得直瞪他，你再骂我，我也骂你了。李悟和这疯婆娘说不通，只能转换思路，阴沉地盯着他怀里的虎崽子。连牙都没长齐的虎崽子，暂时应该不会对人造成威胁，
等这疯婆娘松懈不注意的时候，他再偷。不是，他的意思是，等这疯婆娘睡懒觉的时候，他好心抱这虎崽子出门遛弯。但是贵人多忘事，所以他要是一不小心把他忘在哪个山疙瘩里，也算合情合理。礼物，李呀，李屁人！礼物回过神来，横他一眼：“老子还没死呢，你叫魂吗？我问你话呢。”沈竹溪道：“你见着知府了吗？”没有。礼物在沈竹溪右侧坐了下来，沈竹溪怀里的虎崽子朝他直哈气：“老子一大早就去了范府门口排队，馄饨都吃了3碗，老大还没起床。那你下午还去吗？”去，老大呼唤，怎么不去？礼物道：“要不是有人跟我说你带了只虎崽子回来，我现在还在范府门口坐着呢。”几乎就在礼物话音落下的时候，一名小厮小跑步进来，身子一弯，急促道：“老爷！”礼物脸一沉，道：“什么老爷？老子还年轻呢。”小厮愣了愣，试探道：“李爷？算了算了，有什么事快说。”礼物不耐烦道：“外边来人了，说是知府召你前去府邸。”礼物站起身来，刚往花厅外走了没2步，又停下来，不放心地看着沈竹溪怀里的虎崽子：“你别把手放进他嘴里，有他在身边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睡着了。”“知道了，你快去吧。”那疯婆娘一看就没把他的话往心里去，兴趣盎然地逗着怀里的虎崽子。礼物咬了咬牙，转头吩咐身边的侍人：“看好他，要是他少一根手指头，老子就让你们少脑袋。”婢女和小厮害怕应诺。礼物大步走出4合院，知府派来的人牵着一匹骏马停在门口：“骑马快些，别让大人久等。”“请吧。”礼物踢开马肚下的马凳，踩着马凳立落上马，双腿在马肚上用力一夹，驾！知府的人连忙骑上另一匹高背大马，扬鞭狼狈追赶。一盏茶的时间后，礼物在一面漆阶的垂带踏道前勒停了马匹。他翻身下马，将马交还给2个上前牵马的小厮，和候在门口的李雀会合。一个派头十足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待他们走上台阶后，笑眯眯地自我介绍道：“鄙人不才，姓唐，是范府管家。老爷已在西书房等候，请2位随我来吧。”对方笑眯眯，李雀比他更笑眯眯：“唐哥哥竟然只是管家吗？刚刚乍一看见，我还以为是哪家的老爷前来拜访知府大人呢。”“过奖，过奖了。”唐管家谦虚摇头，嘴角却跟着翘了起来：“你们哪位是礼物，哪位是李雀？你们兄弟3人是谁没来？”“唐哥哥，我是李雀，这是我大哥礼物。”李雀道：“没来的是我3弟，他小时候烧坏了脑袋，我们怕他在知府面前说些什么不得体的话，所以就没带他来。下次要带来，老爷不喜欢别人擅作主张。他若是不喜欢你那3弟，下次自然不会召见他了。唐哥哥说的是，不愧是范大人身边的老人，以后还要请你多提点了。”李雀满面笑容地拍了拍管家的右手，似是感谢，暗中却将一包沉甸甸的荷包塞进了袖子里。唐管家掂了掂重量，脸上笑意更浓：“别人我不知道，你知府肯定是喜欢的。”穿过一条镂刻彩绘、通透青壁的游廊后，李物2人终于看到了西书房的大门。到了书房门外后，还不能马上进去，管家让他们稍后片刻，先进了书房禀报，好一会都没出来。李物又在门外等了一炷香后，终于见到了他的顶头老大知府范伟。范伟有张胖乎乎的圆脸，看上去不像个官，倒像个好吃懒做的富商。他穿着焦棕色的锦衣长衫，头戴黑色巾帼，懒洋洋靠在罗汉床上，像一根刚出锅的油条。礼物和李雀相继向他行礼：“坐吧。”范伟眼神示意书房中央的茶桌，漫不经心道。2人落座后，年轻秀美的婢女上前为2人送上热茶。“谁是礼物？”范伟盯着礼物道。“我是。”礼物道。李雀笑着道：“我是李雀，范大人。”范伟向左侧伸了伸脖子，一个抱着紫玉葡萄的美艳婢女摘下一粒，熟练剥皮后送入范伟张开的口中。“你们不是3兄弟吗？怎么少了1人？”范伟看着礼物2人，嘴里嚼着葡萄，含糊不清道：“回禀大人，没来的是我3弟，他从小烧坏了脑袋，说话不清醒。我们哥俩第一次面见大人，怕他说错话惹大人不开心，便让他待在家里了。”李雀笑道：“大人若是想见他，我这就派人把他叫来。”“不用了，本官见过许多傻子，倒也不缺这一个。”范伟从罗汉床上坐直了身体，挥挥手道：“你们尝尝这葡萄，凉州那边来的，甜呢。”婢女端着葡萄篮子走了过来，礼物和李雀各拿了一串。葡萄美味，但范伟叫他们来此的目的肯定不会只是为了炫耀他的凉州葡萄。果不其然，范伟一番东拉西扯后，终于进入正题：“方同之在我面前为一个人美颜的样子不常见，他是怎么给你安排的？”李雀刚要说话，礼物在桌子下踢了他的脚尖。“他安排什么了？”礼物大大咧咧道：“那姓方的就问我愿不愿意来襄州知府麾下做事，
我心里想吧，单打独斗总比不上有靠山，跟着知府做事，比跟着县令做事有面子多了，就答应了下来。范老大，我至今还不知道你找我来是做什么的。那姓方的，范维咳了咳，方同志说我是来接替黄金广的，可我也不知道黄金广是做什么的，让我写公文，我可写不来，种田我也不行。我和我兄弟3人，也就是脑子灵活点，图有点力气罢了。脑子灵活，有力气，正是本官寻找的人啊。范维呵呵笑道，本官还差个9品之事，不如你跟着方同志学习一段时间，我让你穿上官服，如何？我这种泥巴地里淌出来的人做得了什么官？做不了，做不了。礼物摆手，吊儿郎当道，我们兄弟3人不求有大出息，只要有饭吃，有钱花就行了。你要是不愿意做官，还真的只有去接替黄金广的位置了。干什么都行，你现在就是我们的老大了，我们都听你的吩咐。礼物不以为意道。范伟满意的笑了，他缓缓道，黄金广那人啊，做事的能力还是有的，就是太不听话了。他要是有你一半明事理，又何至于落了个曝尸荒野的结局？李却道，知府大人请放心，俗话说得好，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哥正好3个，合成一个假诸葛，全听你这个真诸葛的。真诸葛谈不上，就是有点小聪明罢了。现在这时局，我这芝麻小官也不好做呀。范伟摆了摆头，道，你们的心意我已明了，只要你们忠心能干，你们想要的一个都少不了。多谢大人。李却朗声道。礼物也跟着做了个揖。范伟从婢女手中含走一粒葡萄，下去吧，会有人告诉你们怎么接替黄金广的任务的。礼物2人告退，走出了书房后，在书房门口的唐管家立即迎了上来，我送2位出去。李却笑嘻嘻道，劳烦唐哥哥了。唐管家笑道，你这嘴巴忒甜，怎么样，老爷没为难你们吧？知府大人平易近人，和善宽仁，怎么会为难我们？李却反问。是啊。李武点头附和，我也没料到，大人竟然一点没有怪罪我们黄金广的事，要是换了别人，我们早就没命了，哪还轮得到现在还能跟着知府老爷吃香喝辣？2人一唱一和，越说越感慨，我们老爷为人和善，所以才被黄金广那等恶人以下犯上，2位除掉他，也算为民除害了。我们老爷的善心，就是要你们这等知恩图报的义士才堪匹配啊。唐管家道，唐哥哥这话发人深省，我们哥3个一定不会辜负知府大人的期待。李却郑重拱手。唐管家把2人送到门口，笑呵呵道，我就不远送了，老爷那里还等着我回话。不敢当的唐哥哥，请。李却道。唐管家做了个揖，转身回了府内。他们说的就是这些了。西书房内，唐管家弓着腰，小心谨慎地转述李务2兄弟一路上的交谈。如此说来，这2兄弟也就是个普通泥腿子，最多也就是在当地有些人望罢了。范伟躺在罗汉床上，张开嘴巴，接住了床边美貌婢女扔下的葡萄。方婷之高看他们了。方同志一介俗人，哪有老爷你见多识广，知人善用呢？唐管家捧道，左右我手边确实差个顶替黄金广的人手，不妨先用用看，也算给方婷之一个面子。老爷高见。更重要的是，范伟从床上坐了起来，向站在另一边的婢女招了招手，接过茶盏抿了一口，继续道，这里是兄弟3人，看上去确实还不是方婷之的人。他冷笑道，这方婷之背着我到处笼络人心，我说东他说西，这襄州到底是他做主还是本官做主？自然是老爷您。唐管家害怕的低下头，讨好道，他只是一个小小同知，您才是这襄州当家做主的人呐。范维心情不好，一把打翻了面前的茶盏。行了，滚下去。婢女和管家一同应诺，怯怯退出书房。沈朱熹把捡回来的奇花栽在了后花园的假山下。奇怪的是，他吩咐小厮栽花时，栽花的和路过的都面色古怪。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沈朱熹好奇道，我以前没见过这样独特的花，开起来像个毛球，颜色也清脆可爱。这样的花怎么会一点名声都没有呢？栽花的小厮含糊道，小的家里是卖油的，对这些花花草草的也不是很了解。沈朱熹看他蔫蔫的样子，担心他不能适应移植后的土地，正想要不要再给他搭个挡雨的小棚。礼物回来了，他把这事忘在脑后，起身去前院迎接礼物去了。李丕人这厮小气得很，若是见他在家却不来迎接，立即就会噗噗放屁。体谅到他为这个家的身心付出，沈朱熹退让一步，每次都用公主之身轻迎。这事以后不能叫太子知道，否则李务定会丢了屁命。沈朱熹去到前院的时候，李务和李却正在神色严肃地商议什么，见他出来，2人自然中断了对话。一旁嗑光了整盘瓜子的李坤见他出现，立即叫道，猪猪来了，吃猪猪。李务道，我带了烤乳猪回来，你吃过没有？沈朱熹，他吃过的美食佳肴比他吃的米饭还多，
他这个问题是对金枝玉叶的侮辱。没吃过襄阳的？沈朱熹避重就轻道：正好，今日就让你尝尝鲜。李悟道：你吃过吗？沈朱熹好奇道：没吃过。你想尝鲜？这是大哥在随季鸡店对门买的。李却笑着插话道：大哥见随小姐站在店门口招呼生意，想也不想就迈进了对门的烤猪店。随小姐气得翻了好大一个白眼呢。幼稚。沈朱熹看着李悟道：我乐意。李悟昂着下巴道：怎么着，让随大娘来打我呀？这批人有时真的很欠揍。沈朱熹不禁疑惑，他是怎么保持着欠揍的性子长这么大，而没有被纠正过来的？烤乳猪上桌后，沈朱熹不得不感叹，不愧是能和随季鸡店打擂台的烤食铺子，这烤乳猪皮脆肉嫩，既保留了猪肉的原汁原味，又把香料的天香控制在了一个恰好的范围，滋味卓绝，让忙买的礼物也吃了一惊。四人围坐一桌，除了身边多了些沉默不语、会响应要求的木头人以外，平淡温馨的日子和鱼头阵时似乎也没什么区别。用过稀释后，沈朱熹坐在书桌前，提笔写下一封报平安的短信封号，托小厮送到驿站寄走。希望九娘收到他的信后，能看在事出有因的份上，尽早原谅他的不告而别。当天夜里，沈朱熹睡得迷迷糊糊，被屋檐下哗啦啦的雨声惊醒。一开始，他还心平气和地倾听着夜雨奏响。就在他即将再次坠入梦乡时，沈朱熹想起昨儿才移植过来的奇花，一个机灵，完全醒了过来。那奇花移植下去的时候就要死不活，要是再被大雨打上一夜，哪里还有活命的机会？他心急火燎地翻身下床，跨过礼物的时候，一不小心不知道踩了他哪儿，惹得他发出杀猪般的嚎叫。抱歉。沈朱熹顾不上查看他的伤势，穿上绣鞋，急匆匆往外跑。昨日种下奇花的地方有黑一片，爆豆似的秋雨噼里啪啦地落在假山上、地上、草叶上。守夜的婢女疾步走来，沈朱熹来不及解释，吩咐她去找一盏灯笼、一张油布来。婢女去找灯笼和油布了，沈朱熹毫不犹豫地跨进了雨幕。接着微弱的月光，他找到了白天种下的那株奇花。他被暴雨压折了身体，毛茸茸的大脑袋垂落下来。沈朱熹一个箭步走到他身边蹲下，用两手合成一个小小的雨棚，为他遮挡无情大雨。微带寒意的秋雨接二连三打在他的脸上、身上，单薄的亵衣很快就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睫毛滴下。沈朱熹，你又在发什么疯？一只手臂用力把他一扯，沈朱熹险些跌倒在地。他没时间回头，赶紧又把双手重新遮挡在奇花头上。遮雨的油布马上就来了，我就为他挡一会。你会生病的。李悟怒喝道。我不会，我身体一直都很好，再一会就一会。沈朱熹目不转睛地看着在他手心下重获一小片安稳天地的奇花。沈朱熹，李悟伸手来拉他，用力挣脱，大声道：没有我，他会死的。他只是一株大葱。李悟气得大吼：一株随处可见的大葱开的花罢了，送人都没人要。这么低贱的东西，你有必要搭上自己吗？我喜欢，我喜欢，无论它是牡丹还是大葱花。一股强烈的委屈涌上心头，沈朱熹气得颤抖，他的声音在秘密之城的雨王里回响：你们不要他，我要他。他被扔在大街上，还抓着泥土想活下去，我会让他活下去，我不会抛弃他。奇花重新站直了身子，团子般的圆脑袋在夜风吹拂下微微摇晃，就像在和他点头道谢。这么乖巧的花，为什么会有人将它遗弃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将它随手抛弃，他只会死路一条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一个人无法在宽广的世间活下去吗？沈朱熹的眼泪不受控制地冲出了眼眶。他恨自己的软弱，他多想变成水火不侵的铁人，多想一夜过后就变成可以遮天蔽地的大树。没有人教过他要怎么做。他在深宫里卑微且孤独地生长，他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前进，看着父皇和母妃甚至傅玄淼的脸色，活成他们喜欢的样子。可是到头来，他还是被人抛弃，抓着微少的一捧土，从看似风光的云端落到了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没有土，没有水，没有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践踏而过。牡丹和葱花又有什么区别？他不管不顾脱口而出后，好一会的时间里，只有雨声噼啪奏响。李悟一定讨厌他了，李悟一定觉得他不知好歹，李悟一定再也不想理他了。可是落在身上的雨滴为什么忽然小了？沈朱熹抬起头，怔怔看着脱下外袍挡在他身上的李悟。他站在连绵的雨幕中，大张的双手尽可能地拉开外袍，遮挡从他头上落下的冷雨。沈朱熹，他铁青着脸说：我不管谁抛弃过你，你都可以忘了，因为我绝对不会抛弃你。你记住我的话，天崩地裂，你和老子都要死一块。密集的雨箭汇成千万重的雨幕，偏偏在沈朱熹这里遭到隔断。冰冷的天地间，唯有他身在之处是一片无雨之地。牡丹坠落凡间，
变成低贱的葱花，人人都可见他。是一个人将他拾回自己家，让他重获新生；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家世、没有财富，每日将老子挂在嘴边，骂骂咧咧不停，却又照办他的每个要求，粗俗又细心，暴躁又温柔，刀子嘴却又豆腐心的人。他对他这般好，他要怎么样才能报答他1/10的恩情？李爷夫人，油布和灯笼来了。婢女带着2个小厮急急忙忙奔来，你们快回来避雨吧，剩下的交给奴婢们来做。2个小厮带着油布冲入雨中，很快就在葱花边上搭建起一个小小的雨棚。李雾伸手来拉沈朱熹，他这次没有拒绝，他以往都是握他的手腕，这次却握在了他的手上，掌心贴着掌心，暖的不只是秋雨。沈朱熹愕然望着李雾，他没看他，却握得更紧。暗淡的月光下，他坚毅的侧脸不动如山，一双聪明深沉的眼眸像夜航船闪着明光。他的心在那一刻剧烈跳动起来，他也不知为了什么，为了他明亮的眼，还是为了这漫天的雨幕。他像踩在软绵绵的棉花上，晕乎乎的就被李雾牵回了主屋卧室。奴婢流水般送来热水和干爽衣裳，沈朱熹在屏风后更衣出来，李雾翘着腿坐在桌边喝着什么，见沈朱熹出来，把另一碗朝他一推，姜汤趁热喝了。沈朱熹闻了一下就开始反胃，奈何李雾穷追猛打，定要逼他喝下这碗姜汤。他本想拒绝，视线落在李雾仍湿着的头发上，沉默了。你喝不喝？不喝老子灌猪了。李雾恶声道。我喝。沈朱熹坐了下来，憋住呼吸，一口气把热乎乎的姜汤强送进喉咙里。刚一放松呼吸，喉咙里的姜味就涌了出来。他忍了又忍，才没冲到屋外吐了出来。夫人，这里有蜜饯。一名婢女端着小碟走上前来。沈朱熹拿起一块蜜饯，顿了顿，转手递给李雾。李雾一愣，给我。沈朱熹飞快把蜜饯塞进他手里，重新从婢女手里拿了第2块蜜饯送进嘴里。蜜一般的滋味在嘴里漫开，冲淡了姜汤的辛辣。对面的李雾不知为何冲他咧嘴一笑，搞得他也情不自禁笑了起来。淋了一场秋雨，可他并不冷，希望李雾也如此。沈朱熹对婢女道：拿一张干净的金子来。婢女很快照办。沈朱熹接过金子递给李雾，擦擦头。李雾2手不动，反把头给伸了过来。你来，你自己擦。沈朱熹讶然。不行。你。沈朱熹还没对婢女说完，李雾就抬起头，恶狠狠地扫了一眼屋里的婢女们，都滚出去。世人们有的端进手盆，有的抱洗澡水，纷纷脚踩疾风，烟消云散。你来。李雾再次朝他低下头。李雾突变里屁人，硬要让他亲自上手。沈朱熹没办法，只好拿着手巾起身。我没给别人擦过，擦得不好，你不许怪我。不怪不怪。李雾语气轻快。沈朱熹把手巾盖在他头上，硬着头皮擦拭他淋了雨后更显乌黑的一头长发。他为了配合他的动作，低着头，露出后颈一段活灵活现的油凤花袖。沈朱熹像被烫到一样，飞快地移开了眼，却又在之后忍不住瞥回同样的地方。李雾像是后脑勺长了眼睛一样，笃定道：好看吧？沈朱熹含糊应了一声。你也绣一片怎么样？李雾道：男子纹绣还可说是风流，女子纹绣那可是从未听说过的骇人之举，不是受了情形，就是沦落风尘，刺上主人的奴役。沈朱熹知道李雾不在乎这些，可他还不能做到无视旁人目光。他不想扫他的心，反问道：绣什么？绣鸭子。李雾拍了一下大腿，惋惜道：我一直想绣鸭子，这次我给你找个靠谱的花绣师，一定。沈朱熹果断拿着手巾，故意往他脸上一阵乱揉，以免他继续后边可怕的话。我没有那个气质，天底下还是你最适合绣鸭子。也是。李雾喃喃道：只有我啊呸！你是给老子擦头还是擦脸啊？一并擦。秋雨一下就是数日，偶尔停了1个时辰，之后便又连绵不绝地下了起来。这场雨来的时机不对，许多农人盼了一季，却偏偏在秋收时节毫无征兆地下了起来。周边有田地的农人都在冒雨抢收作物，沈朱熹这几日也准了几个小厮的假，许他们回家帮忙秋收。左右家里也没什么事可做，这雨不算瓢泼，但始终下个不停。沈朱熹被困在屋子里，寸步难出。和他同样被困在家里的还有李雾3兄弟。沈朱熹以前常年生活在深宫，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度过的，如今再次被局限在1亩3分地里，倒不觉得过于难熬。反倒是李雾3人吃了睡，睡了吃，出不了门的3个大男人比沈朱熹更坐立难安。今儿一早用过招时后，沈朱熹便忙活开了。他想在屋檐下听雨品茶，这看似简单的一件事，伴随的却是许多小事。首先吩咐下人将茶桌茶具备好，
有的人不懂各个茶具的名称，放错位置，沈朱熹要手把手的教导。其次，他这人将礼物千里迢迢带回来的雨花茶拿出来，看着这不通茶艺的小厮将小茶饼碾磨过筛，一丝马虎不得。最后，他挽上长发，特意换上一身与秋雨和清茶相配的水浅葱色襦裙，穿上了稍具厚度的袖衫。李丕仁在一旁目睹他忙活的全程，斜躺在几张软垫上，眯着眼道：“喝茶就喝茶，你搞那么多花样做什么？”李坤和李榷各拿了几个软垫睡在一边，一个吃光了一碟点心，已然昏昏欲睡；一个不知看着什么闲书，聚精会神。你不懂。沈朱熹道。李丕仁怎会懂这秋雨零落，一盏清茶的诗意呢？沈朱熹在茶桌前端跪下来，敛了散漫神色，郑重其事地为自己泡了一盏茶。虽无丝竹之音，但檐下雨声更胜丝竹百倍。一阵秋风拂过，薄如蝉翼的袖衫随风摇曳，似仙人驾鹤西去时飘飞的衣袍。沈朱熹闭目清秀，展上茶香，耳朵捕捉檐下雨声，心情舒畅，恍若已在仙境。你的贱人茶具是不是裂了条缝？李丕仁的声音像一只刚抠过屁股的大手，带着人间粗俗百味，将他猝不及防从蓬莱仙境抓出。这是剑窑茶具。沈朱熹一口气险些没喘上来。对，剑窑茶具，我怎么看着茶盏那里好像裂了条缝？沈朱熹连忙查看，所谓的裂缝却只是剑盏在出窑时自然留下的花纹，这是自然形成的兔毫纹。沈朱熹放下茶盏，气道：“有瑕疵你还买？”李悟吃惊道：“还没我那一片丝儿的大陶盆好看经用。”原先仿佛身在仙境的诗情画意被李悟破坏得干干净净，沈朱熹被他气了个半死，扭过头去不理他。他凝视着屋檐下不断的雨幕，试图找回原来的意境。沈朱熹触景生情，不禁吟出李后主流传千古的《呜咽题》：“昨夜风间雨，帘帷飒飒秋声。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香露稳怡平道，此外不堪行。”喃喃诵完最后一句，沈朱熹眼中已饱含热泪。论及国破家亡的悔恨，除了李后主，还有谁能真正和他感同身受？李坤忽然惊醒，迷迷糊糊地看着沈朱熹：“猪猪在叫什么？”他在哼哼哧哧。李悟道：“好诗，好诗，发人深省，感人肺腑。”李却头也不抬道：“让我也来作诗一首。”李悟清了清喉咙。沈朱熹一惊，眼泪羞得下回了身体：“不可，晚了，尿遁逃跑晚了，遮耳装聋晚了，什么都晚了。今夜他又将魔音绕耳，夜不能寐。西边哗啦啦。”李悟抑扬顿挫道：“东边淅沥沥，老子没有伞，不要再尿频。”李悟略一思量，扭头看向沈朱熹：“这诗就叫《咏雨》吧，你觉得怎么样？”沈朱熹死死盯着屋檐下的雨幕：“啊，雨声真大，听不大清。”这场迟来的秋雨让各处的鸭子都兴奋起来了。沈朱熹的耳畔好像响起了鸭子嘎嘎的叫声。要不，今天西食就吃烤鸭吧？好。李却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拍得叫好，神情激动，犹如听了万古弦音，醍醐灌顶。他激动道：“好诗，好诗，既发人深省，又感人肺腑。”在写景的同时，抒发了强烈的悲痛和惋惜，让人回味无穷，受益匪浅。大哥高才，小弟自叹不如。此情此景确实令人诗兴大发，不如嫂子贺诗一首，便叫《殷夫君》和《咏雨》，如何？等大哥日后出人头地了，此等美谈定会流传千古。不，沈朱熹不想跟着李悟的诗作一起遗臭千年。他面色惨白，连连摇头：“我肚子疼，我先走一步。”李悟拧起眉头，一副我就知道的模样：“让你别喝贱人茶你不听，你看这就闹肚子了吧？这是虾滑，不是雨花茶。”沈朱熹真想把他的脑袋撬开，看看里面装了什么稀豆腐脑。不是什么剑茶，那剑茶是哪个？没有剑茶，只有剑斩。你们这些人也太讲究了，什么名字搞得这么奇怪，一点也不好记。李悟嫌弃道。沈朱熹这下真气得胃疼了，他从茶桌前起身，想要回床上躺躺。李悟道：“我刚刚的《咏雨》，记得给我写入我的诗集里面。我现在有多少首诗了？”“一共4首，大哥。”李却马上道：“一首《商朱题》，一首李悟品虾滑茶，一首咏日。今日所作是第4首《咏雨》。大哥才高8斗，初尝诗学便能文思泉涌，下笔成篇，李杜之流，地下有之，定然也会羞愧交加呀。”沈朱熹听不下去了，这不是人能听得下去的话。那个不是人的人还美滋滋地问道：“李杜是谁？什么时候叫过来坐坐，和我切磋切磋？”沈朱熹连茶桌都顾不上收拾，迅速逃离了这个不说人话的鸟窝。他的良知不允许他继续待在那里旁听，他还怕今天晚上做梦真梦到李杜2人来家里喝茶做客。
离开净室时，他叫住一名路过的婢女，交代道：“今晚吃烤鸭。”金灿灿的烤鸭上桌时，断断续续下了4、5日的秋雨终于停了。灰蒙蒙的天空久违的放晴，露出了雨后干净的天空。雾一般的云层后传出一缕夕阳的霞光，暖洋洋的。大葱花活力四射地开在假山边，刺球般的花团清脆欲滴。沈竹溪特意命人将餐桌搬到了窗边，就为了桌上的每个人都能感受这抹不可多得的霞光。可一桌4人，3个粗人只知道大快朵颐，对窗外难得的雨后美景视若不见。好吃，好吃，鸭鸭好吃！李坤左手一个肥得流油的烤鸭腿，右手一个碗大的白面馒头，左边一口右边一口，忙得不可开交。李雀舀了一碗冬瓜汤，吹了吹，不慌不忙地缓缓送进喉咙。李乌纳斯比起桌上的美食佳肴，更对他抱着的酒坛感兴趣。酒碗空了又空，他依然不见一丝醉意。沈竹溪孤独地品味着如诗如画的雨后秋霞，颇觉无趣。他拿起一张春饼，加了黄瓜丝和葱丝，又放进蘸了烤鸭酱的带皮鸭肉，细致地包好4个小角，随手递给空不出手的李坤。李坤的大嘴已经张开了，包着烤鸭的春饼已经到了他的嘴边，半路却忽然冒出一个李咬金。李乌一口下去，连着他的手指一起包进嘴里。沈竹溪的脸疼得红了，心跳也跟着紊乱。他来不及思考，更来不及感受这鸭嘴巴，猛地缩回了手指。你干什么？你给他包，为什么不给我包？李屁人臭着一张脸道。沈竹溪气得结巴，你和他一样吗？你可以自己包，他也可以自己包，他就像个孩子，你怎么跟孩子争东西吃？老子乐意。李物理直气壮道，你给他包，不给我包，他重要还是我重要？他重要还是我重要？李物逼近，气势汹汹道。李坤浑然不知现在发生的一切和他有关。李物虎口夺食后，他几口解决掉了手里的鸭腿，自食其力地拿了一张春饼包了起来。旁边的李却在憋笑，可是没用，冬瓜汤里噗噗作响的气泡已经暴露了他看热闹的喜悦。沈竹溪感觉周围的世人也朝他投来努力忍笑的目光。母妃啊，你在天上过得好吗？地上的希儿也必须要坚强。你重要。沈竹溪发出没有灵魂的声音。很好。李武点头，满意坐回自己的位置，给我包个大的。你不死你！沈竹溪拿着春饼，专挑带着厚厚鸭皮、油光晶亮的鸭肉包进饼里。李武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塞进鼓鼓囊囊的春饼，含糊不清地道：香。同类相食，晚上一定会做噩梦的。当晚，李武睡得如同一只死鸭，反倒是沈竹溪，因为晚上吃多了春饼，辗转反侧，不得安眠。看着不远处那张呼呼大睡的平稳睡颜，沈竹溪气不打一处来。果然，就如唐大夫所言一般，李武这厮定会长命千岁。掌柜，你真的只要2套吗？我的花间在鱼头镇也不愁销路，更何况偌大的襄阳呢？襄阳一间古朴雅致的书坊里，沈竹溪正试图说服书坊掌柜多收几套他的花间，奈何他费尽口舌，掌柜的态度依然坚决。他摆了摆手，毫不犹豫道：李娘子，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人们连大米都要吃不起了，能舍得花大钱买花间的，只有城里那几位公子小姐，便是他们，如今手头也不大阔绰了，就是这2套，我估摸也要10天半个月才能卖出去呢。沈竹溪无法，只好带着他的另外3套花间离开了书坊。伴随金秋欠收，普通人的日子越发艰难了，就连市集上的买家和卖家也比之以往少了大半。城门附近也出现了不少面黄肌瘦又操着外地口音的人。李武跟着襄州知府做事，就算要饿到头上来，也是襄州最后挨饿的那一批。至少目前，沈竹溪除了感受到物价飞涨以外，还没有受到其他影响。许多普通人家都揭不开锅了，李武还时常带回烤鸡、烤鸭、烤乳猪和各种襄州知府府上带回的精致点心。沈竹溪光是看那铺张浪费的点心，就知道范围丝毫不将民生疾苦放在眼里。他没有资格谴责范围。在边疆发不出军饷的时候，宫中依然歌舞升平，日10万钱。沈竹溪走在行人稀稀疏疏、商铺门庭冷落的东升路上，怀着忧虑不安的心情打量这条不复繁华喧闹的襄阳主街。普通人家已经把每日餐数减为了1日1餐，可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真正艰难的冬季还没到来，若是到了寒冬，米价又该如何飙升？这位娘子，买点石榴吧。行行好，买点石榴，让我买1捧米回家吧。一个虚弱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沈竹溪不由停下脚步。一名身上打着重重补丁的老妇人坐在2筐石榴前，一脸哀求地看着他。老妇人满脸深深沟壑，脸上黄一块灰一块，头发也乱蓬蓬的，一双搭在担子上的手又干又瘦，皱皱巴巴，像只老鸡爪子。竹筐里的石榴红白相接，大小不一，放在宫中是沈竹溪看都不会看一眼的货色。可现在的他却走了过去，望着竹筐里的石榴道：老人家，你的石榴怎么卖？1两银子，全给你，
还可以帮你挑回你家。沈竹溪哪里吃得下这么多石榴？可他看着老妇人爆发出强烈期待的双眼，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了。更何况1两银子真的太便宜了。那你帮我挑回家吧，多谢你了。沈竹溪从荷包里拿出1块大约2两的碎银递出，多的算是你帮我挑回家的辛苦费。小娘子，多谢你，多谢你，你的心太好了。老妇人激动万分，捧着银子的手颤抖着，眼里也涌出热泪。我的孙子好几日没有吃过东西了，今日终于能，多谢你，多谢你。眼见老妇人甚至要跪下叩头，沈竹溪连忙拉住她的手臂。他感受到的不仅是补丁的厚度，还有一个贫苦老百姓一生的厚度。他根本受不起老妇人的感谢，因为他原本也是吸食民脂民膏的一份子。老妇人磕的这个头，他羞愧难当，他根本不配。老人家，你快起来吧，你再这样，我就不敢买你的石榴了。沈竹溪道：好好，我这就把石榴挑娘子家去。娘子在前边为我引路吧。老人家，你挑得动吗？要不要我找个人来帮忙？老妇人露出憨厚朴实的笑容，脸上因劳苦而生出的沟壑焕发出另一种光彩。多谢娘子，但是不用了，我几岁起就帮着家里做农活，力气大着呢。以前年轻时，别说1担子石榴了，就是1担子泥沙，我也照扛不误脸。沈竹溪不禁露出笑容，他看着老妇人利索扛起竹担，还忍不住在担子上肩的时候帮忙扶了一下。老妇人担着石榴，跟着沈竹溪的脚步往前走去。小娘子心真好，如今像你这么心善的人不多了。老妇人感慨道：今年不但庄稼欠收，我这石榴也长得不好，让娘子花1两银子其实不值。等明年收成好的时候，我再挑个大又红的给娘子送来。没关系，我这人也不挑嘴，吃不出什么区别的。沈竹溪安慰道。到底年纪大了，再加上可能没吃什么东西，老妇人走了一半，步履渐渐沉重，额头的虚汗也越来越多。老人家，我走累了，我们在这路边歇一会吧，我去买个饼子来吃。老妇人擦了把额头的汗，笑道：小娘子不必在意我，我就在这里等你。沈竹溪转身走向街道对面一家小小的点心铺，铺子前空无一人，唯一的店家无精打采地坐在摊子前打瞌睡，前胸和2只手臂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面粉。来2个馒头。沈竹溪道：100文。店家睨了他一眼，又贵了。谁能想到，就在几个月前，白面馒头才2文钱一个。沈竹溪从荷包里掏出100文币给他，店家收下铜钱，这才慢腾腾起身，捡了2个白面馒头包在荷叶里递给他。沈竹溪拿了馒头，随手掐了1块放进嘴里后，转身走回老妇人处，装作嫌弃的样子，把馒头塞给老妇人。老人家，这馒头你帮我吃了吧，我刚吃了1口，噎得我吞不下。这怎么能行？老妇人连忙将馒头还回来。小娘子现在吃不下，可以带回家明日吃，也可以带给家人吃，给我太浪费了。我带回去才浪费呢，我家里人也不爱吃馒头。沈竹溪推开老妇人的手，那多谢小娘子了，我带回家吃。老妇人小心翼翼地收下了馒头。沈竹溪笑道：老人家不必客气，我装什么阔呢？有些人家里那几个臭钱连条狗都养不起。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打断了沈竹溪的话。他抬头一看，一个穿离子色装、花缎直襟袈衫、银珠色罗丸襦裙的年轻女子朝他投来轻蔑一眼，握着白面馒头的右手一松，馒头滚到他脚下一条黄色的狮子狗面前。狮子狗上前嗅了嗅，兴趣缺缺地移开了嘴。不远处，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眼疾手快地射出，抢走馒头后迅速逃之夭夭。哼，连狗都不吃的东西，拿去假好心，真是虚伪。女子抱起他的狮子狗，指桑骂槐道。沈竹溪自己倒不生气，他根本不认识这人，被他骂和走在路上忽然被野狗吼叫有什么区别？若对方只含沙射引他一人，他大抵会当听不见，转身走了。他在宫中听多了闲言碎语，不差这一个。但是他身旁老妇人的眼眶却红了。老妇人神色难堪，浑浊的双眼四处闪躲，提着荷叶包的那手藏到了身后，另一只枯瘦如柴的手则在布裙上惴惴不安地擦着。沈竹溪看不下去，开口道：我们和你无冤无仇，做什么也与你无干，你何苦出言讽刺？我点名道姓说你了吗？女子嘲讽道：馒头是我买的，我乐意喂狗，与你何干？零星的过路行人放缓了脚步，两边的商铺店主也纷纷竖耳。沈竹溪敛了神色，冷声道：你的馒头自然与我无干，希望你和你的家人亲戚这辈子都不要吃馒头，否则你还是想想你今日说的话。馒头是连你家狗都不吃的东西，便是连皇帝都不免有心血来朝想吃馒头的时候，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女子听他这么说，神情变得恼怒。你……沈竹溪视他如无物，对老妇人柔声道：老人家，我歇够了，
我们走吧。好，走。老妇人回过神来，连忙扛起担子。女子瞪着沈竹溪的背影，低声骂了一句：“狐狸精！”一人再待下去也是无趣。女子抱着狗气冲冲地走了。街头不远处，站在襄阳客栈门口的李悟和李雀目睹了全过程。李雀吊儿郎当，李悟面无波澜。李雀笑道：“大哥，我还以为你会忍不住出面呢。女人之间的事，男人掺和什么？”李悟道。李雀抱起双臂，悠然看着天空默默飘过的一片白云，在心里默数：1、2、3。知道那是谁家的人吗？李悟问。知道，米行张老板家最后一个还未出阁的小女儿。李雀笑眯眯道：“前几日他的未婚夫喝醉后说了胡话。”说了什么？上辈子修了大功德，这辈子才能娶到李娘子那般才貌双全的大美人。上辈子造了孽，这辈子才和大字不识的张家泼妇指腹为婚。李悟的嘴角扬起，这话倒没错。这话被几个有心人传开，张家四姑娘自然也听见了，醋坛子打翻了，不就这结果？走吧。李悟走下客栈石阶，回家请你吃石榴。李悟二人回到四合院，老妇人已经卸下石榴走了。沈竹溪正指使着下人把2筐石榴抬进厨房。沈竹溪，你又捡了什么东西回来？李悟走近。我买的石榴，你喜欢石榴吗？沈竹溪道：这么多石榴，光吃也吃不完。我想向九娘讨个酿酒的方子，把石榴做成果酒放起来。不错，动脑子了。李悟往廊柱上一靠：你的花笺卖掉了吗？沈竹溪道：只卖了2套，掌柜说现在年生不好，这种贵价的信笺并不好卖。卖了2套，所以你不高兴？李悟状若随意道。沈竹溪抬起头来：我什么时候不高兴了？现在。李悟说：你怎么不傻乎乎的笑了？是不是路上发生了什么？没有。沈竹溪重新低下头去挑拣石榴。我本来就不会傻乎乎的笑。李悟看着他，没说话。过了半晌，他忽然抬头，两人四目相对。李悟，他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什么？我能在城中施粥吗？李却进了后院去找李坤，把私密的空间留给沈竹溪和李悟。沈竹溪接着施粥的话继续道：如今还没入冬，城内外也有许多人吃不起饭了，米行的米价一天一个样。我问了住在城外的一个老妇人，现在包谷杂粮的价格还不是很贵，我们可以出一笔钱收购粗粮菜根和细米掺在一起煮粥施舍。这样的话，熬100来斤杂粥的成本便可以控制在100两银子以内。你有什么顾虑？李悟一针见血道：我担心。沈竹溪迟疑片刻，眼神往四周一扫，确认周遭无人偷听后才说道：我担心喧宾夺主，树大招风，引来知府和襄州富商的敌视。行啊，沈竹溪。李悟走了过来，大手用力揉了揉他的脑袋。你的脑袋里还是装了不少有用的东西。我叫你别揉我的头。沈竹溪叫道：我在和你说正事。我听着呢。李悟放下手，施粥可以施，但不是现在。为什么？现在施粥只能让他们吃饱，过2个月再施粥能让他们活命。李悟道：饱食之恩和救命之恩，你说哪个更重？沈竹溪若有所思。虽然他不是为了挟恩图报，但现在施粥的确不是好时机。李悟说的对，过2个月施粥才能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至于你说的问题，现在还不急。你要是没改变主意，剩下几个月的时间总会想出办法的。李悟顿了顿，若有深意道：说不定那时候我们自己都吃不上饭了，哪还有心思担心别人死活？李悟的话让沈竹溪马上担忧起来。我们自己的粮食储备了多少？原则上够我们4个大吃大喝到明年春，要是加上府上下人省吃俭用一些，1日2餐也能凑合到春天。沈竹溪松了一口气，这么说来，至少他们4人熬到春天是没有问题的。省吃俭用便省吃俭用吧，大不了他一天只吃1顿。李悟弯腰从竹筐里捡起1颗石榴，在沈竹溪眉心中央碰了一下，冷冰冰的东西上脸。沈竹溪下意识闭眼皱眉。你做什么？呆瓜碰呆瓜。李悟笑了一声，拿着石榴走向后院。沈竹溪摸了摸残留异样触感的额头，气呼呼地朝他追去。你站住！你让我站住我就站住。你是呆瓜还是我是呆瓜？说别人是呆瓜的才是呆瓜，幼稚死了！你过来追我，追到我就什么？就给你包石榴。一剑下去，半红半青的石榴在木桩上立即一分为2。李悟再加上2剑，一个石榴变成4块，红色的汁水横流，将树桩的年轮浸染出丝丝红色。好剑法，天下第一剑不过如此。李却率先鼓起掌来。好个屁！李悟骂道。他把沾着石榴汁的长剑直接插回剑鞘，一屁股坐在一块碾盘大小的大石上，骂骂咧咧道：你嫂子要求皮破果不破，里面的每一粒石榴都必须完完整整。
这是吃石榴还是吃人？老子练了1个月都没达到他的标准，他娘的，下次惹急了，我直接让他就皮啃。李坤捡起树桩上的石榴，直接就着石榴皮啃了起来。他一边啃一边说：“讲究猪猪，啃石榴猪猪。”李悟一脚蹬开了他的脚尖，让你别叫猪猪，你是不是跟老子装聋？大哥是大哥，三弟是三弟，猪猪是猪猪，为什么不能叫猪猪我？李坤吐出一口石榴皮，委委屈屈道：“那是老子叫的。”李悟没好气道：“你再叫他猪猪，老子……”李悟话没说完，李却神色一脸，看向山路尽头：“大哥，真有猪来了！”李悟跳下石头，冲着周围道：“都打起精神来，生意上门了。”一时间，原本平静的山路嘈杂起来。本来躺在大道上睡觉的人跳起来了，去附近草丛解决3级的人也回来了，三两两聚在一起划拳游戏的也分开了，所有人都拿出了武器，又往脸上蒙上了金子。随着车队的马蹄声越来越近，李悟掂量着距离，朝身后打了个手势。李却点了点头，带着众人纷纷跳下山坡。山下的车队因为突然出现的人马而大乱，一声声欲夹杂着惊慌的呼声此起彼伏。李悟最后一个慢腾腾地滑下山坡，站到了车队的最前方。各位好汉，这是车队的管事故作镇定，向他长揖道。李却喝道：“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让你们主事的人出来。”管事一噎，目光在全副武装的几十个青壮年身上扫过，不得不转身回了车队。不一会，一个肥头大耳、肚子在锦衣里面挺得像是怀胎7月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李悟，你这个月已经是第4次劫我的道了，你到底……张老爷还没说完，就被李却甩出的飞刀打断。飞刀插在张老爷身后的车板上，叮的一声，入木3寸，当当当的晃个不停。张老爷面如白纸，又惊又惧地看着对面的一行人。张老板，乱说话可是要丢命的。李悟道：“你都没问过我的名字，怎么就乱喊起来了呢？”张老爷挤出笑意，心里却在咬牙切齿：“你李扒皮就是烧成灰，我也能认出你来。真以为拿张旧金子把下半张脸一蒙，就能让人看不出来了？那是戏台子。敢问兄台贵姓？”张老爷皮笑肉不笑道：“如何称呼？无名无姓，和张老板一样，是个平平无奇的商人罢了。”平平无奇。张老爷忍住破口大骂的冲动，维持着假笑，问道：“敢问兄台卖的是什么？”李悟拿出刚刚砍过石榴的长剑，说：“我近日辗转得到一把绝世宝剑。”李却接着道：“这把宝剑名曰屠猪刀，乃上古名将欧爷子遗作，拥有此刀，即可号令天下，土匪山贼莫敢不从。张老板买下此刀，再也不必担心走商遇见宵小之徒，只要遇上拦路打劫的土匪，张老板亮出屠猪刀，谁不叩头就拜，直呼同行。”张老爷看着李悟手里撑死了一把2两银子的劣质长剑，脸上的假笑快兜不住了。这一代风平浪静，哪来的匪患？反斜杠，这谁说的准？李悟道：“张老板不买这绝世宝剑，下个路口说不定就会遇见了。”张老爷，不是说不定，而是一定吧？这话过于死皮赖脸，理直气壮，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的张老爷终于忍不住了。他压着怒意道：“咱们不如敞开天窗说亮话。你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我就想问问，老夫究竟哪里得罪了你？1个月里你专盯着我拦，便是薅羊毛也不是这么个薅法。老夫可是和知府大人有交情的，你这样做就不怕范大人怪罪吗？”李悟没有答话，反而嗤笑一声，把玩起手里的刀柄来。“你笑什么？难道老夫的话很可笑吗？”张老爷沉下脸：“老夫知道你背后是谁，所以才一再退让，可你步步紧逼，难道想和老夫到范大人面前对峙吗？”李悟还是没说话，他漫不经心地抬了抬下巴，示意旁边的李却开口。李却道：“张老板，你口口声声把我们和襄州知府绑在一起，难不成是认为这道上生意是范大人授意我们做的？”张老爷一震，这才明白李悟为何神色讥讽。他先前的气势陡然弱了，强装镇定道：“自然不是，范大人是官，你们是……”他咽下贼这个字，说：“商人。老夫的意思只是，你们在襄州地盘上做生意，也是要知会范大人，不能随意胡来的。”张老板这话说的矛盾，要是想有官府庇佑，就该走那4通8达的大路，怎么走到这偏僻的山路上来了？李悟道：“张老爷险些被气了个仰倒，要不是李悟这厮在官道上一次次找借口扣留他的货物，和他各种过不去，他犯得着翻山越岭的爬这小道吗？就连走小道也没躲过李悟这8匹鬼。这绝世宝剑，老夫可以买下。”张老爷放下身段，忍气吞声道：“但你今日必须解了我的疑惑，老夫这个月的商路为何这么不顺？”张老板果然爽快。李悟道：“你们还不把这绝世宝剑给张老板送去？”一名手下接过长剑，迈步朝车队走去。车队众人都不由紧张起来。对方走到张老爷身前，
递出了长剑。你还没说，这把剑要多少银子？张老爷看着李悟道：不要银子，无价之宝自然不能用银子来衡量。李悟道：这位老爷一看就是我的有缘人，只要留下一车东西，这把绝世宝剑就是你的了。一车东西？车队众人面面相觑，他们可是米行的车队，在这青黄不接、粮食欠收的时候，每一粒米可都是银子。张老爷难道不清楚这道理？奈何是比人强，他忍住吐血的冲动，接过了那把说他是破铜烂铁都算抬举的铁剑，给他们。主子发话了，下人照办。管事和几人耳语后，将其中一辆车从队伍里卸了出去。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何老夫近来商路不顺的原因了吧？张老爷铁青着脸道。李悟派人检查过那辆车里的东西后，吊儿郎当道：张老板爽利，我也不藏着掖着了。你想知道原因，就回去查查，你家四姑娘有没有得罪不该得罪的人吧。我们走。李悟一声令下，近30个人跟着他的脚步向林中有条不紊地撤退。落在队伍后边的用弩箭对准车队，谨慎地提防着车队的一举一动。李悟一行人消失在林中后，张老爷拔出了剑鞘里的长剑。这管事看着剑身上的鲜红，大惊失色，把刚杀了人的剑卖给我，这不是最后一次警告是什么？张老爷把剑身插回剑鞘，脸色清白。来人，小的在，快马回城，把老夫那孽女先关起来，老夫要亲自审问她究竟做了什么。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沈竹溪今日睡醒午觉后，才听下人禀报，襄阳城里有名的米行小姐上门拜访，有客人上门，你怎么不叫醒我？沈竹溪惊讶道：是张家四姑娘让我们别打扰夫人休息的。婢女低头回道。沈竹溪不记得自己和米行有什么交情，这张姑娘又是何方神圣，总不可能是心血来潮串门来的吧？他怀着疑惑，洁面更衣后来到前院堂屋，坐在扶手椅上久等多时的张四姑娘立即站了起来。这不是……沈竹溪不禁愣住。上月当街奚落了沈竹溪的年轻女子站在堂屋里，见到沈竹溪，双腿不情不愿地飞快弯了弯。李夫人，她强颜欢笑道：小女子上次多有得罪之处，今日特地登门请罪，还望夫人海涵，原谅我一回。沈竹溪被他这一出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上次分明还趾高气扬，怎么今日一见人就大变样了？疑惑归疑惑，该有的礼节不能失。沈竹溪让人续上他面前的热茶，又吩咐厨房端上2碟点心，在张四姑娘对面坐了下来。他以前在宫中时和嫔妃公主们打惯了太极，面对这小小一个商户之女，自然不在话下。不到一会，张四姑娘就先沉不住气了，她开门见山哀求道：李夫人，我求你大人有大量，放我一马吧。你要是还不原谅我，我爹真会打断我的腿的。你爹为何要打断你的腿？沈竹溪压下惊讶，进一步追问道：李夫人，我都如此诚心了，你还明知故问什么？张四姑娘脸色难看，知府器重礼物，命他把持襄阳四面的交通要道，我们走上的车队无论谁想进城，都要先经过你相公的手，你相公若不点头，谁的车队能平平安安进城？沈竹溪这才知道李悟每天早出晚归的是在做什么。把持州治所的交通要道的确是一个重任，没想到李丕人还真的得了知府器重，他原本还以为他是在自吹自擂呢。如果是公事，你们应该去找李悟才对，我做不了主。沈竹溪道。张四姑娘咬了咬牙，冲身边的贴身侍女道：去把车上的礼物搬进来。四姑娘，使不得。沈竹溪话音未落，侍女已经快步走了出去。李夫人，明人不说暗话，上次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让家里的生意因我而受连累。李夫人大人有大量，得饶人处且饶人，放我一回，也让我回家好和爹爹交代吧。张四姑娘道。沈竹溪终于摸到了一点线索，张四姑娘的意思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恶，米行的车队才会在进城时受阻。可他们在路上发生的小冲突，怎么会进到李悟耳朵里去？离开的侍女回来了，脚步比来时沉重许多。她双手环抱着一个白瓷花盆，里面种的正是沈竹溪曾一见钟情的豆绿牡丹。这牡丹是我赔罪的礼物，还请李夫人收下。张四姑娘起身，再次向着沈竹溪一俯身。李夫人，算我求你了。张四姑娘咬牙往地上跪去，沈竹溪连忙一把将她拉起，终是松口收下了豆绿。张四姑娘见她收下赔罪礼物，如释重负，迫不及待地告别离开了。虽然张四姑娘的到访莫名其妙，但平白得了一颗名贵牡丹，沈竹溪还是很高兴的。他叫来小厮，亲自挑了一块好地方，就在大葱花的旁边。他满脸欣喜地看着小厮将花盆放下，又给豆绿搭了一块和大葱花一模一样的遮雨棚。牡丹娇贵，不能和葱花一样露养。太阳大的时候，你们要记得把它搬回来；下雨和气温低的时候，也要搬进室内。你们谁种过牡丹？沈竹溪问。几个下人面面相觑，片刻后，有一人怯怯举起手：我在家里种过菜。
就你了。沈朱熹道：“以后你专门管理花圃，你找个空闲时间去一趟张府，请教一下他们府里管园子的人，这管理花圃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开着张记米行的张氏是襄阳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他们府上的花农定然不是什么门外汉。沈朱熹不想特意破费去请花农，只能用这投机取巧的办法了。反正连张四姑娘都上门请罪来了，看来李丕人在襄阳城还是有不小的能量，去向张府花圃管事取个经，应该轻而易举吧。傍晚时分，夕阳刚落到地平线上，李务就带着2个弟弟和一只烧鹅回来了。沈朱熹看着烧鹅上桌的时候，忍不住抱怨道：“左右都是花钱，你怎么不去随蕊的店买烧鸡？老子才不去随大娘的黑店！”李务的音量立马抬了起来，他骂骂咧咧道：“随大娘每次都给我挑最小的鸡，我疯了才上门找敲，那还不是因为你从前做了错事？”沈朱熹道。李务一眼横了过来，沈朱熹突觉不好，每当这个眼神出现的时候，他就会随大娘重要还是老子重要？李务阴阳怪气道：“果然，这烧鹅的味道也不错。”沈朱熹道：“他用柱子扯下鹅大腿，直接塞进李丕人的嘴，多吃点肉，少放点屁。”李却大声道：“还是嫂子心疼大哥，想得周到。”李务嘴里含着鹅腿，一脸美滋滋的表情，含糊不清道：“我也就是逗逗这呆瓜，我早知道在他心里，老子第一重要。”沈朱熹默默喝汤，今日的烟儿有些喧嚣。张记米行今天来人没有？李务问。沈朱熹想起张四姑娘，连忙把她的拜访和斗绿牡丹的事说了。上门赔罪，竟然只带一盆草。李务眉头一皱，这死胖子还是没受过教训。斗绿不是普通的草。沈朱熹解释道：“斗绿是名贵牡丹里也能名列前茅的品种，他送上来的那盆颜色和长势都很不错，若是战乱前的京城，至少能卖出100两高价。我不管他能卖多少，又不能吃，又不能用，草就是草。”李务嫌弃道：“你喜欢？”沈朱熹忐忑地点了点头：“那就留下吧。”李务道。2只肉乎乎的爪子扒拉上他的襦裙，沈朱熹低头一看，李娟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嗷！他夹起一块鹅肚皮肉，撕去上面重油重盐的鹅皮后，将鹅肉喂给了李娟。李娟一口便吞了下去。沈朱熹道：“你要嚼一嚼呀，你这笨蛋，吃鹅肉不用嚼，吃你的时候会嚼的。”李务道。沈朱熹视若未闻，让这振屁随风而去。李务把啃光了的鹅腿骨扔给脚下的虎崽子，这回他嚼了，咔嚓咔嚓几下嚼成骨渣吞进了肚子。看见没，沈朱熹，谁家的猫能嚼骨头？烧鹅的骨头都酥了，嚼骨头有什么奇怪的？沈朱熹揉了揉李娟毛茸茸的脑袋，又爱不释手的摸了摸她半圆的耳朵，是不是李娟？嗷嗷嗷！李务恨不得把这个闭目塞耳的呆瓜给抓去老虎洞，瞧瞧新生几月的虎崽子是不是和他天天抱来抱去的小猫一个样。他冷声道：“沈呆瓜，你不觉得这长不大的小猫长得比住在泔水池里的猪崽子还快吗？”沈朱熹端向李娟的方脑袋，确实比起上个月来说，好像大了不少。不会的，这是京城来的新品种，长不大的。他嘴硬道：“李娟这是胖了，她在我们家吃的多好。”算了吧，大哥。李却道：“嫂子喜欢，留下也就是多一张口的事。”李务冷声道：“这张嘴巴以后比你10个嘴巴都大。”李却挨了个软钉子，冲沈朱熹悄悄摊了摊手：“我吃完了。”沈朱熹抱起李娟逃离了现场。这虎崽子不能留。李务望着沈朱熹的背影道：“嫂子会伤心的。”李却道。李务收回目光，端起桌上的酒盏一饮而尽。今日在官道遇袭的商队你忘了？李务道。李却沉默不言。我没忘，我没忘。李坤骄傲道：“老虎下山咬伤了3个人，襄阳城以前没出现过虎患，这只老虎一定是来找孩子的。”李务道：“这不一定。”李却道：“也许他就是吃腻了山鸡，想下山换个口味。”李务一眼扫去，李却闭上了嘴。这只虎崽子留在这里，迟早是个祸害。李务沉声道：“必须尽快把他送走。”嫂子这么疼爱，你想怎么送走？李却说：“总有机会的。”后院主屋，沈朱熹拿着一本书，脸上愁眉紧锁。面对李务等人的时候，他虚张声势，看似深信不疑，但李务说的那些话，他不是都没听进去。等到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沈朱熹就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他找来许多和老虎有关的书，对着上面的图画，不断和面前的李娟对照辨认。怎么看，李娟也不像是书上所画的猛虎啊。最重要的是，不是说老虎额头上有个王字吗？李娟没有啊。沈朱熹扒着他的额头缝看来看去，怎么也拼不出个王字。李娟啊李娟，你害苦我了，你到底是不是长不大的小猫？沈朱熹哭丧着脸捏了捏他垂下来的肥肚皮。李娟立即往地上一躺，翻着肚皮乖乖任他蹂躏。
这分明就是可爱的小猫咪，怎么会是吃人的恶虎呢？你少吃点，不要再胖了，再胖，我真养不起你了。沈竹溪颤颤巍巍地捏着他肥壮的四肢，李娟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半圆的耳朵一抖一抖。嗷！李娟，你真是可爱死了。沈竹溪抱起李娟，情不自禁地把脸埋进她软乎乎的身体里蹭了蹭。李娟伸出红红的舌头，轻轻舔了舔他的下巴。答应我，别再胖了，好吗？沈竹溪认真而诚恳地和他打着商量。嗷！答应我，好吗？嗷嗷！答应我，你就叫2声。嗷！沈竹溪捏了把他肚皮上的软肉。嗷！李娟在他手里翻滚，又叫了一声。既然我们商量好了，那就从明天起，你没有吸食了。接下来的几日，沈竹溪减少了李娟的进食次数，李娟明显急躁起来，整日发出沙哑可怜的嗷嗷声。李悟冷眼看着沈竹溪那呆瓜每日和胡崽子讲道理，终于等到胡崽子把院子里晒太阳的豆绿牡丹啃得稀巴烂，被沈竹溪一怒之下关了禁闭后，李悟知道他的机会来了。李鹊取下进室的门栓，李坤屏住呼吸推开房门，李悟一脚拦住想要爬过门槛逃出的胡崽子，捏着他的后颈将他一把提了起来。沈竹溪，这是喂猪呢，怎么这么重？李悟骂骂咧咧的把胡崽子扔进麻袋里，袋子里还有一只活鸡，至少1个时辰里胡崽子应该不会折腾。大哥，我陪你去吧。李鹊道。我也陪你。李坤道。你们留在这里替我糊弄1、2。李悟道。我把他扔去山上就回来，你嫂子要是问我，就说我去范府了。交代完2人，李悟提着麻袋做贼般的鬼鬼祟祟离开了四合院。另一边，沈竹溪正在随即机店和隋蕊一起观看九娘从鱼头镇寄来的信。九娘不认字，虽让朱秀才代笔，但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九娘特有的语气。他半骄半嗔，半真半假的责备他们2人都抛下他一走了之，让他独自一人在鱼头县好生寂寞。随信寄来的还有2个干葫芦做的小酒壶，里面装着半斤九娘新研发的梦仙酒。沈竹溪怕酒气发散，不敢揭开壶盖，光是靠近壶盖就能闻到醇厚的酒香。李悟定然喜欢。沈竹溪想也没想就决定把这壶酒送给李悟。有酒还不够，沈竹溪决定回家时再买1根卤猪蹄，等李悟回家见到这2样东西一定会非常高兴。只希望他不要一个高兴再发表一篇爱题说。收到九娘的信，沈竹溪和隋蕊都很开心，但这开心之中又带着一缕忧郁。粮价飞涨的问题不只是襄阳城才有，就连荆州的鱼头县也出现了粮价飙升的情况。粮食短缺的问题似乎正在进一步蔓延。开春之前，你们一定要省着点粮食，能去外边买的就去外边买，不要消耗存粮。长家更有经验的隋蕊送沈竹溪出门时，还不忘反复叮嘱。沈竹溪一一应下，又问他可有粮食过冬。我们家是卖吃的，怎么可能没点存粮？隋蕊大方道：你要是没东西吃了，就上我家来，不过别告诉李悟，那厮狡猾得很，说不定会故意不给你饭吃，让你来我家天天蹭饭。沈竹溪哭笑不得，他不会的。情人眼里出西施。隋蕊不服气的嘟哝一声。沈竹溪告别了隋蕊，在途经的卤食店停了下来。他看着柜台上空荡荡的烧鸡，问无精打采的店家：掌柜，还有卤猪蹄吗？掌柜抬眼看向他腰间的荷包，卤蹄5两银子1根，能切半根吗？掌柜没说话，直接起身钻进了店铺后院。没一会，他用荷叶包着1根卤猪蹄出来了。掌柜沉默地站在柜台前，锋利的砍刀咚的一声下去，案板上的猪蹄就变成了2半。掌柜，你为什么不把卤食放在柜面上了？沈竹溪问。掌柜言简意赅道：怕被抢。光天化日之下也有人敢抢？沈竹溪吃惊道。掌柜抬眼看了他一眼，人都要饿晕了，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事？襄阳的情况竟已恶劣至此，官府可有应对之策？沈竹溪忍不住道。能有什么应对之策？掌柜讥讽反问。活得下去就活，活不下去就死了呗。头顶乌纱帽的老爷们哪能想起我们百姓的死活？他把半根猪蹄包了起来，用1根细麻绳系好后递给沈竹溪。再过2日你就不用来了，我不卖卤猪蹄了。沈竹溪大惊。为什么？没有合适的猪了。掌柜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你去肉铺看看，猪羊和人一样，都饿得皮包骨头了。沈竹溪心情低沉地离开了卤食铺。一路上所见行人大多面黄肌瘦，目光麻木。有一身补丁的老妇倚在低矮的门前，浑浊的视线跟着沈竹溪手里的荷叶包移动。几个瘦脱了相的小孩追逐着跑过街道，被追逐的那小孩手里攥着半块脏兮兮的红薯。他觉得手里的半根猪蹄愈发沉重。回到四合院所在的巷子口时，沈竹溪偶然遇见一对穿官服的衙役，为首那人见到沈竹溪立即行了一礼。李夫人来得正巧，我们范大人在府中召人议事，
还请夫人代为传话，请李业进快去一趟范府。可是为了饥荒一事，沈朱熹脱口而出。卫守衙役诧异的看他一眼，应当不是。眼下还有比饥荒更重要的事吗？沈朱熹压着怒意，客客气气的送走了一对衙役。他回到家，将卤猪蹄和酒壶递给迎上了的婢女，道：“等老爷回来后，把酒热上，猪蹄切了端出。”沈朱熹走进后院，打算去把关禁闭的李娟放出来。他刚走到进室门前，李雀和李坤就从走廊另一头穿了出来。嫂子，李雀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沈朱熹的手从门栓上放了下去。我刚回来。他道：“礼物呢？”大哥被叫去范府，午时只有我们3个吃了。他去了范府。沈朱熹吃惊道：“他什么时候去的？”李雀似乎看出他心里的狐疑，顿了顿，模糊不清道：“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走了有些时候了。”嫂子有事要找大哥。李雀说礼物去了范府，可他刚刚才在门口遇见知府的人，他根本没去范府，他去了哪里？沈朱熹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他忽然抽出门栓，猛地打开了进室的门。嫂子，李雀的后半句话在沈朱熹看到空荡荡的进室后吞了下去，联想起礼物反常的踪迹，沈朱熹立即明白了，他把李娟带去哪儿了？沈朱熹走出进室，怒目看着眼神躲闪的两人。嫂子，告诉我，他带李娟去哪儿了？李雀看着怒目而视的沈朱熹，沉默半晌，说：“大哥把他送回他该回的地方了。”沈朱熹转身就走。礼物一定是去了山上。嫂子，你不知道大哥去了哪里？你别贸然。李雀追了出来。话没说完，他就看到沈朱熹拦下一个在门口骑竹马玩耍的小女孩，道：“你看见我相公去哪里了吗？”小女孩平时从沈朱熹这里没少拿到零碎吃食，闻言笑嘻嘻的把手一指，想也不想就出卖了礼物的行踪。走左边是去东门，走右边是去西门，只有这2座门外有山林，礼物若要放生李娟，只有这2个地方合适。小女孩既然指的是左边，那她肯定去的是东门外的柿子山。沈朱熹确定方向，毫不犹豫向着东门走去。李雀和李坤紧随其后，李雀知道劝他不动，不发一语的跟在他身边。沈朱熹搭上一辆载客的牛车，李雀和李坤接着跳了上来。李雀交过3个人的车前后，牛车直奔东门外的柿子山。嫂子，大哥也是为你好。李雀道：“他始终是猛兽，我们于他而言都是行走的鲜肉，更何况现在粮食紧缺，我们养活自己便困难了，他越吃越多，我们总有养不起他的一天。”沈朱熹许久没说话，等到牛车在东门停下，接受守城一人的检查时，他才低声道：“我知道。”他知道他捡回来的这只长不大的小猫极有可能是礼物所说的老虎崽子。他知道他和李娟总有一日会分别。他知道只是因为这一次又一次不得已的分别而难过。父皇母后他护不住，白团和李娟二世他也护不住。沈朱熹不免感到深深的挫败。他和李吴3兄弟是否也会有分离的一天？他会继续回去当表面光鲜的越国公主，继续在寂寥空旷的深宫里和一只猫自言自语。只要一想到这种可能，沈朱熹就觉得胸口闷得慌，像是有只冷酷的大手拽着他的喉咙管往下扯。我只想看他最后一眼。他喃喃道。牛车驶出车门，在柿子山下将他们3人放了下来。沈朱熹提着裙角，神情坚毅地爬上了他最不愿意爬的山路。李雀、李坤2兄弟跟在身后。李坤嚷着要抓山鸡回去烤，李雀在一旁泼他冷水：“连山都被人薅秃了，你还想打山鸡？鸡毛早都不剩了。”3人爬上山路，走了一段，依然不见李悟身影。柿子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李悟若想放生李娟，绝不会选择时有采药人和猎人出没的前山。沈朱熹专盯着泥泞小径外的2边寻找，果然找到了一行新鲜的鞋印。李雀蹲下来看了半晌，点头道：“是大哥的鞋子大小。”3人顺着脚印往树林深处走去。一片枯叶被轻轻踩碎，遮天蔽日的密林之中，一只花斑大虎挪开寸厚的脚掌，悄无声息地跟上了他们的脚步。蘑菇能吃吗？李坤蹲在一棵爬着碧绿青苔的大树下，小心翼翼地拔出一朵肥厚的白色伞菇。能吃，但是吃了会变神仙。李雀道。李坤灰心丧气地扔下手里的白蘑菇。沈朱熹一路低着头，从满是落叶的泥泞地面上艰难寻找礼物的鞋印。跟了这么久，鞋印没了，人还没瞧见，他忍不住问：“礼物到底跑什么地方去了？”大哥怕虎崽子大了伤人，肯定是要往深山里去的。李雀道：“我们继续往里走走看吧。”沈朱熹四顾茫然，试着放开音量喊了一声礼物，他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山林里，无人应答。嫂子，走吧。李雀道。沈朱熹跟上他的脚步，3人继续往山林深处走去。消失的足迹让沈朱熹心生不安，他忍不住道：“他会不会在山里遇见什么野兽了？”
大哥那么聪明，就算遇上也能逢凶化吉。李却在一片积水前蹲了下来，头也不抬道：“嫂子，你来看这是什么？”沈朱熹走了过去，弯腰看着平平无奇的积水。是什么？你仔细看。李却道。沈朱熹仔细看了，把两人映在水坡里的一瞥一动都看在了眼里，可他还是不知道李却叫他看什么。二哥，你也来看。李却叫来李坤，三人一齐蹲在毫无独特之处的水坡前。李坤和沈朱熹一样，也看不出李却想让他们看的东西。他一连说了水草和倒影等好几样，都被李却否定。到底看到了什么你？李坤抓耳挠腮，急得发起了脾气。你要认真看，仔细看，你什么都没发现，一定是因为你看得不够仔细。李却笃定道。沈朱熹一脸狐疑地看着他，李坤或许看得不仔细，可他确确实实仔细看了呀。这积水里分明就什么都没有啊！三双眼睛直直盯着空无一物的水坡，后背毫无防备地对着山林。一只黑黄相间、四肢粗壮有力的吊睛大虎从密林掩映中悄悄走出，它锋利如钩的爪尖刺出指外，铁鞭似坚硬有力的尾巴悠悠扬在身后，饥饿的目光牢牢定在背对着他的三人身上。你是不是骗我？到底在哪里？这么明显，你还没看见？你看这是什么？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你骗人！大虎越走越近，嘴里的尖牙渐渐露出，他姿势改变，伏低身子，两条前肢的肌肉像石块在皮毛下明显拱起。吼！大虎猛地跃起，向毫无防备的三个后背扑来。二哥，大山鸡冲你后背来了！李却一声大喝，在沈朱熹回过神前，一把按住他的头侧，往左边翻滚出去。大山鸡！李坤一声大吼，本能地冲着后背挥出一拳。沈朱熹跌倒在地，瞠目结舌地看着那一拳结结实实落在大虎方正的虎头上。咚的一声，大虎被掀翻出去，破布袋子一般砸在邻近的一棵大树上。大虎砸在地面，迅速重新站起，冲着捏着双拳的李坤发出被激怒的狂怒咆哮。虎啸让沈朱熹面色苍白，他正想让李坤赶紧逃跑，李坤已经两眼发光，捏着拳头冲了上去。大山鸡！大山鸡！世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沈朱熹呆滞地看着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正面迎接狂暴的大虎，老虎的一巴掌有多大力量他不知道，但他听到了虎爪下发出的可怕风声。大虎一爪朝李坤拍去时，旁观的沈朱熹都快晕过去了，李坤却浑然不惧，徒手去挡。关键是他还挡住了，就像和人打架一样。李坤捏住老虎拍出的爪子，熟练地抡起它甩向一旁的树干。咔嚓一声，一人合抱不完的大树应声而断，和老虎一起倒向了地上。啊！今晚吃鸡！李坤捶着胸口大吼一声，迈开蒲扇般的大脚，几下跳到老虎身上，揪起砸晕了还没回过神的虎头，咚咚咚几记拳头下去，老虎更没可能回神了。伴随一声像是徒手开西瓜的清脆声，李坤身下的大虎软了下来。李坤喘着粗气，兴冲冲地把没了呼吸的大虎给拖回沈朱熹二人面前，得意道：“今晚吃鸡，大哥吃，猪猪吃，我吃，三弟吃。”李却走到大虎面前，推开软绵绵的大虎尸体，看了看他下腹的伤痕，道：“咱们捡了便宜，这老虎原本就受了伤。”沈朱熹还坐在地上，一开始是没回过神，后来是不敢动弹，眼睁睁地看着真老虎还有勇气逃跑，甚至出手反击，不是普通人，至少不是他能做到的事。光是看着这老虎的尸体，沈朱熹就浑身僵硬，动弹不得。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他结结巴巴道。从他跟着我们不久。李却道：“这只老虎很是狡猾，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想偷袭，我就干脆用这法子引他出来。我打死的。”李坤一脸得瑟，再次强调。沈朱熹先前吓得魂都快飞了，现在根本不关心老虎怎么死的。他在李坤身上看来看去，急道：“你受伤没有？”“没有，没有。”李坤摇摇头，不以为意道：“雕儿很强。”螃蟹走。李却笑道：“往年我们没钱的时候，什么都做过，包括上山打虎卖虎骨虎皮，区区一头老虎罢了，二哥一人就能应付。”“区区一头老虎？”沈朱熹啧舌：“你们是在玩命？我们哪比得上嫂子？”李却笑眯眯道：“虎崽子和打虎人都听嫂子的，嫂子才是最厉害的人。”沈朱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李却向他伸手，想把他扶起，树林中忽然传出一阵枯叶被踩碎的哗哗声。李悟弯腰钻出树林，看着狼狈坐地的沈朱熹，皱了皱眉：“我听见虎啸，还以为是路人遇险，你们怎么在这里？李娟呢？”沈朱熹自己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李悟走来扶了他一把：“李娟不是被你关在家里吗？”李悟看向两个弟弟，打虎的弟弟和坑虎的弟弟不约而同心虚垂头。“你少威胁他们！”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沈朱熹眼睛一瞪，李悟立即收回责备的视线，讪讪道：“
我什么时候威胁他们了？你偷偷带走李娟还不和我说一声？她现在在哪儿？沈竹溪道：你不会已经把她放走了吧？李悟支支吾吾，一看就是被沈竹溪说中了。沈竹溪的眼泪立即含上了。你怎么背着我就把她送走了？我连她的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李悟手忙脚乱的拿起袖子给她擦眼泪。哎，你又哭，不就是怕你伤心，我才没告诉你的吗？可你不告诉我，等我发现李娟不在了，我还是会伤心啊。沈竹溪委屈道：她每天夜里都睡在我门口，现在她不在了，谁来睡我门口保护我呀？沈竹溪哭腔变调，李悟听出这是嗷嗷大哭的前兆，眼疾手快就把他的嘴给捂上了。沈竹溪睁着水蒙蒙的眼睛，委屈巴巴地看着他。你要是想养猫，我给你逮只真的回来，这假猫你就别惦记了。李悟踢了踢脚下的老虎尸体，扬声道：这儿不是也有只假猫吗？我把皮剥下来给你留个纪念，行不行？不行。沈竹溪在他掌心下抽噎道。那要怎么才行？李悟问。冬天来了，沈竹溪抽抽搭搭地说，睡的床有点冷。行。李悟如释重负道，我给你做成垫子。沈竹溪自己止了泪，擦着眼泪，这不是李娟的亲人吧？李悟和李雀飞快对视一眼，不约而同道：不是。沈竹溪疑惑看着两人，你们怎么这么有默契？李雀嘻嘻笑道：我和大哥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本来就有默契。大哥，我打的，今晚吃鸡。李坤扯着虎头，高兴邀功。这是老虎，不是山鸡。沈竹溪耐心纠正道：他肚子里有鸡。李坤也一脸耐心地对他说。李悟道：他以前打过一只老虎，肚子里面掏出了3只还没消化的鸡。李坤咂了咂嘴，险些就地流出口水。好吃，好吃。大哥，我和二哥先把这老虎带下山吧。李雀道：先拿去衙门领赏。李悟道：方庭之悬赏打虎，拿虎交差的能得200两银子，虎皮记得给我要回来，虎肉也要10斤。知道了。李雀笑道。李雀帮着李坤背起老虎尸身的时候，沈竹溪大着胆子帮忙扶了一把。这老虎怎么说也有200-300斤，他前肢的肌肉简直比沈竹溪的大腿还粗壮。虽说是尸体，沈竹溪摸着还是不免心惊胆战。李坤竟然能赤手空拳揍死一只成年老虎，这事要是没发生在他眼前，说什么他也不信。这人要是当年真去考了武举，定然是板上钉钉的武状元，说不得今日已经娇妻幼子环绕在侧了，哪会像现在这样对着一只老虎流口水呢？沈竹溪不免为他感到难过。还傻看什么？人都走了。李悟在他眼前挥了挥，没好气道：老子站在你面前，你不看我看别人，老子不好看吗？这屁人！沈竹溪有求于他，说违心不算违心，说情愿又不情愿地说出他想听的答案。好看，你最好看。你想干什么？李悟立马警觉起来。你能带我去放生李娟的地方看看吗？沈竹溪请求道。说不定他还在等着我呢，等着吃你。李悟道。你就带我去看看吧。沈竹溪以前像父皇母妃撒娇的习惯发作，情不自禁地抓着他的手摇了起来。我都没有怪你偷走了李娟，你就带我去看看吧。李悟盯着他主动抓上来的手，嘴角以10天没吃肉的李坤看见烧鸡时的架势飞了出去。他装模作样的咳了一声。既然你这么求我了，跟我来吧。山路崎岖不平，总有奇形怪状的石头从地面凸起，硌得沈竹溪走路东歪西倒。李悟回头看了他一眼，伸手拉住了他的手，掌心贴着掌心，亲密无间的分享彼此体温。沈竹溪的体温腾得蹿高了。抢救大葱花的那夜，李悟也牵过他的手，可那时月黑风高，他哭得头晕眼花。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光天化日，他清醒的不能再清醒。人生中第2次牵上外男的手，沈竹溪的心里有慌乱忐忑，有紧张不安，却唯独没有反感抗拒。他还没有来得及细想这原因，身体就先羞怯的反应了。李悟一把抓牢他潜逃的手，用力握在手心里，回头瞪了他一眼。你要是和我走散了，今夜就只能喂熊瞎子了。沈竹溪被他吓了一跳，手不敢乱动了。李悟第一次握住他手的时候，夜黑雨大，沈竹溪自己慌得不行，除了湿淋淋和热乎乎外，什么都没感受到。李悟第2次牵他，天没黑雨没下，带给沈竹溪的冲击比第1次还大。他从不知道，原来男子的手掌这般大，一只手就能将他完全握起。原来男子的掌心如此热，贴着他好似贴着火炉。和沈竹溪接触过的贵族女子柔弱无骨的手截然不同，李悟的手无论是掌纹还是指骨，给人的感受都格外清晰强烈，就像他的人一样粗糙但可靠，依靠着他像是依偎着一座大山。他纠结地望着两人握在一起的手，是不是搭伙过日子久了，他在李悟心中已经是一个没有性别的四弟了。沈竹溪为了平息紊乱的心跳，不断在心里催眠自己，
他只当你是四弟，只当你是四弟。你想知道雕儿是怎么傻的吗？李悟忽然道。沈竹溪立时将纠结抛之脑后，脱口而出道：想。雕儿本是弃婴，被鱼头镇上一个独身的猎户收为养子。李悟道：猎户在他10岁那年不慎跌落深山，粉身碎骨，连尸身都没找回来。猎户身死后，却有许多自称他亲戚的人找上门来，你一件我一件，搬空了猎户的家底。猎户死后不到2年，他就又一次成了无处可归的孤儿。沈竹溪痴痴听着，心都为李坤揪紧了。他遇到了住在鸭棚里和鸭抢食的我，之后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一起做过乞丐，一起吃过馊饭，盖过一床破棉絮。他心地善良，性格沉稳，别人对他的一点好，他能记上3年。谁得罪了他，他却几日就能忘个干净。李悟停顿半晌，脸上露出一抹怀念的笑意，但这笑意就像雨后薄雾一样，很快就消散不见了。他轻声道：有一年冬天特别冷，街上每天都会出现冻死的乞丐，最糟的是荆州又爆发了瘟疫，鱼头镇也不能幸免。我那时正病了，一开始只以为是受凉受饿的缘故，直到我咳嗽时竟咳出了血，才知道自己是染上了瘟疫。我怕传染貂儿，害死鸭群和樊三娘，强撑着跑到城外找了一处山洞等死，没想到2天后找遍全城的貂儿追了过来。如果不是貂儿，我早就死了。李悟用克制下的冷静语气说道：他冒着生命危险照顾我，给我找吃的，给我求爷爷告奶奶的求来偏方喂我。那些曾经被我得罪过的乞丐们找了过来，想放火烧我。貂儿一人对阵他们10几个，被一个已经50多的老乞丐用鹅卵石敲破了脑袋。最终他还是赶走了他们。我倒在山洞边，看着他摇摇晃晃走到河边，用冰冷的河水洗掉了头脸的鲜血，然后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走来笑着告诉我晚上有菜包子吃。他越说越慢，停顿越来越多。那天晚上我们分吃了半个馊出了臭水的菜包子。貂儿把掰开后最大的那块给了我。他一直都这样，并不只是因为对象是我，他一直都如此，宁愿自己挨饿，宁愿自己受伤，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庇护弱者。李悟说：我不如他。那天晚上他仍笑着和我说话聊天，还问我冷不冷，说自己热，要把衣服脱给我盖。可是第2天他就变了。我醒来的时候，他就在我旁边，哼着不知名的儿歌，玩着地上一把石子。见我醒来，他把石子捧在手里。李悟忽然停了下来，他说不下去了，神色板结，目光空洞而笔直地望着前方。他的心骤然疼了起来，比先前心疼李坤时更甚。李悟，他不知该说什么，但幸好李悟没有让他觉得自己在此刻一无是处。他没有看他，但更加用力地握紧了他的手，好像正在从他的手上汲取温度和勇气。沈竹溪顾不上合不合适，也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他把石子捧在手里，捧到我面前，笑得嘴角都咧到了耳根上。我问他在做什么，他把石子用手掌包了起来，对我说。他吸了一口气，缓缓道，对我说：客人来吃刚蒸的包子。沈竹溪的眼泪已经到了眼边，随时都可能夺眶而出。他要如何安慰李悟才好？他要如何才能传递心里这份感同身受的悲伤？每当这时，沈竹溪就生气自己不能像李雀那样舌灿莲花。李悟抬起手指抹去了他眼角的泪水，定定地看着他悲忧的泪眼道：有你这滴眼泪就够了。他总是能轻而易举看穿他的内心。苦日子都过去了，留给未来的只有好日子。李悟说：所以我们4个现在才在一起。他握紧他的手，继续往前走去。沈竹溪再也生不起挣脱的心思。如果我们4人能永远像现在这样在一起，有多好啊！沈竹溪忍不住说。他知道这句话有多么天真。他们4人身份天差地别，总有分别的一日。那时无论他们想不想，他们都会分开。李悟还能和2个弟弟一起生活，他却只能回到孤独的深宫，学着独自一人熬过漫漫时光。明明分离的时刻还未到来，沈竹溪却已经想哭了。我不想永远像现在这样。李悟出乎意料的回答打断了他的哀伤。为什么？自己想。我想不到。再想，你就不能直接告诉我吗？沈竹溪气道。不能。李悟睨了他一眼，说：一定要你自己想通，别人告诉的没用。小妾。沈竹溪嘀咕。李悟正要说话，身后一声枯枝断裂的声音让他神色突变。他条件反射将他护在身后，旋身面向异动发生的方向的同时，飞快抽出了腰间的短刀。枝叶繁茂的密林中，一双发亮的眼睛先露了出来，接着是黄黑相间的皮毛，几条深深的抓痕触目惊心地留在虎背上，上面的血迹已经干涸。一只比先前要瘦小许多，腹部肋骨已经十分明显的母老虎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他吸动鼻孔，头颅小幅度转动，似乎在空中辨认着什么的气味，然后他的目光凝在了沈竹溪身上，
毫无征兆地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快跑！”礼物猛地推了他一把。沈竹溪惊慌之下来不及思考，顺着礼物的话就跑了起来。身后没有传来礼物的脚步声。等回过神来，密林丛丛掩映，礼物不见踪影。一声愤怒的虎啸传来，沈竹溪屏息凝神，却捕捉不到礼物的声音。是逃走，还是回头？沈竹溪浑身冰冷，就连指尖都在颤抖。他却咬了咬牙，逼着自己往回跑去。礼物不是李坤，他不能就这么离开。沈竹溪跑了没一会，就看见了消瘦的老虎和正在与之搏斗的礼物。礼物不比李坤的怪力，即便面对受伤的老虎也略显吃力。他手中短刀长度太短，被迫与老虎近身搏斗。在力量落入下风的局面下，礼物很快显出颓势，手里的短刀也被他一爪子拍飞出去。眼前这只老虎的体型虽比不上先前那只，但明显聪明许多。趁礼物露出破绽时，一声气沉丹田的虎啸，老虎的咆哮声震得连距离更远的沈竹溪都耳膜刺痛，更别提近在眼前的礼物。一个转眼，动作迟缓下来的礼物就被两只锋利的虎爪按到了。眼看那滴着口水的尖利牙齿就要朝着礼物脖子而去，沈竹溪大脑一片空白，想也不想地冲了上去。沈竹溪，你他娘疯了！礼物这才看到站在树林里的他，被虎爪按到时也没怎么惊慌的脸陡然变得苍白。他的声音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膜，模模糊糊传到沈竹溪脑子里。他听不了别的，看不了别的，他明明那么害怕老虎，此时却捡起地上一根手臂粗的树枝，攒起吃奶的力气往消瘦恶虎身上打去。你走开！他颤抖的声音带着害怕的哭腔，手里的树枝却一下接一下打在老虎的身上、头上。树枝戳到老虎眼睛，他吃痛怒吼了一声，松开脚下的礼物，血盆大口朝他而来。沈竹溪！礼物脸色大变，短刀在不远处，现在去拿已经来不及。他一把扑倒已然吓呆的沈竹溪，一个翻身将他护在身下，用后背对着愤怒的恶虎。时间从没这么慢过。有那么片刻，沈竹溪急促的心跳好像和身上重叠的心跳混为同一个波动。礼物双眼眨也不眨，坚定而冷静地看着他的眼眸。预想中的攻击并没到来，一声似狗叫又似鸭叫，分不清是嗷还是嘎的小小咆哮在他们身后响起，制止了母老虎的攻击。老虎抛下沈竹溪二人，立即转身看去。李娟甩着四只肉乎乎的爪子，一摇一摆地从林子里跑了出来。两只老虎汇合，母老虎低头轻轻顶撞李娟方方的脑袋，又伸出鲜红的舌头，怜爱地舔舐她头顶半圆的两只耳朵。李娟冲着母老虎嗷嗷叫了两声，冲沈竹溪跑了过来。李娟！沈竹溪伸出颤抖的手，想要将她拥入怀里。母老虎一声低沉的咆哮，让他只敢碰了碰她毛茸茸的头顶。嗷！李娟，那是谁？你认识他吗？嗷！嗷嗷嗷！李娟快活地在他面前打转。母老虎就在一旁虎视眈眈着，沈呆瓜竟然就能旁若无人地和虎崽子交流起来。礼物都不知道该说他神经粗大好，还是神经细腻好。也对，连鸡都不敢杀，却敢提着树枝上来打老虎的大呆瓜，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那是你的娘亲。也不知道这呆瓜从那几声嗷嗷叫里听出了什么，他含泪道：太好了，你们母女终于团聚了。礼物实在忍不住出言打断了这温馨一刻。他是公的，你们母子团聚就好。沈竹溪无视一旁杀风景的屁声，重新对李娟说道。李娟也不知听懂没有，迈着快活的脚步撒欢跑回了母老虎身旁，回头再对沈竹溪叫了两声，然后就跟着他的脚步走进了茂密的山林里。直到那熟悉的肥屁股一摇一摆地消失在草木中，沈竹溪才喃喃道：他还会回来看我吗？会的。礼物搭上他的肩膀，在他反应过来之前把他拉进怀里。没有什么鸡毛掸子，礼物实实在在地抱住了他。沈竹溪一时愣住。你干什么？沈竹溪，礼物沉声道。你拿着树枝过来救我的时候在想什么？我什么都没想。沈竹溪靠在他怀里愣愣道。这姿势并不舒服，陌生拘谨，而且让心跳很快。他慌张地想要挣脱出来，下一刻却被礼物更深地拥进怀里。他的掌心恰好碰到了他的心跳，一下一下，一下一下，和他慌乱的心跳重叠交融。你不怕吗？礼物沉声道。他低沉的吐息像一缕傍晚的徐风，带着落日的温暖，炽热却并不爆裂，温柔拂乱沈竹溪的呼吸。逃也逃不掉，躲也躲不了，他只好把发红的脸往礼物怀里藏。怕，他小声道，但是那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不怕了。半晌后，礼物在他头顶叹息一声：你真是个呆瓜。察觉到礼物双手的桎梏没那么紧了，沈竹溪连忙从他怀里逃开。谁料刚刚起身，礼物就捉住了他的下巴。他凝视着他的双眼，把他晃得东倒西歪。沈竹溪哎呦一声：下回不要再这么冲动了。
他说：“还不是你，你受伤了。”沈朱熹话没说完，就看见他手肘处的一片红色，血液从他的布衣里浸了出来，染红手肘一大片地方，碰上去就像洗衣盆里吸饱了水的衣服，沉甸甸的，湿淋淋的。沈朱熹轻轻一碰，就吓得缩回了手，他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六神无主的看着礼物：“怎么办？怎么办？要现在包扎吗？怎么包扎？你教教我。”呆瓜！礼物看他这模样，反而笑了起来，这点小伤不去管也死不了的，这还叫小伤吗？沈朱熹焦急不已：“对我来说是小伤。”礼物轻声道：“那你能站起来吗？要不要我扶你？”我当然。礼物一顿：“不能。”礼物的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吟，像是很难受似的。他一边扶住额头，眉头微皱，一边缓缓道：“我好像失血过多了，有点头晕，还是你扶着我吧。”沈朱熹想也不想道：“好。”他穿过礼物胳膊，由自己的身体支撑着他站了起来。礼物身子一晃，大半个身子都靠了过来。沈朱熹吃力撑住，为了不让他东倒西歪，不得不搂住了他的腰。“你撑着点，我们下山之后立即去找大夫。”他说。礼物虚弱的应了一声：“都听你的。”山路崎岖不平，脚下都是乱石野草。沈朱熹半扶半抱着一个大男人下山，不一会就累得满头大汗。礼物虽然走不动路了，但精神还不错，嘴巴一直没停：“快到了，就快到了，马上就到了。”沈朱熹累得想给自己一刀也躺下来了，要不是想着礼物受伤，他真想把身上这张嘎嘎不停的嘴给缝上。好不容易，他们终于到了山脚，看见了尽头的襄阳城墙。沈朱熹再也走不动了，他喘着粗气道：“要不然你在这里等等我，我去找牛车来拉你。”礼物露出为难表情，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肘上的伤，一脸忧伤。沈朱熹咬了咬牙：“好，我们一起走，继续走，你再撑一撑。”他挤出身体里最后的力气，撑着礼物往山路尽头的襄阳城东门走去。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身体麻木的缘故，礼物的重量似乎轻了不少，他走起来也轻松了很多。终于，沈朱熹在倒下之前，终于遇到一辆回程的牛车。在这时候遇到牛车，无异于久旱遇甘霖，沙漠遇绿洲，茅坑遇厕纸，实在是感人至极。沈朱熹差点就热泪盈眶了。他迫不及待地交了车费，黑吃的把重得跟头牛似的礼物拉车上车。“你们去哪儿啊？”赶牛的车夫问。“去医。”沈朱熹的管字还没说完，礼物就坐直了身体，打断他的话，报上了四合院的地址。“你不去医馆了？”沈朱熹急道。“这里都是宰人不眨眼的庸医，家里还有唐大夫给的药，回去查上就好了。”沈朱熹不放心，可礼物非说没什么大碍，一定要回家上药。他劝不动他，气得想就着他的伤口捶上一拳。既然没有大碍，那他下山时怎么像是快要失血晕倒的样子？牛车将他们拉到四合院门口放下，沈朱熹扶着礼物进门的时候，李坤和李确恰好从巷子外走进来。他们一见礼物的样子就稳不住了，接二连三地跑了过来。“大哥，你怎么受伤了？”李确皱眉道。“流血了。”李坤愁眉紧锁，望着他的胳膊道：“进去再说。”礼物道。沈朱熹原本想着两个弟弟都来了，他可以轻松一会，没想到他刚要松手，礼物这厮就一胳膊把他圈了回去。“你想摔死老子做寡妇？”刚刚还一切如常的礼物这下又气若游丝起来。沈朱熹忽然升起一股狐疑，这厮不会是借机占他便宜吧？这么一想，沈朱熹醍醐灌顶，原来如此，这批人着实可恶，我不会被你骗了。沈朱熹气得把他推向李坤，独自一人大步往后院走去。李却拦住想要跟着往里走的李坤，冲他摇了摇头，笑道：“跟我走，我带你去找吃的。”李物站直身体，吊儿郎当的跟上了沈朱熹的脚步。“我这是在叫你呢，天下男子多狡诈，你可别上了他们的当。你最狡诈。”沈朱熹气的回头朝他叫道。李物嘿嘿笑着摸了摸鼻子，倒不是因为羞愧，而是突然被称赞，他有些不好意思。“厚颜无耻！”沈朱熹气的跺脚，不再理他，加快脚步往后院走去。沈朱熹回了主屋后，李物也跟了进来。他当着沈朱熹就脱衣服。沈朱熹知道他是为了给伤口上药，但要他就这么直溜溜的看着他还做不到。为了避嫌，沈朱熹打算去院子里待着。李物不等他动作就说：“你现在出去，反而让人起疑。丈夫受伤了，妻子难道不该为他上药包扎吗？”“可我不会。山上的时候是谁说要学的？”李物逆着他。“好吧，是他。要怎么做？”他战战兢兢道。“你上次已经包扎过一次了，没什么差别。”李物在床边坐了下来，神色平静地露出手臂上一片鲜血淋漓的伤口。血淋漓的伤口让沈朱熹指尖发麻，他吸了一口气，安抚自己平静下来，
换下人送来热水和干净手巾。他屏息凝神，用打湿的手巾小心翼翼擦拭在李雾被虎爪抓伤的手臂上。这鲜血淋漓的可怕画面放在往常，他早就退避3尺，可现在他只觉心痛和后怕。在另一边完好的手臂上，气势磅礴的青凤依然在遨游，他和他的主人一同凝视着眼前的女子。伤口没在他身上，但他好像比受伤的人更痛，双眼含着哀伤的泪水。他总是厌恶这暴露脆弱的眼泪，可他不知道，正是他的眼泪让他知道，他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将他的悲伤当成了他的悲伤。还有什么是比倾听者的感同身受更让令倾诉者动容的回应？他的过往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也不需要任何置身之外的安慰，只要一滴伤在他身，痛在他心的眼泪，他过去的那些年就不算孤独，不算悲惨。有一个人在很多年后陪他重走了那段路，为他留下真心实意、痛彻心扉的泪水。他似乎没有受过追捧，对旁人的称赞最先感受的不是骄傲自得，而是无措和疑惑。他明明已经这般好，身上却缠着许多看不见的枷锁，每一根枷锁都在桎梏他的意志，否定他的光芒。他不知道自己若月下海棠的美，更不知道他柔韧坚强、纯如赤子，能和每份痛苦共鸣的灵魂本身，是比皮囊更璀璨千倍、万倍的稀世珍宝。只是一眼就让他移不开眼。多谢，李雾说。沈竹溪抬起头来，诧异地看他一眼。谢我做什么？谢你为我奋不顾身。也没有。沈竹溪脸红了，低头小声道。李雾凝视着他，说：你现在已经知道我们3兄弟的过去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你的过去告诉我？什么过去？沈竹溪一惊，涂药的手不知不觉停了下来。你的过去。李雾说。沈竹溪，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说实话？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是宫女，我……李雾牵起他的手，温热的指腹在他手心里轻轻摩挲了一下。沈竹溪不安地缩回手，他抬起头来，洞察秋毫的目光直视着他闪躲的双眼。有手若凝脂，不通庶务的宫女吗？沈竹溪嘴硬道：怎么没有？我……李雾再次打断他的话。那我问你，一个最低等的扫地宫女，一年薪俸是多少？每月能够取用多少份礼？你刚进宫时，教养姑姑教过你什么规矩？宫中值夜班的规矩又是怎么样的？要穿什么衣服？打什么灯笼？多久换一次班？他一口气问了许多，每个问题都是沈竹溪一头雾水的。李雾说完后就不再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他。他神色平静，对他的哑口无言意料之中。沈竹溪试着张了张口，可是脑子里一片空白。完了，他想，答不出来对不对？李雾说，我问的这些问题，宫中只有2种女人答不出来，嫔妃和公主。李雾目光灼灼地看着他。沈竹溪，你是哪一种？事到如今已经瞒不下去了。沈竹溪缓缓张开口，内心仍在迟疑。玉莎临别时的话时隔大半年，重新响荡在他耳边，别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出了这道宫门，除了傅公子，你谁都不能信。沈竹溪是相信李雾的，可是不知道宫女沈竹溪变成越国公主沈竹溪后，李雾还会不会对她一如往常。他犹疑纠结着，终于下定决心道：我是公主。我早就知道了。李雾笃定道：你是楚国公主。沈竹溪吃惊地看着他。李雾以为他被说中了心事，往床边悠然一靠，胸有成竹道：大燕先帝有7个长成的公主，封号分别是秦、魏、夏、周、唐、越、楚。秦国公主年过30，有过3个驸马，年龄上和你对不上。魏国公主远嫁草原，3年前便已病逝。夏国公主和周国公主和青海外，听说当了什么金毛大猴子的王后，自然也不是你。剩下的公主里面，只有唐国公主、越国公主和最小的楚国公主。唐国公主在3年前的万寿宴上，向先帝献上一幅亲手绣了整整1年的江山绣图，先帝大喜，赏无数珍宝，这件美谈传遍民间。而你不通女工，连个烙子都打不来。李雾嫌弃道：肯定不是唐国公主，吴姐的江山绣图也不全是她绣的啊。江山绣图献上后，吴姐宫里的绣娘都瞎了几个呢？沈竹溪在心里不服气道：越国公主。李雾脸上嫌弃更重，骄奢淫逸的地方倒是和你有一点像。沈竹溪的心刚提了起来，他就继续道：不过你比她好很多。越国公主是最有公主架子的公主，出生不久就与丞相之子定下婚约。听说她在宫中出行，动辄就是10里锦绣布帐，100人亦步亦趋，1日3餐便是最简陋的朝食，也有20-30道美食佳肴，一天花销就是几万两银。你放屁！沈竹溪大怒。李雾停了下来，奇怪地看着他。我说越国公主，你生什么气？越国公主才不是这样的。沈竹溪气的耳朵都红了。李雾说的越国公主是哪门子的越国公主？
他什么时候一早上就要吃20-30道菜了？他就是每个菜家一口也能撑死他，便是再铺张浪费，他也不会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还有什么部长？他在宫中从没用过部长，后宫里能看见的都是太监宫女，要不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他有什么必要搞部长？还百人义不义区？他宫里所有人加起来都没这个数。越国公主不重要，李巫看见他的脸色，立即改口：重要，重要。我忘了，你对越国公主情深意重，想必姐妹感情也很好。是我不该说这些，毕竟死者为大。沈珠吸气的抿唇不语。李巫好声哄道：我不也是道听途说来的吗？你何必和我计较？我连进宫的宫门都没见过，说的还不都是四处听来的？你道听途说，胡说八道。是我胡说八道。李巫道：我以后不乱说了，我们接着说下一个。下一个就是你，先帝最小的楚国公主。楚国公主是赵婕妤生的，赵婕妤不受宠，她生的楚国公主也不受宠，算算年龄，恰好和你差不多大。最重要的是什么？沈珠熹没好气地问。她是唯一一个还未被先帝许人的公主。李巫定定看着她。沈珠熹心虚道：许人了又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李巫扬声道：老子不给别人养婆娘，亏本生意我不做，就是没许人也不会许你啊。沈珠熹声音越说越小。李辟人这厮做什么美梦？便是没了父皇，太子也绝技不会把堂堂公主许给他这样一个泥腿子的。你这是承认自己是楚国公主了吗？李巫说。沈珠熹犹豫片刻，点了点头。你那叫沈焕的哥哥，假名。沈珠熹说，我只是想让你带我去找太子阿兄罢了。这也不算骗人吧？他已经承认自己是公主了。是李巫这厮说什么不会帮别人养婆娘，他要是告诉他她就是那个自小和丞相之子定亲的越国公主，这厮搞不好转眼就把她卖给京城里的那群叛军了。老子就知道是这样。李巫得意洋洋道：世上哪有你这么不会伺候人的宫女？我不会伺候人。沈珠熹不服气道：现在伺候你的人是谁？他轻拍了一把李巫受伤的手臂，特意避开了他受伤的地方。狡诈的李辟人依然装模作样怪叫一声：你打着我伤口了，你这毒妇！沈珠熹把绷带剪断打结，起身站了起来：毒死你！你想咒死我当寡妇？李巫在他背后叫道。沈珠熹任他噗噗放屁，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主屋。李巫随手把外衣披在身上，跟着走到门口，嘴角疯狂上扬，大声冲着沈呆瓜气冲冲的背影道：你想都别想！李却和沈珠熹擦肩而过，他看了眼气冲冲的嫂子，又看了眼倚在门边脸上笑开了花的大哥，不解道：大哥，你们这是怎么了？李巫含笑朝他招了招手。李却走到他面前，李巫压低声音对他神秘兮兮地说：却啊，你知道吗？世上还有比终成大业迎娶公主更好的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李却奇道：大业未成，先娶公主，共患难，同富贵。李巫神秘一笑，转身回了里屋。李却一头雾水，半晌后忽然灵光乍现：大哥，嫂子其实是公主。他跨进门槛，问那个嘴角都快翘到天上去的人。李巫矜持又傲娇地颔了颔首：大哥，恭喜你了。李却惊喜道：这可是你一直以来的夙愿，你当真娶到公主了？怎么说话的？什么叫一直以来的夙愿？李巫假骂道：娶个公主算什么夙愿？名震天下才是老子的夙愿。是，大哥有鸿鹄之志，早晚会高飞远举。李却附和道：看来我得抓紧时间了。李巫道：不然娶得了公主，保不住公主。大哥这话从何说起？你嫂子嫁我是情势所迫，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觉得元龙帝会心甘情愿把他金枝玉叶的妹妹许给我？大哥桂林一枝，昆山片玉，有何不可？老子和你说认真的。李巫眼睛一瞪：弟弟说的自然也是认真的。李却道：大哥这些年为出人头地所做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大哥名震天下的时机指日可待，又有什么可担心的？饥荒。李巫道：会这么严重吗？李却正色：别的地方不定如此，但襄阳城……李巫没说完，冷笑一声。四合院里的下人都是范围的眼线，李却识趣没有追问，转移话题道：大哥还没告诉我，你这伤是怎么弄的？你们走后，我们又遇见一头老虎，母的。是我疏忽了，光想着一山不容二虎，没有重视第一头老虎身上的抓伤。李却严肃道：那头老虎认识李娟？呸！李巫改口道：认识你嫂子捡回来的那头虎崽子。最后母老虎带着虎崽子走了，我和你嫂子也就安全下山了。你们没有大碍就好。李却道：我把那头老虎的尸身带去衙门，衙役们高兴极了，因为再有受害者出现，方同之就要派衙役和猎户组成打虎队，亲自上山了。
李确掏出一包沉甸甸的赏银，交给李悟。李悟道：“这是让知府知道了，又得记他一笔擅作主张。”李确笑道：“剃头担子一头热，方同之整日忙来忙去也没得个好，有时候我都觉得他可怜兮兮的。你觉得他可怜，他还觉得你这个穿白衣的可怜呢。”李悟把荷包揣进怀里：“你去街上买几坛好酒回来，再买点下酒菜。”知道。李确笑道：“大哥娶了公主，怎么也要庆祝一回，别让人注意了。”李悟摆摆手：“弟弟办事，大哥放心。”李确出门的时候，遇见刚去花圃看了大葱花的沈竹溪，一看这架势，他就知道他要出门。沈竹溪问：“李确，你要去街上吗？”“要去。”“嫂子需要我带点什么？”“你帮我带个火盆回来吧。”“不要一个，要4个。”沈竹溪道：“还有不起眼的好炭也带些回来。你选的时候一定要让掌柜烧给你看，要不爆火星不冒黑烟的才行。”“嫂子放心，我一定好生挑拣。”李确道。为了搬运火炭和火盆，李确出门时还叫上了李坤。两人去到杂货铺，顺利买到火盆和火炭。今年粮价飞涨，连火炭的价格也被带着飙升了几倍，但好在只要有钱，买到火盆火炭不难。两人之后又去了酒楼，用了几十两银子才买到2人份的酒菜。据酒楼的伙计说，他们后厨已经几日没有进到新鲜食材了，连掌柜都在考虑暂时关门了。他们也不知明日的吃食要去哪里找。回四合院之前，两人又去肉铺拉回了衙门，答应分给他们的虎皮和虎肉。包下来的虎肉共有200多斤，李悟他们分到50斤，其他的都送去了范府、方府等府邸。衙门里有点职位的衙役也都多多少少分到一点。一个300多斤的老虎被瓜分的连骨头都不剩，拖着100多斤走在街道上，在现在而言，无异于单枪匹马护送生辰纲上路。如果不是李坤徒手打虎的消息一日之间传遍大街小巷，他们回去的一路也不会这么平静。临到四合院时，一队全副武装的衙役却踢踢踏踏地跑着，神色凝重地从他们身边经过。李却叫下一个一起喝过几回酒的衙役，问老张：“这是发生什么事了？”老张长叹一声，右手握在腰间的刀柄上：“北门有进不了城的难民聚众闹事，我先去了，回头再说。”老张匆匆说完，追上了前面的队伍。我也要去闹事玩。李坤说着，追着他们走出一步。李却一把拉住他，严肃道：“先回去告诉大哥。俗话说，腊月25推磨做豆腐。腊月25这天，沈朱熹给四合院里的4个下人都放了假，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家省亲。天色一沉，他就让李坤把2个火盆搬到了四合院门口。当天晚上，4人吃了丰盛的一顿大餐。李悟第一次做虎肉，用了烧羊肉的去腥法，把原本咸酸的虎肉处理得恰到好处，既保留了虎肉风味，又贴近了普通人的口味，让沈朱熹第一次吃光了整碗米饭。进食的时候，李悟几人谈的都是轻松愉快的家长里短。吃过以后，沈朱熹帮忙收碗进厨房，听到的却是沉重的话题：100来个流民全杀了，尸体就堆在城门外，一夜之间就被恶绿了眼的狼群叼走了。李却随意说道，将手里洗净的瓷碗放到一旁的烧鸡里。李悟看见沈朱熹进门，接过他手里的10碗，道：“这儿乱，你回屋去吧。”沈朱熹站着没动。这件事我知道。你知道？李悟抬眼，你从哪儿知道的？街上早就传遍了。四合院里的眼线不在，沈朱熹总算有机会说出他压抑已久的话。襄州知府简直就是在草菅人命。再过1个月，野草就要被吃光了，人命哪有野草值钱？李悟道：“你先前不是想试1周吗？再过几日，我们就请全城百姓吃一顿饱饭。”沈朱熹面露担忧：“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富余的粮食。”会有的。李悟道：“详细的一会说。”李悟的话莫名带有信服力，沈朱熹暂且压下了疑惑。收拾完餐后狼藉，李悟3人齐聚主屋，听沈朱熹娓娓讲述史记上的故事。史记听腻了，讲点别的。李悟躺在床上，大喇喇地张开双腿。若是御书房的夫子见了他这不敬圣人的模样，定然气得吹胡子瞪眼。沈朱熹一开始还尝试纠正他的不端正态度，后来随他去吧，不能对屁人要求太高。那我讲讲《论语》吧。我不听知乎者也那一套。李悟断然拒绝。那就《礼记》。不听。李悟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这不听，那不听，你到底想听什么？沈朱熹忍不住道：“这些都是圣人言。”放屁，世上没有圣人。李悟从床上坐了起来，斩钉截铁道：“只有死人和活人。这些死人书不听就不听，我要听点有用的。”沈朱熹再次庆幸没有老古板夫子站在这里，不然一定会拿戒尺拍烂李悟的手掌。不过若是不懂尊师重道的李悟这厮，戒尺落到谁手里，打在谁手心还不一定呢。那我给你讲《资治通鉴》吧。沈朱熹道：“不过《资治通鉴》我懂得不多，只能复述于你。
你自己思考其中深意。资治通鉴是什么？李务拧起眉头，你讽刺老子？我讽刺你什么了？沈朱熹奇怪道，资治通鉴是一本史书，与《史记》并称史学双璧，以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闻名于世，被誉为帝王之书。也不知道被那一句话打动，李务终于躺回床上，懒洋洋道：行。沈朱熹调动回忆，从资治通鉴的周记开始讲起。李务双手交叉压在脑后，翘在膝盖上的一只脚抖啊抖的，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坐在一旁扶手椅上的李雀倒是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剩下的李坤早就躺在罗汉床上，发出了均匀的打呼声。不知不觉，夜幕降临，寒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吹荡，把原本就了无生机的襄阳城吹得更加空落落的。寂寥的更声在小巷外响起，打更人孤孤单单地穿过巷口，拖着一条枯瘦如柴的影子。四合院前院，李雀搬来一筐3指宽的细长红薯，李务用火柱在火盆滚烫的灰烬里刨出一个深坑，由李坤急急忙忙把红薯埋进盆里掩埋好。之后，李务点燃另一个火盆，一簇鲜红的火苗从黑炭中窜了起来，为刺骨的寒夜带来一抹暖意。沈朱熹搓了搓手，在燃烧的火盆边坐了下来。从前还在宫中的时候，年年岁岁各宫都要在这一天烧火盆，沈朱熹的翠微宫也不例外。他还记得和玉莎一起烧火盆烤松茸的时候，玉莎的音容笑貌还在他心中鲜活如初，他却再也见不到这个为他送死的忠心侍女了。他真正忠于的人是谁？沈朱熹不愿追究，只知道在最后一刻，玉莎是作为他的忠心侍女结束的生命。老子活了20多年，头回用上火盆。李务坐在火盆旁的另一个藤椅上，望着火盆里的火苗嘀咕道：别说，冬天烤火确实还挺舒服的。李雀道：又冻不死人。李务道：李坤一直盯着火盆里的红薯，此时抽空乐呵呵地说了一句：猪猪，讲究。李务已经懒得用言语纠正他了，只是抬脚就给了他一下。你老欺负他做什么？沈朱熹抬起眼，不赞同地说：他欺负我，你怎么不说？李务马上道：他什么时候欺负你了？他当着老子的面这么亲昵的叫老子的婆娘，这还不叫欺负人？李务阴阳怪气道：他重要还是我重要？你重要，你最重要。沈朱熹已经能够面不改色地说出糊弄之语了。果然，不论什么事情，一回生二回熟，3回面不改色。对了，厨房里还有一袋栗子和几根玉米，不如拿出来一起烤了吧。李雀站起来道：我也去。说到吃的，李坤第一个往厨房跑去。两兄弟会快抱着一小袋栗子和几根玉米回来了，玉米用竹签插上，每人拿了一根，自己放在火上灼烤，栗子则一股脑埋进了另一个熄灭的火盆。你先前说的施粥，现在能说了吗？沈朱熹问。李务点了点头，在藤椅上换了个姿势，身体前倾，冷静沉稳的目光望着跳跃的火光。我准备脱离襄阳，留在这里的粮食自然也用不到了。为什么？沈朱熹惊讶道。襄州知府的确不干人事，可他为什么突然升起这个念头？一旁的李雀神色平静，似乎对李务的决定早有预料。投靠襄州知府只是权宜之计，原本我就没打算真心为他卖命，现在恰好又遇上饥荒，范围自私自利，方廷之独木难支，襄阳城早晚要爆发民乱。李务用火柱拨动火盆里冒着火光的黑炭，低声道：不光是襄阳，城外聚集的难民各州都有，此次闹粮荒的州府几乎囊括半个大燕，饥荒依然还会进一步恶化。继续留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粮食能不能吃到春天难说，还会成为那些吃不起饭的人的眼中钉。沈朱熹沉默片刻，说：我听你的，你要走我们就走。李务从喉咙里应了一声，扔下火珠道：咱们在这里待的几个月也没白待。沈朱熹立即想到了他们在襄阳城制造的种种回忆，其中最亮眼的自然是李娟二世以及山上那个突然的拥抱。我已经摸清范围藏金子的地方，正好就在咱们离开襄州的路上。李务戛然而止，发出不怀好意的嘿嘿笑声。李雀懂了，也跟着嘿嘿笑了起来。李坤不懂，仍跟着嘿嘿笑了起来。3个嘿嘿怪笑并伴随抖肩的男人，让沈朱熹的伤感以及那么一丝丝羞涩死了个一干二净。他就不该对李丕人抱有期待。可你们抢劫不好吧？沈朱熹犹豫道。李务眼睛一瞪，道：怎么说话的？什么抢劫？我可是良民。沈朱熹：良民？谁？这里除了他，还有谁是良民？嫂子，大哥这叫劫富济贫。李雀说：你们要把抢来的钱分给百姓。沈朱熹期待道。李丕人的回答验证了他依然是李丕人，天塌下来依然是那个厚颜无耻的李丕人。老子难道不是百姓？老子难道不贫穷？李务理直气壮道。我们什么时候走？沈朱熹问。过几日，你先收拾好东西，我们说走就走。李务道。我能和随蕊告别吗？不能，你让他知道的越多，他越有危险。
李悟道：“你相公是去绝襄州知府的养老钱，不是领了赏银，正大光明的告了还乡。这几日，你谁都别见。”知道了。沈竹溪失望道：“又一次不告而别，上次是对九娘，这次是对隋蕊。好在隋蕊性子开朗随和，应该不会怪他太久。”围绕着热烘烘的火盆，四人一起首次过了腊月，一起守夜，一起烧火盆，一起吃烤的香喷喷的红薯，粒粒金黄的秋玉米，以及栗香袭人、自然爆壳的山栗子。半个月后，沈竹溪都快以为李悟改变主意，不离开襄阳了。一日早上，沈竹溪去书坊送完花笺回来，却见四合院里4个下人都被五花大绑，嘴里也堵了起来。一辆低调朴素的马车停在四合院门口，旁边的树上还拴了一只羊蹄打着响鼻的骏马。李悟倚在廊柱子上，手里拿着满满一叠荷叶。沈呆瓜，该你出马了。当晚，3个熟知襄阳城巡视规则的身影，神不知鬼不觉地往一个又一个普通人家的院子里扔进一个鼓鼓囊囊的荷叶。一个企业的少年打着哈欠从茅厕里走出，眯着眼睛没看清楚，一脚踩上了荷叶包，结结实实的摔了个屁股墩。什么东西？他一脸困惑地拆开荷叶包一看，恼怒的眉头立即舒展开了。娘，爹，你们快出来看看！他结结巴巴地朝屋子里喊道。一家人很快聚集在了一起，每张脸上都露出了惊喜的表情。荷叶里包裹的东西陆续露出了真面目，有装在布口袋里的生米、风干的瘦肉，还有几个红薯和杂果。这些东西节省一点，能是他们一家4口7天的口粮。就在睡下之前，他们还在为空空如也的米缸犯愁。究竟是谁向他们伸出了援手？难道是他们的祈祷被仁慈的上苍听见了吗？夜风拂过，地上的荷叶翻过了身。爹娘，你们看！少年捡起荷叶，兴奋地展示给父母看。月光铺满荷叶，一只青凤栩栩如生，羽翼将展未展，仿佛下一刻就要高飞。天还不亮，李却驾着马车来到城门，与守城的士兵笑道：“劳烦哥哥大早上的受累了，里面都是知府命我送去邓州的东西，哥哥检查时轻手轻脚些。”士兵刚要伸手推开车门的手收了回来，他看了眼马车，又看了眼李却，笑道：“既然是给范大人送东西，那还检查什么？只是怎么是邓州那么远的地方？范大人有个叔父在邓州，这是托我去给他捎东西。”怪不得。士兵挥了挥手：“去吧，路上小心。”多谢哥哥行个方便。李却拱手一笑。出了城门不久，沈竹溪推开窗户松了口气。李悟吊儿郎当靠在车壁上打着瞌睡，一点没为此担心。半个时辰后，马车在小路尽头遇到了靠着树干补觉的李坤，骏马身上挂着2个沉甸甸的麻袋，不耐烦地在地上刨着蹄子。李却叫醒李坤，李坤取下麻袋扔上马车，半松的袋口里露出一片金色。李悟瞥了一眼，又重新闭上眼，小憩起来。马车和骏马并行，踢踢踏踏的在无人的小路上越走越远了。同一时刻，四合院里被五花大绑的4个眼线终于脱困，跌跌撞撞的跑到范府报信。他们和上门禀报黄金失窃的人正好撞到一起。范伟前后一串，立即就想明白了这一切。此僚好大的胆子！范伟掀翻近前的榻几，点心水果落了一地。当初为李悟作保，力挺他取代黄金广位置的方廷之站在一旁，袖手不敢言，心里骂惨了李悟。一定要把此人捉回来，我要亲自把他大卸8块。范围暴怒，圆脸上长满青筋，可知他去了什么地方？李却出城时曾说带大人送货去了邓州，不可能是邓州。李悟狡诈多变，定然不会告诉我们真实的目的地。范围怒声道，立即派人围堵襄州与随州、房州、均州的必经之路。大人，躬身的属下犹豫道，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手，派出所有人。范围神色癫狂，怒吼道，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追回李悟。范大人，方廷之一手道，李悟不会无的放矢，邓州或许才是他们。你闭嘴！一个茶盏顺着方廷之的脸颊擦过，咔嚓一声，在八仙椅的把手上碰个粉碎。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引狼入室？方廷之，若抓不回礼物，我定不会饶你。范伟想到他丢失的1000两黄金，气血更是往他头顶突突的冲。滚！滚出去！我不想再看见你。诺！暴烈的东风夹杂着冰冷刺骨的夜雨，不断拍打着破庙摇摇欲坠的木门。沈竹溪害怕地看了眼呜呜怪叫的门外，不由往李悟那边坐了一点。冷不冷？李悟握了握他的手，他的动作自然至极，沈竹溪也就没察觉有何不妥。不冷，他道。两人坐在一张底下垫着稻草的布单上，李悟百无聊赖地侧躺着，已经将一根下车时随手扯来的狗尾巴草打结又拆散了10几次。第一次夜宿破庙，沈竹溪没法像他一样散漫，他坐在垫子一角，手脚都拘紧地并拢了，以免蹭上满是灰尘和灰烬的石砖。他不安地扫视着四周，生怕忽然窜出什么孤魂野鬼，
臭虫灰鼠。篝火在两人坐的垫子前燃烧，火星从噼里啪啦的木柴上蹦了出来，落在冰冷的地面上熄灭。4根插在篝火旁的玉米棒子已经烤得金黄，隐约的食物香气温暖了阴冷的破庙。摇摇欲坠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2个打着雨伞的身影从灰暗幽深的风雨里先后走了进来。豆大的雨滴顺着光滑的伞面滑落，淅淅沥沥落在落满灰尘的石砖上，蓄出一条蜿蜒的水迹。被子拿来了，嫂子今晚就在这里凑合一夜，等过2日进城了，我们再去找客栈住。李雀将卷成条的棉被放了下来，礼物接了过来，抖开棉被披上他的肩膀。李坤随手找了几根稻草铺在地上，便坐了下来，迫不及待地拿起距离最近的玉米棒子。李雀用稻草铺了个方方正正的位置，围着篝火坐下，双手放到火焰旁烘烤，随口道：范伟肯定想不到我们已经顺利到了邓州。李物揪下狗尾巴草毛茸茸的一端，随手扔到地上。这蠢货如今肯定在大力围堵军州防州。方廷之倒是有几分能力，说不定看出了我们的伎俩。方廷之看出了有什么用？他又不是主事之人。李物冷笑道：可惜了。李却摇摇头道：方廷之如果跟的不是姓范的草包，应该也能有点出息。你不吃吗？李坤含着满口的玉米籽，模模糊糊地问李却。二哥吃吧，我不饿。李却起身搬起墙角一块大西瓜似的圆石头抵在破门上。李坤拿起他的玉米，哼哧哼哧啃了起来。你吃我的吧。李悟道。李却坐回他的位置，摇头道：我驾车时已经吃过了，馒头抗饿，还是大哥吃吧。沈竹溪看他们让来让去，开口道：还是吃我的吧，我不饿。话音未落，李悟就在他头上敲了一下，虽然不重，还是让沈竹溪冲他瞪大了眼睛。他以为他敲的是谁的脑袋，这可是公主的脑袋。李悟说：吃你的，瞎操心什么。他拔下自己面前的烤玉米，用布包着，一下掰成2半，其中1半烤玉米扔给了对面的李却，拿着，不许叽叽咕咕。李悟道。李却握住烤玉米，神色动容，多谢大哥。4人吃过简陋的宵夜后，各自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躺了下来。沈竹溪睡在最里侧，旁边是李悟，再然后是添足了木柴的篝火，接着便是李却和睡在最外侧的李坤。破庙虽破，但有这么多呼吸声陪着自己，沈竹溪不怎么怕了。只是他还是觉得很脏，不是他觉得很脏，而是这破庙本来就很脏。他随便抬抬眼就能看见挂在屋顶角落的蛛网和蜘蛛，他随便垂垂眸就能看见过路旅人留下的发霉食物残渣和篝火灰烬。他越发现这地方不干净，他就越觉得身上发痒。在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破庙里接连响起了有人入睡的呼吸声。沈竹溪心中焦躁，翻动得越发频繁起来。当他忍不住又一次翻身时，李悟忽然长臂一揽，将他搂进了自己怀里。你……沈竹溪汗毛都吓得立起来了。你想把他们吵醒，就再大声点。沈竹溪猛地闭上了嘴巴。你在这里反反复复，准备明早的饼子呢？李悟低声道。没有灯光，月光也被暴雨湮灭，蛛网上闪烁着明灭的火光。李悟的眸子也在昏暗的光线里闪着幽幽的光。你睡吧，沈竹溪说。你不睡，我难道睡得着？李悟说着，把他往怀里又带了带，借着身高优势，轻而易举把下巴搭在了他的脑袋上。呆瓜，快睡了。这还让他怎么睡得着？沈竹溪心跳如擂，浑身僵硬，连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李丕仁这是干什么呢？他真以为他是不姓李的4弟了。沈竹溪结巴着推向他的胸口。我知道一个让你睡着的好方法。李悟一把拉下他的手，握着他的手腕放在身边，再没有松开。什么？沈竹溪被吸引了注意，小声道：你闭上眼。沈竹溪犹豫片刻，闭上了眼。你的面前有一个你最喜欢的盘子，它上面有上百只神泰各异的鸭子。我不喜欢画鸭子的盘子。沈竹溪打断他。行，没有鸭子。这个盘子是一片色的，它非常大。你没有说它是哪个窑出产的，只有好窑出产的好釉彩。沈竹溪，你是不是想老子直接打晕你？李悟凶神恶煞的声音成功让沈竹溪闭上了嘴巴。恶霸李丕仁继续道：这只盘子上有许多水饺，你吃之前想数一数到底有多少只水饺。沈竹溪在心里想，吃水饺为什么要先数一数？他吃水饺从来不数的。未免被李丕仁打晕过去，他只敢在心里腹诽，嘴依然闭得紧紧的。1只水饺，2只水饺，3只水饺。李悟碎碎念着72只水饺。怎么这么多水饺啊？他根本吃不完啊。沈竹溪迷迷糊糊的想。89只水饺，90只水饺，130个水饺。这么多水饺，要是请随蕊、九娘、周嫂子、樊三娘、
鱼头镇上的乡亲们一起来吃，那该多好啊！沈竹溪越想越迷糊，眼前好像出现了曾经在鱼头镇所熟识的那些面孔们。他们怎么样了？有没有受饥荒影响？还吃得上饭吗？不知不觉，父皇和母妃也加入了吃水饺的行列。沈竹溪开心地将他们介绍给鱼头镇的乡亲们，也介绍给礼物。原本很开心的时候，礼物却忽然大叫一声：“老子的猪蹄呢？”糟了！一排白云伤别离，连着好似卤猪蹄。别念了，别念了，地面河水悄悄淌。我早跟你反复讲，有酒没蹄那不行，你还买了忘记蹄，他错了还不行吗？此恨绵绵你知否？吾与凝噎一杯酒，喝起酒来没猪蹄，若有下次跟你急。呜，他错了。父皇、母妃，救救孩儿！梦中的沈竹溪捂着耳朵，驱赶绕梁一声的魔音。什么东西在地上拖动的滋啦一声，让他猛地从噩梦里惊醒过来。木柴已经烧尽了一半，入睡前抵在门口的原石被人从外强行推开了。几个衣着干练、衣上半湿的男子握着腰间的刀柄，大步流星走进了破庙，这里戳戳，那里看看。紧接着，一群佩刀男子众星捧月般的簇拥着一个朱唇粉面的锦衣公子迈了进来。沈竹溪和李雾等人都坐了起来，李却拿起地上一根树枝拨动篝火，眼角的目光却始终落在后面进来的一群人身上。李坤半梦半醒般的坐着，眼皮一眨一眨，好似下一刻就要睡着。离沈竹溪最近的李雾则一言不发，他一如既往沉稳的目光和他相撞，让沈竹溪心里的不安平息下来。李雾神色如常，事后来者为无物，状若随意的提起他身上的被子，拉到他的头顶，半遮住了他的面庞。沈竹溪配合的低下头，自己用手把被子往下扒处捏。后来者人手众多，准备充分，不一会，一个比沈竹溪面前还大上2倍的火堆就升了起来。二公子，请坐。侍卫模样的人铺好软垫，恭敬地请锦衣公子落座。年轻公子收回落在礼物一行人身上的探究视线，在火堆旁坐了下来。几乎是屁股刚落到软垫上，锦衣公子就皱眉弹了起来：“冻死小爷了！”二公子，侍卫一脸为难：“去，把我今日打的虎皮拿下来。”二公子一气指使道。侍卫低头应诺后，看了眼外边大作的凄风苦雨，朝着礼物这方走了过来，抱拳道：“诸位，可否卖我一把雨伞？我愿以市价10倍购买。卖给你不行，暂时借你可以。”礼物朝撑在一旁的有伞扬了扬下巴：“多谢兄台。”侍卫拿了雨伞，冒雨走出了破庙。门一开，又是一阵夹雨冷风吹了进来，2堆火苗都在寒风中一颤一颤。没过多久，侍卫拿着一包鼓鼓囊囊的东西回来了。当他在火光下解开上面的细绳后，沈竹溪浑身发颤，一股寒意顺着背脊爬起。虎皮抖开，足有1人宽，黑色条纹蔓延在黄色皮毛上，包皮时留下的鲜血还残留在皮毛边缘，在虎皮的背脊部位，几条虎爪留下的抓痕似曾相识。沈竹溪几乎都要坐不住了，他刚立起上身，一只手就按到了他的手上。是礼物。他朝他幅度微小的摇了摇头。沈竹溪握紧双手，重新坐了回去，酸涩的眼睛死死盯着眼前跳跃的火苗。他们杀死了李娟的母亲，那么李娟呢？李娟是否逃过一劫？谢过兄台。侍卫还回有伞，再次抱拳。礼物随手拱了拱手：“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锦衣公子的声音让沈竹溪不由抬起头，视线正好撞进锦衣公子探究的眼里。他忙把棉被拉紧，重新低下头去。打听别人之前，不应该先自我介绍吗？礼物不慌不忙道。锦衣公子身旁一人扬眉怒目道：“我家公子问你话，是你的容，不妨事。”锦衣公子似笑非笑，抬手制止了下人的狐假虎威：“我姓韩，名风月，乃潭州长沙人也。此次途径邓州，是为了前往北都投靠长兄。天地浩瀚，世人无数，你我今日能在同一座破庙里避雨，如何不是缘分？左右无事，我这里有好酒好菜，兄台不如和我同饮一杯。”“韩啊，只要你不介意，我们兄弟言行无状。”礼物大大咧咧道。“你们快人快语，我有什么好介意的？”韩风月笑道：“来人，多备2个凳子，再温酒上菜。”礼物起身，按住听见上菜就蠢蠢欲动的李坤，背对韩风月等人，在他耳边低声道：“看好你嫂子，这顿菜日后给你补上。”李坤虽然满脸渴望，但屁股还是重新落回了枯草垫子上。这位哥哥刚进门时龙章凤姿，便把我吓了一跳，没想到还如此热情好客，真把我吓了一跳。李却一边走向韩风月的火堆，一边对身旁的礼物道：“就是我们县最有风度的县太爷的公子，和这位公子比起来，也是云泥之别。”韩风月笑道：“你们是哪里的人士？”“我们是黄州白头县的人，我姓贾，名阙，这位是我大哥，名鸭，那个大个子是我二哥，名雕。我们县太爷的公子整日吹嘘自己是荆州第一风流子。”“我呸！”李阙道：“
今日见了韩哥哥，我才知道什么叫恬不知耻。过奖了，过奖了。韩风月虽然这么说，脸上却一副受之无愧的笑容。你们还有2人，怎么不过来喝酒暖暖身子？可是看不起我这韩酒漏食？短脊上难得一见的美酒佳肴，再搭配上他虚伪的笑容，使韩酒漏食4个字讥讽意味更重。李悟道：我那人喝不得酒，人也怕生，韩公子不必在意。至于我那二弟，晚间吃了一大锅菜粥，现在肚胀的只想睡觉。那是你那人。韩风月的音调提高了，他在吃惊什么？一直旁听对话的沈朱熹强压住好奇心，始终把目光定在面前的火堆上。是啊。李悟抬眼直视他的眼睛，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我原先还以为你们是3兄弟1幼妹，一家血亲出行在外呢。韩风月恢复如常神色，笑道：嫂子嫁过来，自然就是我们嫡亲的亲人。李却端起面前的酒盏，举杯道：如今4处粮食短缺，韩哥哥还请我们喝酒吃肉，让小弟敬哥哥一杯。李悟也举起酒杯，韩风月笑着举杯抿了一口，刚要放下，就见对面2兄弟倒着一滴不剩的酒杯，眨也不眨地盯着他。韩风月顿了顿，仰头一饮而尽。好，韩公子也是个爽快人，这杯酒痛快。李悟叫好，自己拿起短机上的细颈酒壶，倒满面前3杯酒盏。刚刚言语多有得罪，还望韩兄弟不要往心里去。我们这样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出门在外，总不免要提防着各路贼人。你就不怕我是贼人？韩风月看着满到杯口的酒液，勉强笑道：韩兄弟如此爽快，怎么会是贼人？我们乡下人质朴，交朋友只看一点。哪一点？李悟把韩风月的酒盏递给他，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慢慢舔。韩兄弟，你可愿和我们这些粗人交个朋友？韩风月刚到嘴边的不剩酒力咽了下去，他看了片刻李悟手里满杯的酒盏，最终还是接了过来。韩某自然愿意。不到1炷香时间，短机上的酒壶就空了数次。韩风月两颊绯红，吐词也含糊起来。反观对面2人，依然生龙活虎，不见丝毫醉态。韩风月大着舌头道：今日和2位假兄聊得投缘，不知你们即将前往何处？若是顺道，我们何不同行？沈朱熹不禁竖起耳朵。这个问题他们在马车上已经商讨过了，最后的结果是往天下粮仓湖广方向而去。李悟这次又会怎么回答呢？有缘自会相逢，特意相约太俗。太俗？还是喝酒来的痛快？李悟端起酒杯，我敬韩兄弟一杯。我喝不了了。韩风月摆着手，满面酡红的往身后虎皮道去。李悟还要再劝，韩风月身后的侍卫却投来了警告的目光。他放下酒盏，转而问道：韩兄弟的这张虎皮这时威风，我刚刚听说是你今日刚打的？是啊，路过襄州时遇到了一只母老虎，闲着无事打来耍耍。韩风月伸手搓了搓虎皮边缘干涸的血迹，醉醺醺道：第一次包皮包得不好，不过没关系，反正练练手，这母老虎原本就受了伤，怎么包都不好看。喝醉了酒，韩风月的话也变多了。本来还有一只虎崽子，颜色不错，可惜跑了，可惜啊。韩风月说完这句，半晌没说话，胸口起伏越来越慢，接着竟然响起了轻轻的鼾声。2位兄台，我们公子不胜酒力，今夜就到此吧。侍卫上前道：明日我们赶路，走得早，还请兄弟带我们向你家公子致谢，多谢款待了。李悟拱手道：分内之事。侍卫拱手回应。李悟2人回到自家火堆前，李悟又往火堆里加了些剩余的柴火，原本没甚精神的火堆立即明亮起来，火光映照着李悟严肃的神色。他坐在火堆旁，没有再睡下的意思。李却同样如此。李坤见2人回来，倒是放心的睡下了。沈朱熹想问他发现了什么，又碍于韩风月等人就在一旁而不敢问。快睡吧，明早还要赶路。李悟开口道。这句话像是一剂定心丸，让沈朱熹压下不安，听话躺了下去。后半夜他不停翻来覆去，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睡着没有。天还不亮，风雨刚停，李悟就推醒了呼呼大睡的李坤。起来赶路了。沈朱熹本来就没睡着，迫不及待地爬了起来。和那群诡异的陌生人同处一室太煎熬了，还不如早些上路。马车虽然颠簸，但却自在许多。4人迅速收拾起床，蹑手蹑脚离开了呼吸声此起彼伏的破庙。李悟和沈朱熹上了马车后，李却迅速驱使马车往前走去，李坤骑马跟随在侧。沈朱熹终于有机会问出：那伙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假名假身份。李悟道。沈朱熹心想：你这个白头县的假鸭也没资格说别人。长沙韩氏有几分名气，我正好知道一个在北都做事的。李悟说：武英节度使淳于安有个左膀右臂，就是长沙韩氏，叫韩逢年，他有个弟弟叫韩逢月。他讥讽笑道：韩逢月，韩逢月，就是这妖巧，一个世家公子主动拉拢我们，
难不成是慧眼识金，看中老子才能？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管他想做什么，我们先溜没错。沈朱熹没听过这韩氏兄弟的名字，倒是对镇守边疆的武英节度使淳于安略有耳闻。宫中传言他有不臣之心，父皇也常为武英军伟大不掉的示范心，因此他对淳于安和他的武英军没什么好感，连带着这新知道的韩氏兄弟在他心中的印象也大为下跌。大哥，我们还走东都方向吗？李榷在车外问道。韩逢月要是还去找他大哥，必定也是走东都方向。李吴顿了顿，我们改道，走许州过去。驾！鞭子轻轻落在马屁股上，马车加快速度往前奔去。蠢货！一只酒盏扔向带头侍卫，他克制躲闪的本能，闭眼应受了砸上额头的酒盏。咔嚓一声，酒盏在他头上碎成鸡片，再落到地上成了鸡粉。一股热流从他额头涌下，他顾不上擦拭，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公子恕罪，我昨晚陪他们喝这么多酒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留下他们。你倒好，竟然就这么把人给放走了。韩风乐气不打出来，拿起短戟上有一只酒盏朝他扔去，这次准心不够，酒盏从领头侍卫的头顶飞过。属下知罪，请公子息怒。他弯下腰，重重叩首。旁观侍卫皆面露不忿，公子并未交代要看好他们，他们又不是公子肚里的蛔虫，哪知道公子请他们喝酒就是要扣人的意思。立马给我备马，我带20人先追上去，剩下的人带着马车跟来。韩风年拂袖往庙门走去。二公子，这样太危险了。领头侍卫上前一步，现在兵荒马乱，匪徒遍地，公子只带一半人手，难以保证自身安全。若有个3长2短，大公子别拿我哥压我。韩逢年大怒，一脚朝着领头侍卫的腹部踢去。领头侍卫闷哼一声，单膝跪倒在地。我自有办法，你照办就是。韩逢年刚走了一步，又停下来，眯眼看着跪地的领头侍卫，冷声道：我带的20人里不包括你，等我去了北都，你就去我哥那里报道吧，爷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二公子，领头侍卫神色焦急，韩逢月却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破庙。有了前车之鉴，无人敢再出言劝阻。从车队里解出10匹快马后，韩丰年带着选出的10个青壮侍卫，立即沿着马车轱辘痕迹追了出去。幸亏昨夜下过大雨，马车赶路的痕迹根本无法掩饰。韩丰年骑在马上，一路快马加鞭，满心都是即将建功的激动和兴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已被遮面的妇人，不是越国公主又是何人？不知眼高于顶的傅玄淼，那厮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已成他人妇时，会是个什么表情？能把傅玄淼的脸面扔到地上踩，还能在淳于安那里立个大功，这样的好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二公子，我们现下该走哪条路？领头的侍卫停了下来，为难地看着眼前的3岔路口，3条路口都有着马车刚刚驶过的痕迹。韩逢月沉着脸道：有没有办法通过车轱辘的大小辨认谁才是我们追的马车？一名侍卫骑马上前，仔细辨认半晌后，摇头道：都是最常见的车轱辘尺寸，无法分辨谁才是昨夜的马车。韩逢年骑的马喷着响鼻，因突然停下而不耐烦地刨着蹄子。韩逢年比他还焦躁，不能接受飞黄腾达的机会就这么消失于眼前。这3条路分别通往何处？韩逢年问。一条往东都，一条往汝州，一条通许州。昨夜他已说过自己要往北都，必经东都，如果他们想避开自己，必然不会选择往北都的路。可经过昨夜一番交谈，韩逢月已知自称姓贾的2兄弟狡猾不已，说不定他们会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往东都的路也说不一定。3条路只有一条能让他加官进禄。韩逢年咬了咬牙，抽出腰间宝剑扔出，镶满金银华丽非常的宝剑高高扬起，重重落地，剑尖直指中间那条路。韩逢年一加马肚，在途径宝剑时弯腰下滑，一把抓起长剑。去许州。雨过天晴后的天空格外空明，蔚蓝的底色里缓缓飘过几缕晶莹的雪白，流动的浮云下停着一车一马，清澈见底的溪水在层叠不穷的鹅卵石上跳跃。沈朱熹小心翼翼举起一捧清水浇在面上，水珠接连掉落，在溪水上打出鱼鳞般的涟漪。一双宝光璀璨的娇滴滴杏眼随着浪花一聚一散，时隐时现在水镜中。沈呆瓜！李悟的声音让沈朱熹回过头，他焕然一新地站在蓝白相间的天空下，身上穿着在襄阳城布庄里定做的那件连珠对压纹靛青色锦衣，脚上套着骂骂咧咧好久才买下的500文一双的乌黑皂靴，就连包发的粗布也被他换成了束发的丝带。李悟忽然大变模样，沈朱熹乍一看上去险些没认出他来，还以为眼前忽然出现了个飒爽英俊的陌生男子。沈朱熹惊艳的目光取悦了李悟，他阔步走来，下巴得意地朝着天空，怡怡然道：
老子10多，不比那姓韩的差。你和他比做什么？沈朱熹讶然道。他先前劝了他许多次，他也不肯把做好的新衣新鞋给穿起来，还说不是穿新衣的时候，怎么一个韩逢月就让他把固执收起来了？他坐那儿喝酒的时候，你偷偷看了别人好几眼。李悟瞪了他一眼，老子都看见了。我看他还不行了，他那么奇怪，我不看他才说不过去呢。你看他可以，你那眼神不对。李悟道。沈朱熹，他不想和这批人继续纠缠这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城？沈朱熹问。他已经2日没洗澡了，昨夜还在破庙凑合了一夜，现在他极度怀疑自己有没有染上跳蚤。今儿晚些时候就能到最近的城镇。李悟道。知道你要蜕皮了，到时候找个客栈，让你好生搓一搓。里批人嫌他洗澡太久，老是说他洗澡是在蜕皮。沈朱熹不服气，刚要开口反驳，诸位走得这么急，是有什么了不得的急事吗？才分别了半天的韩逢月在侍卫簇拥中走出密林，手里握着一把打开的折扇，轻轻摇着，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几人。李却摸了摸腰间，轻轻踢了踢李坤，然后往韩逢月方向走了2步。李坤则不知嘀咕着什么，钻进了马车。俗话说得好，有缘千里来相会。看来韩哥哥和我们兄弟几人的缘分不轻呐。李却笑眯眯道。确实不轻。韩逢月笑道。你们就是韩某的福星啊，我若能加官进禄，定然有你们1半功劳。想不到我们对韩兄弟竟然有这么大益处。李悟向前走了1步，挡住韩逢月投向沈朱熹的视线。既然我们能帮韩兄弟飞黄腾达，那韩兄弟打算怎么感谢我们？让我想想。韩逢月扬唇一笑，一个全尸如何？我们让你飞黄腾达，你却只给我们全尸。韩兄弟，你吃光了肉不给汤喝不说，还要我们的命。李悟冷笑，不愧是韩逢年的弟弟，你是得了你哥的精髓啊。你认识我和我大哥？韩逢月面色一沉。我不认识你们，可我听过你们的大名，准确来说是你大哥的大名。李悟扯了扯嘴角，一脸讽刺。韩兄弟，下回出门游历，可别再把自己的底儿给倒光。出身长沙韩氏，又前往北都投靠兄长，身边随随便便就能跟着几十人护送，还给自己取个谐音的假名。李悟无视韩逢月越来越难看的脸色，笑道。这是想让我猜不出来都难啊。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这样的人不可能是无名之辈。韩逢月目光阴鸷，狐疑地审视着李悟，似乎正试图将他和脑海里的某个名字对上号。韩兄弟过誉了。李悟嘿嘿笑了。鸭某就是一介无名诗人，不过有朝一日鸭某定然会出一本自己的诗集，到那时候鸭某也就不算无名之辈了。你少糊弄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鸭雕雀都是假名。李悟摇头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用假名的是你，鸭某却还要被你反咬一口。韩逢月冷笑道。我不管你叫鸡叫鸭，今日你都非死不可。我和你们兄弟3人虽然无冤无仇，但是关韩某今后的前途，只有请你们用性命助我一臂之力了。既然都要取我性命了，韩兄弟能解我一个疑问吗？李悟道。你要问什么？和你同行的另外30多人呢？取你3人性命还用不着那么多人，我让他们护送车队慢慢跟来。李悟道。韩兄弟，我还有一个请求。你婆婆妈妈还想说什么？韩逢月怒了。李悟依然不急不慢，气定神闲地说。你看我这新换的衣裳，能不能给我一盏茶时间，让我把衣服换回去再动手？韩逢月摇了摇扇子，扇坠上的玉鸟顺着烙子打转，他阴柔的五官上露出一抹恶毒的笑意。穿着新衣裳去见阎王，岂不是合适的很？李悟叹了口气道。你大费周章，不会只是因为想杀人玩玩吧？这就和你无关了，要怪就怪你娶了不该娶的人吧。韩逢月猛地合上扇子，神情突变，动手。他话音未落，身旁20个手下齐刷刷抽出腰刀朝他们冲来。沈朱熹身后也传来一声大吼，李坤手拿2把大斧头跳下马车，落到地上发出咚的一声，甩着2只大脚丫子冲向韩逢月的人马。李却抽出腰间弩弓，迅速后退，将近战场地留给怒发冲冠的李坤。李坤气沉丹田的怒吼和敌方的喊叫在空中相撞，打破了苍穹下原本的平静。沈朱熹的心都提到喉咙口了，李悟却不慌不忙地把手搭上他的肩膀，轻轻扳着他一转，让他朝向马车。上车去等着，你相公收人头去了。沈朱熹怕自己成了拖累，慌张躲进了马车。李悟看着他上了马车后，转身面对战场外袖手旁观的韩逢月，缓缓抽出了腰间长刀。20个人就想取老子的命。李悟说。梦该醒了，你该死了。韩逢月刚想嘲笑他的不自量力，一个侍卫忽然被那身高9尺的汉子活生生的高高抛了起来。他在半空慌张喊叫，手脚拼命挥舞，却只能抓住无形的空气。嗖！一支弩箭化为残影，在半空中贯穿了侍卫的胸口。
还未落地，侍卫就这么在半空里一命呜呼，连声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双眼就大瞪着不动了。啊！李坤随手抓住一个向他砍来的侍卫，揪着他的发髻，抡着他像风火轮一样转了起来。被迫在空中旋转起来的侍卫惨叫不断，甩出的双腿接连被己方的刀剑砍伤，不一会，他身上就被砍得鲜血淋漓了。李坤把他像用过的脏布一样甩开，抡起双斧，虎虎生风地舞了起来。李坤轻松以一敌十，再无一人敢靠近送死。你们愣着干什么？上啊！你们可别忘了，你们的家眷都在我手上。韩逢月怒声道。在韩逢月的威逼之下，剩下的侍卫互相看了看，咬牙一起冲了上来。李坤挥舞2把斧头，无需任何花招，单凭力量就杀得众敌节节败退。再加上李缺在后方用暗箭辅助，20个人不一会时间就倒下了大半。其中一名侍卫瞅准时机，攒足吃奶的力气朝着9尺壮汉的后背砍去。刀锋还没碰着那汉子后背，他自己就先一步被背后的长刀给砍着了脖子，鲜血飙飞。他露着震惊的表情回头看着无动于衷的罪魁祸首。李悟抽出陷进侍卫脖子里的长刀，反手捅入背后袭来的敌人。他一个旋身，一脚踹开鲜血从口中涌出的偷袭侍卫。想偷袭老子，你还嫩了点。韩逢月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底气来自何处。这姓贾的3兄弟，一个擅长近战肉搏，力大无比；一个擅长盯着致命处放暗箭，歹毒阴狠；还有一个正面作战不输于人，偷袭阴人也毫不手软。这3兄弟同时出现在战场上，让人找不出丝毫破绽。他们3人毫无疲态，反观己方剩下的这10人却早已军心溃散，毫无还手之力。就这么一小会的时间，韩逢月剩下的10人就又倒下了4个。韩逢月见势不对，毫不犹豫抛弃属下，翻身上马，驾！骏马刚扬起前蹄，一只破空而来的弩箭就射中了飞扬的马腿。一声吃痛的哀鸣，韩逢月跟着他受伤的马一起摔倒在尘埃飞扬的地上。眼见主子先丢下他们逃跑，剩下的几个侍卫也毫不犹豫抛下摔下来的韩逢月，逃向了树林。韩逢月在心里把这些背中望主的家伙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蹬开受伤的马，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刚要逃跑，一只沾着斑驳血迹的长刀横上了他的脖子。他战战兢兢地转头看向身后掌控他性命之人。李悟咧嘴露出一口白牙，笑道：韩兄弟，来都来了，急着走什么走？溪水还是那个溪水，只是不复宁静秀美。李悟抓着韩逢月的发冠，把他从水面下提了起来。缺氧多时的韩逢月好不容易重回地面，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胸口大幅度地起伏着。噗呼呼呼！李悟抓着他的发冠，强行让他涨红的脸面向自己。说吧，你像个跟屁虫一样追着我们撵是为了什么？韩逢月一脸狼狈，脸上既有溪水也有泪水和口水。他嘴唇一动，呸声刚起了个势，就被李悟再次按进了水里。韩逢月的双手在空中徒劳无功地挣扎着，溪水里咕嘟咕嘟冒着泡泡，他痛苦的面庞在水里摇动，原本梳得整整齐齐的发髻已经散了小半，东一缕西一把的散在水里。李悟一屁股坐到韩逢月背上，抬头看向2个正在拾荒的弟弟。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拾荒胆要大，心要细，像你们那样能拾到什么好东西？鞋底看一看，衣服夹层看一看，都没有的话，足衣脱下来抖一抖，大腹由天，小腹由俭，这些别人不要的东西，我们要一个不落地收集起来。沈竹溪在马车里扬声道：好了没？我什么时候能出来？好了会叫你，你急什么？李悟用比他更大的声音没好气道：你现在出来，小心你1个月都吃不下饭。为什么吃不下饭？马车里的好奇呆瓜追问。因为他们逃跑屎屎尿屁崩了一地。刚打开了一条缝的马车门迅速关了回去。李悟提着韩逢月的脑袋，粗暴地把他拉出了水面。韩逢月翻着白眼，人事不知。李悟对着他那张阴柔俊美的脸，毫不留情就是2个大耳刮子。外力刺激下，韩逢月吐出一口溪水，可这醒了过来。我想到一个和你很相符的字，死鸭子嘴硬，我给你刻个鸭子在这张白白生生的脸上，你觉得怎么样？你想好再说话。李悟用刀尖轻轻划过韩逢月的脸。韩逢月咽下到了嘴边的谩骂，用杀人般的目光狠狠瞪着李悟。为什么跟着我？李悟问。感受到面颊上刀尖的下压，韩逢月咬着牙开口了：我没跟着你。话音刚落，他的脸颊就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韩逢月痛得惨叫起来，毁容的愤怒和恐惧让他整张脸都扭曲了。我说的是真的，这一刀是因为你跟我的女人。李悟蹲了下来，冷眼看着他，跟老子的女人比跟老子更严重。你的女人？韩逢月捂着受伤的脸颊大笑起来。你一个泥坑里爬起来的地痞流氓，想赖吃天鹅肉也不先掂量掂量
自己有没有吃天鹅肉的命。李悟目光一凝，你什么意思？你根本不知道你娶的女人是什么人吧？韩冯月阴笑道，她是一个会让你丢命的女人，你根本护不住她，你也护不住自己。你就算现在杀了我，你也迟早会因为她丧命。李悟脸色一沉，刀尖再次抵上韩冯月的另一边脸颊。我不喜欢和人猜谜，我们合作怎么样？韩冯月笑道，鲜血从他脸颊上的指缝里溢出。看你们的样子，不是正常赶路吧？怎么，是得罪了什么人，还是犯了什么事？我都能替你摆平。你既然知道我大哥，就该知道我们有五阴节度使在背后撑腰。如今世道大乱，手里握有兵权腰板才硬，要论兵力，尚存的16节度使里，五阴节度使可排前3。你要是跟我合作，我不但能帮你摆平你的麻烦，还能将你引荐给淳于安将军，让你平步青云，这交易不亏吧？你要什么？李悟盯着他。我要马车里的那个女人。韩冯月在刀尖刺破他的脸颊之前说道，你先别急着动手，我知道你舍不得这样一个沉鱼落雁的媳妇，换谁都舍不得，可你继续留着她，你会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死？韩冯月似乎已经对他的选择胸有成竹，他拧唇冷笑，缓缓道，因为她是金枝玉叶，一国公主，如今的大燕皇帝不会允许他的妹妹嫁给一个低贱的平民，他原本的。李悟打断他，你怎么认出来的？本来应该给眼前之人带来十足冲击的话，却像羽毛飘进池塘，没有传来任何回音。他似乎并不吃惊自己的妻子是一国公主。韩冯月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冷静的男子，不知不觉就被他带离了话题方向。我们长沙韩氏是望族，我同大哥入宫参加宫宴时，曾机缘巧合在远处见过一回。当时所有人都称赞越国公主和天下第一公子傅玄苗乃天造地设的一对佳人。韩冯月的本意是激起对方的嫉妒心和愤怒，让他有机可乘，谁料这丝心胸过于开阔，对自己女人的上一个男人浑然不感兴趣。越国公主和狗屁公子配不配关我什么事？他不耐烦地拧起眉头，追问道，还有谁知道这件事？此事事关重大，我当然不会告诉别人，免得节外生。韩冯月始终没有机会说完完整的一段话。咔嚓一声，他瞪大眼睛，脑袋从软绵绵的脖子上垂了下来，还没回过神的瞳孔依然跟着李悟的面孔移动。你穿的也是新衣裳，去见阎王爷正好。李悟从他脖子上松开手，韩冯月断了气的尸体倒了下去，生机仍然残留的面庞砸进冰冷的溪水里，水花在他面上飞溅，逐渐扩散的瞳孔眨也不眨。李悟沉着而熟练地扒光了韩冯月身上的所有财物，连他折扇上的玉扇坠也没放过。石完荒的李雀走了过来，只一眼就看出背对他趴进了溪水里的韩冯月没了气息。李雀惊讶道，大哥先前还说要留他一命，怎么改变主意了？他认出了你嫂子。李悟冷声道。李雀变了脸色，眼神往马车上一扫，确认门窗依然紧闭后，说他想接嫂子回皇家。节度使们各自为政，韩氏一族都是淳于安的走狗，韩冯月恐怕是想把你嫂子扣在五阴军里做人质，以此要挟元龙帝来提条件。那我们要怎么办？李雀看向地上的尸体，不如我们把它烧掉，彻底毁尸灭迹。时间上来不及。李悟道，韩冯月还有一队人马，发现他的尸体是迟早的问题。那我们船到桥头自然直。李悟道，该着急的是白头县的诗人贾押。李雀笑了，三人做事三人当，大哥别忘了，这事儿还有贾雀的一份力。李坤也走了过来，他对一个活人变成尸体已经习以为常。他跨过韩冯月的手，站到河边，对他的尸体毫不在意，弯腰将2把血淋漓的战斧放进溪水里荡来荡去。杀人的时候他怒目圆瞪，凶悍非常，此时此刻他又像个孩童一般，双眼闪着小兽般纯净的光。还有贾雕，李坤提醒道，贾雕也干了活。李悟拍了拍2个弟弟的肩膀，他们不会忘的，到时候通缉令上一起见吧。韩冯年是五阴节度使面前的大红人，李悟虽然没有什么准备就杀了他的弟弟，心里却没有太多慌张。仔细想想，其实他们留下的破绽并不多。韩冯月的人虽然见过他们的脸，但对他们的真实身份却一概不知。要想找他们也是大海捞针，唯一能利用的就是通缉令，但在大多数时候通缉令也只是一种威慑手段。韩冯月一行人途径襄州，定然也见到了襄州发布的他们3人的通缉令，他不也什么都没认出吗？通缉令这个东西画成什么样子全凭运气，给衙门画通缉令的画师不会是什么炉火纯青的大家，画出来的人像能有本人4分像就已是祖坟冒青烟的稀罕事。要想画出一副神似的肖像，不仅要求画师的画技高超，还要求目击者的头脑冷静，记忆清晰，口才清楚。与其期待靠通缉令抓到犯人，不如期待犯人自投罗网。再加上天大地大，光大雁的节度使就有16个，要实在混不下去，大不了
他带着沈呆瓜和2个弟弟去海外寻找新天地。不管怎么样，他也不会将沈呆瓜交给这些心眼漆黑的东西。沈竹溪在马车里等得都不耐烦了，马车门终于被人从外打开，李悟一弯腰，不待他看清外边的现状，就钻了进来。外边怎么样了？沈竹溪担心道。安全了，就是他们逃跑时屁滚尿流，弄得地上不太好看。出去时你要闭一闭眼睛。我要出去吗？沈竹溪惊讶道。之后的路马车不好走，我们带上细软，骑马赶路会方便得多。李悟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收拾车上的细软。眼见他的手摸向自己存放凤牌的妆帘，沈竹溪吓了一跳，飞快抱起妆帘。我自己收拾自己的，我还懒得帮你收拾。李悟没好气道。抓紧时间，你的屁股纸不要带了，我们进城再买。知道了。沈竹溪心虚的提高声音。沈竹溪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了细软，刚要弯腰出马车，忽然被等在门口的李悟一把抱了起来。他还没来得及发出惊叫，李悟就把一只手蒙在了他的眼睛上。别乱叫啊，吓着我，老子可就松手了。沈竹溪吓得憋回到了喉咙口的惊呼。李悟单手抱着他，轻巧移上了站在车头的大黄马。驾！李悟一加马肚，大黄马扬蹄跑了起来。风沙一扬，无拘无束，马蹄高高举起，越过一具具尸身。李悟豪气万丈，扬声便迎：10步杀一人，老子不修坟，修坟加另算，吃亏我不干。大富靠老天，小富靠我捡。拾荒谁最强？压某王中王。此时便名压客行。呆瓜，你觉得如何？沈竹溪，是他对不起李白，他不该给他讲侠客行的故事。他是让李白蒙羞的千古罪人。李悟浑然不察他而羞愧，豪气神上地驾马飞奔。没了沉重的马车在身后束缚，大黄马就像回到了草原一样，撒欢似的一路疾驰。李坤和李雀2人所乘的马则是由轻转重，脚步不似先前皎洁。沈竹溪原本坐在马车里的时候就觉得这马拉车不行，现在他觉得这马驮人也不行。他在马上颠了个7荤8素，全靠李悟单手把他紧紧按在怀里，他才没有失足从马上跌落。为了躲避后边可能的追兵，4人2马没有继续赶往许州，而是再次改道奔上了前往唐州的路。沈竹溪希望自己这辈子需要录的素，在这几天里已经全部用完。为了甩掉韩逢月穷追不舍的追兵，在短短6日里，沈竹溪接连穿梭了唐州、随州、汝州和许州边界，沿途歇过各种破庙和山洞，听过各种虎啸和狼鸣。原本沈竹溪看见就会一蹦3尺高的老鼠，他现在也麻木了。如果住过山洞，就知道老鼠不是最可怕的地方，蝙蝠和蜈蚣才是。他们整日和山林洞穴打交道，出于方便的理由，李悟又换下了他的锦衣皂靴，穿上了能够让他肆意摸爬滚打的粗布衣裳。沈竹溪也特意拿出最便宜的一套衣裳穿在身上，打算磨得够破后就直接扔掉。好不容易他们才在随州边境甩开了追兵。经过一番重新规划路径后，李悟决定从深州一路东去，直入湖广地区的湖州。当天晚上，他们途经一个小村庄，李雀和村口一户人家交涉后，对方同意借一间屋子让他们住上1晚，代价是10两银子。泥湖的土屋里只有一面长长的土炕，4人都能睡下。李雀原本提议他和李坤睡地上，沈竹溪看着冷冰冰的坚硬地面过意不去，主动让他们睡到床上来。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李悟会不会介意有旁的男人和他名义上的妻子躺一张床，可李悟沉默不语，反而朝他投来赞许的视线。沈竹溪受到他的肯定，心头发热，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傍晚时分，李坤从他背上8、9个沉甸甸鼓囊囊的包裹里解下其中一个，里面存放着他们赶路吃的干粮。李坤虽然馋，但交给他保管的吃的永远不会莫名其妙减少。李悟点数过包裹里的食物后，露出满意的微笑。不错，雕儿干得好，奖励你吃个大馒头。他在干粮里挑来挑去，比来比去，选出一个最大的杂粮馒头，递给一脸高兴的李坤。接着，李悟又按馒头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拿出馒头分给李雀和沈竹溪，最后才轮到自己。他手里那个馒头比沈竹溪的还小。李雀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馒头，刚要说话，沈竹溪就把手里的馒头塞给李悟，强行换走了他的小馒头。我要这个好看的。馒头哪有什么好不好看？李悟皱起眉，伸手要把馒头换回来。沈竹溪把小馒头抱在怀里，别过身不让他抢。小儿乔，你不知道吗？我就喜欢这个，吃小不吃大，你真是个呆瓜。李悟抢不回来沈竹溪严防死守的小馒头，气得他骂骂咧咧地咬了一口手里的馒头。你才是呆瓜！沈竹溪反唇相讥，你是个屁呆瓜！李雀低下头去，憋住差点溢出喉咙的笑声。有了这2人的打岔说闹，连手里干涩掉渣的馒头都变得美味起来。他笑眯眯地掰下小半边馒头，递给一旁狼吞虎咽的李坤。二哥，吃慢点，多喝点水，肚子就饱了。李坤愣了愣，呆呆接过，谢谢三弟。
李却道：“我才该谢谢你呢，一路都是二哥在背我们的行李，多谢你了。”李坤脸红了，羞涩地摸了摸后脑勺。当天晚上，4个人躺在同一面土炕上，沈竹溪睡在最左侧，由旁边的礼物隔开2个弟弟。经历过连日风尘仆仆的赶路，现在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在屋顶下安心的睡觉，沈竹溪感动的都快包不住眼泪。他和李坤都是同样的想法。李坤的脑袋刚沾着枕头一会，喉咙里就发出了打雷一般的轰轰声。李悟和李却似乎反了过来，他们的呼吸清浅而均匀，几乎听不见响动。这2人虽然都躺着，但显然精神仍清醒。沈竹溪撑不住了，有心问问李悟怎么睡不着，多日赶路的疲倦却拉着他迅速坠入了梦乡。迷迷糊糊的时候，他仿佛听见了说话的声音，接着是短暂的一阵乒乒乓乓声。第2天早上，沈竹溪醒来后却又一切如常，除了收留他们的村民夫妻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外，昨夜的异样声音好像只是他在做梦。简单吃过潮食后，他们又要上马赶路了。沈竹溪一看见那匹大黄马就想皱眉，这几日赶路下来，他的大腿根都在马背颠簸中磨破了，可这伤的地方尴尬，他又不想拖累礼物的脚程，所以这几日一直强忍着不说，以至于腿根的伤势越来越严重。走动时的难受就不说了，受伤的大腿再回到颠簸的马背上反复摩擦，那火辣辣的滋味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沈竹溪的眼泪在马背上情不自禁地流了又流，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马上的风够大，总是能够在他被礼物发现前先一步风干眼泪。怎么了？礼物看着站在马身前许久都没动脚踩上马蹬的沈竹溪。哦，这就……沈竹溪不情不愿地抬起腿，腿根立即传来一阵刺痛，他稍微一顿，接着咬紧牙关，强忍着伤口撕裂的痛苦，在礼物的搀扶下状若寻常地爬上了大黄马。他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累赘。沈竹溪上马了，礼物却没动。他看了眼沈竹溪，说：“你等一会。”他重新进了村民的屋子，也不知说了什么，没一会又走了出来。这次很利索地翻身上马，牵着缰绳轻轻加了加马肚，大黄马慢悠悠地往前走去。礼物道：“今天不用这么赶了，我们走慢点。”沈竹溪默默在心里松了一口气。当天晚上，他们终于出了深州地界。太阳落到地平线上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一间荒废的破庙。礼物担心继续赶路会连破庙都遇不着，沈竹溪也不愿再睡山洞，4人一拍即合，当即把马拴在庙外一棵歪脖子树上，谨慎地进了破庙。蛛网密布，尘埃铺成地毯的破庙里没有人迹，倒是尘埃地毯上留有不少野猪野兔的脚印。李坤2人放下行李，草草收拾出睡觉的地方后，就带着各自的武器出门寻找猎物了。这些天，他们偶尔能打到出来觅食的鸟雀野兔，每当这时就是一顿大餐。逃亡路上也不忘带着调味料的李批人亲自掌勺，靠着一堆简陋的篝火和叫不出名字的野菜野果，就能烹饪出一顿不输御膳房大厨的美味烤货。沈竹溪坐到垫着稻草的被单上，就不想挪动了，他的腿根疼得厉害，他很想脱下蟹裤看看伤口，却又碍于礼物在场不能得逞。他刚想说点什么转移注意力，礼物却径直朝他走了过来。卷起来我看看。礼物在他面前蹲了下来。卷什么？沈竹溪一时没回过神了。卷蟹裤。他说：“你臭流氓！”沈竹溪的脸腾地热了起来。臭流氓想看的是白花花的腿，不是你磨得稀巴烂的腿。礼物从怀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罐头，扭开盖子，露出里面绿油油的膏状物。这是我找那户村民要来的跌打药膏，对你这种外伤也是一样用的。沈竹溪红着脸抢过药膏：“我自己来。”你行吗？礼物狐疑的拧起眉头：“我行。那你上药吧，需要什么叫我。”礼物背过身去：“你不出去？”沈竹溪吃惊的睁大眼：“别矫情了，赶紧涂药，再不动手，我就拿后脑勺偷看你了。”礼物没好气道：“他还生气呢，哪有人这么霸道的？”沈竹溪再三确认他的角度看不到自己后，不情不愿地褪下下长，小心翼翼地把蟹裤卷到腿根处。他的大腿根经过几日马上赶路，已经从一开始的红肿变成皮肉伤了，鲜血紧紧粘连着他的蟹裤。他卷起蟹裤的时候，好像亲手把一层皮肤从腿上撕落。礼物在场，沈竹溪不想表现的没用，可他紧咬的牙关里还是不由发出了颤抖的抽泣声。礼裤卷到腿根，他的浑身力气好像也跟着离开了。沈竹溪的嗓子眼里溢出倒抽冷气的嘶嘶声，灼烧般的漫长的钝痛让他连手指都麻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有眼泪珠子违背意志，从视野模糊的眼眶里接二连三掉下。你真行！一只手接过了他抢走的药罐。礼物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他似乎叹息了一声：“你真行啊，沈竹溪，老子还真没说错。你这腿根子都快稀巴烂了。”又羞又不安的情绪涌上沈竹溪心头，他伏在膝盖上，把不争气的眼泪拢在双手里，双腿在礼物的视线下害怕的并拢，努力往身后缩去。礼物按住他不安的腿，没好气道：“
你的马桶都是老子倒的，你还有什么地方见不得老子？他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这呆瓜，没想到他听了这话，肩膀抖得更厉害了，活像他羞辱了他一样。你哭个屁！你又不是什么引路参风的9天仙女，老子没对你抱过不切实际的幻想。李悟蛮横地掰开他的双腿，一股凉悠悠的东西落在了他火辣辣的伤口上。你不觉得难看，不觉得恶心吗？沈竹溪不好意思看他，闭着眼抽噎道。李悟用指腹轻轻把药膏抹开，说：老子屁股上长冻疮的时候，比你这难看多了。有多难看？比你稀巴烂，又红又紫，猴子屁股都比我好看。你们也骑马，怎么一点事都没有？我们皮糙肉厚，四处折腾，和你能比吗？李悟挖了一坨药膏抹在他另一只腿上，用和散漫语气截然不同的小心动作，轻而缓地抹开药膏。沈竹溪，沈竹溪止了哭泣，用鼻音回答：你很坚强。李悟用另一只干爽的手在他头上用力揉了揉，但我希望你能明白，寻求他人帮助不是软弱的象征。空明的月光顺着深色屋檐而下，铺满空旷庭院。夜色中冷清的薄雾像一层浮动的雪，飘散在寂静的夜色。原本应该阖家欢聚、张灯结彩的元旦，位于北都的韩府上却弥漫着凄云惨雾。一个沉青色的身影踉跄奔出书房，却又在月光倾泻的屋檐下停住了脚步，呆呆地看着摆放在庭院中的简陋棺椁。接连落水似的扑通声，院中依然身着戎装、满脸疲惫的侍卫跪了一地。领头侍卫叩首，悲怆道：韩大人，属下罪该万死。院中回荡着他似哭未哭的尾音。一声过，万籁寂，无数个头颅磕在地上，战战兢兢不敢抬头。不知过了多久，前方终于传来微弱的脚步声。韩丰年迈着迟钝的脚步，缓缓挪到幼帝的棺椁面前。幼帝僵硬而清白的面庞击碎了他心中最后的希望。韩丰年浑身力气流走，他扶着棺木边缘半跌半坐下来。他看着幼帝脸上已经发黑的刀口，哑声道：是谁做的？侍卫头领将躲雨路上偶然发生的一事是无遗漏的完全转述给韩丰年。二公子带着20人先行追逐三兄弟一行，属下带着车队赶到时，二公子已经没了气息。侍卫头领悲声道：属下派去白牛县的人已发回消息，白牛县并无符合条件的三兄弟。为了让二公子尽早入土为安，属下带着一部分人随二公子的灵柩先行返回北都，另余的兄弟则继续寻找线索，缉捕犯人。侍卫头领一扣到底，颤声道：属下愿以死谢罪，还请大人饶过其余兄弟。此事是他自作主张，你已劝过，他仍要一意孤行。韩丰年像是大病初愈的人，气若游丝道：怪不得你。大人。侍卫头领既羞愧又动容，泪流满面着再次一扣到底。月儿虽骄纵，却不是无的放矢之人。韩丰年看着幼帝惨白的尸身，轻声道：那3男1女定然有非同寻常的地方。侍卫首领努力回忆当晚的情景，补充道：二公子虽然请那3兄弟喝酒，但对那女子似乎更为关注。通缉令可画好？大人请看。侍卫首领从怀中掏出4张通缉令，起身弯腰献上。4张通缉令，3个男人各有特征，一个穿着少见的连珠对压纹的圆领袍，一个身高9尺，一个脸上有红坑。倒是那名女子，2只眼睛一个嘴巴，除了看得出来模样甚佳外，并无什么有力搜寻的特征。韩丰年看了2眼，将上面的人像印入脑海，通缉令握在手中垂了下来。谁是交战中幸存下来的人？韩丰年问。侍卫头领一个眼神，3个侍卫胆战心惊地跪了出来。交战时和交战前，二公子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韩丰年道：三人你看我，我看你。半晌后，其中一人说道：好像是有一句话，那3兄弟里的大哥问二公子为何要杀他，二公子说要怪就只能怪他娶错了人。另外2人毫无异议，点头附和。除此以外呢？韩丰年问。3人想了又想，一脸茫然的摇头。好，韩丰年缓缓道：你们背信弃主，便在月儿面前自己动手吧。空气为之一静，3个侍卫回过神来，一人旋即浑身瘫软，一人立即磕头哭喊求饶，剩下那人面色惨白，直逼棺椁之人。如此，我还可以饶你们的亲眷一命。韩丰年淡淡道。片刻后，面色惨白那人抽出了腰间的长剑，慢慢横上了自己的脖子。大人！侍卫头领满目含泪。韩丰年面无波澜，静静看着棺椁中唯一的同母血亲。长剑转动，鲜血如箭飙射而出，满域月光如水空明的青石地面上多出了一道血线。韩丰年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哭声停了，剩下的2个侍卫用颤抖的手将长剑横上脖子，地面上多有了几道血线，不多时便被扩散的血泊覆盖了。侍卫头领再次叩首，痛苦的眼泪滴落地面，和逐渐蔓延的血泊融为一体。大人，此3人已经伏诛，
还请大人放过他们的家眷，给他们笔银子，送他们出北兜吧。韩逢年道：多谢大人。侍卫首领满脸感激。韩逢年叹了口气道：你们下去罢，叫子昌进来。侍卫们搬着3具尸身一起退下了。院中只剩沉默不语的韩逢年和一个同样沉默不语的尸体。他看着退进骄纵霸道的幼弟，轻声道：月儿啊，你终究是害死了自己，你安心走吧，这个仇大哥帮你报。一个身穿墨灰色水绸长襦的男子匆匆步入庭院，行礼后跪倒在韩逢年面前，目光从棺椁上一扫而过。韩兄，请节哀顺变。他哀声道。韩逢年挥了挥手，扶着棺椁站起。季子昌连忙起身相扶。子昌，襄州的使者是否还在府中？韩逢年道：是，今日他还来探过在下的口风，想知道何时才能见到韩兄。季子昌道：看他焦急的模样，襄州知府的确已经走投无路，明日你就寻个由头打发他回去。韩逢年面色一冷：吴地惨死襄州境内，范围还想向我北兜借粮，异想天开。诺。季子昌恭敬应是，淳于将军那里，我自会说服将军。韩逢年道：一旦襄阳暴民起义，淳于将军手持荆节，即可名正言顺取下襄州。韩兄大才。季子昌一手：愚兄记得，你出山之前曾有幸拜入阴阳大家门下。季子昌摇头道：在下惭愧，我虽在师傅门下苦修8年，对阴阳说和五行说依旧只是略同皮毛。足够了。韩逢年拍了拍他的肩膀：吴地安魂之处以及之后的诸多白事，可否拜托贤弟操办？得韩兄信任，子昌必不负所托。季子昌连忙一一到底。元日佳节，子昌不必多留，早些回去和家人团聚吧。可是季子昌望向地上棺椁，不碍事。韩逢年露出惨淡一笑：我平日忙于公务，对月儿疏于管教，今夜就让我好好陪他一晚。季子昌欲言又止，最后化为一声长叹，依手告退。韩逢年看着棺椁中僵硬而陌生的幼弟容颜，轻声道：来人。大人。一个身影几乎融入阴影的死士悄悄走出，单膝跪于韩逢年面前：千里血仇不得不报啊。韩逢年自语般喃喃道：那3人的家眷，等他们出了北都，便送他们上路吧。属下领命。周千里低头领命，面无表情。你带上这个。韩逢年将手中攥了许久的通缉令递给他：谁取了月儿的性命，你就带谁的人头回来见我。诺。韩逢年手里的4张通缉令不见了。片刻后，院中又只剩下他一人的影子。大雁迎来最黑暗的一个圆月，而漫漫长夜才刚开始。北都的千里之外，人们正在经历一场酷雪。大雪覆盖了地面，掩埋住的除了地面，还有饱受饥荒的人们心中最后的希望。野菜没有了，河水结冰了，鸟兽都藏进了山林，除了啃树皮吞泥土以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可以入口的东西。从前，一个野果落在地上根本无人问津，如今为了一个野果，人们就可豁出性命，大打出手。当生存也成了难以满足的奢望时，人命不如草芥。寿州和泸州交界处的一座山脚下，篝火在避风的山洞里熊熊燃烧，玉屑般的雪花洋洋洒洒飘下，为茂密的树木裹上一件银装。礼物眉头紧锁的把仅剩的干粮数了又数，捉襟见肘，无论再怎么省，也不可能熬到离开泸州。出了泸州，还有一个偌大的宣州才能抵达湖州。宣州毗邻湖州，粮食短缺情况或许已经改善许多，但在那之前，他们必须有粮撑到进入宣州才行。2个拳头大小的馒头就是他们仅剩的粮食。一路上，所有途径的米行都紧闭大门，米价已是天价，并且有价无市，即便兜里揣着银子，也找不到一个肯卖1勺米的人。他们回来了。冷得缩紧肩膀，依然固执等在山洞门口的沈朱熹惊喜叫道。李悟连忙裹好馒头，重新靠上山壁，故作随意道：哦，知道了。李坤和李雀披着一身雪花走了进来。怎么样？沈朱熹期待地看着2人。李雀神色黯然地摇了摇头：不行，村子里的人家自己也没存粮了，给多少钱都不卖。沈朱熹眼里的亮光也暗了下来。你还没问我呢。李坤兴冲冲道。连李雀都毫无收获，李坤又能期待什么呢？李悟和李雀都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沈朱熹却打起精神，笑着问道：你买到吃的了吗？没有。李坤摇了摇头，但紧接着说：我捡到了。他拿起一直攥在身边的拳头，一脸骄傲地摊开给沈朱熹看。李坤掌心里是2颗毛茸茸的栗子，是我从雪地里捡的。沈朱熹笑道：雕儿真棒。李坤嘿嘿笑了起来。天色很快暗了下来，夹杂着细雪的大风在山洞外呼啸，连带着山洞里的火苗跟着忽闪忽闪，干燥的柴木偶尔蹦出一枚火星，转瞬便熄灭在冰冷的黄土上。李悟拿出一个馒头，在众人面前均分成4分，挨个分了出去，
最后的1/4馒头他又掰成了2半，自己只留下一半，另一半再次均分给了李坤、李雀二人。李坤毫不犹豫收下了，李雀看了半晌，不知在想什么，最后也收了下去。李悟看向沈珠溪，他连忙道：“我不饿，吃这个就足够了。”他没有强求，靠在山壁上慢慢吃起了少得可怜的馒头块。沈珠溪悄悄把手里的1/4个馒头掰成2半，藏了一半进荷包里。李坤2口就吃完了手里的馒头，又把地上掉的馒头渣子也细心的捡起来吃了。若是放在平常，沈珠溪定会教训他，可是现在他和其他人一样，默默看着李坤捡拾残渣。李坤把地上的馒头屑扫了一遍后，拳头一捏，徒手敲碎了2个生栗子。他小心翼翼地分出栗子壳，把栗子果肉捧在手心，第一个递向李悟：“大哥，大哥吃。”李悟没拒绝，捡了最小的2粒栗子肉。李坤接着把手心对准沈珠溪，他不忍拒绝，也拿了最小的1粒栗子肉。这回李坤将手心对准李雀，李雀一口气就抓走了大半。李坤变了脸色：“你自己要给我的。”李雀笑嘻嘻道：“哼！”李坤气哼哼地坐下了：“我是二哥，不和你计较我。”一阵寒风从洞口吹了进来，沈珠溪冷得抱紧双肩，坐在身旁的李悟发现了，把他身上的袍子重新系了一遍，领口紧紧拉拢起来。“还冷吗？”他握了握沈珠溪的手。沈珠溪把冰冷的指尖藏在手心，笑道：“不冷。”李悟没说什么。“大哥，今晚我和二哥守夜吧。”李雀道：“你已经守了2夜，再这么下去也坚持不住。”当天夜里，沈珠溪睡在了山洞最里面，李悟睡在身旁，负责守夜的李雀和李坤则绕着篝火而坐。李坤还在为李雀一把抓走大半栗子肉的事生气，一句话也不肯跟他说。李雀神色如常，仿佛并不在意对面生气的大娃娃。沈珠溪这几日吃的少，动得多，再加上连日赶路，腿根的伤好了又破，破了又好，每到夜幕降临就疲惫不堪，几乎躺下没多久，他就睡过去了。夜里，他感觉陷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这个热烘烘的怀抱像个温暖的避风港，隔开了风里的冷，挡住了地上的硬，让沈珠溪不自觉越钻越近，恨不得把全身都窝进这个热源。天明时分，惨白的晨光照射在眼皮上，让他从睡梦中迷迷糊糊的醒来。昨夜的热源像是一个美梦，他依然在冰冷而坚硬的地上，身上披着礼物的一件外衣，旁边空无一人。他下意识寻找礼物的身影。礼物坐在山洞门口，喜怒莫测的视线盯着燃了一夜即将熄灭的篝火。李坤和李雀不见踪影，拴在山洞门口的马匹少了一辆，堆在一起的行李却一样没少。“你怎么了？”沈珠溪揉着眼睛坐了起来。“李坤他们呢？”话音刚落，他就看到了李悟看的东西。他看的不是篝火，而是篝火旁歪歪扭扭的一行字：“湖州相见。”李雀和李坤不告而别了。除了地上那行写错了的字，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也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夹着雪花的大风毫不留情地呼啸着，落在脸上像刀子一般。李雀二人衣着单薄，没有带走任何食物。他们想去哪里？大雪又能让他们去哪里？雪花覆盖了一夜的痕迹，让他们的脚印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便想追踪他们的痕迹，也毫无方向。沈珠溪很担心李悟的反应，但是让他吃惊的是，他一直很冷静，至少看起来很冷静，甚至就像李坤二人并未出现过一样，对他们的离开也一词未知。他拿出包裹里最后的一个馒头，掰成2半，递了一半给沈珠溪。他接下了，忐忑地看着他：“赶紧吃吧，吃完我们赶路。”李悟在火堆旁坐了下来。沈珠溪欲言又止，再次看了眼地上的信息，默默地啃起了干的掉渣，涩得各嗓的馒头。李悟比他先吃完，他起身提起地上的行李走了出去。“你去哪儿？”沈珠溪忙问。“东西太多了，我们带不走。”李悟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我去找个地方埋起来，你在这里等我，不要去别的地方，遇到危险就大叫，我会立即赶回来。”沈珠溪点头后，李悟才提着满满2手的东西走了出去。他忐忑不安地等在山洞里，默默数着时间。细细的雪花不知不觉停了，天空白得晃眼，暗淡的日光从灰白色的云层后穿透出来，还不及将熄未熄的火堆明亮。在柴火完全烧光之前，李悟空着手回来了。他捧起一把雪扔在燃烧的火堆上，说：“走吧。”沈珠溪点了点头。李悟扶着沈珠溪踩上马凳，紧接着他也翻身上马，一声驾后，大黄马轻轻往前跑了起来。同样是赶路，沈珠溪的心情却比昨日沉重了不少。李悟应该也同样，整个白天他除了必要的对话外，几乎都在独自沉默。当天傍晚，他们路过一个村庄，李悟找了一户人家借宿，好说歹说才用1大块银子换回了2把野菜。晚上的时候，沈珠溪吃了野菜粥。所谓的野菜粥，就是扯碎的野菜加一点点水熬煮成的姜汤。李悟端着破了一个小口的陶碗，稀里呼噜的几口将粥喝完。他刚放下陶碗，一小块粗糙干燥的馒头就递到了眼前。“哪来的？”
礼物问。沈珠溪朝他天真烂漫的笑了，璀璨的宝光闪耀在眯成月牙的杏眼里。我变出来的。他得意道。呆瓜。礼物拉了拉他的脸颊，他少见的没有生气，反而开心的笑了笑，把馒头快塞进他手里，自己端起那碗苦涩的菜粥喝了起来。礼物拿着馒头没动，看着他喝了第一口，顿了顿，眉头紧皱成一团，然后一鼓作气，紧紧闭上眼睛，一口气喝完了。他喝完粥，紧皱的眉头在看见他的目光后立马松开了。你快吃呀。沈珠溪说。粥好喝吗？礼物问。反正不难喝。他故作轻松的神色让礼物心里愈发柔软。他拿起馒头，一点一点地放进嘴里咀嚼，让每一粒面粉都经过充分的唾沫浸润，扩散出微微的清甜，在嚼到食之无味后送入较消的胃部。苍白的月光从纸糊的窗外投映进来，土屋阴暗狭窄，地上零星散落着几根头年的干稻草。两人坐在冰冷的炕上，各自端着一个破陶碗，身上披着所有能披上的衣裳。泥墙上映出的影子肩头护底，共享一部分热源。月光静悄悄的，屋里屋外都万籁俱静，天地像一个巨大的坟墓。这么好的月色，你不想吟诗吗？沈珠溪忽然开口，呼出的气息在刺骨的寒气里变成一阵白雾。为了活跃气氛，他故意用雀跃的声音道：大诗人李白可就是在这种背井离乡的情况下，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静夜思》的。礼物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自嘲的笑。那是李白，你可是礼物啊。沈珠溪马上说，你要是想，你也可以写出不输《静夜思》的好诗。礼物朝他看来，片刻后露出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你在安慰我？我说实话罢了，你的确有作诗的天赋。沈珠溪心虚之下，眼神不自觉就开始闪躲。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种溜须拍马的事还是留给雀儿来做吧。礼物说。提起已经离去的李雀，原本就冷寂的空气变得更加低沉了。活到老，学到老。等到了湖州，我一定要向李雀多请教拍马屁的诀窍。沈珠溪装作没有察觉凝重的气氛，轻快地说道。你真觉得还会在湖州见到他们？礼物说。我相信。沈珠溪毫不犹豫。礼物意外的目光从飘动的尘埃移到了他的眼睛上。我相信。他直视他的眼睛，露出全然信赖的笑容，像一束透过宝石的光，绚丽夺目，倏地点亮了沉闷暗淡的室内。为什么？礼物哑声问。因为他们是李坤李雀。沈珠溪说，这两个人，一个力大无比，一个足智多谋，他们合在一起，什么样的坎迈不过去？如果礼物说一个抛弃了另一个呢？不会的。沈珠溪再次一口否定。他低声道，雀儿已经抛弃过一次了。沈珠溪神色坚定，马上说道，他不会再抛弃第二次。为什么？礼物看着他的眼睛。我相信他。沈珠溪笔直地回应着他的视线，一口气说道，我相信他，因为他决定接下你多给的馒头，还因为他拿走了李坤的大半粒子肉，这些都是因为他想要积攒力气，省下粮食来照顾李坤。我相信他，更因为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他们已经成了真正的兄弟。如果他们在之后分开了，我也相信这必定是情非得已。雀儿要是听见你对他的评价，下半辈子你说东他一定不会去西。礼物笑道。沈珠溪定定看着他，半晌后放下了什么重物似的，跟着露出了笑容。你总算笑了。他说。我不是一直都在笑吗？礼物避重就轻道。那是假笑，还不如不笑呢。沈珠溪抱怨道。刚上马的时候，你的脸色难看的我都不敢跟你说话。为什么不敢？礼物轻声说。沈珠溪还没说话，他的手就落到了他的脑袋上。他轻轻抚摸着他的发顶，素来跳脱的声音今日变得格外低沉。只要是你。沈珠溪心里一跳。礼物说，老子蹲坑的时候，你也能跟我说话？我才不要。沈珠溪变了脸色。礼物笑道，呆瓜，快睡吧。你说的对，雕儿和雀儿没什么值得担心的。我们尽早赶到湖州，就能尽早和他们见面了。沈珠溪见他打起精神，高兴地点了点头。礼物恢复如常后，连空气都轻盈了许多。两人紧挨着睡下，身上盖着所有衣物。沈珠溪睡在冷炕靠墙的那侧，礼物似乎嫌他睡得远，空了被子，把他朝自己拉近了一些。他拉过他肩膀的手自然而然地流了下来。沈珠溪只当他是在从他身上取暖，并未放在心上。他努力催促自己入睡，以免明天拖累赶路，却不知道在他身后，礼物深深地看着他的背影。就在10个月前，他还因为鞋底踩到牛屎哭了一夜。如今他却安睡在冰冷的炕上，盖着沉重又不温暖的各式衣物，狼狈而寒酸地蜷缩着身体，试图保存热度。她原本是个公主，她原本不该受苦，即便她不是公主，她也不该受苦。她承诺过，他娶她不是为了受苦。沈珠溪，他轻声说。
面向墙的那面传来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嫁给我，你后悔了吗？”“不后悔。”他嘟囔道。沈朱熹回答的速度快到让他狐疑，他究竟听清了他在问什么没有？他到底没有追问。她原本是金枝玉叶的公主，现在吃不饱穿不暖，腿根被反复磨破，整日风尘仆仆的赶路，不但没有掉一滴泪，反倒掉过头来安慰她，给她鼓气。他如果叫她后悔，那还不如禽兽。李悟心中的忧虑也被沈朱熹成功压了下去。他不及沈朱熹对身边人的观察细致入微，李却没有推脱，就收下额外的馒头，甚至明知他在场也要收走李坤的大半栗子肉，这些都可以用他在提前谋划来解释。李坤不知道什么叫计划，分配给他的食物从来留不到第二天，为李坤分配食物的事一直落在他的身上。现在李却收走李坤的食物，便是越过他，接管了保管李坤食物的任务。那时候他就决定带着李坤离开了。如今他还能做的就是像沈朱熹一样相信而已。第二日天不亮，两人又骑着大黄马离开了小山村。越是向东走，地上的雪就越稀薄，大黄马的脚程也就越快。这样日出赶路，日落而歇的日子持续2日后，地上的积雪没有了，沈朱熹从自己口粮里省下来的最后一口馒头也没了。绕过一面峡谷后，他们从狭窄崎岖的山路来到了豁然开朗的平原上。那时沈朱熹不禁在马背上坐直了身体。数百丈外的地方，衣衫褴褛的上百名男女老女组成一条蜿蜒的长龙，缓缓地前进在平原上。